致所有领主大人的一封信。尊贵的领主大人，为了您的领主世界有一个愉快的体验，我将提供一下以下信息，涉及兵种、领地以及异兽的介绍，帮助您更好建立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引导者公开信息：兵种和领地的等级随着领主变强而变强，领主可通过修炼和万族的杀戮变强。领主类型：召唤类、机械类、元素类、武道类。召唤：招募兵种。机械：创造机械，打造机械世界。元素：主要以金木水火土等组成的领主世界，领主可直接运用对应的元素。武道：有儒道、剑道、武道等，可以运用领主世界推演法则，并强化领主自身。天赋等级 F E D C B A S S 加 SS SS 加 SSS S 级 0.0001 A 级 0.1 B 至 E 级 99.8998 F 级 0.0001。请各位注意，兵种和天赋并不代表一切，努力中有出头日。S 加以上都为传说中的天赋，无限接近于零，请各位领主放平心态。等级：尘埃、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大师、破虚。破虚之上可穿梭世界。原初界作为新手领主诞生的世界，并非是舒适的温床。原初界是公平的，它给予所有生命同等的变强的机会。新手领主大人可以有7天在原初世界变强的时间，而7天后会有万族的兽潮的入侵，俗称入侵日。领主大人可击杀万族异兽，获得灵力提升实力，将万族作为变强的垫脚石。但与此同时，万族也会击杀领主，获得血脉进化和觉醒的机会。杀戮与机会并存，请各位领主认清现实。在入侵日期间，万族脑海中将有一张标注各个新手领主位置的地图，请各位领主提前做好准备。除非领主成功抵挡兽潮，一切躲藏的行为大概率是无法生存的。由于种族和其他原因，对立双方绝无放过对方的可能。万族也绝对不会对人类施以同情，请领主大人认真对待原初界给予各位的考验。入侵日持续3日，时间一到，兽族将直接被召唤回万族领域，而到时存活的领主将进入开元世界，成为开元世界的一份子。为了完成这场生存试炼，我阿德斯家族特地在核心区域为大家准备了对抗万族兽群的守城武器，以及各种各样能够提升各位领主实力或者增强领主兵种的物资。物资周围有防御功能，为了以防万一，只有在物质周围方圆1公里内人数达到2000人时，防御自动打开。届时，所有物资功能将直接公布在公屏，供各位领主查看。开元世界的所有人类将用最大可能拉平双方差距，并在开元世界恭候各位的降临。请领主大人再次注意，新手领主非极端妖孽，在新手阶段和万族幼生体阶段，对战胜率为3比7。放弃幻想，团结一致。诸君，万事胜意，五运昌隆。原初界阿德斯家族引导组第2章昆虫领主。领主空间新手村10086号。姜望召唤系昆虫科领主。领主之力一阶，级别尘埃，可通过个人或者兵种的杀戮升级。姜望看着自己面前的面板以及可以站立起来的身躯，依旧有些茫然。而旁边一位年迈的老引导者看着这个新人似乎还没有接受现实，不由得皱眉道：年轻人不要灰心，昆虫领主虽然现在不强，但后期还是非常有力的，属于厚积薄发的领主。徐博一脸和蔼地安慰道。话说这老头安慰每个人都是这句话。耳朵尖的几个人听见徐博的话，不由得小声嘟囔道：他们是一群觉醒还不错的领主，专门等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强力领主，先拉帮结派加个好友。没成想强力领主没几个，弱鸡领主倒不少，而徐博每次都是这套话术。姜望有些踉跄地走下觉醒台，并不是说他有多失落，而是在1小时前他还是一个身患绝症且下半身瘫痪在床等死的人。可突如其来的一道蓝光将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全部召唤了过来，而他也从一个濒死之人瞬间痊愈。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如此。在这个原初世界，即便是你前1秒刚被枪毙，只要生息还完全没有断绝，都会被调至健康状态。根据公屏上致领主的一份信里所说的信息，每个人都会觉醒体内世界，根据世界的类型可以被分为不同类型的领主。而姜望作为召唤系下属的昆虫科，在众多出类拔萃的领主属性中显然有点不够看，但无所谓，对于他来说能活下来就是赚的。忽然姜望眼前出现一行字：世界类型已经确认，开始随机抽取天赋，检测领主精神力达到 S 级，额外获得1次抽取机会。精神力。姜望稍微想了想，随即了然一笑，果然有得必有失，自己因为脑袋而瘫痪的绝症
此刻却因为脑袋获得了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就在姜望思考的时候，2个天赋已经抽取完成。F 级培养0-100，增加领主培养卷折 20% 速度。F 级进化0-100，可以通过融合基因、创造基因、进化基因等多种方式获得进化点。进化点直接作用于自身和卷折、兵种。注意，进化点变强和杀戮、修行等变强只能2选其一。双 F 是因为我活下来花光了所有运气，2次机会，2次都是 F。姜望不死心的又看了看致领主的一封信。S 级 0.0001，A 级 0.1%，B 至 E 级 99.8998，F 级 0.0001。可以说，地球上到此的人99%的人都是 B 至 E， 偏偏自己是双 F， 都特么是一样的概率，怎么就他妈不是双 S？ 一时间，姜望竟有些破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非还是 O。你说他幸运吧，他双 F； 你说他不幸运吧，他双 F。天选之子，非酋之祖。很快，姜望就摆脱了颓废的情绪，毕竟他的人生这样倒霉的事情多了去了。检测领主的天赋为双 F， 触发原初界公平法则，获得补偿大礼包赤炎心，获得安慰大礼包一阶虫巢幼生体一阶虫族女王安娜，3个小时后破壳。随着大多数人抽取天赋完成，公屏上已经炸开锅了。求问兵种是兽人，算不算很猛？凡尔斯，我兵种是他妈3个矮人怎么说？有一说一，你们领地多大？我 B 级天赋，我这个跟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样。楼上的，你有对象吗？我也 A 级，比你的应该大一圈，应该是天赋越好，领地越大。大佬求带，天赋越好越大吗？姜望看着公屏，看看领主空间内堪比土星的巨大星球，那我算什么？五彩斑斓的黑，又垃圾又牛逼的天赋。虽然领地足够大，但整个星球上基本都是喷涌的火山，各种各样的有毒气体，漫天飞扬的沙尘暴，而森林和淡水资源仅仅占这个星球的 1%。可即便如此，这也足够让姜望欣喜的了。虽然环境恶劣，但矿藏丰富啊，卖钱都够养活自己的了。将虫巢安置在仅有的森林后，就准备进去看看自己的虫族女王。整个虫巢约莫有5米高，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军毯还只能覆盖在虫巢周围的2米处。在虫巢贼最核心的部位，安娜正安安静静地蜷缩在一枚晶莹剔透的卵囊内，类人形的身躯约莫有12岁人类小女孩的大小，头上有2个小小的触角。忽然触角微微一动，主人，一声稚嫩而又亲昵的声音在姜望脑中响起。姜望不由得一愣，扫了眼右卵，就将头别了过去，对着虫巢面壁思过。安娜，是安娜，安娜在这里。欣喜和一丝着急的声音在姜望脑中响起，仿佛生怕姜望找不到他。但姜望不为所动，无他，犯法。随意跟安娜说了几句后，姜望就收回心神。而此时，姜望周围做完检测的人也越来越多，所有人面前都浮现了一个面板。所有原初界的领主你们好，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将获得7天的新手保护期。保护期间内，你们所处的新手村处于不可探查、不可攻击状态。7天后，保护消失，你们将迎来领主生涯的一次入侵挑战，村破即死。若是存活，剩下领主可互相抢占资源，也可等待接应。以上信息由星辰商会提供，祝诸君五运昌隆。不等其他领主反应，刚刚还面目慈祥、态度和善的徐伯破口大骂：“臭不要脸的无耻之贼！这是我们的这次轮到我们阿德斯家族招聘。”浑厚的声音响彻天空，一点不见刚刚年迈又和善的样子。说着，他的身形拔地而起，背后瞬间出现几棵滔天大树，朝着远方的虚空直直地抽了过去。哈哈哈哈哈！别生气嘛，我这就走。只见虚空中一个身披黑袍的身影直接撕裂虚空，朝着消失不见。10086新手村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随即聊天公屏叮叮叮响个不停。李平安，我靠，破碎虚空，你要这么搞，那我李平安有意见。唐四，哼，我绿营草也不甘示弱。萧燕，我靠，我是火系领主啊，我也能这么强吗？赵雅，这是啥情况？信李没说啊。即便是每人每天只能发10句话，但公屏依旧以每秒1000多条的速度快速刷屏。或许是因为这位星辰商会的搅局，等徐博怒气冲冲的回来后，就给所有10086的领主做了信中之外的普及。尊敬的各位领主，相信大家已经在信中已经了解到了基本信息。此刻正有无数势力注视着原初界，并时刻准备招揽从原初界活着出去的领主。在下的家族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族将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详细的讲解，力求让诸位成为开源世界的一员。
徐博话讲完，就继续主持领主的觉醒。遇到因为觉醒世界不好的，还要去进行安慰服务。经过短暂的沉默，一名领主快步朝着村子外走去。见此，刚刚还犹豫的众人纷纷跟上。一时间，所有觉醒的领主在生命威胁的压力下，都朝着村外走，想要抓住保护期、杀怪、升级、对积分。而姜望由于对身体的不适应，还待在新手村内。看着瞬间空荡的广场，姜望反而内心平静了下来。他不太喜欢人多的环境，因为他常年卧床，所以有些社恐。也不知道这次能有多少人能活下来。忽然，在广场的不远处，2位年轻的引导者看着远去的大部队，感慨地说道：“我估计这个村子悬，听说就4个 S 级，其中1个还是植物系的。那不完犊子了，植物系前期有个屁的战力，谁说不是呢？那到时候带回去4个 S 级也行，好歹还能混点奖励。妈的，运气真不好。”嘘！被发现偷听的姜望虽然有点紧张，但依旧大大方方的径直走向了引导者。虽然社恐，但他的智商告诉他，这时候直接走，反而留下一个偷听者的不好印象。您好，2个引导者看着面前清秀俊朗、剑眉星目的新手领主，也有些诧异。赶来找他们搭话的有，但被发现还坦坦荡荡的来打招呼的，这是第一个。李青和王武双手抱胸，象征的点了点头。请问是所有新手村都是阿德斯家族负责，还是就几个村子？李青和王武一愣，没想到姜望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好像他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死一样。不只是几个村子，李青淡淡的说道。好的，谢谢。看着姜望干脆利落的背影，王武还是有些错愕的。他们也是从新手过来的，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新手对于未知的恐惧都会促使他们成为10万个为什么。有点意思啊。李青看着姜望，饶有兴致的摸了摸下巴。而令他惊讶的原因是，这个人问了一个蕴含信息最多的问题，并且毫不贪心。姜望边走边思考，还有没有忽视的细节和能获得更多信息的地方。不止几个村子，就是代表着阿德斯家族是众多引导者势力之一，并且应该是其中势力不错的。而那个星辰商会的人员宁愿得罪阿德斯家族，也要破碎虚空进行刷脸，说明信中说的的确是真的，在原初界之外确实另有乾坤。忽然经过了什么，姜望停下了脚步，犹豫了一下，回头走进裁缝铺。第3章，打造兵种。裁缝铺内，姜望拿着碎花长裙，看着面前一脸微笑的老板，陷入了一个让社恐人无法面对的局面。没钱，就好像遇到了雪糕刺客，放回去。没脸，不放。拿什么付钱？用我绝代风华的脸吗？面前那位熟得快要滴出水的少妇老板，似乎也看出了姜望的窘迫，随即娇笑道：好啦，这件衣服全当姨送给你了，这是姨的名片，若是你活着走出去，记得来找姨啊。老板并没有刻意勾引，但他一颦一笑仿佛就有无穷的魅力。姜望沉默地收起了名片。刷脸真的能白嫖？姐姐我可嗨，谢谢姐姐。听闻此言的卡莉笑颜如花，当即开口道：姐就喜欢你这样的小年轻来，这件衣服你也拿着，还有这件。回到广场的姜望看着领主空间内的9件长裙、12套衣服，甚至还有姜望的8套换洗衣物，卡莉热情的让社恐的姜望十分不好意思，就差把店直接给姜望了。看着手中星辰流传的黑色名片，姜望不由得有些好奇这股势力。星海联盟，李雪怡。虽然接下来他把所有能逛的铺子都逛了，但也仅有这一张名片。忽然，姜望脑海中出现一道声音：主人，我破壳了。当姜望再次踏足虫巢时，整个虫巢已经大变样了，军毯直接向外延伸至5米，虫巢内部也分离出不少耳室空间，蠕动的肉壁以及各种各样的孵化池逐渐形成。很快，姜望就在虫巢核心区域看到了蹲在地上的安娜。嘎嘣！感应到熟悉气息的安娜回头看向姜望，大大的眼睛，雪白的肌肤，头顶2条触角不时地跳动着，紫金色甲片覆盖脖颈等重要部位，但却不显得突兀，反而有一种异样妖艳的美感，尤其是穿着碎花长裙的反差感。若是忽略那些虫族特征，姜望还以为这是一个地球的初中小女孩。主人，安娜亲昵的声音在姜望脑中响起，叫得姜望直起鸡皮疙瘩。别叫我主人，叫我领主就行。安娜歪着头思考了一会儿，仿佛在努力理解姜望的意思。良久，安娜忽然眼睛一亮：是主宰。算了，只要不叫主人，啥都行。看姜望没有说话，安娜继续埋头干饭，吃着自己的卵壳。而这个壳可以算是每个虫族女王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在幼年的时候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而在破壳后可以快速补充女王所需的能量。整个空间只剩下安娜的嘎嘣声。随着安娜的进食，她身上的甲片愈发的明亮高贵起来，而姜望面前也出现了几个选项：
初始兵种随机基因选择：蚂蚁、甲壳虫、螳螂、跳蚤、蟑螂。5选3。看着面前的5个昆虫的图片，姜望没有犹豫，当即选择了跳蚤、蟑螂和蚂蚁。从基因的角度讲，蚂蚁的繁殖以及距离，跳蚤的弹跳力以及蟑螂的防御和生存能力，可以说是昆虫界的几大流氓了。基因选择完成，兵种打造。瞬间，无数的基因点宛若星辰一般铺在姜望的面前。而此时的安娜也站起身，紧闭眼睛，浑身泛起金紫色的光，宛如星辰般的基因在空中融合又破碎，亦或是形成新的基因序列。而姜望也没有干看着，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和脑部运算能力，在安娜将基因功能标注好的情况下，亲自操刀，不断进行基因融合演化。良久，最终形成了3个兵种。跳虫，主要由蚂蚁和跳蚤的基因融合形成的产物，并且发掘了蚂蚁的隐翅基因，可以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作战。蟑螂，蟑螂基因结合了蚂蚁的甲靠以及距离，承担防御和运输的作用。坦克，蟑螂结合跳蚤，瞬间用强大的跳跃能力和防御能力快速突破，撞毁敌人的阵型，完成基因和创造兵种。进化点+50，兵种确认，姜望快速分配好资源，跳虫40%，蟑螂20%，坦克20%，剩下的20%用于存储虫巢。随着一道道命令的下达，虫巢宛如上了发条的机器，快速运转起来。30分钟后，姜望和安娜看着面前的跳虫，纯黑色而又充满倒刺的甲靠，锋利如镰刀般的手爪和利齿，仿佛随时可以将敌人撕成碎片。雄壮的大腿以及背部的隐翅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机动能力。杀戮机器，姜望不由得感慨，怪不得以前看《星际争霸2》，虫族都猛的一笔，没有着急孵化坦克和蟑螂，毕竟这2个孵化所需要的能量是跳虫的好几倍，而目前虫巢最缺的就是能量。2个孵化池火力全开，1个小时之后，一支12个跳虫的小队快速消失在森林。看着远去的杀戮机器，姜望长舒一口气，这是他的领地，他当然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支小队的杀戮。给安娜交代好剩余事情后，姜望就收敛心神，毕竟刚刚的基因选择与融合给他的大脑和精神力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早已头痛难忍。新手村，回到新手休息区，姜望倒头就睡。听说了吗？猛虎小队昨天晚上去探索中部区域，全军覆没。他们不是满编制的 B 级天赋吗？说死就死了，谁知道他们遇到什么怪物了？现在只有3个 S 级带队的赶去中部区域了，其他人只能在外围喝汤了。在姜望休息的时候，由引导者直接在公屏传授一些这个世界其他的基本知识，比如异兽的特点、领地和兵种的进阶，这大大激发了人们进入森林战斗的热情，尤其是在生命的限期下。随着周围人的交流，姜望也揉着头悠悠醒来，头依旧很疼，但还可以忍受。闭目冥想1个小时之后，头痛的感觉也逐渐退去，这是他应对每次头痛时的方法。而每一次对精神力的压榨，随着冥想精神力的逐渐恢复，精神力的质量和体量都会更胜从前。随着精神力的恢复，此时的姜望甚至还觉得灵觉清明，神清气爽。收敛心神，回到领主空间。仅仅1夜，虫族的发展让姜望感到无比的震惊。虫巢外的军毯已经覆盖了周围30米，跳虫部队也从原来的12个暴增至400多个，甚至还有2支100个的蟑螂和坦克部队在开采和运输矿物。点开领主信息面板，领主姜望，实力尘埃灵阶，精神力 S 级，领地赤炎星，虫族兵种跳虫、蟑螂、坦克，可展开。虫族建筑虫巢，可展开。虫族女王安娜，可展开。点开虫族兵种，跳虫，繁殖7%， LV1， 攻击10%， LV1， 吞噬3%， LV1， 防御4%， LV1， 剩余进化点50。姜望犹豫了一下，想到6天后要来的大战，直接将吞噬、攻击、繁殖拉满晋升 LV2 全部变成050，留下10进化点以作备用。至于防御，在虫族的暴兵能力面前，死亡没有任何意义。第4章舔狗不得 House。 出于好奇，姜望点开了安娜的面板。虫族女王安娜，战力10-100，智力64100。看着如此简洁且偏科的面板，姜望一下就明白了安娜的培养方向。毕竟若不是安娜帮助推演自己，单凭自己根本无法承担基因选择和进化推演。回到新手村，姜望拿着干粮就朝着新手村外走。虽然自己可以苟在新手村暴兵，但是原初世界既然还能有公平法则这种东西，
那么就说明原初界的异兽难易程度一定是可以接受的，而虫族是需要吞噬才能进化的种族，那就说明好打等于餐厅。别人畏之如虎的村外，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姜旺的食堂。姜旺打开公屏，了解一下最新信息。卧槽，完球了！外围东西方向有8至12头巨狼，速来瓜分！楼上的埋了吧，成群的巨狼基本无解，走好。新手村外1缺4，来4个猛男野王啊！妹妹辅助贼猛。照片，好腿！等着，哥哥马上到。友情提示：不要贸然进入中部区域，现在外围升级。萧焰流，太他妈难了！我的兵种是巨魔，尼玛养不起啊！外围怪物指南，中部怪物指南置顶，随时可补充。姜旺快速浏览了一遍信息，除了最后一条和那个腿的照片以外，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姜旺快速朝着森林前进，并且召唤了6只跳虫，3只开路，3只保护。森林外围，姜旺在3只跳虫的保护下快速移动，而一半星神则站在开路的3只跳虫身上。小哥哥，要不要加入我们啊？没注意的姜旺快速穿过，根本没有理会那个娇滴滴的小姐姐。眼见招募失败的小姐姐，瞬间眼中升起水雾。站在她旁边的肌肉猛男瞬间不乐意了，快速上前，直接拦在了姜旺面前。操，装什么？跟你说话呢，听不见？李豪，别这样，可能人家急着赶路，微微玄类玉器模样，顿时让姜旺面前的肌肉猛男保护欲爆棚。回过心神的姜旺有点迷茫地看着哭泣的女人和愤怒的男人。我希望你跟微微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回头森林遇见，兴许还能帮你一手。李豪浑身散发武道领主独有的威压，话里话外全是威胁。李豪看着围上了的3只跳虫，不屑一笑：我当是什么？昆虫领主这种垃圾也敢这么不搭理人？我为什么要道歉？着急赶路的姜旺有点疑惑，但还是礼貌性的询问了一下，并开始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你把我女朋友弄哭了。姜旺，如果他脑子没有在穿越的途中智商损失 99%， 那他100%的肯定，如果不是这帮人故意碰瓷，那就是纯纯脑残挑事。你的意思是，我刚刚走的急没听见你女朋友的话，让她觉得羞愧，哭了，所以我去给她道歉。姜旺说着话的感觉就好像800年没有遇过这么离谱的事情。对，你把我女朋友惹哭了。李昂傲气凌人的看着姜旺，不好意思，恕我直言，你女朋友这样牛逼，是不是貂蝉见到她都得磕一个再走？听到姜旺的道歉，李豪还有些得意，自己在女神面前大展神威。听完后，整个脸色跟猪肝一样，青黑青黑的，好像姜旺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找死！没有任何留手，李豪挥拳直直的朝着姜旺面门而来，拳头上裹挟的红光，用脚都知道这一拳非死即残。最近的跳虫如同离弦之箭一样，狠狠地撞在李豪身上，锋利的利刃狠狠地透过肩胛骨，将李豪悬挂在利刃之上。剩下2只快速围绕在姜旺周围。啊！凄厉的惨叫响彻森林外围。这还是姜旺让跳虫留守的结果，要不就是不是简单的透体而过了，那就是利刃分尸了。除了李豪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一片区域一片死寂。李豪这个人他们是知道的，仗着自己哥哥和武道领主前妻强势横行霸道，最近为了舔微微，搞得周围天怒人怨，偏偏没人能制裁他，结果这次碰上硬茬了。所有人都驻足看着，有人欢喜有人忧，还有人非常迷茫。微微就属于忧的那一波，生怕姜旺牵连到他，眼泪都憋了回去，躲在队友后面不敢吱声。迷茫的姜旺开动268的智商，依旧没有想明白，图啥啊？因为啥呀？场面一时间陷入了尴尬。眼见李豪的随着鲜血的流淌，面色逐渐发白，马上就要休克过去了。朋友，不至于吧？大家都来自一个地方，没必要下这么狠的手吧？微微前面的男生硬着头皮站了出来，毕竟李昂要是就这么出事，那他们可不定能承受他哥的怒火。不是，兄弟，你是没吃饭营养没到脑吧？这帮人是不是有毛病？你人还有3分火，李豪一言不合就要打残打死他，到头来成他手狠了。王琦面色铁青，却也是不敢发作，用胳膊肘顶了顶身后的微微，毕竟事情因他而起。眼看微微不为所动，王琦更加使劲地顶了顶他，甚至眼神威胁了起来。微微这才一脸无辜地走了出来，毕竟他能混到现在，全凭李豪的照顾。我承认，李豪是有点冲动了，但抛开这些事实不谈，难道你真的一点错都没有吗？要不是你不理人还那样的态度，李豪也不会这样啊。微微越说越来劲，我一个女孩子，你至于这样逼我吗？姜旺沉默了，周围驻足的观众也沉默了。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你都抛开这些不谈了，你还说个屁？对不起，是我有点高估你们的受教育程度了。我这人社恐，不善于言辞，这话我只说一次，你们要么道歉，要么干一架。姜旺面色平静，他已经明白了，
他这种人就是希望把你拉到他们的那个层次，然后靠在丰富的无耻和不要脸击败你。而且，即便你赢了，你也会发现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执行探查的跳虫也快速从森林中冲了回来，猩红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微微一行人。舔狗不得好死啊！谁说不是呢？那微微天天仗着自己有李豪这个舔狗，看上啥都要，活该。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位仁兄还是有毛病。我要有他那实力，还跟他们逼逼赖赖。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微微也只是一个女孩子啊！说出这话的一个女生瞬间被周围所有人远离，生怕被她的圣母情怀给沾上。妈的，沙比，真他 M 晦气！离得最近的一个人一边拍打身上灰尘，一边骂骂咧咧，好像站在他旁边遭受了极大的诅咒一样。众人议论纷纷，微微全然听不见那些骂他的言语，仅仅是一句支持他的话，就让本来害怕的他又充满了勇气。这件事我们也有错，这样我们各退一步，你跟我道歉，我跟你道歉。微微昂着高傲的头颅，仿佛是一个不屈的战士。王琦的脸都黑了，本来他是想让微微站出来道个歉的，谁知道这沙比被舔狗里好舔的迷失了自我。江望轻轻地摩挲着手指，平淡地看着微微，忽然笑了。本来就俊朗的少年，竟有些像坠入凡间的天使，一时间让微微有些失神了。跳虫忽然动了，李豪被跳虫狠狠地甩在大树上，瞬间口吐鲜血，昏死过去。3只跳虫呈战斗队形，直直地杀向王琦等人。妈的，干了！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兵种被召唤出来，一飞虎、蝎子、人马攻守。而王琦抬手就是一个寒霜风暴，竟是元素系的冰霜领主。第5章，耽误爷升级。江望面色不变，心念一动，身边的又冲出一只跳虫加入战场。领主空间内400多只跳虫停止一切活动，随时等待主宰的召唤，摧毁挡在主宰面前的一切生物。甚至安娜都紧紧地注视着战场，可惜他们注定是失望的。4只跳虫，除了一只被冰霜风暴控住，被集火死亡，其余跳虫充分展露了杀戮本能。仅仅一个照面，所有被召唤出来的兵种血溅当场。蝎子的铠甲在跳虫利刃面前宛如淬纸一样，近乎是碾压式的战斗。处理完脆弱不堪的兵种，接下来就是这些活在梦里的领主了。跳虫的利刃放在微微的脖颈。不，你不能这样，我是女孩子。微微哭喊着，完全不顾刚刚因为她而重伤昏迷的队友们。等等，看着从森林中走出的精壮男子，兄弟，我是暗影团的，让我说一句，他们固然不对，但也不至于要了性命吧？毕竟咱们还要一起抵抗入侵不是？暗影团江望知道，以一个 S 级天赋为首的队伍，但现在的江望谁的面子都不想卖，眼神冰冷地看向精壮男子。霎时间，里昂小队仿佛被极其恐怖的生物盯上，浑身发冷。今日若不是我有几分实力，躺在地上濒死的可能就是我。我只是一个路人，届时你们谁会为我仗义直言？江望是社恐，但他不是沙比，莫名其妙被人赖上，随后还没说2句就是一通正义铁拳，结果还被人诬陷说自己心狠手辣。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一阵蓝光划过，400跳虫全部降临。我倒想看看，今天到底还有谁想当圣母，谁想当理中客？江望用最冷静表情说着最霸道的话。当别人说你仗势欺人，凶狠残忍的时候，你最好真的仗势欺人，凶狠残忍。感受到江望愤怒的虫群纷纷发出残忍的嘶鸣，猩红的眼睛注视着在场的所有人。精壮男子望着黑压压的虫群，震惊地咽了口唾沫后，直接扭头回到森林。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开。我靠，这么多，这他妈是哪儿来的大佬？好家伙，你管这叫社恐？社会恐惧的对象？真他妈爽，咋不弄死这帮比一个两个天天装 NMB 喝推，活该。有时候昏迷是一件好事，要不然被400多个跳虫凶神恶煞的围着，就算没死也吓得差不多了。就好像此刻的微微，双眼无神无意识的喃喃着，我是女孩子，你不能这样。事实上她才是全场最应该受伤昏迷的，却连一道伤都没有，直接吓疯了过去。见此情景，江望也没有再继续为难这帮人。杀人非不能，但确实不至于。对于这场戏剧性的冲突，江望只有一个总结：舔狗不得 house， 女权绝路一条。横批：耽误爷升级。江望看着充满倒刺的跳虫脊背，放弃了坐骑的想法，在虫群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杀进了森林。而这一切都被安娜看在眼里，放下手边的弹壳，着手射击了起来。看着虫群远去，精壮男子去而复返，大步流星地朝着李豪走去，在经过微微的时候顿了一下，化拳为掌，狠狠地拍向微微的后脑，力道之大，直接将微微的脑袋拍变形。哼，尸体处理一下。随即李昂快步走向李豪，扛起他朝着新手村飞驰而去，
虽然他对这个弟弟恨铁不成钢，但毕竟是自己弟弟，事情起因他已经大致了解。而微微也刚刚死在了他的手里。看着弟弟苍白的脸庞，一缕寒芒从眼中划过。姜望，此刻的姜望在虫群的护送下，快速穿过外围区域，到达中部区域。在付出了10几只跳虫的代价下，姜望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看着面前已经千疮百孔的双头黑虎，姜望明白了为什么无数人告诫后来人不要来中部区域。400头作战凶悍、悍不畏死的跳虫都要牺牲10几只才能击杀的异兽，确实十分恐怖。但姜望不知道的是，这头双头虎几乎是中部区域顶尖的异兽了。不知情的姜望思索了一会，将虫巢直接搬了出来。只有在军毯上的虫群才是无敌的虫群。安娜小心翼翼地将脑袋探出虫巢，紫金色的眼睛闪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看着她又换了一套白色卫衣加牛仔裤，宛如人类一般的样子，让姜望一时间有点哑然失笑。这就是主宰所在的世界吗？喜欢吗？姜望看着好奇却始终没有走出虫巢的安娜问道。安娜沉思了一会，一脸天真的说道：主宰在哪里，安娜就喜欢哪里。虽然虫族天然对主宰忠诚度100%，但在安娜眼里，主宰大人好像是不开心，别过了脸，不愿意看他了，这让他有点着急和紧张，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他这些话语也是他通过主宰的视野观察和学习人类社会所学所理解的。他的本意是永远忠诚和追随主宰。随着安娜的指挥，虫巢直接开启战略模式，军毯直接向外延伸50米，跳虫直接将狩猎来的异种拖入到军毯，由军毯快速吸收分解，将有用基因存基因库，以供女王和主宰使用创造。虫群以飞一样的速度扩张，仅3天，虫群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强势接管了中部区域的1/3。跳虫的辐射范围从开始的10公里到现在的80公里，无论是生物还是矿藏资源，一切有价值的物资都会由蟑螂负责运回。此时的姜望躺在虫巢内由安娜打造的全套沙发躺椅，查看着公屏的信息。妈的！姜望大佬威武，强势收割了12头巨狼，也终于活下来了。姜望大佬能给我点一种尸体吗？俺的巨魔因为挨饿都快叛变了。大哭！望哥哥能带妹妹？妹妹活好不粘人忧，配图高阶女帝。姜望大佬不要被楼上骗了，这是个照片。姜望，我们暗影团、魔岩团以及蒲公英联盟想跟您形成联盟，为了更好的抵御入侵，想跟您商榷一下攻略核心区域的事情，期待您的回复。置顶。看到这则信息，姜望摩挲手指思索了一下。姜望，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我的兵种不太适合合作，但我会将我所遇到的有用信息通过公屏分享给各位。捉到大佬康康我，求带飞。姜望看着眼花缭乱的公屏，索性直接退出，不再理会。他不是没有尝试过合作，其他兵种只会打乱虫群进攻的节奏，所有直接拒绝各打各的才是最好的选择。第6章进化。柔柔有点发胀的眉心，姜望躺在安娜专门为他打造的沙发上，开始闭目养神。而空闲起来的安娜则默默地走到姜望身边，温柔地给姜望揉按太阳穴。不用，算了，随你吧。由于安娜是跟姜望精神连接最深的单位，所以她也可以感受到姜望头疼时的感受，那宛如千针来回刺大脑一样，仅仅是1%的感觉都无法承受。而帮姜望按摩缓解的方法是他从公屏里了解并学会的。虽然姜望一直阻止他这样做，但安娜依旧一声不吭，死倔着要帮他舒缓，这也是安娜第一次违背他的命令，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事。感受着安娜冰凉小手的按压，姜望本来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这次头疼来的比以往所有都要强烈，毕竟这次虫族扩张不仅仅将一种的基因带回，更多的是昆虫以及各种各样的基因。而姜望就一直尝试了解和组合基因，希望能创造出更强的兵种。但天不遂人愿，经过3天的努力，自己仅仅创造出2个兵种，甚至其中一个还是由失败品转化而来。约莫过了1个小时，姜望的头疼渐渐开始减弱。孵化完成。看到面前的消息，姜望一下子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带着安娜就朝着培养池走去。吱，咔哧咔哧。幼虫残缺品由1亿种基因组成，后续可持续增加，具备极高的防御功能，可在必要的情况下释放基因，转变成虫巢所掌握的所有形态。进化点加100。工锋，巨大而坚固的利刃可以剪碎任何已知的矿物资源，椭圆形的蒲扇可以保证工锋在快速前进的途中保持身体平衡。进化点加30。看完兵种介绍，姜望不由得震惊起来。这2个兵种虽然不是战斗兵种，但可以说是建造以及扩大虫巢的必备啊。尤其是这个幼虫，只要能量足够，它甚至可以在短时间能再复制一个虫巢，以及足够多的培养池。而且它甚至给姜望提升了足足100个进化点。
至于这个工蜂，那就是资源的搬运工，幸福的缔造者啊！毫不犹豫，马上投入量产。出生还没有10分钟，刚培养出来的幼虫就接到指令，转化成孵化池。只见它身体膨胀，直接吐出一个晶体，随后钻进去后，躯体慢慢融化，直到填满整个晶体。大约等了有10分钟，晶体也逐渐融化，军坦不断的给晶体注入能量。约莫2-3分钟，一个直径5米多的孵化池形成。随着军坦能量的注入，也可以控制孵化池的大小。幼虫的出现再次刷新了他对生物的认知，没想到再一次胡闹般将所有基因融合在一起的失败品，竟然是一个万金油的兵种。回到虫巢的姜望看着领主面板上的一串可进化，陷入了迷茫。F 培养0100可进化 ，F 进化0100可进化，兵种可进化，安娜可进化。姜望无意识摩挲手指思索着，随后直接将100进化点投进天赋进化中。毕竟只有这个技能更强，才能让更多的虫族更强。进化已完成，1级天赋进化010000，可通过创造兵种或者基因可获得更多的进化点。精神力加100点，当前精神力174点。哦豁，姜望的精神力一直没有出现在领主面板过，但通过和安娜的对比，他也知道自己的精神力应该是比安娜高一点点，但没想到竟然比安娜高了足足10点。算上上次遗留的10进化点，剩下的40点，姜望也全部投在了安娜的智力栏。只有安娜的智力越高，才能够掌握更高的虫族单位，并更好的辅助他。骤然得到进化，安娜赶忙向姜望请示，要进行短暂的进化，虫族的所有行动交给姜望处理。在得到姜望的同意后，直接原地节俭，还是哪个晶壳，在军坦源源不断的功能下，迅速将安娜裹挟其中。而姜望直接接管虫群，虽然有点生疏，但对于此刻用于174精神力的他，很快就熟练的操作起来。相对于姜望的闲情逸致，保卫者联盟这边就有点难受了。砰！这也太狂了！如果到时候抵御失败，所有人都得死。一名暗影团的队长直接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慨不已。狂也有狂的实力，你要是能把中部打下来1/3，你别说捶桌子，你把桌子掀了都成。研魔团团长萧燕瞥了一眼人蔡影还大的暗影军团，满不在乎地说道。他早就对暗影军团仗势欺人的做法不满了。好了，人家虽然说不跟我们一起攻略，又没说不一起合作，到时候资料共享也可以。难道你们想跟虫子并肩作战？身为蒲公英联盟团长的唐四出来打圆场，随即对着暗影军团说道：李昂，你们团长，你们知道的，团长领主特性特殊，先行前往核心区域探查了，所以只能我来回见各位大佬了。李昂立刻满脸微笑地看着唐四说道。看着回答天衣无缝的李昂，本来想借机发难的唐四也无奈地点了点头。行了，说点有用的吧。萧燕站起身，看着面前的地图，既然姜望说要自己打，那就把南边的那块核心区域交给他，我们几个平分剩下的区域。谁先选？萧燕看着两人，想要快刀斩乱麻，毕竟时日无多。听引导者说，核心区域有帮助抵挡入侵的物资。唐四犹豫了一下，选择了西边。李昂依旧一脸微笑，没有选择。萧燕见状，直接选择了北边，随后起身就要离开。最后再说一句，物资谁拿到就是谁的，入侵在即，一切恩怨等入侵之后再说，希望两位大佬能约束好自己的手下。姜望和李豪的恩怨他是知道的。说完，萧燕带着人直接离开了会议室。看着萧燕的背影，唐四眼底划过一丝寒芒，天生的强者思维让他不容许有人可以这样跟他说话。而这一幕刚好被一直观察的李昂捕捉到了。随着一条条作战指令以及约束在公屏发布，姜望也得知了自己的任务和区域。这帮人有点东西啊。看着像模像样的作战方案，姜望满意的笑了笑，没人打扰自己就行。随后也着手准备攻略计划。会议室外的小巷，李昂拿出珍藏的中华递给唐四，看唐四不为所动，就笑笑将烟点燃，自己抽了起来。第7章变异跳虫。烟雾在空中盘旋，随后渐渐消散。李昂闭目享受着尼古丁的刺激，随后对着唐四说道：根据引导者的提示，如果不出意外，核心区域打完，抵抗入侵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看着面前吞云吐雾的李昂，唐四目光微凝，不冷不淡道：咱俩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到谈这个的地步，如果没有事，我就先走了。看着准备离开的唐四，李昂深吸一口烟，淡淡说道：听说抵抗完入侵就可以开启掠夺模式，也被引导者称为杀戮模式，这你也不感兴趣吗？看着驻足的唐四，李昂微微一笑，缓缓说道：火克草，但如果能击杀火系领主，听说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奖励，
甚至让自己的兵种获得抗火性甚至双属性领主，而且这种概率在 S 级天赋尤其大。唐四忽然回首，死死盯着李昂：“你从哪儿知道的？这是王天的意思。”王天？李昂想起自己这位团长，不屑地笑了笑，看着已经上钩的唐四，李昂不紧不慢地抽完烟，随后将快烧到手的烟狠狠地踩灭。这你别管，你可以去跟引导者求证，我跟姜望有些恩怨，如果你同意，火归你，虫归我。说完，李昂扭头就走。眼见李昂快走出小巷，身后忽然传来唐四的声音：“你能指挥多少人？”唐四阴沉着脸看着李昂的背影，背身的李昂嘴角泛起微笑：“7成。”良久的沉默。好。李昂走出小巷，依旧一脸微笑。没多久，唐四也一脸平静地走出小巷，各方的人手都在集结，准备开始对核心区域展开攻略。吼！噗呲！噗呲！硕大的巨猿在一道道利刃的穿刺下饮恨西北，而这也仅仅只是众多战场中的一个。攻锋快速跟进，将巨猿尸体用巨大的双螯放在背部后，快速朝着虫巢移动。虫巢在姜望庞大的精神力的掌控下，如同精确的手术刀一样精准而优雅，甚至还可以指挥多支小队实行穿插进攻以及微操。而这场十分真实的指挥战斗也让他发现了目前的虫族到底还缺少什么，那就是视野。即便是虫族大规模进攻穿插，但依旧会有一些视野上的盲区，尽管这些盲区的范围非常小，但如果里面真的躲藏了什么，哪怕是一个人，那依仗领主空间也可以瞬间在他的战场中央投放一支庞大的军队，直接威胁虫巢，这是姜望所不能接受的。但可惜就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在基因库中发现这种可以大规模无死角的侦察基因。姜望忽然停止一切攻略行动，仅仅指挥跳虫分批次小数量的进入核心区域探查。因为由于攻锋的高效率，现在虫巢的资源十分丰富，完全没必要分批次进入核心区域跟那些高级异兽厮杀，只要在基地爆兵囤资源，然后就可以横推过去。在他命令下，一个个孵化池拔地而起，跳虫以每10分钟的速度快速孵化着。随后姜望就闭目养神，等待安娜的新生。40分钟后，叮，变异跳虫成一。姜望蓦然睁开眼睛，精神力瞬间覆盖整个虫巢。随即他就注意到了一只与其他跳虫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跳虫，健硕的后腿以及与众不同的族谱。而且除了利刃和整个躯体看起来更加有力外，它浑身散发的气势也是它区别于普通跳虫的特征之一。普通跳虫在待战状态下是处于低消耗、比较安静的状态，而这只则不停地挥动利刃或者在原地踱步，随时准备战斗。而随着姜望意志的降临，所有待战的跳虫都开始有些躁动，尤其是变异跳虫，甚至直接将周围昂起身躯的跳虫压了下去，并且朝着周围的跳虫嘶吼。通过姜望短暂的观察，新跳虫充满了攻击的欲望。初步命名狂暴跳虫，随时充满战斗欲望。至于其他的，只有试验过才知道。而实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攻击。随着姜望命令的下达，周围的跳虫毫不犹豫地朝着狂暴跳虫杀去，而狂暴跳虫也不甘示弱，挥舞着利刃，疯狂收割着周围普通跳虫的生命，其展现出来的跳跃、攻击和速度近乎是普通跳虫的2倍乃至3倍。最终在付出36只普通跳虫的生命后，这只狂暴跳虫终于倒下，而在他临死前，甚至还洞穿了一只跳虫的身躯，并且咬残了另外一只跳虫的身躯。死！太猛了！这种级别的兵种，如果能够大规模、大批量的孵化，姜望内心既恐惧又兴奋。他畏惧这样的力量和杀戮，但对于掌控这样力量，可能又让他兴奋不已。军毯直接将死去的跳虫以及那只狂暴跳虫进行吸收分解，很快，所有的基因信息就浮现在姜望的面前。但他很快陷入了马爪。妈的，以前都有安娜的备注和辅助，现在啥都没。看着密密麻麻的基因链条，姜望也只能安慰自己，好虫不怕晚，反正安娜快出来了。放平心态，打开公屏，让我看看今天又有什么新乐子。碳烤羊排，新鲜的羊排。求问楼上，你那儿来的羊？分享一下地址，必有重谢。我是动物系领主，这是我的兵种，生得快，没攻击力，纯天然无公害。狠人！哈哈哈哈，笑死！我是植物系，要不我回头培养点蔬菜，咱俩开个饭馆。加一，带我一个，祖传3代的碳烤羊肉。看着所在的公屏，姜望突然有个想法，就目前而言，中部区域的一种基因基本都被他摄取完了，而那些死去的躯体提供的生命能量也无法和矿石相比。既然还有那么多人的兵种无法作战，没办法获取积分，那他不就可以拿异兽尸体的积分来兑换其领主的兵种？一个村子的领主何其多，初步估计都接近10W 人。抛出2成的自给自足的战斗人员，将近有8W 人的兵种可以交换。
当即不再犹豫。全体，我是姜望。如果谁兵种无法正常获得积分，可以用兵种向我购买积分，我会根据各位的兵种给出合理的积分，价格合理，童叟无欺。位置：森林南部外围区域。时间：明天9点。公屏一片死寂。就在姜望以为这样行为被抵制的时候，有人弱弱的发问了：大佬，我这羊你需要吗？可以兑换积分吗？可以，只要是兵种，我照单全收。第8章兜售异兽。随着卖羊少年的成功出售，大量非战斗人员开始兜售自己的兵种。公屏一阵火热。姜望一直泡在森林里刷怪爆兵，即便是遇见其他人，也都是兵种适合战斗，或是自身领主空间适合战斗的。这就导致了姜望一直以为没有人会出售自己的兵种。但今天的那个羊排老哥彻底点醒了他，不管什么时候，强者总归是少数。若不是自己双 F 天赋让自己的出生领地近乎是别人的几10倍，并且还有虫族女王，那自己也只能干看着别人战斗，而自己沦为异兽尸体搬运工，赚取微薄的积分。咔咔，随着姜望的回头，金壳上的裂缝逐渐扩大。主宰，随着安娜的破壳而出，一阵精神力的威压扑面而来。安娜，幼体期中阶，战力30-100，智力120-500。随着安娜手忙脚乱的晃动触角，精神力威压逐渐消退，而安娜也露出羞愧恐慌的神情。毕竟在虫族的基因链中，主宰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明，任何对主宰的不敬都可以视为对虫族的背叛。不错，虽然还不够熟练，但精神力的质量和压迫感十足。说着，姜望还揉了揉安娜的头。该说不说的，类人形的安娜，无论是形态还是头发，都近乎跟人类一样，除了愈加高贵好看的甲片和触角外，几乎就是个人类。稍微安慰了下安娜后，姜望当即就带着安娜投入工作。要不说虫族就是无情的007机器，一旦投入工作，任何不需要的情绪都会被屏蔽。在安娜的辅助下，姜望迅速分解了狂暴跳虫的基因，并找到它如此强大的原因：肾上腺素以及大量的对应酶。肾上腺素可以使得跳虫时刻保持在狂暴状态，而对应酶可以加速跳虫的生理机能。但由于肾上腺素和代谢的加速，大大的减少了跳虫的寿命。但对于虫族来说，寿命、孵化速度比死亡速度快就行，懂的都懂。当获得足够的解析资料后，狂暴跳虫开始大量投入生产。举一反三，蟑螂和坦克也被姜望着手开始进化。进化点加200，进化点加100，进化点加100，进化点加50。这纯是属于意外之喜，白捡的进化点。仅仅是研发对应酶和打开肾上腺素的阀门，直接就是450进化点到账。将100点进化值投入天赋 F 培养之中，进化完成。1级培养01000，提高兵种 60% 的培养速度。150进化点投入跳虫 ，LV3 繁殖0100，LV3 攻击0100，LV3 吞噬0100，LV1 防御4/20，剩下200全部投入攻锋的采集和运输，直接将2个技能拉到 LV3。当做完这一切，时间已经进入了深夜。而面对明天的交易，现在自己是一头异兽都拿不出来。主宰，交给安娜吧，安娜现在很强的。鼓起勇气，紫金色的大眼害羞而又勇敢地看着姜望，甚至触角都在激动的情绪下以更高的频率开始晃动。姜望对安娜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一方面在虫族的体系中，所有一切都是主宰的工具，但是由于这种精神上的链接，姜望更愿意将这个类人形的小女王看作是自己的妹妹。摩挲着修长的手指，姜望其实是不愿意自己的妹妹干这样的事情。忽然在精神链接中反馈了安娜的失望以及绝望的情绪。在安娜简单的思想中，主宰在思考他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就代表他的能力不行，他不配成为主宰的工具，这对于任何一个虫族来讲就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吧，安娜？安娜宛如溺水之人，忽然抓住了游泳圈，本来暗淡的眼神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主宰完全可以相信安娜。姜望无奈地揉了揉安娜的头，真是的，虫族怎么不让上班还不乐意啊？卷王的诞生。姜望摇了摇头，就回到柔软的沙发上休息。一天的高强度工作，饶是精神力大幅度提升，也有点吃不消。而安娜带着主宰的期盼和无尽的斗志，在姜望的睡梦中，整个虫巢直接进行超负荷运转。夜幕中，一只只泛着橘红色幽光的怪物小队，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横扫整个森林。数日，揉着还隐隐发疼的脑袋，姜望悠悠醒来。本来他是想半夜起来看看安娜处理的怎么样，结果由于前一天就把精神力透支亏空，让他近乎一睡不起。从领主空间内随意拿出一根处理好的牛腿，姜望就吃了起来。毕竟只有吃饱
精神力才能恢复得更快。趁着这个间隙，姜望打开了公屏。姜望大佬牛逼！附图：堆积如山的异兽躯体，置顶。我靠，拿核心区域的异兽来换吗？这么大手笔的，人比人得死，兵比兵得扔。对不起，巨魔将，你敢信？我他妈2头羊、3头猪、7只鸡换了头魔岩虎。附图：我也是，我用我各个品种的蘑菇和植物换了2头巨狼。附图：有一说一，这个小妹妹也太他妈可爱了吧！附图：姜望一脸懵逼的看着公屏。等等，我还没出门呢，你们跟谁换的？不是，这不是安娜吗？这时姜望才注意到时间，11点20。由于安娜为了保证姜望的睡眠，时刻将虫巢核心区域的温度湿度都在最佳区间，导致姜望一时间竟然打破了多年的习惯，直接睡到接近中午。主宰，安娜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看看面前的安娜，又看看公屏的安娜，你出门了？没有啊，那是幼虫啊。安娜大大的眼睛看着一脸懵逼的姜望，忽然有些想笑。这个一直以来冷静而又强大的主宰，竟然还会有慌张的情绪。在确定过精神链接后的姜望长舒一口气，后来想想也有些好笑。安娜作为一个死宅工作狂，偶尔还喜欢通过精神链接看她记的动画片和公屏的一个女王，怎么会走出虫巢呢？姜望直接接过对幼虫的控制，实施远程贩卖，并且开始在公屏澄清，如果你们喜欢其他模样，她也可以换成别的样子哟。说着，安娜的样子开始朝着姜望转变。她并不想将安娜暴露于人前。对于这个陌生的世界，谁知道其他见到安娜是怎么想的？第9章，大佬偶尔虫族。而随着这次售卖活动，姜望获得了大量各种各样兵种的基因，其种类之广，远远超过自己在森林之中所获得的。无论是孢子还是元素，乃至高级兵种都纳入基因库当中。但一旦激起千层浪，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在不断的发酵。我靠，森林是被姜望大佬屠完了？我从外围都快走到核心区域了，一个异兽都没有。杀疯了，杀疯了！楼上的可以放心进核心区域，但凡是有虫族活动痕迹的，方圆10里一个活的都没有。这有点过分了吧？你们大佬吃肉，让我们喝点汤都不行了吗？其实我很疑惑的是，为什么姜望要收集其他人的兵种？有什么目的？细思恐极。我去，楼上说的对啊，一旦姜望把异兽杀完，我们只能用兵种兑换积分，等抵抗完入侵。那操，我就说什么昆虫领主，我看他就是虫子。等入侵完成，我们恐怕都是他的口粮。大佬偶尔虫子。随着公屏上不断出现不利的言论，虽然兑换依旧火热，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起来。看着这些不利的言论，安娜有些自责地低下了头。她为了向主宰展示自己的作用，昨天晚上直接将狂暴跳虫和进化过的蟑螂、坦克投入使用，近乎将中外围以及部分的核心区屠杀殆尽。看着陷入触须都软趴趴垂下来的安娜，姜望笑了笑，随后认真地安慰起安娜。其实他并不在意公屏上的阴谋论，或者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在病床的那些年，他见过太多人情冷暖，有在病床前伺候好几年的孝子，也有在老人临死前也要逼迫老人说出银行卡密码的孩子。起初姜望绝症残疾，无数学者大牛关心他，可怜他，认为是天妒英才。可当他在病床上做出令学界震惊的成就时，这些人又变成了嫉妒，巴不得他去死。因为姜望的存在，就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名誉、财富、晋升渠道，失去了研究资金。姜望成了众人厌恶、痛恨的对象，直到他碾压所有人。安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弱，别人不一定会同情你、可怜你，但一定有人会踩你、骂你；但你强，所有人不一定都喜欢你，但会尊敬你、畏惧你。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虫族啊！姜望自嘲一笑。其实当他开始横扫中部区域的时候，就有人将他开除人籍，直接称呼他为虫子或者臭虫。对于现在公屏上的辱骂，他并不在意。放轻松，我没有生气。只要我们足够强大，站得足够高，就不会有人污蔑你，他们只会畏惧你、崇拜你。看着安娜似懂非懂的表情，姜望笑着揉揉她的脑袋。其实被开除人籍也所谓，有时候相比于虫族的杀戮，人性的黑暗更加可怖。售卖还在继续，公屏的质疑和辱骂也没有停止。由于安娜狩猎之多，兑换直到傍晚才结束，而这样大规模的兑换也引起了引导者的注意。听说这是一个昆虫领主的手笔。是的，大人。没想到啊，去派个人找到他，务必将名片交给他，别把事办砸了。即便不能招募，也要留个好印象。随着老者挥了挥手，侍者准备退下。等等，那个王天还没有找到吗？没有。剩下的那个 S 级也没有找到。没有。砰！老者手边的杯子被狠狠摔碎。入侵还有2天就开始了，我不希望我们无功而返。
是，去找。老者正是那名植物系领主徐伯。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领主召集事件，不仅仅是他们，无数商会、联盟乃至其他帝国都在关注，并且想要挖走顶尖人才。所以，即便是他少主身边的老人，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随着公平的发酵和入侵日的临近，所有人的情绪都到达了最敏感的时刻。但姜望不为所动，依旧执行着最开始的战略计划，从南部推进核心区，并开始将资源和兵力朝着领主空间转移，留作后手。丁，萧燕来信，能够正常推进核心区吗？萧燕留。这个私信功能是用积分兑换来，可以更加方便个人的联系。但由于姜望也没什么朋友，也没有开通过这些功能，但他不联系别人，不代表别人不联系他。而萧燕就主动掏腰包给姜望上了这个功能。没问题。入侵之后的事情你怎么看？保护自己，等待接应。我想跟你结盟，如果入侵结束之后发生什么幺蛾子，你我共进退，怎么样？你不怕我单吃你？哈哈哈哈，你可拉倒吧，我看人很准。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即便有，你也不会干这个龌龊事，赶紧的一句话行不行？看到姜望的回复，萧燕心里平静了几分。他的天赋虽然是火系，但不代表他这个人就是暴躁，头脑简单。相反，他的第六感准的一笔，尤其是最近又眼皮直跳，让他心烦意乱。推进到那了，马上进军核心的中部区域，加快攻略速度，最好赶在其他人之前把物资拿到。说着，萧燕走出作战室。他从来不是一个指挥型的老大，给我冲和跟我冲，永远是后者更有魅力。唐四看着在各种各样的兵种进攻下依旧缓慢的进度，眉头微皱。不要联系兵种，只要能够再生再招募的，统统向前压，加快进度。而李昂则在密室之中看着自己的面前的暗影士兵，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微笑。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新手村的天空都开始朝着血红色转变。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抑到近乎窒息的气氛。嘎嘣，好吃吧？安娜满脸星星眼的看着姜望，对姜望手中的薯片已经馋到不行了。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的安娜，姜望笑着将手中所有薯片递给了她，顺便还丢给她了2瓶可乐。这是姜望获得众多基因后研制出来的，在虫巢催熟和基因配置下，什么辣椒土豆孜然还是水果可乐炸鸡，虫巢出品必属精品，纯天然无公害，跟海克斯科技说拜拜。而这些分分钟搞出来的小零嘴，竟然还给他提供了一镜化点，虽然少，但量多，聊胜于无。躺在柔软的沙发，享受着短暂的快乐。毕竟能做的都做了，不享受享受怎么行？忽然，两人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同时扭头朝着虫巢外某个方向看去。安娜的触角不断抖动，整个虫巢进入战备状态。姜望精神力在虫巢的放大下不断的向外延伸，仿佛在寻找什么。第10章，引导者来访。狂暴跳虫1/3成扇形分布在姜望刚刚所看的方向。刚刚姜望和安娜同时感受到转瞬即逝的危险，那危险并不针对姜望，但它的存在不得不让整个虫巢陷入了战备状态。虫巢外500米处，好家伙，感应够灵敏的啊，这精神力不得120。况且这兵种的单体战力高的有些离谱了吧，应该达到尘埃6级了吧？我看不止，你看这个数量和这个行进速度，完全是为了杀戮而生的呀。这妖是给他绑走，你说咱俩能不能升职？可拉倒吧，你忘了叶晨？想到这位狠人，两人同时打了个寒战。说着，两人直接解除隐藏走了出来，在暴露的瞬间，周围狂暴跳虫立刻就两人团团围住。看着凶神恶煞的跳虫以及在微光下闪烁的利刃，王武嘟囔道：这高低的他妈7阶尘埃。李青摘下兜帽，对着远方虫巢的方向朗声道：引导者李青、王武前来拜会姜望小兄弟，有要事相商。而虫巢内，姜望看着这两个熟悉的面孔也有点发懵，引导者来找他干嘛？他们不是只负责引导吗？姜望摩挲着手指沉吟了一会，便让跳虫让开了一条路，但虫巢内的跳虫全部动了起来。目前姜望的战力全部集中在对虫巢的掌控上，自身的战力除了能用精神力攻击外，也就比普通人稍微强点。李青二人看着面前直通虫巢的道路，面带微笑，坦然行之。毕竟以他俩青铜5阶的水平，即便直接摸到虫巢，姜望都不一定发现的了。显露契机也只是测试一下姜望。月色之下，虫群夹道欢迎，而道路的尽头则是已经将桌椅准备好的姜望。又见面了啊，姜兄弟。李青和王武完全没有架子，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般，自然而然地跟姜望打了打招呼。两位引导者大驾光临，不知是。看着如此直白的姜望，李青二人竟有些熟悉和轻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事，我二人关你这虫巢和兵种的配置，想必是通过新手村试炼不成问题，
所有想来问问，对于试炼之后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打算？王五李青一唱一和，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而听到这里的姜望也缓缓让安娜将虫巢往领主空间般的行为停了下来。两位的意思是？李青二人将一张名片和一份资料放在桌上，推到姜望面前。这是我们阿德斯家族的名片，可以在你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抵御青铜9阶以下的一次伤害，可以提高在试炼的生存可能性。而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阿德斯家族。看着面前的名片，姜望忽然想起领主空间内的那个李雪怡的名片。看着思考的姜望，李青二人也不着急，又掏出了一本小册子放在名片旁边。我们家族招募人才，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即便不加入，我们也是秉承着多一个朋友比一个敌人强的原则，所以你也不用急，慢慢考虑，只要在引导出新手村之前给我们个答复即可。这个小册子上有一些天元世界的一些基本介绍，可以让你在信息上快人一步，也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我们家族的情况。他们也不怕姜望看上其他势力吧，毕竟这东西只要出了原初界，其他势力也会发放，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而两人传达完信息就起身准备离开，毕竟叶辰事件在前，现在所有势力招募新领主都秉承了不求有功，但求不得罪。等等，二位引导者远道而来，我也没来得及急准备什么酒水，这些小零嘴是我没事研究出来的食物，两位引导者可以带回去尝尝。姜望把领主空间内的薯片、可乐、炸鸡统统拿了出来，毕竟人家带着善意而来，不能让人空手回去。李青二人看到姜望这个态度，也是会心一笑，推脱了一番，也就收了起来。哈哈哈，那我二人也不白吃你这吃食，在私人给透露个消息，从外面传来的消息，这次的入侵的强度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你这个虫巢还得加强，而且核心区域的资源一定要拿到才行。李青悄咪咪的说完后，就告辞离去了。看着二人转瞬即逝的背影，姜望就站在虫巢外，不知道在想什么。直到一阵清冷的微风拂过他的脸颊，姜望缓缓回神。其实从穿越到这个世界到成为虫巢的主宰，他一直非常的恍惚，仿佛就像梦一样，真实而又不真切，充满了割裂感。所以他一直待在虫巢之中，极少外出，生怕一睁眼又是白色的床单以及充满药物的房间。可现在不一样了，当他真正的和这个世界的人交流，那种真实感、真切感令他兴奋又安心。就在刚刚那短短一会儿，他竟然真的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世界，那感觉就像念头通达。吸，清新的空气慢慢充满肺部，随后狠狠地憋了1分钟。呼，由于缺氧，心脏的跳动格外清晰有力。回头看着一眼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身边的安娜，姜望笑了笑，拉着安娜回到虫巢。一道道命令迅速从虫巢传到每个虫族。这夜森林注定无人安眠。最新消息，虫族动了。附图，大量跳虫行军图，现在才动，我们研磨团都快打2/3了。附图，萧焰大烧四方的英姿，我们蒲公英也差不多在2/3了。附图，大量植物和兵种，羡慕蒲公英，那么多妹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植物和辅助系的领主大多数是女生，而这就到这蒲公英男女比例3:7，而唐四身边也是群雁环绕。我靠，这他妈是什么东西？视频。随着一个视频在公屏传开，姜望的名声更加恶劣。视频中，虫族面对群居的巨狼，近乎一个照面就撕开了巨狼的防线，即使30多头巨狼在狼王的指挥下悍不畏死的阻挡虫群，却也是螳臂当车，很快覆灭在虫族的无尽冲锋中。而狼王尸体以及战死跳虫尸体也被工蜂快速运走。视频前后不超30秒，30多头巨狼连个水花都没翻出来。看到这一幕的萧焰和唐四都面色微沉，毕竟姜望展现出来的实力有点超标了。而李昂却是满脸兴奋，明亮的眼睛中折射出一种名叫欲望的情绪。第11章，进军核心区域。但姜望却没空理会公平的一切，他给虫族的命令是用最高的效率杀穿核心区域，将资源带回来。根据引导者的潜在意思，这次入侵必然不简单，他不想也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另一方面，安娜回到领主空间，在幼虫的帮助下迅速复刻了一个虫巢，两线发展，最大程度利用资源。森林中，刷刷刷，什么声音？蒲公英第7分队全员停下脚步，队长张鑫眉头紧皱，打量着四周，对面的震动越来越强烈，甚至时不时的还有魔人是嘶吼声，令人浑身汗毛倒竖。心态不好的女生已经蹲坐在地，面色发白。从地面上微淡的微尘就可以看出，这种级别的异兽行军很可能是核心区域异兽大规模反攻了。死定了，死定了！不对，是后面传来的声音。第7分队长迅速回头，而他也见到了他此生都难忘的一幕。无数个橙色的小灯笼迅速朝他们袭来。敌袭！
可一切为时已晚，由于恐惧的弥漫，整个小队几乎处于失神状态。跳虫大军已经贴脸了，一马当先的跳虫直接从他们头上跳过，借助着背后的影翅直接滑翔过去，而躲不开的跳虫也高高跃起，大军也朝着两边散开，没有直接冲撞已经瘫倒在地的第7分队。啊！看着如此多的虫子，精神崩溃的一个队员胡乱地挥舞着手中的棍子，释放着水系能力。眼疾手快的张鑫发誓用最快的速度，一脚将发了疯的队员劈出7、8米远昏死过去。而操控着跳虫的姜望也长舒一口气，并不是越界走出了他的攻略范围，而是这帮人迷失方向，刚好撞上姜望行军。而这条视频让刚刚平复的公屏掀起轩然大波，漫山遍野的虫族以及飞天的虫族给予所有人无法言说的震撼。有一说一，这不怪人家队友，这是哥我也疯。张总这一脚真是不怜香惜玉啊！要不是张总这一脚，估计他们都没了。最新战报，虫族抵达核心外围。最新，虫族抵达核心区域，每个势力都派出了不同数量的人手，监视着姜望的行动。核心区域，跳虫死伤一地。姜望看着挡在虫族面前的犀牛，让跳虫停下了攻击。反观硕大的犀牛，凭借着厚重的甲胄，让跳虫的利刃收效甚微。黑犀打着响鼻，双目通红地看着胆敢挑战他的蝼蚁。忽然，虫群后方一阵骚动，让出了3条直直的通道。轰轰轰！3只坦克在姜望的操作下，同时朝着黑犀狠狠撞去。巨大的撞击声响彻森林，硕大的黑犀被撞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地重重栽倒在地。喝退！喝退！10几只蟑螂朝着黑犀喷出一道道腐蚀性液体。这是姜望崽吸收众多兵种基因后改良的蟑螂远程攻击版本，在削弱铠甲的基础上增加了囊线，可以分泌并储藏各种腐蚀或者有毒液体，因此被称为喷射战士，也叫毒蟑螂。在坦克的围困和毒蟑螂的腐蚀下，瘫倒在地的黑犀仅仅是片刻的功夫便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他嘶鸣着，挣扎着想要站起身躯，而坦克一次次的撞击让黑犀无法移动。随着腐蚀的加剧，胜负已定。跳虫也纷纷的绕过黑犀战场，快速朝着更核心的区域冲去。仅剩的跳虫在黑犀甲胄腐蚀的情况下，迅速上前了解黑犀的生命。工蜂马上上前肢解运输，所有的一切在姜望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姜望坐在虫巢内的沙发上，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其实他可以不亲自指挥，但代价就是伤亡可能更大。这对于仅剩不到2天就要大战的姜望来说，不太能接受。稍微闭目养神一会儿，战斗又开始了。虫族仅用10分钟就肢解了黑犀，虫族击杀了双头虎。虫族，而在他人眼中，黑犀就是尘埃8阶的怪物，根本打不死。双头虎是尘埃9阶的怪物，是一个个需要付出巨大伤亡才能杀死的存在。但这一切都被姜望打破了。姜望用所有人不能理解的速度杀死一个又一个异兽，在他眼里，这些都是优良的基因，是生命能量，是活下去的希望。报，姜望已经超过我们的进度了，并且将持续超过。3大攻略团几乎同时收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骇然地发现，他们辱骂的、嘲讽的对象，似乎可以平推他们。公屏有人欢喜，有人忧。有姜望，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入侵？姜望太恐怖了，为了所有人的安全，他必须将虫族交出来2/3。虫族无敌，姜望大佬牛逼。如果姜望对我们出手，那崇拜者和畏惧者并存，无知者和贪婪者共生。人们渴望强大的姜望，可以保护他们，可以抵挡入侵；人们又畏惧贪婪强大的姜望，希望可以绑架他的强大、他的力量、他的一切。但他们注定失望了。虫族如同过境的蝗虫，收割着一切有价值的生命。姜望杀穿了核心区域，仅仅2个小时，势不可挡的攻势下，无论是泥潭的巨鳄，还是隐藏的毒蛇，统统沦为军毯上的营养。而姜望此时已经找到了物资，除了各种各样高科技的防御物之外，还有各种各样领主所需要的珍贵资源。通知：昆虫领主姜望率先抵达核心区域，获得特别奖励原初石。此次奖励由星海联盟提供。在虫族面前的物资中，如同和田玉片的方形玉牌，泛着微光缓缓飞起，径直地朝着姜望所在的位置飞来。没一会，姜望看着面前散发着温润光泽的玉牌，忍不住伸手去触摸。白银级原初石，残缺，滋养精神，加快精神恢复。白银级残缺，简单至极的介绍，却拥有不简单的功能。毕竟，不管什么时候，直接作用于精神力层次的东西都算是稀罕物件。通过小册子的介绍，当前的天元世界分为尘埃、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大师、
破虚。听闻破虚之上还有，但这就不是姜望所能接触到的了。第12章，谁赞成？谁反对？2个小时后，随着各个攻略团队进入核心区域，所有人都看着地上的物资，陷入了沉默。按理说，在起初的盟约中，谁先攻破可以拿走4成的物资，第2、3成，第3、2成，最后1成。本来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激励所有人攻略核心区域，但真的看到物资的时候，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姜望大佬这么强，我们也很努力的才来到核心区域，能不能分给我们1成啊？宫廷内，蒲公英联盟率先发难，毕竟他们植物系、辅助系居多，最后才进入核心区域，只有最少的1成资源，却有拥有最多的人。是啊，反正你一个人，我们这边女生多，公平起见，我觉得每个人平均分最好，毕竟都是为了一起共度难关嘛。对啊，你死的是虫族，我们有好些人都死了啊。要我说，姜望根本不需这些物资，明明都那么强了，我现在打个尘埃4阶都费劲。公平一边倒的希望姜望能让出一点既得利益，从一开始的让出1成到2成，最后让出所有利益。饶是见惯人情冷暖的姜望，也着实被无耻到了。若不是物质上方被一股莫名的能量所保护，他早就把应得的物资搬空了，还等他们过来逼逼赖赖。随着所有人的到来，保护罩缓缓消失。首先，恭祝各位领主抵达核心区域，以下物资由阿德斯家族、莲花商会、星辰商会、星海联盟等联合提供，帮助各位领主顺利度过入侵日，祝各位领主五运昌隆。本则信息技术由机械联盟提供。姜望在虫巢眼神微眯，众多势力的参与让他不由得想到了地球的赞助商。而这个保护罩的设计，往好了说是为了保证物资充分用于领主，往坏了说是让所有领主因为分配而产生分歧。是好是坏，全由所有领主的人性做主。呵，人性，赤裸裸的阳谋，而他姜望就是这场阳谋的漩涡中心。新手村村长阁楼，徐博和此次引导者的中高层，而李青等人则站在屋子的最角落。偌大的虚拟屏幕映射着核心区域发生的一切，你会怎么办呢？整个新手村的一切，其实也算是各大势力对有潜力领主的考验。强者不单单是实力的强大，而是面对各种阴谋阳谋乃至绝境时的表现，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投资价值。而此时，姜望恰巧上了观察重点名单。核心区域，不如这样，每个团队平均获得物资，反正都是用于对抗入侵，怎么分都一样。你们觉得呢？唐四手下的副团长率先说道，看似说的很有道理，实则暗自偷换了概念。哼，你要这么说，干脆都给我得了，我无敌的时候刚好能保护你们，这样也抵抗了入侵啊。研魔团的副团长丝毫不惯着他，他现在胳膊还因为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打骨折，拼死拼活的抢了个第2。你他妈说平分就平分，他怎么这样？真是的，我们杀进了也很不容易啊。研魔副团长一席话，直接让他被公平爆破，重拳出击。别那么大火气嘛，咱们累死累活来到这里，难道是为了吵架吗？李阳笑呵呵地站出来打圆场。王天呢？萧燕瞥了他一样，直接说道。从他人的评价上来看，李昂无疑是完美的，但从他个人感觉的角度上来说，他很讨厌李昂，觉得他太过虚伪。听到这句话，李昂瞬间红了眼眶。王老大他在深入核心区域的时候被异兽围攻，不慎被毒蛇咬中，中毒身亡了。李昂说的声泪俱下，简直是见着落泪闻着伤心。死了，一个 S 级兵种 S 级天赋被毒蛇咬中，就这么死了。萧燕和唐四眉头紧皱，唐四震惊和悲伤的表情下，眼底划过一丝震惊。死了，别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李昂近乎掌控了暗影团所有的势力，自身实力强大，对兄弟义气，对下属关心，除了有个废物弟弟，简直就是个完美老大。可这样一个人，前几天刚刚跟他达成协议，王天就死了。远在虫巢的姜望也紧皱眉头，不对劲，不是说不能死，而是死的时机不太对。虽然攻略核心区域死伤不少，但放眼望去，3个攻略团的中高层受伤者多，但死亡者屈指可数。偏偏这么大一个事，在物资的诱惑和其他情绪分化下，王天的死被最大化的冲淡。老大为了我们，我对不起老大，对不起兄弟啊！很难想象，一个1米78的精壮汉子哭得声泪俱下，乃至勾起很多人被压抑在心底的悲伤。谁的战斗没有死伤？顿时，唐四身后感性的女团中哭成一片，甚至研魔团的大汉都眼眶发红，目露悲怆。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姜望也为那些逝去的人们感到悲伤。但从理性的角度讲，李昂一席话让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以他对人性的了解，凭什么姜望每死一个人就要拿走4成物资？注意公平的姜望一声叹息，该来的还是来了。凭什么？
一旦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找到了悲伤的发泄口。他们不怪罪给他们造成死伤的异兽，不在乎姜望虫族的死伤，也不在乎姜望对这场战斗的付出。这一刻，姜望仿佛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但凡他是个人，就不应该拿物资。既然他虫族那么多，为什么不能贡献出来？都不能为了团队着想？在刻意的引导下，姜望成了所有人的对立面。而此时，安娜从领主空间强行出来，可爱的小脸上充满了愤怒的情绪。主宰！安娜委屈的眼含泪水，小小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看着委屈巴巴的虫族女王，感受着所有虫族传来的愤怒情绪，姜望忽然觉得不是他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而是他们站在了姜望的对立面。首先，姜望的声音在核心区域响起，是幼虫临时转化成了信号接收器兼小喇叭。瞬间，核心区的吵闹声渐渐停了下来，直到死寂。我对这次攻略战中所有逝去的人感到悲伤和遗憾，但他们的死并非我所造成，攻略由四方决定，是每个人的选择。其次，我所负责的南部区域全部由我个人攻略，并且率先抵达。在同盟协议中，我有权获得4成物资，我可以将其中1成无偿发放给战死者的亲戚、家人，但这些全是我个人意愿以及对战死者的尊敬。我将物资给谁，怎么用，是我的自由。我可以给，但你们不能抢。3成，由我先挑。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姜望平静而又儒雅的声音成为夜空中唯一的声音。随着姜望的声音落下，跳虫瞬间展开战斗队形，虎视眈眈地看着所有人，橘红色的眼睛闪烁着兴奋嗜血的光芒。第13章，开战。死寂。偌大的核心区域，几千号人统统被姜望坚决的态度震惊到。几个团长眯眼看着随着准备扑向他们的虫族，也都陷入了沉默。我同意。萧燕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暂且不说他偷偷跟姜望签订的盟友关系，仅仅是为了入侵日和手底下死伤的兄弟，他也会同意。虽说他参与带头冲锋，亲力亲为，但其实所有人都还是刚刚穿越而来的普通人。他们不像唐四的队伍，多是辅助和治愈。为了争夺第2名，他们研魔团死伤不少，而姜望所让出来的那1成物资，刚好帮他缓解了巨大的压力。唐四里昂看着表态的萧燕，眼神微凝。我不同意。熟悉的声音响起，李豪从李昂的身后走出来，大声喊道：虽说我们签订了协议，可你当时并没有到位。准确来说，协议是针对3方势力，而你并不在其中。但是你为所有人所做的贡献，我们都看在眼里，所以我认为你个人其实拥有1成资源即可。只有所有人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李豪说的慷慨激昂，面色潮红，而他的一番演讲也点出了姜望不太致命的缺点。这是你的意思吗？很明显，姜望不认为李豪有说出这样有针对性语言的能力。拟人化的幼虫看着黑暗中沉默不语的李昂，短暂的安静后，明白了。幼虫拟人化的姜望面无表情地说道，随即看向唐四。你呢？唐四沉吟了一会儿，随后露出招牌式的微笑。我觉得这个物资还是先搬回新手村，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没必要这样。我们等等。微笑瞬间变成了惊慌。退后。黑暗中的李昂突然对着离虫群最近的李豪暴喝。噗呲！啊！跳虫的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洞穿了李豪刚刚恢复的肩胛骨。既然如此，那就开战吧。姜望的声音传遍整个战场。虫巢内的姜望切断了幼虫的链接，全身心的投入指挥战斗。虫族不需要妥协，虫族也不需要妥协的主宰。随着主宰意志的降临，整个虫群陷入了狂热之中。等等，我们可以商量。啊！防御，攻击！跳虫仅仅一个呼吸就冲到李昂和唐四的等人的面前，猩红的复眼和月光下熠熠生辉的利刃。动！战斗一触即发，跳虫两线作战，坦克直接从空中砸下，而拟人化的幼虫就站在虫族大军的中央，直直地看着对面的萧燕。此时的萧燕陷入了纠结，背叛还是帮忙？紧握的拳头松开又紧握，最终妥协似的无力垂下。他不会拿兄弟们的命冒险，也不愿意对人类挥下屠刀。利刃透体的声音，跳虫死前的嘶鸣，鲜血与惨叫成了森林的主旋律。新手村，这徐博身边的下属有些震惊姜望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他，近乎所有的人都震惊于姜望的强硬。没有商量，没有犹豫，没有妥协。徐博，我们要不要？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很像一个人？徐博没有回答下属的问题，反而有点庆幸地说道：您是说叶晨？徐博眼里划过一丝兴奋，传讯给外面，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教好他。另外，
让下面人把嘴闭严。核心区域，李豪躺在地上生死不知，哭喊声从刚开始的震惊、不屑，变成了恐慌、害怕。只有真正面对虫族，面对铺天盖地、前仆后继的杀戮机器，人们才终于回归理性。当强者不再受到道德的绑架，那他就会变得更强。仅仅几天的战斗经验，相对于可在将望精挑细选的战斗基因而言，宛如无知的婴孩面对嗜血的狼犬。停下来，我们可以谈。唐四一边释放大量绿银草抵挡，一边朝着幼虫大喊，而手中的暗器根本无处施展。虽然幼虫的样子是将望，可它终究是幼虫。如果继续按现在的情况下去，他们不止占不到便宜，恐怕还要死不少人。虫巢内，将望冷漠地注视着一切，工蜂不断地将物资往虫巢运输，仅仅留下3成放在了萧燕正对面。看着面前的物资，又看了看对面的幼虫将望，神情复杂。他还是低估了将望的魄力。本来他是想分出将望2成战利品后加入并帮助将望，但看看周围哀嚎的众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带人拿了物资后就迅速后撤，而将望在将物资搬运完成后就逐步撤退。站在后方的蟑螂在将望的命令下一轮齐发，直接横在李昂和唐四的面前。毒液混杂着腐蚀性液体挡在他们面前，是断后也是威胁。能挡你面前就可以射你后方，不要逼我，救我啊！求求你，救救我！惨叫声此起彼伏。战斗就是这个样子，是要受伤死人的。虫族已经在返回的路上，而虫巢周围的战略措施也布置完成。虫巢内，将望眼眸低垂，虽然他已经尽力控制不大规模杀伤，可终究还是很多人死在虫族，死在他手里。主宰，安娜感受着将望的痛苦与纠结，不知道说什么。良久之后，唉，沉重的叹息仿佛要吐出所有的压抑。身为人类，他可能过于残忍无情，但身为虫族的主宰，他没有错。如果非要论，那错就错在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李昂和唐四看着回头看着哀嚎遍野的众人以及空空如也的物资，眼中划过一丝畏惧，但更多的是愤怒。他怎么敢？他怎么能对同族挥下屠刀？将望，你因为物资残害同族，杀害同胞，你人神共愤，不得好死！暗影团宣布，从今往后跟将望一刀两断，并视将望为一族虫子，凡暗影团者皆视将望为仇人，此仇我暗影团必报。蒲公英联盟宣布，因为将望肆意妄为，残害同胞，毫无人性，将将望列为血仇，此仇不共戴天。将望，你会付出代价的。听闻此事的众人在公屏群情激愤，而亲历此事的人却默不作声。当虫族的镰刀划破胸膛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了这个世界跟地球不一样，这个世界需要实力。李昂站在李豪的尸体面前，面无表情。即使他已经释放暗影兵去搭救，可还是晚了一步。将望虽然没有理会李豪的生死，但作为辅助的安娜却记住了这个可恶的人类，并且让3名跳虫送他上路，一刀削手，一刀贯穿心脏，死的不能再死了。第14章内讧。李昂将手放在李豪的身体上，尝试着最后的可能。随着手中的淡淡的微光，很快他就拥有了第2个天赋 A 级天赋武道领主，这就是他的能力。王天死了，但不是毒蛇咬死的，是他从背后直接贯穿心脏，为了他的 S 级兵种。而他就是徐博苦苦没有找到的最后一个 S 级天赋吞噬，拥有3次吞噬他人兵种或天赋的机会。看着曾经一起杀人抢劫绑架都险象环生的弟弟，从小相依为命，咋咋呼呼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的弟弟，忽然就这么安静毫无声息地躺在面前。他本来拥有可以获得更好天赋的机会，但还是选择吞噬了弟弟的能力。虽然他的弟弟莽撞又愚笨，可当他真的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的雄心壮志，他的野心勃勃，突然化为一种浓浓的孤独感。所以他将弟弟能力吞噬，仿佛这样就没有了孤独感。亲手将弟弟的尸体收敛好后，李昂便带着剩余的受伤的人和尸体往新手村返回。而唐四在安抚好所有人员后也启程返回，但始终跟李昂的暗影团保持有一个安全距离。此时的萧燕率先返回，并且用剩余的物资建立自己的堡垒。毕竟因为自己的不作为，他已经被绑定在将望的战船上了，或者说即便他辩解，也不会有人听他解释。由各个势力的提供的物资迅速展开，有机械帝国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科技，也有元素帝国的符咒符文，甚至提高自身实力的果实。当一切布置就绪，远方的尽头缓缓出现李昂和唐四的身影。萧燕紧握双拳，在他的命令下，研磨团已经全员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他2人的反扑和怒火。出乎意料的是，李昂抱着李豪的尸体
面无表情地进入新手村，没有冲突，没有暴怒的指责，一切都显得十分安静，安静的诡异。姜望真该死啊！留守村子的人即便已经听闻此事，但当真正看到受伤的人群的时候，依旧眼眶通红，痛斥着姜望的所作所为。杀了他！如果大家按照既定的规则分配，那么事情是不是就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众多指责和辱骂的声音中，忽然冒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它是那么的轻微，却如同钢针的一样刺入每个愤世嫉俗、悲怜天人、圣母的心。操！你他妈买个羊肉串，把良心都卖没了！这么多死伤，你没看见？我靠，你跟我急什么眼？要不是你们贪得无厌，至于这样？挺你！+1，羊肉串三人组也毫不示弱。开玩笑，谁他妈还不是个键盘侠了？真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神了？我看你就是姜望的狗，连他的虫子都不如，至少人家的虫子能杀人，你只能卖串犬吠。啊，对，我卖串，你被砍。操，你给我等着！其实我也觉得姜望没什么大错啊。在众多辱骂的声音中，渐渐出现了一批保虫党，而他们在众多辱骂中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姜望看到这一闪而逝的信息，有些愣神。他以为此刻剩余的所有人应该都会对他大骂特骂，认为他死不足惜，但是这些人却出乎他的意料。声讨还在继续。姜望有什么错？你们战斗人员那个把我们后勤当人看了，你们战斗人员人是人，我们他妈就不是人。暗影团威胁我们去探路，惨死12个辅助小队，我们的命不是命。还有蒲公英威逼利诱，用我们的人命去试探异兽死透没死透，宁愿让我们死，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兵种受伤。这又怎么算？姜望是有些不善言辞，所有你们用道德绑架他，威胁让他放弃资源，凭什么？你们战斗人员命就高贵，说白了就是贪婪，想道德绑架，但是没成功，被揍了不敢还手，也只敢对我们犬吠。至少姜望是唯一一个愿意平等看待我们，愿意让我们也吃上肉的大佬。暴躁老哥当场开喷，将在新手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一股脑的说了出来。一时间所有人都有些语塞，而后勤人员目露悲伤。是啊，战斗人员的命是命，他们就不是。一桩桩一件件宛如电影一般历历在目。若没有姜望兑换异兽尸体的行为，那么他们可能早就饿死，或者为了积分不得不被各大团坑死。不管他是为什么要兑换积分，出于什么目的，但吃人饭记人恩。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或领己身，谁为我摇旗呐喊？一时间众多辅助人员站了出来，强势压过一边倒的讨伐声论。姜望看着不断刷新的公屏，有些感动。作为地球的科研商界大牛，见过太多尔虞我诈，足够冷静无情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资产，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线。作为现在的虫族主宰，无情冷漠才能保证虫族的延续和生存。可现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辅助人员，那些插科打诨天天求带的后勤人员，宛如一束光照进了他那个冰冷孤寂的内心。过往重重，是非对错，等抵抗完入侵日之后再谈。我希望大家可以团结一心，渡过难关。萧燕及时出声，任由这样的言论发展下去，战斗和辅助人员发生分歧，变成仇敌，那大家就没有抵抗万族的必要了，干脆引颈带图吧。村长阁楼，你们怎么看？徐博看着公屏的闹剧，朝着周围人发问。见惯弱肉强食的众人其实不太理解这样的行为。胜者为王，败者吃土，弱者食尘，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所有人默默无语，弱者的正义和善良毫无意义。李青在人群最后朗声说道：哦，继续。徐博显然是来了兴趣。面对众多大佬的目光，李青整理了下衣衫，勇敢地看向众人。但若是可以引起强者的共鸣，就是最好的武器和投资。呵，不错。所以站队很重要。徐博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所有人，他借着这次机会再次打压众人，不要背叛，不要起歪心思，不要将这里的一切透露出去。第15章，入侵日开始。在压抑的气氛下，时间对于众人来说度日如年，可对于引导者来说却是转瞬即逝。引导者在一阵阵光柱的照耀下离开了原初世界。姜望看着面前的李青，挥手告别。天元世界见。随着光柱的突然变亮，李青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天元世界见。姜望喃喃道。在如血的残阳下，入侵日开始了。黑云压层层欲摧。啪！雨滴轻轻地划过漆黑的炮筒，轻轻地砸在严阵以待的人群。森林深处，一道道空间被漆黑的利爪被撕裂开来，无数漆黑的怪物前仆后继挤进这一方空间。这是领主的灾难，亦是万族的盛宴。原初世界是公平的，他赐予人类领主空间，
但命运的恩赐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码，万族就是他们的代价，德不配位，反受其累。挡住万族的入侵才是真正的领主，反之就是万族进化的养料。大雨温柔地拂过万物，仿佛是为接下来的杀戮悲伤流泪。各种各样的幼崽朝万族这新手村疾驰，而姜望依旧驻扎在森林南部，利用众多物资将虫巢打造的坚不可摧，并且领主空间内也做了2手准备。并不是新手村排斥他，不让他回去，而是他对李昂和萧燕摒弃前嫌，共同抗敌的建议直接拒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来了。作为新手村的外围，姜望自然是第一个感应到的人。他之所以为新手村发出信号，是为了少死些人，尤其是那些后勤人员。主宰，安纳严阵以待。刚刚前哨已经传来消息，万族已经冲破核心区域，正往新手村和虫巢奔袭。通过观察，万族好像知道所有人的位置一样。开始。以往虫族可能是干就完了，生死就是这一波，但姜望不是，他是一个人类，是一个具有高智商的人类。懂兵法的主宰加悍不畏死的虫族，等于令人崩溃的存在。在所有人返回新手村的那段世界，工蜂不断的在虫巢的周围挖地掘草，不断的布置各种各样的陷阱，而姜望也运用现代武器化知识，打造了不少新玩意。腐蚀蘑菇、地刺者、毒物种囊。动。在万族前往新手村虫巢的必经之路上，10几只异兽身上布满了绿色的粘液。这种粘液最可怕的不是腐蚀，而是孢子入侵。一旦通过血液进入躯体，就会1生2， 2生3，最终成为一个硕大的血肉蘑菇。好，领头的几个万族见此，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人类只会龟缩在新手村之中，用这些阴险的手段。散开！一只巨大的黑虎口吐人言，他正是这次万族入侵的一个领头上族。宛如洪流的兽潮，在他的指挥下迅速分散开。轰轰轰，又是数个蘑菇的爆炸，但几十数百的死亡对于庞大的兽潮来讲不算什么。轰轰轰，滋滋滋，在付出小1万的伤亡下，兽潮终于趟过姜望所布置的各种陷阱。黑虎黢黑的脸上看不出脸色，但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不厌其烦的蘑菇，身处规模从地底冒出的地刺，以及大范围的毒物，这些防不胜防的生化武器让他们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不远处就是新手村，黑虎目光一凝，看到了城墙上各式各样的炮管，准备发射。新手村城墙之上，数百门大炮疯狂地喷涌火舌，一枚枚导弹落在刚刚抵达的兽群。巨龟！只见在黑虎的命令下，10几只巨龟被抬了出来，而随着一阵阵蓝色的光幕从巨龟上泛起，数百枚炮在光幕上砸出无数耀眼的烟花。不可能！唐四扶着城墙，手上青筋暴起，而黑虎脸上人性化的勾起一抹嘲笑。多少年了，人类总是喜欢这样，毫无新意。接下来只要等他们自己慌乱，肆意屠杀了。装弹，准备，射！萧燕的声音响起，他刚刚注意到，蓝色的光幕虽然可以抵挡炮弹，可却不是毫发无损，有几处薄弱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大洞和裂痕。这种时候，拼的就是狠，绝对不能被这些万族震慑到。轰轰轰！一轮轮的齐射炸在那蓝色的光幕上，渐渐的，一些巨龟支撑不住，纷纷爆裂而亡。爆！炮管发红，后勤谁属性降温？元素队准备。而万族在付出8只巨龟的死亡下，终于等到这一刻。黑虎的眼睛发红，这些该死的人类！杀！为了进化和觉醒，黑虎一马当先，如同黑色闪电一般冲向新手村。而另一边，青色玄鸟和赤红色的巨猿看着密密麻麻的虫族，一脸震惊。通过脑海中的地图，这边的人族只有一个，本以为是个心怀侥幸的人类，只是派遣了一支小队进行搜查捕杀，没成想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一支小队悄无声息地失去了生命讯息，随后是一整支队伍，然后就这一支大军。玄鸟看着身后各个带伤的兽群，面色难看。他根本不敢想他刚刚经历了什么，这一路的艰辛不比黑虎前往新手村少多少，甚至过犹不及。充满腐蚀蘑菇的巨坑，毒物种囊弥漫的峡谷，和沿途设伏的地刺者，2万的万族在到达虫族对面后就剩1万了。他们甚至连敌人都没看到。虽然后续还有万族的进入，但这个伤亡比以及死亡速度已经是目前万族无法接受的程度。要不等等后援？玄鸟看着不远处的虫巢和大量虫族，内心直打突突，试探性地朝着巨猿问道。而已经被陷阱烦的快要失去理智，巨猿根本没有理会玄鸟，朝着身后的仅剩的万族怒吼道：万族从来不畏惧，战士们杀！好！无数兽族带着一肚子火，
跟着他们的首领发起了冲锋。随着巨猿的冲锋，所有挡在他前面的地刺都被他用强大的防御才死在地底，身后所有的兽族跟着他硕大的身躯顺利通过地刺区。地刺者需要调整一下。虫巢内的姜望看着这一幕，默默地记下优缺点。他并不慌张，毕竟战斗才刚刚开始。杀！无数狂暴跳虫随着主宰的一声令下，亮出锋利的利刃，朝着这些入侵者杀去。玄鸟高高飞起，从上方俯视着战场。各异的万族洪流和黑色的跳虫大军，如同两辆开足马力的坦克，狠狠地撞在一起，残肢断臂，鲜血横溢。一时间很难说双方孰强孰弱。万族来势汹汹，气势正盛，但虫子的利刃和悍不畏死，生生顶住了万族前进的步伐。毒蟑螂在后方不断地喷涌着腐蚀性液体，而万族也不甘示弱，喷火的巨大蜈蚣会使用冰霜之力的水蛇，轰轰轰，一道道硕大的身影从空中狠狠地砸下。坦克的加入仿佛一个个屎壳郎加入了战斗，瞬间搅乱了敌法的阵营。最要命的是，坦克凭借强大的防御能力和自身强大的后肢力量，竟让万族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第16章战事开始。好！赤红色巨猿直立起来，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朝着面前的坦克咆哮着。而他的周围布满无数身体扭曲的跳虫，都是生生被他捏死或者锤死的。而他身上密布的伤口也证明了他其实并没有表面的那么轻松。巨猿大步流星地朝着坦克冲去，而坦克也蓄力准备朝着巨猿撞去。咚！砰！虫巢内，姜望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坦克竟然在直线飞往他的空中，生生被巨猿锤了下来。轰！烟尘四起，巨大的坑中，坦克挣扎地想要站起，而巨猿却没给他这个机会，一个跳跃骑在坦克的背上，一拳一拳地捶打在他的脑壳之上，血液飞溅。好！巨猿看着已经没有声息的坦克，站起身，朝着虫巢方向放声咆哮。好！无数兽族也跟着巨猿咆哮，仿佛在宣告他们的强大和无畏。姜望隔着虫巢都听万兽齐鸣，他眼睛微眯，淡淡道：装你妈呢！虫族当然不会被这种示威震慑到。主宰心念所至，虽死无悔，战至终章。毒液、利刃、坦克，无数跳虫根本不给巨猿喘息的机会，一窝蜂冲上。9天之上的玄鸟见此急速俯冲，一口寒冰之气准确地冻住了如同小山一样的虫堆，随后又是一口炙炎之气。瞬间，不管是厚重铠甲的坦克还是疯狂的跳虫，都在这一冷一热的刺激下纷纷化为碎块。最忠心的巨猿也浑身散发着炙热的火焰，这就是他俩的配合。吐完两气的玄鸟快速拉升，但姜望却注意到，相对于开始的轻盈，玄鸟这次的拉升稍显颓静。看着宛如魔神一样的巨猿，姜望微微一笑：行，砍不死你是吧？一个个硕大的炮筒被推了出来，是不是爹给你脸了？分不清大小王了？要知道，姜望可是足足拿走了7成物资，即便是将一些城防物资跟新手村换了一些兵种和其他物资，那他也有5成物资在手。轰轰轰轰，炮火全覆盖，不仅仅是巨猿，还有他身后的兽族。巨大的烟花升起，而在高空的玄鸟莫洛担心，却又无可奈何。太强了，他有些担心，释放魔炎的巨猿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只是为了士气一直坚持，没有倒下而已。但只要有10分钟，不哪怕5分钟的休息时间，在魔炎的作用下，巨猿就可以快速恢复。可姜望一波接一波的攻击，环环相扣，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3轮齐射后，毒蟑螂迅速跟上，而这次用的是孢子毒物，目的就是为了让受伤的兽族吸收孢子。邦邦邦，携带大量孢子的军球落在战场之中，霎时间，绿色的毒物近乎覆盖一半的战场。不，快散开！玄鸟在空中不断地朝着下方警示道。可为时已晚，撤！他已经没办法顾及巨猿了。深入敌区，周围群虫环伺，生死不知，种种情况让玄鸟只得放弃巨猿，没有被毒物覆盖到，异兽在玄鸟的带领下迅速后撤。而他在撤退的途中，回头看向那代表死亡的毒物，无数不甘、愤怒、恐惧的嘶吼从毒物中传出，但死亡的结局已经注定。良久，毒物散去，一座座血肉蘑菇矗立在战场中央，而那只赤红巨猿由于身上的魔炎焚烧周遭的孢子，得以存身。在跳虫将巨猿手脚尽数斩断后，由打扫战场的工蜂带回虫巢。毕竟根据李清的交代，此次万族的入侵日跟往常的不一样，而他们也仅仅打探到是强度不一样的，至于其他一概不知。所以巨猿的死活就变得重要起来。工蜂不断将尸体和血肉蘑菇拖向虫巢。孢子毒物十分珍贵，即便是目前的姜望，存货也仅仅只够20几轮齐射，这跟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想法让安娜觉得有这样的主宰十分有安全感。军坦已经向外扩张至1000米，可饶是如此，大量尸体的堆积也让军坦有点不够用，可想战争的惨烈。姜望也在安娜的辅助下不断的进行基因的整理和融合。新手村那边，黑虎快速冲过元素覆盖区，一虎当先冲向城头。李昂手上红光泛起，唐四的绿萤草不断的阻拦着黑虎。看着如此凶悍的黑虎，城墙上一阵骚乱。忽然，萧燕浑身欲火，当机立断跳下城墙，手中的火焰飞舞，巨大的凤凰直直的扑向黑虎。避无可避的黑虎浑身散发着黑色的幽光，强行抗下了这一击。滋滋滋，即便有幽光的阻隔，黑虎还是被炙热的火焰烧伤。甩了甩没有熄灭的火焰，黑虎死死地盯着面前的人类领主。不同于李昂和唐四对他实力的震惊和城墙上众人的兴奋，萧燕更多的是庆幸，若不是自己的 S 级天赋是火神祝融，若不是他上来就用最强的火神形态，那他刚刚就死了。看着自己胸前深可见骨的伤口在火焰的治愈下逐渐恢复，而面前的黑虎见一击不成就全身泛起幽光消失不见。他之所以身为首领冲锋那么快，是想运用种族技能率先斩杀一个人类的首领领主，引起骚乱。只要城头大乱，那万族就可趁势一举拿下新手村。但事情总是事与愿违，他也没想到遇见了个罕见的元素性领主，甚至还提前开启了元素之身。如果是李昂或者唐四来迎战，那他的计谋可能就真的成功了。可惜没有如果，一击不成，远遁千里。回到兽群的黑虎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天2次开启幽光，一次短瞬，对于幼生体的他来说负担太大了。攻城，试试水准，不行就撤。随着黑虎的命令，兽族前仆后继地冲向城墙。作为先锋军，即便打不下来，也要试探清楚对方的水准，为接下来的进攻提供有效的资料。攻防持续1个小时就结束了，毕竟攻不上去，那么攻城的行动只是无谓的牺牲和给对方练兵。森林后方，万族营帐。黑虎听着玄鸟方带来的消息，面色难看。即便是自己，也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击杀巨猿，竟然生死不知。这还是玄鸟和巨猿的配合下。要知道，这两兽的组合，即便是青铜首领都有一战之力啊！折损了将近 1.5W 万族，还搭进去一个首领，而造成这一切的仅仅一个人类的昆虫领主，再加上自己沿途所受到的损失，在第一天折损之大，在入侵原初界的历史上都算是罕见的。毕竟在入侵日，基本都是万族压着人类打，而人类只能龟缩在新手村3天才终止入侵。这次情况竟然反过来了，新手村的强度中规中矩，除了那个元素之躯，无论是炮火和其他方面，甚至都算是弱的哪一行列。真正的变数是森林南部的昆虫领主。黑虎稍作思考，沉吟片刻就思考清楚了一个重点。如果不是特殊战术，那大概率是两方不和。至于其他可能，黑虎已经没有心思细细追究了。他眼光微凝，瞬间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法子。第17章，天赋基因。在他第一次进行捕猎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曾教授过他，如果你想要吃掉大牛犊，那你就要先玩弄戏耍小牛犊，直到大牛犊忍无可忍，朝你袭来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吃大牛犊了。万族异兽全面收缩，等在这后续的援军。此次能够进入的异兽足足有 12W， 比以往提高了 20%。 先锋军 5W， 后续还有 7W 部队，4个首领将在明天凌晨全部抵达。新手村这边，由于萧燕今天大展神威，并且异兽的进攻其实并不强烈，这使得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还得是萧团长，你们是不知道，今天我在城头看得真切，那浑身欲火跟那大黑虎对峙的样子，跟他妈天神下凡一样。木了，我也想看。萧团长，我要给你生猴子。楼上，萧团长喜欢人，不喜欢猴。宫廷内，人们兴奋地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一切。哎，你们说姜望怎么样了？轻松快乐的气氛一下被打破。他们这边足足几万人坚守这一个城墙，而姜望那边可是四面环绕，异兽可以从各个地方进攻的啊。死了更好，就是可惜了那么多资源。话不能这么说，我倒希望姜望活着，还能帮我们吸引一点异兽的火力。看着名字前的前缀，基本上都是战斗人员。不管后勤人员多么力挺姜望，一旦战事将起，所有人都只能匍匐在战斗人员的淫威之下。毕竟他们的生命需要战斗人员守护，虽然战斗人员也需要后期的保障，但这也的关系在战斗人员眼里根本不对等。哎，你过来给我按腿。赵六看着朝他挥手的战斗人员，握了握拳头，随后关了公屏，朝着那人走去。妈的，拼死拼活还得保护你们这些狗杂碎，你们不是喜欢姜望吗？他怎么不吭声？
不来保护你们呢？看着给他揉腿的赵六，李靖越想越来气。砰！他妈的，没吃饭啊？你他妈能干点什么？废物，为异兽都多余。喝退！一口浓痰直接吐在赵六身上，双拳紧握，指甲甚至刺破手掌，流出猩红的鲜血。看着还不服气的赵六，李靖直接将手掌高高扬起，下一刻就准备朝着赵六的脸而去。够了！城墙上看到这一幕的萧燕喝止李靖的行为，看着赵六落寞的背影，萧燕也有些无奈。而这一幕在新手村各地都在发生。其实这个李靖甚至不能算战斗人员，他就是个装炮弹的，都敢这样欺压后勤人员。可想而知，看似融洽的表面，实际上早已暗中布满裂缝。远在森林的姜望并不知道这一幕，他在公屏了解到新手村安然无恙后，就着手融合基因，并且审讯巨猿。看着足足3000的进化点，姜望将双天赋双升到地级，地级增值0.10000点，培养速度、建造速度、孵化速度提高100%，地级进化0.10000点，可以初步进化宿主肉体，并更深化全面的进化兵种，有几率看到兵种的进化方向，增加获得进化点的数量。然后将跳虫升到 LV5， 剩下所有的进化点投到毒蟑螂。而毒蟑螂作为远程单位，竟然需要更多的进化点，仅1级升2级，每一项都需要50进化点，足足比跳虫多了30，但提升也是巨大的。做完这些，姜望将注意力转移到巨猿身上，看着依旧昏迷不醒的巨猿，姜望的精神力幻化成细针，轻轻地刺向巨猿的精神世界。仅仅是轻轻的触碰，巨猿仿佛受到了极大的痛苦，浑身颤抖起来。看着满脸痛苦但依旧醒来的巨猿，姜望的声音在这处空间响了起来：你好。吼，你能说人话吗？吼吼！巨猿剧烈的挣扎，但双手双脚已经断裂的他，根本没办法挣脱专门为他打造的牢笼。不能吗？那算了，杀了吧！卑鄙的人类！听着巨猿流利的语言，姜望瞬间明白过来了。擦，这特么红毛大猩猩还会给我装？我长话短说，你先自我介绍下，然后说明你们这次入侵的规模、质量、数量、战略意图。巨猿眼睛一转，磕磕巴巴地说道：你在说什么？就好像刚学中国话的日本人一样，操蛋且弱智。姜望也不惯着，精神钢针又刺了一次，而且这次比上次更加的深入。好，巨猿好像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好像下一秒就要过去了。这一下姜望懵了，有这么疼吗？随后扎了下自己，还行啊。在姜望温馨和蔼的询问下，惨无人道的审讯下，巨猿将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而姜望也如他所愿给他来了一个痛快，死的一点痛苦都没有。随着巨猿的基因上传，姜望发现了一个宛如启明星一样的亮点：魔炎，可作为武器焚烧敌人，也可以帮助自身快速恢复伤势和恢复精力，每日2次。这玩意就是巨猿身上的黑火。当姜望企图将它融合进跳虫基因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简单而又稳固的跳虫基因瞬间崩溃。这是姜望所我没有遇到过的，以为即便是创造失败，也总有片段基因留下，而这次则是彻头彻尾的崩溃，连渣都没有。姜望摩挲着手指，思索良久。安娜看着思考的主宰，就放弃了请示，自作主张的进行了兵力调遣和陷阱安排。第18章裂缝关闭，万族集结。很明显，魔炎这种应该是高级基因，普通的基因链应该无法承受。姜望不断进行尝试，将魔炎的分成100份，一份一份的加，可即便如此，效果依旧不尽人意。工蜂基因崩溃，蟑螂基因3份崩溃，坦克基因8份崩溃，又抽掉了一组基因，是幼虫的。冗长的基因链仿佛无穷无尽。姜望慢慢的将魔炎的基因点一点一点的加到幼虫身上，1份、2份、3份、98份、99份、100份。正当姜望兴奋之际，整条看不见尽头的基因链瞬间崩溃，土崩瓦解。无论他在幼虫里加了多少基因，始终在第100份时轰然崩溃。姜望无力地窝在沙发里，他已经跟这个基因杠了整整6个小时了。虫巢的一切几乎都交给了安娜管理，他先前所做的一切，包括亲力亲为指挥战斗，都是为了给安娜打个样。看好了，这个就是最低标准。这个是姜望的原话，而这个要求也近乎让安娜陷入崩溃的边缘。所幸他的学习能力极其的优秀，已经可以达到姜望的80%了。姜望宛如躺尸一样躺在沙发上，额头放着乳白色的原初石，散发着丝丝凉凉的凉意，抚平姜望脑壳的疼痛，并加速恢复。在脑中无意识地扫描着虫巢以及各个埋伏点和陷阱点，并仔细检查着各处的细节。忽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视角直接拉回虫巢。
只见一支先前战斗中残废的坦克在幼虫的治疗下瞬间好转，而幼虫的治疗方法也很简单，小伤吐丝凝结，大伤牺牲自我。那只幼虫直接钻进了坦克的体内，仅仅10秒，涌出的蓝色液体在军毯补充能量的作用下，竟然将一只半残的坦克恢复如初。姜望眼前一亮，如果幼虫可以承受基因，那么幼虫融入其他虫体内，是不是可以附带将基因融合进去？说干就干，在高效率的虫巢，姜望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随着带魔炎的幼虫进入残废坦克的体内，融合开始进行。坦克体内魔炎的份数随着幼虫的恢复逐渐升高，从原先的8分升高至28分。可若是再增高份数，就会当场崩溃，化成一团毫无能量的血肉。不管多大的伤，都是28分的数量。随着幼虫对着各个兵种融入，都各自提升了对魔炎的上限。但是姜望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并且将魔炎封存，因为这玩意太他妈的浪费资源了。孵化一个携带魔炎的幼虫，所需的资源可以孵化32个跳虫、8个蟑螂、4个坦克。如果是为了那仅有的一点恢复和灼烧能力，那就太不值得了。但是不代表他就放弃了对这种高级基因的研究，但仅仅碍于目前没有这个能力而已。随着姜望渐渐的沉睡，核心区域聚集着黑压压的兽群，而那双能撕裂空间的大手也缓缓的收了回去。兽族已经达到了原初界所忍受的极限，若是继续投放，所有人兽族都要死。随着裂缝的关闭，4个形态各异的兽族站在兽群的前面，双头犬、疾风狼、焚牛、撼天象。如果此时有引导者在此，必然大吃一惊。这次入侵的万族质量之高，堪比历史之最，几乎首领都是万族中的上族，甚至撼天象还属于顶尖上族。虽然都是幼生体，但这样的规模以及兽群，就好比你打青铜竞技赛出门裸装没符文，你对面也是满符文，出门一个大剑，而你需要在30分钟内保证水晶没被推掉。听说巨猿生死未知。双头犬淡淡的看着不远处的玄鸟军团，哼，废物。撼天象不屑的说道，怎么那个人还没被处理掉？焚牛看着脑海中孤悬在新手村外的黄点疑惑道，因为他是个昆虫领主，有大量的眷属，巨猿也是折在那儿的。黑虎缓缓地从黑暗中走出，由于硝焰的烈火凤凰，此时他黝黑的顺滑的皮毛一片一片的焦黑卷曲。你烫发了？疾风狼憋笑道，他与黑虎一向不和，自然不会放弃嘲讽他的机会。哼，新手村内有个觉醒元素之躯的火系领主，相信他应该喜欢吃烤全狼。黑虎十分烦躁地对着疾风狼一顿对，想必这次觉醒高质量领主空间的人类不少，能不能抢到觉醒天赋，就看诸位的能耐了。黑虎说完就带着人回到前军大帐，而几位首领不和归不和，但还是一起跟上。毕竟能来原初界掠夺天赋，获得晋升和觉醒机会，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往后就只能去万族战场上拼杀了。随着黑虎的交代，6个首领陷入了沉默。我认为应该率先消灭那个虫族领主。玄鸟恶狠狠地说道，他与巨猿配合默契，现在巨猿生死不知，他自然想要为巨猿报仇。你们的意见呢？黑虎看向其他首领，打那个虫子不值，按你们说法，那个虫子准备充分，即便打下来也要损失惨重。疾风狼淡淡的说道。黑虎暗暗的点了点头，虽然不和，但对于这个宿敌，他还是没有小瞧过他。打新手村，一个人就算打下来怎么分？要打自己打。撼天象瓮声瓮气的说道，我认为打虫子不行，损失太大，既然他守株待兔，希望我们去打他，我们也可以等他自投罗网。哟，被烧了，脑子依旧灵光啊。疾风狼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黑虎的意思。我们之间进攻新手村，如果他只是诱饵，那么一点会回原，我们可以埋伏；如果他们只是不和，那更好了，我们可以放心进攻，等打下新手村，再回头收拾他。黑虎橘黄色的树瞳扫过每个首领的眼睛，胜券在握的说道，同意，同意，同意。除了没有出声的玄鸟，其他首领皆已同意。玄鸟面色难看，没了巨猿，他一个中等万族根本没办法在这一群上族之间争得上等天赋。没有理会不说话的玄鸟，黑虎直接开始进行作战安排。毕竟只剩2天的时间，天空微亮，微弱的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些许光明。微光在丁达尔的作用下折射出了飘渺的形象，微弱的光混杂着牛毛细雨，稀稀落落地洒在领主和兽群身上。开炮！轰轰轰！炮火的硝烟袅袅升起，宣告着新一场战斗的开始。第19章：沉睡、牺牲、战斗。黑虎沿途设伏，而玄鸟高空侦察，远远地看着虫巢的动向。根据众人的安排，由撼天象和焚牛正面主攻，
双头犬和疾风狼作为侧翼，玄鸟和黑虎蹲守在姜望回原的路上，而虫巢内的姜望仿佛进入深度的沉睡，额头上的圆雏石散发出更强烈的奶白色的微光。由于黑虎的安排，虫巢的压力骤降，安娜得空蹲坐在姜望面前陷入纠结。由于公平和他们外派的侦察幼虫的存在，他们当然已经了解到了新手村此时所面临的情况。他明白主宰对那些人的感情极其复杂，尤其是上次公平有人帮助主宰说话后，虽然主宰什么都没有说，但他却分明感受到了主宰的开心，而让主宰的开心也是他的战略目标之一。如果新手村全部都是战斗人员，安娜当然可以不出兵，但还有众多辅助人员，尤其是从幼虫侦察的回来的信息，因为上次帮助姜望发声，他们此刻过得并不好，羊肉串三人组被各种欺凌，甚至帮姜望发声的女生也被各种调笑侮辱。出兵和不出兵成了安娜的纠结的点。看着面前因为放松和疼痛的减轻变得温润儒雅的主宰，安娜拳头紧握，忽然站起身走向中枢。她不会拿主宰的安全冒险。如果此时出兵，将正面对抗将近10万的兽巢，这即便是目前的虫巢都不愿意面对的局面。但她明白，姜望一旦醒来，一定会出兵，为了那些值得拯救的人们而出兵。所以她能做的就是爆兵，哪怕透支资源，哪怕透支她的基因和生命力。随着女王将自己的基因和庞大的生命能量注入虫巢，所有虫族乃至超负荷的虫族都打开了一层限制——灭绝模式。当女王打开这层限制的时候，说明虫族面临巨大的危机。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战斗能力还是生产能力，都提升到该生物的上限。一切为了灭绝危险，为了战斗，为了生存。新手村，汉天象扛着无尽的炮火和元素攻击，生生抵达众多兵种的阵前。庞大的身躯，锋利的獠牙，所有新手领主见到这一幕都变得手脚冰凉。这真的挡得住吗？一名领主在城墙上无意识地呢喃道。看到城墙上所有战斗领主战意低迷，甚至影响到了下方的兵种。萧炎一咬牙，浑身散发冲天的火光，再次跃下城墙。而随着他的身影，身后的领主仿佛找到了希望。轰！一发怒焰莲花狠狠地砸向汉天象。一路上没有停下过脚步的汉天象也终于在这一击下摇晃着倒退几步。啊！无数领主见此疯狂呐喊，低迷的战意也逐渐扭转过来。而汉天象也看着这个元素之躯，瓮声瓮气道：“你就是这里最强的存在。”见萧炎不说话，他铜铃般的眼睛发亮：“你归我了！”战斗一触即发，李昂双拳闪着红色的光芒，狠狠地跟焚牛站在一起。唐四带着几个高阶战斗人员展开植物领域，绿营草以1敌2，疯狂鞭打缠绕疾风狼和双头犬。疾风狼迅捷如风，左右闪躲，从能在绿营草各种陷阱和缠绕下轻松躲开。弱击，一个瞬身，疾风狼直接来到唐四面前，一抓将唐四击飞出去，而他也被众多兵种包围。而被击飞的唐四嘴角淌出鲜血，看着被围困的疾风狼微笑道：“弱智！”唰，无数绿营草破土而出，将其他兵种和疾风狼一起裹紧一个大球。外围的绿营草不断加厚，并且绿营草的身上泛起绿光，这是他的 S 天赋的能力融合。他将绿营草融合各种各样植物的特性，这才使得他稳坐3大团之一的宝座。而其中一个就有食人花的吞噬。一边和焚牛战斗的里昂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炮火还在疯狂地宣泄着他的怒火。各种各样的兵种和各种各样的兽族战成一团，机械领主架着机枪疯狂扫射。见到领主挥舞着长剑，3指清风如同泼墨一样挥毫写意地收割着兽族的性命。战斗持续了一上午，萧燕等人气喘吁吁地看着面前的4个首领。汉天象浑身焦一块黑一块，甚至还能闻到隐隐的烤肉味。焚牛的牛角都被里昂生生地掰断了一个，而里昂也不好过，腰间被戳出了一个大洞。而唐四是最惨的，披头散发，浑身还有被烧焦的痕迹。但对方也不好过，疾风狼用血脉之力生生撕破了一个口子逃了出来，可即便如此也损伤巨大，几乎跟这次盛宴无缘。而双头犬其中一个头已经重伤昏迷。汉天象凝望着对面还有战力的众多 A 级天赋领主，选择了撤退。虽然对方最强的几人陷入了虚弱，但他们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是来觉醒的，不是来玩命的。用自己的死换其他万族觉醒，那还不如都不觉醒。随着首领的撤退，兽族也如同潮水般退去。看着远去的兽族，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救命！城墙上有人崩溃流泪，有人受伤求救。城墙上人类、兵种、兽族的尸体死成一片。3次，兽族3次攻上城墙。后勤和辅助人员拿着长枪利剑，拿着手边能拿的一切冲上城墙，
用尽所有的勇气扑向城墙。尽管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兵种死伤殆尽，无数人甚至肉搏，拿出所有勇气扑向兽族，最后甚至无奈朝着城墙释放元素攻击。无数人死在兽族口中，死在自己人手中。沉默和绝望成了所有人的阴霾，鲜血顺着城墙缓缓流下，牛毛细雨冲刷这一切。不远处的幼虫看着这一幕，缓缓地缩进了地底。虫巢，姜望抬头看着细雨轻轻地落在他的身上，又依依不舍地从身上滑落。他已经派出了接近 3W 的跳虫，从3路出兵去帮助新手村，可依旧晚了一步。3路跳虫狠狠地跟埋伏的黑虎大军厮杀在一起，没有任何准备，扛着各种陷阱和远程攻击，疯狂的跳虫生生杀穿了3万兽族。而黑虎面对10几只坦克和几百只跳虫的围攻，扔下1万多兽族尸体先行撤退，损失将近一半的虫族直接原地吞噬兽族的尸体进行恢复，随后马不停蹄地奔向新手村。姜望淋着雨，他以为他掌控了一切，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他的虫巢固若金汤，他有太多理由。可当他从沉睡醒来，看着为了让他有能力去保护他想保护的人而选择牺牲自己的安娜，看着那些为了他发声、认可他、相信他，甚至发私信安慰他的人们悍不畏死地冲上城墙，却又惨死兽口或者是元素攻击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太弱了。第20章杀戮1。新手村内所有人充满了绝望。姜望大佬，求你回来吧。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辅助人员，面对这句话的时候都沉默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姜望是不是还活着，因为根据其他人的判断，这次攻城姜望一人至少面对了4W兽族，他们只是无谓的呼唤他们心中的希望。他妈的，这时候还想姜望？要不是他，如果他跟我们一起防御，我们会死这么多人。李靖狠狠地甩了面前女人一耳光。上次姜望大开杀戒，他也在现场，人都被吓傻了。若不是跳虫的利刃仅仅是擦着他大腿边划过，他可能变成2腿人士了。但就以他的实力，若不是姜望杀心没有那么重，他当场就要暴毙。所以他才如此记恨姜望。而且他今天都要吓尿了。兽族冲上来的时候，他正在装弹，要不是旁边的后勤一下将他撞开，那死在口中的就是他了。现在想想，他的腿都有些颤抖。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巨力领主，因为垃圾天赋，所以只能做个装填手，就是只能起到微薄作用的。可即便如此，他也依旧可以欺负拿捏那些兵种不强或者仅仅只能起到微弱治疗的辅助，比如他面前的这个女人，这个他眼馋很久的女人，妖娆的身材，清纯的样貌。此刻的他玄泪玉泣，衣不蔽体。求求你放过我，妈的，反正都要死了，让老子先爽爽。砰！门被直接撞开。畜生，放开我老婆！浑身肮脏，头发缭乱，双目通红的男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将他老婆抓走的人。操！吓老子一跳！你们怎么看的门？我靠，他跟疯了一样。再说了，你能不能快点？门口进来两人直接将王侯摁在地上，随后往后拖。你会遭报应的。这句话直接给李靖整乐了。等等，既然你那么想看，那就让你看着。哈哈哈哈！李靖抓着男人的脑袋按在桌子上，正对着床。王侯怒目圆睁，双目几乎渗出鲜血。他恨这个世界，恨那道蓝光。他疯狂挣扎，下巴被磨得血肉模糊，头发被生生扯下，但他依旧只能眼睁睁的那个混蛋朝着自己老婆走去。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老婆！王侯绝望了。李靖一脸淫笑地看着床榻上娇柔无力的女人。忽然，一阵独特的嘶鸣在门口传来，幼虫缓缓从地底浮现。周围所有战斗人员看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乳白色幼虫，幼虫缓缓变化，逐渐变成姜望的模样。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包括已经脱了裤子的李靖。他死死地看着李靖，冰冷的眼神让李靖仿佛又回到核心区域的那晚，看着压着王五的两人，然后看了周围默不作声的战斗人员，看了姗姗来迟的李昂、唐四和萧燕。衣不蔽体的女人，被按倒在地的男人，一瞬间萧燕就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你知道吗？姜望看着赶来的萧燕冰冷地说道。看着萧燕低下的头颅，姜望笑了。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对待这些人？今天后勤人员死伤接近 1W， 他们比你们这些所谓的战斗人员还要英勇。姜望冰冷的声音在战斗营地响起。他们够了，你又为他们做出了什么？我们至少保护了他们的安全，至少让他们活了。你除了龟缩在那森林，你又做出了什么？唐四大声地朝着姜望呵斥。虫族！
城墙上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到战斗营地，虫族大军到了！我告诉你们，我做了什么。姜望亦步亦趋地朝着唐四走去。我第一战阻挡虫族 2W， 斩杀 1.5W， 杀了一个首领。我第二战面对 3W 兽族埋伏，杀了 1.5W， 而我的第三战杀光万族。姜望一步一句，看着近在咫尺的姜望，唐四咽了下口水。保护就代表可以侮辱？那我杀光所有兽族，是不是你就要引颈待屠？你！唐四怒不可遏，但面对现在的姜望，即使是他的幼虫，他也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威压。虫族进城了，无数虫子迅速冲进战斗营地，一只只幼虫从地底浮现，一个个战斗人员被跳虫用镰刀架着脖子走到广场。姜望，这个时候你还想对同族下手？李昂也厉声喝道，因为这些人中有1/2是他的手下。姜望没有说话，走进房间，而王侯已经被放开，他紧紧抱着老婆，仿佛没有什么能将他们分开。对不起。姜望眼眸低垂，王侯正是那位第一个卖给他羊的老板，也是第一个为他发声的人。偌大的汉子痛哭流涕，死死地抱着他老婆。一只面无表情的幼虫终于人性化地浮现了一丝愤怒，这并不是他所能具备的能力，而他有这样的表情，只能说明姜望的愤怒已经无法压抑。砰！庞大的精神力直接将李靖压在地上，姜望恨不得直接将李靖捏死，但那样太便宜他了。姜望环顾四周，冰冷的眼神扫过每一个人。既然你们觉得保护他人就享有对他人生杀欺辱的权利，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忽然10几只幼虫结出了一个屏幕，而屏幕上无数虫族正在行军，而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兽族领地。没有陷阱，没有战术，接近20W 的虫族直直地扑向兽族领地。这是安娜的成果，是安娜让他不用委曲求全的资本。虫巢内，姜望看了一眼洁净陷入沉睡的安娜，目露温柔。安娜，进阶中。战力，进阶中。智力，进阶中。能力，进阶中。所有人都看着那块屏幕，兽族当然也侦察到如此规模的行军，所有兽族严阵以待。几位首领眼里全是震惊，他们都有一个疑问：那 TM 来的这么多虫族？黑虎作为正面跟虫族战斗的首领，当场觉得这批虫族情况不对，悄悄退至众人身后。这批兽族近乎每个兵种都是灭绝模式产生的杀戮机器，带着女王的意志、期盼、不甘、愤怒诞生的超级兵种。战斗一触即发，一批跳虫高高跳起，直接在空中快速滑翔进入兽族阵地。噗噗噗！毒蟑螂朝着兽族阵地喷洒着腐蚀液体。轰！坦克如同一颗炮弹一样，重重地撞上巨龟的栏目。咚咚咚！咔！随着10几坦克的撞击，栏目终于坚持不住破裂开来。啪！雨越来越大，在众人的注视下，在兽族的恐惧中，今后令人威风丧胆女王卫队开始了第一场杀戮。第21章杀戮2。噗呲！利刃在一个巨熊的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划破他引以为傲的皮毛盔甲。一只跳虫瞬间从他身边穿过，唰！熊头高高飞起，他至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就这样死去。这样的场景还在战场的其他地方上演。好！双头犬一个冰一个火，不断地收割着跳虫的生命。可下一刻，跳虫瞬间俯身擦着火焰，瞬间挥出一刀。噗呲！好！一刀划过其中一个狗头的眼眸。利刃再次挥舞，想要在火焰焚身之前再挥出一刀，但实力的差距太过悬殊，被火焰喷射的0点几秒就化为灰烬。虽然那一刀并不致命，但冰与火的完美防御瞬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噗呲！唰！虽然那只跳虫死了，但又从那狭小的缺口中冲进来3只跳虫，缺口不断放大。很快，双头犬被包围，冰与火的依旧焚烧着跳虫的生命，但很快冰化了，火熄了，而所有的首领都陷入了围攻，尤其是汉天象。跳虫的攻击只能留下浅浅的白痕，而汉天象随手一击就可以弄死大片跳虫，可以多咬死象，况且还是一个个杀戮机器。随着毒蟑螂的腐蚀，汉天象逐渐乏力。当他终于开始害怕逃跑的时候，可目光所及皆是无尽的虫海。哞！带着无尽的不甘和绝望，汉天象左冲右撞，拼死挣扎，但结果是注定的，庞大的身躯倒在无尽的虫海之中。汾牛等下场也是如此，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虫海，带着绝望和不甘中死去。黑虎和疾风狼快速在森林中疾驰，当战斗刚刚开始，黑虎直接逃离战场后，疾风狼见状也没有犹豫，也跟着黑虎逃了出去。刚打就跑，你不懂，这些虫子
不会怕，更不会死。那你就……忽然，他们脑海中一个星辰轰然破碎，那是代表双头犬的生命的星辰，然后是焚牛的撼天象。疾风狼不由得庆幸自己的决定，而内心深处更多的还有震惊。要知道，从他们脱离战场到现在，其实才过了3个小时。对于10W 以上规模的战斗来说，这些首领即便要死，也得5个小时之后才会死。况且他们都是有腿的，要跑总是可以的吧？你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这次的虫族跟我遇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怎么说？我上次阻击遇到的虫族虽然悍不畏死，但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工具，是只知道的杀戮的虫子。那这次的在原有的基础上拥有了情绪，那种愤怒、不甘以及智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黑虎心悸地继续说道。我依仗着埋伏普通虫族，才打出了1比1.5的战绩。庆幸的不止黑虎和疾风狼，还有9天之上的玄鸟。由于姜望目前依旧缺乏对空能力，对着这只偶尔下来喷2口的玄鸟一点办法没有。但当他见到几个首领相继倒下之后，就高高升到云层之上，死不落地，打算直接撑到入侵日实现。正面战场，无数兽族依旧在跟虫族厮杀，每一秒都有无数生命陨落。不少兽族已经升起了畏战之心，逃跑之意。可面对黑压压的虫群，除了具备长时间飞行能力的兽族，能逃出虫族包围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新手村内，雨还在下，雨滴像红毛轻轻地落在所有人的身上，雨滴像铁锭重重地砸在所有人的心底。人们情绪复杂地看着曾经凶残嗜血的兽族，宛如土鸡瓦狗一般被虫族屠杀，看着无敌的撼天象被无数虫族淹没。无数辅助人员仿佛灵魂被抽去一样，跪倒在地，茫然地哭泣着死去的人们和过往的委屈。无数人祷告着，怀念着死去的人们。杀戮还在继续。当晨曦的微光升起，人们看到躺满兽族尸体的大地，被鲜血侵染的土地，看着宛如君王的姜望矗立在微光之中。而姜望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轻启嘴唇。现在我有资格裁定你们的生命吗？声音从现场所有幼虫姜望的口中传出，响彻整个新手村。李昂和唐四浑身微颤，无他，只因所有幼虫姜望在盯着他们说这些话，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他们几乎无法呼吸。萧燕面色暗淡，他知道这次姜望的屠刀不会那么轻易的放下。兽族营地，姜望站在撼天象的尸体之上，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虫巢，但他必须这样，为了安娜，为了这只虫族。面对着所有匍匐的虫族，姜望用精神力扫过所有在场的虫族。随着姜望的精神力拂过，虫族的脑袋更低了，仿佛在进行朝拜。偌大的战场上一片死寂。姜望小心地将尚在进化的安娜从领主空间拿了出来。一时间，在场的所有虫族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应。我，虫族的主宰，正式命名你们为女王卫队，用你们的不甘、愤怒、无情，撕碎所有胆敢挡在你们女王的面前的一切。嘶嘶嘶！所有女王卫队颤抖着触角，发出嘶嘶的虫鸣。他们在欢呼，在宣誓，在感谢。随着他的命令，他们彻底脱离了普通虫族，拥有了自己的番号，用于纪念安娜所做的一切。现在出发！虫族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新手村奔袭而去。9天之上的玄鸟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敢俯冲下来，最终朝着远方飞走了。他总有一种被强大精神力锁定的感觉。感觉到玄鸟飞走，姜望一声叹息，本来还想拿他试试精神力呢。接近10W的虫族迎着晨曦的微光，拱卫着他们的主宰，在雨幕中朝着新手村进发。山雨欲来风满楼，只不过这次的山雨不是兽族，而是姜望。城墙上的守卫很快就看到地平线尽头的虫族先头部队，宛如浪潮一样快速朝着新手村袭来。无数虫族跃上城墙，无视守卫的愤怒，将所有人赶下城墙，接手防卫。至于防谁，李昂等人面色难看。多余的跳虫进入城内，橘红色的复眼死死盯着所有战斗人员。雨滴从利刃之上滑落，滴在泥泞的大地，却又仿佛滴在每个人的脖颈。这是女王的第一道命令。主宰第一次离开虫巢，任何可能对主宰的威胁都要铲除、消灭、摧毁。忽然，强烈的震动从地面传来，所有人都看从大屏幕看到了虫族大军以及他们的主宰。新手村外，姜望无奈地看着排成2排的跳虫礼仪队，有些哑然失笑。很明显，这是还在金壳内安娜的命令。忽然，两侧的虫群快速突进，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座由虫族组成的阶梯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无与伦比的震撼。经过短暂的惊愕，姜望收敛笑意，这是安娜为他安排的，
那他就不会让安娜失望。啪！姜望踩在第一层跳虫的背甲之上，石阶上，姜望宛如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皇帝，孤独、高贵、强大。我希望下次你要是安排类似的场面的时候，你能跟我一起走。好的，主宰。当姜望出现在城墙之上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审判的时候到了。第22章杀戮3。姜望就这么站在城墙上，注视着所有人，注视着曾经与他为敌、污蔑侮辱他的人，注视着曾经帮他说话，因为他而被人欺辱的人们。他终于亲眼看到了第一个为他说话的王侯。看着他凄惨的模样，姜望悲从心起，怒从天降。噗呲！啊！李靖在跳虫的利刃上撕心裂肺的大喊，但他不敢挣扎，越挣扎，利刃的创伤就越大。噗呲！噗呲！一个个曾经趾高气扬的战斗人员宛如死狗一样给跳虫挂在利刃之上。操！我跟你拼了！赵兴发疯般的朝着跳虫丢出一道道水系攻击。唰！噗呲！啊！凄厉的惨叫响彻新手村，鲜血喷涌，赵兴的双手齐刷刷的落地。姜望，你疯了！李昂怒目圆睁的看着城墙上的姜望，大声喝道，也由不得他不急迫。在被姜望跳虫洞穿肩胛骨的所有战斗人员中，近乎一半都是他们暗影团的人。哦，现在急了？姜望面无表情的看着李昂的表演，他不相信李昂对自己手下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就比如双手被砍断的赵兴，如果没有他的纵容，他怎么敢大张旗鼓的将女孩带到他的房间凌辱？姜望目光冰冷的扫过所有人，我灭了兽族，保护了你们，不就是拥有对待你们的生杀大权吗？在场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没有欺辱过后勤人员？或许有，但这些真正的战士已经死在城墙，死在保护你们这个所谓的战斗人员的面前。不，都是因为你姜望！赵兴双目通红，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大声的反驳着。若是你没有背离所有人，若是你早点将兽族杀光，他们怎么会死？我们也不会在绝望的情绪下犯错。都是因为你，你是害死了所有人！赵兴好像癫狂的疯魔，他一个 A 级天赋副团长，玩一个女人怎么了？反正他已经被废了，那么他也要姜望不得好死。所有人目光复杂的看着姜望。是啊，姜望，不要再造成无谓的杀戮了。唐四假惺惺的开口道。你放屁！只见一名面容清秀、身材较好的女性冲出人群。无谓的杀戮？李雪就是被那个畜生逼死的。姜望，我求求你，求求你杀了他们，他们狼狈为奸啊！李雪死不瞑目啊！女子跪地痛哭，不断的朝着姜望吐露着他们的委屈。李雪正是被赵兴奸淫的女子，这件事当她知道去阻止后，已经为时已晚。李雪不堪受辱，本想跳城墙自杀，却被闺蜜劝下后，又被一拨人欺辱，最终带着无边的怨恨和屈辱自杀身亡。这件事，唐四知道，李昂知道，甚至萧燕也知道。但一个 A 级天赋的战斗人员，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子，所有人都保持了缄默，除了那些跟她同为后勤的人员。可弱者的发声，在这个世界只能招来强者的愤怒。所有发声的人被镇压、侮辱。那时实力不足远在森林的姜望，除了联系萧燕阻止，也无能为力。我害你们犯错！姜望猛然抬头，庞大的精神力如同重锤一样压在所有人的身上。他见过李雪死活没有瞑目的双眼，绝望、不甘以及滔天的怨气。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懦夫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懦夫！姜望的话深深刺痛着萧燕的内心。他为了所有人的存活，对这些事情从刚开始的抵制，到后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欣被跳虫丢到李雪闺蜜面前，对不起，我来晚了。无论是姜望屠戮兽族，还是现在的血腥镇压，所有人受害者强忍委屈，他们希望姜望为他们发声出头，可又怕姜望如同其他人那样最终妥协。呜！终于绷不住的人们在这一句话下痛哭流涕，喃喃着他们这一段时间所受的委屈。萧燕等人面目复杂地看着这一幕。噗呲！一把雪白的利刃狠狠地刺在李欣的身上，这是他在李雪自杀的匕首。他没有一刀刺死赵信，而是一刀一刀一刀。啊！哭声、惨叫声，但最后只剩哭声。李欣已经死了，死得无比痛苦，而李靖也死在王武的手中，死前痛哭流涕，渴求原谅。可他还是死了。王武毫不犹豫地将匕首送进他的心脏。李靖和赵兴有一个通病，他们到死都没有想到，这些懦弱的后勤竟然真的敢杀他。裁决开始了，所有的姜望所记得、所记录的欺凌者都被姜望废掉并放掉，所有人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一时间，新手村宛如人间炼狱。我还是不服，即使他作恶，
你杀死他又如何？你这样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唐四和李昂分别说道。姜望现在念头无比的通达。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只要我没有道德，你们就没办法用道德绑架我，不是吗？姜望此刻内心无比舒爽，他管什么狗屁的我跟作恶者有什么区别，他只要顺遂己心，无愧他人即可。友好的交流和亲切的发泄还在继续，而外界也注意到了10086号新手村的异样，这个村子的兽族全死了。数位负责招生的大佬纷纷的看向代表10086新手村的沙盘，偌大的虚拟沙盘上，代表兽族的光点仅剩零星几个，这代表有人平推了兽族。但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虽然兽族已经接近死绝，但人类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减少，但减少的速度又不像某位强大的存在直接进行屠杀，更像是包公铡头，一个一个来。死怪哉，这是第几个解决兽族的村子？第23个。所有大佬眼睛一亮，以往能有一个把兽族干翻的，就算是人类又来了一个天骄，而这次一次性竟然有23个。而在大佬身后的徐博不断地朝着旁边的富贵少年诉说着什么，李雪怡也看着那个熟悉的村子，眼波流转。第23章，李昂暴露。友好的交流持续到中午，善良的虫族不断地帮忙打扫战场，看着所有该死之人的尸体，姜望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感觉就像是看到了入侵的小日子选手，尸体堆积成小山一样，赏心悦目。看着姜望嘴角勾勒的微笑，所有战斗人员不由得浑身打起寒战。他们忽然想起曾经的姜望是个社恐，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个令社会恐惧的存在。而另一拨人则觉得姜望是青天大老爷，人间大善人，社恐真是人间美好，但他本人倒是不太在意。虫群收拢，姜望看着3组人的李昂，缓缓调侃道：其实我原本是不太想搭理你的，但你实在是太跳了，杀了人得了好处，你不得低调点？王天的暗影兵种好用吗？姜望的话如同晴天炸雷一般在李昂耳边响起。在萧燕震惊的眼神和唐四难看的脸色下，李昂隐地附体。你什么意思啊？李昂还在垂死挣扎。虽然仅仅是一闪即逝，但我杀李豪的时候，暗影兵种可是从身上冲出来的。还要说更多吗？姜望的表情就好像跟老朋友叙旧。嗨，我还以为你说什么，这是我们团长在临死前交给我的，但我一直留作后手没用而已。李昂故作轻松地说道。是吗？刷刷刷，3只跳虫七身而上，不断地朝着李昂挥舞着利刃，而李昂浑身冒着红光，轻松格挡。你干嘛？李昂目露凶狠，今天怕是很难善了。没事，就是想砍死你，或者被你砍死。又有几只跳虫加入战斗。唐四罕见的没有帮忙说话，反而萧燕站了出来。姜望，我知道你们有恩怨，但也不用。砰！只见李昂爆发5道震慑，直接将周围的跳虫推开，随后如同炮弹一样朝着姜望飞射而去。姜望面色不变，他今天敢站在这里，就代表他有能力横推这里所有人。啪！庞大的精神力宛如苍蝇拍一样，将李昂从空中直直的拍进土里。哟，还挺倔。姜望直接用精神力将在黑暗中试图接近的暗影兵团抓了出来，暴露在所有人视野里。你还想怎么说？那是王老大死前给我的。李昂口吐鲜血，满脸不甘地说道。姜望，你欺人太甚！李昂嘴角渗出鲜血，目光狠狠地盯着姜望。所有人都以为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不好！仅仅一个眨眼，原本躲在深坑中的李昂瞬间到了唐四的身后。噗呲！唐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胸前的还在跳动的心脏。他不明白李昂是怎么来到他身后的，他更不明白李昂为什么在这种时刻来杀他。对不住了。李昂眼神冰冷地盯着姜望，完全不似先前的莽撞愚蠢。忽然周围空间扭曲，李昂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木讷的暗影兵种。砰！暗影兵种当他被姜望捏爆，但凡李昂刚刚撂2句狠话，他就可以阻止他离开了。他妈的！唐四捂着胸前的大洞，无力地抓向最近的萧燕，无力而又努力挣扎的手掌将萧燕的身上弄得满是鲜血。经过数次战斗的萧燕看着面色发白、濒死的唐四，第一次觉得害怕。嗨，救我！唐四无力地喃喃着，他渴望有人能救救他。他是 S 级兵种，是 S 级天赋，他不想死，他还有太多手段没有用，他不想死啊！砰！唐四重重地砸在地上，死不瞑目。所有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唐四死在所有人面前，才慢慢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无数跳虫冲出新手村，朝着四周搜捕，而姜望也放开精神力，一寸一寸的搜索。他不信这种状态的李昂能跑多远，他也绝对不能忍受这样的敌人存活。萧燕还在愣神，
如果李昂对他下手，那他可能也得死了吧？什么伟大愿望，什么强者之梦？他胡乱地擦去脸上的鲜血，此刻的他就像一个梦醒的孩子，无助、害怕。而此刻的李昂藏在新手村某处城墙地下数十米的安全屋，喘着粗气，大口地咳着血，一连损失2个替换暗影兵和姜望那一巴掌，让他受伤严重。这里是他为自己留的后路，是等万一抵挡不住兽族，藏在这里等待入侵日的实现。没想到现在用上了，但这也不是他唯一一处安全屋。从小的经验告诉他，狡兔3窟都算少的，因为这样的习惯，他被称为最狡猾凶狠罪犯。顾不上身体上的伤势，李昂努力地握着还在跳动的心脏，试图从中感应到唐四的天赋。心脏越跳越弱，终于，李昂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检测到 S 级天赋融合，检测到 S 级兵种绿萤草，2选1。李昂面露狂喜，真的是他，毫不犹豫选择了融合。其实他的第一选择是姜望，据他观察，姜望的天赋很可能是加速兵种培养的功能，而且最低是 A 级，这与他的暗影兵契合，所有他才一直留着最后一次吞噬，等待时机。他本来是想等引渡那一天，在所有人戒备心最低的时候，直接给姜望来个掏心窝子的交流。没想到，姜望竟然毫不犹豫地率先发难。从姜望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暴露了，所以他才不惜牺牲一个替身暗影兵接近姜望。没想到他的精神力如此强大，瞬间就控制了暗影兵，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唐四。至于萧燕，应该是跟火系相关的 S 级天赋，与他无异。随着唐四天赋的出现在他的个人栏里，李昂的精神都为之一振。领主李昂，兵种 S 级暗影兵，普通氏族 A 级武道领域，天赋吞噬已完成 S 级融合。随着融合的发动，武道领域直接与 S 级暗影兵和普通氏族融合。丁，融合完成 S 加级军武暗影。此刻李昂的暗影兵如果再次面对姜望，虽说不一定打得过，但挣扎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他依旧是武道领主，但他的军武暗影则因为他的融合提高了上限，变得更加强大。哈哈哈哈！不顾嘴角的鲜血，李昂双目赤红地看着面前泛着微微红光的军武暗影，是他弟弟给他的力量，是他精心融合出来的兵种。姜望，如同野兽的低吼，恶魂索命的声音在安全屋回荡。第24章，疾风狼和黑虎。无数跳虫被姜望撒了出去，并不是他是个烂好人，非要帮王天报仇，而是李昂在看他的时候，那种若有若无的杀意和贪婪，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让姜望将他视为敌人。姜望也是发了狠，掘地3尺也要搞死李昂，即便准备如此完全的情况下，还让他在自己眼皮底下杀了个团长。这要是让他跑出去，既然出手了，就一定要弄死他。甚至很多感应性辅助人员也加入了搜捕李昂的队伍，但他们确实太弱了。若是能够再强一点，哪怕是黑铁一阶，都又可以搜捕到深埋地底的李昂。搜查持续到傍晚，姜望只能先回到虫巢，毕竟那么大一个唐四，在自己面前啪一下就死了。万一李昂还有什么手段没有出，在黑暗中给自己来这么一个掏心窝子的交流，那就亏大了。虫巢才是最安全的家，还是那句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另一边，黑虎和疾风狼险之又险地抵达了距离虫巢1000米的位置。兽族在一个人的手中基本全灭，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昆虫领主的天赋和兵种极其强大，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 S 加或者更高，这也他俩冒险到达这里的原因。如果能够击杀吸收，那么他俩的血脉天赋可能拔高到族内顶尖水平。但你是真虎啊！疾风狼不由得感叹黑虎的胆子，你就不怕有命杀没命花？看着一脸严肃认真的黑虎，疾风狼不由得调侃道：那你走啊，跟我来干嘛？黑虎看都没看他，小声说道：等你吸引伤害，我捡个漏啊。疾风狼贱兮兮地说道。入夜，黑虎看着一批批的跳虫返回来了。姜望在跳虫重重的保护下缓慢前行，而他的精神力近乎覆盖方圆1000米的范围。他不怕李昂明着跟他干，就怕李昂给他整这种偷袭。事实上，姜望的谨慎也没有错。一支3人组的军武暗影小队紧紧地卡着1000米的安全线。远在安全室，李昂看着如此谨慎的姜望，嘴角勾出了一抹微笑。如果姜望因为将自己打成重伤，那么就放松警惕，那今天最风光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他用这招灯下黑，不知道阴死了多少颇具名望的黑社会大佬。那我就跟你好好玩玩，解。眼中尽是狠辣的李昂兴奋地舔了舔嘴唇，直到姜望进入虫巢，暗影蹲守一会儿无果后，才施施然地返回。就在姜望刚刚进入虫巢的瞬间，姜望感到至少有3波人蹲守在周围。因为进入虫巢后，
他的精神力会被虫巢增大。一瞬间，他就发现了3个军武，一头黑虎，一头狼，还有隐藏在云朵之中，时刻准备俯冲的玄鸟。刚刚还觉得自己有几分实力的姜望，瞬间冷静了下来。实力的是最美味的禁果，尤其是当姜望精神力展开，可以从上帝视角俯视所有一切的时候，他的心气无限拔高。若不是长久以来谨慎的习惯，今天至少有2成的几率可能在3方围攻下陨落，8成是生存几率，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姜望啊姜望，顺风顺水的环境让你膨胀了吗？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吗？没有王霸之气，就要有王八之气性，久安才能长命。第一次出门就受到生命威胁的姜望，无限制的开始警告自己，甚至准备着手编制了一个生存手册，狗命3000法。正当自己还在想大纲的时候，黑虎和疾风狼遍体鳞伤的被带来了回来。若不是那暗影兵走得快，那3个暗影兵也得成为军毯的养料。都特么怪你，跑那么慢，连累你爹，天天拽得跟258万一样，傻眼了吧，死定了吧。疾风狼即便被跳虫洞穿躯干，依旧碎嘴个不停，对着黑虎破口大骂，而黑虎却低头不语。姜望看着这有意思的一幕，他当然知道疾风狼为啥骂。若不是黑虎失误导致疾风狼回头打出一道锋刃去救他，说不定他就跑包围圈了。当然，这是疾风狼的异想天开，即便他埋头跑，前面还有大批跳虫等他呢。一虎一狼被禁锢在同一个虫巢，死定了吧！我就说你浑身黑，肯定是个衰仔，跟着你准倒霉。可惜跌风流倜傥，竟然要跟你个黑煤球陪葬。喝退！疾风狼骂骂咧咧。其实他俩表面是宿敌，仅仅是因为2人的血脉力量相似，一个乘风急速，一个幽光瞬移，2个种族在最快上争夺了无数年。而他俩作为新生代的第一梯队，自然从鄙视、争勇斗狠到惺惺相惜，最后依旧相互鄙视。但其实内心早已肯定了对方，一方面是宿敌，一方面是死党。真羡慕你们这些射牛郎，在别人家里都能骂骂咧咧。姜望的声音门口传来，二兽看着1人之力就屠杀整个入侵兽族的人类，露出了惊异。他们一直认为这样凶悍残忍的人物必然相由心生，不说5大3粗吧，但多少得面相凶恶吧。但姜望意外的年轻和儒雅，如果不是在虫巢内，他2人还以为在万族战场遇见传说中的儒生领主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黑虎非常傲娇的将头别过去。哦，姜望眼神微眯，散发出危险的光芒。等等，大佬，你别听这虎逼瞎说，你想知道啥，想要我们干啥，您尽管说，只要不让我们去死，干什么都行。疾风狼赶忙接过话茬，他是个因为对各种球情绪敏锐的感知，所以他成了射牛郎。他刚刚分明感受到了姜望可能并不想杀他们，所以才做着最后的挣扎。你！黑虎怒目圆睁地看着疾风狼，他一直认为疾风虽然不着调，但也算是铁骨铮铮。好啊，你们只要帮我办3件事，我就不杀你们，怎么样？姜望意外的好说话，并不是疾风狼长得像哈士奇，并且咋咋呼呼的让他觉得好玩，而是这样直接杀死他们意义不大。当真？刚才还铁骨铮铮的黑虎瞬间懵了，屠戮兽族毫不犹豫的狠人竟然这么好说话。我说话向来一诺千金，我先说事情，你们考虑下。第一，帮我找个人，我知道你们脑中好像有个定位系统，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不难。第二，给我1000毫升的血和部分皮毛。第三，作为我在你们兽族的内应，可以在不背叛你们自身种族的前提下，保证我的安全和向我传达一些讯息。当然口说无凭，如果你们答应以上条件，那么我将在你们脑海中植入2颗我的精神种子，如果我死了，你们也会跟着我一起与这个世界说再见。当然，随着我的强大，这个种子也会滋养你们精神。说完，姜望就看若有所思的二兽。第25章，哼哈二将。他们不是在思考这个条件太过为难他们，而是这么简单的条件是不是藏的有陷阱？前2个也算条件，别说找一个，你就算再给后面加几个零也行。还有1000毫升血加部分皮毛，别说这点了，你就算卸一条腿也没问题。唯一的就是最后一个，但人家都把前提条件都说好了，不背叛自身种族，这再拒绝就有点不知好歹了。我的个万兽祖神，这种感觉就像是你饥肠辘辘去求职，你别说996，你007都准备好了，只要公司给你口饭，你卖命都成。结果老板上来给你1周4天工作，每天6个小时，1个月3W， 包住宿，交6险2金，不允许加班，全年30天带薪年假。受妈了，说好了，不准反悔。来吧，灵魂画押。哈士奇一样的疾风当即就一口答应下来，老板反悔。黑虎还在深深的迷茫之中，在疾风狼的教授下，姜望与他们签订了灵魂契约。
并在他们脑海中植入了精神种子。事情顺利的让双方都有点不敢相信。看着一脸兴奋的疾风狼，姜望鬼使神差的摸了摸疾风狼的狼头，准确说在姜望眼里的狗头。气氛瞬间凝滞。疾风狼还以为自己得罪了这位大佬，对方准备干掉自己，但发现对方仅仅是揉了揉自己的头。如果说还有更过分的，那就是顺带捏了自己的英俊的狼狗脸。在这种莫名的情况下，姜望看黑虎的眼神都有点像自己看以前的老是吃不饱的大橘。嗨嗨，姜望将手收了回来。那你们就帮我找一下吧。姜望将李昂的衣物从领主空间内拿了出来，并放在疾风面前。疾风看看衣物，看看姜望，最终在姜望期盼的眼神下闻了闻衣物。这东西你们带走吧，这个人大概率不会到处移动，而如果你们需要，我也可以调动新手村的人们配合你们。明天是最后的时间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明天引渡之前找到他。这是黑虎和疾风第一次在这个儒雅好说话的少年身上感受到如此凝滞的杀意。郑重的答应下来后，姜望就离开了牢房，而原本禁锢他们的肉臂也开始给他们输送能量，帮助他们恢复伤势。当他们穿过重重跳虫，站在无边旷野的时候，一切仿佛在做梦一样。对了，那只小鸟好像目睹了你们被抓和被放的全过程，你们自己看怎么办？姜望的声音直接在他们脑海中响起，证明了刚刚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听闻此言的哼哼和哈哈面色一沉。至于名字，只要活下来，谁还在意名字呢？而撸完狗玩完猫的姜望心情舒畅，在安娜幽怨的眼神下开始进行基因的融合和重组。毕竟这次大战将近10大百柳的兽族基因和3只首领级别的基因等待着他的灵性。由于精神种子的存在，自己可以随时观察哼哈二将的情况。安娜感受着主宰的变化，在主宰回来的途中，安娜就已经进化完成，但为了安全起见，一直没有将它放出来。其实在金壳内，他就一直关注着姜望，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从他在姜望脑海中的记忆中，他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一点，就是主宰过于冷漠了。作为虫族，这无疑是最优秀的品质，但作为人类，从小因为出众的智商，所有人要么崇拜他羡慕他，要么就是嫉妒他仇恨他。再加上他孤儿的身份，大人们利用他的聪明才智获得名望，专家们利用他的智慧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夙愿。他是没有感情的机器，是所有人的工具，很少有人跟他做朋友。后来姜望喂养了一只大橘，救助了一只土狗，这是姜望仅有的留恋。而随着他的残疾，见识人性的丑恶后，他也并不在乎，因为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没有感情。但是为了让他的一猫一狗活得更好，他建立了商业帝国，有什么奇思妙想的时候也会发表著作，直到胖橘老死在他的床榻。而土狗也自知大限将至，自己离开，最后在一片芦苇荡接受他的命运。而这个芦苇荡是姜望第一次捡到他的地方，而正是他们的逝去，姜望才第一次真正的理解死亡。随着穿越而来，面对生命威胁也好，被人道德绑架也好，姜望用着以往处理事情的既定方法处理着一切。直到安娜为了姜望的不妥协、不压抑，为了姜望的快乐付出自己的生命能量和宝贵阶级记忆，姜望才真正的再次体会到了人带给他的温暖，才体会到虫巢带给他家的感觉。就好像飞了一辈子的五角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小窝。安娜从主宰心底感受到了快乐和幸福，而他会为了主宰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付出一切。干嘛呢，小安娜？干活了。姜望回头看了看站在原地发呆的安娜，不应该，难道进化一次变懒了？还是因为伤还没好透？可随着安娜直直地扑进他的怀里，他才发现小姑娘竟然长高了。撒娇没用熬，赶紧干活。那么多基因呢，得提供多少进化点？姜望窝在沙发里，安娜也在姜望的身边给各种各样的基因备注。偌大的虫巢随着安娜添置的沙发、床、零食桶各种各样的新玩意，慢慢有了家的感觉。而另一边，哼哈二将已经抵达新手村，在他们脑海中的无数个明亮的小点点聚集在新手村，这是原初界给他们的福利。人类有公平，对应的兽族也有这样的地图。二兽为了任务逐个开始排查，而所有人也在姜望的指令下待在自己的位置，不准移动。大量的跳虫守在新手村内控制着情况。疾风狼快速穿梭在新手村，他已经清晰地记住了衣服的气味，只要人还在新手村，就绝对逃不了他的鼻子。而新手村内也暗流涌动。第26章，你能秒我？搜查持续了一整晚。哼哈二将站在墙根地，看着脑海中的地图，陷入了迷茫。确定是这里了？小黑一脸不信任地看着疾风狼，绝对就是这。当姜望用将近3万的虫群将周围包围后，开始命令虫群向下挖，而姜望则在虫巢内注视着这一幕。上次探查的军武暗影，明显比他捏死的那一只强1倍。能群殴就不要给机会被斩首。今日奋稳剑，随着大批跳虫将周围包围，
安全屋内的里昂也发现了自己暴露了，但他没有着急替身暗影离开。一来是替身是有数量了，即便是自己现在兵种晋升了，也才5个，并且如果毁坏，1个月才能恢复1个，意味着他目前只有3个能用。二来，他想看看姜望是怎么找到他的。10几米的土层在跳虫的快速挖掘下，仅剩半米的厚度。嘣！里昂直接破土而出，远远的就看见了不远处的姜望，顿时杀心暴起，可下一秒就平静了下来。他已经看出来那是幼虫姜望。噗呲，一个愣神的功夫，被一只跳虫用利刃划过小腿。里昂5道领域展开，笼罩周身3米范围，左右腾挪，轻松的躲过跳虫的斩击，目光不断的搜索着什么。而幼虫姜望也注意到了里昂的动作，机会。接着幼虫的身体瞬间爆发将近他精神力1半的体量，笼罩里昂。而被笼罩的里昂也不再挣扎，淡淡的朝着姜望说道：姜望，没必要这样，开元世界马上就要来了，你我不如摒弃前嫌，合作如何？可以，你别走，那就是没得谈了。唰，跳虫的利刃从替身暗影身上穿过，而人形的暗影变成一团影子，如同水一样在原地化开。幼虫也逐渐崩溃。随着姜望的命令，疾风狼带着大批幼虫迅速朝着新手村内跑去。就在里昂替换的时候，新手村众多的亮点中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亮点，虫巢内。姜望摩挲着手指，对于里昂最后的话，他其实有一瞬间是动摇了。他也不想多一个心机深沉、实力强大的敌人。可是换位思考，有人把你弟弟杀了，逼得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一个团长，完事还动用大批人追杀你。在性命危机的时候，你大手一挥，冰释前嫌，要合作，不要战争。你能信？反正姜望不信，反而更加坚定除掉他的决心，并且必须在原初界除掉他的。而另一边的里昂，根据暗影的汇报，无数虫族朝着他的方向奔来。里昂快速朝着人多的地方藏匿，刚刚就在他替换之前，他看到了不属于虫族的兽族，躲已经是躲不掉了，只有在人多的地方才能蒙蔽兽族脑海中的地图。看着脑海中的倒计时，距离引渡只有3个小时了。此时的姜望在大批的跳虫的保护下，朝着新手村移动。没办法了，里昂朝着后勤大营跑去。即便是自己猜测他的替身暗影不多了，但要在3个小时内仅凭跳虫击杀他，只有把自己当诱饵，赌里昂也想杀他。新手村内，在疾风狼的带领下，无数虫族已经包围了后勤大营，无数人被虫族赶了出来，逐一检查。搞什么？听说是追捕里昂呢？我去，他不会是伪装藏进来了吧？谁知道呢？话说，你是？疾风狼远远站在大营外，逐一的排查。每当他想往大营走走，内心就会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忽然，他仿佛闻到了什么血腥味，救命啊！里昂在后面，只见一个满脸鲜血、踉踉跄跄的朝着他跑来的人，不断的朝着周围的虫族求救。而他的后面确实乱糟糟的，无数跳虫围了上去。疾风狼凝视着这个满身鲜血的人，而里昂看着疾风狼，又往后退了2步。兽族，准备战斗！听到里昂的话，疾风狼放下心，鄙夷的看了他一眼，就把注意力放在虫群上。忽然，不对，疾风狼直接开启天赋技能朝后闪去。砰！里昂浑身鲜血，看一击不中，5道一开，快速欺身而上。不远处的黑虎见状，浑身泛着幽光，直接朝着里昂撞去。找死！只见里昂脚下瞬间冒出来一个军武暗影，手握长刀，直直的朝着黑虎劈去。里昂不管不顾，将疾风狼困进3米的5道领域，手中长刀飞舞，刀朝着疾风狼的致命点砍去。不至于啊，大哥！疾风狼被砍得血花四溅，但却避开了致命点。里昂眼见周围虫族已经围了上来，手中刀法愈发凌厉。眼见虫族的救援已经来不及，疾风狼恶狠狠地看了里昂一眼，再次开启血脉之力，直接朝着虫群遁去。眼见斩首就要失败了，看着虫群中已经虚弱无力的疾风狼，里昂一咬牙，他妈的，他们不死就是自己死！一人一刀，直直的朝着虫群杀去。我靠，多大仇啊！眼见这个时候都不愿意放过自己的疾风狼，也发起了狠，朝着更深处的虫群颤颤巍巍的走去。爷就不信，100米的虫群你能秒我？被裹成一团的里昂将压箱底的所有暗影释放出来，朝着疾风狼杀去。从上方看，宛如个箭头型的孤军，以势不可挡的姿态，生生在虫群中凿出一条路。看着越来越近的里昂，疾风狼亡魂皆冒，这特么是个狠人。而里昂也在咬牙前进。虽然暗影的战力碾压虫族，但架不住虫族太多了。现在已经这个程度了，如果放弃，那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杀了这个狼狗了。
眼见就只有20多米了。李昂浑身冒起红光，一刀劈出，15米内的虫族皆被一刀劈死。暗影快速向前杀去，仅仅10米，军武暗影用命生生开出来一条道路。李昂朝着已经无力动弹的疾风狼狠狠地将手中长刀飞出，死！等等，噗呲！第27章绞杀。紧赶慢赶的姜望依旧慢了一步，疾风狼被李昂的长刀狠狠地钉在地上，长刀贯穿心脏，疾风狼眼中全是不敢相信，他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死了。可鲜血不断从嘴中和身体中涌出，砰！替身暗影直接被拍死在地上。再快一步，就一步。而黑虎也快速跑到疾风狼跟前，感受着疾风狼逐渐消散的生机，他有点不敢相信，从族内众多天才中杀了出来，没有死在姜望的手里，却死在这最后一步。姜望看着满眼不甘的疾风狼，缓缓地蹲下身。疾风狼死定了，李昂不是那愚笨之人，刀上抹了剧毒，毒已经从心脏扩散至全身，死定了，但可以转化为虫族，愿意就眨眨眼。疾风狼用尽最后力气闭上了眼，但没力气睁开了。姜望也没有犹豫，在安娜的教导下，将改编过的虫族基因注入疾风狼体内，在主宰血脉的压制下，无数基因融入疾风狼的血肉，而姜望的面色也逐渐苍白。可以了，安娜急的都快从领主空间出来了。姜望直接坐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他缓了一会儿，对着面前的黑虎说道：“怎么，这么好的机会不杀了我？”黑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想过，但不至于，你死他也得死。他也不掩饰，他确实想过，要不直接杀了他得了，他这么强大，肯定能让他血脉晋升。但后来还是放弃了，他不相信姜望没有防备，况且脑中还有个精神之种，就算杀了，不止自己，疾风狼也得死。看着疾风狼身上逐渐凝结的薄膜，眼中闪过温柔。异兽链 Sam， 黑虎的利爪直接探出。好，明白了，我不问。姜望一脸严肃道。抓到黑虎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他妈还是个母老虎，但疾风狼好像还不知道。在将疾风狼放进领主空间后，姜望就跟黑虎商量一下剩余事宜。看着脑海中不到2个小时的倒计时，姜望看着面前的黑虎说道：“你帮我盯着所有的光点。”说着，周围的跳虫朝着每个营帐冲过去。他要赌一次，刚刚自己拍死替身的时候手感不对，他绝对拍到里昂了，并且将他重伤。他赌里昂的不敢在大营之中，那么只能在某个安全屋内，所以要找到他也很简单，只要所有人出城就行。数万人的移动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有同等比例的跳虫就很简单了。无数人被姜望赶出营帐，在跳虫的注视下缓慢地朝着城墙外移动，而姜望就在城墙上用精神力扫描每一个人。姜望，一定要杀光所有人吗？难道你真的成了虫子，要把所有人当养料？看着公屏上里昂的话，姜望笑了，他赌对了。里昂在安全屋内感受着外界的变化，面色阴沉不定。他没想到姜望杀的决心这么强烈，若不是非常肯定脑海中记忆，他都以为姜望是某个他虐杀绑票的亲戚或者男朋友了。况且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仅剩3个暗影重伤，其余统统死在刚刚的战斗中。如果任由姜望这样移动所有人，那么自己暴露是迟早的。慌了，姜望也在公屏上不冷不淡地回复道。虽然姜望完全不理会里昂的心理战，但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人心就是这样，即便大多数人认为姜望不会这样做，但万一呢？排队出城的人看着跳虫无情的复眼和锋利的利刃，想起姜望对待那些非法战斗人员的手段，所有人心里都发毛了。你准备怎么杀他们？砍死还是毒死？砍死吧，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不是吗？里昂不断挑动着人们的内心。姜望看着躁动的人群和接近一半没有出城的人，拿出一份地图对着黑虎说道：“你把脑海中光点的位置给我标注出来，因为所有人都集中在城门和城门外，所以标注也很好标注。看着城门口上密密麻麻的点，20分钟内所有人有序出城，没出城者死。”姜望的声音在城墙上响起，他没有浪费时间解释，而是用最生硬的态度告诉所有人自己的标准。黑虎有些诧异地看着姜望，他一直以为姜望是一位仁慈而又愚蠢的领主，在他眼里，姜望只要将所有人屠杀殆尽，那么里昂也无处可逃。毕竟他屠戮虫族甚至用了10小时不到。一时间，所有人也不再纠结姜望会不会杀他们了。当别人怀疑你准备杀他，你最好真的有能力杀了他们。姜望宛如暴君的言论瞬间激发出所有人的求生欲。时间还剩下9分钟，看着时间逐渐流逝，姜望耐心地扫描着所有人。等等，找到了，就在脚底。砰！3只暗影直接杀出，他们没有直奔姜望，
而是大肆的杀戮周围无辜的人。而李昂则借机冲向城外的人群，唰，噗呲，啪，噗。李昂口吐鲜血，但顺利进入人群。姜望由于精神力消耗过大，竟一时间没有直接将李昂拍死。李昂在人群快速移动，谁挡杀谁。姜望，来，杀了我们！李昂将一个女孩拉到自己面前，一脸疯狂地看着姜望。他太喜欢这样的感觉了，就如同所有正义电影一般，最后那些捍卫正义的英雄总会在这样的时刻犹豫与妥协。鲜血不断地从李昂身上涌出，眼中全是癫狂。而那名女孩在他强大的力量下几乎窒息昏厥，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看向姜望，救我！哈哈哈哈哈！来吧，姜望，来啊！李昂癫狂的样子让周围的人胆寒，外围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里面的人拼命想要远离李昂，嗜血通红的眼睛盯着姜望，露出残忍的微笑。他在躲，姜望不敢放开手脚的杀他，而这招他也屡屡得手。可惜姜望不是英雄，在过往的岁月里，他只是个无情的工具。看着已经快要窒息死亡的女孩，姜望也一瞬间下定决心，软弱只会带来更大的死亡。无数跳虫冲进人群，对李昂进行绞杀。时间还剩7分钟，放开手脚的跳虫以极快的速度接近李昂，一时间惨叫声、哀嚎声不断响起。姜望！萧燕怒视着姜望，为了抓李昂，姜望的一系列行为他都看在眼里，不管他认可不认可，至少姜望从来没有想过对普通人下手。但现在萧燕觉得姜望已经疯魔了。姜望淡淡的看了萧燕一眼，无情冷漠。萧燕一下愣在原地，姜望的眼神宛如在看一个陌生的人或者物品。他从不会怀疑自己的直觉，但现在的姜望好像换了一个人，就好像另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另一个模式，无情的战斗模式。但一时间萧燕被镇住了。而此刻的李昂左右腾挪，甚至不惜用无辜的人挡道，直到他确定姜望是跟他一类的人，视人命如草芥。姜望手握原初时不断的恢复着精神力，他现在的精神力只够他出手一次，所以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永绝后患的机会。时间还剩1分钟，李昂周围遍地尸体，李昂大口的喘着粗气，鲜血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凭着5道机械式的击杀者源源不断围攻上来的虫族，毒蟑螂直接用孢子和毒药不断的喷涌到李昂的周围，凭借着5道领域才堪堪吊着一口性命。此时此刻，李昂仿佛才是那个孤胆英雄，而姜望才是那个阴恻恻的反派。但姜望不在乎。噗！黑虎瞬间出现李昂的背后，避无可用的他只能让暗影帮他抗下一击。暗影当场身死，李昂被拍飞出去。倒计时3、2、1，哈哈哈哈！李昂在空中疯狂的大笑，他撑住了。无数光柱从天空降落，啪！0！终于在李昂最放松的时候，姜望出手了。庞大的精神力宛如无形的手一样，重重地握住李昂的精神世界。噗！李昂口吐鲜血，当场昏死过去，而姜望也陷入了昏迷。第28章，开元世界，我终于活下来了。呜啊！我的腿，我的腿！哎，怎么不疼了？类似的场面不断在接待处上演，而姜望则背靠大厅的最后方，好像睡着了一样，而手中的原初石不断的发出微光。所有人被打散重聚，哭泣与喜悦在各处上演。忽然，一阵庞大的威压袭来，瞬间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各位领主们，鄙人莲花商会会长冯天行，首先欢迎成功抵挡兽族入侵，并来到开元世界。我代表莲花商会欢迎大家。现在，请大家有序进入休息区，那里有各位所需要的一切。所有人都在有序离场后，冯天行站在姜望面前。他早就注意到了异样的姜望，但姜望虽然呼吸正常，但精神力庞大而又繁杂，这明显是属于正在进阶的迹象。忽然，他看到了姜望手中的微光，原初石，并非是他不够强大，无法全面探查，而是原初石本身就属于特殊的存在，这并不是某个势力能够给予的，而是需要原初界认可。正当他想把姜望带到毕竟隐秘稳妥的地方进阶的时候，面前蓦然的出现了2张名片：星海联盟李雪怡，阿诺斯家族徐博。冯天行先是面色一愣，随后一喜：快给他带到贵宾室，把我珍藏的安魂浆液给他喂下。徐博暂且不是，阿诺斯3公子做下头号奴仆。这个李雪怡那可是身份和眼光都高的离谱的奇女子，元素联主的小儿子想给他当弟子，他都不乐意。没成想自己竟然能捡个漏，就算李雪怡找来了，自己也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左右不亏啊。姜望被抬进了奢华的贵宾室，
随着安魂浆液一滴一滴的从唇边喂下，他的精神力也逐渐平复下来。而另一边，李雪怡也感受到自己名片被激发，她嘴角微微勾起。此时的李雪怡跟原初界的并不相似，虽然原初界的也很好看，但两相对比就相差巨大，仅是气质相同而已。尽管是无意识的微笑，也让周围不少年轻的贵族子弟偷偷咽了口唾沫。王老奴家还有事，就先行退下了。李雪怡娇媚的样子让王老一翻白眼，要走就走，少在这耍贫嘴。嘻嘻，李雪怡调皮一笑，朝着远方飞去。随着李雪怡的远去，众多的贵族子弟不知是谁率先的发出一声叹息。哈哈哈哈，王老，雪怡还是这么有魅力啊。王天风旁边的李玉玲打趣的说道。有魅力有啥用？不还是找不到对象？瞧你这话说的，只要雪怡一句话，追她的人能从原初界排到万族领地。屁话！两位大佬在调笑，却让后面的贵族子弟看到了些许与李雪怡百年好合的希望。这个希望年年都有，但却从来没有谁实现过。已经易容的李雪怡朝着姜望的方向飞去。这次去原初界闲逛，本身就是心血来潮，而姜望的名片更是意外之喜，随意为之。虽然姜望的兵种不强，天赋也大概率不会高，但姜望的精神力总给他一种温暖而又坚韧的感觉。对于刚来原初界的新人，精神力本身就是最能够反映个人的本性的东西。内心嗜杀残忍的人，精神力会呈现红色，而心地善良的人则会呈现绿色。大多数人的内心都是五彩斑斓的，交错组成，而姜望则是一种特殊的奶白色，并且没有一丝杂色。凭借内心的感觉和姜望的特殊，他才给出了唯一一张名片。没一会，李雪怡就到达了莲花商会负责的接待区，而冯天行早已在门口等待。李助教，冯天行微微弓腰，朝着已经易容的李雪怡说道：“你知道我？”李雪怡有些惊讶道：“在下刚刚不小心触发了名片的保护机制，安顿好小友，就在此等候了。”冯天行依旧是招牌式微笑。聪明人，怪不得是会长呢。李雪怡了然一笑：“您多虑了，这边请。”冯天行直接扭头朝着姜望所在的贵宾室走去，没有抬头看李雪怡一眼。淡淡的花香从背后传来，冯天行忽然加快了行走速度。很快，李雪怡就再次见到了姜望，而姜望的精神力比较上次大了不止一圈，感受着空气残留的精神波动和安魂浆液的味道。不错，真是个聪明人。比起上几句略带讽刺的言语，这句夸奖就真挚了许多。也怪不得李雪怡，毕竟她的身份，不知道多少人想要通过这样的设计，企图跟她搭上线。应该的，忘了告诉您，阿诺斯的徐博的名片也被激发了，想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行，知道了。李雪怡淡淡的说道。那您聊。冯天行干脆利落的退出，并将门关上，直到走出老远之后才敢大口呼吸，而他的脸色也露出了狂喜的神色。莲花商会仅仅算是个三流商会，堪堪够格承担一个招待区。自己本来是本着搏一搏的心态，才将自己珍藏的安魂浆液送出，并去门口等待。没想到竟然真的能搭到李雪怡这条又白又滑的究极大腿。贵宾室内，看着姜望乳白色的精神团，在中间不断有丝丝缕缕的黑金色精神力，宛如海藻一样飘飘荡荡。李雪怡陷入了沉思，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黑了？虽然依旧是温暖的感觉，但这一抹黑金是怎么回事？而姜望也终于悠悠醒来，而他的精神力陡然暴动，却很快被姜望控制住。看着面前面生的女人，姜望张口就喊道：“李姐，李雪怡，我易容这么差的吗？叫我雪怡吧，叫我李姐总觉得怪怪的。”其实李雪怡也才堪堪28，但是沾了名字的光，比她年纪大的也得叫她姨。看你精神力暴动，咋了？出来前还打了一架？有一个强敌，不知道弄死了没？姜望说话的时候好像喝水一样。李雪怡眼神微眯，听姜望的口气好像是个将漠视人命的杀人狂，但他的精神力却是纯净的奶白色。难道是那一缕黑金？哦，那你告诉姨，姨帮你弄死他好不好？如果此时熟悉李雪怡的人在场，就知道他又开始挖坑了。而姜望接下来的话将直接决定他的命运。不用，那是我跟他的恩怨。第29章，李雪怡。姜望说的话中规中矩，甚至属于不讨厌但也不讨喜的话术。但姜望的精神力却不会说谎，他刚刚的精神力出现了短暂的惊诧、迷茫和坚定的拒绝，就是坚决不想李雪怡参与到他认为危险的事情中。新人就是好啊，不懂得隐藏精神力。李雪怡满意的点点头，继续说道：“那你接下来想去哪儿啊？”星海联盟，像是早就决定了一样。为什么啊？你怎么不去阿诺斯啊？因为我吗？李雪怡好奇的问道。她已经太久没有遇到这种一直跟他聊天
精神力却没有变成黄色的人了。除了那些老头子。姜望看着气质与神情并不相符的李雪怡，他想了想，还是回答他的3连。根据手册判断，星海联盟的一系列措施最适合我们这种外来者。阿诺斯家族虽然对我也不错，但我对于家族式的服役方式并不是很喜欢。而到最后一个问题，姜望短暂的停顿后，在李雪怡骄傲的目光中说道：“不是你给我发的名片吗？”李雪怡瞬间石化。最重要的是，精神力没有一丝波动，说明姜望并没有说谎。他去星海，纯粹是星海适合他。这是他觉醒魅魔领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次有人这么坦率地拒绝他。除了王老那个老头子。你很好，你很棒。李雪怡说完就摔门而出。砰！姜望有些挠头。李助教。徐博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李雪怡早就感知到他在外不远处等候了，但气头上的他也不想多说话。那徐博有些茫然的开口：“去呗，你们不是也给名片了吗？谁给名片谁优先招揽吗？我守规矩。”李雪怡淡淡的说道。徐博也有些拿不准这魔女是怎么想的了，但想起了姜望的潜力，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门。徐博。姜望有些诧异，异世界都这么和谐有爱的吗？姜小友，这是受伤了？嗨，也怪我，路上耽搁了会儿。徐博笑眯眯的说道，好像是姜望许久未见的长辈一般。没什么大事，徐博您，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打算去哪里。我们3公子。徐博话还没说完，房门忽然被推开，李雪怡风风火火的走到姜望面前：“小子，你要来星海，我当你师傅。”随后歉意的朝着徐博一笑，就又出去了，留下一脸茫然姜望和震惊的徐博。徐博，我是打算加入星海的。姜望淡然道：“我懂，我都懂，但姜小友可谨记啊，李助教的徒弟可不是那么好当啊。”虽然消息过于震惊，但徐博还是想尝试拯救一下姜望。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决定好了。看着姜望坚定的神情，徐博心中一声叹息，果然没人能够抵挡李雪怡的魅力。可惜了呀，这么好的苗子。这个是我家3公子的名片，他也会去星海联盟，年轻人聊得来。随后徐博就不再浪费时间，李雪怡这样的条件都说出来了，那还玩什么？赶紧招揽下一个吧。等下，徐博，请问您给那个李昂发过名片吗？姜望依旧对李昂念念不忘。哦，那个啊，我没有发过，他有什么特殊吗？哦，没事，就是我一个朋友，怕他没出事，担心他。姜望挥手送别徐博后，就看见不远处的李雪怡又恢复了先前的淡然优雅，却充满勾人魅力的样子。其实这也不怪李雪怡，是她的天赋和兵种决定的。行了，走吧。而随着李雪怡带着姜望前往传送阵，星海之花招收了一个男徒弟的消息不胫而走。另一边，随着姜望倾尽全力的最后一击，李昂虽然有心抵挡，却无力回天。姜望精神力化为大手，直接捏碎了他的精神世界。现在的他连精神病都算不上，充其量算是没有意识的傻子，行尸走肉。而他也被当作被吓傻的领主，没有登记就成为了承办接待区最下品的家奴。妈的，真倒霉，没有厉害的领主，傻子倒不少。操！李家少公子李天狠狠地将面前的几个傻子暴揍一顿，就算打死也没关系，反正这几个人也没有登记。少公子，听说李助教这次招收了一个新人领主为弟子。你说什么？给我查！而这一幕也在各处王公贵族子弟面前发生着。此刻的姜望坐在李雪怡那看起来就很豪华的飞行器前往传送阵。王天风看着面前的消息，皱了皱眉头：胡闹！把消息封锁，让李雪怡来见我。还有，查查这个姜望。所内，李雪怡丢给姜望一个个人终端，想查知道什么就自己查。还有，不准进来，不准乱动东西。随后就朝着休息室走去。优雅的长裙将李雪怡的火爆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等下，李雪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哼，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有密码？死寂！姜望刚刚忽然感受到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但陡然间又消散。只见李雪怡优雅地说道：终端授权。虽然声音很好听，但总觉得声音有些颤抖。姜望并没有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终端的虚拟屏幕直接映射在眼前。虚拟量子。姜望摩挲着手指思索着，但很快的他的目光就被眼前的信息吸引。写给新手领主的生存守则，开源世界的势力分布，领主必会的36式。姜望眼球不断的快速扫描着相关内容。开元帝国，根据资料的记载，开元帝国幅员辽阔，覆盖了亿万光年内的星系与领地，并且不断在跟万族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开疆拓土。而这胜利背后的原因，正是得益于他们异界领主的存在。将近2个小时，
江望机会看完了基础的势力分布和历史，但江望敏锐地察觉到了，好像所有历史都在刻意的美化，或者说隐藏一个事情，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似乎牵扯一个人——叶晨。第30章，星海联盟。这勾起了江望的求知的欲望，修长的手指快速划过终端。叶晨，性别男，星海联盟的缔造者，万族的毁灭者，开元的破虚者。除了种种这样的介绍，所有关于叶晨的内容好像被橡皮擦擦去一样。当一个男人想要知道什么，或者想要知道某个网站，那么这件事就是至死方休。手指宛如残影一般快速的搜索浏览，终于江望从一个论坛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些许资料。叶晨也是从原初界走出来的，而他的世界好像是一个修行的世界，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武道领主。那时候的开元世界远没有现在对原初界新人如此友好，原初界出来的自带领主天赋和兵种，起初还能为帝国提供新鲜血液，但慢慢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领主变强，并逐渐开始挤兑原有势力的蛋糕，开元世界就开始抵制，甚至暗杀实力抵达一定强度的领主。但叶晨却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杀出，以常人不能理解的进阶速度和各种奇遇，愣是将所有暗杀的人杀退，并不断的在战斗中进阶。仅仅300年的功夫，叶晨拳打救贵族，脚踢中央皇室，还给看戏的元素联盟了一巴掌，生生建立了一个专属于原初领主们的势力——星海联盟。而在他友好交流下，各个势力纷纷达成协议。在此期间，涌出无数领主强者，这才使得即便叶晨破虚而走，也维持了星海的长盛不衰。而更多的内容，江望也是一时半会找不到了。但这些仅有的信息也向江望表明，开元世界对他们这些异界领主，并非像表明那般友善。随后，江望像是想到了什么，回头看看紧闭的休息室，手指在虚拟屏幕上打下李雪莲，唰，将硕大虚拟屏幕铺满的信息，甚至虚拟屏幕周围还有飘零的花瓣围绕，而花瓣中央缓缓地飘出了几个大字：愿我的天使天天开心，爱你的荣。江望的表情宛如地铁老爷爷看手机，就很夸张。李雪莲，联盟之花，年龄绝密，亲属王天风，舅舅，最年轻的铂金领主，万族战场征战铂金兽族，追求者无数，拒绝了元素联盟小儿子的拜师的申请，婉拒了中央皇室的三皇子的提亲，一系列荣誉和过往实际宛如看不到尽头的派一样。看完所有荣誉的江望，又扭头看了看紧闭房门的休息室，第一反应就是完犊子了。他有些木讷，但不是傻。原初界微微那样的女孩都有舔狗为她出生入死，甚至江望都有些怀疑，若不是微微，他跟李昂就不会结下梁子。而现在联盟的花呀，那可不是小仙女，这不得是几千亿乃至几万亿人少男的梦，那得多少舔狗？江望的俊朗的小脸瞬间就垮了下来，早知道就去阿诺斯了。果然，漂亮的女人都是带刺的玫瑰，祸国殃民的陨石。而外界的风暴远比江望来的更加的迅速和炙热，但幸好王天风的能量足够强大，除了仅有的几个人，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江望的画像和能力。但越是这样的作态，就越让众多吃瓜群众急得就像刮地的茶，上蹿下跳。星海联盟高级学院食堂，听说了吗？李助教竟然收徒弟了。马安对着自己的好友说道，肥胖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我反正不信，女神怎么可以找一个男徒弟？一定是哪个沙比公众号的假新闻。他对面的瘦高男子一脸不屑，那说不准李助教也到年纪了呀。你他妈说什么？你他妈再说一遍。忽然马安后面的一群人站起，怒视着祸从口出的马安，怒不可遏的一帮人直接抄起餐盘就打作一团。而校门口更是围了一群人，等待着李雪怡的归来。江望看着终端上不断震动的联系人，备注赫然写着2个字：沙比。一时间江望也不知道挂断还是接听。当当当，那个沙比有电话了。闷头思考自己为什么失态的李雪怡听见江望在门口的话，当场就懵了。啪！你骂谁呢？李雪怡怒视着门口的江望，不知材料的睡袍将李雪怡本就火爆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可江望有些尴尬的别过了头，并将终端放在李雪怡面前。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意识到有些不对的李雪怡一下将终端夺过去。啪！关门的劲风扑面而来，可见力道之大。门的另一面，李雪怡满脸羞红，并不是她故意勾引或是卖弄风骚，虽然是魅魔领域，但她的内心其实是极其保守的。穿睡衣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习惯问题，要知道除了自己的徒弟和舅舅，还没人能乘坐她的超缩。若不是
被姜旺气昏了头。我打你妈打！要死啊！李雪怡对着李荣破口大骂。哦，我亲爱的雪，听见你的声音真是太开心了。李荣是真的有些开心，他第一次感受到李雪怡不一样的语气。你有事说。恢复过来的李雪怡冷淡地说道。亲爱的雪，听说你收了个男徒弟，关你屁事！喂！嘟！李荣看着已经挂断的终端，面色呆滞。啪！终端直接被许荣摔得粉碎。而另一边，李雪怡看着被自己扔床上的终端，还是有些生气。由于联盟的规定，助教若是想成为教授，必须培养一名 A 级徒弟，以最大程度保证联盟的长盛不衰。自己也物色了几个天赋上佳的女弟子，但因为姜旺的奇特精神力，反而弄得现在有些不好收场。若是收的是女徒弟，那一切皆大欢喜，甚至有些人为了讨好自己的女徒弟都会跟着受益。可自己这一任性，等于把姜旺推到风口浪尖。李雪怡看是舅舅的视频，就开始有点头疼，火速换好衣服。喂，亲爱的舅舅怎么啦？李雪怡宛如乖乖女的样子，足以为他迎来任何喜欢和同情。你在那儿呢？王天风一脸严肃，完全不吃这一套。我在回学院的路上啊。姜旺在哪儿？在我的超缩上。砰！视频中传来一声巨响，是王天风的书桌承受不了他的威压，直接断裂了。我已经接驳你的超缩了。王天风的脸阴的都快滴出水了。哦，李雪怡委屈巴巴的应道。第31章星海联盟2。王天风直接动用自己的权限走特殊渠道，李雪怡的超缩用20分钟就走完了原本需要2个小时的路。传送门直接开到家门口，超缩走后门直接停到王天风的小阁楼。噗呲，超缩门缓缓打开，一个黑影瞬间窜出。舅舅！1.7米的李雪怡在1.9米多的王天风面前宛如一个小女孩一般。王天风瞪了一眼企图用卖萌攻势的李雪怡，姜旺紧跟其后走下超缩。一声闷哼，脚刚在地上踩时，他就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压力。姜旺不断用精神力抵挡着宛如泰山一样的精神力，细密的汗珠不断的从脸颊滑落，甚至地上的石砖都有些开裂。每当姜旺适应了当前的精神强度，王天风立马就会加大压力。渐渐的，王天风的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就目前的精神力强度，别说姜旺小小的黑铁，哪怕青铜怕不是已经被压垮在地。时间1分1秒的流逝，李雪怡也有点紧张的看着姜旺。砰！地板碎裂，姜旺直挺挺的昏倒在地。好小子，有种！王天风夸了一句后，就带着昏迷的姜旺和李雪怡回屋。看着躺尸的姜旺，王天风犹豫了一下，对着李雪怡说道：此子的韧性上佳，实力也算出类拔萃，但目前只能当作记名弟子。听到王天风的话，李雪怡长舒一口气。根据联盟的制度，师徒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规则，一旦徒弟犯错，师傅负责清理门户，若徒弟背叛师门，那就基本没有活路，人人得而诛之。反之，如果师傅遭逢大难，徒弟基本也不可幸免。但若是徒弟获得多项荣誉，并且实力快速提升，师傅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并且还有监察局负责监督，避免师傅恶意打压徒弟等，最大程度的让师傅不藏私，倾囊相授，以保证联盟的实力。若是因为莫名其妙的冲动，让外人抓住自己的把柄，跟商议过流程之后，姜旺就被王天风安排人抬走。微风拂过姜旺的脸庞，他缓缓地睁开眼睛。干净的房间，朴素的书桌，一瞬间，姜旺仿佛回到了地球。嘶！精神力透支的阵痛袭来，一下将姜旺拉回现实。良久，姜旺缓缓起身，换上书桌上的浅蓝色制式服装和一块终端手环。手环刚戴到手上，一块虚拟屏幕就弹了出来。星海联盟 C 级学院，姓名姜旺，领主类型昆虫系，通知 X2。姜旺将通知点开。学院通告：今晚7点，所有异界领主抵达大会堂进行开学典礼。李雪怡，星海新手生存手册，别说师傅不帮你。对了，你现在是我记名弟子了，新手试炼上，别给我丢人。想到有点神经质的李雪怡，姜旺摇了摇头，都特么什么人啊。姜旺收拾好东西，朝着大会堂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不断有人看向他，姜旺逐渐加快了步伐。同学，你就是姜旺？忽然在姜旺前往大会堂必经之路上，出现了几名深蓝色制服的学员。是，避无可避的姜旺坦然说道。不用想，自己是李雪怡的记名弟子传出去了，要不也不能刚入学就被人指名道姓的堵在路上。哈哈哈哈！同学不用紧张，学长就是想跟你说点事情。随即围了上来。我不紧张，你有事直说，我赶再去大会堂。姜旺看着围上来的3人，
冷冷地说道。三人面色一愣，他们没想到这个小学弟这么硬气。哈哈哈哈，学弟有点不懂规矩啊，那学长我可得好好教教学弟了。说着，领头的一人释放精神力，朝着姜望压了过来。啊，咋教啊？姜望一脸人畜无害地看着面前的学长。开玩笑，王天风都扛住了，还怕你们这些舔狗小瘪三？看着姜望宛如没事人的模样，巴克面色难看，新人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要知道他可是青铜3阶 C 级学院中上的存在啊！随即用尽全力朝着姜望施展着精神攻击，针刺、刀劈、大锤砸，确实也让姜望有了一点难受的感觉。眼看精神力没办法直接弄晕姜望，旁边两人准备直接动手把姜望弄晕扛走，完成任务。看着逐渐靠近二人，姜望眼睛微眯，庞大的精神力直接席卷三人。噗！巴克直接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而另外两人也是脑袋一阵刺痛后昏倒过去。姜望面色有点泛白，毕竟刚在王天风扛完青铜9阶，精神力本来就属于亏空状态。看着昏倒的三人，确定没人死亡后，姜望快速的朝着大会堂跑去。麻烦。姜望有些无奈道，在这场闹剧之中，这三人也只是棋子而已。通过他在终端上对李雪怡的了解，这3个人估摸也只是被派出来试探他，或者说试探李雪怡的工具而已。一旦自己不敌，那到时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是祸害。而姜望摧枯拉朽的击溃3名青铜级学长的事情快速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中。一座私人会所内，昏黄的灯光下，虚拟屏幕上播放着姜望击溃3名学长的画面。身穿黑丝兔女郎的侍者将盘子中的高脚杯放到桌子上，啪！伊森揉搓着浑圆的臀部，对着旁边的人说道：“有意思，刚入黑铁就能跨一大阶击溃3名青铜，倒也是有点本事。”哼，蝼蚁再强一就是蝼蚁。三人之中居中的一个身影冷哼一声说道：“在新手试炼中处理掉，不要影响大人的计划。”说着，黑影起身离开。昏黄的灯光下露出纯黑色的面具。这些人真无趣。路易，你要不要陪我玩会？另一个黑影起身，金灿灿的头发，迷人的微笑，宛如神国走出的天使。哈哈哈，易少爷好兴致，但我还有一些生意，恕我不能奉陪。随着路易的离开，空气中传来旖旎的气息。第32章3星徽章。姜望站在大会堂内，有点震惊。不亏名字里带个大字，虽然原初界内人类死伤无数，但还是有接近40%的人活着进入开元世界，其中1%的人进入其他势力，剩下30%悉数进入星海联盟。而这些人全部进入星海学院进行基础常识的教学，以求最快融入开元世界。学院一共分为 S、A、B、C 4级，尘埃青铜都在 C 级，白银在 B 级，黄金在 A 级，顶尖学院则在 S 级。一旦进入铂金，就可以说是一方大佬了。大会堂内人声鼎沸。哎，你们是什么兵种啊？我是矮人，我是魔狼，我靠 A 级兵种，大佬啊！这一幕在大堂的各个角落上演。抱团取暖，人之天性。肃静！声音从大堂的中心响起，带着无尽的威压向四周蔓延开来。姜望有些无语，这帮人怎么这么钟爱这一手？不露个王霸之气，浑身难受。大家好，我是王天风，欢迎大家加入星海联盟。空中高悬的虚拟屏幕上映射出王天风的脸。我们长话短说，星海联盟是历史悠久，具有包容。3个小时后，最后这次原初界所有获得 S 级评价的学员将获得3星星海徽章。3星星海徽章获得者将获得以下便利：食堂免费供应，独立单间，免费进入星海试炼1次。这个勋章的获得者有马卡斯、小本巴嘎、姜望，共计143名。徽章直接从中央飞出，悬停在各个获得者面前，而虚拟屏幕上也换成了各个勋章获得者的脸。姜望感受着周围羡慕、嫉妒、贪婪的眼神，淡然地将徽章握在手中。会议的各个内容和各个细则将发到所有人的个人终端。最后，我诚挚地告诫诸位，开元世界实力至上，不管各位在原有世界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势力，在这里一切归零，只要拥有实力，你就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无数人红着眼，紧握双拳，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建功立业，重塑辉煌。金钱、权力、欲望，最原始的冲动激烈着在场的所有人。王天风看着这一幕，露出了微笑。随着会议的解散，无数人涌出会堂，那些勋章获得者更成了香饽饽，周围无数人环绕，堪比国际巨星。而姜望有先见之明，在会议结束之前就开溜了，蒙上脸之后也顺利逃出了大会堂。
躺在自己的独立单间，江望看着关于会议以及李雪怡给的各种材料。数日，江望按时到达课堂，授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学长，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赚取积分的美差事。而积分就是星海学院内的通行货币，除了完成学院发布的任务，只有在星海试炼之中击杀兽族才能获得。讲台上，学长不知道用的是哪一年成就的 PPT， 如同机器人一般诉说着屏幕上映射的内容。帝国最开始，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是既定的事实，是从小就明白的。就比如让你去对着一帮成年人将1+1，你也会觉得乏味无聊。这些内容虽然他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解和学习，但他依旧在认真听讲，毕竟即便是通过语气的变化，江望也能了解到那些信息是对这些开元世界人有特殊意义的。忽然，一个充满神话感的照片铺满了虚拟屏幕，周围的灯光逐渐变暗，一块块碎裂的星辰在周围浮现，无数个堪比行星的巨舰横亘在宇宙之间，严阵以待。开元历1289327年，万族击溃边境，掠夺273个星系，1723个星团，无数人在这场浩劫中死去。而就在危急存亡的时刻，我们联盟开创者叶辰以一己之力横跨战场，击杀3名祖兽，重伤2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史称定国之战。周围的光亮、温度甚至环境都开始变化，所有人都好像身临其境一般。江望四目张望，周围没有了同学，没有课堂，有的只是长达1米的巨舰和各种各样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兵种。而江望的对面，身形堪比行星的巨兽，密密麻麻的万族。忽然，江望头顶划过一道巨大的光柱，狠狠地撞向万族。只见一名男子浑身闪烁着一道法则，在万族之中大杀四方，战斗一触即发。江望瞬间准备召唤出虫族，却被一股难以言说的禁锢封锁了江望的领主空间。就在江望准备使用精神力最后一搏的时候，忽的画面定格，这是定国之战的一个片段。声音从讲台传来，周围的光幕缓缓退去，所有人还沉浸在宏大的战役之中。不少人都已经因为无法释放兵种，情绪激动，甚至崩溃。各位同学冷静，为了防止各位同学无法掌控兵种，我刚刚打开了禁魔法阵。铃声短暂地顿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定国之战仅仅是录像，都已经初步具备法则之力。鉴于各位的领主之力并不高，今天我们的定国之战的片段演示就到这里。下课。讲台上铃声收拾东西就直接离开了。定国之战的片段是每个一个新手领主的必修课，也算是用最方便的方式帮助新人开拓视野。铃声已经离开课堂，江望还沉浸在刚刚的片段之中，绝对会死。就在刚刚他看到叶辰冲向万族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思考，如果自己在这样的战役中，自己应该如何生存下来。可结果是，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想，自己和他的虫族甚至无法经受一个余波。江望自嘲一笑，下马威吗？教学楼，有人捂着裆部羞赧离场，有人还在教学楼内无助的哭泣，但更多人是对实力的憧憬和渴望。江望平淡地朝着食堂走去。由于第一节的定国之战的课程燃起了所有渴望变强的决心，但往后的课程除了基本的常识和历史，很少就涉及到战役了。1个星期后，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明天就是各位的新手试炼，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作为各位第1个星期的代课老师，我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新手试炼除了我们讲过的能够获得积分变强和分配班级等各个情况，还有一项重要作用，让各位认清残酷的现实，亦将功成万骨枯，请认真对待。下课。第33章进化序列。数日，所有新生在操场集合，严肃的气氛在操场上空凝结。相信新手试炼的细则，大家已经在过去的1个星期学习的差不多了，那么开始吧。一位身穿5星黑色长袍的副院长对着所有人说完，一道光幕在他背后缓缓打开，所有人有序进入新手试炼。江望缓缓地穿过深蓝色的光幕，他的眼前忽然一黑，精神力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一股窒息死亡的感觉忽然传来。下一秒，他就站在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周围同样站着不少人。先进来的人已经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团体，而江望站定脚步后，迅速朝着移动到人群后方离去。现在所有人，如果不想死的话，报上自己的兵种。天赋。果然，江望刚离开人群，那几个已经召唤好兵种的团体就对着还没有恢复状态的领主进行了威胁。在新手试炼中，你不仅要提防万族，还要提防自己人。领主击杀万族将获得积分，而自己人如果击败自己人，将会获得原本自带的10积分和身上所有的积分。个人终端会记录领主在新手试炼的所作所为、积分等，并实时上传。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领主濒死的时候会自动将领主传送。
但如果仅是受到创伤或其他情况，个人终端并不负责传回，除非自我了结，触发濒死传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手试炼可以说更加的黑暗。操！干他妈的！啊！在姜望身后传来战斗的声音。姜望面无表情的快速移动，这种抱团欺凌的恶人帮在哪都有。当足够远离人群后，姜望召唤出500只跳虫充当急先锋，并召唤少部分精英跳虫在周围保护。虽然领主空间内有大量的虫族储备，但虫巢没有在发育之前，大规模的行军只能是强大兽族的目标。嗷呜！看着虫族化的疾风狼一马当先，姜望笑了笑，在虫化进化的这段时间可把他憋坏了。而在进化期间，基因的选择和长相也有意无意地朝着姜望印象中的二哈模样化。虫族阿尔卑斯，疾风魔王，速度之主，辅助之王，话痨。生命100，战力100，智力150，技能看得到尾灯吗？提升我方速度100%。鉴于疾风狼超级话痨的特性，姜望不顾他的反对，直接命名为话话汪。而他为了表示反抗，加了一堆的前缀。姜望坐在安娜专门为他设计的跳虫身上，悠闲地吃着薯片。在学院的日子，总归是让他有点拘谨和难受的。在众多跳虫的搜寻下，姜望最终选择了一处合适的领地作为虫巢的安置之处。随着大量幼虫的转化，一座座虫巢基地拔地而起。而另一边，学院的中高层也紧密地注视着这场试炼。数十亿的领主被分配到各个战场。经统计，此次双 S 级领主共84936人，单 S 级领主3894823人。身穿长袍的秘书将情报汇报给会议厅的所有人，而王天风和李雪怡也赫然在列。听说李助教的记名弟子也在这次试炼里啊。首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微笑地朝着李雪怡说道：“是的，周校长。”虚拟屏幕也适时地切换到了姜望的画面。只见一对对跳虫快速离开虫巢，一只只工蜂搬来各式各样的物资，能把昆虫领主发挥到这个地步，也实属少见了。这个记名弟子不错呀。校长看着虚拟屏幕上闪烁的实时数据，也有些惊讶。昆虫领主因为所需的物资和对精神力的要求过高，导致一直属于不温不火的领主类型。而姜望不论是暴兵的速度、基地的防御程度以及兵种的丰富程度，都堪称顶尖水平。而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时候，仅仅是黑铁就可以掌控如此庞大的虫群，可见姜望的精神力之强大。在这场高层都关注的试炼中，由于校长的一席话，姜望彻底暴露在众多人的视野之中。试炼战场内，姜望看着面前的基因不断的进行重组，除了女王卫队依旧在领主空间按兵不动作为底牌，其余兵种都是姜望可以暴露的兵种。他也不怕有心人看到，虫族的强大就是每分每秒的进化。啪！又一条基因链在姜望面前破碎。啊！干！姜望揉着宛如鸡窝的头发，无能狂怒。这已经是第2798次失败了。操！我就不信了！不服输的姜望红着眼，再次开启了基因重组。也不怪姜望如此疯狂，这次刚进入新手试炼，这片土地就给姜望了一个惊喜。工蜂竟然给他带回来了一种卵生昆虫。卵生并不珍奇，令姜望兴奋的是，卵生可以一胞多胎，而在姜望查看的基因上限中，最多可以一胞3胎。如果将这项基因融合进现役的兵种，那姜望的暴兵速度将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提升。啪！失败！啪！失败！啪！失败！第3246次。丁，成功，完成青铜级基因序列，卵生，获得10000点进化点。姜望看着面前柔美而又充满韵律的基因序列，一时间有点痴迷了，甚至连基因点都没来得及关注。越深入见识生物的多样性，姜望就越感叹基因的伟大。姜望揉了揉有点僵硬的脸庞，从0到1的卵生细胞已经重组完成，接下来就是注入兵种之内了。但在此之前，他需要先给自己来一波进化。5000进化点全部投入进化天赋之中，天赋进化完成。C 级天赋进化0100000，作用初步更改宿主基因，初步提升兵种对基因序列的耐受程度。随着进化完成，一阵从基因深层涌出的能量迅速包裹姜望全身。正在筛选基因库，忽然姜望面前出现2金一黑，选择1 SS 加级神念者。介绍：以神念通神，作用可大幅度提升宿主精神力范围和韧性、质量等。选择2 SS 加轮回者。介绍：不死不灭，永世轮回。作用：大幅度提高宿主肉体。选择3即毁灭者。介绍：众神的审判者，众生的拯救者。作用：不详。
姜望看着面前的3个选项，陷入了沉思。3个进化方向代表了3条路。第34章，原初者、毁灭者、神念者和轮回者。姜望通过介绍就可以分析个大概，无非就是一个提高精神，一个提高肉体，而且大概率是根据自己目前所处的2种状况衍生出来的。因为随着阶位的提升，兵种就可以反哺宿主，不至于让宿主肉体羸弱不堪，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召唤类领主可以横跨虚空的原因。如果第一、第二选项是根据自身选择，那第3个，姜望看了眼面前的姜望和不远处陈列的虫族大军，随后嘴角勾出一抹微笑。毒狗的基因动了，选择3，进化方向确定，开始进化。没什么可犹豫的，虫巢内所有的能量全部汇聚在姜望四周，庞大的能量最终化为薄薄的晶壳，将姜望包裹。体内的细胞崩溃又重组，一条条崭新的基因链完成。而随着姜望对能量的吸收，本来就薄弱的晶壳愈加薄弱，照这个速度，恐怕还没进化完成，整个虫巢都要陷入宕机状态。在一旁的安娜面色一变，迅速下令，外围所有的虫族陷入了癫狂。他们的主宰现在需要能量，大量的能量。若不是安娜无法擅自打开领主空间，她都想把女王卫队调出来了。无数虫族涌进平原、森林，所有除了人类的活物，哪怕是矿石，都统统被带回虫巢补给能量。我靠，这是那个大佬隔着洗图呢！沃日，我也看到了，我们小队正在刷怪，刷冲出几百只虫子，直接给怪抢了。他妈的，你敢信？我正拉屎呢！成千上万的虫子从我头上飞过，动静之大，甚至惊动了学院内的观察团。李助教，你这个记名学员了不得呀！是啊，短短2个小时就杀上13区的榜首。而李雪怡一边温婉地朝着各位叔叔伯伯谦虚，一边有点疑惑姜望的所作所为。若不是金壳屏蔽了个人终端的讯息，他现在就想看看姜望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虫巢内，随着虫族疯狂杀戮和攻锋的搬运，姜望的金壳开始逐渐加厚，直到不再吸收能量。而安娜为了以防万一，将卵生基因链融入了跳虫和攻锋基因，并非是不能融入其他兵种的基因。越强的兵种需要的能量越多，类似于毒蟑螂、坦克等兵种，一旦卵生，只会发生双方甚至3方争抢能量，以养蛊的方式制造出更强大的毒蟑螂或者坦克。随着虫巢的能量逐渐充盈，一个恐怖的族群开始从这一刻崭露头角。而姜望此刻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此刻好像在深空中遨游，而周围密密麻麻的星辰内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基因。每当姜望想要靠近的时候，星辰内的基因就会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就好像看到了很久未曾谋面的家人，激动、热情，恨不得立马冲进姜望的怀抱。但由于外围的光幕阻拦，基因一旦陷入不稳定，光幕就会散发炙热的光幕驱散姜望。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遨游，而他的身边也有一个伙伴，原初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初石也随着自己进入了这个未知的空间，并在他的周围一直散发着微光，驱散宇宙的黑暗。不知过了多久，随着周围的基因越来越少，姜望好像来宇宙的尽头，而他的面前赫然出现了没有光幕的基因。他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就好像黑洞一样，小巧的身躯竟压得周围空间扭曲。随着姜望的靠近，那颗黑色的基因忽然动了起来。这时，一直老老实实的原初石也发生异动，不断的围着姜望转圈，好像要把姜望带走一样。而那个颗黑色的基因好像是太重的原因，随着缓慢的启动，它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宛如一颗黑色的流星，眨眼间便要撞进姜望的身体。而原初石也在这时忽然粘上黑色基因，一同进入姜望的身体。周围的空间瞬间破碎，无数基因四散开来。唉，姜望在空间破碎的时候，好像听到一声叹息，但又不太真切。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时间已经到达3天后了。姜望，基因序列，毁灭者、原初者。作用1，绝对平衡，所有属性与最高属性齐平。作用2，生生不息，可快速摄取虚空内各种所需物质，并具备治愈、创造能力。作用3，绝对毁灭，对万物造成伤害时皆为绝对毁灭。刀刀真伤加暴击。位阶，尘埃3星。精神力400，体力400。姜望看着崭新的面板和不升反降的位阶和提升一大截体力，而基因序列给自己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增益，让他一瞬间竟有一种主宰万物的错觉。总而言之，姜望从未感到如此神清气爽过，精神力瞬间覆盖整个虫巢。如果李雪怡现在看姜望的精神力，会发现黑色的精神力已经占据整个精神力的1/3。通知所有13区成员积分榜单，第1名姜望13947分，奖励安魂元浆液 XED。第2名
3星战团3947分。奖励：机械帝国制式特种作战装备 X24 套。第3名，天火战团3723分。奖励：法则参考1条。现在对前10名发放奖励，现公布前100名个人位置，希望各位领主用于争先，五运昌隆。下一刻，姜望的个人终端上就映射出了一张偌大的地图，自己还是用金黄色的圆点非常显眼的标注出，而自己不远处还有第3名、第7名在快速移动。唉，姜望一声叹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种时候发布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榜单，摆明了就是鼓励大家竞争。但问题是，姜望看着占据地图3/4的黑暗，万族还没打完就开始扬鼓。姜望抬头看向虚空，在观察室内，姜望的脸近乎占据了虚拟屏幕，而他的眼神就好像可以透过虚拟屏幕看向在座的众人一样。有意思。守卫的校长微微抬起眉头，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其实这种让强者的争斗本来是在中后期才会安排的，但现在提前拿出来，明显是想增加难度。但校长这个决定显然打乱了剩下29个区原有的安排。但校长仅用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通过了决议：开源和联盟更需要强者，可以力挽狂澜，带领联盟走向下一个辉煌的强者。所有区的负责人不再反对，因为强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万族，还有人类，更何况还有终端作为保障。第35章生物战将。在姜望周围的众多战团，越靠近姜望所在的位置就越心惊。虫群所过之处，别说动物了，草木都没有几根，全部被拉回去充当能量。而且他们还发现不远处有一支规模在300跳虫小队一直衔尾观察，而每当他们想要靠近的时候，跳虫又会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让李旺十分烦躁。萧燕，你说你跟他一个元初界，那你先给大家说说对他的了解吧。李旺看向背后的副团长萧燕，因为李旺本是就是火系领主，兵种是 S 级火魔，而萧燕刚好也是火系，甚至还是元素系领主，一进来就被李旺提拔为副团长，可以瓜分更多的资源，而这也让萧燕受到很多人嫉妒。我劝你们不要去招惹他。呵，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么多人连个虫子都比不上了？一直看萧燕不爽的张三冷哼道：严格来说，是的。萧燕丝毫不在乎张三惊愕愤怒的表情，继续说道：我知道李老大也是在元初界一人干翻好几个万族领主的人物，但姜望他不一样。李旺铜铃般的眼睛一眯，瓮声瓮气地说道：有何不同？我想问李老大，你是借助元初界其他领主的拖延才战胜了几个万族首领吗？是，若不是当时有几位同样实力强大的领主，恐怕我也不能杀进重围。这就是区别。姜望以一人之力在几个小时内杀光了所有的万族，并且支配了所有10086区的领主。张三忽然厉声道：萧燕，你少放屁，一人杀光万族，你怎么不吹他一个指头捏爆元初界呢？萧燕冷眼看向张三，但他并没有理会这个小丑，而是对着李旺说道：李老大，你若是执意要去抢劫姜望的积分，恕我不能奉陪，除了我应得的资源，其余我一并奉还。李旺看着萧燕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脸阴沉的可怕，可下一秒却忽然笑了起来，拍了拍萧燕的肩膀：萧老弟，这是哪里话？老弟愿意把这么珍贵的情报告诉老哥，我怎会不信？既然老弟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那老哥我也不会拿兄弟们的前途冒险，反正地图才开辟1/4，积分有的是。说着，李旺搂着萧燕，一副忠义大哥和任性小弟的模样。可够了，我才是天火战团的老大。张三想要继续说些什么，却被李旺厉声打断。萧燕心中暗暗叹息，妈的，怎么人跟人都这么难？前有李昂银币杀人毫不留情，后有李旺恩威并施，掌握人性，难道元初界还开支？在萧燕的劝说下和李旺的领导下，天火战团成功躲过一劫，而距离他们不过几十里的第7名叶森小队就不是那么幸运了。此时地叶森小队浑身狼狈，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虫族，内心无比的绝望。他们本来想直接进行斩首行动，可突然出现的虫族让他们这支暗杀小队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姜望，你要是个男人，就出来给我们单挑。回应他的只能是无情的利刃。虽然胆敢来抢劫的小队都是个顶个的好手，杀起跳虫也是砍瓜切菜，但实在是架不住虫多，无论是元素还是召唤，都生生被虫海掩埋。而这一幕也在其他处上演。姜望在虫巢内看着一个个小队因为致命伤被终端召回，轻轻叹了一口气。何必呢？随着周围的黄点消失，姜望游开始了摸鱼生活，而他围杀众多抢劫者的画面全被观察者看在眼里。校长微微皱眉，有些不满意，对着旁边的王天风说道：老王，我看这小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怎么有点被懒呢？哈哈哈哈，也多亏的校长看得起他，
这个小子听雪姨说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但我却知之甚少。雪姨，给你校长出个主意。王天风笑呵呵的把问题甩给李雪姨，他跟姜旺这小子才认识几天啊？李雪姨心中暗骂自己舅舅甩锅，随后眼中一闪，根据这个小子第一次不看自己美色，而是看联盟的优势来看，这小子是个务实的人，所以李雪姨缓缓起身，笑盈盈的说道：周伯伯，我这个记名弟子啥都好，就是无利不起早，要不您把那件您珍藏的生物帝国的生物战将放到奖品里试试，顺便让我给他说几句话，保证好使。听闻此言的周乾一愣，随即笑骂道：好啊，原来在这等着周伯伯呢。要知道生物帝国在覆灭的时候就有几件物品作为珍藏留了下来，其余的全部销毁，而他手里的那件正巧还是生物帝国的未完成品，若单论稀有程度，整个开元帝国都排得上号的。想不到李雪姨竟然打起了他的主意。看周乾还在犹豫，李雪姨眼看有戏，又加了把柴火。周伯伯，异界人有句老话，千金买马骨。即便是文化不通，但活了几百年的周乾瞬间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深深看了一眼李雪姨后说道：好，那就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他不能获得，被其他人取走了，那你不仅得赔我一个，并且还要好好修炼。说完，周乾不等瞬间垮下来脸的李雪姨说什么，就直接发布全区通知。全区通知，此次奖励变更，变更内容如下：铂金级奖品加入生物战将。当前铂金级奖品有火神之种 S 级兵种契约书、安神原液100克、铂金级星梭战舰、武道之韵生物战将。区冠军可获得黄金级奖品，总区冠军可任选铂金级奖品。所有人看着奖池的增加有些疑惑，但其余负责人可就大为震惊。此次铂金级奖励虽然不能说对所有人都有用，但却基本覆盖了所有种子选手。而校长临时私人增加的生物战将，名字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实打实的帝国遗产。要知道，生物帝国在以前是可以跟开元帝国分庭抗争的存在，这个生物战将不可谓不珍贵。而另一边，姜旺看着奖品通知和李雪姨发给自己的信息。通知：李雪姨 X2， 小子，别说我这个当师傅的不照顾你，看见那个生物战将了吗？别说没给你机会哦。TMD， 你要是敢拿不到那个生物战将，你就死定了。张牙舞爪表情包。第一条讯息他还能保持一个当师傅的威严，但一想到万一这小子不争气，那自己可就亏大发了。越想越气，最终有了第二条讯息。看着李雪姨的讯息，姜旺陷入了迷茫。丁，李雪姨讯息：生物战将半成品，生物帝国遗产，蕴含生物帝国最完美的基因链，传说一旦完成，就可人造破虚强者。李雪姨，好自为之。而这条讯息在姜旺眼里就3个关键点：生物最完美，基因链。一瞬间，姜旺那种摸鱼、自保、收集基因的心态一下就变了。他本身就对基因感兴趣，在亲手创作过众多基因后，更是对基因的知识产生无尽的渴望。第36章寒冰炎。当即，姜旺继续投入基因研究，而他的进化点也飞速增长。整整1天的时间，姜旺就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人家是修炼或者杀万族才能变强，自己不一样，只要进化点管够，明天铂金，后天大师，3天直接成破虚强者。但问题也在进化点，由于这次进化让自己不仅仅退化到了尘埃3阶，还让自己的提升所需的进化点大幅增加。经过1天的努力，也才提升到尘埃5阶。为了应对未来会发生的其他危险，姜旺又开始了外扩张、内屯兵。但就根据目前姜旺的状态来说，虽然他个人实力有了很强的进化，但跳虫却是有些不够看了。这帮领主经过学院的短期培训，基本上比较强大，都能在面对几十只甚至上百只不落下风，还有被团灭的风险。而提升跳虫的攻击等各个方面又需要海量的进化点，这对目前穷的一批的姜旺来说是不太能接受的。所以姜旺另辟蹊径，在卵生和增殖的作用下，他的虫族大军有一个堪称恐怖级别的爆兵速度。整整15天，姜旺都在持续爆兵和研究新的基因链的过程中，跳虫多的甚至从上空看，甚至能看到好几10块黑色的大斑点。而这还只是表面的，在地面之下，无数工蜂正在源源不断地朝着虫巢运输矿石，整个地下基本都快被凿空了，甚至还有不少虫族躲在地下。而虫巢外，军体已经向外扩张了8000米，虫巢周围建筑林立，各式各样充满魔幻建筑屹立其中。而这些建筑并不像电视剧中蠕动着肉壁和粘液，反而在姜旺的设计下充满了生物的美感，不仅干净整洁，甚至排列有序。军毯上堆满了工蜂运来的物资。虽然跳虫的孵化能量少，但为了争夺冠军，姜旺不容有失，能量的储备确保了姜旺随时开启超负荷模式。甚至所有的兵种都在这15天之内迎来了几十波更新和换代。而姜旺的这波操作
都给观察室内的大佬整麻了，怎么发布奖励后还更狗了呢？此时与万族对战的前线，不行啊，挡不住了。此时逃过一劫的天火战团看着铺天盖地的万族，人都骂了。由于前期的抢劫和内讧，直接造成了2成的领主离开了试炼战场。而此时的恶果就是，人类此时面对来势汹汹的万族，不能说无力抵抗吧，只能说是节节败退，全靠几个猛人顶住战场，力挽狂澜，拯救了几个突破点。老大，撤吧！张三亲眼看着有个猛人杀进万族之中，随后被埋伏在侧的万族首领围攻致死，甚至没有来得及被终端召唤回去。战争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万无一失。前线高危，所有人集结。如果我们挡住了，即便你们躲起来，也不过是推迟时间而已。只有所有人团结起来，才能抵抗万族的入侵。在区频道发布通知的是前线一位大佬，冰霜系领主曾一己之力动杀将近方圆几百米的万族，甚至诛杀了不少首领，可见前线告急。而此时姜望的联合兵种军团已经在开赴前线的路上，而一个军团单是毒蟑螂和坦克就足足 10W 只，至于跳虫起步 20W， 而这样的军团姜望有30个。他瞄了一眼99家的信息栏，根本没有点开看，肯定是一大堆人骂他的。虽然现在他的积分已经跌落至第9，但依旧有很多人对印象深刻。而事实正是如此。砰！韩冰岩狠狠地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这个姜望就这么想做收渔翁？而在场其他人也面色各异，或愤怒，或不屑。哼，沽名钓誉，就他这样，即便活的时间长，评分必然降低。李四不屑地说道。算了，这边已经守不住了，想办法后撤吧。萧燕猜到姜望肯定又躲在某处一个劲的暴兵，但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撤？怎么撤？能撤到哪儿？韩冰岩看着萧燕怒喝道。看着情绪激动的韩冰岩，萧燕欲言又止。他确实没有资格指挥韩冰岩。这个世界虽然自私者居多，但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存在的，而韩冰岩就是之一。他为了前线，为了所有的领主所展现的大无畏精神，可牺牲精神，让萧燕感到一丝的羞愧和不可思议。看着沉默萧燕，韩冰岩逐渐冷静。前线倾覆在即，一旦后撤必然产生巨大的伤亡，所以必须有人断后。多的不说，我就一句话，愿意断后者请起身。韩冰岩扫视着帐内的各个大佬强者，而被他看到的无一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虽然有终端作为保护手段，但这个手段并不是100%的有效，只要被几个首领集火，甚至来不及传送，就会身死道消。沉默。有人经受不住内心的考验，对着韩冰岩说道：何必呢？我们好不容易觉醒了强大的能力，只要活着就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装什么好人？一时间群情激愤。人就是这样，一旦有人的光辉伟大到你不敢直视自己，人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将这道光熄灭，或者让这道光不那么纯粹。这样大家就又在同一个档次了。韩冰岩淡然的看着那些人正义凛然的嘴脸，心中升起一丝悲凉。呲，凳子被推离地面的声音响起。韩冰岩看着一脸释然的萧燕，露出了会心一笑，随后并肩离开了营帐。不后悔？韩冰岩看着表情轻松的萧燕，还行，有点后悔，但忍得住。萧燕开玩笑道。但其实这一刻他是放松的，是愉快的。在原初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意气风发少年郎，为了自己的朋友兄弟，他奋勇当先。他也像昨天死去那人一样，站在众人之前挡下了黑虎。但后来姜望的一系列举措摧毁了他，他认为姜望不对，却没有阻止姜望，也不敢。他认为李昂该死，可唐四真的在他面前死去，温热的鲜血和冰冷的双手死死地抓住他，抹在他的脸上的时候，他恐惧了，他畏惧死亡。所以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他加入了李望的团队，即便知道李望也是个自私自利阴险的人，即便战团有那么多人令他不耻，威胁、抢劫、侮辱，当这些事发生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竟然默许了。直到遇到了韩冰岩这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在这个异界给自己的同族带来温暖，虽然他是冰系异能。第37章虫群参战。所以当这一刻，当他并排跟韩冰岩站在阵地前的时候，他好像感觉一切都回去了。他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时候，回到了那个不顾一切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少年郎。萧燕向前一迈，霎时间他身上火光冲天而起。黑铁入青铜，他本来就是绝顶天才， S 级的天赋， S 级的火系领主，本该如此意气风发。韩冰岩惊异地看着萧燕身上散发的压力，爽朗一笑道：萧兄，能跟你并肩是我的荣幸。随后一冰一火
宛如一龙一虎，狠狠地撞进万族之中。本来已经溃散的领主、驻族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有人热泪盈眶，转身离开；有人叫骂着加入战斗。CAO 你妈的！万族倾覆之下，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躲藏苟活。但我们汉人有汉人的骨气，即使是在异界，宁可与中高歌死，不去寄人篱下活。这些人里，有人可能会被中端救回学院，但也会有人留在这片战场上。冰与火焰飞舞，嘶吼与惨叫并存。观察室内，众多大佬看着这一幕，在开元的世界，也是有无数如他们这样的英雄，才能在凶狠残暴的万族手中，一寸一寸地抢下一块又一块土地。虽然试炼战场内的人实力卑微如蝼蚁，但他们的精神却让众多联盟的人感到动容。准备开启他们的等等，周前刚准备提前开启终端，救下这些未来的栋梁，突然就看到了什么，停了下来。战场后方，张三回头看了眼被万族牢牢包围的萧燕，杀比。可当他在扭头撤退的时候，忽然好像看到了什么。老大，你看那黑点是什么呀？张三叫住准备离开的李旺。若不是张三是跟他好几年的小老弟，李旺真想现在呼死他。难得大的烟尘，不是万族，难道还能是援军？咚咚咚，声音越来越近，声势之大让万族都有些愣神。难道后方又增兵了？张三终于看清了扬尘之下的物种，虫群。张三的男高音让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虫群不可怕，可怕的是漫山遍野看不到尽头的虫群。姜望的第一批大军到了，无数跳虫杀进万族。虽然单兵素质比不上万族，但姜望胜在数量多呀。哈哈哈哈，咱俩不用死了。伤痕累累的萧燕对着身后的韩冰岩说道。以他对姜望的了解，只要开始动手，那就是势如雷军，不可阻挡。可能活着再说吧。韩冰岩有气无力道。萧燕是提升到了青铜，能打这么久，自己可还是黑铁9星，差点嗝屁。而虫巢内，姜望也紧密地注视着这场战斗。安娜亲自指挥，姜望监督。为了以防万一，姜望又派出2支大军包抄绕后。虫族出征，寸草不生。骨灰都给你扬了。在所有人震惊的眼中，一支支坦克高高跃起，又重重地砸在万族之中。毒螳螂的覆盖式攻击也给跳虫开辟了作战空间。各个兵种之间各自为战，却又完美协同，真是原始而又充满暴力的战斗。这是所有见到虫族战斗由心而发的第一个感叹。观察室内，李雪怡骄傲一笑：“老娘徒弟，看见没？老娘第一个徒弟。”那神情就好像李云龙手下王有胜，但却因为长相不同，有一种异样的可爱和美感，让在座的一些长辈都有些忍俊不禁。李助理这个徒弟不简单呐。资源处的主任笑着对李雪怡说道：“可不是嘛，看来咱们周校长的宝贝要守不住了。”财务处的主任也幸灾乐祸道。而李雪怡也有些不好意思了，都是学院领导的好，要不是各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的栽培，也不会有我李雪怡的火眼金睛。李雪怡腼腆一笑道，一番言语引得堂内哄堂大笑。哈哈，是啊，就是。王天风也被李雪怡逗得心情大好，但看到她那可爱的神情，又好似想到什么似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痛苦，无意识地发出一声叹息。在座的谁不是人精，当即就明白了王天风想到了什么，随即气氛突然有些尴尬。而刚刚还古灵精怪的李雪怡也有些落寞地坐下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个皇室，不就是个魅魔吗？只要解决魅魔，我们也不惧皇室。周乾忽然面色一冷，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势，厉声道：“周伯伯！”李雪怡看向一向温和仁慈的周乾：“小雪怡，你不愿，没人逼你，乖。”周乾忽然恢复笑脸，对着李雪怡说道。李雪怡僵硬一笑，却失了刚刚的神采。见此，周围人无不内心暗叹。李雪怡可以说是继叶晨之后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破虚强者的人。虽然他现在才刚刚入铂金，但他却拥有双 SS 加兵种和天赋。赵义人民众才出了这么一个 SS 加级兵种魅魔之主，可进入敌人精神世界，魅惑敌人，杀人于无形；也可在现实中魅惑敌人，被魅惑者都将成为奴役，被榨干后化成飞花，沾染飞花后就会被魅魔之主标记。可进入精神世界，也可通过精神控制对方。虽然极其强大，但却有个极其严重的缺点：魅魔之主已经不能算兵种了，他甚至算一个人，一个物种，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被人掌控，更何况是一个魅魔之主。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想占据李雪怡的身体。魅魔每天都在变强，李雪怡也必须每天变强，压制魅魔。可一旦变强，魅魔也会变得更强，就陷入了死循环。还有一点就是，每3个月就会有一天，李雪怡会极其渴望男人，而且一旦真的破了完璧之身，那么她就会被魅魔迅速占据身心。
且完璧之身会给对面那个男方提供一半的修为。但皇室可以付出巨大代价解决魅魔，但代价就是李雪怡要嫁给皇帝。这个也是联盟忌惮皇室的理由，他们有理由怀疑皇帝那个老家伙很有可能想要借用李雪怡冲击破虚。SS 加级天赋摄魂夺魄，效果1：精神类光环，增强宿主的精神属性，大幅度增加精神质量，并附加魅魔精神属性。效果2：魅魔之主，任何对宿主心动的人可被宿主听到内心的声音，对宿主产生好感度的人无法抵抗宿主的要求和命令。效果3：魅魔之主，吸取对宿主心动人的精神力量和修为。所以李雪怡从小都被王天风严格保护，从未接触过男人。可即便如此，整个开元世界喜欢并想要不择手段得到她的也大有人在。第38章战斗结束。这也是王天风得知李雪怡招收了徒并共处一室后无比震怒的起因。王天风当初也并不是想试炼姜旺，是真的想拍死他。但经过他与李雪怡的反复测试，发现姜旺无论是对李雪怡的魅惑精神力，还是魅惑之主，都有极强的抵抗力，甚至说免疫力。就好像他对女人没兴趣，而他一处于姜旺的精神范围之内，就有种温和的感觉，而不是魅魔给他无时无刻的燥热。这也是李雪怡感觉姜旺独特并失态，想要与之交谈甚至收为徒弟的最根本原因。不同于观察室内有些沉闷的气氛，试炼战场上姜旺跟万族都火并已经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经过短暂的混乱，万族迅速调整战略，大量精英万族朝着侧翼集结，势必要将虫族阻拦在外。接近50W 的万族在各个首领的指挥下，宛如万兽长城，狠狠地撞上了黑色浪潮。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空前绝后的场面，鲜血与四肢横飞。虫族悍不畏死，但兽族也不是那些原初界的小卡拉米。新手试炼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万族与人类达成的协议，既是试炼，也是较量。况且人类这边还都是异界新人，而万族那边都是听过见过培训过的，一时间战斗素养都高下立判。挡住虫族的万族逐渐开始发挥优势，虽然他们不如虫族凶悍，但血性也不差，尤其是万族的单兵势力和姜旺制空手段的欠缺，虫族逐渐落入颓势。跳虫和后方的毒蟑螂在空中飞兽接连偷袭下，已经开始出现不小的伤亡。见此的安娜开始额头冒冷汗，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别慌，慢慢来。姜旺平静的声音在安娜身边响起，你是虫族的女王，一人之下，万虫之上，不能慌。随着精神力安抚，安娜逐渐冷静，神情冷峻，一道命令快速下达。一支蜘毒蟑螂部队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出现在后方，蓄势待发。安娜冷静地审视着局势，由于空中能力的缺乏，敌方空中飞兽为了更全面、更高效的打击，往往会在毒蟑螂阵地的上方和前上方进行攻击。那现在就是等一个机会。忽然，安娜目光一凝，就是现在！所有的毒蟑螂在同一时间发射，而目标就是毒蟑螂阵地。此时毒蟑螂阵地上空，巨大的狮鹫看着全面覆盖的毒液，发出绝望的嘶吼，即便全速后撤也无济于事。一时间，铺天盖地的毒蟑螂将万族的空中势力摧毁殆尽。不仅如此，由于毒蟑螂直接毁灭性打击了前方阵地，导致毒蟑螂和跳虫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可安娜依旧面色冷峻。随着一波波的坦克顶在前方，毒蟑螂足足花了1分钟才有装填成功，而这一次却不是毒液，而是致命的孢子。万族阵地前，萧燕和韩冰言确定人都已经撤离后，也飞速撤离。慢一点，慢一点，求求你了，再慢一点！萧燕不断的内心呼喊。砰砰砰，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萧燕一愣，随即又加快了几分速度。跑！一波波孢子攻击徐进弹幕式发射，瞬间笼罩整个战场。而萧燕和韩冰言也在最后时间跑出了攻击范围，捡回一条命。而孢子烟雾内，一只跳虫身上长满了蘑菇，却依旧狠狠地将手中利刃刺进面前的万族的胸膛。一时间，兽间炼狱，虫族用尽最后的生命和力量，狠狠地为主宰挥下最后一刀。而孢子范围内的兽族却已几近绝望，无数在战场上受伤的万族率先地长出了一个个蘑菇。而那些实力稍强的首领级别万族却还能勉强抵抗，并不是孢子变弱了，而是对手变强了。再加上姜旺一直没有找到提升孢子的良好基因，可即便如此，毒雾包裹之下，只有寥寥几千只首领级万族踉跄地跑出孢子范围。可迎接他们的是新一轮绝望。绕后的第2军团也到了，救！七彩孔雀的羽毛尽数脱落，而他的身后已经倒下了上万只跳虫，
甚至还有10几支坦克，形成了一道万族与虫族的尸体大道。他已经是战场上唯一还在战斗的万族了。他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却在短短的半天时间沦落至此，甚至连对方的领主都没有看见。看着杀不尽跳虫，孔宇目露悲怆。救！忽然一股血脉之力冲天而起，而他也在血脉之力的接引下眨眼间离开战场。他本可以不用血脉之力接引，奈何此次前线 50W 万族全军覆没，连一个能传信的都没有，只能爆发血脉提醒后方剩下的万族。姜望看着眨眼间便消失的七彩姬，也有点可惜。刚刚的围杀中，除了中低型万族，但凡看着高大上的，基本上最后都以这种方式来离开。但姜望也以迅雷不及之势斩杀了几个血脉薄弱的万族。赶来的第2军团也不墨迹，迅速进入战场，补刀的补刀，拖走的拖走。毕竟第1军团也损失惨重，没有能量怎么爆兵？至于死活，军团可不管你死活。工蜂迅速托运各式各样的尸体前往后方。人族战线，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这一幕。50W 万族啊，他既是50W 头猪，那他们都得杀上1天1夜吧？而姜望仅仅用半天的时间，杀兽、搬运、再消化，除了地上的蘑菇和被鲜血浸透的土地，恐怕没人会相信这里刚刚竟然发生了一场100W 级别的大战。张三有些愣神地看着那井然有序的虫族，咽了咽唾沫。老大，他应该不知道咱们当初要打劫他吧？啪！闭上你的乌鸦嘴！李旺狠狠地给了张三了一巴掌。他妈的，这时候提这个，怕不是想给他洗裤子？而另一边，在大量跳虫的保护下，姜望开始移动虫巢。第39章，翼龙。首先是因为自己这个位置离战场的有些远，不利于物资的运输；其次是因为周围的物资，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基本也都挖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第2、3军团绕路的时候，姜望发现了一处比现在更加完美的场地。对于虫族来讲，不需要什么地理优势，只要是广阔的平原就是最好的战场。更何况资源丰富，而姜望也难得忙里偷闲，终于可以短暂的休息。要知道，他为了那生物战将，每天最多就睡3个小时，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若不是有天赋可以汲取虚空中的能量，他怕不是要成为第一个累死的虫族主宰。姜望葛优瘫在沙发上，安娜则在旁边细心的给姜望按摩，全然没了之前严肃冷漠的模样。感觉怎么样？是不是1回生2回熟？姜望笑着对着安娜说道。安娜有些羞赧的低下头，她刚刚确实有一种主宰的感觉，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大批的万族和虫族死在她的手中，不仅没有其他感觉，甚至还有了一种异样的感激，那感觉像是愉悦。姜望看着害羞的小妮子，笑了笑，就不再挤兑她了，开始复盘起今天的战役。安娜虽然初期有些紧张，但在进入状态后，任何一个决定和时机可以说是准确无误。而姜望想的是去哪儿整个空中兵种，或者以什么为原型创造一个空中兵种。另一边，明亮的大堂内，这是众多世家所组成的试炼战场，而参赛人员也是各个世家的招揽的地球领主。李氏少公子李天无聊地盯着虚拟屏幕，真是的，老头为啥非得让我来盯着，还说什么不能小看异界人？小李啊，我觉得你们异界人垃圾，你觉得呢？李天斜眼瞄了一眼旁边的李昂，少爷说的对，要我说，什么异界的天才，给您提鞋都不配。李昂一脸谄媚的笑道。自从李天带回家后，李昂一直是痴傻的模样，本来都李氏都准备将他扔到街头当乞丐了，没成想他的脑中突然又灵光了。但只有李昂知道他哪里是突然灵光了。姜望原出界最后一巴掌生生捏碎了他的精神世界，而他也陷入了混乱状态，最后凭借着强烈的不甘才将2片碎片拼合在一起，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虽然拼凑了2片，但天赋和兵种也都处于无法运用的状态。当李昂得知自己没有被登记后，就暂且留在了李氏。李氏虽然算不上名流望族，但也算是个不错的3流家族。他凭借着3寸不烂之舌和厚颜无耻，成功的混到了李氏少爷狗腿子的位置。爷累了这仨儿，你在这盯着，也去快活会儿。李天搂着身边2个娇滴滴的美女，一脸淫笑的起身对李昂吩咐道。仨儿是李天给李昂起的，原因是他觉得李昂不好听。好嘞，少爷，您忙有啥事叫我就成。李昂忙不迭的点头哈腰。当李天走出大厅的时候，有不少人回头看了看这边的情况，而李昂也朝着每个人弯腰点头。当所有人不再注视他这个小人物的时候，李昂谄媚的脸上闪过一丝阴狠。看着虚拟屏幕上的新手试炼，他知道姜望必然也在其中，可一想到此时一明一暗，他就不自觉地舔了舔嘴角。新手战场，姜望已经完成了搬家，
甚至各式各样的建筑也已经拔地而起。虫巢内，姜旺并没有管面前各式各样的基因，而是一头扎进了飞行基因里。没有制空权的日子，他是一天都受不了了。将对外作战的权利直接交给了安娜，并告诉她击溃一切来犯的敌人，保护虫巢。说完，姜旺开始了他的研究。在密密麻麻的飞行基因中，姜旺甚至看到了不少类似于地球上的生物，有类似于翼龙的巨大鸟兽，也有小如苍蝇蚊子一样让人深恶痛绝的蚊虫。姜旺思索着，他不禁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空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攻击力、飞行能力、生存？当然，这些姜旺都想要。对于种族来讲，目前为止，飞行能力最为重要，而飞行能力又细分很多种。姜旺忽然灵光一闪，巨脉蜻蜓，对，这是一种在地球寒武纪事情所产生的物种。强大的悬停和飞行能力正是姜旺目前所需要的。至于其他，可以慢慢加吗？如今，姜旺就要拿他的基因作为以后飞行兵种的蓝本。说干就干，姜旺迅速调出与蜻蜓最为相似的几个物种基因链，然后开始亲自操刀创造。恢复能力、攻击基因，随着不断的注入新的基因链，原本和谐而富有美感的基因链瞬间变得臃肿不堪。姜旺当即放弃了这条基因链。过于臃肿的基因链不仅会给创造出来的物种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还会激活各种各样被淘汰的基因，而最终的产物很可能就是一堆的粘液。姜旺皱眉思考，很快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诞生：没办法注入，那就融合，让基因自由的筛选组合。姜旺直接从基因库中调出了成百上千被标注好的优质基因链，开始了漫长的尝试。而安娜也开始全面接管战场。1个星期后，操！我真他妈牛逼！蓬头垢面的姜旺唯有眼睛闪烁着惊人的光芒，而他的面前映射着他最终的成品，螺旋向上的基因链以及初步估计成品的照片。稀有翼龙，飞行速度50，生存能力80，攻击能力75，独立创造稀有兵种翼龙，获得进化点加50000。翼龙全长将近8米，翼展将近12米。因为融入了这次获得的翼龙基因，成功将蜻蜓原本脆弱透明翅膀转化为特殊皮质的翅膀，并且在蜻蜓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昆虫螳螂的基因，拥有2只硕大而又锋利的连刃。随后又融入了寄生体等各种细菌的基因链，每次飞行的时候都可以产生腐蚀性液体，并储存的身形两侧的喷射口，而尾端寄生了一种坚韧寄生虫进行喷射或者捶打，甚至血液都具备腐蚀作用。整个翼龙可以说就是空中的镰刀，还是对空对地皆可的双料杀手。姜旺看着面前彻头彻尾的杀戮机器，作为一个学者，有些感慨：造物啊，这可是上帝的权柄。第40章，我想不到什么标题了。很快，孵化池迅速按照姜旺的要求进行了孵化，但从孵化池出来的翼龙无法第一时间进行起飞。虽然这不算一个问题，可一旦战事焦灼，那么这一点点的时间就可能决定战场的走向。姜旺上前查看翼龙的各项机能，左看看右看看，他实在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完美，这就是他创造出来的空中杀戮机器啊！随后，翼龙缓缓起飞，而姜旺召唤了一支坦克在不远处，下令翼龙进行攻击。唰，砰！很快，战斗结束。坦克坚硬的盔甲在翼龙硕大的尾锤下不堪一击，并不说尾锤的威力有多大，而是由于寄生体和气孔的存在，每一次尾锤的挥击都会有气体喷射而出，瞬间加速尾锤的摆动，而尾锤上的尖刺就是最致命的武器。但这还不是坦克迅速陨落的原因，尾部的寄生体会吸收翼龙体内产生的气体，并产生生物反应，喷射出强腐蚀性液体，甚至可以在远攻的时候凝结成小球进行打击。而翼龙的恢复能力也堪称恐怖，甚至可以说是虚空恢复。它们可以通过飞行产生的各种气体，在生物细菌的帮助下进行快速的恢复。从刚刚的战斗中来看，只要不是致命伤，只需要让他自己出去飞10几20分钟的，就可以再次加入战斗。姜旺立即转身返回虫巢，当务之急是赶忙设计出来一个专门供翼龙使用的孵化塔。安娜看着忙忙碌碌的姜旺，欲言又止。兵种难弄，但建筑却非常好做了。没一会，一个名叫尖塔的虫巢建筑出世，新增虫巢建筑加2000进化点。很快，虫巢外就树立起来一个新的建筑，庞大的尖塔宛如哨塔一般耸入云端，而尖塔中上部巨大球形则是一个孵化池，翼龙一出生就可直接进入战斗。上方则是一些对尖塔的保护措施和翼龙休息的地方。正当姜旺欣赏自己杰作的时候，安娜诺诺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主宰，怎么了，小安娜？心情大好的姜旺揉揉安娜的脑袋，
这段时间也是辛苦他了。主宰交给安娜的任务，安娜没有完成。看着开心的姜望，安娜的小脸瞬间就垮了。霎时间，姜望想到了无数种可能，但看看四周和领主空间内几百万只精英跳虫，刚刚悬起的心又放了下来。怎么了？观察室内，李雪怡有些面色尴尬地看着在座的所有长辈。各位叔叔伯伯，雪怡真的没有骗你们，我当时收她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她行，谁知道她这么猛啊！你随手收的徒弟一个人7天屠了600多万的万族。资源处主任脸色夸张地说道：“1天100多万还多呢，他现在才什么阶位啊？”信息办主任的一脸认真地附和道：“好了，你们先别逗雪怡了，有这么强的学员，下届开源秘境我们也更有把握吗？”王天风一脸微笑地打圆场。等等，你们看看这个！周前忽然开口说话，虚拟屏幕上映射的正是姜望刚刚创造出来的翼龙和尖塔。这是什么？怎么以前没见他用过？几人看到新的兵种，都以为是姜望的后手，但接下来校长的一席话却震惊了所有人。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创造的？你们看这个生物的翅膀和躯干，这不是翼龙的翅膀吗？虽然形状变了，但这种皮质的翅膀只有万族的翼龙有啊！此言一出，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基因工程不是都灭亡了吗？他不是异界人吗？资源处主任徐凯震惊地说道。生物帝国当初被灭亡，不仅仅是因为他要创造出破虚强者，更多的是他们对基因的染指威胁到了开源世界的所有人。可即便如此，当初开源世界也是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剿灭了生物帝国。行了，这事就到这里。生物帝国已经灭亡了，所有人的残党都被剿灭。周前忽然目光一凛，对着所有人凝声说道。所有人看了一眼王天风，又看了一眼周前，轻轻的点了点头。另一个边，姜望看着玄雷玉器的安娜，你杀了人家600W 异兽。安娜扁着小嘴，有点委屈。咱们死伤惨重。姜望继续问道。大概900W。姜望一想，还行啊，不算很多呀。那你，我没有击溃他们。他们躲在一个结界不出来，安娜没办法击溃他们。安娜的小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接着一颗。姜望目瞪口呆在原地，好一个恶人先告状，你给人家的杀的不出门，自己委屈的大哭。经过姜望又是薯片又是可乐的安慰，安娜总算走出了失败的情绪。点开公屏，私信999+，通知999+，好友申请999+。姜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开私信，刷，个人终端上映射的虚拟屏幕瞬间爆满，以每秒999的速度快速刷屏。好家伙，这个家限制了你的发挥啊！终端花了1个小时，姜望笼统的看了一遍消息，8成是直接求带的，而这里包括但不限于暖床、按摩等各种服务，2成是让姜望都有些脸红的，包括但不限于生猴子、双胞胎、3胞胎、人妖等。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发不出来。当姜望点开通知，新手试炼将在1星期后进行全区混战。目前13区新手试炼完成度 99%， 位列其一。当完成度达到 100%， 将给予全区和 MVP 给予神秘奖励。3区通知讯息，13区这么猛。6区通知讯息，我人都妈了，大家副本难度是不是不一样？17区通知讯息，不会有人开了吧？13区通知讯息，对，区域通知讯息是全区可见，但代价也十分昂贵，一条1K 积分，发一条讯息得杀1000只尘埃万族或者100头黑铁万族。而姜望的名字也在各个大区只见流传了出来。第41章，标题娘呢？1区通知，吹吧，你就一人横推，你咋不说异兽排队跳河呢？13区，爱信不信，不唠了，没积分了。6区，99%进度没积分。13区，真没了，分都在姜望大佬手里，拜拜，下机了。姜望看着这些3天前发的通知，还有不断更新的通知，秉承着地球人 help 地球人的原则，所有区都在说万族的强大和变强技巧方法，各大区都分享了各自对抗万族的技巧和万族某些强大种族的优缺点。当然，除了13大区没有分享，所有大区都十分鄙视和嫌弃13大区的行为，但13大区的人表示真的冤枉，他们连怪都没摸过几次，然后就被姜望平推了。姜望刷完通知后微微一笑，别说，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还真不错。随后就过上了资本家的生活，撸着狗，喝着肥宅快乐水，吃着薯片，然后不断派兵骚扰万族最后的领地。地图的东北角，残存的所有万族龟缩在一起，他们用各自的血脉之血激活了原本留在这里的保护阵法。
我们这么坚持有什么用？那些虫子早晚会冲进来吃了所有人。一只青面獠牙的巨猿濒临崩溃，对着前方的一只黄金狮子喊道：是啊，金老大，走吧，坚守又有什么意义？再说了，即便坚守，又有多少的血脉之血可以流啊？金老大，给兄弟们留条活路吧。狮子旁边的黑蛇也张口说道。这里面的每一个都是万族中叫得上号的族群，被寄予厚望的送进试炼场，没成想迎来的不是变强之路，而是无边无际、神出鬼没的虫群。黄金狮子缓缓睁开眼睛，金色的鬓毛因为血脉之力的流失而变得有些暗淡，但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却让其他的万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什么？我万族自开辟试炼战场以来，从未被人类逼到如此境地，即使强如夜辰，我族也从未屈服。你们以为我们脚下的结界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吗？金色狮子怒目圆睁，不，这是我们痕迹，是我们的印记，是我们曾经强大的证明，是曾经血祭人类、告慰祖先的祭坛啊！如果被人类取得了100%完成度的成就，恐怕各位即便回去，也会成为族内的废物。黄金狮子说道，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如果还有血的话，啪啪啪一阵鼓掌声响起。狮子本来还自得于自己的演讲，然后猛然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回头，他妈的，在座的都是异兽，谁他妈会鼓掌啊？结界外，幼虫版江望看着慷慨激昂的狮子，没想到啊，师兄竟有如此深明大义，令人佩服啊！众异种看着面前的江望，已然明悟，这时候能站在这里的，除了这些虫子的主人，还能是谁？所有凶兽恶狠狠地盯着江望，其眼神之凶恶，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别这样，你们杀我们人类祭天，我杀点异兽打牙祭，不过分吧？江望装出一副我好怕怕的样子，而这一幕也逗得观察室忍俊不禁。李雪怡被逗笑的同时，却有了自己的小九九。这小江望，无论是待人接物是心智，都已经无比成熟，说明不是痴傻。那他就是真的对自己真的就一点不感兴趣。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一幕，自开辟试炼战场以来，从未像今日这般将万族杀戮到这种程度，并非是以往的人类太废，而是每次杀戮到一定程度，被杀戮方就会补充人手，而人类这边也一样，一共3次机会，而安娜生生的给这次支援的杀光。那别说哥们不给你机会，接下来我会让虫族日夜不停的攻击，还会让人过来打卡留念。如果各位不想自己的脸和窘迫的样子出现在开源各大平台的话，现在走还来得及。江望玩味地朝着结界内的万族说道。这个结界他刚刚试过了，血脉之血只是个引子，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以前被祭天的人类领主和其他众多的兵种所累积的鲜血。杀了人类，还用人类的血保护自己。表面玩味的江望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寒芒。哼，卑微的人类，你以为你真的就获得胜利了吗？马上就要全区试炼了，你们所有人马上就会变成我万族的口粮。奴隶，有什么尽管放马过来。金狮子十分嚣张地对江望说道。好。下一秒，结界上出现一波一波的涟漪。刚刚江望用自己接近 1K 的精神力进行了强力锤击，除了能产生些涟漪之外，自己还受到了众多人类死前和兵种死前所产生的恐惧、嗜杀等情绪。但江望这一击也实打实的给里面的万族吓一跳。经过进化点进化的江望，此刻重回青铜一星，但精神质量早已今非昔比，光用幼虫就可动用的精神力，就比他未进化之前强大的多。眼看无法奏效，江望直接扭头离开。我靠，吓死老子一跳！黑蛇暗暗松一口气。随着江望的召集，所有想要目睹一番万族首领的人在东北角集结，那神情就好像进动物园看见了新奇动物。我靠，这狮子头真他 M 大，红烧狮子头一定好吃。你懂个篮子，看见那个黑蛇了吗？蛇胆一曲，煲汤，壮阳，壮大洋。那个猩猩好小哦。异兽终归是异兽，你让这些领主去打万族，他们不一定打得赢，但你说要让他去骂，去阴阳万族，那只能说祖安钢琴家，文明去 TM。 那话脏的虫子都听不下去了，退避三舍，省得让江望一不小心听见。虫巢内，你就说你有没有办法吧。江望看着虚拟屏幕里的李雪怡说道。你别急，等等啊。视频内还有不少声音从中传出来。观察室内，喂，老徐啊，有个事我想问问你，万族那个祭天法阵怎么开启啊？啊，不知道。老赵知道。行，挂了呀。喂，众多大佬都开始采取了各自的人脉。第42章，我去把标题娘抓回来。很快，一份启动祭坛的方法就发到了江望的个人终端上。看着详细入微操作方案，还有一份老旧的视频。江望点开视频，周身缓缓被视频中的场景所占据。微风、蓝天、
青山以及铺天盖地的万族。无数嘶吼和叫嚣声从姜望耳边传来，看着不远处的祭坛，万族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祭坛之上，数不尽的人类和兵种如同猪狗一样的被堆积起来，尸山血海，残肢断臂，没有死透的人类散发着发出微弱的喘息之声。姜望置身于万族之中，仿佛是个旁观者。在祭坛前方，有10几名人类被削成人质，他们蠕动着，他嘶喊着，他们用力地抬起头，用空洞的眼眶直视着所有的万族，好像在直视着姜望，又好像在直视着观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他们张张嘴，好像在嘶喊着什么，可发出的却不是声音，而是因为用力过猛喷供而出的血液。周围的万族笑得更大声了。这是一次万族的胜利，是一次万族的屠杀。血色的光幕冲天起，先是兵种尸体，随后是人类尸体，最后是那几个人质。鲜血从身体各处丝丝缕缕地渗出，飘向升空。这个过程缓慢而又痛苦，但那几名人质却没有挣扎，他们依旧看着远方进行无声的呐喊。祭祀很快结束，几缕金色的雨滴飘出，所有的万族发出兴奋的吼叫，这是他们祖先对他们的嘉奖。视频忽然戛然而止，姜望一脸冷漠地站在原地。通过手边的信息，他也了解到那几名人质是当时有名的天才少年，为了掩护人族撤离试炼战场而被杀戮捕捉制成人质。万族为了宣扬他们的强大，将全过程发到了人类网络。虽然官方快速反应，但依旧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些对姜望都不重要，他只是反复地看着，空洞眼眶的直视却比太阳还有炙热。狰狞的外表下也露出了一缕的微笑，仿佛在告诉后来人，不要怕，我会站在你们前面。一直以来，姜望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感情，所有的一切都是姜望进步的工具，杀戮万族也只是获得基因变得更强。选择李雪怡也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的生存。但现在他被这双眼眶审视了，他突然想起了前世的一个朋友，为了保护他不被别国掳走，死在了他的面前。他微笑着让姜望不要怕，让姜望快些走。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是个温暖的丈夫，是个体恤的班长，是个很好的人。可他就那么死在了姜望的面前。姜望忽然抬步向外走去，无数跳虫大军发出愤怒的嘶吼，铺天盖地的虫族倾巢而出。结界四周不断在辱骂的领主也有些泄气了。操，什么吊万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垃圾！谁说不是呢？即便两人阴阳怪气，可结界内的万族依旧无动于衷。忽然，几人好像发现了什么。等等，大哥，你看这虫族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我靠，我刚刚就想说，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想把我们都宰了。几人踹踹不安，他们是游走在公平王者，是键盘钢琴家，是顶级阴阳师，但偏偏他们干架能力贼弱，俗称见光死。他们都是被姜望雇佣过来骂兽的，但此刻内心无比的忐忑，因为虫族的状态十分不对，甚至愤怒到低声嘶鸣。而远方遮天蔽日的虫群也印证了他们猜想，遮蔽云雾的翼龙，覆盖大地的虫族。看着如此声势浩大的虫群，结界内的万族也有些慌张了。当姜望再次站在结界面前的时候，却有了不同的感觉。此时的他好像又回到了刚刚视频中的位置，他站在结界外，看着所有人被献祭。哼，虫多了不起啊，你有本事进来弄死我们啊！黑猩猩大声地朝着结界外的姜望挑衅道。听见此言的姜望忽然一笑，位置没有变，但被祭祀的变了。姜望没有理会万族的叫嚣，而是命令跳虫让出一条路。就在刚刚路上，他将视频公布在全区的频道上，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一幕。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恐惧，有的人无所谓。但当他告诉他们只需要贡献一点小小的鲜血，就可以让结界内的万族获得一样下场的时候，所有人都来了。姜望看着大排长龙的队伍，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姜望向所有人承诺，100毫升血兑换10积分，不会让大家白来。姜大佬，这是哪里话？要不是你，别说血，命都可能没了。而姜望也做了万全的准备。随着一队队的医护人员的抵达，献血仪式当场开始。离得近的几人当即将胳膊划开了个口子，鲜血顺着胳膊流进结界周围的土里。活动持续了半晌，接近10几万人进行了献血，而结界内的万族早已大惊失色。随着血液注入结界祭坛，他们的血脉召回的能力早就被封禁了，而这个封禁本来是用来对付人类的。哈哈哈哈！姜望，你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结界？哈哈哈哈！天真！万族疯狂地嘲笑姜望，但笑声中充满了僵硬。姜望看着掩耳盗铃的万族，微微一笑。我不仅知道祭坛是用人类鲜血激活的，我还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无法被召离了。姜望话说半截，把本就内心无比忐忑的万族害得半死。你还知道什么？
黄金狮子通红着双眼，直视着姜望。我还知道啊，我还知道什么呢？姜望笑笑不说话，扭头就走，丝毫不理会万族的叫骂。若不是他们为了打击人类士气，将视频发出，就不会被满怀仇恨的人类破解了祭坛。若不是，但姜望不告诉他们，忐忑的等死比直接知道死亡要恐怖得多。第43章，标题娘找回来了。献祭，距离河区还有半天。献血活动持续了1天半，期间将近有几百万人进行了献血。尽管姜望再三呼吁，每人最多100毫升就够用了，但不乏有些狠人，看着视频生生献了1000毫升，献完就被旁边的领主拉走治疗了。结界周围的土壤都充满了血液和血腥味，四周的虫族已经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沉默的领主。姜望看着结界内双目充满血丝的黄金狮子，你猜我知不知道得祭坛的开启方法？他冰冷的语气忽然让黄金狮子如坠冰窟。没有理会黄金狮子的反应，姜望开始自顾自地操作了起来。感受到什么的万族大声地朝着姜望叫嚷着：姜望，你不能，你这样是违反人类与万族签订的协议。姜望，求你，我等愿奉你为主。姜望，听我说，我们没必要，只要你肯放了我们，我们族群一定会给你大量的资源，我们都是。万族的求饶没有让姜望停下他的动作，而所有的人类沉默地等待着。姜望，你这样做不怕万族宣战吗？不怕我们下次会将怒火宣泄在其他人头上吗？黄金狮子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听闻此言的姜望终于顿了一顿，抬起头，轻启薄唇，淡淡的说道：与我何干？一阵红光冲天起，结界内的所有万族怨恨恶毒地朝着姜望嘶吼道：姜望，你不得好死！你们人类都不得好死！所有万族的鲜血渗出身体，一缕缕，一丝丝，万族的身体、血液、灵魂，结界内宛如地狱。血气前往的神秘深空忽然睁开了一个赤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所有人。你们要付出代价！苍老宏大的声音在整个13区响起。砰！装你马呢？另一个声音在深空中响起，赤红巨眼仿佛受到了什么伤害一般，迅速离开。随着祭祀的结束，原本的金色的雨换成了赤红色的鲜血，直直地朝着姜望飞去，眨眼间没入姜望的身体。这是万族的印记，一旦被这个印记标注上，那么所有的万族都会跟姜望不死不休。但他并不在乎，他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他只是为了那些被制成人质的守护者。他们勇敢地站在所有人面前，他们用微笑鼓励剩下的人们，或者说他是为了纪念那位他的朋友。姜望的所作所为迅速在各大平台上传播。平台干，真他妈爽，干得漂亮！看我干嘛？夹菜啊！我问我家小孩姜望哥哥帅不帅，他竟然犹豫了，我给他打哭了。兄弟们，我做的对吗？而这一幕也在各处上演。某个绿意盎然的星球，爷爷，你看，正躺在摇椅上晒太阳的林南生忽然听见自己孙儿的呼唤。看什么？再给我拿黑丝大腿，我打断你的腿！林南生大声地呵斥道：不是，你看。少年边喘气边将手中的视频放在自己爷爷面前，而视频播放的内容正是姜望血祭万族的全过程。看完视频的老者先是一怔，眼泪无意识地从眼角滑落。好啊！老人陡然从摇椅上站起。好啊！我的儿，终于有人给你报仇了啊！随后他对着自己的孙儿说道：你现在收拾东西去星海联盟。观察室内，校长等人面面相觑。刚刚那个红色巨眼正是万族之中的某位老祖，而说话的也是他们人类之中的某位强者。要不要把视频发给林教授？王天风看着守卫的周前问道。已经发过去了，也算是告慰他二子的在天之灵了。唉，提起林南生，在座之人无不摇头叹息。林南生正是给姜望提供祭坛运转之法的教授。90年前，他的第2个孩子在新手试炼被削成人质，并进行血祭。他没日没夜地进行研究，每一次的研究都亲眼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死亡。整个开元最年轻、最有天资的教授一夜白头。万族战场内，返回虫巢的姜望将融入体内的鲜血汇成一团，想要排出体外，却发现无论如何都不能推动分毫。哦豁，姜望来了兴致，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了。不就是拼血脉吗？毁灭者、原初者、虫族主宰血脉，三面包围，直直地朝着那血红珠子逼去。经过一阵围追堵截，姜望瘫在沙发上，看着面前的被层层金壳包裹的血红珠子，大喘气道：你妈的，还他妈挺能跑！安娜心疼的
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良久，姜旺缓缓站起身，对着金壳内的血珠子道：“小鼻崽子，你等着！”直接将金壳连带血珠子都投入分化池，并将分解池断开链接，只留一个功能装置，由自己监管分解全程，避免通过分解池逆向获得自己的信息。很快，分解池开始运行，血珠子在分解池内左冲右撞，但都被姜旺用精神力拦了下来。分解持续了一下午，功能装置都换了3个，也才分解了1/10。各大区注意，河区将要进行战场升级，为保护我方领主，我方将拥有城邦，请各位勇于战斗，勇于杀戮，切勿过度依赖城邦。请给领主将兵种收回领主空间内。河区倒计时1小时。战场，河区。姜旺看着面前浮现的信息，露出一抹冷笑。经过数场战役的姜旺已经明白，虫族就是为战争而生的种族。时间1分1秒的流逝，姜旺依旧没有收回虫族，反而加班加点，让大部分虫族大规模的去搜寻物资，仅留下少量的虫族守家。观察室内，你要不要提醒一下他，河区转移的时候是不会转移兵种的。王天风看着姜旺宛如抢劫一样洗劫着试炼战场，嘴角抽搐的说道：“我已经说了。”他说没事。李雪怡有些尴尬的说道。另一边，姜旺看着还有10S 的倒计时，一个念头就让面前一大群虫群进入领主空间，随后就是精神力扫描回收。在还有3秒的时候，整个虫巢仅剩姜旺一人，所有的虫群进入领主空间，虫巢内的所有能量被搬入领主空间。3、2、1，传送开始。第44章河区，依旧是令人十分头疼的传送体验，但好在效率足够快，让大多数人在吐之前双脚站在地面上。姜旺揉着有点胀晕的太阳穴，打量着四周，周身一片荒凉的沙漠，黄沙漫天，烟尘滚滚。传送完成。试炼战场巨岩星，试炼期限60天。人类建筑永坚之墙，万族建筑巨野之巢。胜利条件：万族减员 80%， 或者捣毁巨野之巢内的胜利水晶。诸君，此次新手试炼关乎各位的未来，请诸位认真对待。祝诸君五运昌隆，一往无前。随着姜旺看完面前的消息，他精神力也全面铺开。因为是随机投放，姜旺开局就被什么东西给偷袭，然后落地成盒。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即便他将精神了扩展至最大，覆盖方圆10公里的愣是没有发现一个活物。姜旺点开地图，巨岩星虽然带个岩字，并不是他多么的荒凉，反而为了更大帮助人类多样的领主被选为战场。而姜旺就比较倒霉了，他所处位置是整个巨岩星最大的荒漠——死亡荒漠。坐标：永恒之森。有没有大佬来组队一起去永坚之墙啊？坐标：水泽之灵求大佬。坐标：公屏上，无数人开始公布自己的坐标，并成群结队的前往永坚之墙。但姜旺看了许久，发现了人类大部分集中在旷野、森林、沼泽等地方，只有孤零零几千个处于死亡荒漠。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没啥人，也挺好。说着，姜旺就召唤出大批虫族，开始四处搜寻合适的虫巢位置。观察室内，此刻姜旺的虚拟屏幕已经在最置顶的位置。他怎么在死亡荒漠啊？这不是万族才会投放的位置吗？几名大佬开始疑惑。传送投放虽然是随机的，但也不会说把你直接投放在万族窝了，仅仅是在某些固定的范围内投放，并且会判断的你的兵种投放在合适的环境。而姜旺运气不好的被投放在了人类和万族的边界线上，这也是他周围一个活物都没有的原因，并且距离人类的建筑永坚之墙也非常远。另一边，姜旺已经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荒漠内虽然哪里都是黄沙，但黄沙之下的资源确实不一样。姜旺所选的位置脚底下正好有一条硕大的地下暗河，还有数条矿脉。在幼虫的牺牲奉献下，一座座虫族建筑拔地而起，无数工蜂跳虫从领主空间内涌出。因为沙地的特征，工蜂很轻易地钻入了地下。而令姜旺惊讶的是，跳虫竟然也非常适应沙漠的地形。本来非常担心虫族会不会在沙漠的战斗力大减，没想到因为脚蹼和影翅的存在，跳虫竟然可以用比往常更快的速度在沙地上奔跑，这让姜旺稍微宽心了一点。虫巢内，姜旺看着在分解池内的上下翻涌的血珠子，内心莫名的有些忐忑。划分两头，巨野之巢内，几十名万族正聚集在一起，身形或大或小，但无一例外的浑身都散发着汹涌的血气。这些都是其他区内的首领，而他们聚在此处的目的只有一个：哼，黄金狮子那垃圾竟然被人类血祭！
真是丢我们的人！汉天象甩着硕大的鼻子，不屑地说道。也不能这么说，虽说黄金狮子并不强大，但用掉足足3次支援机会，还被屠戮殆尽，这个叫姜旺的人实力深不可测呀。一只浑身纯白的狐狸娇媚地说道。一只形似饕餮的巨兽忽然口吐人言：不管如何，13区的黄金狮子被血祭，这是对我们万族莫大的耻辱。祖上已经下令，务必诛杀此人，并拿回天珠。诛杀者可亲自得到吞天老祖的血脉洗礼。说完，无论是凶悍的汉天象还是白狐，除了饕餮之外的所有万族都双目通红，不自觉地加重了呼吸。吞天老祖的血脉洗礼啊，那可是大师级别的洗礼啊，距离破虚强者只差一步。饕餮那充满戾气的眼神扫视全场，但是从进入战场后，老祖对天珠的感觉就消失了。老祖怀疑是卑劣的人类对血珠动了手脚，命令我们即刻起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姜旺，拿回天珠。好！一时间，巨野之巢内的万族倾巢而出。永坚之城没有联系上姜旺吗？孙玄天看着永坚之城内的超大虚拟屏幕，对着旁边的人说道：没有，姜旺始终没有回复。听着旁边心腹的回复，孙玄天眼中闪过一丝烦躁。继续找吧。跟巨野之巢的情况类似，孙玄天周围也集结了各区内的顶尖强者，他孙玄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孙玄天 S 级兵种4翼天使， S 级天赋圣光笼罩。他所在的一区更是因为有他天使的存在，战场上的伤亡率仅次于姜旺。暂且不管姜旺，我们先制定战略计划吧。照目前的速度，第3天就可以集结 80% 的领主、物资、军团的部署，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啊。孙玄天回头对着一众人说道。另一边，经过1天的探索和挖掘，姜旺已经将周围的物资环境摸清楚了。姜旺满脸兴奋地看着面前的3维模型，谁能想到死亡沙漠的威名之下，竟然掩藏着如此巨大的矿藏。一条条宛如巨龙一样的矿脉静静地沉睡在地下。在无数工蜂的努力下，姜旺仅仅在1天的时间内就又将虫群兵团扩大了2个。无数跳虫掩护着工蜂在死亡沙漠进行探索和标注，这些都是后备隐藏能源啊。死亡之海边缘，几支万族小队停下了脚步。凭啥我们去死亡沙漠，猪娘就能去永恒之森搜寻啊？硕大的蜥蜴吐着长舌愤恨地说道。你要有那大猪臀，你也能去永恒之森。旁边的沙蛇睨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行了，也算不错了，大家都能适应沙漠环境，也不用打打杀杀的，多好。况且虽然死亡沙漠遇见姜旺的概率不高，但这就说明死亡概率不高啊。一只披着甲壳的硕大甲虫打着圆场说道。巨野之巢由于是血脉，实力决定一切，所以效率极高。就在人类还在商议战略的时候，万族已经派遣无数个小队深入各个区域，不仅仅是为了搜索姜旺，也是为了之后的做侦查准备。第45章万族进攻。3天后，姜旺看着监控内万族的身影，这些是姜旺目前为止唯一在沙漠见到的活物。他没有让周围跳虫迅速扑杀，而是观察了起来。以往他遇到万族，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死不休，很少观察过万族的习性和他们的社会方式。在无数虫族的包围下，几支万族小队在沙漠中晒起了太阳。他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第1天紧张害怕真的遇见姜旺印；第2天哪有那么巧的事；第3天开摆。这个沙的质量真不错啊，比我老家那疙瘩好多了。谁说不是呢？你看这太阳，这沙的流动性，极品啊极品。而煞蛇已经埋在沙里，舒服的不想说话了。对于人类来说，致命的缺水、高温和无处不在的流沙，对他们这些本来就属于沙漠的万族来说，简直不是事。舒服的好像来到了马尔代夫。姜望边看着几个晒得差不多，还换个面晒的万族，有些惊异。在他从开源世界获得的信息了解来看，万族嗜血、疯狂、实力至上，延森的血脉制度与人类不共戴天。但从他的观察来看，万族其实也像人类一样，会享受，具备语言沟通能力，有完整的社会体系。从某种状态来说，他们也像兽版的人类。另一边，人类已经在永坚之城内集结的差不多，大量的人类涌入城内，而人类大范围的撤离，这也给万族搜索姜望创造了巨大的便利。永坚指挥室内，万族这是搞什么？孙玄天看着虚拟屏幕上宛如满天星的万族，陷入了沉思。城外那密密麻麻的万族着实给他了不小的压力。人类刚刚进城，虽然按照原来的区进行军团式的改变，但终归还是有些混乱。一旦万族在这个时候进攻，他不也能保证战况如何？巨野之巢，饕餮看着各个首领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了周围各大首领一眼。人类已经完成了集结，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饕餮不是一个霸道的君主，他非常善于让所有人集思广益，
但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那姜望8成就在永坚之城，只要我们打下永坚之城。汉天象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蛮力象，你忘了老祖的命令了？白狐看着自己的爪子，睨了白象一眼，不屑地说道。他是真看不上这种不动脑子的。那你说？汉天象不服气道。人类自古就是容易不和，我们先猛攻永坚之城3天，若是看到姜望的虫群，那我们就可以离间或者开启决战，若是没有，我们亦可让人类帮我们找到姜望，只需要承诺一些诺言即可。白狐漫不经心地说道。而周围的首领也纷纷附和道。白狐的方法却是符合大部分首领的利益。好，就按白狐说的，汉天象、剑齿虎、恶龙龟、七彩孔雀作为前军先锋。随着饕餮的一声令下，各个首领都开始行动起来。而在众位首领的后面，黑虎橘黄色的眼睛闪过一丝挣扎。数日，永坚之城外，大批万族开始集结。永坚之城建在峡谷之处，其城间高3000米，厚度100米，远看宛如一面盾牌一样，牢牢地矗立在天地之间。我万族今日只为了姜望而来，只要你们肯交出姜望，我们愿意与你们和平共处至试炼结束。指挥室内，孙玄天听着城外喊话的汉天象，回头看向众人：你们怎么说？姑且不算姜望并不在永坚之城，即便在，我们也不能上来就送出我方的一员大将啊。是啊，今日割5城，明日割10城，那我们也不用打了。经过指挥室内的短暂讨论，很快就商议出了结果。就在汉天象焦躁地等待人类回复的时候，永坚之城回应他的只有铺天盖地的攻击。轰轰轰！毫无准备的万族瞬间在这一波攻击下被蒸发了数万异兽。他妈的，儿郎们，随我杀！汉天象瞬间红了眼，庞大的身躯一马当先的冲出。在几位首领的带领下，万族发起了冲锋，成百数千万的万族如蝗虫般朝着永坚之城涌去。虽然大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可真的面临这一幕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里多少有点发毛。真的能够挡下吗？在兵种和各式各样的攻击下，万族可谓是一步万血，无数万族倒在冲锋的路上，但亦有无数万族衔着前者的尸体冲锋。他们要用尸体铺路。天空上盘旋的数百万的万族不断地骚扰着城墙，身体巨大的汉天象群充当先锋，率先抵达城墙底下，而无数万族用身体搭接的方式迅速堆砌了一个斜坡。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万族加入，斜坡越来越高。另一边，姜望通过公屏也给这永坚之城被攻城的消息。他看着监控中来搜索他的万族，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痛下杀手。根据黑虎通过精神种子给他提供的情报，目前万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他姜望。至于为什么他不前往永坚之城，一是永坚之城并不适合他的虫族作战，二是根据刚刚黑虎传回的消息，万族的首要目标是他，而他并不相信人性，所以他还不能这么早的暴露自己。积蓄力量才是目前当紧的事情。而正在晒太阳的万族不知道，就在刚刚，他们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平静的死亡沙漠之下，数百万的工蜂不断挖掘矿脉，而工蜂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虫巢内，姜望看着从血珠中分解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他终于知道万族为什么一定要先找到他。血珠内成千上万的基因序列排列其中，甚至还有万族中的一些社会信息陈列其中，而这里面也包括如何给施展万族标记。血珠也称天珠，可以将人类改变成万族，也可以为万族提高血脉之力，增加晋升空间。对万族来说是蜜糖，对人类来说是砒霜。那个血色大眼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可这也成全姜望，他看着面前陈列的各种各样的高等万族基因，露出了笑容。第46章，无所谓，我会出手。第3天清晨，永坚之城，喊杀声震天。在饕餮的亲自指挥下，万族前仆后继，不计生死的进攻了3天。万族没有停歇，人类也未曾合眼。孙玄天站在城墙上，看着近在咫尺的万族，面色凝重。身后的4翼天使不断的发出圣光攻击，并且在他圣光的笼罩下，所有人都获得了全方面的加成。轰！城下的万族越杀越多，尸体越堆越多。地底、天上、两侧的山崖，无处不在的万族摧残着人类的神经，甚至已经有好几处城墙破损。若不是几位首领及时赶到，城墙就可能破了。孙玄天这时已经有些懊悔，虽然城内还有众多领主，却因为城墙的限制，根本没办法全力发挥。战事持续到了中午，此时无论是人类还是万族，都已经人困马乏。撤吧！饕餮看着城墙，对着旁边的白狐说道。白狐有些愕然，可是眼下人类和万族虽然都陷入焦灼状态，但只要再强攻了个3日，一定能攻下的呀。
撤吧，我们的首要任务可不是攻下那乌龟壳。别忘了，那城墙背后还有成千上亿的人族，这时攻破就是大决战，到时候谁生谁死就是未知数了。饕餮冷静地说道，并不是他不敢战，人类的城墙只是第一道防线，后方还有数道陷阱防线，现在还能收手，一旦攻破，那试炼场内所有的万族都要参与战斗，到时候万族的乏力就会显现出来。此时撤兵不但能展现万族的铁血和恐怖，还可以适当的威慑人类。随着一声令下，万族宛如退去的洪水一般。人类，这只是一个教训，我们随时有能力攻破你们引以为豪的城墙，享受杀戮的快感，但我们伟大的万族祖先选择和平相处，但前提条件是交出姜望。饕餮亲自朝着人类喊话，在他血脉之力的加持下，他的这一段话竟然隐隐有先祖大能的气势，人听之极惧，闻之极怕。孙玄天看着城下的数百万万族的尸体，眼中划过一抹戾气，他也想把姜望交出去啊！他妈的！一个黑色假面突然找到他，只要在试炼战场上弄死姜望，他就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甚至获得变成6翼天使的机会。就算姜望喝水噎死，也算他完成任务，反之没有完成自己就要 GG。 他现在比万族还想找到姜望，但问题是找不到啊。而此时的姜望正紧锣密鼓地给自己和兵种加点。在虫巢之下，有将近8000万的虫族藏在平静的死亡沙漠之下，看着已经解围的永坚之城，也是长舒一口气。若是真的让万族攻破了永坚之城，那自己只能长途奔袭前去救援，到时他很有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况。但此刻嘛，巨野之巢内，说不打了就不打了，这算什么？我儿郎的命不是命！汉天象的愤怒地朝着饕餮吼道。而其他首领虽然不像汉天象这么愤怒，但也好不到哪去。砰！饕餮的恐怖的气势直接笼罩全场，所有异兽仿佛被自己天敌盯上了一般，从血脉之中的战力让他们无法生出反抗之心。这里，我是老大，老祖的任务是找到姜望，你们明白吗？饕餮走到汉天象面前，强大的气势直接将汉天象压得跪倒在地。明白。汉天象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随后饕餮将目光转向其他首领。明白，很好。饕餮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对着白狐说道：说说你的推测。白狐清了清嗓子，缓缓开口：通过这几天我族的行动，基本可以确定姜望不在永坚、永森、沼泽等这些地方。他迈着妖娆的步伐走到地图面前。那么只有一个地方了。所有人看着白狐指的地方，死亡沙漠虫巢内。姜望收到黑虎的信息，目光一凝，该来的还是来了。无数虫族涌出地面，这个时候隐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由饕餮亲自带队的大军已经出征了，保守估计1000万万族，根本没有藏的必要了，还不如主动暴露位置，打一波埋伏。随着姜望的操作，一只姜望特制的爆炸虫带着万族印记朝着陷阱躲去，无数的跳虫已经到达既定位置，就等着万族了。而就在这战争前的宁静时刻，人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人们认为是姜望才会让万族如此暴动，所以分为了两派。一派，姜望让万族这么找，一定有过人之处，我们应该赶紧找到姜望。另一派认为，让姜望在外面比较好，这样可以减少万族的压力，并以此展开了讨论。张三，我认为姜望应该带回城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抗万族。李四，如果姜望回来，只会引来万族更强烈的进攻，到时破城了怎么办？王五，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但是姜望呢？无数人都尝试联系姜望，但自从黑虎告诉他万族主要目标是寻找他后，他就没有联系任何人。但现在无所谓了。李四，无所谓，我会出手。姜望难得的皮了一下。姜望，你在那呢？我在死亡沙漠。好了，不说了，我要开始打怪了。姜望直接关闭公屏。接下来这场战役，姜望准备狠狠的给万族和人类上一课。什么他妈的叫集团式作战？无数万族在感应到万族印记之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争先恐后的朝着他奔跑，就像是被萝卜引诱的猪，忽视了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而现在忽然出现的万族印记。不对劲！白狐拦着旁边的汉天象并说道：什么不对劲？印记都出来了，还有啥好犹豫的？说着就要朝着印记冲去。老祖的奖励，他说什么都要争一争。看着身体庞大却跑得飞快的汉天象，白狐冷冷一笑：好言难劝，该死鬼啊！随着万族摧枯拉朽的击溃象征性坚守的虫族，一颗冲天的毒蘑菇弹掀开了战争的序幕。第47章初次交锋。轰！剧烈的爆炸，冲天的蘑菇云向所有人宣告自己的愤怒。
轰轰轰！随之而来的连锁爆炸虫和孢子炸弹接连爆炸，好，无数万族成了空中飞鸟或者碳烤异兽，甚至连汉天象都身受重伤。要知道他在永坚之城下连战3天也没啥大事。饕餮有些兴奋地看着这一幕，他并没有因为万族的损失而感到悲伤，反而他为自己找对方向而开心。该死的虫子，找到你了！饕餮一马当先，冲向从地底涌出的跳虫。好，宛如虎入羊群一般，跳虫在饕餮面前宛如蚂蚁一般，一抓一个。但由于姜望为了吸引万族，陷阱周围布置了不少跳虫，数百万的跳虫从周围的沙地浮现，冲向万族。一时间，大混战开始。此次万族虽然被炸弹和各种各样的手段炸飞了将近100万的万族，可双方实力依旧悬殊。在饕餮的带领下，虫族被一边倒的屠杀。虫巢内，姜望摩挲着手指，看着不断杀戮深入的万族，目光冷冽。战场上，随着万族的愈战愈勇，饕餮逐渐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虽然跳虫的抵抗非常顽强，但是在太弱了。这种水平怎么可能做到横推一个区域？就在他准备往后退时，沙地之下异变忽至，数条硕大无比的沙虫破土而出，朝着混战的万族狠狠的一口吐息。混杂着毒气的火焰宛如喷枪一样，瞬间将近前的万族火化成灰。而饕餮也被一只沙虫重点关注。面对喷涌而至的火焰，饕餮的腹部忽然出现一个巨口，火焰尽数吞噬了进去，随后将火焰浓缩成一颗火焰弹，又朝着沙虫射了过去。仅仅一击，刚刚还宛如魔神的沙虫就被重伤，腐蚀性的血液将周围的沙地都腐蚀得滋滋冒烟。姜望在虫巢内看着这神奇的一幕，有些惊奇。这是什么？乾坤大挪移。另一边，饕餮用最短的时间击杀了一条沙虫，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硕大的沙虫尸体忽然一阵涌动，膨胀了起来。感觉到危机的饕餮立刻后撤。砰！爆炸中央的万族瞬间融化，腐蚀性的液体从天而降。饕餮虽然退得及时，但由于沙虫爆炸范围广泛，他也有些狼狈。而就在此时，四面八方的沙地上又涌出了源源不断的虫族。正在给汉天象疗伤的白狐看着那铺天盖地的虫族，面色猛然一变。姜望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有朋自远方来，先葱姜后麻辣。为了招呼这些万族，姜望足足派出300万的跳虫作为诱饵，用5000万的跳虫和1000万的翼龙将万族层层包围，并将刚刚创造出来的沙虫也拿了出来。巨型沙虫，残次品，等级 B 级兵种，技能火焰喷涌自爆。这种沙虫是工蜂在地底挖掘矿脉的时候遇到的生物，不仅移动快，伤害高，血皮厚，还会喷射火焰，给当时的姜望带来不少麻烦。最后还是他亲自出手，费了不少功夫才获得了沙虫的基因。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姜望根本没有时间好好把研究沙虫的进化方向，索性根据沙虫的特性，植入了自爆的基因序列，一旦进入濒死状态，就会直接爆裂开来。内有沙虫在万族中央不断充当搅屎棍，外有无数的虫族包围。姜望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今天他要将这些万族全部吞下。观察室内，众人一阵沉默。这小子有点东西啊！王天风也不由得感叹道。可怕的是他的爆兵速度，仅仅3天的时间就将虫族扩大到将近1亿。若是让他进入万族战场，资源处主任徐凯也有些感慨道：偌大的开元世界，并不是没有比姜望还能爆兵的。新联学院就有 S 加级别的兵种史莱姆，无限分裂，但体积会变小。只要分裂足够快，瞬间就会有无数分子级别的史莱姆，然后无孔不入，无论是单兵还是群殴，都可谓是极品兵种。但若是说这种大规模作战，根本跟姜望的没法比。一句话，比姜望爆兵快的没他毁灭性强，比姜望毁灭性强的没他爆兵快，这就造成了姜望近乎无解的局面。我倒觉得，比起他的兵种，我更在意他的心性。周乾缓缓开口，他们时刻关注姜望的所作所为。老王，你觉得这小子的特性怎么样？周乾朝着王天风笑问道。特性？王天风沉吟了一会儿，冷静，狠辣，无情，这些是姜望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素养，并不算是特性。看着屏幕上的姜望，他忽然醒悟。周密。周乾也会心一笑。王天风与他所想大径相同，他们给姜望的特性就是周密，无懈可击。事实上，在他们的观察中，姜望至少做了12手准备。万族不进陷阱怎么办？万族提前逃跑怎么办？万族，姜望做了10几个预案，甚至他都预算了万族如果突出重围又该如何，并为此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兵种和战争利器，就宛如一台周密的机器一样，
无懈可击。虽然周乾和王天风对姜望的评价极高，听着自己尊敬长辈对自己徒弟的极高的评价，李雪怡瞬间眉开眼笑，一副我徒弟快夸我的表情，看得在座的人内心直乐。战场上残阳如血，喊杀声、嘶吼声震耳欲聋，虫族和万族的残肢断臂胡乱的在战场上散落着。沙地因为血液的渗透有些逐渐开始向血色沼泽的方向发展。经过接近1天的战斗，饕餮几位首领无不伤痕累累，而这些首领里就属汉天象最惨，本身就身受重伤，又因为巨大的体型被翼龙和跳虫重点关注，若不是白狐吊着他一口气，怕早已经倒在虫族之中了。沙地之下，仅剩的3条沙虫不断在沙地之下游曳着，伺机给予万族致命一击。远方的红日仅剩残阳一点，饕餮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腹部原本的那张大嘴也因为过度使用，不断有鲜血渗出。巨野之潮的支援还没到吗？他眼神凶恶地盯着无尽的虫族，朝着白狐恶狠狠地说道：“他们也受到虫族的阻拦。”白狐也无奈道：“所谓唯一具有治愈能力的万族，他几乎没有机会出手，就来回给各个首领治疗了。”第48章胜利。首领突围吧！汉天象朝着饕餮喊道。他实在是撑不住了，他现在恨不得减肥成一个兽象，因为他一旦出现在战场上，就是被各种集火，再打下去，他可能就成为第3个死的首领了。是的，已经有2个稍弱的万族死在了虫族的围攻之下。饕餮的眼中不断闪烁着什么，最终一咬牙，撤！仅存的万族终于等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心，可在血脉的威压下，只能继续奋战。瞬间，包围的虫族压力倍增，在几位领主的带领下，万族呈现箭头的阵型，分不同方向进行突围。汉天象因为体型巨大，所以跟他进行突围的万族数量最多，而白狐和饕餮却已经隐藏在各个突围的队伍之中。虫巢内，姜望感受到饕餮和白狐的消失，微微皱眉。随着他命令的下达，3条沙虫全部破土而出，一条阻截最大的突围队伍，而另2只却冲向了一支毫不起眼的万族队伍。因为这支队伍从开始的散漫，各自突围到后来有序的且悍不畏死的冲锋，转变太快了，不由得姜望内心起疑，赌一把。万族群中，饕餮看着2只沙虫直扑而来，不由得暗骂：“妈的，卑鄙的虫子！”随着沙虫越来越近，饕餮悍然出手偷袭。若是真的让这2只沙虫把这只几万的万族剿灭，那自己才真的是孤军奋战。好，砰砰！一只沙虫在他的声波攻击下瞬间爆炸，另一只也身受重伤。饕餮嘴角渗出鲜血，血脉之力已经接近枯竭。虽然自己也可以近身搏击进行击杀，但如果那样，身后的万族就不能保全，只得选择这种代价更大的方式。另一边，汉天象依旧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洁白而坚挺的白牙都在激烈的突围战中折损了一根。可随着沙虫的尾随绞杀和汉天象逐渐体力不支，原本庞大的队伍在临近突围边缘的时候分崩离析。硕大的汉天象重重地倒在突围边缘，他无数次想挣扎着站起，但身后的万族为了能够快速的突围，直接从他身上掠过，压倒了他最后的挣扎。他就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眼看着希望逐渐远去。而藏匿于其中的白狐回头看了一眼倒地的汉天象，无奈的叹息一声，就扭头离去。死亡沙漠外围，仅存的几十万异兽疯狂地想要逃离这片沙漠。沙漠之下，不时会突然刺出几道地刺，狠狠地刺在万族的腹部。可只顾着逃跑的万族却无暇救援，这时候就拼运气，运气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不仅有地刺，甚至是突然涌出的虫族，都让整个逃亡队伍胆战心惊。原本几十万的队伍，在冲出死亡沙漠的时候，仅剩几万。白狐眼看着事情不对，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悄悄地脱离队伍，隐藏起来。而等待这些异兽的是刚刚阻截完的女王卫队。另一边，饕餮一路血战，也冲出了死亡沙漠。而在他的身边更惨，仅有数百只万族。此刻的饕餮简直是草木皆兵，会爆炸的虫子，突然的地刺，天上飞的翼龙，饕餮简直是遭到了姜望最亲密的照顾。可他还是低估了这个万族领袖的实力。在追击的期间，姜望至少有3次的机会要杀死他了，可饕餮竟然直接吞噬了随他突围的万族，猛然的提升了一波血量和实力，并且用他的神通直接将衔尾的跳虫也一并吞噬。这让姜望失去了一段对他踪迹的掌握，这才有了饕餮的一线生机。凭着内心的直觉，饕餮在吞噬完周围的万族之后，没有径直朝着巨野之巢的方向逃脱，而是朝着两边的进行躲藏。
此刻的饕餮已经在崩溃的边缘，腹部的大嘴早已经崩溃糜烂，而他自己也萎靡不振。经过一晚的搜索，除了白狐和饕餮，所有来搜寻的万族已经悉数葬身在这片死亡沙漠。而姜望也付出了将近4000万虫族的代价。由安娜亲自指挥的阻截部队，在面对3000万的万族的时候，死伤惨重。若不是有女王卫队的加入，说不定被包围的饕餮真的就可以等到支援。届时两面夹击之下，饕餮指不定真的可以逆势突围，直奔他的老巢。姜望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已经很高估这些万族的血脉和神通了，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低估了他们的诡异。姜望微微叹了一口气，将所有万族尸体拖回来，准备恶战吧。如果饕餮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首领，那么他一旦回到巨野之巢，第一件事应该就是发兵，在虫族完全没有缓过来气的时候，用所有的兵力进行决战，那样饕餮还有80%胜算。一旦让姜望将这1000多万的万族彻底消化完，那谁生谁死就犹未可知了。而事实上，饕餮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是姜望所说的那样，但不同的是，饕餮刚下完命令就重伤昏迷，而白狐作为总指挥又不能服众，万族决战意志不够强烈，就为姜望争取了些许时间。虫巢内，姜望看着汉天象的基因陷入了疯狂改造，他太需要这种能够为他冲锋陷阵并大量吸引火力的兵种了，一股脑的将这段时间积攒的进化点全部投入在天赋1级增值和各个兵种之中。足足 12W 的进化点，本来可以将 C 级天赋进化提升到 B 级，可马上要面临大战了，姜望需要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快速提升实力。C 级天赋增值加0100000进化完成，作用增加宿主暴兵速度 300%， 跳虫 Max 进化完成，毒蟑螂 Max 进化完成，坦克 Max 进化完成。进阶黑铁4阶，进阶黑铁5阶，进阶青铜5阶。姜望将现有的兵种都进行了巨大的提升，因为兵种是随着宿主强大而强大，姜望也将自己提升到了青铜5阶。但因为他毁灭者和原初者的天赋，姜望此刻的智力和体力达到了恐怖的5000点。看起好像不多，但姜望因为原初者的存在，精神力被一再压缩。如果说以前的精神力密度只有1，那么现在的密度至少有10，况且随着姜望的提升，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加。此刻的精神力宛如深不见底的古潭，深不见底。姜望感受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和磅礴如海的精神力，内心稍稍有了些许安全感。其实提升兵种才花了 4W 进化点，但是给自己提升到青铜5阶就足足用了 8W， 因为他的基数更高，人家尘埃5阶才堪100出头的精神力，他因为天赋直接压缩到将原本上千的精神力直接压到400，以至于姜望每提升1阶都是需要海量的进化点。第49章，饕餮不服回家摇人。随着姜望精神力的提升，当他再次看向汉天象的基因链时，瞬间耳清目明，无数个思路在姜望的脑海中迸发。与此同时，随着姜望的暴露，虫巢也不再隐藏，军毯快速向外延展，以虫巢为中心，半径足足5万米，全是军毯。而军毯之上密密麻麻地堆积了各种物资，整个虫族进入战争模式，工蜂跟打了鸡血似的不断进出沙地。虫巢内部，成千上万的孵化池，每一秒都有跳虫或者新的物种被创造出来。而随着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孵化池中渐渐浮现，虫族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汉天象。姜望走出虫巢，看着根基汉天象基因改造而成的兵种，创造未知兵种雷兽，兵种等级 A 级，雷兽可进化，攻击888，速度666，生命9999，获得进化点10000点。雷兽大体上还是继承了汉天象的外形，大体上属于猛犸象的样子，但却更大的庞大。而姜望为了让雷兽更加的抗揍，将某些不知名的甲虫外壳进行植入，使得雷兽的表皮宛如骨骼一样硬化。而雷兽的獠牙，姜望也做了更改，原本的獠牙只具备穿刺效果，而姜望却将獠牙改变成宛如镰刀一样的利刃。由于是基因层面的改造，獠牙从被创造起就锋利无比。为了增强雷兽的抗击打能力，姜望首次将矿物质金刚石融入其中，而效果就是原本骨质化的外表表皮铠甲附上了一层金刚石的物质，更加的耐打。原本姜望还想做更多的改造，奈何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在巨野之巢，白狐传回讯息，醒来的饕餮压制住了内部的争议，让白狐带领8000万的万族守家，防止人类偷袭。而他拖着重伤之躯，亲率10名首领和4000万万族全部出战进攻姜望。4000万的万族，其声势之大，让远在永坚之城的人类都观察到了万族的动向。姜望所说的打怪，不会就是打万族吧？
指挥室内有人发出了疑问。我们观察到，饕餮曾带将近1000万的万族前往死亡沙漠，1天之后只有寥寥几只万族逃出来。而副指挥徐诺这时说道：“因为领主特性被分为战场后勤工作。你的意思是，姜望用1天的时间杀光了1000万的万族？”孙玄天有些不信地说道：“数据上来讲，是的。”徐诺虽然也不信，但依旧冷酷地说道：“我认为此时是我们最好的出兵时机，趁着巨野之巢兵力空虚，一举拿下试炼。”徐诺冷傲的脸上有些兴奋。你们认为呢？孙玄天并没有回答徐诺的建议，而是将问题抛给了在场的所有军团长。而韩冰岩和萧燕也赫然在列。我认为徐副指挥说的对，我们不仅要进攻巨野，也需要出兵帮助姜望将那4000万的万族一并消灭。韩冰岩十分热血地说道。而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并不认为饕餮会完全不设防，巨野之巢的地形我们完全不熟悉，贸然出兵进攻只会有更大的损失。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全力营救或者帮助姜望。萧燕冷静地说道。此言一出，指挥室内众说纷纭，但大致分为2派，激进和保守派。保守派认为应该派出部分兵力营救姜望，并趁奋兵在永坚之城外围建立据点，一步一步蚕食万族。而激进派认为应该让姜望成为诱饵，全军出击，直捣黄龙。孙玄天面带微笑，他的目的很简单，姜望死，他带领人类获得胜利，完美。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徐诺的方案，而是将问题抛出。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孙玄天缓缓出声：“兵，我们要出，但不是救姜望，而是让领主出城，建立领地，全面铺开我们的优势。”孙玄天冷冽的眼神扫视一周，姜望自视甚高，开始也未与我们取得联系，被万族围攻也算是他为我们人类最后做的一些贡献。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的放弃姜望，我会在公屏发布信息，若是姜望逃脱，我们也会去死亡沙漠附近将他接回。孙玄天说的慷慨凛然，这番说辞虽然并没有得到激进派的支持，但也算是让双方达到了一个平衡。我们绝不能放弃姜望啊！他的兵种是对付万族的不二人选，他绝对值得我们去营救啊！最不济，我们也可以出兵围攻万族，也可。够了！萧燕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孙玄天打断。6000万，谁知道巨野之巢内还有多少万族？若是他们也出兵支援呢？为了一个姜望，难道要将所有人类放上赌桌吗？孙玄天一脸严肃地怒斥萧燕。萧燕低着头，双拳紧握，他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了解姜望的人，他深知姜望的强大，但他猛然抬头道：“那我自己去。”少年侠气的萧燕氏决定去看看，哪怕可能要面临内部的打压和外部的万族。萧军团长，即便你想去送死，难道你的部下也想去送死？那些可是你的同胞兄弟，是将性命交托于你的伙伴。孙玄天话锋冷冽，宛如重锤一般锤击到萧燕的身上。我知道你们来自同一个原初界，但节哀。孙玄天走到萧燕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随后，此次行动命名为筑巢行动，各军团长开始向外扩张。萧军团长因为个人原因，暂由韩冰岩接任军团长。是。指挥室内所有军团长都领命开始向外走去，仅剩下萧燕还失落地站在原地。若是萧军团长能够召集足够的人手，我倒是可以批准你进入死亡边缘探查军情。走到萧燕身边的徐诺缓缓说道。萧燕猛然抬头看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水火不容的女人。萧燕火系领主，徐诺水系。而听闻此言的孙玄天也猛然回头，直视着目光凶凶的孙玄天，徐诺淡淡说道：“身为副指挥长，我还是可以在不违背大方向的情况下，下达我认为正确的命令，不是吗？”孙总指挥。孙玄天直视着这个一直以来都冷傲干练的女人，忽然笑道：“当然。”第50章，赫拉斯。永坚之城外，萧燕身边聚集着小100人，这些都是信任他、愿意跟他一起战斗的人。徐副指挥，别的啥都不说了，此行若是不死，你以后就是我兄弟了。萧燕一脸豪爽地看着面前的徐诺和韩冰岩。若不是萧燕以兵团交给别人，他不放心的理由将韩冰岩劝下，此时韩冰岩也会在他的队伍之中。徐诺原本微笑的脸瞬间冷了下来，但还是轻启薄唇：“别死就行。”挥手告别后，萧燕踏上了一条他认为正确的路。死亡沙漠重巢，在姜望天赋和卵生的加持下，仅仅半天的时间，已经将损失的跳虫补充了回来，并且新生的跳虫还是姜望进化改版过的，更快、更强、更猛、更持久。不远处陈列的雷兽兵团和地底涌动的沙虫，也让姜望的胜率有了提升。而万族这边，姜望为了拖延他们的行军速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炸弹虫、地刺、孢子陷阱、跳虫诱饵，
可这些在庞大的数量面前，终归是渺小的。万族军中，饕餮躺在专门准备的营帐之中，虽然气势萎靡不振，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现在血脉之血已经几近枯竭，若是再拖上几日，自己恐怕就无法再指挥这些万族首领。届时若是姜望发展起来，那他们万族就有灭顶之灾。还有一个支撑他心驰夜赶的原因是，他需要击杀姜望来获得老祖的血脉之力提升。如若不然，自己的受的伤，即便回到万族，也会跌落天才的行列。以他们饕餮族内的传统，那还不如死了干脆。他已经算是孤独一掷，没有退路了。万族先锋军很快就抵达了死亡沙漠的边缘，没有生物能够任何阻拦。而姜望没有在这个时候浪费兵力。随着天空万族的传回的信息，姜望虫巢的位置已经确定。万族军团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地朝着虫巢杀去。而姜望这边，雷兽兵团分散在各个跳虫兵团之内，组成联合兵团，在各个方向镇守在距离虫巢4万米的位置，留下了1万米的军毯作为战场。虫巢内，姜望屏气敛息。很快，虚拟屏幕之上开始出现飞扬的灰尘，随后是遮天蔽日的飞行万族，再者是宛如浪潮般的万族，没有任何交流，见面即杀戮。联合兵团也开始冲锋，雷兽一马当先，巨大的獠牙，庞大的身躯，每一步都带有无尽的压迫感。砰！雷兽和原基因的撼天象狠狠地撞在一起。好！撼天象的嚎叫震天，而断掉的象牙也证明了雷兽无与伦比的强大。万族和虫族狠狠地杀戮在一起。虽然跳虫经过进化战力大大提升，但仍无法做到与万族1对1的程度，甚至3对1都难。仅仅一个照面，万族就前压了1000米。而辅助中军的饕餮远远地看着这一幕，皱着眉头，并非是万族进攻的太快了可疑，而是太慢了。要知道，当时他们突围的时候，他率领仅仅数万的万族就可以杀穿接近100万的虫族。可现在虫族的提升和繁殖速度都太过恐怖了。还有那可以比肩撼天象的巨兽，看着悍不畏死的虫族，饕餮忽然浑身发颤。他若是不死，万族大捷将起。想及此处，他直接将身边的3个首领全部派出，务必用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实力、最具备压倒性的战力摧毁姜望。而虫巢3面皆受到这样的冲击，短短的1个小时，万族就将战场推进了1万米，距离虫巢仅有3万米，而且突破的速度还没有减缓。观察室内，所有人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幕，差距还是太大了啊。周前不由得感叹，姜望带给他惊喜太多了。他期盼着姜望能再次带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甚至是奇迹，但他还是失望了。在强大的实力面前，姜望能做的仅仅只是慢点死亡。那校长，李雪怡有些焦急地说道，他可不想刚收的顺眼小徒弟还没新鲜多久就死在试炼战场。周前皱着眉思考着，让钱老出手。王天风也出声道，他们并非不是没有实力亲自下场捞人，但目前这场战争双方的高层都在看着，若是贸然下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只能这样了。周前也点头认可，至于大师级别的出手才有肯瞒过，前提是对方老祖级别的没有盯场子。另一边，安娜已经额头冒汗了。10几天前，她还是一个只能指挥10几万级别的女王，而现在她是要指挥接近上亿，甚至还是3线作战，这让她压力倍增。万族已经推进至虫巢不到2万米了。姜望看着不断被推进的战线，忽然开口道：“开始！”随着姜望的话音落下，而他也直接接手战斗。他今天就要让这些万族知道，虫族在军毯之上的战斗力和在军毯之外的战斗力是特么两回事。所有军毯上死去的万族和虫族，在短短的几分钟全部被吸收进军毯，并直接补给前线的虫族。数十条沙虫也跃出沙面，朝着万族的喷涌着火焰。随着大量的能量汇入，虫巢内早已经准备好的孵化池高速运转，并且直接连接军毯，在万族不远处直接建立孵化池。而植入雷兽和沙虫基因的幼虫直接被军毯运送到万族身后，在庞大的功能之下，转眼间就变成了雷兽或者沙虫。一时间，各处出现的虫子瞬间打乱了万族的攻击节奏。身在后方的饕餮看着被止住的攻势，眯眼凝视，他甚至都可以看到那硕大无比的虫巢了。但这特么该死的虫族竟然还有抵抗能力！饕餮近乎赤红着眼，用最后的血脉余威压迫着所有的万族不计生死的冲锋战斗。而万族也确实给虫族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但也仅仅止步于此。随着姜望将自己的精神之力扩散至全部虫族，所有的虫族的精神阀门被彻底打开。我们是伟大主宰意识的执行者。一条突兀的精神意志忽然诞生，
姜望瞬间锁定了意识来源，那是一只跳虫，是姜望的第一只跳虫。对于现在的他的实力来说，活着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运气。现在主流部队的跳虫经过几轮更新换代，而他这样的已经属于虫族内的养料了，因为战斗就属于送死，但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并诞生了意识。繁杂的基因通过军毯直接注入这只跳虫的体内，仅仅在10几秒的时间内，这个曾经的老破车瞬间变成超跑法拉利，一跃成为虫族的最高战力。主宰出生的意志用最浅薄的方法表达着他无尽的忠诚，就叫赫拉斯吧。第51章继续摇人。姜望不知道赫拉斯诞生意识的原因，也不知道他的诞生意味着什么，他现在只关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将这些万族一网打尽。在军毯的帮助下，虫族成功挡住了万族，但万族也渐渐地发现了军毯的怪异，开始专门大批量破坏军毯。虽然并不足以完全摧毁军毯，但的确给虫族造成了一定的麻烦。3支部队，其中离虫巢最近的部队仅剩1万米，一时间双方陷入了诡异的平衡。万族杀红了眼，但死活攻不进去，虫族悍不畏死，却也无法退敌。饕餮目眦欲裂，差一点就差一点，通知白狐倾巢而出。饕餮当机立断，姜望所展现出来的恐怖成长力太过恐怖了，万族绝对不能够忍受再出现一个叶晨。他尝试过集结首领进行斩首行动，可铺天盖地的翼龙不仅让他们铩羽而归，甚至险些折损了2名首领。当万族和虫族陷入势均力敌的时候，饕餮就知道这不是双方真的势均力敌了，而是姜望准备开始反攻了。饕餮面色难看地打量着已经全部深入进军毯的万族，退无可退。而巨野之巢内，饕餮即便已经向所有首领说明，若这次战役落败，他饕餮承担一切责任。说实在的，在白狐看来，饕餮除了有些高傲，在面对姜望时所展现出来的决断力，无愧于万族顶尖异兽的后代。可白狐看着还在不断扯皮的首领，内心无奈叹息，他凭什么就认为他饕餮就能扛起这么大的责任？说到底，我们是来杀人类获得进化机会的，他一个顶尖种族失败了有长辈兜底，我们呢？几名情绪激动的首领愤怒地说道。也不怪他们，饕餮的所作所为从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为整个万族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但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睚眦必报。他自己带队遭遇滑铁卢，血脉受损，却让所有的万族买单。砰！够了！白狐忍无可忍，他经历过跟姜望的战役，他也深刻明白饕餮的用意，集所有万族之力把姜望直接绞杀，永绝后患。他狐媚的眼睛扫视所有的首领，白狐一等种族，距离顶尖仅仅是1线之隔。当他放下妖媚时，庞大的狐妖身形在他身后显现，留下4000万人看守巨野之心，剩下所有人全部前往死亡沙漠。这是他的妥协，仅带走4000万异兽。他已经没有耐心了，这帮首领墨迹的每一秒，前线都会有几百上千的万族陨落。在他的铁血手腕之下，4000万异兽很快出发。另一边，眼见无法突破虫族防线的饕餮，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通过跟姜望的数次战斗，他已经明白，一旦陷入僵持，那么僵持时间越久，姜望的胜率就越大。饕餮一边咳血，一边向前来质问的首领耐心的回复：你们也看见了，那诡异的军司会迅速帮助虫族补充兵力。我巨儿郎虽然骁勇善战，可也不能这样无意义的牺牲。今天我们至少打掉了虫族3000万，我已经通知了白狐前来支援，届时我们兵合一处，定能杀了那姜望。此刻的饕餮已经没有了先前魔焰滔天、霸道一方的气势，反而安抚起几位首领。看着面前几个首领依旧是不买账的模样，饕餮收敛笑容，慢慢说道：放心，到时候姜望的生死由你们裁夺，我不参与。饕餮直接让出了姜望的生死，等于将老祖的赏赐让出。言至于此，几个首领才稀稀落落地回应了饕餮几句。目送着这些首领离开，饕餮的嘴角渗出鲜血。他已经知道了白狐仅仅带着4000万万族正在赶来的路上。他恨这些首领目光短浅，恨自己当初没有第一时间选择突围，而是将希望放在这帮废物身上。他当时竟然天真的以为只要支援到位，自己就能够反攻姜望。他恨，可现在他也无可奈何。虫巢内，随着万族有序的退出军毯，虫族的衔尾追杀也落下帷幕。姜望看着在军毯四周严阵以待的万族，紧皱眉头。若是万族继续进攻，他倒也不怕，虫族本身就是以战养战，只要是在军毯的这片战场上，你打得越凶，死得越多，虫族就越强大。可现在万族忽然退出，只能让他想到一个可能：等待后援，雷霆一击。这也是姜望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缺点。
他发育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倘若再给他3天时间，别说4000万，哪怕万族全部来，只要是在军毯作战，他也依然不惧。姜望停下了手边的基因序列，坐在沙发上思考了起来。忽然，他划出公屏：我是姜望，万族已经被我牵制了大部分兵力，大致4KW， 并且万族应该还会有援军持续不断的进入死亡沙漠，初步估计2KW 至6KW， 希望大家可以抓住战机。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姜望直接在公屏发布了几条视频，全是今天虫族与万族的战斗场景。永坚之城指挥室内，所有人看着姜望上传的视频，铺天盖地的万族，望不到尽头的虫族，鲜血残肢断臂，宛如一个硕大绞肉机。饶是已经经历过攻城战的众人，当面对这样的画面，内心还是涌出了无限的恐惧。每个人的内心都升起了2个问题：我能在这样的战场上活下来吗？姜望到底有多强？而脸色最为精彩的就属孙玄天，他现在满脑子都是 MMP 和对面具人的问候。让自己去杀姜望，拿什么杀？看着各个凶悍无比的虫族和一个冲锋就将万族顶得人仰马翻的雷兽，孙玄天妈了！我认为姜望既然具备阻挡万族的能力，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无论是救姜望，还是进攻巨野之巢，我们都应该做出决断，而不是固守。徐诺率先打破沉默开口：我建议第1、3、6、9、13、16、24兵团，总共5000万人，奔赴死亡沙漠，营救姜望。清冷的声音在指挥室内回荡。良久之后，孙玄天缓缓开口：不，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胜利，只要我们赢，一样可以救下姜望。在徐副指挥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上2、3、7、15、19、26兵团，合计7000万人，兵分2路，直捣黄龙。诸君，五运昌隆！五运昌隆！第52章血与火。不同于万族的抬起腿就能出征，人类的出征相对就麻烦得多。分批次出城，谁先谁后，那个兵团辅助侦察，忙活了接近1上午，队伍也终于是缓缓的开动。而孙玄天也在队伍之中，他一边反复的观看着姜望所发布的视频，一边思考着这次要怎么打。其实到这个1000万级别的战斗是非常困难的，兽族还有血脉的指挥与压制，但人类只能沟通，所以效率其实是比较低下的。而这也正是孙玄天看中的，只有这样慢慢的拖，才有可能让姜望死在万族手中，而自己到时也可以顺势将已经疲惫的万族吃掉，或者直接拿下试炼。即完成了任务，又拿到了奖励，完美。看着漫山遍野的人，孙玄天一股豪迈之气油然而生。另一边，已经到达死亡沙漠的萧燕看着姜望所发的视频，人也傻了。老大，这真的需要我们去救吗？萧燕身边的小老弟结结巴巴地说道：就他们这110号人手，别说去营救了，但凡那个万族部队迷路，他们都得变成沙漠肥料。来都来了，不行远远的看着也行。萧燕也有点不太确定道。另一边，白虎也收到了人类大规模出兵的消息，但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够速战速决，到时候凭借他在巨野之巢内留的后手，支撑到他们回来应该是不成问题。而他此刻已经到达了死亡沙漠的边缘。虫巢内，姜望看着人类出兵进攻巨野之巢的消息，也是长舒一口气。说实在，他也不认为这些人会来救他，毕竟又没有多深的感情，而且自己目前的积分高悬榜首，若是自己死了，那对于后面的人来说都算是好事。姜望微微耸肩，只要能出兵牵制一下万族就行，毕竟任由万族这样源源不断的出兵也不是个事啊。放下心的姜望又投入进基因之中，兵种能提升的都已经提升了，姜望只能将目光放在更多的武器之中，根据万族的基因特点研究针对性的孢子细菌和炸弹，并且他还将挤出了一滴主宰之血，这是安娜为他命名的。这滴血不仅蕴含了姜望的主宰之力，甚至还有原初者毁灭者的部分基因，以备不时之需。万族阵营，饕餮的气息愈发萎靡，原本的血脉透支也不止于此，只要好好恢复，虽然无法恢复至从前的强度，但至少不会死。但饕餮为了能够威慑住首领，不仅没有好好休养，甚至还又数次激发血脉。此刻他已经除了老祖，谁都难救。他已经开始有些后悔，若是自己好好休养，攻破人类，随后把姜望的消息告诉高层，会不会好一点？但后悔也没用了。最初的他高傲又自负，认为姜望和老祖的奖励是囊中之物，才使得他在最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步错，步步错。首领，白狐首领到了。听到这句话，饕餮的眼睛猛然亮了起来。快，让他来。话音刚落，白狐就走进营帐。首领，感受到饕餮萎靡的气息，白狐也有些兔死狐悲。好，来得好啊！
只要我们合兵一处，这次定能杀穿虫族。很快，一份作战计划在两人的讨论下逐渐形成。经过半天的休息，白虎所带来的兵力与饕餮所剩的兵力残阳将近，万族决定正面进攻。因为只要在军毯之上，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虫族的支援总是比万族快得多，不如正面硬刚。而虫巢外，无数新孵化出来的虫族严阵以待。经过不间歇的暴兵，此时的姜望仅仅暴兵了3000万，虫族8000万，万族7000万，兵力相差不大。随着白狐的一声令下，万族发起了冲锋。虽然姜望又将虫族的基因进行了改造，但依旧没办法抵御万族的进攻。无数毒蟑螂喷涌着孢子毒物，有些万族一碰就失去了战斗力，而有些丝毫不受影响。这是姜望根据万族基因开发的孢子炸弹。可即便如此，战线依旧被快速推移。5万米，45000米，4万米，仅仅1个小时，万族生生推进了1万米。姜望也是压力倍增。虫巢附近的铺展着无数个孵化池，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新鲜血液。跳虫汉不畏死的朝着数倍强于他的敌人发起冲锋，为的仅仅是能够在死亡之前为敌人制造一道伤口，阻拦敌人一分脚步。坦克跳入万族之中，仅仅在10几秒之内就被打爆。沙虫喷涌着火焰，雷兽发出愤怒的悲鸣。毁坏的军毯，万族以雷霆之势朝着虫巢发起进攻。35000米，3万米，25000米，战斗持续了1天1夜。虫族已经阵亡了5000万了，若不是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进行补充，姜望早已经被推家了。而万族也阵亡了2000万。虫巢内，姜望眼睛发红，安娜也疲惫不堪。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姜望是为了剿灭饕餮，所以留有余力，这次是真的有点顶不住，甚至连疾风狼都被姜望派出去给虫族加 buff 去了。姜望紧握双拳，万族的进攻之势依旧没有停止。距离战场的2万米，萧燕等人在夜空中看着震人心魄的一幕。星河烂漫，明月高悬，战场上沙虫不时喷涌的火焰让萧燕等人看到了那密密麻麻的万族和虫族，微风中都带着烧焦的味道和浓重的血腥味。萧燕沉默了，他是 S 级天赋，他是可以进入火神形态的元素系领主，不论是人类之中还是开元世界之中，他都属于第一批次的天才，所以他有怒对孙玄天的资本，他有赶来营救的傲气。他想让姜望看看，他已经不是那个原初界的萧燕了。可当他看到那月夜之下的战场，他沉默了。忽然他陡然一笑，真他妈的变态，他已经释然了。比不了就不比嘛，多大点事，老子是打不过你，但打不过你的人那么多，多我一个我也能接受啊。此刻的萧燕的心结忽然打开，他们就趴在这片沙丘之上，能不能营救姜望他们已经不再考虑了，能救救不了就算了，没那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忽然萧燕仿佛感受到什么似的，猛然站起身。这里面就属他阶位最高，他刚刚分明感受到了几名强大的万族首领在不远处绕行了。第53章斩首行动。而几名前行的万族首领也发现了萧燕一行人，可若是去斩杀那些人类，此次行动必然暴露。最后在白狐的指挥下，他们还是决定先以姜望为主。在军毯的边缘，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姜望的虫巢进行突袭。而当他们踏上军毯的那一刻，姜望就感知到了他们的存在。暂且不说这些都是首领级别的存在，得需要多少虫族前去阻拦，单单前线紧急的战事就不容许他再度调兵。姜望无奈地揉了揉安娜的头，小安娜，正面战场就交给你了，我出去一趟。安娜当然也知道姜望即将面对什么，但她只能强忍着撕碎万族的愤怒，继续冷静地指挥战斗。因为主宰说过，对于一个将领来说，愤怒永远是一个负面情绪。而姜望也朝着虫巢之外走去，他其实并不慌张，因为他各项数据并不能算是非常强大，但却因为毁灭者的绝对均衡，让他的速度、力量、体力都跟智力的质量也齐平。清冷的风吹拂着他的脸庞，沙粒混杂着血腥的味道，让姜望本来有些浑浊的精神逐渐清晰。而他面前有几个小点由远及近，迅速接近。白狐和几位首领也是第一次见到姜望的样子，黑发黑衫，月光下闪烁的眸子和俊俏的脸庞让白狐一度失神。这就是打崩饕餮，让无数万族葬身的存在吗？姜望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就是如他精神力般的温和儒雅。月夜之下，姜望高手风范直接拉满，万族的首领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准，双方一时间陷入了尴尬。诸位首领远道而来，是准备让姜某请诸位喝茶吗？姜望轻启薄唇，淡定的神态和好听的嗓音让人以为面前的首领是姜望素未谋面的好友一般。唰，
一根漆黑的毒刺在姜旺身后10厘米处停下，庞大的精神力让毒蝎领主的毒针不得寸进。姜旺有些无奈，还以为武侠庄高手那一套能唬住这些万族呢。看来诸位不想喝茶。砰！宛如实质精神力直接拍了下去，藏在沙底的黑蝎瞬间遭到重创，不仅甲壳破碎，甚至精神力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白狐是主修精神力的，他料想到了能够指挥如此庞大虫族的领主，精神量必然不会小，但没想到姜旺的精神力竟然能够宛如实质一般恐怖。可既然已经选择了斩首行动，几大首领也不再犹豫，蜂拥而上。一时间，姜旺与万族首领战至一团。虽然战斗的经验不足，但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姜旺短时间内竟然和几大首领打成平手。姜旺左闪右避，实在躲不过去，就用硬抗一下。越打几个首领越心惊，他们只以为姜旺是个召唤系领主，除了精神力其他不堪一击。但只有真正的战斗了才发现，他妈的，这个逼竟然近战更猛。双头鹿顶一下，他就后退2步，呲个牙咧个嘴就没啥事了。他给双头鹿一巴掌，恨不得直接干爆他一个头。大黑熊此刻双手发抖的看着上蹿下跳，宛如在耍杂技的姜旺，目光悲怆。不知道的还以为姜旺是被欺辱的一方，殊不知他大黑熊几巴掌下去，震得双掌发麻，也没让姜旺破防。自己后脑挨一巴掌，一声没吭，直接昏倒。而另一边的萧燕也朝着姜旺奔来。虽然战场上他起不了大用，但是这小范围的单挑和群殴可是他擅长的。从开始看到姜旺迎战数位首领的目眦欲裂，以为姜旺会陨落在自己面前，到现在看着姜旺生龙活虎，甚至打得有来有回的迷茫，期间拢共也不超过3000米。不是，刚开始被打得上蹿下跳，他都以为姜旺撑不到他来，可都快跑到眼跟前了，他怎么还上蹿下跳？那几只首领怎么感觉快不行了？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开启最强形态，准备加入战斗。姜旺，我来助你。等等，你去打那个大黑熊。姜旺终于能抽出空对萧燕说道。他也不知道萧燕多强，贸然加入这边的战斗，只会打破现在的平衡。听到姜旺的大喊，萧燕还以为是姜旺怕大黑熊，随后冲天火光直直地撞上刚恢复的大黑熊。萧燕一脸自信，他刚刚看得真切，这个黑熊是个垃圾，姜旺都打不动，自己速战速决，然后再逐个攻破。而满肚子火的黑熊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人类，仰天怒吼。一时间，火焰和熊的力量互撞，砰！萧燕刚刚手搓的焰火凤凰直接被黑熊一巴掌拍碎，带着余威的熊掌直直地拍到萧燕身上，砰！宛如打水漂一般，萧燕在沙地上弹了好几下。大黑熊，我原来这么猛！萧燕，他怎么这么猛？姜旺，大黑熊这么猛吗？经过短暂的迷茫，萧燕收敛轻敌之意，又朝着大黑熊冲去。这次他跟大黑熊打得有来有回，可越打他越心惊。如果这个黑熊是被姜旺打出来的，那剩下的那些呢？此时的姜旺手里攥着黑蝎的尾巴，不断的挥舞着，而那根硕大的毒针早已经被姜旺掰断。他浑身带伤，但精神状态十分亢奋。他面前的一众首领忌惮黑蝎的巨鳌，纷纷后退，尤其是以防御和血厚著称的汾牛，那一身膘和肉在姜旺的面前脆得跟纸一样，一巴掌恨不得给他干碎。殊不知，不只是他如此，所有的首领都是这样的感受。姜旺的绝对毁灭就是真伤加暴击，就算他乱打王八拳，汾牛多挨上几拳也得报废。此时斩首行动打成这样，几个首领也明白此次行动失败了。白狐的精神力根本没办法撼动姜旺，那魅惑简直是抛媚眼给瞎子看。迅捷鼠的速度在姜旺的面前也跟老爷爷玩短跑一样，真是菜的真实，慢得离谱。他有次瞬间出现在姜旺的背后，准备直接钻心终结战斗，结果姜旺下一秒就出现在他背后，一脚大力抽射，差点送他见他祖奶奶。至于黑蝎就更不用说了，浑身漆黑如铁的甲壳充满裂纹，整个蝎眼看已经不行了。只有跟萧燕大战的大黑熊，除了被烧焦几片毛，什么大伤都没有受。而已经看清形势的白狐忽然朝着萧燕出手，他妈的，打不过姜旺还打不过你这个小瘪三！而萧燕在白狐精神干扰下瞬间失神，而大黑熊也抓住机会，势大力沉的一巴掌直接将萧燕拍出去几十米。你有病！白狐愤怒地朝着大黑熊怒斥道。第54章资源与权力。他真的服了，他刚刚是想让大黑熊将萧燕掳走，没成想大黑熊一巴掌直接给萧燕干出去几十米。而反应过来的姜旺已经站在萧燕的面前，甚至担心萧燕的安危，连大黑蝎也没来得及拿，眼见已经没有机会，白狐直接下令撤退。迅捷鼠拖着黑蝎直接就闪没影了，而其他万族也一边警惕着姜旺偷袭，一边向后快速撤离。看着后撤的万族，
姜旺一声叹息：多好的机会啊！要是没有萧燕，指不定自己还能留下2个。若是让昏迷的萧燕得知姜旺此刻的想法，指不定还得起来再吐2声的血。当萧燕的小兄弟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满腔的热血没处发泄，只能轮流抬已经昏迷的萧燕。观察室内，一众大佬已经麻了，他们本来还担心被贴脸的姜旺会不会就此陨落，甚至都准备让人下场捞人了，没成想姜旺不仅精神力强，其他能力也不弱。败家子啊！王天风痛心疾首，以姜旺所展现出来的各项能力，不说能够将所有来犯的万族首领留下，但至少也能留下来1半以上，结果却以对方一个残废，姜旺一身轻伤的结局收场。雪姨啊，姜旺的战斗素养还有待提高啊！周乾也有些惋惜的说道。李雪姨深表同感，终于找到一个能教的方向了。虫巢内，姜旺专门开辟了一个新的耳室，让萧燕和他的小兄弟们居住，而他重新接管了战场的指挥权。因为各大首领执行斩首行动，万族没有人镇压，虽然进攻强烈，但却也能抵挡。而姜旺也抓住这万族首领不在的间隙，直接发起反攻。好，一只雷兽发起冲锋，而周围的跳虫跟着雷兽冲锋的轨迹，对着还没有断气的万族进行补刀。姜旺趁着这个空档，将自己的主宰之血投入了孵化池。他明白，虽然自己击退了万族领主，可在正面的硬实力上依旧是差了一截。若是没人支援，虫巢被攻破依旧是迟早的事情。本来姜旺是想分解自己的基因，不说多，只要将绝对毁灭的能力提取出来，那对虫族的提升将是史无前例的。但可惜分解池缸摄入了自己基因就爆了，事急从权，姜旺也只能投入孵化池中。随着姜旺的选择，无数携带着主宰之血的虫族在耗费了无数能源后即将诞生。万族营帐，饕餮看着面前各个带伤和有气出没气劲的黑蝎，一脸震惊。你是说你们找到了姜旺，他还请你们喝茶，然后你们不接受就被打了一顿？白狐羞愧地低下头，而饕餮只觉得头晕脑花。良久之后，饕餮缓缓地说道：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全力进攻姜旺，3天之内拿下虫巢，要么赶紧撤退并全力进攻人类，3天之后拿下胜利。饕餮看得非常透彻，拿下姜旺，你接下来再难也不会比面对疯狂发育的姜旺更难。若是拿不下姜旺，那就只能3天之内进攻人类，并且拿下永坚之城。超过3天，饕餮不敢想象姜旺的虫族在吞噬如此之多的万族之后会膨胀成一个什么样子。无论哪个，他们万族只有3天时间，他将选择权交给了剩下的万族。他累了，他已经想摆了，带不动。一帮上等种族的首领去斩首一个召唤系的领主，在身边没有虫族的情况下被发现了不说，半死一个，重伤一堆，投了吧，心死莫过于此。可就在首领犹豫之际，姜旺的第一批主宰之刃诞生了，并已经抵达前线。第一批足足500万。主宰之刃介绍，有主宰用自己血脉创造出来的虫族，作用每次攻击有 10% 的几率造成真实伤害和暴击效果。而随着这些虫族的加入，万族的防线瞬间就被虫族撕开了一个口子。10%的概率看起来很小，但当基数达到一定的地步，那就跟100%暴击没什么区别。一只悍天象在成千上万只虫族的攻击下，死亡近乎是瞬间的。万族营帐，白狐已经做好了决定，撤退。在他的推算中，这场试炼已经失败了。万族是一个只看重结果的种族，他们不会在乎你覆灭了多么有潜力的对手。当他们得知你为了杀一个人类死了几千万的万族，甚至还输掉了试炼，那你就是个失败者，一个没有投资潜力的领袖。既然失败已经注定，白狐只能思考怎么才能让他重新回到重要的地位。那就只有一个方法，想要自己的失败理所应当，那就是让姜旺的强大无与伦比。这样不仅可以让万族高层更加重视姜旺，提前灭杀他，也可以让自己的失败不那么刺眼。甚至因为饕餮的半残废，自己甚至还会成为对付姜旺的首席顾问。虽然是养虎为患，但只要老虎吃的是别人，那就跟自己没有关系。饕餮睨了一眼坚决要撤退的白狐，笑了笑。他已经明白了白狐的心思，但无所谓了。随着撤退的命令下达，无数的万族开始撤退。对这些异兽来讲，他们是最底层的存在，因为血脉的压制，他们连最基本的反抗都无法做到，所以他们只能战斗，拼命的战斗，杀死人类，杀死一切能让他们进阶的存在。只要进阶，他们的就再也不是任人支配的存在了。但可惜，从战争中走出的强者有，但大多数并不是他们一步步变强的。有些是血脉之中本身就拥有潜在的力量，才逐渐变强，取得高位。
但纯粹凭借自己的运气和实力走出来的也有，但整个偌大的万族只有一个。万族如同洪水般退去，留下了一地同族的尸体。他们的死亡对万族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是高等种族的手中的数字。死去的不仅仅是万族底层的尸体，也是万族底层的梦想。虫族还在衔尾追杀，起初姜望还怀疑是陷阱，但从大局之中开始考虑后，很快就想到其中的弯弯道道。虫族从某种方面来讲是一个更严苛的人类社会，毕竟虫族有血脉，而人类也有类似于血脉的东西，比如世家。想通之后，虫族也就放心的追击了起来。他只是战斗素养不高，但脑子还是一向好使的。刚刚还面临绝境的虫族，下一刻就焕发了第二春。哎，说到底还是资源与权力。姜望缓缓地说道，身后的安娜则一脸迷茫，歪头看着又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主宰。第55章，联军受袭。姜望第一时间将万族撤退的情报通过公屏向所有人发布，并将万族此刻具备的可战之力以及各种情况都进行了说明。一旦激起千层浪，我靠，姜望大佬还活着呢，真就是虫族争霸一姐。别说这有的没的了，没看讯息吗？5000万的万族如果直扑联军，那最多1天的时间也就能找到我们。好家伙，姜望大佬一个人都能打跑那么多万族，我们这么多人还用怕万族？问一下楼上，你参加前3天万族攻城的战争了吗？没有啊，但认为人类依仗这么高大的城墙还能有什么伤亡？万族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吗？还说什么万族恐怖，人不行别怪路不平，牛逼！而正当姜望刷着公屏准备告诫一下所有人万族的强大的时候，自己忽然被人艾特了。孙玄天艾特姜望，若是万族对我军发动进攻，你能来支援吗？姜望，不能，虫族损失巨大，还不能进行远距离奔袭作战。孙玄天，一点都不能吗？姜望，损失巨大，贸然出兵也没有意义，如果需要支援，最早也是3天之后。姜望说的也是实话，虫群虽然在军毯上跟万族打得有来有回，可一旦进入平原或者森林作战，那只有数十倍的多于万族才能打出和军毯一样的效果。得到姜望确切回复的孙玄天看着联军指挥室内的众人，好了，姜望已经明确的表示无法支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那5000万的万族直扑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巨野之巢内还有留守的万族，并也朝着我们倾巢而出，又该怎么办？指挥室内气氛沉闷。我建议正面进攻，即便那5000万的万族直扑我们联军，那也是一支疲惫之师，届时配合侧翼部队进行分割击破。反对，万族恐怖的执行能力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在首领没有死亡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溃逃的现象。一旦我军率先崩溃，那在旷野的平原上，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正反双方各持己见，而孙玄天有些焦虑地敲着桌子，他没想到上千万的万族没有搞死姜望，更没想到自己原本行军慢的优点竟然成了拖累。现在无论是撤退还是进攻，都有可能被偷袭，我建议原地建立战线。一名军团长忽然站起身，取了一个中间的方案。孙玄天忽然眼前一亮，在他看来，无论进攻还是撤退风险都太大，而这个方案正好说到他的心坎里了。那就这样，各军团在周围建立阵地，我就不信了，姜望能够一人击退1000万，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需要退让？一时间虽然各个军团都有不爽，但也还在能接受范围之内，毕竟无论进攻还是撤退，总有个先锋和率先后撤的军团啊。现在各个军团都将自己手底下的人视为自己的班底，并尽力保护，以此来维护自己骤然而至的权利。另一边，姜望准备看看萧燕恢复的怎么样，一进来就看见萧燕倚靠在床边，而他身边围了一帮子人吵吵闹闹。哟，你们这是干嘛呢？周围的人看到姜望来了，纷纷让开了一条道路。只见一人手举着个人终端，口水飞溅。我给你们说，当时我们老大闪身飞踹，一下将那大黑老虎首领踹出100-10来米远，面对10几个首领的围攻，依然不惧，左右开弓。姜望笑容消失，单走一个溜。而萧燕看着姜望的到来，本来微红的脸霎时间变得比元素状态时还要红火。啪！萧燕一巴掌拍在吕青侯身上，老大你打，哈哈哈哈哈！姜大佬来了。吕青侯瞬间换了一副笑脸。姜望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探望过萧燕的伤势没什么大碍之后就离开了。临走前看着他们一帮子人热热闹闹的，竟也有些感叹。另一边，在白狐的指挥下，万族朝着联军方向直扑而去。通过最开始的攻城战，他已经对人类的战力有了基本了解。除了姜望这个变态以外，大多数人类还处于正常水准，而正常水准就意味着，只要在野外，万族根本就不会惧怕人类，并且
万族现在急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宏大的胜利，来弥补在姜望那里损失的士气。5000万的万族兵分3路，朝着联军的阵地移动。观察室内，周前看着开始原地建立防御工事的领主，微微皱眉。愚蠢，也不怪周前这样说。所有人进入试炼之前的1个星期，就已经严肃地告诫了所有人，领主，尤其是召唤系领主，在白银之前，千万不要跟万族进行野外作战，所以才大费周章地弄了个永坚之城。而孙玄天在收到姜望的消息的时候，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撤离或者让后方增兵，这相对于没有长大的牛犊子非得给猎狗试试。1天的时间，在兵种和元素领主的帮助下，阵地初步成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堡垒要塞，外围各种各样的陷阱，以及看不到尽头的兵种，这些就是他的底气。他是一区的最强者，5000万的兵力，数个军团，他不信没办法打。万族那边，白狐通过各项侦查以及确定了联军的阵地和防御工事，迟迟没有进攻的原因是万族也需要休息，并且白狐也变得谨慎了许多。他时刻提防着死亡沙漠和永坚之城的动向。当确定没有埋伏的时候，这个通体雪白的妖狐露出了残忍的笑容。杀！一时间，3支万族部队从不同方向发起了进攻。第56章摧枯拉朽。姜望，如果万族真的跟联军正面交锋，你觉得谁的胜算大些？萧燕看着姜望，有些焦急道：“看万族的决心吧。我没有跟人类打过几次，但我认为，就以目前的形势来说，联军胜算不大。”姜望一边回答萧燕，一边进行基因的组合。那么多人都没有胜算吗？如果你觉得人多就能赢的话，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如果10万规模的交锋，人类胜率大，因为如果10万人里面哪怕有3万的召唤系，那数量就可能会比万族多出来10几万。可一旦规模达到1000万级别了，说到这，姜望开始脑中又浮现了万族大规模发动进攻时的血腥场景，变数就太多了。萧燕还是有些迷茫，1000万级别，人类领主达到1000万，带上那些兵种，怎么说也比万族多个几千万，也是非常轻松的。到1000万就不是那么算了。你知道1000万级别一旦发生溃逃或者军心涣散会是什么场景吗？姜望也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回头看着萧燕认真的说道：“一旦溃逃，1000万个人不如1000万头猪。”杀！城墙上的张强满脸鲜血的怒吼着，可下一秒，一只狮鹫就直接把他捉起，在空中撕成2半。而这一幕在各处上演，原本高大坚固的堡垒，在万族各种各样异兽的配合下，被摧枯拉朽般的摧毁。爆！最外围的防线已经被击溃，万族开始朝着第4防线突进。爆！张若星统领带领10几万退兵朝着第4防线撤退，请求接应。爆！27军团请求支援。爆！砰！张若星是干什么吃的？指挥室内，孙玄天目眦欲裂。张若星是他委派的第5防线总指挥，也是第一个投靠他的强者。孙玄天给他了最多的兵力，甚至还让人帮忙去给他建造外围的陷阱。他没想到，仅仅半天，万族打穿了最外围的防线。这其实也不怪张若星，虽然他手下的兵种多，召唤系的也多，但开元世界从开始就告诉所有人一个铁律：白银之下不要跟万族进行对战。其主要原因是，白银之下的召唤系无法召唤跟他同级别的兵种，等于说，一个青铜5阶的召唤系，他的兵种很有可能仅仅是青铜1阶，甚至更低。而其他领主虽然没有召唤系领主这么夸张，但实力在面对同级别的万族时，也会不同程度的下滑。例如武道领主在此刻根本无法跟同级别充满原始本能的异兽进行战斗，法则还没领悟到那个地步。虽然陷阱和兵种也给万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在杀戮和血脉的压制下，万族生生顶住了压力，并强势进行攻城。由于时间的短缺，说是城墙，其实也就是个几十米的小土丘。当战斗进行到白刃战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告战斗结束了。万族在进化的刺激下，疯狂收割着逃跑领主的性命。张若星也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选择了撤退。城墙之上，白狐看着满地残肢断臂，微微勾起嘴角。所有的首领内心都升起了一个想法：这才对嘛，这才是人类面对伟大的万族该有样子。姜望那是什么妖魔鬼怪？但当他们真的想起姜望时候，又浑身一激灵。啥召唤系领主能在青铜7力抗几千万的万族，并且还能一人按住7个首领爆锤啊？身边呼啸而过的异兽将几个首领的拉回了现实。显然，攻打这样的堡垒比攻打姜望的来得快乐得多。有的异兽不仅血脉进化了，甚至实力还晋升了一大截。尾随刚刚放走的那支队伍，随时准备发起进攻。白狐淡淡的说道：“他刚刚是特意放张若星等人离开的，目的就是顺势攻破第4防线。告诉金钱鼠，让他快点。”
随着旁边的异兽领命退下，白狐好像又找回了原先的自信。另一边，张若星带着亲信朝着第4防线撤退，而他的背后数十万的领主跟着逃命。张若星看着一直在尾随的万族，眉间紧蹙。他并不是个庸才，也是一路上厮杀中走出来的。当他看见万族将所有的人类往他这边驱赶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对劲，但是他也没办法，他不想死。而孙玄天那边的也意识到了这次的万族比想象的更难对付，告诉张若星，不准接近第4防线，我会让人在第4防线开辟出一条道路，但让他在第4防线之前建立阵地进行阻击。如果他要是带领逃兵冲阵，就全部当万族格杀。孙玄天目光冷冽，指挥室内一片死寂。什么开辟一条道路？万族的腿不比人类的快，况且那羊肠小道怎么容纳10几万人大规模通行？孙玄天的这个命令基本上就是宣告的第5防线300万人的死刑。可孙玄天也没有办法，城外全是陷阱，一旦接应就得先毁坏一些陷阱。虽然人类是据城而战，可一旦让万族杀到城下，那距离白刃战也就不远了，所以只能凭借陷阱和远程攻击进行消耗，力争在万族突破第4防线的时候消灭掉万族1000万。操！狗日的孙玄天！张若星破口大骂。看着周围拱卫的亲信和身后跟他一起逃亡的人类，张若星犹豫了。他原本就是个小高管，运气比较好，觉醒了不错的天赋，凭借着拍的一手好马屁和率先押宝，才一跃成为第5防线的统领。当他感受到了无数人对他的追捧的时候，他感受到了权力的美味。忽然，他转身面对着所有人喊道：“我是张若星，指挥室命令，所有人原地建立防线，马上会有人来接应我们。”霎时间，群情激愤，打你妈！要打你打！操，那不是让我们死吗？别管他，冲过去！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尤其是后方被人万族追着撵的人。万族虽然接到命令是驱赶至第4防线，但是又没说驱赶多少人，所以万族也没有收敛。但凡谁掉队了或者速度降低，万族就是冲上去进行一波杀戮。后方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早都崩溃了，他们现在只想冲进面前的要塞。第57章，城门危机。随着溃兵和万族越来越近，第4防线的统领一声令下，无数道攻击进行全范围的覆盖，10几万的人死在了自己人的攻击之下。没有第一时间死亡的人哀嚎着，怒骂着，愤怒着，可渐渐他们死了，而跟他们陪葬的仅仅是几万的异兽。从第5防线赶来的万族在攻击范围之外聚集，看着如此果决的人类，万族不断聚集更多的异种，准备发动下一波的进攻。虫巢内，萧燕正在怒骂。江望看着公屏上的信息汇报，一时无言。从战争的角度来说，孙玄天的做法是正确的，甚至观察室都肯定了孙玄天的果断。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孙玄天又是错误且残忍的。但战争不讲对错，虫巢已经全部吸收了死去万族的基因，并且在江望的进一步的改造之下，战力又有了全面的提升。江望闭目凝神，思考着如果他是万族，他会怎么做；如果他是首领，他又会怎么做。虫巢外，虫族大军每分每秒都在增长。忽然，江望睁开眼睛，当即决定准备亲率4000万的虫族前往永坚之城，其中甚至包括了将近500万的主宰之刃。安娜则执掌虫巢，并派出3000万朝着巨野之巢，以防万一，仅仅留下堪堪1000万。战争还在继续，万族近乎是不计生死的进行攻城伐地，联军各处已经疲于应对，不断的朝着永坚之城和江望进行求援。而巨野之巢也倾巢而出，留下的坚守万族不足1000万。无数的万族开始集结，白虎等一众首领依旧做好了打算，要么2天之后，江望带领他的虫族杀出死亡沙漠，并将他们也一并杀死，彻底失败；要么他们抓住渺茫的机会，赌永坚之城会出兵支援，他们顺势攻进永坚之城内，拼死拿下胜利。毕竟以永坚之城的坚固，即便他们集结所有的万族进攻，也不足以3天之内拿下。进攻联军只是一个幌子，只有永坚之城内出兵援助，他们才有一丝机会。否则，不如让江望攻破巨野核心，或者死亡达到80%。永坚指挥室内，徐诺看着请战的众多军团长，依旧坚定地选择了拒绝。徐副指挥，联军危在旦夕，只要我们此时出兵，必然可以联合联军击退万族啊！请战的军团长依旧有些不死心。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永坚之城，保护核心。徐诺冷喝道，坚定地表达着他的态度。徐副指挥，难道胜利就那么重要？我们都来自同一颗星球，无数人死在了原初界，即便我们赢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些可是我们的同胞啊！张柔泪眼婆娑，不断地劝说着徐诺。也不怪他如此这般，
孙玄天的强大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而他也是第一批投靠孙玄天的人。在他的眼里，徐诺此刻是为了排除异己才不援助联军。只要在这时他能够明确地表现出支持孙玄天的态度，那他刚刚姜望已经联系我了，最多再需要2天，他就可以支援。此时的万族随时可能突袭永坚之城，孙玄天那边有足足5000万人，我们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活着。徐诺冷冽的眼神仿佛看透了张柔，眼见劝说没有效果，张柔忽然厉声道：徐诺，你罔顾事实，延误战机，利用万族排除异己，眼见同胞深陷火海而无动于衷，你不敢出兵？我敢。随后扭头离去。徐诺冷冷地看着张柔的背影，在他看来，出兵不一定能救得了孙玄天，还有可能让万族一波将人类的优势打没。联军内，孙玄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度，实在是万族进攻的太快了，也太疯狂了。第4防线已经被攻陷，第3防线也在顷刻之间了。他已经给永坚之城发了数道支援的信息，徐诺却屡次以恐有埋伏，他要坚守永坚之城为由拒绝支援，并说姜望会在2天之后支援，这让他差点破口大骂。就目前的形势，鬼知道2天之后他还在不在。他对自己人可以狠，但对自己就没必要了。万族也是发了狠了，就算输也要在输之前将这些天赋绝佳的杀光提升血脉，还能回去交差。永坚之城内，韩冰岩挡在张柔面前，徐副指挥的命令，若是张柔部队强行闯门，可就地格杀。哼，他不敢去救，还不让别人去救，我倒看看他敢不敢把我们所有人都格杀。张柔一脸不屑地说道。跟着他准备出兵的数个军团长也纷纷附和道。就在双方互相推搡准备交火的时候，徐诺忽然出现。出兵可以，只能半开城门，否则咱们就看看谁强。一股强大气势笼罩着所有人，毕竟张柔人多势众，并且城外也风平浪静，徐诺还选择退让一步。张柔的眼神几经转换，最终也选择了妥协。随着数个城门缓慢地打开，一个个部队开始有序出城。而在不远处埋伏的金钱鼠看着缓缓打开的城门，一阵激动。城门前的部队越聚越多，金钱鼠和一众善于隐藏和突袭的万族就在不远处埋伏。随着一队士兵顺利出城，金钱鼠化身一道闪电，迅速窜出。嗖！他挑选了一个兵团刚刚结束出城，下一个兵团准备出城的时机。仅仅几个眨眼的时间，金钱鼠瞬间窜进城门处，而周围的领主还在愕然这是哪里跑出来的金老鼠。下一秒，锋利的爪子就划过他们的喉咙，金钱鼠瞬间控制了一个城门，而他身后的众多万族也朝着各个城门冲去。一时间，各个城门处无比的混乱，远处埋伏的万族大军则开始朝着永坚之城疯狂奔袭。正在围攻的联军的白狐收到消息，直接收拢万族，开始朝着永坚之城杀去。来不及收拢的，让其继续攻城。永坚之城下，张柔的部队乱作一团，远方的不断接近的万族让他们疯狂想要回到城内。可城门下却因为聚集着众多异兽或者人类的尸体，导致所有人都堵在门口。而徐诺和韩冰岩正在迅速肃清着进入城内的万族，可金钱鼠根本不和他们交手，而是在各个城门前来回乱窜，不计代价地杀死那些想要关闭城门的人，并让外门堵的人进来。起开！张柔凭借不俗的实力直接挤进城内，而徐诺眼看已经快来不及，眼中的寒光一闪，朝着城门处的拥挤的人群一挥，砰！原本还挤在城门处的人瞬间没了声息。关城门。第58章城门告破。刚刚挤进来的张柔眼看着徐诺如此果断，脸色几经轮转，也开始朝着各个城门拥挤的人群大开杀戒。很快，一些实力不强的万族被赶来的各个军团长击毙当场，而金钱鼠也险象环生，甚至为了阻止关城门，强行挨了几下重击。轰轰轰！城墙上疯狂地朝着万族发动攻击，一只矫健的黑虎左闪右避，正是给姜望通风报信的小黑。几个首领一马当先，他们依然了解，这可能是唯一的翻盘的机会了。城门内，随着徐诺的雷霆手段，城门几乎已经全部关闭，仅剩3处城门被一种拿命堵住。而金钱鼠也嘴角渗血，身上还有一层冰碴子。而他对面的几大首领也不好受，张柔的腹部被抓开了一个大口子，韩冰岩以命搏命，也身受重伤。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断地游曳在战场周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给谁一下子。眼看着万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徐诺忽然长发飞舞，一道道鲜血从死亡的尸体上飞出，幻化成一根根利刃悬浮在空中，宛如血色的雨滴。忽然，利刃调方向，朝着3个城门处无差别攻击。嗖嗖嗖嗖，3个城门处
无论是异兽还是人类，皆死在血色利刃之下。而徐诺也小脸煞白，金钱鼠也看准时机，宛如一个金色闪电，直直地奔着徐诺的心脏穿去。做梦！韩冰岩情急之下，竟然化身元素状态，一身冰晶铠甲站在徐诺面前。可即便如此，韩冰岩的右肩几乎全部破碎。若不是元素状态，韩冰岩也要在这一击之下殒命。砰！砰！眼见两个城门已经关闭，而仅剩的城门也快关闭，金钱鼠眼中是闪过一丝挣扎，随即放弃，朝着城门外冲去。在他看来，就算到时候江望从死亡沙漠杀出来，那他也不一定死。可现在若是为了万族留下，那一定会死。他们金钱鼠有句祖训：死异兽，不死鼠鼠。属实我呀，先走了。可就在准备冲出城门之际，一个黑色的身影瞬间撞到城门之上。砰！重击之下，城门都有些晃动。来者正是黑虎，凭借着天赋血脉，他终于紧赶慢赶地冲了过来。就是这一击，给万族搏出了一线生机。而金钱鼠眼见有戏，转头又杀回城内。城门的外的万族扛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终于杀至城墙底。原本都快要关上的城门，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缓缓被打开。而黑虎因为刚刚那一击，力竭的在周边休息。他其实也有些纠结，从某种方面来讲，饕餮的残废，此时万族的局面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几乎可以说是万族的叛徒。但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万族，他有远大的理想，他需要杀戮进行进阶，他需要力量，所以他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冲撞城门。他是为了自己而战。城门被彻底打开，即便城门处守着最多的军团长和人手，可缺口一旦打开，就不是那么好关闭的。城门处万族的尸体已经堆积成了一处小山，可即便如此，万族依旧发了疯似的往里挤，而金钱鼠也在肆意地收割着人类的生命。随着一处处城门被攻破，真正的白刃战开始了。另一边，江望在虫族之中朝着永坚之城飞速前进。当他把自己带入到万族之后，他发现万族只有3种方法才能摆脱困境。第一种，死守不出，这是最愚蠢的方法。第二种，集结全部兵力进攻永坚之城，这是比较理想的事情，因为以永坚之城的高大，足以支撑到他或者联军的支援。第三种，就是对他来说最坏的情况，万族攻破城墙，直指人类核心。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不仅朝着巨野之巢发兵3000万，还专门给徐诺说明了厉害，并表示自己最多再有2天就能支援。可通过公平，他知道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此时，他需要接近半天的时间才能赶到永坚之城。联军内，随着白狐的撤离，他们的压力骤减。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收到了城门被攻破的消息。砰！徐诺是干什么吃的？孙玄天都快把桌子捶碎了，仿佛所有的错都是徐诺一般，全然忘记了他破口大骂徐诺的无情和对永坚之城内各大军团长的求援。孙玄天的表情阴晴不定，随后忽然兴奋地抬头，全军朝着巨野之城全速前进。只要他能够在人类核心在攻破之前拿下巨野之城，他就是这次试炼最大的赢家。到时候即便黑衣人找上门，自己也不用怂。永坚之城内，韩冰岩带着虚脱的徐诺不断地向后撤。虽然永坚之城最外层的城破了，但由于徐诺的谨慎，他在收到江望的提醒后，不断地加固了城内的防护。只要指挥得当，不说能全歼来犯之敌，但挡个3天还是不成问题的。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的黑虎，不断随着万族收割着人类领主的生命，而随着他的杀戮，一股股能量不断地加强着他的血脉。这就是人类跟万族无法共存的原因。尤其是原初借出来的人类领主，因为身负领主空间，更加可以提升他们血脉晋升的几率。他们万族中有一句话：贪婪的人类掠夺了世界最后的能量，而我们只是在回收这些能量。观察室内，周乾等人也是沉默无语，他们也无法评说什么，因为这些毕竟没有经受过这种大规模的战役。而外界许多的中高层也关注着这场战役。卧槽，飞龙起脸都能说，则白瞎了原初界赐予的领主空间，真他妈废物啊！有一说一，这个江望还是很强的，我第一次见这么猛的新人，上次见还是叶。某位少爷好像意识到什么一样，瞬间闭嘴，而身上种种的压力也表示了，当他念出那个名字，就离死不远了。霎时间，气氛忽然压抑。第59章，人类要输，杀！韩冰岩拖着重伤之躯，不断击杀着面前的万族，而他浑身的浴血和周遭一地的尸体，表明了战场的激烈程度。在万族的追击下，人类根本没有组成有效的抵抗。在推至倒数第2道防线的时候，韩冰岩悍然出手，强行重伤了一名万族首领，并击杀了只顾着逃跑的张柔，这才止住了逃跑的颓势。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
人类终于扎稳脚跟。而此时的白狐和他的大军已经抵达了城墙底，他越过如同山头一般的尸体和一个又一个血坑，通体的雪白宛如林间的精灵。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满怨气和死气的空气，一脸陶醉。他现在的心情很好，大量人类死去的怨气和死气让他的实力不断提升，并且自己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忽然，他的脸色猛然一变，尽快击破人类核心。姜望杀过来了。饕餮在见到虫族的时候，就立刻给前线的白狐发送了消息。巨野之巢内，饕餮指挥着仅剩的万族，依托着万族之巢内的地形，不断收割着虫族的生命。他不是没想到姜望会杀过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快到他都没来得及急去他已经找好的庇护之所。从死亡沙漠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在巨野之巢内，一方面可以养伤，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防某些万族将他击杀并吞噬他的血脉。可姜望的到来直接乱了他的计划。出了军毯的虫族还没办法跟万族1对1，况且因为地形原因，即使有安娜亲自指挥，短时间内也根本没有拿下巨野核心的机会。联军内，孙玄天选择了最精锐的兵团，还在前往巨野之巢的路上。而姜望已经能够看见永坚之城的轮廓了。永坚之城内，第二防线，人类和白狐大军中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时还能传出不知是人类还是万族的哀嚎。杀！随着白狐的一声令下，无数的万族朝着第二防线冲去，白狐和黑狐也在其中。砰！万族顶着攻击，狠狠地撞在了城墙之上。沉闷的撞击让城墙的人都为之一颤。此时的徐诺已经苏醒，看着密密麻麻的万族，他知道恐怕是守不住了，准备死守一波。而身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已经做好了安排。虽然城内原本有将近5000万的人手，但在万族冲进城内的那短短的半天，就有2个军团长被击杀，并且大量在城墙之上的人类也被涌上来的万族击杀。所有人乱成一团，根本没有人能够聚拢人心，形成有战斗力的阻击。而他也在关键时刻因为强行动用了没有掌握的能力而昏迷。若不是寒冰岩在最后关头战出，恐怕人类死伤更加的惨重。毕竟逃跑的人类就像打败仗的步兵，被身后的骑兵随意屠杀。人类是打了败仗的步兵，而万族却不是骑兵，他们比骑兵更加的凶猛嗜血。噗呲，人类不断的将登上城头的万族击杀。虽然万族的死伤巨大，可即便是如此，随着万族尸体的堆积，更多的万族登上城头。撤！随着徐诺的一声令下，各个军团开始有序的撤离，而徐诺则跟着随后一批的人撤离。此时的城墙外，堆积如山的尸体已经几乎与城墙齐平，万族宛如过境的蝗虫一般迅速越过城墙。当徐诺撤进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火光冲天起，巨大的爆炸声在山谷之中回荡，无数的万族飞上了天。这是徐诺送给万族的礼物。早在万族没有攻破城门的时候，他就将各个关键要点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爆炸物，目的就是以防万一。可没想到关键时间爆炸物没事，他昏迷了，而能够顶事的竟然一个没有。大火熊熊燃烧，一只只越过火焰，宛如地狱的使者，没有任何喘息的余地。轰轰轰！几名万族首领同时出手，所有人都没有留手，这已经无关胜负，而是生与死的问题。白狐庞大的精神力瞬间蛊惑了数千的领主，一时间城墙上一阵骚乱，而紧随其后的双头鹿狠狠地撞在了城门之上。而各大军团长也纷纷迎战，各式各样的兵种，绚烂异常的元素攻击，甚至机械领主的炮台和机器人。好，异兽杀至城门下，天空的异兽也不断地朝着城头进行骚扰。仅仅半个小时，好，一只异兽踩在城墙上大声的吼叫，宣告着万族的胜利。而徐诺和寒冰岩纷纷重伤垂死，万族用尸体铺垫的梯子让人类开始陷入绝望。忽然，虫子！只见万族身后的峡谷，一只雷兽逐渐显露身形。咚咚咚，沉闷的脚步让大地都开始颤抖，而雷兽身边数不尽的跳虫协调并进。嗡！雷兽之上，姜望的精神力轰然展开，瞬间峡谷内所有的万族都仿佛被恶魔笼罩。而刚刚还在准备收割人类领主性命的各个首领面色难看至极。救！白狐一声嚎叫，所有的万族跟发了疯似的朝着水晶杀去，甚至直接掠过身边唾手可得的人类领主。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只要能在姜望之前。金钱鼠速度最快，他疯狂地朝着水晶飞奔而去，甚至从徐诺身边窜过时，仅仅需要花费0点几秒的时间就可以收割一个超高质量领主的机会，他都放弃了。就差一点，就差一点！金钱鼠看着近在咫尺的水晶，当，砰！熟悉的身影，熟悉的动作，熟悉的飞行动作。
金钱鼠被姜旺一脚凌空抽射，狠狠地抽进山壁之中。砰！破碎的巨石飞溅，可见力道之大。而原本还气势如虹的雷兽此刻哀嚎在地，他脑门密密麻麻的皲裂的裂纹也充分展现了姜旺为了及时赶到用了多大的力。姜旺站在水晶之前，宛如战神一般。战场上忽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此刻的参与过斩首行动的万族宛如死了 M 一样，他们深知姜旺的强大，而黑虎的眼神就比较复杂了。姜旺冷漠的眼神扫过了面前所有的万族。此刻的白狐和其他首领聚在一起，陡然朝着姜旺冲去。杀！他妈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黑熊一马当先。可随着他的余光看去，刚刚还并肩的小白狐已经没了身影。吼！战斗一触即发。砰！啪！当！姜旺宛如守门的战神，不仅仅一人挡住了冲来的万族首领，甚至企图想要偷偷溜进来的异兽都被他一脚踢死。第60章，姜旺再没意外，虫族已经跟异兽杀到了一起。万族大势已去，白狐弄脏了引以为傲的白色皮毛，宛如一颗黑色的煤炭，悄咪咪地朝着外界溜去。而金钱鼠也是吊着一口气，唰的一下冲出峡谷。姜旺虽然精神力感知到了这两个万族的动作，但面前的不断纠缠的万族让他只能放弃对二兽的追杀。大黑熊等万族也是苦不堪言，姜旺的精神力牢牢锁在他们身上，就算想跑都跑不了，只能尝试击碎水晶。而周围的人类也缓过了神，加入了战斗。很快，战斗结束，人类核心之前尸横遍野，而刚刚还不可一世的万族首领，此刻已经全部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活着的人类，有的失神地看着远方，有的喃喃着在地上不断地翻腾尸体，寻找着他期盼的人，有人相拥而泣，有人失声痛哭。此战，永坚之城被攻破，战死人类将近4000万，伤残者不计其数。而万族除了3个首领逃脱和少部分的异兽逃脱，其余接近军毯的肥料。另一边，孙玄天刚刚跑到巨野之巢门口，就看到常威就看见虫族在打万族，刚大叫一声准备上去收人头，忽然收到全区通知，万族一方损失达到 89%， 胜利条件达成，人族胜利。白狐为了能够攻下永坚之城，倾尽万族仅剩的所有兵力，而巨野之巢内也被安娜拼杀殆尽。除去逃出去的领主和散落在各处的万族，剩下的基本被姜旺给杀光了。随着万族被召唤撤离战场，原本应该持续将近2个月的战斗，因为万族的自负和老祖的命令，姜旺只能被迫提前结束。而孙玄天在得知姜旺 1v8 个万族首领不落下风的时候，就放弃了刺杀的念头，提前返回。姜旺则在宣布胜利之后，就带领虫族回到虫巢，将万族的尸体全部消化，并将虫族撒满整片战场。反正距离2个月时间还久，姜旺不仅要将万族消化殆尽，还要将整片战场的羊毛薅尽。15天后，王天风脸色巨黑地看着屏幕，这混小子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怪他愤怒，姜旺这15天快把整片战场挖空了。他说快了。李雪怡诺诺地说道。多快？王天风眉头一皱，妈的，他12天前都说快了。他说快挖完了。李雪怡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砰！桌子 up 100。哎，老王别生气啊，你看现在外面多少人等着他出来呢，让他待在里面也好，省得到时候出来。周前话说一半就不再继续说了，因为姜旺的新手试炼的出色表现，星海联盟的大门都快踩烂了，什么联姻啊，赞助啊，甚至皇室都想见见姜旺。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那就不至于让星海联盟头疼了。盛名之下，从来不缺暗流涌动，甚至黑市上已经发出悬赏令，活着姜旺10亿金币，1金币等于1000银币，等于10万铜币，1金币就足以支撑一个中产阶级1年的消费了。可想而知姜旺现在的处境。毕竟有些人为了让自己子孙变强，从来不惜别人的性命。虫巢内，姜旺吃着薯片撸着狗，屏幕上各种各样的基因不断的进行推演，凭借着大量基因的融合带来的进化点，姜旺已经成为了一个白银一阶的小老，而他的精神力却达到了将近1万，意味着他的各项数值也都接近1万，可谓是白银通天带，黄金也能占。看着不远处金壳内的安娜，姜旺不由得感慨，果然只有战争才是虫族最快的进化方式。精神朝外洒去，望不到尽头的虫族，翻涌的沙虫，全面进化的雷兽、跳虫。而在跳虫之中，有一只浑身淡紫色的跳虫，赫拉斯也是第一只诞生意志的跳虫。更让姜旺惊奇的是，它竟然还有个独立面板。虫族赫拉斯可进化，速度1000，力量800，体力900。随着姜旺的研究，赫拉斯在虫族的位阶之中属于高于普通虫族，但低于女王。
是特有兵种诞生出来的将军级别的特殊虫族。理论上，姜望各个兵种都能够诞生一只这样的兵种，但他却不知道诞生的方法。咔！随着细微的碎裂声从身后传来，姜望拍了拍手上的薯片渣，捋了捋头发，看着即将破壳的安娜。咔咔咔！主宰！随着安娜的亲昵的呼唤，一道紫色的身形忽然冲进姜望的怀抱。此时的安娜已改往日的12、13岁的模样，转而成为了亭亭玉立的16岁的模样。如果不戴上头上的触须，安娜已经到姜望的鼻尖了。雪白的肌肤和紫色的甲片一如既往的和谐，甚至更胜从前。异样的妖艳却又清纯的美丽，很难让人联想到面前的女孩手下有上亿的小弟，而她自身也是残忍无情的虫族女王。当然，安娜是穿好了衣服的。虫族女王安娜，战力1000，智力10000，天赋推演。看着安娜新冒出来的天赋，姜望一脸惊奇，虫族也能拥有天赋？至于推演的作用，已经自动反馈到姜望的脑海之中。推演，只要你智力足够，我就能推演到你怀疑人生。我不管你在几层，我必然在你之上。姜望看完就俩字：变态。随着一切的完结，姜望已经就准备返回了。毕竟谁家好人一天夺命连环扣，天天问啥时候回去。而这个好人肯定不是李雪怡啊，姜望又没说。随着姜望精神力的笼罩，所有的虫族进入领主空间，而领主空间也因为姜望的晋级进一步的加大。甚至姜望怀疑，只要他足够强，他的领主空间甚至可以堪比宇宙。随着一阵光柱照耀，那种令人恶心的传送感又来了。就因为这个事情，姜望还专门问过李雪怡，他的回答是：恶心的感觉越强，就代表着传送越安全。简单来说，舒服是给死人的。对此，姜望的回答是6。第61章，又一块原初石。姜望强忍着恶心，眼都没睁开，忽然听见了周围响起一片掌声。很多曾经上课睡觉的同学都知道，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周围人突然鼓掌的时候，自己也会莫名其妙的鼓掌，尽管眼睛还没睁开。姜望就是这样，当他逐渐睁开眼睛，才发现周围围了一堆人。学院的中高层基本都到了，甚至级别不够的都在外围。但姜望除了王天风、李雪怡谁都不认识。他就像那过年回家被家长拉去见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姜望的礼数一个不缺，完美的应付了各种各样的人情。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脑中只有一个想法：早知道烂在试炼战场了。根据学院的通知，他还会在3天之后面向全学院开表彰大会，甚至整个开元世界其他势力前来参加。至于奖励，得在3天后的大会上才能发。好的，知道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姜望没有好气的说道：他妈的，形式主义害死人！现在不发奖励，给我说个屁！哎，等等！李雪怡看着扭头就走的姜望，连忙喊道：姜望！看着真的好像对自己有些不耐烦的姜望，李雪怡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就是那种不讨厌，反而有点新鲜的感觉，甚至有些兴奋。听说你原初界获得了一块原初石，而我刚好申请了一块优。姜望眼睛瞬间一亮，你说这我可就不困了。要知道，在自己进化的时候，原初石竟然能够一起进入那处未知空间，必然不是简单的物品啊！看着姜望的表情，李雪怡微微一笑。本来原初石是在铂金级才能出现的宝物，你师父我求爷爷告奶奶才给弄进黄金奖励里。虽然铂金级没办法提前发，但黄金级倒是可以。说着，他丰腴而又不失纤细的手上就出现了一颗吊坠，而吊坠之上镶嵌的正是原初石，甚至比自己的那颗还要大。好的，谢谢。姜望伸手就准备去拿，毕竟自己的黄金级还没法呢。那个原初石简直血赚。谁知李雪怡的手却忽然一躲，狡黠一笑，很难想象这张成熟又充满魅力的脸庞竟然能够做出宛如小女孩捉弄人的表情。给你可以，好歹是师傅好不容易求来的，你就叫一声师傅好不好啊？不得不说，他真的很会。但凡李雪怡以一种居高临下或者威胁的方式去要求姜望，他都会扭头就走。但却以这种半撒娇甚至略带祈求的小星星的眼神，瞬间让姜望有些迷茫了。谁能顶住一个身材丰腴、气质绝佳、韵味十足的玉女少妇呢？姜望能，爱给不给？姜望淡淡的说了一句，扭头就走。哎，给！眼见姜望根本不吃这套，李雪怡干嘛直接将原初石递到姜望的手里？给！哪有师傅拿徒弟的东西的？说完，李雪怡扭头就走了，甚至脸颊都稍微有些绯红。刚刚情急之下，他竟然抓了姜望的手。这是他第一接触男孩子，自从他觉醒兵种以来，除非实力远远高于他，并且自制力好的，能够控制自己不做出出格的举动。那些跟自己平辈或者稍微大点小点的，别说触碰了，就连正常的交谈，
都会让人浮想联翩，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男人眼中的欲望，看到他们的渴望。而姜望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也是唯一一个对他不加颜色甚至冷淡的人，所以他不止不讨厌，甚至格外珍惜。艾李教授，中午好啊！王超看着李雪怡终于出现，赶忙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打起了招呼。李雪怡仅仅是扫了一眼就走了。看着李雪怡高傲冷漠神情和摇曳风姿的背影，王超恨不得直接将她就地正法，可他还是维持住了表面的功夫。而李雪怡感受到身后传来的恶意与欲望，内心不由对其他人更加的厌恶起来。个人寝室内，姜望头顶着袁初时，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奥秘，可他都快睡着了。袁初时除了能给他带来丝丝凉凉的感觉外，没有任何的作用，然后就随手揣到兜里了。本来他是想直接戴在脖子上的，但拿起那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项链，甚至还有一股清香后，就决定揣兜里了。古往今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倾国倾城，祸国殃民，好看的玫瑰都带刺。张无忌他妈亲口都说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姜望已经进入了学院，并且成功的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现在只想离李雪怡远一点，越远越安全。豪华别墅内，李雪怡趴在床上回味着姜望精神力带给她温和舒缓的感觉，丰腴的身材即便是宽大的教导服都有些遮掩不住。而此刻的李雪怡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想象下次应该找一个什么理由把小姜望叫出来了，甚至还会忽然害羞地甩着双腿。可他还不知道姜望已经做好了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3天转瞬即逝，姜望换好李雪怡送来的衣服，他很疑惑，衣服真的需要教授这个级别送吗？新联广场，各大媒体甚至各大家族都派人前来捧场，看不到尽头的人头，天上和地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横幅，表示各界人士对这次表彰重视。甚至许多家族早早的已经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礼品，女人准备招揽几个早已经看好的天才。表彰如期召开，姜望并没有在人群之中，而是在新联专属的队伍中。一方面是对外表示这个人我们的了，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保护。队伍中，姜望长舒一口气，看着身旁的教授，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可内心想的是，幸亏不是李雪怡。事实上，李雪怡本来准备站在他旁边进行保护和引导，顺便狂吸一波小姜望，但由于他的特殊体质，为了避免其他的教职工人员出丑，强行被王天风带到了身边。朋友们，历经将近2个月的艰辛努力，新手试炼活动胜利举办，开源世界同地球人们一起共度难关，克服各种挑战，终于迎来新生。此次新手试炼中，姜望同学扶大厦于江青，挽狂澜于既倒，表现出色，特此提出表扬，并有校长周前、周校长特别奖励生物战将。啪啪啪啪。与此同时，此次同样优秀的学员有啪啪啪啪。好，下面有请姜望同学进行演讲。姜望，王天风，我劝你不要给我加戏。第62章成立联合会。而在王天风身边的李雪怡也有些错愕，原本的流程没有这项。事实上，这个演讲也是临时加上去的，而各个领导也都同意了。王天风用的理由是必须让姜望讲几句话，并且还不能要稿子，因为只有真情实感才能引起所有意见人的共鸣。绝口不提他每次看见李雪怡咋咋呼呼的去找姜望时，他后槽牙都快咬碎的经历。而姜望也只能走上演讲台，周围10几个硕大的虚拟屏幕上全部照射出姜望的脸。有一说一，姜望虽然算不上特别帅，但却极其耐看，尤其是一身独特气质，清冷温和，宛如一个翩翩公子一般。虽然姜望的战斗极其残暴，但不影响已经有人开始磕姜望的颜值了。啊，好帅啊！一阵的又一阵的呼唤，让姜望都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随着姜望的沉默，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他其实内心早已打好了副稿，演讲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难事。可当他每次想要张嘴敷衍一下的时候，内心总会浮现原初界内为他仗义直言的人们，会浮现新手试炼时人们为了素未谋面甚至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而献血，会浮现永坚之城内慷慨就义舍生忘死的人们。诚然，一路走来，蓝星人死了一批又一批，而在死亡面前，在未知的世界面前，有人选择委曲求全，有人选择放纵欲望，有人慷慨就义，有人化为火光，为所有人照亮一丝方向。而他仅仅是比较幸运，觉醒了好的天赋和兵种，所有他才有机会站在这里，面向所有人去讲话，去发出蓝星的声音。所以他将已经打好的副稿抛到脑后。就在周前等人都以为姜望要翻车的，准备上前补救的时候，姜望的声音忽然响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斜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结束。
姜望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手定风波更能鼓励所有异界人的心，不屈与倔强的精神直冲云霄。当姜望念出第一句的时候，台下王侯瞬间红了眼眶，甚至捏着老婆的手都紧了几分。他本来在蓝星有好的工作，父母健在，有爱自己的老婆，有朋友，可一到蓝光之下，瞬间一切都改变了。原初界若不是姜望，他的老婆就可能被李靖那个畜生玷污了，新手试炼，若不是自己运气好，他跟他媳妇可能就死在了永坚之城。可他即便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他依旧坚强而又坚定地站在他老婆的面前，无论是多么大的困难，他都像一个男人，像一个顶梁柱，死死地撑住。可他恨啊，他没有姜望那么强的实力，他甚至没有保护自己的老婆的实力，他甚至只能依仗姜望的名号和萧燕的照顾勉强活下去。可即便如此，他的老婆依旧不离不弃，温柔而坚定地支持他。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为了他的家人和朋友。但这一刻，他一直紧绷的神情随着一滴眼泪的滑落彻底崩溃。不只是他，周围的华国人瞬间理解的姜望的这首词的含义，而外国人则在开元世界精准的翻译下，准确地理解了这首诗的含义。霎时间，许多人都想到了自己好友在自己面前死去的场景，许多人都想起了一直不敢直视的瞬间，朋友的尸体，亲人的嘱托，孩子的期盼，甚至一直以冷血无情为人生信条的姜望也不由得动容，微红了眼眶。不自觉的，他紧握双拳。此后若没有了火炬，我姜望便是唯一的光。这是他的宣言，也是对所有人的承诺。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随着最后一句话的出口，姜望身后所有的大佬都转变了眼神，他们当然听出了姜望那首词所蕴含的意义，所蕴含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更是从姜望最后的最后一句话之中听出了决绝。姜望本可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强者，被各个势力招揽，享受着最好的资源，但他还是选择了一条困难的道路。身后的周乾和王天风等人纷纷收起了轻视，因为星海联盟创造的初衷就是让每个异界人有尊严的活着。随着震天的掌声响起，表彰大会圆满结束，而姜望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当天下午，姜望成立了一个协会——蓝星联合会，而王侯也被姜望承聘为联合会成员之一。虽然有些人对姜望这种抱团的行为进行了抵制，但在周乾、王天风等一众高层领导的缄默下，所有人也只能抱怨。当他回到个人寝室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姜望坐在床榻上，思考着今天是不是有些冲动了。那么多的人会惹出多大的乱子，自己要背多少的锅？但他看到王侯眼含热泪的神情和更多普通人感激的眼神的时候，他还是一声叹息。1星期后，姜望刚刚将联合会内比较重要的事情敲定。行了，就这样吧。姜望起身离席，而萧燕、韩冰言、徐诺、王侯等人纷纷起身。看着纷纷站起的身影，姜望忽然驻足说道：“感谢各位愿意为其他人出一份力。”说完，姜望就离开了。他还要参加李雪怡的战斗特训呢。姜望挑选人才，虽然实力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其他能力。就比如王侯，管理能力出色，在最忙碌的初期能够将各项事宜处理得井井有条。姜望行走在前往训练室的路上，期间不断有联合会的成员向他致意。强者总归是少数，而更多的弱者因为联合会的存在，一时间都拥有了一些温暖的感觉，并凭借这一独特的特质，迅速成为星联学院内小有名气的联盟。来到训练室的门前，姜望忽然驻足，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神后才推开房门。第63章操练。入目望去，整个训练室通体雪白，而李雪怡一身黑衣矗立在训练室中央，玲珑有致的身材，即使是在练功服的掩盖下都若隐若现。黑色独有的冷冽搭配上李雪怡本身的妖媚气质，竟有一种莫名的魅惑。10秒，李雪怡的声音刚传入姜望的耳中，下一瞬，姜望就置身在一处原始丛林中，而他周身一种环伺，大大小小不下30头。姜望需要在10秒只能将这些跟他统一等级的万族全部击杀。砰！姜望抬腿就将深藏在地的毒蛇踩死，精神力迅速张开，而他则宛如一道闪电一般冲进一种群，不断的左突右杀，期间还不停的做着各种躲避。若是仔细看去，姜望每次闪身出击都是用最少的力气和最小的闪避幅度带来最大的伤害。虽然战斗险象环生，但结果却是碾压式的，而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姜望的成果。就在姜望马上就要完成任务的时候，忽然感知到了什么，瞬间将右臂格挡至胸前。Doom！ 姜望瞬间飞出，而李雪怡的身形显露，时间刚好定格在10秒。狼狈的身形足足飞出10几米，而他期间还不停地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卸力，最终在距离墙壁的2米处堪堪稳住身形。李雪怡眼眸中亮起一抹金光。不错嘛，小子。下一秒，他
他就出现在姜旺的身侧，又是一击横扫。刚刚稳住身形的姜旺，一个驴打滚，一阵劲风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姜旺翻身而起，直接俯身朝着李雪怡抱去。并不是他想要占李雪怡的便宜，而是他横扫之后紧接了一记后边腿。以李雪怡的腿长，他现在无法退出攻击范围，只能尽力贴身将伤害降到最低，并伺机反击。可下一秒，李雪怡就直接一个弹腿把姜旺踢飞出去，力道之大，姜旺在空中都感觉自己要去世了。姜旺宛如打水漂般接连触地，最终狠狠撞在墙上。李雪怡的瞬间出现在姜旺身边，看着已经闭眼的姜旺，神情明显有些紧张。刚刚在姜旺扑向他的瞬间，他因为有些失措，使出了这个阶段不能够拥有的格斗技巧，并且力道稍稍大了一些。噗！可嗨嗨！姜旺吐出一口浊气，使劲地咳嗽起来，而他的身体随着他的咳嗽几乎都快散架了。良久之后，姜旺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李雪怡说道：“你当时那一记弹腿是怎么使出来的？”看着姜旺终于说话了，李雪怡终于放下了心。最后那一下，我看你想要扑我，我心急用出了更高阶的技巧，所以这次小测试算你过关了。李雪怡缓缓地说道，亮晶晶的眼神好像在告诉姜旺，想学吗？我教你啊。看着李雪怡小女人姿态，姜旺有些迷茫了。这个女人长得好看，身材好，家世好，有钱，有背景，有实力，咋就感觉脑子不好使？其实这也跟姜旺有关，谁让姜旺独特的精神力让李雪怡放下了戒心，就好像李雪怡是那吸过猫薄荷的灵清狮子猫一样，对姜旺稀罕的不行。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就确定李雪怡是胸大无脑，那李魔女就会让你知道为什么外界给她的称号是魔女。当然这些姜旺是不知道的，他只觉得李雪怡很好说话，除了训练有些严格外，有些粘人外，是个很不错的导师。教我。姜旺揉着胸口说道。好啊。李雪怡眼眸弯成了月牙，笑眯眯地说道。随着训练室内乒乒乓乓一通乱响，姜旺开始了今天的操练。直到傍晚，姜旺才亦步亦趋地从训练室走出来，而李雪怡将一管试剂交给了姜旺。记得晚上泡澡的时候加进去哦，2滴就行，多了你受不了。随后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一样，是吸收不了，走了，记得明天准时来啊。看着李雪怡一蹦一跳的身影，姜旺心中暗恨，妈的，早晚打过你。夕阳西，姜旺宛如风烛残年的老人，用钢铁般的意志缓慢地将身体拖回宿舍，躺在滴完试剂的恒温浴缸之内，姜旺直接睡着了，而他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则贪婪地吸收着能够摄取的营养。另一边，李雪怡则在给王天风汇报姜旺最近的训练情况。舅舅，姜旺简直是个武道天才，我今天教他绝对掌控，他竟然在离开的时候就出具小成了。王天风听着李雪怡咋咋呼呼地说着姜旺的事迹，有些不耐烦道：哪有什么，人家赵教授的弟子2天就掌握绝对掌控了，你咋不说人家是100年难遇的武道天才呢？真是的，我看姜旺最多4天，不，3天他也可以掌控绝对掌握。看着李雪怡骄傲的神情，王天风一阵头痛，他妈的，好好的大白菜怎么进辽猪的屎啊？次日，姜旺原本还接近报废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甚至身体素质的提升竟然拉动了精神力的提高。他看了一眼还泡在分解池内的生物战将后就出门了。他现在的生活极其的规律，上课、联合会、挨打、泡澡、看生物战将。自从他拿到生物战将，在分解池内泡了已经快4天了，外围的莫名物质仅仅只掉了1厘米，并且还是一些没有任何基因信息的物质。姜旺照常出门。而另一边，孙玄天看着面前的面具人，无奈地说道：我真没办法，你们也看了，他身边一大帮虫子，我咋杀啊？看着视频里面巨人冰冷的眼神，孙玄天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但现在不一样啊，姜旺不是逞能吗？不是要当蓝星大家长，咱们可以搞臭他，等他天怒人怨，咱们不就有机会？好的。孙玄天挂断电话，长舒一口气。他本来想凭借着新手试炼还不错的表现，找个后台对抗黑衣人，但自从见识了黑衣人的手段后，他就老实了。李氏大院，李昂看着下人传来关于姜旺的消息，冷笑一声。此刻的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实力，并因为破而后立和李氏的资源，实力更进一步，实力直逼白银。萨尔里天朝着他叫道。原本阴狠的李昂瞬间换变神情，一脸谄媚地朝着里屋走去。星海联盟联合会。姜旺看着面前的意外之客，有些疑惑。你好啊，姜旺，听徐伯说星海联盟来了魏俊彦，要我一定来交个朋友。我刚从万族战场回来，果然闻名不如见面，气质非凡啊。哦对了，我叫阿诺斯·盖亚，你可以叫我盖亚。第64章碰瓷。姜旺看着面前这个金发碧眼、身材高大、
宛如希腊神话走出来的贵公子，礼貌地伸出了手。盖亚，阿诺斯的家族的三公子，也是徐伯当初想要给他引荐的人物，而阿诺斯的大公子莱尔也在学院，但双方好像并不合。而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也都查得到。哈哈哈，原来是盖亚少爷啊，我经常听徐伯说起呢，进来喝杯茶。虽然徐伯一次都没提过，但已经执掌联合会的姜望深知，单靠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支撑联合会的长治久安，跟开元世界的势力的交流是必然的，刚好可以趁盖亚找上门，作为一次跟开元世界人打交道的经验。啊，不了，下次队友还等着我去提交任务呢。说着，盖亚就指了指远方的几人，随后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仿佛真的是顺路过来看看姜望一样。看着盖亚离去的背影，姜望扭头走进联合会内，结果没走几步，姜望就收到了徐诺的信息。姜望，有人找你，说是来感谢你的，实力很强。看着徐诺的信息，姜望有些头疼，但没办法，谁让他当时一时上头要建立什么联合会，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去跟各种人周旋打交道。听着会议室内传来的萧燕的笑声，姜望推门而入。会长，会长。徐诺和王侯同时站起身说道。姜望点头致意后，就朝着沙发上的人看去。若不是徐诺提前给他说过，姜望甚至都要以为这是正经的蓝星人。红色格子衫，大黑眼镜框，瘦小的身躯和略带清香的长发，看起来不伦不类。这是林寻特意了解过蓝星特点，特意挑选的衣服，格子衫、牛仔裤、大黑框眼睛，不仅符合他的工作，也符合他老实人的气质。你好，我是林寻，谢谢你为我叔叔报仇。林寻朝着姜望深深鞠了一躬。哎，姜望赶忙上前扶住林寻的胳膊。不是，请问你叔叔是？姜望一脸迷茫，他想过这个人会来谈合作或者谈招揽他的事情，但没想到他会上来就行此大礼。我叔叔是林青一，也是万族献祭时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林寻眼眶通红。经过一番叙说，姜望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他在试炼战场开启祭坛的方法不是别人给的，正是面前林寻的爷爷林南生。而那个视频中那位被削成人质却依旧微笑鼓励人类的勇士，正是林南生第二个孩子，并且他受爷爷的命令，一定要亲自过来感激他，并且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尽管吩咐。看着一脸感激的林寻，姜望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其实就是举手之劳，看到那样的视频，是个人都会这样做的。没事，你的感谢我已经受到了，你回去给你爷爷说吧。不行，我爷爷说让我加入星联学院，保护你，不要给其他人和万族给害了，要不就打断我的腿。林寻梗着个脖子说道。看着林寻的模样，萧燕也被这个犟种逗乐了。那你怎么保护我们会长啊？林寻看了看萧燕，看了看姜望，一脸兴奋地说，是不是我足够强，你们就收留我了？姜望缓缓点头，看着林寻迸发出金光的眼睛，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轰！一股磅礴的精神力从林寻身上迸发而出，甚至让姜望都有了无边的压力。要知道，姜望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1万，可见其精神力的恐怖。与此同时，王天风的咱办公室忽然感受到了什么。怎么有一股林老鬼精神力的波动？会议室内，林寻有些拘谨地看着姜望，生怕他的实力不够。而萧燕已经在大喘气了，徐诺也满眼震惊，他感知到了林寻身上有巨大的能量，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强。姜望表情虽然有些异样，但还是绷住了，问了问林寻所擅长的方面，就将他放在王侯身边了。当所有人都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姜望迅速点开终端搜索，而网络上关于他的信息却少之又少，只是有小道消息称林寻有精神分裂症，所有林家很少让他外出露面。他的爷爷就非常魔幻了，林南生，原科学院院长，闻道领主，因爱子林青一惨死，弃文从武，仙一寺大师级2阶，主要研究有万族去世剑、万族歼星炮，主要战绩钻石5阶在万族战场3字震死钻石7阶一种，钻石8阶在大师3阶冉森老祖手中逃脱。看得出来，林老爷子抗万族情绪极其高涨。至于林寻的爹也比较神秘，只知道常年驻扎在万族战场。姜望看着面前的仅有的信息，想了一会儿后，就起身去训练室了。沿途有不少人对着姜望侧目，因为姜望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导师是李雪怡的原因，学院内经常有人会看他。可今天却发现这些目光有些不对劲。正当姜望想要将精神力扩展出去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身材玲珑有致，面容姣好，但却泪眼婆娑，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眼看着女人失神的模样，姜望朝另一个方向走，想要与女人侧开，谁知女人也转变方向，直直地朝着姜望撞来，并且速度越来越快。他眼神微眯，又转变了几次方向，而女人也随之转变。就当两人快要撞到的时候，姜望一个侧身堪堪躲过，女人还不死心往他的怀里扑，
江望连退数步，只见扑空的女人倒在地上愣了一愣，随即大声喊道：“江望，你人面兽心，你强奸我，拿了我的身子，为什么还要对我妹妹下手？”女孩双眼通红，豌豆大的眼泪哐哐直掉，哭泣的模样瞬间引起周围人的同情。真的是她？刚刚有人发给我消息我还不信呢，没想到现在就现场逼宫了。好家伙，还玩2个，前几天大会上我还以为他多是个人物呢，没想到……操，视频都有了，你们看。江望看着周围指指点点的神态和言语就知道针对他的事来了。就在他准备直接走的时候，人群中走出10几名壮汉，把江望围了起来。你好，我们是督察处的，接到举报，你现在涉嫌强奸、杀人、从事非法交易等行为，请跟我们走一趟。说完拿出一副遏制实力的限制手镯，不容江望拒绝，就准备直接带走。第65章，江望被关押。江望眼神冷冽，唬谁呢？前脚刚有人拦路哭诉，后脚就有督察处的人来抓人。督察处为什么要抓我？有什么证据？江望向后退了一步，躲过了身后，准备控制他的手。眼见动作落空，领头大汉直接掏出随身携带的灵能武器。你要拒捕？看着已经开始蓄能的灵能武器，江望迅速给李雪怡发了一条信息：广场。说完，江望将双手举起，并时刻警惕。眼看着江望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领头的卡斯内心微微叹气。他们以这种方式突然抓捕江望，本身就是想让他反抗，然后当他击毙他。这样他们既能给背后的人交差，也能在面对李雪怡的责难时有理有据。但也无所谓了，只要能带上抑制器。你们想干什么？李雪怡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江望嘴角微微勾起，他其实也不想吃软饭，但实在是能探知到的信息太少了，他甚至不知道谁想对付他。李雪怡的出现瞬间让周围的雄性动物一阵悸动。卡斯强行按捺住内心的欲望，咽了口口水，理直气壮地说道：江望涉嫌强奸他人、迫害同僚、贩卖人口等数项违法事件，我们只是例行拘捕调查。听见江望的罪名，原本还闪烁着危险眼神大眼睛瞬间愣了一下。江望强奸？这都哪跟那儿啊？他要有这色心，他能不知道？他天天在江望面前晃荡，江望都没有过什么波动，整得他都有点不自信了，以为自己魅魔体质好了，或者是江望不行。结果你现在给我说江望强奸？行，既然有人举报，你们也有证据，那我就走一趟喽。江望无所谓道。刚刚不想被捕，主要是因为这帮人明显是被人找来告自己的，而现在有人了，那就没必要了。他不信这帮人敢在李雪怡面前弄死自己，他们要有这本事就不搞这下三滥的套路了。另一个原因是江望想试试这个抑制器，因为这个抑制器虽然可以抑制精神力和灵气封进领主空间，但他想试试这个能不能抑制住因为绝对平衡而变强的速度和体质等各项数据。果然，抑制器刚带到手上，原本能覆盖上万米的精神力瞬间被抑制住了1/3，但速度和体质等一系列数据没有改变。看着已经被扣上的江望，卡斯面沉如水。刚刚若不是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江望，他们本可以在李雪怡之前拿下江望，并且在路上制造一个江望试图反抗、督察处被迫击毙的假象。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们也没想到江望的反应这么快，直接联系了李雪怡，甚至没有抗争。看着卡斯眼中一闪而过的寒芒，江望内心一阵冷笑。随着江望和李雪怡到达督察处，学院的联合会已经炸了，会长涉嫌强奸等一系列罪名被抓，对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威信和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李雪怡为了徒弟前去捞人的谣言瞬间四散开来，甚至视频都已经流传开来。督察处内，江望看着视频里的男女主角，有些愣神。开元世界的换脸技术这么发达吗？视频中，江望以一战群英，并且玩得极其变态。女人的哭喊声，江望的猖狂的淫笑声，极富有冲击力。但凡看过视频的人，都会对江望产生一种从内心深处的厌恶感。实在是，视频中的江望太他妈不是人了。李雪怡仅仅看了一眼，就耳垂通红，脸色铁青。江望，你冷静点，我说这不是我，你能信吗？看着江望冷淡的神情，李雪怡的理智也占据了上风。主要是她刚刚那一刻竟然真的以为那就是江望，而且并联想出一系列江望为了接近他演出来的不感兴趣，此处省略1万字。砰！不是你，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想狡辩？卡斯看着江望怒喝道 ：“Sir， 如果不是你立功心切，那就是你太不专业了。如果把这些女主角换成其他人的脸，你们是不是就全部都要抓回来？”江望一脸淡然道。虽然视频内的江望跟他各方面都很像，无论是脸还是身体上的有些细节都近乎一模一样，但还是有些疏漏。例如江望心口的一道小小的疤痕。当江望露出胸前的疤痕后，
卡斯面色更加难看了。随后，卡斯又拿出来了一系列的证据，逼良为娼，贩卖人口。看着一摞证据，姜望愣了一下。俗话说得好，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当一摞精心制作的证据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姜望被唾骂已经成为了注定的事情。即便是李雪怡相信姜望，但证据也是需要一个个驳回。姜望已经被关押在督察处内，并且由李雪怡派人进行联合监管，以保证姜望的安全。监察室内，姜望闭目凝神，他的精神力已经可以突破意志器的限制了，并且可以随时打开领主空间。但这些仅仅只是一些自保的手段。他在思考是谁想要搞他，什么原因。可以肯定的是，督察处作为开元世界的行政执法单位，能够指挥动他，并且花费巨大的代价制作证据并栽赃的人，必然是位高权重的人。而他却从试炼战场回来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并不是自己得罪了某些人，而是自己的存在就让某些人不开心。所以就很好得出原因只有4点：一，自己是李雪怡的弟子，受到了某些权贵的记恨；二，有人不想看到异界人联合在一起，想要内部挑拨。这一点也非常好理解，从卡斯展现出来的证据来看，姜望所犯下的罪行大多数是针对蓝星人的，而他现在不用想也知道，恐怕整个星联学院和联合会内都会大肆流传视频或者种种证据或者各种标题党，比如口口声声要保护蓝星人们的联合会会长，背后竟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3. 自己在试炼战场的表现太亮眼，有人觊觎他的生物战将或者他的兵种。这个原因并非不可能，姜望在以前从网络上获知信息的时候，就无意中找到了一则信息：帝国消灭了生物帝国，从源头上杜绝了窃取他人天赋的可能。至于4嘛，因为自己血祭万族，遭到了万族的记恨，虽然没有在试炼战场弄死自己，但开元世界就不一定了，毕竟任何时候都不缺走狗。姜望虽然觉得可能很小，但并不是没有。第66章，千里走单骑。星联学院内，正如姜望所预料，流言在迅速的酝酿和传播，尤其是这个前几天还被立为明星一般的角色，一时间学院内部掀起了一阵讨伐姜望的浪潮。这种畜生怎么能够成为联合会会长？我竟然被他给骗了！人面兽心，证据确凿，审什么？直接处死得了！你们懂个锤子！我听督察处内部的人说，现在学院内部已经准备捞人了。你们这帮蓝星土鳖还真以为人家姜望跟你们一样？联合会会议室内，所有的高层都已经到齐了。我建议即刻起免除姜望的一切职务，并对外宣称姜望所作所为与联合会无关。孙玄天站起来说道，他是前几天加入联合会的，为的就是这一刻。而他的声望一直不错，霎时间引起不少人的附议。现在这件事情的定性还没有出来，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无情了？韩冰岩有些为难地说道，虽然他对姜望的感官不错，但网上流传的视频和一些证据，当他也不由得有些怀疑。而萧燕虽然想帮姜望辩解，但却找不到角度。他觉得姜望是被冤枉的，但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姜望是冤枉的。王侯想要争辩些什么，但每次都欲言又止，旁边的林寻则冷眼旁观。我认为，在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保留姜望的职务。毕竟联合会能够成立，靠的不是在座的各位，而是姜望，并且在座的所有人应该都欠一份姜望的人情。徐诺淡淡的朝着孙玄天等人说道，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且他并不认为姜望真的像网上流传的那样。但支持姜望的声音依旧十分微弱，最终联合会投票决定免除了姜望一切职务，暂由徐诺接任，并且孙玄天作为副会长辅佐。某处豪华别墅内，面具人看着手下传回的信息，微微皱眉。进行第2步计划吧。面具人作为皇室的刽子手，影子卫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皇室的利益，而姜望在成为李雪怡弟子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是个死人。王天风府邸，舅舅，我知道，姜望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证据呢？王天风看着面前委屈巴巴的李雪怡，无奈道：这件事你别管了，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看着舅舅坚决的态度，李雪怡宛如泄了气的皮球，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着李雪怡的模样，王天风也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有点严肃了。随即他就收到了周乾的电话。你怎么看？影子卫、李家、王家、赵家这些势力都有参与，我能怎么看？我坐着看。王天风没好气道：姜望不能死。周乾没有理会王天风的牢骚，直接说道：此次蓝星的召唤是近500年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已经妥协，将根本没有经验的新人扔进试炼场，不能再妥协了。我也知道啊，可没有什么可是，必须保下姜望，不只是为了异界人，也为了我们。说完，周乾就将电话挂断。王天风摸了摸有些扎手的寸头，他妈的，这叫个什么事？姜望的猜测基本正确，确实是他预想的那些人，
但他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一起想要搞死他。次日，姜望缓缓睁眼，经过一夜的思考的梳理，他已经猜测出了一个方向。哎，还不如去战场呢。他摇头苦笑道：好好好，知道感受到安娜传出的血战之意，笑了笑。星联学院，我靠，最新的瓜！姜望为了永除后患，竟然杀人灭口！快发我！很快，一场极具煽动性的故事在疯狂传播。姜望用权力威逼奈奈子上床，然后她的男朋友来找姜望对峙，被打成残废。昨天作为证人出席，今天就被灭口。李雪怡看着面前的信息懵了，而联合会内也懵了。奈奈子和她男朋友王蓉的事情，他们有些人是知道的，这件事甚至当初闹得不小，但事情的经过根本和流传的根本不一致。这二人也不是什么男女朋友，而是夫妻。奈奈子凭借王蓉不俗的实力，在她的保护下顺利的通过了原初界，但是就在开元世界那短短的1个星期，她就勾搭上了一个开元原住民，并与之发生了关系。但由于王蓉努力提升实力，想要保护奈奈子，所以并未发现。但在试炼战场上，王蓉为了保护奈奈子，被一种咬去一臂，实力大减。奈奈子当时痛哭流涕，并发誓生死相随。结果在当天晚上就飞上了别人的温床。回到开元世界后，不忍心的朋友将奈奈子所有的事情告知了王蓉。王蓉还因为此时对兄弟大打出手。当天他千里走单骑去找奈奈子，结果当见到奈奈子的时候，奈奈子却衣衫不整从别人的个人宿舍出来。王蓉怒发冲冠，上前理论，但得到的只有奈奈子的一巴掌和一阵冷嘲热讽。你已经是个废人了，拿什么保护我？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凭什么要求我跟着你？奈奈子说的理直气壮，甚至他的奸夫联合狠狠将他暴揍一顿。怒血上头的王蓉虽然疯狂反抗，但毕竟残了一只胳膊，不仅被打到半死，还被督察处拘捕。最后姜望听闻此事，不仅将那几个奸夫一顿暴揍，还用不小的代价就把王蓉氏赎了出来。这件事联合会内不少人都知道，并且姜望还安排了王蓉的后续生活。这件事一时间还成为了联合会内的美谈。可没成想，姜望刚刚入狱，这事竟然就翻转了。几人快速打开终端，硕大血红色的标题映入眼帘：姜望只手遮天，玩弄他人。奈奈子发问哭诉，他与王蓉本是恩爱夫妻，奈何姜望好人妻，强行与奈奈子发生关系，并且在王蓉发现后，将锅推到其他准备帮助王蓉的正义之士，然后姜望再出面收拢人心，稳固地位，也可以增加联合会对原住民的敌视，保持联合会的权力。在这篇内容之中，姜望成了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他帮助王蓉仅仅是想要收拢人心，而这件事本身就是姜望一手策划的。王蓉依旧是为爱冲锋的勇士，而姜望却成了反派。第67章，王蓉之死。萧燕等人看完这篇文章，瞬间暴怒，绝对不可能，这件事是我一手跟进的。王侯直接忍不住了，这件事还是他告诉了姜望，希望姜望能够主持公道。这件事情的定性根本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奈奈子出轨，王蓉讨说法被打，姜望看不下帮了王蓉。但现在篇文章图文并茂，逻辑链自洽，还有姜望威胁人的视频，这感觉就像是一张无情的大手肆意地玩弄着手中的人们。当最后王蓉之死的视频被发出来之后，人们的情绪被推到了高潮，甚至几个贵族都纷纷发声，这样的异界人只会成为祸乱开元世界文明的危害，我建议即刻处死。姜望在试炼战场中明明实力强大，身有余力，却仍是让永坚之城被攻破。若是他第一时间前往永坚之城，那就不会阵亡如此多的人口。这就是谋杀，为了权力和荣誉的谋杀。而贵族的一番发声，竟然博得了众多联合会成员的好评。殊不知，他们是在这帮贵族的压迫下，才需要在准备十分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的试炼战场吗？而他们只是幸运，有了姜望的庇护才活了下来。而其他的试炼战场，有点甚至全灭。但真相永远不会暴露在他们的眼前。墙倒众人推，姜望听着李雪怡诉说着外面的事情，神情平静。当李雪怡说到王蓉身死的时候，姜望的精神终于有了波动。这个勇敢炙热的大男孩竟然身死了。随后，李雪怡就将视频递给了姜望。视频中，姜望通过学院的渠道向外发布命令，任何胆敢向监狱提供证据的人都弄死。而下一张就是王蓉身死的照片，眼睛瞪得老大，身边还有一张举报信和证据。姜望没有说话，就是看着。但李雪怡从他的精神中竟然发现了一缕深红色，那是愤怒，是无与伦比的愤怒。姜望想过有人会对他身边的人出手，甚至专门嘱托了李雪怡对周围的人进行保护，但他没想到，仅仅是几面之缘的王蓉，竟然也能成了这些人的屠刀。看着有些失神的姜望，李雪怡一声叹息。此刻学院的压力也很大，各个贵族都进行施压，想要逼迫学院表态。
而王天风等人只能一个证据一个证据的驳斥，有很多证据已经证明是假的，但没人会继续关注这些已经被扳倒的证据。理智总归是属于少数人，有时候不是证明自己无罪就有用的。有办法吗？姜望平静地问道。先前的证据我们已经驳回了，但后续的证据却在不断补充，而且有人想要你死，所以……看着姜望平静的眼神，李雪怡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准备若是不可为，准备将你收回奖励，并流放万族战场的修罗战场。李雪怡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通过这几天对姜望的调查和他自己的理解，他仅仅只是一个想要在异界活下来，若有余力也想让其他人活下来的人。而姜望沦落至此的原因，他至少有一半的责任。看着李雪怡有些愧疚的表情，他神情微微缓和。没事，只要能活着就行。这次虽然是针对我，但我认为应该是针对的所有人异界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也在针对星联。姜望平静的眼神让李雪怡心惊，仅仅依靠着网上了解的信息，外界发生的一切就可以有了大致的判断。看着这几天不停奔波的李雪怡，姜望内心也有了一丝的温暖。虽然没有李雪怡自己不会这么惨，但也会差不多，甚至自己现在能活着也是依靠的她。如果我没猜错，你身上应该有哪些想要的，或者某位权贵想要通过你跟星联联姻，但都无所谓了，到时你注意安全，只有自身强大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姜望说完就起身准备监察室。对了，帮我查出来是谁杀了王蓉。随着姜望的离开，独留下一脸震惊的李雪怡。而某个人寝室，啪啪啪，都怪你！卡帕斯一边进行活塞运动，一边左右开弓抽打着圆润的臀部。而奈奈子有些委屈道：都怪王蓉，要不是他非要去给姜望证明清白，他也不会死，他活该。行了，别说了，杀都杀了。另一个坐在沙发上的人说道。室内3男1女，虽然奈奈子长得一般，但却足够骚。没成想他们一时没有管住下半身的行为，竟然让自己参与到此事之中。时间回到昨天夜里。什么事？王蓉面色冷峻地看着面前昔日的妻子，而奈奈子则有些扭捏和抗拒。看着奈奈子的神情，王蓉也不再多言，扭头就走。等等，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奈奈子赶忙从背后抱住王蓉。王蓉如同被什么恶心的东西粘上了，瞬间甩开，怒目道：别他妈碰我！看着王蓉的神情，奈奈子有些委屈的红了眼眶，喊道：王蓉，王蓉，你听我说，你明天是不是要去帮姜望证明清白？你别去，你等等，我这边有份证据，或许能够帮助你。听到是关于姜望的，王蓉停下了脚步，神情缓和，伸手接过了奈奈子递来的材料。可当他打开看完内容后，你疯了！你竟然想让我跟你们一起污蔑姜望！王蓉眼眶瞬间充血，甚至断臂处因为情绪激动有鲜血渗出。你听我说，只要你跟我们一起污蔑他，不止我们能够，不是你能瞬间荣华富贵，还会有人给你提供一个假肢，不是蓝星的假肢，是那种跟原本自己手一样的那种，到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生活了。奈奈子眼神闪烁出炽热的火焰，她仿佛已经看到了王蓉拿到钱后她潇洒的生活。看着奈奈子疯魔的模样，王蓉神情慢慢冷静。她原本内心真的有一种是因为自己不够强，没办法给奈奈子提供安全感，她才会找其他人的想法。但现在她明白了。王蓉将材料扔在奈奈子面前，冷淡却又宛如解脱一般的说道：姜望是我的恩人，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从今以后不要再找我了。看着王蓉无情的模样，奈奈子的脸瞬间扭曲。王蓉，你就这么自私？难道就不能为了我撒一次谎吗？王蓉丝毫不理会奈奈子的任何作为。下一刻，第68章破茧。爱丽丝。黑暗中忽然冲出3人，上来就用全力控制住了王蓉。你们干什么？王蓉因为断了一臂，实力大减，根本不是对手。3人牢牢控制住王蓉，随后对着奈奈子说道：你来。只见一人将根细丝线扔到奈奈子的面前。啊，你们直接弄死他就行了吗？奈奈子有些尴尬的娇笑道：他不死，你死。看着3人冷漠的眼神，他知道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他忽然捡起地上的丝线，大步流星地走过王蓉的身后，直接就将丝线勒在王蓉的脖颈之上。都怪你，都怪你，你死，你死吧！奈奈子宛如疯子一般的疯狂勒紧丝线。王蓉的生机破灭，瞪大的双眼充满了愤怒、悲哀与不甘。他到最后还姜望的恩情。当几人慌慌张张地离开之后，孙玄天都隐隐之中走出。真是的，搞成这样还怎么处理？因为跟联合会的矛盾，他们自然而然地被孙玄天盯上，并以面具人身份进行施压威胁。果不其然，这几个人迫于压力和对姜望的不爽，果然选择动手了。
看着地上死不瞑目的王蓉，孙玄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真可怜，但我也没办法，我也是被逼的，要怪就怪你瞎了眼，找了个害死人的娘们。另一边，王天风此刻十分头痛，周乾在前面顶着，而自己则需要在众多精心编制的证据中找到蛛丝马迹。看着推门进来一脸失神的李雪怡，王天风有些疑惑道：没给江望说吗？你这是怎么了？李雪怡沉吟了一会，随后将监察室的内容和盘托出。你是说仅靠着他以前了解的那些信息就猜到了你的特性，还预料了现在大部分情况，处事不惊，临危不乱。王天风虽然有些心惊，但仔细一想也觉得江望有这种能力。哎，可惜他要是早来500年。舅舅，我申请护送江望去修罗战场，并申请在试炼战场试炼1年。胡闹！刚刚还在感慨的王天风瞬间站起身。你别忘了，你马上就要月事了。李雪怡紧握双拳，轻咬唇瓣。但这些都是因为雪怡，这些不是因为你，甚至江望还要感谢你。若不是你，一旦有人想对付他，他甚至现在已经死在监狱了。看着李雪怡有些自责的神情，王天风忽然有些心疼的安慰道：舅舅，我不能一直活在你们的羽翼之下。李雪怡蓦然抬头，眼神坚定地说道。说到底，李雪怡其实就是他们心莲的明珠，是他们的孩子。因为特殊的体质，他们一直精心保护，即便他已经长大了，但现在……王天风沉默了良久之后，到时候再说，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不了，我还得帮江望查谁杀了王蓉。行了，江望，你去休息吧，我去查。好的，舅舅，快点查哟，舅舅。李雪怡狡黠一笑，就走出了办公室。看着李雪怡的背影，王天风沉吟了一会，拨通了周乾的电话。雪怡要去万族战场。什么？现在？对，不知道受啥刺激了，非要去，说什么不想活在我们的羽翼之下。怎么了？我老了吗？王天风仿佛受什么刺激，忽然大声说道：哎呀，激动什么？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很好啊，准备让他去谁的辖区啊？说到正经的地方，王天风严肃了起来，思考了一会。林青崖。周乾震惊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对，就林青崖，他孙子林寻不是已经来咱们学院了？他林南生不是还欠一个人情？行吧，我去说。周乾无奈地说道。而另一边，林南生收到周乾发来的信息后，沉吟了一会儿，回复道：小寻已经给我说了，李雪怡去可以，但江望不能死，你们要是保护不了，就换我来。还有，只要他能活着从修罗战场走出来，就送他去青崖哪里。监察室内，江望抬头看着天花板，但精神已经深入进领主空间之中。分解池内，生物战将已经被分解的仅剩了一层薄壳，透过昏黄的液体，依稀能够看到一个纤细修长的人形。经过不太漫长的等待，咔，随着第一条裂缝的出现，整个薄壳顷刻之间瞬间破碎。扑通！当液体流进分解池的瞬间，基因库瞬间涌入了大批基因信息，信息之大，竟让江望和安娜同时有一种精神力的胀痛。警告！未知基因序列入侵。检测到上百条基因序列数据，打开1级生物锁；检测到上千条基因序列数据，打开2级生物锁；检测到上1条基因序列数据，打卡10级生物锁。符合帝国继承人的条件，生物锁已全部打开，解锁终极兵器爱丽丝。碧蓝兽基因2星级，具有海洋中自由呼吸并且快速游行的能力，此能力同样适用于巨甲龟4星级，具有强大的护盾基因，并且有极强的自愈能力，可与云柔虫的基因相融合，获得极强的全方位护甲。水熊虫6星级，终极兵器爱丽丝半成品10星级，集合了帝国最完美的基因所创造出来的永生者，人造破虚强者。继任者，你好，当你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相信你已经获得了帝国的传承，并且生物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帝国力图从基因的层面改变人类，但事与愿违，在开元帝国和众多势力的围攻下，只能留下仅有的传承，希望你能继承帝国的衣钵，打开基因序列的终点的秘密。看完所有信息，江望揉着太阳穴，把原初石放在安娜的额前，并让安娜好点的时候去看看那个爱丽丝。比较从名字来看，这个应该是个女人，而她进入分解池的时候没有衣服的。良久之后，江望看着穿着安娜小裙子的爱丽丝，面无表情地矗立在虫巢之内，并且虫巢的能量也被她吸收了大半，这可让安娜气坏了。穿了她的衣服，吸了她的能量，还比她高，身材，安娜气鼓鼓的模样给江望逗笑了。随着江望精神的降临，爱丽丝忽然转头看向虚空，该说不说的，玩基因的就是行啊。爱丽丝的脸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找不到任何的缺陷，明媚皓齿，
略带阴气的剑眉让原本非常柔和的脸多了几分的凌厉。高而挺拔的琼鼻和宛如玉石一般温润的嘴唇，令人在看到她的一瞬间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爱慕。不同于李雪怡的魅惑、高雅、成熟的美，爱丽丝是女神一般，修长而挺拔的身躯，齐腰的长发。如果让姜望给个总结，就是御姐中的天花板。忽然，爱丽丝轻启薄唇，主宰。第69章杀人。在姜望接受完所有信息的时候，爱丽丝已经进入虫族的序列之中，其位阶权柄仅在姜望之下，甚至与安娜齐平。要知道，安娜可是经过姜望进化和各种血脉喂养的，而爱丽丝在没有任何的加持下就被评定为女王级别。原本还气鼓鼓的安娜更加委屈了，尤其是看到姜望略带欣赏的眼神后，生气之余还多了一丝委屈。毕竟她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懵懂女王了。精神力的细微波动瞬间让姜望捕捉到了。小安娜啊，不开心？没有。哦，好的。看着直接扭头不再过问的姜望，安娜瞬间大大的眼睛唰的一下蓄起一道水雾。看着差不多的姜望，赶紧去安慰一下可怜的小安娜。好，不哭，你依旧是虫族的女王，爱丽丝所谓种族的王后，好不好啊？姜望其实也没办法，爱丽丝的位置是基因序列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除了姜望的命令和女王卫队，爱丽丝有权指挥任何一支虫族部队，并对姜望和虫族负有绝对的责任和忠诚。对于虫族来说，一旦位于基因序列之中，那么对于主宰的忠诚就是绝对的。换句话说，在虫族之中，不绝对的忠诚就是绝对不忠诚。安抚好安娜，姜望将目光看向爱丽丝。终极兵器，爱丽丝半成品，智力18000，体力20000，速度23000，攻击25000，技能无限自愈，超脱极限，绝对冷静 XN， 综合战力30000至70000。缺陷，无法成为破虚境强者。当姜望看到爱丽丝将近10几页的技能列表和天赋时，他终于知道爱丽丝为什么被一个帝国称为终极兵器，并且这些还是爱丽丝白银一阶的数据，也就是说，爱丽丝会随着姜望变强而逐渐解开基因的限制而变强。这特么就是一个终极大杀器啊！姜望瞬间就已经找到了爱丽丝的定位，这不是纯战场女杀神？还有什么地方比战场更能够发挥爱丽丝的优势的呢？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精神体走到爱丽丝面前：“你有感情吗？”爱丽丝将坚决执行主宰的命令。姜望凝视着面前的爱丽丝，虽然还是很微弱，但姜望却感受到了爱丽丝的一丝情感。忽然，姜望仿佛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威尔利特。也没什么命令，希望你也能够像他一样拥有自己的情感吧。是。将剩余事情安排好后，姜望就离开了领主空间，留下了爱丽丝和安娜大眼瞪大眼。毕竟都是美少女，没有小眼。而姜望消化着基因库内的信息，只要忙起来，时光就是飞逝的。期间，李雪怡来了几次。10天后，学院已经顶不住压力，已经不是证据的问题，这是新老势力的交锋。甚至林寻已经数次汇报林南生要不要直接把姜望带回去，得到的只有一句回复：不用管，让先他回来。就在林寻临走后的一天，学院面向所有人发布通知：由于我校姜望因为一些个人的问题和外界的原因，我校决定收缴给予姜望的所有奖励，并发配万族战场修罗战区，1天后出发。一旦激起千层浪，新连内高层个个面沉如水，而老势力则弹冠相庆，因为修罗战区就等于死刑。呼！姜望踩在阳光照耀的地面，深深吸了口气，金黄的阳光洒在他的脸庞之上，柔和发丝，棱角分明的脸庞。李雪怡一时间有些愣神了。姜望的颜值在他所见的所有人来说并不算拔尖，但在这一刻，姜望就是那独一档的存在。跟面前的王侯、徐诺、萧燕、韩冰言打了招呼后，姜望看到了一个意外的身影，盖亚。他先是朝着李雪怡致意后，就对着姜望随意的说道：“啊，看来没有办法喝茶了呀，现在喝也不晚啊。不了，我倒更想等你从万族战场回来再喝。徐伯很看好你，而我代表新势力，所以如果你活着回来，别说喝茶，想干嘛干嘛。”盖亚忽然认真严肃的说道。说完，姜望扭头就走了。他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来，所有新势力的人都认为这次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当他第一次见到姜望的时候，就觉得姜望绝不会这么轻易的死，所以他才冒着一些风险前来又见了一面姜望。姜望走在回寝室的路上，不停的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只是碍于旁边的李雪怡，所有人都将手中的臭鸡蛋烂菜叶收了收，一路无言。姜望暂且居住在王天风的府邸，看着仿佛没事人似的姜望，王天风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还以为你得在里面受几惊呢，还好多亏了师傅，也没饿着。”
江望一脸微笑道。听闻此言的王天风扭头就走。夜晚，江望悄悄溜出了大门，而王天风正好就在门口抽烟，仿佛料到了江望要偷偷跑出来。怎么？报仇去？王天风抽着烟，斜眼睨了身后江望一样，而江望也不遮遮掩掩。不怕真死了？死不了，要死也会在修罗战区等着我，几只小虾米而已。我给你报仇怎么样？王天风还是想劝劝江望，别在这个节骨眼杀人。江望脑海中忽然想起那个男人倔强而又坚强的神情，想起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坚持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想起他死前不肯瞑目的双眼。不用。江望温和而坚定，扭头离开。看着江望的身影，王天风狠狠地抽了口烟。不错。江望就这么平淡地走在校园内，走在杀人的路上。当他推开房门的时候，地上散落的烟酒充斥在房间内的刺激性气味，床上赤条条的4个身影告诉着江望，他们度过了一个如何疯狂的夜晚。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也不要温和地让仇人死去。在江望精神力的笼罩之下，几人无比凄惨地死了，不是在肉体，而是在精神上，无比凄惨地死了。当江望再度走出房门的时候，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浊气。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他得适应。但感觉不错，哼着小曲，江望慢悠悠地回到了府邸。第70章，这谁顶得住？次日，没有围观，也没有臭鸡蛋送行。江望早早地登上李雪怡的私人舰艇，朝着万族战场飞去。目送着舰艇离去，最终他还是没有拗过李雪怡。这次的舰艇不只有多个房间，甚至还有简易的训练室和娱乐室等。用李雪怡的话就是，多训练一点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几率。江望躺在沙发上，看着关于修罗战区的一切。修罗战区又称死亡战区，因为其独特的成员构成和其所要前往的战场，造成了一个独特的战区。修罗战区的人万族可能不是战场上最强的，但密度和阵亡率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平均3天发生一次1000万规模的战斗，7天发生一次上亿规模的战斗，阵亡率更是高达 89%。 在修罗战区流传出来一条传说，修罗战区没有朋友，但凡能在修罗战区活过1年的，就是黄金预备役；但凡能够活过3年的，那就已经有了铂金之资。至于往上的10年，必然就是钻石强者。任你是黄金、铂金，都要在如此高烈度的战场上做好殒命的准备。这就是修罗战区。甚至江望还找到了几段视频，基本都是极其混乱，各种各样的兵种和能力，四面八方的异兽和万族。饶是打过上千万级别战争的江望也有些皱眉。哟，现在知道紧张了。李雪怡从柜台后面拿出一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酒，也不是紧张，提前了解了解。江望放下终端，端起酒杯，微红的浆液在琉璃杯子中反射出诱人的光泽。放心啦，这次我也去万族战场，到时候我照着你李雪怡微微的抿了一口，充满韵味的眉毛在酒精的刺激下微微皱起。江望微微一笑，浅浅的闻了一下，就一口闷了。没事，死不了，你该干嘛干嘛，这种地方反而适合我。辛辣的感觉瞬间直穿心肺，但火辣辣的燃烧过后，竟是淡淡的回甘和充满鼻腔独特韵味。借着酒精，江望的神情没有改变，可精神力却没有表面那般平静。怎么会不愤怒呢？当一个冷血少年燃起的少年侠气被无情的浇灭，当因为他的疏忽身边的朋友惨死，当他身处监狱无能为力，江望从不自诩了解人性，但却也从未信任过人性。当他在看向李雪怡的时候，眼神虽未改变，但精神的细微的波动却正面了他，至少是在这一刻些许的沉沦了。任谁有一个如此倾国倾城的师傅，没有怨言的掏心掏肺，也会产生一些其他情感。而没有醉的李雪怡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的变化，她的眼神几经轮转，先是惊喜，后是愤怒，最后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酒过3巡，两人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半夜，江望透过窗户看着远方爆裂的恒星的光芒，看着绚烂星云，看着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忽然房门缓缓打开，江望扭头看去，李雪怡穿着丝质睡衣站在门口，身体傲人的曲线被勾勒得淋漓尽致，修长白皙的美腿宛如隐藏在云雾之中的游龙，仅仅是惊鸿一瞥就惊为天人。崇高的山峦，挺翘的臀部，仿佛李雪怡就是上天钟爱的独女，将所有美好诱人的一切都给予了她。但这一切都抵不过此刻李雪怡充满爱意和诱惑的眼神。小江望，扑鼻而来的酒气让江望直皱眉。不应该啊，李雪怡虽然平常不着调，但在这方面一直非常的注意，今天怎么？一阵香风袭来，雪白的手臂搭在江望的肩头，高耸的山峰被一点点的挤扁，灼热的体温，浓烈的酒气，清淡的体香，房间之中充满了旖旎的气氛。瞬间，
姜望的精神力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波动。可当他对上李雪怡的眼神的时候，一切却又停止。你是谁？姜望冰冷愤怒的嗓音在房间内回荡。这不是李雪怡，至少现在不是他认识的李雪怡在控制他的身体。说什么呢？我就是师傅啊！小姜望红润的脸庞，烈焰般的红唇在姜望耳边吐出湿热的空气，甚至还有意无意的将胸前露出，尽管动作十分的僵硬，但依旧是极致的诱惑。我再问一次，李雪怡呢？庞大的精神力瞬间爆发，1万多的高质量精神力全部浓缩在一个房间之内。瞬间，魅魔之主附身的李雪怡就感受到了无边的压力，其压力之大，甚至比王天风都过犹不及。眼看无法奏效，魅魔般李雪怡娇媚一笑：“我的身体不好看吗？这都没有兴趣爱小雪怡的真心错付了。”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抱臂，原本就高耸挺拔的山峰接近呼之欲出，而魅魔看似不在意的斜瞥，实则充满了诱惑。但当他看到姜望愤怒而冰冷没有丝毫改变的时候，就知道这次的计划又失败了。一阵精神力从李雪怡身上快速消失，而姜望抓住机会，精神力一拥而上，瞬间捕捉到了一丝精神力的残余，直接捏爆。啊！刺耳的尖叫响起在虚空之中响起，而姜望的脸色也瞬间苍白。看到李雪怡的眼神又变成以前那清澈的愚蠢熟悉的目光，姜望直接昏死过去。而这一幕震撼着屏幕面前的王天风和周乾，他们怎么可能将快到魅魔爆发期的李雪怡独自扔在跟姜望一起的飞船上？这个飞船可以说是精心制作的，但凡姜望有下一步行动，那他都要瞬间 GG。 在他们看来，100个姜望也抵不上李雪怡。但姜望不仅真的正如李雪怡所料保持住了，还重创了魅魔之主。而李雪怡此刻则手足无措地站在姜望面前。由于月事将近本身就是非常危险，今天方心又猛然一动，这才使得魅魔之主觉得是个机会。而且他也没想到此次魅魔之主来势如此之猛，以前的诱惑仅仅是眼神而已，但这次竟然直接控制了他的身体，那就说明以前的魅魔之主一直在囤积力量，准备一次性解放自己。但没想到遇上姜望这种和尚。李雪怡既害羞又恼怒，害羞是因为刚刚的所作所为，恼怒是自己都这样了，姜望竟然都没有其他动作。但下一刻，李雪怡竟然开心的笑了，看向姜望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发自心底的温柔。只能说女人心海底针。第71章倒贴。数日，姜望额头渗满冷汗。他虽然用全部精神力留下了魅魔之主的一丝精神力，但并非不是没有代价的。此刻他的精神世界正在天人交战，一方是姜望纯白之中带点黑色，一方是旖旎的粉红色。此刻的魅魔之主也是发了狠了。李雪怡的脸庞在他愤怒的情绪下扭曲而疯狂，姜望则不断凭借着质量优势一寸寸的吞噬和挤压魅魔的生存空间。眼见着引以为傲的侵蚀没有效果，他又开始了诱惑那一套。不同于现实之中的他，无法完全掌控李雪怡的身体。此刻的他用着李雪怡的身体疯狂勾引姜望。小哥哥看得清吗？要我奴家再往下推推。半遮半掩的衣衫，雪白的玉兔若隐若现，深不见的沟壑仿佛可以将任何人的灵魂吃干抹净。提着大腿根的裙摆，姜望丰腴而又完美的大腿完美展现出来，香艳的场景，即便是任何最虔诚的朝圣者都难以抵抗。但可惜，魅魔现实之中没有诱惑住姜望，那精神世界就更加不可能了。姜望是铁了心要弄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其实那他晚上喝酒完酒后，姜望是有那么一瞬间心动了，但又克制住了。而那天晚上李雪怡找过来时，他也有了一丝丝的动摇了。但当他看到那魅惑眼神之中更深层次的挣扎之后，他所有的情绪只剩下了愤怒。不知道出于哪种原因，或是为师傅的打抱不平，或是被戏耍的愤怒，但都无所谓了。这个魅魔得死！看着衣衫都已褪去，但姜望的精神力仍然毫无波动，甚至丝毫不留情面吞噬他仅剩的精神力，他终于崩溃了。你还是男人吗？目眦欲裂的神情，歇斯底里的尖叫。在最后一片精神力吞噬完后，一切归于平静。姜望站在精神世界之中，怔怔的愣神。诚然，李雪怡的身体无与伦比的魅力，更何况在魅魔的加持下，任谁都想跟他一清芳泽。但他的灵魂却不是李雪怡，所以姜望只觉得恶心。那不是李雪怡，却用他的身体做这样的事情。当姜望悠悠醒来，李雪怡正在姜望的床边细心的擦汗，担心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姜望，对视。呀，桌子上有汤，你自己喝了。说着，李雪怡飞似的跑出了房间。回到自己房间后，李雪怡直接扑到自己的床上，脑海中瞬间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一幕和刚刚对视的眼神，两颊瞬间绯红一片，甚至头顶都因为过度紧张散发出精神力的晕烟。
而姜望这边在面对赤裸的身体时候，依旧坚毅无比的人，也在此刻多了少去的害羞。等两人再次出现在客厅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尴尬。但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杯。喝得两颊绯红的李雪怡也一口气的将所有的秘密吐露而出，而姜望则温和的看着李雪怡，时而愤怒，时而有趣的，时而有些夸张的比喻。从他的天赋和兵种讲到姜望给他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最后因为谣言和迫害时为姜望愤怒和悲伤，李雪怡像一个话茬子，滔滔不绝的讲个不停。这一刻，李雪怡仿佛成了徒弟，而姜望则成了师傅。直到最后，李雪怡醉倒在桌子上，姜望轻轻地将她扶起，放在房间之中。临走前还看到了李雪怡晶莹的口水和挂在脸上的笑容。另一边，屏幕面前，王天风的桌子不知道已经碎了几个了。老啊，其实能说说，不能说闭嘴啊。王天风阴沉着脸，好像那精心保护、精心喂养的白菜，一招不慎竟被那山上下来的野猪拱了去。现在说还太早，要是姜望能从修罗战区活着走出来，倒也未尝不可。滚！周乾看着瞬间挂断的电话，多少也猜到了王天风直接把桌子掀了。可另一边的王天风经过瞬间的愤怒也冷静了下来。经过那晚的事情，他也想过，若姜望未来有能力保护李雪怡，那他俩在一起确实也能接受。但想到李雪怡的兵种，那可是 SS 加级别的，并不是你能抵御诱惑就可以的。唉，宛如老父亲般的叹息在偌大的房间之中回荡。星联学院，随着风波散去，人们虽然还记得这件事情，但注意力逐渐被其他事情吸引。奈奈子的等人的尸体被王天风挫骨扬灰，到茅坑了，这也是姜望特地交代的。至于调查，王天风一问三不知。当调取监控的时候，发现那天晚上所有的监控系统短路。调查人员气得眼红脖子粗，怒骂王天风无耻。量子监控都好意思说短路，你怎么不说断电呢？王天风则一脸无赖，反正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没证据，反正你们这些督察处不都这个屌样子。而联合会也在徐诺的掌权下慢慢的好了起来。孙玄天则因为这一波阴谋安排短暂的保住了性命，并获得面具人提供的一瓶潜力激发的液体，让他的实力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到白银一阶，并形成自己的党派，跟徐诺分庭抗争。当姜望走后，贵族们给资源、给权力、给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不停地拉拢分裂着联合会的众人和其他的蓝星人。人们感谢着贵族，感谢着开元世界，感谢着所有的一切，除了姜望，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但这些姜望都不在乎。时光飞逝，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舰艇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到达了万族战场。姜望透过玻璃看到那无数个广袤无垠的战场，一颗一颗的星球，一串串的陨石带，还有无数个望不到尽头的战场和悬浮在空中的要塞。机械化军队和领主相结合，元素领主和武道领主在宇宙中直接进行飞行。很快，一支身着华丽军装的部队出现，领头的男子挺拔的身躯在军装的衬托下英武不凡。随着舱门缓缓打开，李军长好。而那名英俊男子快步上前，非常绅士的伸手准备扶住李雪怡。李雪怡仅仅看了一眼就直接掠过他，而他也不尴尬，毕竟这样的事也不光他一个。可下一秒，他忽然厉声喝道：拿下！放肆！李雪怡忽然爆发的气势让周围人为之一滞。在那晚姜望弄走了一点魅魔的精神力之后，他的实力又小小的提升了一点。我的任务是将他送到修罗战区，而我只是来见一位长辈，不是交接。李雪怡冰冷的眼神让卡尔有些发懵，他能感受到李雪怡因为这个杀人犯、强奸犯竟然真的愤怒了，愤怒极度的眼神从四面八方杀来。而姜望则无奈的笑了笑，这特么找谁说理去？第72章林青崖。姜望跟着李雪怡去见了驻守在万族战场上的长辈，而姜望也彻底见识了李雪怡的受宠程度和巨大的魅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各种各样的贵公子、少年将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刷脸。偌大的指挥室中，一位头发花白但面容坚毅的老者不停地对李雪怡嘘寒问暖：来，小雪怡，让孙伯伯看看，哎呀，又高挑了呀。通过所处的位置和肩上的军衔，姜望一眼就认出了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万族战场总指挥孙明远。由于星海联盟一直处于抵抗万族入侵的前线，所以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牢牢把握住这个总指挥的权柄。但很难想象，即便仅仅看一眼都能给姜望莫大压力的老者，竟然宛如一个女儿奴一般，不停地询问李雪怡最近的事情。半晌后，孙明远才仿佛像是刚刚想到或看到姜望一样：你就是小雪的徒弟？充满威压气息的精神力瞬间把姜望包裹。姜望面色不变，但内心止不住的摇头。来了来了，
星联学院的传统异能了。但姜望已经今非昔比了，尤其是吞噬了魅魔之主一部分的精神力之后，他的精神力瞬间暴涨到 1.6W 的地步。虽然在孙明远宛如浩瀚海洋的精神力中，依旧宛如一叶孤舟，但已经是稍大的孤舟了。看着姜望坚毅的神情，孙明远不动声色地加大了精神力。可姜望依旧是那副还行的状态，随后猛然把精神力撤回，姜望的精神力也没有暴乱，而这种对力量的掌控也赢得了孙明远的赞赏。不错。孙明远微微点头。姜望一边礼貌的微笑，但内心却忍不住的腹诽：这特么都是什么人啊！你们等下再走吧，刚好有人跟你们同行，顺便会交代一些事情。孙明远朝着李雪怡交代道。而李雪怡和姜望排排坐，一起坐在作战室内的椅子上。指挥室内不断有人前来汇报军情，年轻点的小伙子没有哪个能忍住不瞟一眼李雪怡的，甚至女军人也忍不住。良久之后，作战室被打开，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只见一位衣角和鞋子上还带着血迹的中年男人走进指挥室。孙将军，来人朝着孙明远敬了个标标准准的军礼。那你就给他们说吧，还有，记得你答应我们事情。孙明远明显有些不喜欢面前的人，但却又没有多说什么，朝李雪怡笑了笑后径直离开了指挥室。面前的男子满头白发，柔和的眉眼和微微上翘的嘴唇，宛如画卷走出的翩翩公子，但身上的一袭军装和浸染鲜血的靴子又与他的气质有一种鲜明的对比。你好，我叫林青崖，想必你就是姜望了吧？林青崖径直地朝着姜望走来，并摘掉了沾染着滴滴血迹的白手套，伸出白皙但又布满老茧的右手。姜望瞬间就想到了林南生的另一个孩子。没错，林南生是我的父亲，谢谢你那个为我弟弟出一口气。看着林青崖温和的目光，姜望瞬间感觉被一头滔天巨蟒死死地盯着。如果孙明远像一座大山，势大力沉地朝你压来，那么林青崖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是被一头滔天巨蟒盯上了，而且这头巨蟒还身负剧毒，但那种感觉一闪即逝。经过一番客套，两人跟着林青崖一同踏上他的舰艇。不同于李雪怡的奢华，林青崖的舰艇就朴素得多，暗红色的外壳，几道犀利的抓痕，外壳右侧有一个醒目的黑蛇标志。可当姜望走近的时候，才发现那哪里是暗红色的外壳啊，那明明是长时间侵染的鲜血和几个甚至没有来得及修复的硕大抓痕。军营的条件一般，临时就找来这艘舰艇了，真是……林青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没事没事，挺好的。姜望两人连忙说道。开玩笑，大佬开着明显刚砍完人的车说自己车不好，那是大佬谦虚，是拿你当自己人。你要是跟着说大佬的车真破，那就是你不知好歹了。两人坐在铁板座椅上，系好安全带，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舰艇迅速攀升。而姜望两人也明白了为什么要系安全带了。嗖！强大的马力让姜望二人推背感直接拉满。随着飞行逐渐平稳，林青崖回头对着姜望说道：父亲也专门向我提起了你的事情。修罗战区虽然战事极为激烈，但我认为那不失为是一块绝佳的试炼地。我这次特意托关系帮你找了一个小队，相信你到时很快就能适应了。林青崖就像林家大叔一样，关照自己子侄一样，不断地向姜望诉说着战场上的一些事情。很快，舰艇悬停到一片硕大的营地。透过玻璃，姜望看到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们，或是愁容满面，或是醉态醺醺。可当他们抬头看清楚舰艇的标志后，却都一脸惊恐的远离，仿佛晚一秒就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一样。舱门缓缓打开，姜望已经到目的地——修罗战区军营。而不远处，一位身材挺拔、军服一丝不苟的男人迅速上前，朝着身后的林青崖敬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军礼。活着走出来，这是你最快能够获得实力、获得自由的方法。因为舰艇的轰鸣，林青崖只能大声地朝着姜望喊道。就在舰艇准备拔地而起的时候，而李雪怡这时也坐不住了，朝着姜望大声地喊道：活下去，等我来找你。随着一阵热浪来袭，舰艇迅速升空，姜望目送着舰艇变成一颗小点，随后消失不见。而身边的军人仿佛忽然泄了一口气一样。我靠，兄弟，牌面啊，黑蛇亲自送，你给皇帝戴绿帽了。姬无力边说话边摘帽子和松腰带。哎，对了，我叫姬巨大，你可以叫我姬大。原本的凌厉的军装瞬间变得四不像了起来。看着姜望的疑惑的眼神，姬无力嬉笑起来。别装了兄弟，如果我刚刚没看错，灵毒蛇身后应该就是李雪怡吧？你俩关系不一般啊，怪不得你得来修罗战区，皇帝的预定小媳妇你都敢搞，说说吧，啥滋味？看着姬无力一脸淫笑，姜望更加迷茫了。这边的军人都这样吗？他在网上只能搜到关于修罗战场的惨烈程度，但其他信息就很少了。第73章修罗战区。看着姜望一脸迷茫不像作假的模样，姬无力眉头一皱，忽然想到了什么。兄弟，你不会就是姜望吧？姜望有些无奈的点头，
感情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你就这么跟我唠嗑？随即姬无力的表情就变得奇妙了起来。你就是那个小倒霉蛋儿，江望。啧，走吧，我带你的小队。看着姬无力怜悯和幸灾乐祸并存的神情，江望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吧唧，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姬无力吃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牛肉干说道。看在你是新人，我大概给你说下规矩，省得老陶扣我奖励。首先，辅助医疗的医生和护士不能有任何猥亵或其他形式的侮辱。其次，不要当逃兵。第三，军营内不准私下杀人，要么去生死台，要么去战场。我先说明啊，修罗战区除了这3条你必须谨记，其余的只要你实力够强，就没有什么规矩。记住了，要不然你上修罗战场只有60%的阵亡率，但要是违背了这3条，就是100%的死亡。还有，修罗战区内没有军衔，只有位阶和活了多长时间的牌子。一颗星星代表1个月，1个月亮代表1年。至于太阳，说着他眼里流露出衷心的敬佩。太阳不是以时间获得的，而是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建立巨大的军功获得的。就比如送你来的那个灵毒蛇，他曾经率领小队在一次超大规模的战役中突袭万族后方，不仅斩杀了老祖之孙，还从后方杀回前方，又杀回后方，7进7出，强行逆转战局，才获得的太阳徽章。当然这种事情想想也就得了，灵毒蛇这种人物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随着深入，姬无力带着江望来到了一处军需处，门口几个彪形大汉正在热火朝天的划拳拼酒。哟，这不是姬无力吗？带着小锤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吹着口哨，大声的调笑道：咋，想来试试？姬无力驻足，一脸调笑道：哟，还有这好事呢？就地正法。几个击剑大汉瞬间来了兴致。那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如果你守护不了自己的花花，那他以后必然会成为食人花。姬无力退后几步，对着江望笑道。江望面无表情的看看身后的姬无力，问道：打残没事吧？随你，不死就行。姬无力暴毙，一脸跟我无关的表情。可当他再次向江望所站立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了，甚至速度之快，竟然在地上留下了一道若有如无的残影。砰，啪，doom，啊！仅仅是在分秒之间，几名大汉歪七扭八地躺在地上，双手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但脸上的脚印和地上的牙齿出奇的一致。下一刻，江望出现在姬无力的面前，冰冷的眼神之中的看着面前瘦小的男子。哎呦卧槽，吓死我了！牛逼啊，兄弟！看着姬无力浮夸的表演，江望微微歪头瞟了眼他胸前的一颗月亮。你也一样。随后，江望登记了属于自己的信息后，就朝着军营的深处走去。周遭的帐篷中有正在锻炼的人，也有正在锻炼腰腹的人。淫靡的声音不断从某个帐篷后，或者直接就掀开营帐。修罗战区本来就是半监狱半军营的管理，这里面的人大多数都属于难以管教的刺头和作奸犯科的人，再加上阵亡率极高，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所有基本上除了3大条例，想干嘛干嘛。很快，江望来到一块还算干净整洁的帐篷面前。嗨，熊大、熊二、熊三，你们小队的人我放门口了呀。然后一溜烟似的跑了。江望扭个头的功夫，门帘已经被掀开，只见一个1米9多的彪形大汉站在江望的面前，而他身后还探出了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脑袋。这位就是咱们的新成员吗？温声细语声音从帐篷内传出。当3人全部走出营帐的时候，江望宛如被3只硕大无比的熊包围了。你好啊，我叫熊春天，你可以叫俺熊大，俺叫熊夏天，叫俺熊二就好，俺叫熊秋天，叫俺熊三就行。江望惊愕地看着周围3个人，属实是声音与长相极其不符。除了熊二以外，熊大和熊三的声音就像那小孩没有变声期一样。你能想象施瓦辛格说吃个桃子好凉凉？经过一番交谈，江望发现3人意外的好说话，而他们胸前的2个月亮说明3人都是在试炼战场活过2年的狠人。而这3人还是个3胞胎，并且可能是因为3胞胎的原因，他们不仅仅都是光元素的领主，甚至天赋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天赋可以连接彼此，并通过这个连接线进行治疗或者能量传输。本身一个小队3个光属性，治疗能力直接拉满，属于修罗战区的梦中情队。无数人挤破头都想加入，但无一例外的是，除了熊大3人组，没有人能够安然地走出修罗战区，要么死了，要么重伤垂死，要么缺几个零件。后来有人观察到，由于没有专属天赋，根本没有办法连接，而这3人一上战场，连接一开，加成直接翻3倍，那就跟脱缰的疯狗一样往兽群之中嗷嗷冲，剩下哪一个人单靠3人的治疗却又无法做到瞬间回满血，所以死亡率居高不下。为此，修罗战区有人嬉笑着给他们这个外号，久而久之，
他们的小队被称为死神小队。但还有人比较迷信，认为熊大三人组可以吸收别人的运气补充自己，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言论。反正就是没人跟他们三玩，直到林青崖亲自将他安排进死神小队。第74章神堕之地。正当几人还在交谈的时候，忽然一阵刺耳的警铃声响起，熊大三人组脸猛然严肃了起来。熊大站起身，轻柔的声音响起：“走吧，上战场了。”而熊三则对着江望说道：“本来还想给你说一点战场上的注意事项的，但现在也没时间了。走吧，到时候你离我们仨远一点，应该不会死。”说完，几人就走出营帐，跟着熊大三人组，江望来到不远处的传送阵。而传送阵内已经站了不少人。哟，这就是小倒霉蛋吗？细皮嫩肉的怪可惜的了。一个身材矮小、瘦巴巴的人一脸阴郁地对着江望说道。熊大和熊三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熊二的声音却忽然响起：“你要想死就继续说。”看着熊二不仅模仿出了熊大的身躯，甚至还揣摩出了熊大的语气和想说的话。忽的一阵光幕和恶心的感觉传来，下一秒，所有人就来到了一处陌生的战场。黄沙漫天，地上的土壤呈现暗红色，不难想象这片土地已经埋葬了多少人的尸骨。跟着我们！熊大一马当先，冲出传送阵，而其他人也四散开来。很快，江望等人就来到了一处硕大的要塞。要塞之大，即便是高达1000米的永坚之城，在他面前都是弟弟。但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绕过近在咫尺的战场，朝着远方奔去。一会儿，你先远离战场，保护自己。熊二对着江望说道。因为修罗战区的主战场是与其他普通战场不同的，人类称呼它为神堕之地，万族称呼它为众神之墓。因为修罗战区的主战场是一片独立的空间，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形成，也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当人类和万族打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是同时的发现了这块莫名的空间，而空间内所蕴含的资源，即便是铂金级强者以上的强者都眼馋。双方都投入了将近上百亿的兵力进行争夺。可当杀戮和鲜血唤醒了这片空间之后，人们才发现这片空间的诡谲。在这片空间内，每待一天都要杀戮生命，而且进入和出来的人数永远不会对等。有时间进去100个，只能出来50个，也就是50%，有时候是70%或30%，数值不定。记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是0%，意味着所有人都得在这个空间内杀戮，直到下次空间的开启，一般开启时间是1个月。当然，也有猛人选择不回去，而是杀戮和获取资源，赚取积分。但这样的人一般都投胎3、4回了。也有人尝试卡 bug 击杀自己的兵种，可这样除了会降低对自己的忠诚度和实力外，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只有击杀此次进来的人才行。而且神堕之地开启是可以多次开启的，也就是说1天2天之内可能开启4、5次，并以进入的时间为标准，往后推迟1个月。高强度高质量的战斗往往代表着极高的阵亡率，尤其是这种如同斗兽场般的地方。曾经有高层决定放弃争夺这片土地，因为伤亡实在是太大了。但发现一旦神堕之地开启，却无人进入，空间将会随机移动，而被它所笼罩的人会直接进入神堕之地，并且回归时间加长，从1个月变成了3个月。曾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元世界的一个兵团被全部笼罩，足足上亿的人。当空间刺打开的时候，没有一个活人走出，它就像一个活着的幽灵，需要鲜血的灌溉。但这么严重的代价，并非是没有好处的。暂且不说神堕空间内充足的灵气和应有尽有的资源，更令无数人眼红的还有各种外界闻所未闻的宝物，有能将精神力扩大数倍的果实，也有能让人开启一个元素能力的果实，甚至有的能直接逆天改命，帮助没有领主空间的人开辟领主空间。总之，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最终，开元世界成立了一个修罗战区，专门等待神堕之地开始后进入，不仅可以满足神堕之地的要求，也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很多在瓶颈期多年的人，或者自命不凡的人，也会有其他通道进入修罗战区，但幸运儿终究是极少数的。江望奔跑在战场的周围，由于神堕战场周围的不稳定性，所有进入修罗战区的人都需要借用周围的传送装置，而这意味着有时候他们需要穿越一片战场，精神力全部迸发而出，所笼罩的地方皆是战场，将近数十亿的规模，而这还仅仅只是战场的一部分。修罗战区的部队直接从旁边掠过，遇到不长眼的万族挡路，就会直接击杀。毕竟在这种战场上长期战斗的人，都属于整片万族战场上各个部队中最高战力了。经过10几分钟的奔袭，江望等人来到了一处空旷的结界外，而四周都是被破坏的传送阵和各式各样的残垣断壁，裸露的尸骨在风沙的侵蚀下依旧闪烁着某种光泽，可见生前的强大。
这是曾经人类和万族为了争夺神舵之地所留下的痕迹。随着姜望向前一步，他仿佛全身都被扫描了个遍，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一片战场，而他右手背上也出现了一串倒计时，左手则是杀戮的数值，杀戮越多，越能得到神舵之地的青睐，更有机会获得宝物。周围浓郁的灵气和血腥气宛如血色的薄雾，远处震天的喊杀声和空气中爆炸传来阵阵余波，也彰显着此次随即降临的地点怕不是很好。好，几人刚刚进入此地，迎面就撞到了一只来势汹汹的万族。上！熊大拎着一个大铁锤，一马当先，熊二熊三紧随其后。如果自己看，他们之间还连着一道若有若的线。咚！熊大一锤子直接将领头的万族干飞出去，而他也被其他万族围攻，生死就在眨眼之间。可下一秒，一阵圣光笼罩，原本重伤的身躯瞬间痊愈。德玛西亚！熊大喊出他们家乡语言。而熊二熊三的加入也让姜望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疯狗三人组，乃霸舞大锤，手中接近半人高的锤子抡得飞起。而姜望也释放出虫族加入战斗，熊大等人的战斗几乎都属于白银9阶的层次，虫族几乎被摸一下就暴毙当场。即便是姜望面对这个级别的敌人也是有些吃力，双方陷入了僵持之中。异兽的攻击虽然凶悍，但只要做不到一击必杀，秒掉熊大三人组的任何一个，就要面对附带光属性眩晕的重锤。80、80、80。随着疯狗三人组越战越勇，胜利的天平开始朝着姜望等人倾斜。第75章爱丽丝首战。没错，绝对是那3只疯狗的能量波动。就在死神小队的不远处，有一支小队朝着他们快速接近。为首者是一个大光头，其脖颈和右眼处皆有一道宛如扎龙一般的伤疤，而周围的人也几近如此，浑身充满了匪气。他们也是修罗战区的人，也是李氏雇佣的杀手，为了能够匹配到姜望等人，几乎同时进入修罗战区，并支付给神舵空间1W的杀戮值，找到姜望的位置。而这个李氏也正是里昂所在的那一支，其目的就是杀掉姜望或者活捉他，并对他兵种进行研究。姜望被众多家族针对，里昂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甚至引起了面具人的关注。死神小队这边随着各个万族一个被一个的锤死，战斗接近尾声。而姜望这边凭借着强大的综合能力，也弄死了3个白银7阶的万族，右手上的杀戮值也增加到了30。正当姜望想要去帮助死神小队的时候，他的精神力忽然被触动，因为血色薄雾的存在，他的精神力被压缩到只有1000米。他回头看着不远处的薄雾，而死神小队也感受到了异常。刷刷刷，几只呈3角阵型冰矛划过薄雾，朝着姜望疾驰而来。小心！姜望一个后仰，冰矛擦着姜望的面门飞过，他甚至可以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但也仅限于此。大光头几人冲出薄雾，看着不远处的正在战斗的死神小队和落单的姜望，眼中闪烁出一抹残忍和惊喜。上！姜望，过来！熊大边锤边朝着姜望喊道。神舵空间内杀人越货、买凶杀人都太过常见了，可即使如此，熊大依旧选择庇护姜望，这可能就是林青崖选择死神小队的原因。但姜望仅仅是看了一眼，转身朝着反方向跑去。有缘再见！这伙人很明显是来找他的，但熊大没有迟疑的庇护，让仅仅只相处1天的姜望虽然非常感动，但仍是有几分怀疑，所以他选择了自己走，不仅可以引开大光头几人，也可以更方便施展自己的手段。姜望不断在薄雾之中快速的穿行，嗖嗖嗖！姜望一个急停转向，躲过又一波的冰矛。干！你跟娘们上床上的腿软了，能不能准点？接连的失误让大光头破口大骂，而被骂的也非常的委屈。姜望背后跟长了眼睛似的，总能以各种方式躲过冰矛。虽然因为绝对均衡这存在，让姜望拥有几乎不弱于几人速度，但距离却在一波波消耗中越来越近。看着身后紧跟不舍的几人，姜望的眼中划过一丝残忍。随着姜望抵达一处平原，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众人。操，小子挺能跑呀！跑啊！怎么不跑了？一个满口金牙、身材瘦小宛如猴子的人微微喘着气，对着姜望大声地喊道。可下一秒，他瞬间出现在姜望的身侧，手中暗红色的匕首直直地朝着姜望脖颈划去。他们不是第一次执行猎杀任务的菜鸡，也是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况且根据他们对姜望的研究，姜望随时有能力大规模的爆兵，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快速斩首。当，金铁碰撞之声响起，随着爱丽丝手握长枪在姜望身后显现身形，姜望的嘴角微微勾起。各位，我希望你们能够主动交代，是谁雇佣你们来杀我的？随着姜望声音的落下，周围的薄雾之中缓缓走出一片黑压压的虫群。如果能够透过薄雾俯视而下，
偌大的平原，黑压压的只剩下虫群，周围的一切都已经被庞大的虫群淹没。大光头看着四面八方出现的虫族，也是一阵的心惊。他们虽然了解姜旺的后期具备极强暴兵的能力，但因为个人领主空间的限制，所有外界的人还以为姜旺仅仅只能够存储上万的虫族。可周围这些虫族何止上万？上！大光头一马当先，他们也是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管他到底多少虫族，只要把姜旺杀了。刚刚的大金牙瞬间隐退进周围的空间内，伺机而动，身边一阵劲风划过，还带起一阵香风。虽然他早就可以凭借着庞大的虫族磨死这几个人，但爱丽丝的请战让姜旺来了兴致，这才有了刚刚那段追逐。当，砰！只见那道高挑的身影手中舞动着长枪，仅仅凭借着白银一阶的实力就可以做到以一敌七，并不落下风。爱丽丝神情冷漠，手中的长枪宛如游龙一般，可以从各个刁钻的角度进行攻击或者防御。作为终极兵器，生物帝国在创造它的时候，不仅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战绩融入其中，甚至植入了许多顶尖高手战斗的意志，为的就是让它不仅做到完美的战斗技巧，还要拥有最强大、最顶尖的战斗意识。凭借手中一杆长枪，大光头等人个个带伤，不停地喘着粗气，而爱丽丝不依不饶。换人！大光头连续抗下2击横扫后，大声喊道：“没办法，实在太猛了！”大光头在旁边大口地喘着粗气。本来他们是想拖着爱丽丝，然后几人前去把姜旺斩杀了，但后来发现这种想法错得离谱。他们能够在爱丽丝的枪下保存性命，已经是实属不易。爱丽丝的枪尖时而轻如鸿毛的试探，时而重于泰山的重击，轻重缓急，快慢自如，比他见过所有的枪术大师都要强大，甚至比肩他曾经见过的灵毒蛇。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那唯一率先出手的大金牙身上，而此刻的大金牙是有苦难言。若不是周围那望不见的虫族将他牢牢包围，他都准备跑了。虽然姜旺的近身格斗算不算顶尖，但总是能够牢牢地预判他的下一步动作，甚至从哪里突袭都一清二楚。要知道，尤其是在神舵战场这种能够屏蔽精神力的薄雾之中，不知道多少强者死在他的强引天赋和淬毒匕首之上。而姜旺这边已经有点困了，他一边关注着爱丽丝方向，一边抽空应对大金牙。他不太理解大金牙一直在薄雾之中绕什么，凭借着强大的控制力，他将庞大的精神力压缩在周身10米，在这10米范围之内，他就好像那开了透视挂一样的，大金牙所有的动作在他眼里跟放慢了一样，甚至是一次呼吸，一次肌肉的轻微的收缩，一根汗毛的摆动，在姜旺的感知中都清晰无比。即便是大金牙进行短暂的消失，但周围滑动的气流和薄雾是不会说谎，他们清晰地告诉姜旺大金牙的位置。简而言之，同阶之中10米之内，姜旺无敌。第76章铁山靠。唰！淬毒的刀刃划破薄雾，刺穿空气。大金牙从姜旺背后狠狠一刺，这一击他用上了所有，无论是角度、速度以及周围的光线，他都处于完美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他毕生最强的一击。但可惜姜旺仿佛提前预知了一切，微微侧身躲过。不仅如此，并提前伸手在预定的位置牢牢地卡住大金牙的关节。就在大金牙愣神之际，姜旺贴身而上，咚一声闷响，姜旺一个铁山靠，大金牙的右臂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但一切还没有结束，他运用李雪怡所教授技巧，咚咚咚，一个又一个暗劲在大金牙体内炸开。大金牙嘴角渗血，面色一横，瞬间向后蹬去，竟生生地将右臂撤下。毕竟再让姜旺打下去也是必死的结局，不如强引搏一搏。但姜旺也不是当初的小白，将右臂中的匕首瞬间夺过之出，噗呲，匕首准确无误地刺中大金牙的后心，剧毒爆发。大金牙怒目圆睁，他到死也没明白姜旺是怎么锁定他位置的，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死在自己精心锻造的匕首之下。而另一边，爱丽丝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大光头几人几乎就是被压着打。不同于姜旺用精神力作弊，爱丽丝就是绝强的战斗技巧和意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大师级的，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杀死敌人。啊！随着周围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大光头拼尽全力高高跃起，明晃晃的长刀反射的射人的光芒，而爱丽丝依旧面色不变，忽然长枪脱手，噗呲，长枪洞穿了大光头的头颅，劲势之大，竟直接将大光头带飞出去。砰！枪尾在大地上止不住的颤抖，而大光头早已没了声息，而周围的一地尸体，每一个都是一击毙命。爱丽丝就这么站在原地，鲜血渗透她裙边，白皙的脸庞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染了一滴鲜血，就像盛开在死亡之地的白色彼岸花，微红的花瓣在风中飘扬。见此，姜旺有些沉默。他是虫族的主宰，
但看到宛如杀戮机器的爱丽丝，他内心竟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像是可怜。这让他想到了以前的自己，一个作为工具的自己。唉，爱丽丝，以后还是不要战斗了。唰！爱丽丝脚微微一挑，一柄长刀入手，瞬间就要磨紧。等等！爱丽丝停下动作，锋利的刀刃离雪白的肌肤仅仅相差毫米。你干什么？姜望有些怒喝道。不需要的工具没有存在的价值。爱丽丝面无表情，仿佛她的生命如同草芥一般。一时间，姜望竟不知道说些什么。良久之后，姜望缓缓开口：“行，我知道了，你把刀放下。”是。随着一个个幼虫的出现，一座座虫巢建筑拔地而起。爱丽丝安静地跟在姜望身后，一批批的虫族被姜望召唤而出，并非不是不能瞬间将空间内的虫族召唤出来。领主空间作为底牌，一般情况下姜望并不想动用。短短10几分钟，虫巢已经初步成型，所有兵种直接配备齐全。另一边，死神小队看着已经没了痕迹的路，站在原地发起了愁。大哥，这可咋整啊？姜老弟不会被独眼狼砍死了吧？那林军长交给俺们的任务可咋整啊？熊二看着熊大，有些焦急道：“应该不会吧？”熊三也有些心虚的说道：“算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熊大思考良久，随后一声叹息。神堕之地内，无数的万族和人类厮杀在一起，每秒都有生命的陨落，人和人的厮杀，人和兽的厮杀，有些事不是你想保护就保护的了的。姜望的虫巢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不同于试炼战场的摧枯拉朽，即使姜望已经白银1阶了，但面对动辄都是白银5阶以上的万族，现在的虫族依旧有些不够看。但如果派出爱丽丝的话，姜望看着身边闭口不言，宛如木偶一般的爱丽丝，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跳虫，我真的会谢。但就在姜望附近，至少有3支队伍在搜寻姜望的痕迹。咚！一脚踢出，姜望迅速跟上，长刀直接没入刺杀者的胸口。周围的虫族甚至无法插足这样的战斗。他来不及休息，又举刀格挡了一记远方射来的箭矢。那名弓箭手甚至还没来得及再次弯弓射箭，就被贴身而来的爱丽丝一套丝滑小连招带走。随着姜望和爱丽丝联手将最后一个风系领主带走，姜望浑身是伤，站在原地大口的喘着粗气。而爱丽丝也好不到哪里去，腰腹处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但凭借强大的自愈能力已经止住了鲜血，但愈合至少还需要一段世界。这是第几次刺杀了？姜望喘着气，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爱丽丝聊着。他并不是不知道这已经是第几次刺杀了，至少单纯的想要勾起爱丽丝说话的欲望，省得这个御姐战将真的成为一块不会说话的杀戮机器。5次。爱丽丝面无表情的回答道。姜望有些无奈的摇头。自从在整片原野建立虫巢后，那些花费杀戮值锁定他位置的猎杀者们闻着味道可就来了。虽然有虫群的重重保护，但面对这些有配置齐全、单兵作战能力强大的领主，虫群的围殴战术失效了，最多只能起到消耗的作用。这也是召唤系领主最大的痛点，自身不够强，兵种也不够强。若不是爱丽丝，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周围的工蜂将入侵者的尸体送入分解池，姜望也回到虫巢之中，看着一身伤、衣服还有些褴褛的爱丽丝，姜望也是发了狠。他妈的，你们逼我的！随着越来越多的虫族涌出领主空间，一支数量接近10亿的虫族大军开始集结。不够强，那我就堆死你们！我就进化，我就暴兵！我看你们命多还是我基因进化多？强烈的危机感让姜望毫无保留将所有的底牌拿出，只要进化的够快，那就不需要底牌。随着跳虫的快速侦查，姜望很快就发现了一支正在杀戮万族部队，而他也在这群被杀戮的人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他眼神微眯，温和的眼神闪烁出危险的光芒。那就你们了。第77章，再见李青。峡谷之中，一名青衫男子且战且退，众多万族在他出色的腿法之下畏手不前。撤退！李青一边抵抗前仆后继的万族，一边怒吼让后方的人撤退。不行，李护卫被包围了！李青猛然回头，周围的峡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万族包围，而重重拱卫的护卫之中，金发碧眼、面容清秀女子，眼眶含泪，却死死地咬住嘴唇，一言不发。这一行人正是阿诺斯家族的护卫，而这位金发碧眼、一看就身份非凡的女子，则是他们家族的三小姐。三小姐一时赌气进入神堕空间，护卫等人急忙进入寻找。没成想，小姐是找到了，但也偶然遇到了大规模的万族行军，而他们也被其中的小分队发现并追杀至今。李青看了眼人群之中的三小姐，猛然大喊道：“所有人，准备服用血丹死战！”王五，
你带领3个人保护好三小姐。李青面色狰狞，而莉莉娅听见李青的话，也顿时眼眶通红。她现在无比痛恨自己的任性，让忠心耿耿的护卫也身陷囹圄。李青手腕一翻，一枚晶莹剔透的血色丹药出现在他的手中，而听到李青话的人也纷纷拿出血丹。领头的万族当看到李青手中的血丹的时候，眼中也划过一丝忌惮。忽然，他猛然抬头，滋！无数跳虫在周围快速显现身形。姜旺不知道李青手里拿的是什么，可在这种情况下能拿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准备搏命了，所以他也不再隐藏。一批批的虫族浮现，而李青看着那密密麻麻笼罩各处的虫子，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个原初界的新人，想到了前段时间风头尽出的新星姜旺，他的眼中尽是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李青不由得喃喃道，但转念一想姜旺最近的遭遇，瞬间里透了中间的关系。等等，我们还有机会！李青朝着身后众人大喊道。而此时虫族依旧没有动，宛如观众一般盯着峡谷和峡谷各处的万族。无数的虫族依旧在调动。姜旺本想让李青再坚持一下，等他完成合围之后，他再一举拿下这些万族。可看到李青等人准备搏命，只得先行暴露。万族也有点拿不准这些密密麻麻的虫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单凭那望不到尽头的数量，都足以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场面一时间陷入了寂静。随着越来越多的虫子集结，万族小队首领的心中越来越不安。吼！万族的小队首领一声怒吼，顿时所有的万族宛如锥子形，开始朝着虫族发起了冲锋。他不能再等下去了，这么大规模的虫子，他需要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万族大军。噗呲！普通的跳虫在这支精英小队宛如淬纸一般，但虫巢内的姜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如果是万族第一时间突围，那么指不定还真能让他们跑出去几个。但现在吗？近千万的翼龙铺天盖地的抵达战场，战场上充斥着翅膀挥动空气的声音和万族怒吼的声音。此时的万族面对密密麻麻的虫族，已经分不清了方向。尽管他们随意一击就可以击杀一片的虫族，可在凶猛的老虎，若是陷入泥沼之中，也只有垂死挣扎的份。而阿诺斯家族的所有人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虫族宛如看不见他们一样，迅速从李青他们周围掠过，直到一只幼虫出现在他们面前，熟悉的模样在李青面前浮现。好久不见啊！姜旺率先开口，对于这个原初界的引导者，他印象还是不错的。是啊，没想到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相见了。李青也感慨道。这才多久啊！当他听到姜旺这个冉冉升起的星星，在各种势力的交错下将要熄灭陨落在修罗战区的时候，他还觉得无比的惋惜。没成想，双方竟然在这里见面了。轰！巨大的爆炸让虫群出现了一块真空区，但很快，蜂拥而上的虫群宛如空气一般，又将万族填满。而阿诺斯的众人沿着虫群让出的小路，不停地远离战场，直到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虫群的包围。才知道那寥寥的数百万族面对怎样的虫群规模。当他们来到姜旺的虫巢的时候，李青在这被姜旺这堪称恐怖的变强速度震惊到，宛如城市建筑群的规模，每分每秒都有成百上千的万族从虫巢冲出，而姜旺则站在虫巢面前，正如原初世界那时一样。但相比那时的客套，现在的李青更多的是震惊以及其他的小心思。没想到啊，前几天听到你被流放修罗战区，我还担心你来着。王武也止不住的感慨。他们本来以为这次死定了，不仅没有将三小姐带回，还要惨死万族腹中。而人群中的莉莉娅周围的护卫忽然靠近李青说些什么，李青的脸色也猛然一变，但这一切都被姜旺看在眼里。他面色不变，跟王武熟络地说着什么，言语只见姜旺也稍微了解到了这些人的身份和目的。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三小姐可就要……王武忽然脸色一变，意识到说错了什么，连忙闭嘴。而不远处的李青眼看着王武已经说漏嘴，索性也不再隐瞒，径直地走向姜旺。姜旺，我们也不瞒你，这次你救了我们，我阿诺斯家族也必然不会忘记这次恩情。只要能够安全走出神斗空间，我李青在这里向你保证，必有重谢，哪怕你想我的命都可以。李青一脸严肃地对着姜旺说道。他向姜旺隐瞒了队伍中莉莉娅的存在，毕竟神斗空间充斥杀戮和不信任。虽然对方刚刚救了自己这一行人，但谁又能保证那虚无缥缈的交际能让姜旺忽视眼前的利益？更何况三小姐此次私自外出历练，携带了不少的好东西。而姜旺虽然看出了李青的隐瞒，但也没有说什么，反而洒脱一笑。没有两位在原初空间的指导，在下也不会活那么久。我在这边已经建立了一处简易的庇护所，若是不嫌弃。不嫌弃不嫌弃。王武在身边直接接过话茬。他们进入的时间已经过半，只要能够再坚挺15天，他们就可以安全返回。第78章，标题娘呢？在工蜂的快速建造之下，
一处足够容纳上百人的2间石质屋子拔地而起。姜望甚至贴心地配置了一套家具。李青还在给姜望诉说着什么，而身后的莉莉娅咬着嘴唇，仿佛在思考什么，随后猛然抬头，不顾身边护卫的阻拦，大步流星地朝着姜望走去。你好，我是阿诺斯家族的3小姐，阿诺斯，莉莉娅，非常感谢你能对我们伸出援手，你获得了阿诺斯家族的友谊。看着女孩明明害羞，可依旧面容坚毅地伸出的手掌，姜望笑了笑，轻轻握了一下她白皙手指。你好，我是姜望，听说你被星联学院流放了，你能加入我们阿诺斯家族吗？我保证会给你最好的资源。莉莉娅用尽所有力气朝着姜望说道，而旁边的李青也被自己小姐整不会了，有些尴尬地朝着姜望笑道：我们小姐，对不起，我的老师是李雪怡，所以我不会加入任何势力的。姜望表情没有变化，反而认真地朝着莉莉娅说道。听着姜望的拒绝，莉莉娅先是一愣，随后本能想要反驳些什么，但突然又像一个泄了气的皮，就扭头走了。而李青看着3小姐落寞的背影，也不由得一声叹气。正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攻锋带回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万族尸体。此次围攻那支万族精英小队，姜望足足损失了近100万的万族，相当于1比1万。这个战损比，恐怕除了虫族，没有任何一支现役部队能够接受。但没关系，只要能够一直进化，变强只是迟早的事情。虫巢内，安娜负责监控着李青一行人的行踪，毕竟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姜望看着万族基因上传至基因库，渐渐地发现了些许的不对劲。不同于生物帝国遗留的各种基因片段和特点，此次万族异兽中有几只姜望的基因库中是有存档的，比如青铜阶与白银阶的青甲虫。当他将2组基因进行比对时候，却发现2组基因虽然大体上相同，但中间有一段的基因完全改变，就好像有人拿了手术刀直接裁剪拼接的一样。这一发现让姜望大为震惊，死不可能啊！难道万族能进行基因选择性进化？姜望倒吸一口凉气，满脸不可置信。别看他这个天天玩基因序列的，即便是让他来操作最简单基因裁剪，他都有可能完成不了。他每天进行的基因融合没有100万也有几十万了，这还是开发基因库可以自行组合的情况。在这样高密度的实验下，他才有了现有的兵种。现在有人告诉他，万族只要进化就会改善基因片段，这就相当于一只老鼠通过进阶突然能飞了，或者喷火，没有什么征兆，就是突然会了。姜望迅速查找基因库，将前几天投进分解池内杀手的基因链调出了出来。经过仔细的比对，领主的基因链更像是优化，而不跟万族一样的裁剪。他不停地在基因库内搜索比对。忽然，姜望面前出现2组数据，一组是生物帝国内蕴含的一组人类基因，一组是万族的基因。虽然2组的排列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万族的有一段基因却和领主的基因完全相同，并且那一段基因蕴含的信息是对空气波动的掌控。也就是说，万族通过杀戮人类领主获得了人类的基因片段。联想到万族与人类只见天生死敌的关系，姜望整个人正在原地。自然的进化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违和的结果。他有些失神的喃喃道，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那么整个开元世界就是个巨大的斗兽场、试验所。这样的猜测让他有点毛骨悚然。良久之后，姜望忽然将面前的结果封存，并列为最高机密。小学生不要盲目的研究火药，人也不要在没有实力的时候研究远超于你实力的东西。将这些东西抛到脑后，姜望迅速将万族之中那些特殊的基因片段进行提取。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代表着什么，但是已经足够他小幅度提升虫族的实力了。满屏的基因组合不断的进行推演。外界，虫族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的搬运着虫巢各种所需要的物资，而新产出的虫族则是被优化过的，死亡获得新生，这也是虫族的恐怖之一。而在这几天里，李青等人也深深见识到了姜望恐怖的暴兵实力和虫族绝对的忠诚。任何召唤系的领主其实都是与兵种签订契约，双方是具有忠诚度的，兵种会为了领主出生入死，但并不代表领主可以随意苛责兵种。若是忠诚度降至某种程度，兵种甚至可以撕毁契约，但这种情况终究是少数。但姜望就不一样，他甚至没有忠诚度这个东西，这就以为这虫巢的所有的一切对姜望就是绝对的忠诚，这是比姜望的暴兵能力更加恐怖的。而虫族的高效率、悍不畏死也深深的让李青等人感到恐惧。此时姜望猎杀的万族没有1万也有了8000了，杀戮值也迅速提升至将近50万。毕竟他的每次猎杀都属于跨级杀戮，有奖励。但这辉煌的战绩并非没有代价，接近1个亿的虫族死于猎杀之中。丁，获得改变绿火兽基因进化点+1。
而这样的进化点，姜望已经获得了很多。他在近期一直没有研究出来新兵种，但仅仅是这些安慰式的进化点，都让他的家当来到了接近 40W 的地步。可即便身负如此巨款，姜望依旧觉得不够用。安娜全方位进化版 20W， 爱丽丝全方位进化版 30W， E 级天赋增值 1W， C 级天赋进化 10W。 姜望看着罗列的清单，陷入了沉思。各个兵种的强化姜望已经放弃，与其用珍贵的进化点强化，不如用基因改造来的划算。爱丽丝，姜望回头看了眼宛如木桩的爱丽丝，他想了会儿，还是忍痛放弃，毕竟 30W 对于他来说还是太多了。最终姜望选择将2个天赋双双拉到 B 级，并给安娜也来了个全方位的进化。随着进化点的瞬间扣除，姜望不由得感慨，进化点是真他妈的不经花。安娜照常进入了晶壳之中，开启进化。当姜望也做好准备开始进入晶壳的时候，却发现此次进化不同以往，体内的细胞在他的感知下一个接着一个的炸裂，并迸发着许多姜望不能理解的能量和信息。很快爆炸蔓延至全身，姜望感觉自己随时要被撑破了一般，甚至精神力都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一股股能量在体内横冲直撞，不断撕裂着他的身体。而姜望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乳白色精神力包围的那一缕黑色精神力，宛如游龙一般疯狂撕咬并吞噬周围乳白色的精神力。一时间，姜望处于肉体和精神力的双重折磨。第79章，我的标题娘去哪里了？姜望没有想到此次进化来的如此猛烈，他甚至没有来地级做出安排。此时的虫族在原先的命令下，依旧在猎杀万族。在过去短短的3天内，虫族足足猎杀了将近1万的万族，这已经足以引起各方的注意了。可在这样的情况下，虫族的至高主宰陷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生死未知。安娜也在晶壳的进化之中，无暇顾及虫巢的一切。可以说，此时的虫巢陷入了空前的薄弱，甚至不需要万族主动进攻，李青等人甚至都可以置姜望等人于死地。姜望躺在沙发之上，额头不断冒出豌豆大的冷汗，皮肤也皲裂，渗出鲜血。但他深知现在不能倒下，紧闭的双眼微微睁开。而爱丽丝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快步蹲至姜望面前。可姜望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手臂微微抬起，渗出的鲜血顺着手指滴落，细胞爆裂又愈合。更恐怖的是，由于精神力世界的不安定，此时的他对一切的感知都十分灵敏，每一分每一秒都比千刀万剐疼上1000倍万倍。哒，一滴一滴的鲜血在地上已经汇聚成了一个小血潭。姜望的手已经快到爱丽丝的脸前，但他再也没有力气抬起半分，鲜血已经糊住了姜望的双眼。可就在此时，哒！爱丽丝不知是出于哪种原因，竟主动的上前了一点，一个血指印在爱丽丝的额头，赤红的鲜血在爱丽丝的白皙的脸上是显得如此的刺目。啪！姜望的手再也没有力气的坠下，但他的脸上却浮现了一抹微笑。而爱丽丝原本空洞的双眼，就在某一瞬间划过一丝光芒。她把姜望的右手放在他的胸前，随后站起身。这一刻，他好像不再是一直跟在姜望身边的杀戮机器，而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爱丽丝的眼中闪烁出她以前没有的神采。此时，一只将100万的虫族在与万族的战斗中拼杀殆尽。查清楚了吗？巨岩鳄龟沉声对着旁边的万族说道。总共在3处发现了虫族，剿灭2处，最后1处我们佯装撤退，目前还没有查到老巢的位置。不过这些虫族的实力卑微，这样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巨岩鳄龟的周围的异兽说道。他们是一支万人规模的万族，在支付了巨额的杀戮之后，才得以以军团的形式进入，身负重要任务。可现在竟然跟一堆虫子死磕了起来，若是因为此事耽误老祖们的谋划，巨岩鳄龟此时也有些忐忑。他眼中闪烁了几分挣扎，随后说道：我只是觉得这个虫族会不会就是老祖点名猎杀的姜望？此言一出，周围几个上位异兽眼中也划过一缕金光。姜望自从在新手试炼开启祭坛，并将吞天老祖的后背打至残废，血脉大损，还让吞天老祖一支新手试炼完全失败，他的名字就在万族之中流传开来。甚至有人说，当时若不是人类的大师级强者出手，吞天老祖当场就要击毙姜望。一时间，姜望的名字在万族中快速传播。周围的将领一阵犹豫之后，也决定再多逗留3天。无论是不是姜望，都必须在3天之内拿下，否则若是因为他们耽误万族大部队的任务，那你别说此人到底是不是姜望，即便是他们也得死。另一边，接手虫巢的爱丽丝脑海中浮现出关于虫巢的一切，能量的储存，基因库内正在模拟的基因，甚至是他的基因记录。但他的双手快速划过，最终定格在虫族的战略计划
和现在虫族实时传回的画面。被记载的画面在眼前快速播放着，画面快速闪过，一批又一批的虫族被某个配合默契的万族屠杀殆尽。连续几个这样的画面后，忽然看到了一个万族不敌虫族被杀退，点下了暂停键。好看而富有英气的眉头微微皱起，随后不停地重复播放，甚至多方位多角度的观看。最终他对所有此时还在外界的虫族下达了2个指令：所有在虫巢之外的虫族原地隐藏待命，而虫巢内部的虫族则在周围建立防线。爱丽丝通过蛛丝马迹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这是万族的诱敌之策，目的很可能就是虫巢。这对他来说并不难理解，毕竟生物帝国制造的是终极兵器，而一个合格的兵器不只需要强大的武力，更需要卓越的智慧和出色的战略指挥。因此即便爱丽丝从未真正的指挥过战斗，可她脑海中数之不尽的战斗案例都可以使她第一时间成为战争出色的指挥家。接到命令的虫族直接原地隐藏，还在战斗的虫族则是直接战死。但如此大规模的变动自然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各种各样的兵种有序地进行穿插，组成联合作战兵团，被爱丽丝分布在虫巢周围。整个虫巢在爱丽丝的掌控下宛如战争堡垒一般。另一边，巨岩鳄龟也发现了虫族的异样，因为他们发现一旦和虫族发生战斗，那就是不死不休，索性也不打了，直接跟踪虫族。本来事情发展的好好的，虫族顺利地猎杀到了猎物，并准备往虫巢内带。可忽然，所有虫族仿佛魔怔了一般矗立在原地，甚至直接将猎杀到的猎物就地消灭，然后刨土掘地，就地隐藏在土壤之中。而飞行的翼龙直接拉上高空进行自由盘旋。即便是万族主动将猎物送上门，虫族依旧是无动于衷。可一旦发生战斗，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死不休，直至全部死光。这可给这些准备立功捉拿姜旺的首领们难受坏了。在外界，他们可能直接凭借着气味和脚印就分辨出姜旺的方向，但在神斗空间内，双方的精神力限制和各方面的感官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降低。除了姜旺这种精神力属于 bug 级别，还有上亿的虫族作为眼线才能点亮周围的地图。对其他人来讲，除了周围的方圆100米内和通过特定的联络方式，其他的地图相当于黑的。一时间，万族陷入了马爪的境地，他们只能依仗着最原始的方式进行搜寻。第80章，标题娘在这里吗？虫巢内，爱丽丝做完安排后就一直站在姜旺的面前，看着浑身鲜血却脸上挂着微笑的主宰。爱丽丝微微歪头，仿佛想要看透这个人一样。鲜血已经浸染透了沙发，浓重的血腥味在虫巢的核心处蔓延。爱丽丝看着面前这个被鲜血包围的人，忽然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指摸了摸额头上的血指印，但又如同触电般快速收回，仿佛生怕将额头上的印记抹除。她就这样一直站在姜旺的面前，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而此时姜旺的身体却并没有表现得看起来那么平静。初期的细胞炸裂和修复已经几乎完成，但在更深层，一条条的基因序列宛如蜕皮一般，不断地进行着优化。精神层面，黑色的精神力仿佛吃饱了一般，懒洋洋地游躺在乳白色的精神力之中。虫巢外，李青看了眼身后的莉莉亚，还是决定找姜旺问个明白。虫族的大规模调动当然躲不过他们的注意，他们想知道姜旺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会带来什么危险。毕竟对他们来说，保护三小姐才是第一优先级。但可惜，姜旺已经陷入进化之中。当他走到虫巢门口处时，忽然一个身影阻挡了他继续前进的脚步。李青看着脖梗处的长刀，有些愣神。就像你去找你朋友，而开门的是一个陌生超级好看的女生，然后拿把 AK-47 杵你脑门上。霎时间，气氛变得十分焦灼。李青等人以为姜旺对他们不满，准备干掉他们，或者姜旺已经被面前这个女子干掉。其实爱丽丝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人接近姜旺，接近虫巢。我们是阿诺斯家族，李青试探性的问道。若是简单的刺杀，那么听到阿诺斯的名头应该不会赶尽杀绝。可爱丽丝依旧不为所动。请问姜旺，主宰有事，所有人不得接近。爱丽丝清冷的嗓音响起，即便是她想直接消灭这些隐藏的危险源，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而李青也松了一口气，称呼姜旺为主宰的只有他的兵种，只是面前这个女子。正当李青准备再询问一些细节的时候，爱丽丝忽然一脚蹬出，李青直接横飞出去，可紧接着爱丽丝就将长刀掷出。啊！莉莉亚旁边的护卫捂着被长刀穿透的手臂，一阵凄厉的惨叫。但下一刻，爱丽丝就出现在那人身边，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并拔出长刀放在莉莉亚的脖梗之上。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瞬息之间。等等！李青等人迅速把爱丽丝包围，而周围的虫族也发生了异动，把李青一行人团团包围。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那名护卫给自己的弓弩上了弦。
莉莉娅感受着长刀上散发的寒气，虽然内心害怕，但还是强打精神镇定起来道：“你想要什么？”爱丽丝仅仅只是睨了他一眼，在他的眼里，莉莉娅的战略价值最大，所有他选择控制莉莉娅，并以此来控制面前这些人，并没有其他原因。而莉莉娅看着爱丽丝傲然而立的身影和冰冷到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神，她忽然内心有一种战栗的感觉。她知道自己只要有异动，面前这个女子就会毫不犹豫杀了她。但她内心既害怕又有几分兴奋。她不是个受虐狂，相反，她从小非常怕疼。她并非是无脑的任性才来到如此危险的神堕空间，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阿诺斯家族看似风光无限，但其实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在很久以前，阿诺斯还是个小家族。当时的家主凭借着出色的眼光，在那个人人排斥异界人的时代，不仅多次暗中帮助叶晨，甚至还提供了不少资源。而他们也在叶晨成为开元世界的至高强者之后，迅速成为一流家族。一时间，新势力风光无两。但从叶晨进入破碎虚空离开后，开元世界的暗流就不停地开始涌动。100年时光匆匆而过，旧势力又渐渐地占据了上风。众多新势力遭到明里暗里的清算。而他们阿诺斯家族便是却其中被清算的重点之一。新势力的龙头星联尚且难以自保，更何况他们阿诺斯家族。最终他们只能让家族中最出色的2个天才反目成仇，上演了一把兄弟分家的戏码。以大公子为首的阿诺斯、莱尔反叛家族，选择加入旧势力，并对着新势力的弟弟阿诺斯盖亚展开疯狂的打击。这一波的操作不仅削弱了阿诺斯家族的势力，并且让旧势力缓和了打击的力度，争取到喘息的空间。而她身为家中的3小姐，从小集各种宠爱于一身，2位哥哥为了家族，为了不让她成为联姻的牺牲品，不惜反目。小时候她总是疑惑，为什么那么要好的2个哥哥要反目，长大了才知道，他们2人扛起了家族延续的重任。这也使得她如此的渴望实力，她也想要为家族出一份力，甚至不惜私自进入神堕空间，要么进阶，要么死。总之那个结果她都能接受。可当她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忽然丢失了进入神堕空间的那份勇气，任由家族忠心耿耿的护卫牺牲。但此刻他感受着脖颈处的冰冷，看着决然傲立的爱丽丝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他其实一直只是那长不大自私的小孩，想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证明自己。可一直以来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了，可付出代价的却是别人。他既没有成为面前爱丽丝这样强大而坚强的毅力，他也没有为家族奉献自己，甘愿联姻委曲求全的决心。忽然认识到自我的莉莉娅，眼泪如同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而他这波操作也属是给周围护卫和爱丽丝搞懵了。在护卫的眼中，3小姐虽然顽劣，但却很坚强，一直想给家族分忧。在爱丽丝的眼里则是，这个雌性生物为什么要哭？忽然爱丽丝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眨眼间便返回虫巢，只留下一道长达100丈的刀痕和4个字：靠近则死。第81章虫巢撤退，万族追击。爱丽丝迅速来到核心区域。就在刚刚，隐藏在虫巢附近的虫族被万族消灭，并探查到万族正在朝着虫巢进发。根据距离推算，若是万族继续沿着保持当前速度朝着虫巢移动，那么最多1个小时，万族就会抵达虫巢附近。这不是抵达军坦附近，而直接抵达虫巢200米的范围。这次才是爱丽丝迅速回到虫巢内的原因。时间紧迫，爱丽丝现在面前摆着3条路：一，直接展开军坦，并召回所有的虫族，上亿的虫族堆也能堆死万族；二，什么都不做，祈祷万族不能发现虫巢；三，搬家，带着整个虫巢跑。在爱丽丝的认知中，生存的权利永远掌握在敢于搏斗人的手里，但她又不想把姜望放置在危险之中。虽然虫族有能力堆死这些万族，但万一这些异兽如同那些领主一样，快速凿穿虫族并直扑虫巢，那时他有能力守护虫巢吗？想到这里，他回头看了眼还在沉睡的姜望，瞬间做好了决定。他目光冰冷，一连串的命令开始下达。大批的虫族带着幼虫直接朝着不同的远方奔去。而虫巢内，因为军坦不再供给能量并往回吸收，虫族建筑快速萎缩。很快，原本宛如小城市的虫族建筑仅剩一个孤零零的虫巢。因为爱丽丝并不确定姜望此时能不能移动，干脆直接带着虫巢直接搬家了。大批的虫族直接托起庞大的虫巢朝着远方前进。而李青等人还沉浸在姜望怎么如此的愤怒之中的时候，忽然有人对他们喊道：快出来！王武的表情十分的惊恐，仿佛见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一样。等几人走出石屋时候，表情都变得十分的精彩。我靠！李青更是直接爆了粗口，刚刚那么大的虫巢呢，说没就没了，情侣吵架都没你搬家快啊！看着远去的虫巢，李青等人沉思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了上去，毕竟出点事还能相互照应。
说实在的，李青是觉得自己有些不要脸，但为了三小姐的安全，也只能这样了。虫巢内，爱丽丝并没有在意身后李青的行为，而是专心投入进各个分散出去等等虫族。所有的虫族取消隐藏，分离出去，并携带幼虫的部队，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假虫巢。各个虫族开始不惜代价的集结。硕大的雷兽和遮天蔽日的翼龙声势浩大的移动，从天空看，宛如一支支庞大的支流朝着一处汇集。数个假虫巢也已经建造完成，虽然刨冰的能力对比姜旺所在的主虫巢有所减弱，但胜在数量多。爱丽丝通过远程的指挥给各个虫群下达命令，可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她的精神力范围就逐渐有些不够。但此刻虫巢的位置依旧有些危险，可若是继续离开，那么所有的虫群就变成一支孤悬在外、无人指挥的孤军。正在此时，一道命令从前线发布：万族部队。赫拉斯指挥着刚刚集结的千万的虫族发动了冲锋，上百只雷兽咆哮着发动了冲锋。可万族也不是吃素的，上万规模的万族分成数十个战团，各个战团分工明确。雷兽凭借着强大的体魄和防御力，成功杀至万族阵前，但也仅限此。万族内部强大的个体迅速出手清理雷兽，而且这支万人规模万族最低等级都是白银，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进化，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蜂拥而上的跳虫也只能对这些万族造成微薄的伤害。可即使如此，数之不尽的虫族依旧凭借着庞大的数量快速撕开了一个裂口，并不断扩大。就在虫族即将撕开最后一道防御的时候，战团的后方快速冲出了一支部队，接近全胜的战力瞬间就帮助战团止住了颓势。原有的战团有序地进行后撤，补充进来的万族靠着强大的个体实力，将付出巨大牺牲的才撕开的口子一点一点地弥补上。不仅仅是一个战团这样，5个战团形成的大保护圈与保护圈内的5个战团形成了循环关系。一些实力强大的个体组成救火队，一旦那个地方的循环出现失误，就一起出手，凭借着大规模的杀伤，使得循环不出现错误。赫拉斯处于虫群之中，看着井然有序的万族，泛红的复眼中浮现出一丝人性化思考。眼见伤亡和收益不成正比，爱丽丝刚准备下达撤退的命令，赫拉斯却率先下达了数条命令。凭借着跳虫战将这独一无二的优势，他竟然迅速将原本杂乱无章的跳虫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的战斗矩阵。数十万的跳虫包围着数头雷兽，而翼龙也降低高度，挡在雷兽面前，再次发起了冲锋。这次不同刚刚的雷兽阻挡伤害，有了翼龙和跳虫的阻碍，万族的个体强者无法贸然朝着雷兽出手。即便虫群死伤惨重，但雷兽携带着剩余的跳虫，竟然瞬间将各个战团的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虽说跳虫无法与万族相较长短，但雷兽却不一样，他面对普通的万族依旧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一时间，各个战团手忙脚乱，甚至有一个战团在循环的档口出了岔子。死！随着赫拉斯的嘶鸣，虫族发起全面的进攻。好！各大首领齐齐出手，雷兽被迅速消灭，而涌进来的虫族也被各个战团快速斩杀。虽然看似虫族的计划是失败了，但实则却不然。如果虫群一直持续刚刚那种毫无秩序的进攻，那么别说现在这1000万，即便是上亿、数十亿，也都是枉然。他们这些战团都是具有初级阵法的，不仅仅可以循环，还具有提高耐力、加强士气和战斗力。短短数十分钟，局面已经被万族稳住。巨岩鳄龟铜铃般的眼睛不断地扫过漫山遍野的虫群，他明白虫群突然改变必然是由某个个体的指挥，虽然并不确定在不在这些虫群之中，但只要能够……忽然，他目光一凝，他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浑身紫色的赫拉斯虽然不停地游走在战场的边缘，可依旧被巨岩鳄龟发现了他的特殊。好！随着巨岩鳄龟的一声怒吼，硕大的身形直直地朝着赫拉斯的方向砸去。咚！巨大的威力直接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坑，周围的虫族也在这样的冲击波下直接飞了出去。巨岩鳄龟的身形突然从烟雾中泛飞出，直直地朝着赫拉斯冲去。砰！仅仅一击，赫拉斯就被砸飞出去。虽然姜旺加强的赫拉斯虽然实力大增，但面对白银9阶的巨岩鳄龟依旧不是对手。正当巨岩鳄龟想乘胜追击的时候，周围数不尽的虫族迅速将他牢牢包围，裹成一个巨大的球。赫拉斯砍掉被砸断的一只右腿，迅速朝着那肉球杀去。冰冷的复眼之中毫无感情，他可以死，虫群依旧会诞生一个其他的战将，他或许叫赫斯拉或者特斯拉，但他并不在乎。虫群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消灭主宰的敌人，为此他的死亡无足轻重。撤退！紧要时刻，爱丽丝接过战争指挥权，并命令一只游曳在地下的沙虫破土而出，呈螺旋状快速将肉球包围，并朝着那巨大的肉球喷出炙热的火焰。而接到命令的赫拉斯
眼中虽然还有一丝挣扎，但依旧选择了撤退。虫族的序列不容许他有丝毫的反抗。虫群撤退了，但并非放弃对巨岩鳄龟的进攻。吼！巨大的冲击波从包围中央爆发。轰！承受不住的杀虫直接选择了自爆。一时间方圆100米，除了巨岩鳄龟，再也没有活物。而它充满倒刺的龟壳之上，除了稍微焦黑，再也没有半分损伤。此刻他的面前哪里还有赫拉斯的身影？周围不断有虫族从他旁边呼啸而过，却没有靠近他半分。并不是他强的让虫族畏惧，仅仅是爱丽丝不想再有无谓的牺牲。第82章刺杀团，死神赐福。巨岩鳄龟随手抓过从他旁边飞驰的跳虫，挥舞的利刃在巨岩鳄龟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和火花。可即便是利刃都砍断了，都没有停止攻击。巨岩鳄龟面无表情地捏碎了跳虫的头颅。他并不是闲的，或者想要泄愤，能做到白银级万人规模的首领，他不仅是晋升的实力，还是智慧，都是万族之中非常少见的。在他刚刚抓住跳虫的那一刻，周围的跳虫没有任何迟疑的从他身边掠过，说明他们对接到命令有着最高优先执行级，不会因为外物而耽误命令，并且即便发现双方实力差距巨大，或者遭受重大损伤，也不会丧失战斗意志。而且当他看向跳虫复眼的时候，感受到的只有冰冷，没有任何感情的冰冷。很快他的身后就站了数个首领，每个人兽身上都带着鲜血。虫族最后的那一波进攻确实取得了效果。看着远去的虫群，鳄龟扭头说道：不用追击，尽快找到姜望。他现在终于知道贵为老祖子孙的饕餮为什么一力主张尽全力且快速消灭姜望。这种种族一旦让他实力达到与万族齐平的水准，那所带来的毁灭就太恐怖了。很快发现没有万族追击的虫族转变方向，并朝着一个假虫巢快速移动。爱丽丝也放心大胆带着虫巢进入选定的安全位置。他不惜牺牲众多虫族也要保住赫拉斯，并不是他觉得赫拉斯有多强，仅仅是因为他能够无限制接收虫巢发出的指令，并通过他了解前线的战况。毕竟因为迷雾的存在，即便虫巢重新建立，他所能够指挥的范围也有限。而万族依旧朝着原有虫巢的位置前进。殊不知爱丽丝已经安排了数个假虫巢等着他们的发现，但此时想要姜望命的又何止万族一个。就在原虫巢处，数支刺杀队伍大眼瞪小眼。哟，这不是黑老鬼吗？听说你准备冲击黄金级了，怎么来白银级的空间晃荡了？进阶失败了。红寡妇则看着不远处的男人娇笑道：哼，当然是想你这个骚娘皮了啦。黑老鬼放肆的大笑道。周围的队伍不止他们两组，这些人或是受人雇佣，或者因为黑市的悬赏，渠道不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但红寡妇和黑老鬼则是这些人里面的佼佼者。风情万种的红寡妇前凸后翘，浑身每一处都散发着一股魅惑的骚劲，甚至有人说她是李雪怡的低配版。但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这女人吃人不吐骨头，跟她上过床的都死了。传闻某个10拿9稳进阶铂金级的大佬在跟她上床后生死道消，一时间关于红寡妇的流言四起，什么绝命毒窟、销魂洞等一系列的名头瞬间在整个黑暗世界传开，也使得她名声大噪。至于那个黑老鬼，名声大的原因纯粹就是对别人对普通人对自己很难想象一个跛脚的老头，下至刚出生的婴儿，上至行将入土的老人，甚至性别他都不挑。奸淫对象从他出道起至今没有1万也有8000了，并且没有活口。而他至今能活下来的原因，完全因为他是某些权贵的刽子手。但此刻他们在这里汇聚一堂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万族有了大动作，耽搁了他们的行程，致使原本花1万杀戮值购买的3天定位没了。各方仅仅是一个照面后就各自散开了，即便是斗，也要等拿到姜望人头后再斗。而另一边的万族大部队，黑虎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姜望的印记，但却联系不上。他是后一批进入神斗空间的，当他进入时，姜望刚好处于进化的时期，并且不止他，还有白虎等人。此次他们进入神斗空间，不仅仅是因为新手试炼中的处罚，更多的是死神赐福即将开始。所谓死神赐福，是需要大量的杀戮来灌溉神斗之地，并在这充满鲜血的大地上开出绚丽的花。届时神斗空间内无论是万族和人族，都需要进入大量的人口，一旦数量不足，神斗空间随机空降，自行满足。不仅是白银区和黄金区，甚至铂金区都会进入不少人。但不同于白银的区无法选择，必须进入。黄金和铂金一旦无法达到要求，则会加大白银区人口的数量。黄金和铂金无论在那个地方都属于中高层，是维稳的中坚力量，当然不会贸然进入神斗空间，除非是那种进阶没希望，也快没寿命了，进入搏一搏的。所以每次死神赐福，白银区都会迎来大量的人和万族。姜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发配到修罗战区，
一个白银1阶的，在遍地白银5阶、6阶乃至9阶的空间内，基本上跟死了差不多了。当然，在神斗空间内，永远不会亏待那些勇于厮杀的人，大量的死亡也会带来大量外界闻所未闻的宝物。例如，此次万族大规模进入的目标之一——血灵果，效果很简单，能直接提高一次万族的血脉。底层的血脉在服用之后，很可能跨2阶乃至3阶到达上族血脉，而原本的上族血脉可以进入超上族，这带来的不仅潜力和实力的巨大提升，还可能因为这些原因直接被老祖级别的收为弟子。万族亲切地将它称为一步登天果。而人类这边也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物品。第83章安娜破壳。而此时正值双方正在大批次地进入修罗空间，每耽搁1分就多1分的危险，所以刺杀团也没有犹豫，重新购买了姜旺的位置，并朝着他快速杀来。万族方面，当他们抵达原住址的时候，除了周遭各种各样埋伏的虫群，哪里能看到虫巢的身影，反而根据源源不断的虫族增兵，找到了3处虫巢的位置。此时的原住址，赫拉斯隐藏在虫群之中，指挥着虫族不断疯狂地进攻万族。先前的战斗中，虫族在付出100万的代价才换得了万族几百的损伤，但这并不足以让虫族感到畏惧，只要能杀死你，那么不管再多的数量，再大的牺牲，他们都可以不在乎。3个虫巢的兵力加起来已经到达了6亿，剩下的全部隐藏在姜旺周围保护虫巢。6亿对阵1万，虫群虽然是必胜的，但付出的代价必然不会少到哪里去。多么令人可悲的数字！这其中有爱丽丝没有派出虫族最精锐虫族的原因，比如女王卫队、主宰之刃，但更多的是实力的差距。一连串的事情让刚刚晋升白银不久的姜旺根本无暇提升虫群的实力。就比如你刚学会1元2次方程就要去参加考验，甚至实力的差距比这个还要巨大，实力不够命来凑。这就是虫群现在真实的写照。平原之上，万族摆开阵型，各种各样的能量波动在虫群之中炸开，瞬间形成的真空地带被密密麻麻的虫群迅速填满，就像一头雄壮的狮子，虽然随便一爪子就可拍死蚂蚁，但数之不尽的蚂蚁早晚会钻进你的耳朵、你的咽喉、你的身体，并将你蚕食殆尽。万族内部，首领，请援吧！不断有人向鳄龟提出请求支援的建议，但都被鳄龟给否决了。鳄龟冷眼看着望不到尽头的虫子，内心有些挣扎。他们是为了争夺血灵果和率先占领地区来的，即使请援了，来不来是一回事，即使来了，也未必真的会帮助他们，无法带来任何增益的虫群和疲惫不堪万族部队。在万族，尤其是神斗空间，杀戮自己人可是常态，甚至为了隐瞒，下手会比人类更狠。爆！有一种探查到树骨人类的气息，鳄龟猛然回头，人类朝那个方向去了。鳄龟的惊喜几乎掩饰不住，在这种遍地虫族的鬼地方，能有树骨人类的气息，还能是谁？即便不是姜旺，也比盲目的去那3个虫巢试试真假也来得好。再不济也可以趁此突围，而不是去攻打虫巢孤注一掷。而那名异种探查到的，正是刺杀团和李青等人遗留的气息。鳄龟当机立断，直接改变阵型，朝着虫巢的方向进行突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刺杀团出现的时候，周围的赫拉斯也探查到这些人，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出手，一是留不下，二是不想打草惊蛇，让万族提前知道这边的埋伏。爱丽丝的布置本来已经完美，万族的威胁即便无法完全消除，但至少会在重重包围中找不到虫巢的真正位置，但却没想到竟然会因为这个而打乱计划。万族朝着虫巢方向的突围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回了虫巢。爱丽丝眉头紧皱，因为此时的虫巢的内部并不安定。随着安娜和姜旺双双进入进化的后期，开始大量吸收虫巢储备的能量。虽然在姜旺杀戮值的加持下，他所在的地区的物质都会比其他地方丰厚，但却架不住还没来得及开采。单单是他2人就吸收了虫巢内1/2的能量。爱丽丝站在虫巢核心，看着不远处节俭的姜旺和准备破壳的安娜。随着一声金壳的裂开的声音响起，虫族的另一位女王也宣布了回归。此次安娜的进化不亚于姜旺第一次进化的效果，甚至精神力方面直接翻了几番，超过了姜旺和爱丽丝的总和。一时间，庞大的精神力瞬间笼罩虫巢周遭的一切，而李青等人也被这股庞大的精神力惊住。这难道是姜旺进阶黄金了？怎么会这么快啊？莉莉娅眼中也满是不可思议。这正程度的威压，她曾经在2位哥哥的身上感受到过。可这2人，一个是黄金5阶，一个是黄金7阶，即便是姜旺进阶怎会？就在他们震惊之余，这股精神力转瞬即逝。虫巢内部，爱丽丝和安娜此时针锋相对。如果说以前的安娜是凭借姜旺给予的血脉进化才与爱丽丝平起平坐，
那么现在的安娜凭借自己的实力，跟爱丽丝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此次安娜的进化虽然实力方面提升巨大，但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增长。她微微抬头看着依旧高她半个头的爱丽丝，内心多少有点不服气。而她的精神力第一时间也接驳了虫巢，并了解虫巢目前受到的危机。瞬间，原本想要趁姜望沉睡一觉高低的心思彻底熄灭。虽然他单方面对爱丽丝不服气，但他俩有一个绝对不容置疑的共同点，就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任何生物威胁到主宰。哼，小菜鸡，就知道你不行。安娜虽然微微昂起头，表示她对爱丽丝的不屑，可她手上的火也没有停下。作为战略型女王，安娜可以直接指挥前线的所有虫族。一时间，原本突围压力还不算大的万族，瞬间仿佛换了个对手一样。虽然爱丽丝可以在战略方向上指挥，但对比具有推演能力的安娜来说，依旧是小巫见大巫。随着安娜的指挥，虫族甚至已经可以预料到万族下一步要朝着那里去，需要什么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拖住万族。此时的万族瞬间感觉宛如陷入泥沼一样，举步维艰。甚至安娜还奋出心神，重新给现在的虫巢分配各种任务。站在一旁的爱丽丝虽然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微微低头时，眼中的一丝错愕却有些无法掩饰。自从他打开情感锁之后，除了姜望能够进入他的法眼，其他人一概属于可有可无，包括那只狗。而安娜只能算是一个运气好，第一个跟住姜望的女王而已。但现在安娜的表现让他终于明白，安娜为什么能够在虫族序列中与他平起平坐。第84章，干他妈的！另一边，所有的虫族也不再隐藏，迅速集结拱卫在虫巢四周。而紧赶慢赶的各个刺杀团看着数不尽的虫族，有些头皮发麻。姐，我们……红寡妇周围有一名身材消瘦的男子试探性的问道，并不是他们怕了虫族，而是他们既然到了，那其他人应该也在附近。如果此刻前行进去，万一被后面的人针对。红寡妇狐媚般的眼眸看着远处硕大的虫巢，不知道思考着什么。忽然他看到黑老鬼派出了几个人开始朝着虫巢摸去，而他自己则在不远处观看着一切。红寡妇的烈焰红唇勾起一抹微笑，对着身边的消瘦男子说道：你去找黑老鬼，告诉他合伙杀了姜望，人头归他，赏金归我。他也不怕黑老鬼不合作，他隐约的猜到了黑老鬼背后的势力，而他此次如此急不可耐，想必是背后的人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另一边的万族虽然遭到了虫族的强力阻拦，可朝着虫巢的移动没有减缓，甚至鳄龟亲自出手当起了前锋。若是以现在的速度，最多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虫巢附近了。虫巢内，安娜已经发现了周围数道陌生气息，并将这些气息标注出来。她回头看向爱丽丝问道：这些你能处理吗？爱丽丝看着将近30个保守估计白银7阶的刺杀者，缓缓点了点头。而安娜也没有犹豫，那我调动虫族配合你。爱丽丝手提长枪，腰挎长刀，缓步朝着虫巢外走去，一步一呼吸，而她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气势也在这一步一步之中达到了顶峰。她也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赢，能不能保住虫巢，但此时此刻也唯有以死相搏了。当她走到虫巢门口时，所蕴含的磅礴气势甚至远超首战那日。随着虫巢周围的虫族调动，爱丽丝也跟着虫族进行移动。其实在感受到万族持续朝着他们前进和探查到周围隐藏的人类的时候，他们虽然升起了继续退让的心思，但姜望此时的进化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一旦在移动的途中遭到人类的偷袭，没有军坦的帮助，其危险程度还不如直接迎战双方。再三抉择之下，两人决定不走了，就这么等着。用安娜的话就是干他妈的！爱丽丝手持长枪，快速朝着虫巢外冲去。就在周围的杀手放下心的时候，忽然那名女子回神，将手中的长枪掷出，一点寒芒几乎撕裂周围的空间。轰！出手就是绝杀。爱丽丝没有丝毫犹豫，既然决定要打，那就挑个最强的偷袭。先手之下，一名刺客团的首领直接饮恨。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暴露的，但当枪尖抵达他的脑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恐怕要 G 了。敢接刺杀任务的都不是庸才，在爱丽丝动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暴露了。霎时间，原本还在潜伏的各个杀手都纷纷暴起，可周围已经安排好的女王护卫和主宰之刃也不是吃素的，近乎是同时的朝着暴起的杀手挥动令人心悸的利刃。一时间，注意力全在爱丽丝身上的杀手纷纷受到重创，甚至有4个白银7阶的在主宰之刃的围殴下当场饮恨。短短的3秒，杀手团就阵亡了5人。还在不远处观战的黑老鬼和红寡妇同时收起了轻视之心，两人隔着长长的峡谷对视一眼，然后缓缓点头，随后各自消失，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双方同时意识到了姜望这些虫族和那名女子的难缠性，尤其是那名女子，刚刚那一枪，别说那个杂牌刺杀团的首领，
即便是换成他二人都不一定能在那样的雷军之势下全身而退。而爱丽丝此时已经拾回长枪，并与几名杀手战至一团，周围的跳虫时不时的暗戳戳的补一下刀，甚至会在关键时刻突然跃出帮爱丽丝挡下一击。无微不至的辅助让爱丽丝的战斗几乎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进化后安娜的恐怖，无论是全局性的战争还是细微处的战斗，此刻的她凭借着 BUG 级别的天赋都可以轻松拿捏。砰！爱丽丝左拦右挡，忽然回身一记横扫，将身后准备偷袭的人影抽飞，而等待已久的女王卫队瞬间一拥而上，凄厉是惨叫在密密麻麻的嘶鸣声中显得格外刺耳，鲜血在利刃之上流淌。随着越来越多的刺杀者的加入，爱丽丝也逐渐显出了疲态。但真正恐怖的不是这些明面上的敌人，而是游曳在战场上的黑老鬼和红寡妇。这二人宛如毒蛇一般，即便是有安娜的帮助，爱丽丝也无法完全避开二人的偷袭。嘿嘿嘿，小娘皮真是俊俏啊，真是让哥哥好生喜欢。黑老鬼的声音在周围响起。下一秒，宛如黑色闪电从两个刺杀者指尖穿过，唰！爱丽丝的肩头应声出现了血痕，而黑老鬼也显现身形，将手中的匕首拿至鼻尖处，狠狠地吸了一口。哈哈哈哈！香，真的太香了！黑老鬼神态癫狂，宛如一个疯子一般。若不是自己匕首上涂抹了剧毒，他指不定都舔了一口了。这是他突破别人内心防线常用的方式，疯是真的疯，恶心也是真恶心。爱丽丝不断挥舞手中的长枪，抵挡四面八方的攻击，而她原本洁白无瑕的肩头，在剧毒的作用下迅速变黑，但也仅限于此了。作为生物帝国的终极兵器，但凡刚刚黑老鬼敢舔一下他的血，他都能让黑老鬼知道，再牛逼的剧毒在他体内，3步都得挨5巴掌。凭借着爱丽丝强大的自愈能力和周围最强的虫族，局面一时间陷入到了僵持阶段。另一边，安娜眉头紧皱，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万族也在快速的接近虫巢，最多再有20分钟，万族就要到达虫巢周围的1万米处。可现在的局面，看着不停朝爱丽丝围攻的众人，安娜回头看了看已经还在沉睡的姜旺。此时的姜旺并非还没有进化完成，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外界发生的一切，但却莫名地进入了一处空间之内，无法动弹。周围纯黑，没有一丝的光亮。忽然一道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毁灭者，原初者，有意思啊，你小子难道想当双面间谍？略带惊讶的声音在空间之中回荡。你是谁？我怎么出去？姜旺此时根本不想跟他们废话，爱丽丝虽强，但也仅仅只是白银一阶而已，此刻的他已经接近强弩之末了。第85章，都得死！我想想，我是谁来着？声音的主人仿佛真的陷入了思考。姜旺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飘过，可当他伸手去抓的时候，却又消失不见。啊，想起来，但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号，这可不是我看不起，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知道了就会死，即便仅仅是个名字。似乎是感受到姜旺有些急切的内心，这个声音继续说道：不要急着一时半会死不了，倒是你的问题很严重啊，小同志。这个声音忽然在姜旺的耳边响起，冰冷、混乱、沉沦。简单的声音之中，仿佛镇压着数不尽的烈狱一般，仅仅是耳边响起，就让姜旺的精神力产生剧烈的震荡。除了那一缕诡异的黑色精神力，进化和增值竟然都沦落到这种程度了。也对，要是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正当姜旺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仿佛一个手指点到了姜旺的额头，瞬间一堆乱码一样的文字出现在姜旺的脑海。看看就行了，不要说出来，也不要默念，否则就会被某些东西感受到，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还有，既然你进入了死斗空间了，就去试试铮铮最好奖励，简单的很，多杀就行，别白瞎了我的精神力。不等姜旺说话，他就被踢出了这方空间。姜旺走后，周遭的一切回归寂静，只剩下几句轻声的呢喃。这就是你挑选的人吗？安娜都舍得给，但他看起来真的很一般啊。你的行事依旧让我看不透啊。算了，全当一部闲棋吧。希望他能快些成长，我快撑不住了，真的好孤独啊。他好像很久没有说话了一样，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即便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当他闭眼的时候，原本寂静空间突然变得混沌、恐怖、冰冷、死亡、仇恨，甚至时不时还有什么东西在嘶鸣。姜旺仿佛穿越了很远的距离，他看到了无数个广阔无垠世界，看到许多毁灭与新生，甚至看到了一些强到匪夷所思的人和未知的怪物。咔，一条条裂痕在白色的剑鞘之上蔓延，咔咔咔，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一块碎片的掉落，整个剑鞘分崩离析。而姜旺也悠悠醒来，他仿佛做了个冗长的梦，穿越了很远的距离，见到了许多的未知，才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此刻的他，除了身上的最后的体面小裤衩，再无其他衣物。
如同雕刻般的身躯，精瘦却充满了肌肉和力量。头发也不知什么时候长到接近腰部，温柔而深邃的眼眸仿佛能够倒映出时间的一切。姜望还没来得及感受身体上的变化，直接掏出来一套运动服套在身上，而一直等在旁边的安娜脸红扑扑的，直接扑进姜望的怀来，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蓄满了泪水，仿佛受到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正在激战的爱丽丝感受到姜望已经进化完成后，忽然有些愣神。可在她身边的都是战斗的高手，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放过？一时间，各种角度的攻击接踵而至。尽管当爱丽丝回过神后尽力格挡，可依旧为时已晚。红寡妇的软剑、黑老鬼的剧毒匕首以及马上飞至面门的剑士，每一个瞄准的都是要害。可爱丽丝最终竟然选择了躲开面门处的剑士，准备硬吃那2记危险至极的攻击。黑老鬼的脸上甚至已经浮现出了一抹疯狂的喜悦，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爱丽丝死在他的匕首之下，甚至都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置爱丽丝这完美无瑕的身体。他有一门秘法能够控制死亡之人的尸体，到时候疯狂的眼神之中映射出的是无法掩盖的欲望。咚，噗呲，匕首瞬间没入，不过却不是爱丽丝的后心，而是姜望的手掌。由于红寡妇和黑老鬼的攻击一前一后，姜望一脚踢飞红寡妇后，只能抱住爱丽丝，伸手挡住黑老鬼的绝命一击。此时的刀尖距离爱丽丝仅仅毫米之隔，猩红的鲜血从姜望的手掌滑落，剧毒顺着鲜血朝着体内蔓延，黑色的肌肤迅速扩展到小臂处，但下一秒仿佛遇到了什么天敌一般，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黑老鬼眼见剧毒无用，匕首还卡在姜望的手中无法动弹，使劲扭了几下后，后撤一步，狠狠地蹬在匕首尾部。咚，噗呲，剧痛从手掌传来，劲道之大，竟然抱着爱丽丝的姜望在空中横移10几米。可即使如此，掌心处的匕首依旧没有分毫的寸进，而爱丽丝也不知怎地，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如同鹌鹑一样躲在姜望的庇护之下。当他反应过来，看到姜望手上不断滴落的鲜血，无边的愤怒在他的心中酝酿。主宰为了保护他而受伤，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正当他准备用生命与鲜血洗涮这个罪的时候，姜望声音忽然从他耳边传来：“回去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姜望的声音清冷温柔，却又充满了力量。爱丽丝的愤怒更胜从前。被姜望送到虫巢门口的爱丽丝回头看着那并不算高大的背影，忽然有些怔住了。姜望缓缓拔出手中的匕首，几十个打一个。漆黑而又深邃的眸子扫过在场的所有人。被姜望一脚蹬飞出去的红寡妇感觉不对，早已经脱离了战场。真行！砰！姜望瞬间移动到一个刺杀者背后，一个高抬腿，战斧高劈，瞬间让他没入无边的虫群之中。随后是下一个，又一个。姜望仿佛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刺杀者的背后，没有任何的声息，没有任何的预兆，仿佛穿越空间一般。这其实就是瞬移，当速度快到一定程度，就是瞬移。刚刚完成进化的他，各项数值来到了4万，同样都是白银一阶。爱丽丝最高属性才堪堪23000，再加上绝对毁灭的加持，在场的这些高攻低防的小脆皮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说那个挨完他一巴掌还能吭声的。此时的刺杀团已经溃散，他们原以为爱丽丝是联盟派出保护他的最后依仗，谁知姜望才是那个最后的魔王。早这么强，你早他妈出手啊！玩他什么扮猪吃老虎呢？刺杀团朝着各个方向跑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看姜望准备追那个放那个。但事实证明，小孩才做选择，姜望准备全都要，都得死。第86章，给我冲！嗖！剑矢划破长空，从姜望的身边飞过。姜望有些无奈的低头笑笑。终极兵器终究是终极兵器，他是绝对不能放过这些威胁姜望的人，也绝对不会让自己毫无价值的存在。爱丽丝宛如射靶子一样，箭矢总能从各个刁钻的角度射进敌人的致命处，甚至姜望亲眼看见某个杀手为了躲避爱丽丝的箭矢，强行在空中提高2寸，结果箭矢竟然诡异的1石2弹，这让杀人都没眨眼的姜望忽然夹紧了双腿。当姜望进化归来之后，死亡是这些人注定的结局，可唯独一个人，黑老鬼，不同于其他人，要么是被虫群撕得粉碎，要么是姜望直接打死。黑老鬼是被姜望直接打到残废，被虫群包围，而他引以为傲的淬毒匕首还插在他其中的一个腰子上，至于另一个则是被捅过了，宛如杀猪般的惨叫在虫群之中响起。忽然虫群停止嘶鸣，而黑老鬼睁开紧闭的双眼，正好与凌空而立的姜望对视上。当他对上姜望的双眼的时候，没由来的发自内心的战栗。姜望的眼神并没有凶狠或是愤怒，他的眼神仿佛看一根草或者死人。黑老鬼一生作恶多端，每逢杀人时，他最爱的就是折磨他人。有次他接到任务，
仅仅是杀一个政敌而已，但他却将那人全家18口杀完。不仅如此，他割开了那人的眼皮，让他亲眼看着他们奸淫掳掠，亲眼看着他将那人的子嗣凌迟喂狗。他是个疯子，他的上尉曾经问他，他这样做不会那一天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吗？疯狂的他从来不知道惧怕，他以为折磨他人就让他成为最恐怖、最大胆的人。但是现在他尿了，腥臊的气味在空气中蔓延。姜望微微皱眉，他还什么都没做。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限，我告诉你谁派我杀你的，我可以给你卖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在外界还有处藏宝的地点，不，神斗空间里就有。我知道。黑老鬼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然跪倒地上，朝着姜望不断是说道。他用尽所有的可能来祈求自己的性命，可当他看到姜望那眼神依旧没有变之后，最后的勇气让他咬下嘴里的毒囊。他无比的庆幸自己准备了这个后手。可当他即将咬破的时候，他的身体忽然不受他的控制，他的嘴被姜望用精神力控制张开到了最大，而他的牙也被姜望一颗一颗的拔下，直到那颗蕴藏毒囊的牙出现在黑老鬼面前。悔恨、惧怕、憎恨、愤怒。其实姜望并不认识黑老鬼，也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样，就是当黑老鬼被刺爱丽丝时的眼神，那种欲望滔天的眼神，一切的恶多包括在那个眼神之中。所以他放弃了利益最大化，就是想让他死，让他痛苦的死。虫族宛如最精准的外科医生，一寸一寸的敲碎他的骨头，一片一片的削下他的皮肉。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世界也被姜望遗留的精神力疯狂的肆虐。等到万族抵达姜望所在的虫巢的时候，黑老鬼已经只剩下那偶尔还转一下的眼珠和微微跳动的心脏，被悬挂在虫巢的不远处。不得不说，白银的生存能力就是不错，这样都能挺一会儿。姜望这样的方式并不怕教坏安娜和爱丽丝他们。事实证明，姜望想多了，甚至在爱丽丝强力要求下建造了一个生物装置，专门给黑老鬼功能，目的就是警醒自己，主宰竟然因为他的失误而受伤。在他们眼里，除了姜望，其他人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另一边的万族终于突破重重包围，顺利抵达虫巢的附近。龟远远的就看着那被悬挂在人形旗。首领找到了，那就是姜望。龟周围的异兽也是有些兴奋，经历了那么多事，终于找到姜望了。正当他们准备全军冲锋的时候，鳄龟忽然出声拦住了所有人。等等，不对劲！空气中传来的血腥味说明这边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本来是最好的突袭时机，但谨慎的鳄龟却本能地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周围的虫族依旧不停地进攻，而虫巢面前还有一众虫族虎视眈眈。但鳄龟内心忽然警铃大作，但他却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对劲。首领，还在等什么？周围的异兽已经有些急切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再根据他们的分析，这边刚刚至少发生了接近30人左右的战斗，并且实力都属于上佳。这虽然说明姜望实力强大，却也说明此刻的虫巢并不安定。一时间，所有自诩有实力的都被姜望这行走的奖励冲昏了头脑。摇摆不定鳄龟忽然他心一横，妈的，干了！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万族分为3队，2支朝着虫巢直扑而去，而鳄龟则后面压阵。属于兄弟们给我冲的典型了。虫巢内，眼看着万族越来越近，虫巢的军毯瞬间铺开，一下子延伸到万族身后。虫群也发起了冲锋。普通的虫族虽然无法对万族造成巨额的伤害，但隐藏在普通虫族身后的主宰之刃和女王卫队就不一样了。双方眨眼间对撞在一起，普通虫族瞬间被万族的箭头形的阵型撕开了一个口子。正当万族准备继续将这个口子扩大的时候，雷兽的嘶鸣声在不远处响起。普通雷兽混杂着加强版雷兽发起史无前例的冲锋，而主宰之刃紧跟其后。仅仅一个照面，万族就发现了不对。雷兽的伤害虽然有所增强，但也还在接受的范围。可那跳虫是怎么回事？30多刀砍死一个白银万族，绝对毁灭所带来的增益是无可匹敌的。原本还坚韧牢固的防线，没一会就被从4面8方断开了，各处都有涌进的虫族。而另一支队伍也没好到那儿去。当万族无法形成有效的防线，那它能造成的伤害就微乎其微了。即使普通跳虫堆也能堆死这些万族。随着一声声嘶鸣，一个个万族的消亡，坐镇后方的鳄龟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心绪不定。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带着仅存的4000兵力快速突围。见到这一幕的姜望缓步走出虫巢。安娜指挥就行，爱丽丝休。话还没说完，爱丽丝就跟上了姜望的脚步。姜望无奈的摇头。第87章，万族被灭，杀戮还在继续。姜望直接凌空越过下方的战场，虫巢外围还有坚挺的万族首领认出了姜望，
不惜一切代价的朝着姜旺发动最强的攻击，但得到的仅仅只剩一个背影。很快，姜旺来到了恶龟所在的战场，而作为这个战场指挥的赫拉斯，竟没由来的多了一丝的惶恐。他害怕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拿下这只万族被姜旺责罚，他害怕姜旺认为他没有价值。干得不错。想象中的责罚没有如期而至，反而姜旺给予了鼓励。他从虫巢的记录中了解到了他和安娜在沉睡期间所做出的贡献，甚至就在刚刚姜旺在处理刺杀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率领数支虫族死命拦截，才让姜旺有时间在万族到达之前结束战斗。经过短暂的愣神，赫拉斯仿佛打开了肾上腺素的阀门，死！双刃都快被他抡冒烟了。而普通虫族也因为姜旺的到来，纷纷陷入狂热状态，肾上腺素全面打开。这个肾上腺素可不是人类身上的那种，而是虫巢特制款。如果说人的肾上腺素可以支撑你在濒死的时候站起来跳个社会摇，然后再打一套军体拳，顺便让你站起来去给不爽的人2巴掌，那姜旺特制的肾上腺素可以让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站起来给泰森干翻，然后一个滑铲当一回武松。在这种状态下，虫族的各方面能力都会得到巨大的加强，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没有凭空而来的实力，肾上腺素的毒素可以让普通的虫族勇猛半个小时后忽然暴毙。但没关系，毕竟虫族老革命老玩家了。一时间万族也有点坚持不住。恶龟眼看没有退路，朝着空中的姜旺狠狠杀来。浑身的坚不可摧的盔甲和浑身的倒刺让姜旺只能左摇右闪，不断避开恶龟的攻击。忽然，恶龟眼中划过一丝狠劲与狡诈，原本深藏在壳内的恶头宛如闪电般伸出，直直地朝着姜旺的头咬去。猩红锐利的大口扑面而来，这一嘴要是咬实了，姜旺高低的掉一块肉。但恶龟却忽略了萦绕在周身的精神力，在4万精神力的覆盖下，别说偷袭了，恶龟那个毛孔没洗干净，姜旺都一清二楚。啪！姜旺直接躲过并反手就是一巴掌，绝对毁灭的加持下，这一巴掌直接干出了真伤和暴击。恶龟也在这一巴掌之下被干懵了，身体内部的寸寸皲裂和几乎被山匀的脑袋，让恶龟宛如被施展了定身咒一样处在原地。正在跟爱丽丝战斗的万族看着恶龟一动不动，以为首领得手了，一击拿下了姜旺。可下一秒，回过神的恶龟直接缩回壳内，朝着远处滚去。他内心此刻只有一个想法：这逼架谁爱打谁打，我反正受不了这委屈了。一身反甲的龙龟遇上个刀刀真伤暴击的剑圣，这谁受得了？可他刚刚飞出去不远，就被姜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木棍一帮子抡了回去。木屑与甲壳纷飞，仅仅几息的功夫，姜旺拎着已经没了声息的恶龟尾巴矗立在空中。眼见已经没有活路的万族纷纷投降，可虫族从来不收俘虏，既然是敌人，那就只有不死不休。至于情报，虫巢内林立的各种建筑可不是摆设，只要姜旺想，别说你知道的情报，就算你小时候偷看过那家的兽洗澡，他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随着最后一只异兽的死亡，姜旺来到神斗空间内最大的危机终于解除，而他手上的杀戮值已经来到了将近100W。他矗立在高空，爱丽丝站在他稍后的位置。这一刻，他无比的感慨，在几个月之前，这些高高在上的白银级强者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他。在几天前，他还在杀手的追击逃窜，若不是爱丽丝，他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摆平一切。而现在，他现在可以站在这一方的空间内，宣布虫族的崛起，从这一刻开始。但是有人的震撼比姜旺更甚，一直跟在虫巢身边的李青等人看着宛如杀神一般的姜旺，除了震惊，更多的是疑惑。他们疑惑姜旺凭什么这么强，晋升这么快。他们所有人都以为姜旺此刻必然已经晋升至白银9阶，还得是巅峰白银9阶才能如此的强，但其实姜旺在刚刚才堪堪白银2阶。他们站在虫巢附近有些尴尬。就在刚刚爱丽丝独占众多杀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观望。虽然他们可以说他们并不理解姜旺与爱丽丝的关系，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安全转移3小姐后帮助爱丽丝但他们说什么都晚了。姜旺没有理会他们，径直地走回虫巢。他依旧容许这些人在他们的附近，直至他们返回开元世界。这是对李青曾经帮助的感谢，但以后他们之间就再无瓜葛了。看着姜旺的背影，李青内心一阵叹息。他们本来有跟姜旺加深关系的机会，但是却错过了。虫巢进入战后的狂欢，无数的基因上传基因库，而姜旺也从恶龟和黑老鬼的记忆中逐渐了解到迫害自己的真凶，以及万族怎么这么痴迷于自己。黑老鬼的上线是一个面具人，他只知道那人效忠于皇家，这些人不仅利用他铲除不利于皇室的敌人，还放纵他去削弱新势力的实力。他曾经干出许多丧心病狂的惨案，对象都是支持新势力或者反抗皇家的人。至于恶龟，则是因为吞天老祖和新手试炼的饕餮。姜旺没有想到，
自己仅仅因为新手试炼的表现就能被万族记恨上。其实这也不能怪万族，想当初叶晨崛起的时候，大家都没当回事，一个异界来的小垃圾，让你发育起来又能怎样？结果很明显，狗头20分钟跌了1W 的 Q 是什么概念？叶晨那是拳打万族，脚踩皇室，好悬没给这俩老势力干过去。所以姜望这种异界新秀自然引起了双方的注意和迫害，只能说并非星联不给力，他也没办法顶住压力。姜望通过众多的记忆，大致了解了开元世界和神斗空间内最近的大动作。他躺在新换的沙发上，摩挲着手指，思考起下一步的计划。思绪良久，他忽然坐了起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干了！与其等时间一到去开元世界接受各种阴谋诡计，不如一直留在神斗空间发育，至少这里面的竞争还相对公平，大家都是白银，先升到白银9阶，有自保之力再说。第88章发育。俗话说得好，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虫族是什么？是物种流氓啊！姜望一头扎进了基因库内研究。他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弊端，就是兵种的战力是根据他的位阶决定的，而非实力。比如现在姜望只是白银2阶，那么普通虫族最多也就是白银1阶的实力，并且将所有的虫族都提升到白银1阶所耗费的能量是非常不划算。一个白银1阶的跳虫所需的能量就足够生产2个青铜9阶，实力差距也没有很大。而现役的普通虫族大部分都是青铜9阶，这也是普通虫族被万族摧枯拉朽击败的原因。这里面有个非常 bug 的点是，姜望的战力其实远超白银2阶，这就造成了虫族的极个别的单体能力很强，但是虫群整体偏弱。姜望不停地在虫族的基因序列之中扒拉，直到他找到了一些契约形式的禁忌。毕竟虽然可以疯狂爆兵，但其实本质还是属于召唤类兵种，是兵种就会有契约，有限制，而姜望就是要对这个契约下手，把兵种从位阶的限制解除，或者转移到从实力角度的限制。其实契约的形式本来就是可以根据宿主的意愿而调整，但一般都是黄金后期了，因为只有庞大的精神力才能做到直接在灵魂层面的契约做出修改，稍有差错，精神力反噬都是小的，一旦兵种叛变，那就是死无全尸。但姜望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小心翼翼地篡改着契约。他不知道这个契约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他知道如果再不改变这一点，等他的敌人变成黄金的时候，虫群将彻底变成摆设。契约，召唤的兵种不得高于宿主的位阶。修改版契约，召唤的兵种不得高于宿主的位阶，划掉实力。本来他是想直接把这一条划过，但是精神力也不支持他这么干，最终只改了几个字。当姜望收回精神力的时候，额头满是细密的汗珠，而他的精神力也瞬间萎靡。而虫群在他更改契约的那一刻猛然焕发了新生，尤其爱丽丝等人，他们的实力竟然出现了缓慢的增长。赫拉斯最夸张，甚至发生了自我进化。而新孵化的虫族实力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升，虽说还是没办法睥睨万族，但也不会再出现一碰就碎的场面。做完一切的姜望躺在沙发上，一根指头都不想动。从他进化完破壳以来，几乎就没有停下的时间，甚至没有来得及查看自己到底又有哪些增强。B 级天赋增值，暴兵能力提高 300%， 新特性有 0.01% 的几率出现变异。B 级天赋进化，进一步加深对基因的掌控，增加基因点的获取方式。新特性，新发现的基因有 0.01% 的几率发现衍生基因序列。看完介绍，姜望确实发现了有很多变异跳虫和其他虫族，有的是小小的加强，有的是直接报废。毕竟是变异嘛，有好有坏，但姜望损失得起。而基因方面就厉害了，一个生物能够提供的基因序列，少说也能提供2至3W 的基因。一场大战下来，单是上传的有效基因都会达到上亿，届时再加上触发的，原地实现基因自由。至于神秘生物给自己脑海中的留言，目前为止就是一堆乱码。据他推测，应该是因为自己是个小趴菜，所以不配看。所有的事情忙完，姜望躺在安娜精心设计款 4.3.2 版本的沙发上，边吃薯片边看安娜从各种生物中提取出来的有用讯息。不得不说，有些画面真就是属于比电影都好看。艺术源于生活这话果然不假。在杀戮值的作用下，虫巢陷入快乐的发育期，时间转瞬即逝。随着姜望回归期的到来，姜望果断选择了拒绝。神斗空间为此还奖励了1000的杀戮值。李青等人早在5天前就已经返回。此时万族战场某处军营，李雪怡不停地收到有人返回修罗战区，但他却迟迟没有收到那熟悉名字回到修罗战区的通知。返回时间持续了1整天，甚至死神小队的熊大等人都已经返回。当返回通道关闭，李雪怡依旧没有等到他心心念念的名字。一时间，姜望已死的流言迅速传播。
熊大等人也是一阵叹息，为了姜望，也为了兄弟三人的名号。李雪怡没有任何反应，她照常的参加训练，正常吃饭，但每次训练几乎都是往死里练，甚至有时候直接累瘫在训练场地。林青霞看着已经晕倒李雪怡，微微一笑，身后手中的信纸一时间不知道给还是不给。这是姜望特地给李青等人代发的，专门写给李雪怡报平安。但这个信件毫无例外的直接被林青霞截胡了。林青霞缓步走到李雪怡面前，我收到消息，姜望还没有死，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无法返回。林青霞戏谑的声音响起，而李雪怡忽然睁开眼睛，你说什么？别激动，那接下来的时间，你只要能够完美的完成训练任务，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我的渠道告诉你姜望讯息，如果你完成的好，我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林青霞看着挣扎想要起身，但依旧没有力气的李雪怡继续说道，并拿出了手中的信，这是姜望亲笔写给你的哟。根据他所掌握的讯息，姜望不仅没有死，甚至很快的适应了神堕空间的杀戮环境，不出意外，必定要进入他的黑蛇军，这让他心情非常不错。唰！林青霞躲过李雪怡的争夺信件的手，哦，看来我低估了你的潜力啊！来，只要能够碰到我，我就把信交给你。李雪怡深知，别说他现在的状态，即使是全盛时期，他都没办法摸到钻石7阶的林青霞，但他一遍又一遍的尝试，而林青霞越来越兴奋。他不是变态，只要李雪怡坚持的越久，所激发的潜力也就越多，这是他独特的训练方法，也是王天风将李雪怡送到他这里的原因。直到明月高悬，月下的身影满身泥泞的再次跌倒在地，他甚至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却依旧挣扎着手指想要抓住林青霞的裤脚。林青霞轻轻后退的一步，让他的最后的希望彻底落空。人生就是这样，失望与绝望是常态，他会一次次的把你捶得跌倒爬不起来，但是呢，人生操蛋的一点就是他会给你一点点微薄的奖赏，激励你继续玩下去，继续让他开心。李雪怡浑身泥泞的趴在训练场，她现在连恨的心思都没有了，她真的太累了。就在她就要闭上眼睛的时候，林青霞把信拆开放在李雪怡的眼前，但她却遮住了大部分的内容，仅留下一个简单的开头：亲爱的李雪怡，划掉，尊敬的李雪怡。奖赏到此结束，继续加油。第89章2哈。林青霞哼着小曲回到营房，李雪怡也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进行最好的治疗。看着手中的信件，林青霞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没有偷看。一个对他家有恩，一个身世复杂，这两人的事情她不想掺和其中，随手就将信件夹到书中，想了想后又拿了出来随身携带，毕竟这玩意比王天风的话都好使。另一边的李雪怡被专门安排的人浸泡在药缸中，新热的药性在她体内横冲直撞，强烈的剧痛让李雪怡皱起好看的眉头，但她的脸上却挂起一抹幸福的微笑。神堕空间内，嘶哈！姜望一边龇牙咧嘴，一边把刚刚烫熟的肉往嘴里放，辣椒味和羊肉味瞬间充斥在口腔之中。面前的爱丽丝和安娜也吃得飞快，嘶哈嘶哈，咕嘟咕嘟，咳。安娜被辣得抓起手边的可乐就一顿猛灌，结果一个不慎呛的眼泪都快就出来了。爱丽丝则吃的就比较斯文了，但手中的筷子下得飞快，刚下的肉片眨眼就没了1/3。这是姜望最近刚刚研究的火锅，肉片甚至是20分钟之前刚杀并送到虫巢的。用姜望的话就是打了那腰长时间的仗，还不能享受。虫巢内火锅味弥漫，2字喷香。虫巢外，万族尸体被运至虫巢，各种各样的矿石也被快速的分解。经过姜望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基因库内的优质基因不仅全部换装完成，甚至各个兵种都进行了分出了各自的兵团，这些都是生产兵种的途中变异出来的兵种，有特殊作用的也被姜望留下并做成个特种部队，例如改良版的炸弹部队，跑得贼快，威力又大。而且毒蟑螂这个兵种也被全面替代，换成了更具有战争性的形态，在弥补腿短手段的情况下，还大大加强了毒液等各式远程的攻击，成功克服打怪不疼全程刮痧的尴尬场面，甚至分出了快速作战兵种，俗称 ADC 和重炮兵种。丁，重炮基因修改完成。随即姜望的面前出现了重炮3维图像，重炮身形之大，甚至仅次于沙虫和雷兽。但恐怖的是，这个兵种可以由快速作战兵种快速融合而成，让虫族随时随地的享受徐静式弹幕的安全感，也让过惯苦日子的姜望逐渐体会到超饱和打击的快乐。姜望摸了摸嘴上的油，起身拿了一瓶冰冻可乐走出虫巢之外，看着宛如练兵场一样的虫巢，各式各样的虫群快速穿行而过。姜望朝着辛勤的虫子举起瓶子，深表敬意。哥，虫群齐齐朝着姜望表示敬意，这就是姜望最近的成果。
无与伦比的虫族帝国。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周围万族老哥和某些小岛煤蛋的支持。真有不开眼的，那就直接带走当化肥。看作偌大的虫群，姜旺内心忽然涌起一股豪情壮志。主宰，二哈想吃你羊肉片。姜旺，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肉片开玩笑。姜旺最后的快乐很快结束，随着一批又一批的虫巢朝着远方杀去，姜旺的工作才真正的开始。他这么努力发展的原因，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虫巢的安全，更多的是想争取更多活下去的资本。根据自己从万族和人类那边拼凑出来的对神度空间的信息，死神赐福即将开启。姜旺打开地图，在赐福集结期间，整片神斗空间会分成4×4，总共16块区域，数列为 A、B、C、D， 横列为1234划分。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第一，也就是地图的左下角的位置。大量的人类和万族分散到各个区域之内，这些区域在死神赐福期间会生成一个区域核心。获得区域核心的人，不仅可以获得此区域内最好的资源，还可以用区域的名义进行争霸，把神斗空间内所有的生物分化为16个势力。姜旺光想想这个规模的战斗都觉得血腥，这就是姜旺疯狂发育的原因。数百亿乃至千亿的白银强者进行厮杀，选出最强者。要不叫这玩意神斗空间，神不堕落能干出来这个事？旁边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二哈张嘴说道。他也是在此次的集体加强之中获得了巨大的增强，尽管增强的方向有些奇怪。二哈，速度4万至5万，战力500，生存100至10万，天赋追我呀，提高200%的速度，并激怒敌人。变傻子，狗是狗，二哈是二哈，我是二哈，你是狗，可对强制对敌人造成混乱。躲猫猫，来我找我呀，呆逼，完美融入空间且无法侦查。冰霜光环，二哈，只有在雪地中才是最帅的，智慧和魅力值1000%。奶狗，1万码的范围内给友方恢复生命。渣狗，1万码的范围内敌人失了智的概率增加50%。如果说曾经的二哈是可有可无，虫巢内的小废物，战场上的小垃圾，那现在他可以骄傲地说，他依旧是虫巢内的小废物，战场上的战狼。极其偏科的能力和众多的天赋技能，成功让二哈脱离了吉祥物的角色。虫巢外，虫族现在并没有朝着其他的区域进攻，而是尽力将自己所在的第4区域稳住，争取在死神赐福开始时就能获得这个区域的核心。可区域就那么多，虽然他这个区域位置绝佳，但资源却一般。可即使如此，依旧有大量的万族和人类涌入。第90章，自己买自己。距离死神赐福开启的时间还有3天，姜旺已经驱赶了一波又一波的万族和人类。而就在虫巢的不远处，一个人类小队正在森林之中疯狂逃窜。他们现在无比的后悔对虫群发起了进攻，但说什么都晚了。跑啊！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啊！原本将近10几人的队伍，仅仅一个眨眼便被惨死当场。而虫族快速掠过，身后的弓锋快速打扫战场，运回虫巢。虫巢内，姜旺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即使他轻轻皱一下眉头，安娜都会心领神会地放过这些无知的可怜人，但他什么都没做。其实他的内心也曾挣扎过，在他创立联合会的时候，是真的想要帮助那些弱小的人。好几次他也想过放过一些想要进入第一或者随机被分配进第一的人，可这里是神斗空间，以生命为交易的空间。他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个圣母，他对万族心狠手辣，但却对待人类一直秉承着，只要还有交流的余地，就尽量不造成杀戮。但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他，冷酷冷血才能变强，更何况此刻的他还自身难保。就比如你如果有一把枪，你会走上大街陌生人的随便扫射吗？可如果你在一座孤岛，他不死，你就会死。这时你有把枪，对方有一把长刀或者手枪，你又会怎么做？姜旺选择了杀戮。他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也不是一个慈悲泛滥的圣母。当虫群横扫第1区域内的所有生物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只有周遭的一切值得保护。当背叛、狡诈、血腥在这个空间上演的时候，圣母和仁慈只会带来死亡，死神才能摆平一切。他不可能对每个胆敢向虫族发动攻击的人轻言放过，毕竟虫族才是忠于自己的生物，拿信任自己的部下来换取别人的感激，那太可笑了。另一边，爱丽丝手持长枪带领虫族左突右杀，刚刚还声势浩大的万族在一波重炮齐射和突袭下，防线瞬间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而爱丽丝的存在让万族之中的首领机会不敢冒头指挥，在爱丽丝的威慑和各个兵种的协同作战之下，接近数十万人规模的战斗在不到1个小时就解决战斗，虫族的损失也仅仅1比2而已。
这跟先前的战损比堪称天壤之别。随着时间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和兽盯上了姜旺所在的第一。虫族也在血与火之中快速完成了换代，并随着姜旺不断的改进，愈发变得强横。3天时间在不停的战斗之中，很快就结束了。由于没有区域性的大规模战斗，姜旺虽然艰难，可依旧凭借一己之力稳住了第一区域。试炼准备开始。检测铂金区27368人，未满足，黄金区加1000万。检测黄金区6373474人，未满足，白银区加10亿。检测白银区12389273981人，满足要求，增加已满足。检测完成，通道关闭，各项功能均已开启。试炼开始。随着每个人面前浮现出一行行血红色的字体，死神赐福正式开始。姜旺看着那长长的一连串数字，让他有点发懵，这也太多了吧。也不怪姜旺惊讶，蓝星全部原住民加起来也110来亿人，这一场战斗干他们100多亿，还都是白银，这谁顶得住？但慢慢的，姜旺也缓过了神。开元世界幅员辽阔，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不说成千上万，但绝对少不到哪里去。由于他几乎还没怎么感受开元世界，就被送进了修罗战区来了这里，所以对开元世界一直具有局限性。但其实人类加上万族、百亿、千亿级别的战斗，虽说宏大的难以想象，但却不能说不可能。况且白银阶虽然已经算是要摸到黄金的门槛了，但不成黄金终究是下位阶。忽然，血红色的字体消失，转而化为一个个选项：公平、区域成员1500000，交易、信息、地图、称号、杀戮值、赐福、未解锁、排行榜、未解锁。看着面前众多的选项，姜旺点开地图，果然与万族脑海中的地图一样。查看完其他的功能，姜旺直接点开了公屏。第一，亲爱的小垃圾们，你们好啊 ！ID 记住了，等死吧！大量的垃圾话充斥在公屏上，姜旺仅仅是划了2下就放弃了，选择进入区域聊天。第一公屏，周围一个人都没吗？第一是个野区，人刚传送，有人组队否？给你俩一个诚恳的建议，赶紧跑！对比公屏的热闹，区域聊天就稍显安静，除了直接分配到第一的，其他都被姜旺要么永远的留在第一，要么灰溜溜的跑了，甚至有人直接分配到虫巢附近，堪称落地成盒，走得没有任何痛苦。随着虫族的动作，第一的公屏彻底沦为了鬼区，而有些人在成盒前疯狂的朝着公屏求救，一时间许多人注意到了第一的异样。第一是那个大佬，报个明白，人在第2，白银9阶巅峰，有意向合作的吗？哦豁，这就开始锁区了。我看那人上传的照片了，这虫族的样式，我靠，我怎么看着有点像姜旺的虫族啊？哎，对，我就想说这个。等等，他前一段时间不是死了吗？还有人给他办追悼会来着。第一区域详情已经出来，确认是姜旺，详情信息请私信我购买1杀戮值。神舵百事通，眼看没办法隐藏的姜旺，索性私信了那个百事通。他也想看看别人信息中的他是个什么样子。第一姜旺信息，1杀戮值转账，转账成功，已发。就在姜旺准备切出去看的时候，那人又进行说道：等等，你是姜旺？我不是，你认错人了。等等，姜旺大佬，考虑合作吗？只要能提供有用的讯息，或者让我们的人进入第一，就可以晋升我们的 VIP 用户，购买讯息8折。好的，知道了。姜旺也不想让别知道自己是姜旺，但那赤裸裸认证的 ID 让他无法隐藏。他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别的 ID 都是富婆再爱我一次，而他怎么就实名认证了？点开信息，姜旺，召唤系领主，昆虫领主，兵种虫族，特点其本人拥有极其夸张的暴兵速度和极强的个人实力。弱点攻击手段稍显匮乏，近战搏击能力中等。绯闻师尊再爱我一次。同人小说20杀戮值，漫画60，无修版100。更多详情请致电百事通。您会感兴趣的内容：李雪怡的癖好，姜旺与李雪怡之间不可言说的故事，姜旺的所干的事情，姜旺为什么会被驱逐新联。看完姜旺只有一个感觉，百事通，你是懂信息、懂大数据的。第91章，你的名字叫贪婪。姜旺看完信息，正准备查看其他功能的时候，忽然每个人的面前都出现了一则通告。B4 4区区域人员已满，区域核心将在24小时后降临，请各位努力争夺。姜旺看着这个通告满脸迷茫，忽然他收到了一则信息：姜旺大佬你好，鉴于您属于第一次参加死神赐福，这是我们免费提供的讯息，星辰商会尊贵版，神舵百事通。下一秒，姜旺的信息栏就收到了一则信息：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
姜望犹豫一下就回道：“好的，谢谢。没事，就是交个朋友。”点开信息，姜望看得直皱眉头，这不是妥妥的大型吃鸡或者饥饿游戏？赐福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马人开图抢资源，人满上飞机，多的做机翼。16个图中，只要有一个区域的人满了，那就算开图，那么所有区域将会在24小时后降临核心。届时，一旦有人获得了核心，那么将会成为一个同盟形式的区域。原本各种各自为战战斗，变成了区域为主的战争。而且核心的位置全图可见，一旦获得，非杀死不能交易。若是在后续的争霸之中击败其他区域并获得核心，在持有的24小时之后即可获得赐福。若是大家都非常的有默契，没有干架，那么7天之后赐福随机降落，10次赐福后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获得的奖励最一般，但减员幅度较大。第2阶段，大逃杀，所有区域随机变黑，简单来说就是跑毒。所有人会被赶到最后选定的区域内，在驱赶的途中，各种各样宝物会随即出现在仅剩区域的各处，一旦被人获得，将会标记出来。姜望看了看奖励列表，发现所有万族记忆中的一步登天果也会在这个阶段出现。这一阶段奖励不错，可依旧并非顶级奖励，且减员幅度巨大。第3阶段，死斗阶段，当人数降到1万人的时候，顶级宝物将会作为奖励的形式出现，并开启争夺。最后的胜利者不仅能够获得顶尖宝物，还会获得神度空间的其他奖励。至于奖励内容，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根据每一代的获胜者快速到达钻石者的经历来看，这个奖励足够让人疯狂。并且根据星辰商会最后的提示，杀戮值作为重要的数值，可以直接跟神度空间进行交易或者快速传送，甚至只要杀戮值足够，可以直接兑换离开神斗空间，前提之需要10W 杀戮值，并且不能处于战斗阶段。战斗阶段的判定归神斗空间所有。姜望看完规则，神情有些严峻。如果是这样的游戏规则，那么他所在的区域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暂且不说他能不能守下，守下之后又该如何？正当姜望思考应该如果带着虫族继续走下去的时，第一区域就开始遭到大面积的入侵。第一边境，虫族面前聚集着大量的人类。喂，大家都是人类，没必要这样吧？大爷，我叫镇关西，你出去打听打听，开元世界，大爷就算不是第1也是前3的讲义气。爱丽丝冷眼看着面前的黄毛，面无表情。咋？长得看是个哑巴？大爷们给你好好说话，别给脸不要脸哦！赶紧让这些虫子散开。我们加入这是哪个区域来着？黄毛嚣张的表情忽然卡壳，看向旁边的小弟。第1，老大。对，第1是给你们面子，到时候兄弟们一起打天下。虫巢内，姜望看着一面不停叫嚣，一面不停派人渗透的一支部队，眼神微眯，直接下达最后通牒：滚或者死。这是爱丽丝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黄毛一脸不爽，正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虫族发起了进攻。轰轰轰！身后的重炮营地不停地进行齐射，敢进入神堕之地的杀彼有，但庸才却并不是很多。当各种病菌和毒液从天上朝着他们飞来的时候，所有聚集起来的人迅速施展起来自己的看家本领。领头的爱丽丝更是一马当先，直直地朝着黄毛杀去。他早都看这个小黄毛不爽了，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黄毛大惊之下，直接将旁边的小弟拎出来，当下了那必杀的一枪。随后身上的泛起数道武道规则，朝着爱丽丝贴身而去。谁能想到，看起来十分非主流的黄毛手，竟然抄起一块红色的板砖，朝着爱丽丝杀去。爱丽丝手中长枪一震，枪上已经断了气的小弟尸体刚好挡在黄毛进攻的路上。可黄毛不退反进，兄弟，俺给你报仇！黄毛义愤填膺地喊道，并冲向爱丽丝，仿佛为了兄弟要和爱丽丝不死不休一般。可下一刻，挥舞的板砖直接掷出，将他小弟的尸体砸了个稀烂，并带着碎肉和鲜血直直地朝着爱丽丝射去。爱丽丝眉头微皱，一个后撤步，腰身一拧，手中的长枪宛如大风车左右旋转起来。可只见刚刚看起来还无比坚硬的板砖，在接触到枪尖之后便直接炸裂开来，直接炸出一团不知成分的烟雾。下一秒，黄毛直接破雾而出，手中的板砖直接就朝着爱丽丝砸去。当！一阵金铁碰撞之声响起，爱丽丝直接被凌空抽出10几米。这一幕直接惊呆了姜望，这是什么怪物？爱丽丝这么高的面板都能打飞？可面前的黄毛仿佛比姜望更加惊讶。我靠，这都挡得住，这婆娘怕是有点凶哦。溜了！手中的板砖朝着地上一扔，直接化成一团烟雾。爱丽丝身后的虫族呼啸着冲过烟雾，可黄毛的身形在映入烟雾后就消失不见了。战斗还在继续，
除了黄毛之外，几乎没有爱丽丝的一战之敌。在爱丽丝的威慑下，虫族的各分部的配合下，仅仅半个小时，人类就被杀得丢盔卸甲。虽然虫族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在安娜的指挥下，不仅是穿插，还是支援的速度、炮火的射击角度，各个方面都堪称完美。但姜旺却并不开心，而安娜则扁着小嘴，她觉得虫族很强了，各种各样的兵种让她玩得很顺手，虫族大获全胜。她不明白主宰为啥还不开心，这不就跟那王多多鱼一样吗？挣了1个亿还发那么大脾气。哼，主宰，你的名字叫贪婪。第92章，得加钱。感受到安娜的小心思，姜旺无奈地揉了揉安娜的头，并给鼓励了她几句，但她的面色却并不轻松，手指不断地揉搓着。此次来的人类并不算多，却能有一个镇关西这样的人领头。在刚刚的战斗中，镇关西无论从攻击的角度、方法，甚至是最后那个破雾而出时板砖挥舞的角度，姜旺自认即使动用精神力，他也不会比爱丽丝好多少。并且根据爱丽丝的反馈，镇关西那一记板砖若是打在他的身上，不能说当场身死，但重伤肯定是跑不了，甚至枪杆上传来的余烬都让他双臂发麻。那其他个区域的争霸强者得有啥强度？这才是姜旺担心的地方。若不是爱丽丝足够的强，他也不会真的让爱丽丝领兵。可今天的情况让姜旺意识到，虽然虫族在他的改进下迅速增强，但也不足以让他傲视群雄。今日若是再多些镇关西这样的人物围殴爱丽丝，那么虫族的战略目标必然会改变。一旦保护爱丽丝为首要目标，那么第一很有可能被大规模入侵。若有其他区域埋伏在侧，虫巢危矣。更让姜旺毛骨悚然的是，当他真的按照这样的态势推演，虫巢被摧毁的几率达到了 40%， 这跟 100% 有什么区别？离失去爱丽丝只在旦夕之间，虫巢灭亡就在明天。此刻姜旺的眼神猛然变得坚定而锐利，他不能接受原初界那次安娜以血御兵成就出来的女王卫队，和这次他在虫巢外大杀四方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事迹，但一直以来都被他誉为耻辱。甚至爱丽丝主张留活口的黑老鬼都被他种下了至少10几道保险，只要有一丁点的不对劲，当场暴毙。姜旺能保证连灰都没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无远虑者必有近忧。姜旺的警惕心直接拉满，能力压接近30名白银7阶以上的爱丽丝竟被一板砖拍飞。这一刻他发现他对整个开元世界的认知还无比的陌生。原本等以后才准备实行的后手，当即变成了先手。隐藏在各处的虫群依次涌出，而虫巢则又进入了超负荷战斗状态。另一边的镇关西也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快速探查四周。妈的，这婆娘这么猛！别看她刚刚勇猛无比，黄毛此刻些许萎靡不振，他的手臂微微颤抖，明显是有些承受不住刚刚攻击的后遗症。他是个武道领主，但却有一个很狡诈的天赋，随意决定自己此次攻击输出的功率，并随着输出的功率越大，增幅也就越强。就比如你有100块的钢镚儿，正常人控制的幅度都是在10个钢镚儿下幅度，但他可以选择一块一块的砸你讨厌的人，也可以直接砸他一脸，并且一次性砸人脸上的时候还会将近1倍的增幅。在爱丽丝冲向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打不过，所有才抓着自己的小弟挡下了一枪。在随后的攻击中，凭借着特制的武器，他朝着爱丽丝直接来了一发 80% 功率的输出，并附加了一次 80% 的增幅。结果爱丽丝跟没事人一样，警惕地打量完四周确定安全后，他立刻打开公屏。打不了，姜旺的面都没见着，差点被一个婆娘榨干。不是，我没那啥，姜旺手底下有个好看的婆娘，硬抗了我一记80%输出。行，我知道了，回来吧。B2区域，赫连寻关闭公屏，将长刀从面前的尸体上拔出，而他抬头放眼望去，尸横遍野。他们是开元世界又名的冒险团，也是由众多赏金猎人组成的团体，一直以实力强大、阴险狡诈、不择手段而闻名于开元世界。当他们得知姜旺没死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也盯上了这块肥肉。况且还有人许诺了他们更丰盛的回报。将面前的人解决后，赫连寻点开公屏。我虽与姜旺并不相识，但就凭他有勇气建立一个庇护异界人的帮派，我就非常敬佩他勇气，并且他的实力也非常强大。你这样的人还会敬佩的人？我敬佩一切值得敬佩的人。哦，你想怎么样？得加钱。另一边的影子看着赫连寻的信息，愣了一会儿，随即回道：好，原有基础上 10%、20%。他是我们的异父异母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你别太过分，我是为那些大人办事。哦，那你自己杀吧。发完，赫连寻就关闭了聊天框，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打扫战场。良久之后，那就 20%。赫连寻嘴角露出了一抹纯真的微笑。好的，亲。赫连寻喜滋滋地关闭了公屏。
另一边，影子对贺连寻趁火打劫的行为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没想到自己派出的黑老鬼和红寡妇那帮人如此的废物，不仅仅全军覆没，还只能在最后时刻将讯息传出，这导致他根本没有调集太多的人手，在众多的势力之中，他就略显单薄了。虽然李雪怡被送到了灵毒蛇，哪里无法进去探查，可单单姜旺与他共乘坐一座舰艇30余天，就足以背后的大佬把姜旺撕碎。现在不只是面具人想要姜旺的人头，甚至各方势力之中某些偏执的贵公子也想要将我项上人头。所以现在姜旺的命不仅仅能够带来金钱，甚至还能带来权力。姜旺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站在了风暴漩涡的边缘。另一边的姜旺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虫族走出虫巢，姜旺也没日没夜的不断发掘基因点，甚至发现了不少新的兵种。西瓜爆炸虫，这是姜旺做研发的能够替代爆炸虫的兵种，其主要作用就是蜷缩起来，以高速移动快速抵达地方阵营并完成自爆。由于其体内大部分都是生物武器和孢子攻击，为了能够不被拦截，姜旺甚至提取雷兽外表层的超钻石甲壳。如果忽略它不太好看的形状，其晶莹剔透的外壳和体内莹莹的绿叶在高速旋转时还是非常好看。但这种好看是具有时效性的，当这玩意宛如流星一样冲向你的时候，你一般看一遍也就嘎了，一声都不会吭。而陷入生存危机的姜旺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点点的成果。匍匐在虫巢周围宛如魔鬼鱼一样的巨大甲虫，不仅拥有堪比雷兽的防御力，还具备杀虫的喷火能力。其背部的甲壳的缝隙蕴含着无数个孢子生产器，一旦虫巢陷入了危险阶段，漫天喷洒的孢子攻击会让无数的来犯之敌都感到绝望。姜旺还在整个第一区域建设了不止10处的虫巢，而真正的虫巢则大部分搬至地下，仅仅裸露了一块小土丘的虫巢，周围的虫族也大部分隐藏在地下。经过姜旺这么一折腾，虽然兵力以及生物能量急剧分散，但10个虫巢的爆兵效率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遍地的虫族也让第一区域彻底沦为了虫族的天堂。24小时在虫族疯狂的扩张中一闪而过，随着每个人的面前出现一块红色的通知，区域核心降临了。第93章开战。当神斗空间宣布区域核心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区域都陷入了疯狂。杀！核心的位置直接在地图上显现，所有人都朝着核心杀去。虽然拥有核心的人一旦在区域落败之中必然死去，但敢进入神斗空间大多数都是脑袋绑在裤腰带上活的人。况且核心的好处足以让许多人忽略这个缺点。另一边的姜旺也受到了核心所在的位置，此刻最近的虫族已经将那周围重重包围。姜旺在虫巢短暂的思考过后，决定让虫群带着黑老鬼去获取核心。由于核心的特性，姜旺并不想让自己的位置暴露，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至于核心带来的灵能吸收和持续性提升身体素质等好处，对姜旺来说也可有可无，毕竟他是玩基因的，跟玩灵能的不是一个路子。至于黑老鬼会不会借此机会翻身，姜旺看了看仅剩脑子和连接的几柱神经的黑老鬼，思索了一会儿，又下了几10个保险装置。这个车他必不能翻。此刻的边境区域不断爆发着各种各样的小型战争，姜旺每日每夜的进行研究，让安娜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虫族的防守的愈发犀利，好几次直接打到别的区域，将所有胆敢窥视的人赶尽杀绝。而爱丽丝长枪上侵染的鲜血也让第一周边的区域的所有人都感到一丝的胆寒。而那些侥幸渗透的人也被隐藏在2道防线的虫族全部清理掉。这种铁血一般的手段虽然招致许多人的谩骂，但更多的是畏惧以及一丝神秘，谁都不知道第一区域内的情况。而且经过百事通的统计，至今攻打过第一区域的人，80%的人都死在虫族之中。随着各个区域的核心被人获得，最残酷的区域争霸战也逐渐展开。虫巢内，通过黑虎的信息，姜旺也掌握到了万族的信息。万族的方案是先将人类全部杀光，随后再进行内部竞争，甚至在姜旺获知信息的那一刻，战争都已经开始了。嗷嗷，别死哦！看着姜旺在与黑虎联系，二哈也不知道说啥，本能的嚎了2声，叮嘱了一句。而黑虎那边听到久违的声音，也是一愣。当联系中断，黑虎还处在愣神当中。他不像二哈因为意外而加入了虫族的势力，他从原初界到试炼战场，再到神斗空间，他杀了太多的人和兽，吃了太多的苦，甚至试炼战场上的失败使他差点成为了万族宣泄愤怒的祭品。若不是白狐和饕餮2人说了好话，他可能就死在了万族世界。同族因为他是雌性却独占鳌头的记恨，万族之中只看重实力的无情，让他一步一步的走上了神舵战场。想什么呢？走吧，我们还需要戴罪立功呢。面前的白狐看着身后有些愣神的黑虎说道。说着，他就化身一道白色的虚影，
朝着战场飞驰而去。或许同为雌性，深知黑虎的不义与坚韧，才让他多嘴一句将黑虎捞出，并让他跟随自己进入神舵战场戴罪立功。而他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白银四阶的实力让他仅仅只能成为一个10人小队的指挥而已。此时的区域核心已经全部有人获得，并大部分都开始停止杀戮，组成了联盟。16块区域，万族8块，人类7块，姜望1块。此时的公屏上每秒钟都会划过无数条信息：大哥，李狗贼已经准备打我们 C2 了，快准备啊！擦，发错了。姜望看着一闪即逝的信息，陷入了迷茫。高端的战争往往采用朴素的方式，可就在这样滑稽的开场下，战争开始了。由于姜望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他除了骚扰之外，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进攻，但并不代表他就高枕无忧了。在姜望的指挥下，边境处的虫巢防线已经高达13道，并且为了防止其他区域直接进行大规模的传送，区域内安置了许多的哨点。而在黑老鬼所在虫巢的附近，姜望明里暗里布置了大规模的虫族。另一边的万族已经全面的向人类发起了进攻，与万族挨边的几乎都遭到了万族的袭击。此时的 C2 宛如被围殴的小朋友，一方是来自于 C1 的攻击，一方是D2，这两个都属于人类的区域，在李天的撺掇下联合在一起进攻 C2。姜望因为一直牢牢掌握着第一区域，各个区域都不了解情况，所以这两方没有急于进攻，准备连起手先拿下 C2， 继而拿下姜望。但就在三方激战正酣之时，万族忽然加入战场。好，黑虎虽然仅仅只是白银4阶，但凭借着天赋能力，在战场上也算是如鱼得水。因为姜望精神力的增强，植入在他精神世界的种子也开始反哺黑虎。虽然比不上白狐这种主修精神力的，但也足够支撑他多施展几次天赋技能，就算遇见打不过的，也能迅速脱离战场。突如其来的万族瞬间打乱了 C2 的进攻节奏。啊！杀！等等！正在尽力抵挡的 C2 想要停下战争，但却为时已晚。但数千万的人数的战斗岂能说停就停？本来双线作战的 C2 此刻变成三面环四，实在是万族来的时机实在是太好了。原本安排在边境看守的人被万族以迅雷不及之势迅速突破。C2 即便是有心阻拦，但也无力回天。而另外2块区域明显也注意到了万族的情况，怎么办？帮 C2 还是？都这个时候了，能怎么办？杀了曹武，省了核心落入万族的手中。C1 核心的实际控制者李天一脸狠厉，在李阳的鼓动下和其他原因，他也进入了神舵空间，但他还没有傻到自己成为 C1 核心的持有者，依靠着庞大的家族势力成为核心的幕后控制者。此时的人类方如同炸开了锅一般。如果说之前双方区域宛如像棋盘一样未经分明，那么万族此次的全面进攻则是一次赤裸裸的宣战。各区域的核心持有者都纷纷的喝止李天的进攻行为，并呼吁要联手抵抗万族。甚至姜望都受到了各个的区域发来的联盟邀约，秉承着远交近攻的原则，姜望统统选择了答应。另一边李天等人虽然已经决定杀了曹武，但李天却假装给曹武投出了橄榄枝。万族来袭，人类当同心齐力，共同抵抗。你若信我，便停止攻击，我们共同抵抗万族。曹武看着李天的信息，表情阴晴不定。他不知道李天是诈他的，还是真想要停手抗万族。但此刻的他没得选，即便他不停手，就以现在的形势，他也没有谈判的余地。至于其他区域的声讨，曹武不屑地笑了笑，那就是太监逛青楼，卵用没有。忽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其他区域正在虫巢内发育观战的姜望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第94章联盟。虫巢内，姜望看着曹武的信息陷入了沉思。我是曹武 C2 核心的持有人，相信我现在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了。纯寒齿王，我死了，相信贵方也不会好过，李天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到时候他们形成闭环包围你。我并不认为贵方还能够坐山观虎斗，但只要我们双方联手，就还有一战空间。届时无论是打下 C1 还是D2，核心都有贵方先得，这是曹某能够许诺的最大的诚意。无论联盟与否，请贵方尽快给出答复。对了，我听闻过贵方的经历，据我所知，贵方的沦落至此，有李天家族的一份力。随即姜望又收到了一份资料，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李氏家族曾经在他被陷害的时候如何落井下石。姜望看完自己一阵沉思，他跟这个李氏没有任何的交集。至于这个曹武，他也向百事通花费了 1K 杀戮值购买了一份详细的资料。姜望看着如数家珍的资料，不由得轻声呢喃：果然没几个是弱的。曹武并不是什么世家弟子，最多只能算是个富贵人家，父亲年轻时走商结交了不少人脉，而他也早早被指腹为婚，定下婚约。但没成想，他既不是领主，也无法修行正常功法，这辈子也就100年的寿命，
虽被后来崛起的女方家庭给了大量补偿后退亲，心灰意冷之下外出游历，却被某个古武派收为弟子。没成想，原本的废物却是古武派的天才，通过功法摄入灵能，并用秘法捶打体魄，凭借着强大体魄和对技巧的运用，一出道就是白银5阶，并在7阶时在神斗空间内连续待了2个月，手上沾染的鲜血不计其数，自此一战成名。现白银9阶巅峰，单对单的情况下还有败绩。姜望看着他的信息，不由得轻声呢喃：退亲，鼓舞，双重 buff。 单从信息上，姜望就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王八之气，但姜望摩挲着手指仔细思考后，还是决定拒绝。看到姜望的回复，曹武原本十拿9稳的表情瞬间凝固。为什么？我垮了对你没有好处啊？我死宅。姜望看着曹武的疑问，随意敷衍了一句，就继续埋头抱兵。他此刻深谙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道理。看着安娜疑惑的眼神，姜望会心一笑。你想问为什么不开战？呐。随着安娜的点头，他的2根触角也随之摇晃。因为没有意义，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毫无意义的承诺。他是可以保证先给我们，但他的手下呢？而且他也不一定能撑过这次。虫族不能一味的想着干架，要有智慧的干架，干有利益的架，明白吗？姜望揉着安娜的脑袋说道。安娜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透出了一丝清澈的愚蠢。看着这可笑又可爱的模样，让姜望原本紧绷的神情忽然笑了起来。其实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信息差。通过黑虎，他知道此次万族的进攻根本不是什么试探，至少有2个区域的万族朝着 C2 汇聚，并且万族的势力也在不断的集结。自己帮忙不仅不能得到他那个所谓的承诺，还会惹得一身骚。他现在只需要稳健的抱兵，然后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够横扫周边的时间。至于曹武那边，他黑着脸根本想不通姜望为什么会拒绝他，并且还给出一个非常离谱的理由。在他看来，只要姜望能够帮他，利远大于弊啊。他甚至还搭上了一份从万事通哪里买的资料。可即使他再生气也无可奈何，姜望已经表现出明确的拒绝。至于其他地区的盟约，远水解不了近忧，一点用没有。他的表情阴晴不定，但眼下也只能相信李天等人联手抗敌。咚！曹武一拳将阵前的焚牛打死，但周围的万族跟疯了一样，疯狂地涌向这个胆大的核心持有者。但他凭借着强大的实力，生生挡住了万族。杀！随着曹武一声怒吼，他竟然生生地抓住一只异兽撕开。血腥的场面点燃了所有人的热血，他身后的人类纷纷冲出要塞，朝着万族杀去。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击退万族的进攻，原本不同阵营的人却此时在同一个战壕为同一个目标而拼杀。曹武也凌空越过，返回营帐。战事一直持续了5天，李天等人原本预想的刺杀，最终还是没有实施。整个 C2 战区此时遍地狼烟。原本他们直接暗杀了曹武，甚至人都安排好了，可随着越来越多的万族杀进 C2， 周围的支援越来越多，他们的计划也只能作废。并且仅仅是5天的时间，双方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数以亿计，甚至曹武身负核心亲至前线，一身鼓舞大杀四方。他的战斗视频还被人录下来上传至公屏，底下无数人都在夸赞曹武，也有说曹武这样不负责，万一核心丢失。但这件事很快就被其他事情吸引了。第95章核心一手。姜望出兵3000万，剑指万族还是 C2。 在各大区域的压力下，姜望还是选择出兵了，甚至好让二哈混在其中。毕竟真出事了，3000万虽然不一定够打，但浑水摸鱼还是行的。但此刻战事正酣，虫族在前往 C2 的路上不是有沟就是沼泽，反正就是不利于虫族奔袭。1天的路程，姜望跑了将近3天。其他区域的人对姜望也无可奈何，毕竟姜望实打实的出了3000万，真狡猾呀！我看前几天虫族打其他区域的时候，凶悍的不像话，这怎么一到支援就成软脚虾，一碰就碎啊？走的还没乌龟快呢。就是，你看人家曹武是真猛啊！我靠，拿沙包大的拳头，当场就给焚牛锤死了。姜望能跟曹武比？嘿嘿，你别说，人家没在路上给你跑丢个1800万的都不错了。就在公屏上的不断嘲讽姜望的时候，忽然一条信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万族撤了。由于万族迟迟没有攻下 C2， 并且其他区域的作战取得的战果也一般，所以撤退再谋时机。但所有人并不相信来势汹汹的万族会这么简单的撤退。可紧接着，就在 C2 边境线上，有人上传了万族撤退的视频，其他区域也发出了万族撤退的视频，甚至有人专门去购买了百事通的信息，得到的回答是万族撤退。正当所有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李天等人看到了机会，没有任何的犹豫，给他所在区域的所有人下达了杀戮的指令。C1 的所有人都收到了李天所下达的命令和信息。
万族已撤，此刻正是 C2 虚弱之际，趁此机会拿下 C2，我们就是第一个获得赐福的区域。成败与否，交与各位。虽然李天是核心的持有者，但大家只是汇聚在这个区域才为这个区域作战，所以他没有直接宣布杀戮命令，而是以这种方式将利弊告诉了此刻前线的所有人。林森看着面前公屏的信息，原本还喜悦的表情凝固在脸上。C2 的赵六也注意到了林森表情的不对劲。咋了兄弟？啊，没事啊。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下一秒，林森手中的长刀一闪而逝，噗呲，炙热的鲜血溅射到林森的脸上。赵六捂着喉咙，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刚刚还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好友。啊，喂！赵六想知道为什么，但鲜血却不断地从他的口中涌出。渐渐的，他的眼失去了光泽。临死前，他的手指用尽最后的挣扎，想要抓住林森的腿脚。看着已经没了声息的赵六，林森脸上流露出狰狞的狠厉。别怪我，这可是死神赐福。这一幕在各处上演。有些心软的人没有选择偷袭身边的伙伴，而是准备放过刚刚还在战斗的伙伴，但下一秒却被他洞穿了心脏。背叛、自卫，仿佛刚刚还在联手抗敌的情况都是假象。而曹武那边也收到了万族撤退的消息，正准备商讨一下接下来的步骤，忽然营帐内冲进一人。报！曹大人，李天他们临时背叛。此刻前线已经……曹武听到一半就已经大惊失色，快步上前准备问个明白。已经什么？已经死吧！唰！原本还瘫软在地的人手中忽然翻出一把匕首，朝着曹武的心脏刺去。事出突然，再加上距离过近，避无可避的曹武一掌拍向拿刀的手，一拳捶向那人的太阳穴。噗呲！咚！匕首最终刺进曹武的胸口，却没刺入心脏，而行刺之人的脑袋当场被砸碎。但曹武还没来得及检查伤势，就瞬间朝着营帐之外冲去。轰轰轰！在数道元素攻击下，营帐瞬间炸开，而曹武也本震荡的余波撞出去老远。噗！曹武刚吐出一口淤血，两侧就围上来数十个武道领主，眼见避无可避，怒吼一声，浑身泛红，周围的灵能仿佛都跟躁动了起来。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也是古武绝技，灵能沸腾，能大幅度增加他的战斗力。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宛如饿狼一般扑向来犯之敌。在这个状态下，围上来的武道领主仅只能做到抵挡自保的份。就当曹武马上就要杀出重围的时候，噗！原本鹰击长空的身形忽然坠落，一口漆黑的浴血从他口中喷出。他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黑血和胸口的匕首。混迹神度空间那么长时间，他当然知道防着一手匕首淬毒。他不仅在翻滚的途中第一时间吃下了解毒丸，甚至在灵能沸腾的期间都专门用灵能封锁受伤的位置。可即使如此，漆黑的鲜血从他七窍之中流出，模样煞是恐怖。曹武挣扎着想要站起身，他不想死，他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噗呲！一柄柄长刀洞穿身躯，通红的双眼不甘地看着面前的刺客。他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梦想，他还想……曹武的头无力地垂下，那名刺客却什么都没说。曹武到死都不知道那个毒为什么没有解掉，也不知道为什么即便封锁了，那个毒也会扩散。刺客又补了几刀致命伤后，将曹武的双眼弯曲，快速抽身而去，仅留下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C2 持有者曹武身死，现 C2 核心持有者为 C1 李挪。突如其来，信息瞬间击碎了所有人的喜悦。江望看着面前的红色血矿，也是一阵愣神。他有想过曹武会死，但却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死，没死在万族的进攻中，没死在己方的激战中，却死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时候，充满了诡调和仓促，甚至让人觉得宛如梦幻。但这就是死神赐福，原先的团结仅是万族的压力下，他们最开始的目的本来就是杀了曹武，打下 C2。事情发展的太快，当公屏还沉浸在胜利之中的时候，曹武的身死的消息就如同一盆冰水泼了下去。操！这特么是人干的事！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学会了，学到了！公屏上充斥着谩骂、阴阳、嘲讽，但李天并不在乎，他已经获得了利益，区域核心此刻正在被他手下护送回来的路上。只要能够率先获得赐福，那他所在区域的实力就能高出其他区域一截。到时候骂名算什么？恐怕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只要自己不打他们，让他们叫你爹都行。想到此处，他的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回头对隐藏在黑暗之中的人说道：曹武已经死了，我还让人给你带了一份小礼物，现在你们古一派，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大师兄了。多谢李少主。顾青单膝下跪拱手道：不用，要不是你出卖同门，提供毒药，还将你们的弱点告诉我，我也不会这么容易拿下这头恶狼。只不过你就这么把弱点和毒药给我了，
不怕我弄死你？李天回头笑道，但他的眼睛却宛如秃鹫一般盯着跪在地上的人。顾青的头更低了，连忙说道：唯李少马首是瞻，鼓舞终究是小派，只有投靠强者，才能变得更强。哈哈哈哈哈！三儿，看看，这个就叫做聪明人。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李三儿忙不迭的应和。说完，李天就朝着一处庞大的营帐走去，而里面传出的莺莺燕燕，即使路过听见，都让人浮想联翩。另一边，随着姜旺的命令，原本还懒懒散散支援的虫族，仿佛瞬间换了一个虫一般，迅捷如风的奔袭速度一下给周围的人看愣了。虫巢内，姜旺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第96章，虫族出击。边境之中，爱丽丝率领一支机动部队直扑 C1 区域。由于虫族一贯你不惹我，我不打你的做派，让 C1 的驻守人员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所以就在他们吃着火锅唱着歌看着公屏吃瓜的时候，爱丽丝带着虫族直接就把他们的桌子掀了，脑壳拧了。虫族进攻 C1 的区域群内宛如炸开了一样。你想啊，你刚抢了银行，赃还没分，忽然有人跟你说，阿祖快跑啊，外面全是成龙。虽然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但大体上也差不多。区域内留守的人快速反应集结，朝着姜旺所在的方向杀去。另一边不断在公屏发起谴责。姜旺，你什么意思？此时公屏上的人都愣了，曹武刚死，现在怎么又扯上姜旺了？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杀我的合作伙伴？你们想要杀死曹武，但他早有察觉，并跟我结盟，准备自保。谁知你们竟然在万族撤兵的时候突下杀手，你丧心病狂，枉为人子！姜旺甚至直接把截图发了上去，只不过把分赃环节往后的内容全部删除了。反正曹武死了，你还能查看我的聊天记录。公屏上一时间群情激愤，不管什么时候打架的不是自己，那么其他地方打群架帮场子他们不会干，但你说起哄看热闹，那可大有人在。反正在他们看来都是狗咬狗，你别说两方打起来，打死打残他们更开心。姜旺也是个爷们啊，干他妈的！就 C1 这逼做派背后捅刀子，真他妈垃圾！干他们的！我要是没办法过去，我高低帮帮场子。楼上你就在 C1 隔壁。此时的姜旺已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甚至在公屏里已经变成了仁义之师，是和谐有爱的典范，是道德的先锋。但姜旺并不会因为这些言语真正就变得飘飘然，至少他不会率先掀起那没有利益的战争。此时的爱丽丝已经将 C1 的边境撕裂，并且随着后续虫族的快速加入，已经呈现出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大有一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但随着赫拉斯带着将近1亿的虫族脱离战场，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他在开打之前曾向百事通购买了一份赐福的资料，他想知道赐福到底有多强。但当他看完之后，毫不犹豫地掀起了战争。单单寥寥的几个赐福都让姜旺感到热血沸腾。赐福1，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速度增加 30%， 记录于630年前。赐福2，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增加 30% 的伤害，记录于470年前。其中有一些赐福看得姜旺眼都要瞪出来了。赐福47，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造成伤害10有概率恢复造成伤害的100恢复。赐福98，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造成伤害10有概率造成1至2倍的伤害。这特么都是什么东西啊？当姜旺看完所有赐福的时候，从内心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样的赐福集中在一片区域身上，姜旺不敢想，所以他悍然发起了进攻。就算这个赐福自己拿不到，但也不能让这样的赐福出现在隔壁区域的身上。另一边，在二哈的光环下，虫族的行军速度已经突破了天际。李努尔的因为拿着核心，他所在的位置会实时在地图上显示，甚至不止姜旺的虫族，已经有不少区域花费杀戮值进行传送，准备截杀李努尔。此时的李努尔已经遭到了数波截杀，但数量都不是很多，毕竟传送可不是说传就传，单单是1格1万的费用，就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走！李努尔没有丝毫犹豫，掠过身边前来支援的人。很快，身后传来剧烈的波动，赶来截杀的都不是庸才，不说都是9阶巅峰，但9阶还是不少的。李努尔夺路狂奔，若不是核心的限制，别说1W 杀戮值，就是10万他都传送走了。逃跑与截杀的戏码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时间1分1秒的度过，12点45分37秒，12点45分36秒。李努尔看着核心上的倒计时，将瓷瓶内的药丸一股脑倒进嘴里，鼓动的腮帮子不断的咀嚼着用这些能够快速恢复灵能的丹药。他已经跑了12个小时了，截杀的人不止没有变少，甚至有越来越多了。一路上至少有300多个白银9阶殒命，其他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也是9死1生，但他不能停，
当他被少爷委派拿核心的时候，就注定了不能停，核心无法交出，所有他只要停了，跑不动了，那就是他该死的时候。所以他也顾不得一股脑吃下那么多丹药会不会对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毕竟他要是不吃，丹药再也不会对他身体造成影响。随着灵能在体内横冲直撞，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原本疲惫的眼神也闪过一丝坚毅。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只要能把核心交给少爷，妹妹就有救了。虫巢内，安娜作为战争总指挥，一直用一种极具压迫性的方式给 C1 造成巨大的压力，各个兵种的穿插，重炮的掩护，让李天也一时间拿不准姜旺的想法。他一直以为姜旺仅仅是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暗地里派兵去劫杀李奴，但此刻从虫族凶残的战斗表现他人傻了，他不得不让更多人的人参与到阻击姜旺的行动中。顾青，曹武真的跟姜旺没有任何联系。禀少主，确实毫无关联，至少在外界绝无认识的可能。至于神斗空间内，顾青立马低头说道，姜旺进入神斗空间满打满算也不超过2个月，他俩要能认识都有鬼了。李天的脸上闪过一丝阴狠，行，你自找的。随即李天开始联系王孙，也是第2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世家，被强制进来磨练，同为世家也才让2人能够迅速联手灭杀曹武。哟，这不是李少吗？兑换了个什么赐福啊？王孙胖墩墩笑呵呵地说道，但任谁都能听出他笑声中的调侃。做个交易，你从侧面进攻姜旺。哟，还做交易呢？先前还说把曹武的核心给我呢，结果呢？王孙收起笑脸，一脸不屑地说道，只要你答应，我送给你一个黄金顶级的弓箭，并且配套的36星宿功法我一并给你，并且我正面牵制姜旺的兵力，你侧面进攻，核心归你。听着李天的话，王孙一脸愕然。攻到时无所谓，他们王家也能搞来，只是那个功法。第97章抢到核心。李兄，这让我很难办啊，你是知道的。看着王孙肥胖脸上闪过的狡黠，李天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最多再加一个七仙女，多了没有？说完，李天做事就要切断联系。王孙赶忙站起来说道，成交。肥肉在王孙的脸上直发颤。交易成立后，王孙当即派了一支亲信小队前来取弓。李天压着心中的恶心，将那柄绚丽的长弓递给王家侍卫。在众人走后，李天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砰！精美的瓷杯在地上摔得粉碎。姜旺，王孙，虽然同为世家，但李天一直觉得王孙就是世家的耻辱，不仅肥胖的跟猪一样，还非常的贪婪好色，甚至曾强行掳走他看上的女人，在玩完之后还能送回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看上的，还说味道不错。碍于2家的关系，他还不能直接宰了这头猪。第2区域，王孙在拿到弓后，直接就大规模的朝着姜旺所在的区域进攻。另一边，李挪凭着内心的信念不停奔跑着，但任凭他在努力，他的速度依旧不可避免的减缓了。身边的人在经过李天的许可之后，当即拔出长剑，一刀将李挪销手。在他们看来，什么为了妹妹治病，什么信念羁绊，都不如李天快速拿到核心重要。李挪的脑袋不停地在空中翻滚，眼中的大地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失去控制的身体在惯性的控制下向前狂奔了好几步，直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鲜血从脖颈处喷射而出。他死了，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他有想过这天，当他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当他捅死曹武的时候，他就想过，但是他只能赌一赌。他本来就是风元素的领主，他跑得很快，他曾想过最好的结局，他顺利带着核心回到李天身边，等时间一到，把核心兑换后，他也不用死，妹妹也有的救，但他终究赌输了。他跑得很快，但没有追上心中的那个希望。咚！李奴儿的头在地上滚了几滚，但他的眼睛却闭上了，可能是真的太累了。周围的人拿起核心，继续朝着接应队伍跑去。他们也在赌，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在权势之下挣扎求生，即便是白银8阶、9阶，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正如曹武，正如李奴。C2 区李奴死亡，核心转移至 C2 区李奋。他的死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家都认为是李天进行转移的行为。另一边的二哈带着虫族从李奴的身边呼啸而过，而其中一个虫族突然出列，带走了李奴的尸体和头颅。很快，二哈就赶上了李奋等人，但他们接应的人也已经赶到，他们直直地冲向虫族，想要为李奋等人争取时间。走！接应的人朝着李奋大喊道。但此时的李奋仿佛中了邪一般，站在原地傻笑，甚至左手画圆，右手比气。哎嘿，嗷呜！随着二哈的嚎叫，虫族发起了冲锋。3秒过后，李奋忽然回神，但在二哈的变傻子的干扰下，他已经失去了最佳逃跑时机。前来支援的人也不是吃素的，虽然想要活死了李奋，但此时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抵挡虫族，
只要能够等来。轰轰轰！巨大的行军声由远及近，李奋等人脸上一阵喜色，援军来了。可当他们看清来人的时候，那份喜色跌落谷底。赫拉斯一路血战，带着剩下的8000万的虫族赶到了。他一马当先，自从姜旺更改了契约内容后，他实力大增，但却一直没有出手。他现在的模样就像是英雄联盟上的全完进化体的螳螂，只不过他的紫色的皮肤，但凭借着生物模仿环境也能做到隐身的效果。肩头上的尖刺在夜空中朝着李奋等人射去，而他也直直地朝着李奋杀去。叮叮当当，亚光色连刃不断与他的长剑发出碰撞的花火。但下一刻，赫拉斯忽然在夜空中隐身，噗呲！尽管李奋反应的已经非常迅速了，但依旧被赫拉斯在背上开了一个大口子。随着虫族的一拥而上，这支1000人规模的护送队迅速被淹没。C1 区李奋死亡，核心转移第一化化汪。虫群中，二哈刚刚闲着的核心已经消失，而他也愣在原地。看见那么圆还发亮的东西，他只是本能的想去捡，没想到……行了，赶紧回来吧。姜旺的声音在他的脑中响起。砰！他妈的，干什么吃的？李天将手边能摔的都摔了，他这波操作不可谓不努力，不可谓不尽心。但区域一半的人还在往回赶的路上，剩下一半全在抵挡姜旺的疯狂进攻了。但事已至此，王胖子，你到那儿了？李天目眦欲裂，通红的眼睛仿佛下一刻就要择人而噬。马上了，马上了，已经到边境了，快点，咱俩联手直接杀了姜旺。好好好，杀杀杀！王孙看着李天的模样，不停地敷衍道，内心不停地腹诽道，这表情比上次把他看上的女人玩了都吓人。此时的姜旺也察觉到了边境的异样，但却没有在乎，而是做起了二哈的安排。自从二哈得手后，姜旺就让他跟虫族分道扬镳，毕竟以二哈的速，他要是都赶不回来，那即使跟着虫族大部队也没有什么用，仅留下1000万的虫族跟着二哈，至于其他虫族，姜旺另有用处。我靠，这都能截胡？谁说不是呢？你是没看那虫族奔袭的速度，我现在发明了一个词，无望兄弟。真他妈绝门，无望兄弟，这不就是表面兄弟吗？可不是吗？姜旺口口声声说曹武是盟友，要为盟友报仇，支援盟友的时候堪比龟爬，抢东西的时候，好家伙，黄金级的疾风狼都赶不上。现在还能在公屏上说话的，基本都是划水成员。真正的高手此刻都在想，姜旺若是真的获得了赐福，又该如何了？甚至有人看上了姜旺此刻仅有自己的虫族而没有成员，已经动了反叛之心，换阵营不就是一大败柳杀戮值吗？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人类这边争得正激烈的时候，万族一记回马枪又杀回了 C2。 第98章阳谋。 C2 遇袭，万族杀进来了。如果说之前的 C2 区域的人是为了区域核心和赐福而战斗，那么此时的他们基本上就属于散兵，要么付出代价加入其他的区域，要么全力去抢一个核心。至于为了其他区域继续在 C2 坚守，这不是纯纯的大冤种吗？所以此时的与 C2 相邻的区域才是最难受的，比如王孙与李天所在的区域，姜旺稍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时间其他区域的首领慌了，姜旺这边乱成一团，万一万族趁乱一次拿走4个核心，那基本可以打出 GG 双手离开键盘了。停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再这样打下去，你们谁都没法好过。先共同抵抗万族，要不都得玩完。现在公屏上几个大佬终于坐不住了，纷纷收起看戏的姿态，跳出来劝和。只要姜旺把核心给我，我立刻组织抵抗万族。李天在公屏说出他的条件。冷静，姜旺，实在不行你先给他，一旦万族从 C2 面进攻，你也没办法跑。做梦！姜旺一点不惯着他。李天，行，要死一起死，来。反正他一点都不慌，他的杀戮值早都足够他脱离神堕空间，到时候姜旺就算没有死在神堕空间，他也能出去堵他，他就不信了，还搞不死一个姜旺。姜旺仅仅是扫了一眼就关闭的公屏，与李天的争夺并不是他一时之怒，而是已经计算好了。以虫族的暴兵速度，只要能够率先获得赐福，就能迅速滚雪球，甚至万族的入侵 C2 在他看来都是好事，至少缓解了王孙给他带来的压力。另一边万族虽然已经进攻了 C2， 但要奔袭到其他区域还是需要时间的。王孙这边虽然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但问题还不算大。先锋部队已经将望境内，并朝着地图上的核心处直线前进。路途虽然到虫族的前仆后继的阻拦，但由于兵力并不多，先锋部队迅速杀穿了虫族在防线。这一现象直接激励了王孙的积极性。原本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先撤回来，但现在嘛，他们很快的就抵达了姜旺所在的附近。周围乌压压的虫子也证明了此地正是姜旺所处的虫巢。
眼看江望的位置一直没有移动，先锋部队虽然疑惑，但更多确实欣喜。核心不会骗人，即便不是江望，那拿到核心也是一样的。先锋部队直直地朝核心杀去，由王家精锐和区域内高手组成的先锋部队迅速杀穿虫族，很快就抵达了虫巢1000米范围之内。就在他们准备一鼓作气冲进虫巢的时候，大地忽然开始颤动，而周围的虫族也迅速散开。忽然，先锋部队所在的土地忽然增高。不对，冲！先锋部队内的王家家奴迅速做出决断，与其撤退，不如一往无前地冲向虫巢。噗噗噗！堡垒身上的孢子迅速炸开，先锋部队的所有人都被漫天的孢子所包围。而更让他们绝望的是，虫巢内原本一动不动的核心迅速移动。虫巢内，黑老鬼被工蜂驮着，迅速在地下轨道内移动，朝着另一处的虫巢移动。越来越多的虫族跃出地面，此刻的先锋部队宛如虫海中一叶孤舟。元素风暴、武道领域、机械战甲，所有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但在孢子侵染之下，实力爆发的越强，死的也就越快。夜幕中不停有各种各样的灵能爆破点亮夜空，但半个小时之后，除了虫族低声的嘶吼，一切重归寂静。王孙看着家奴临死前发回的视频，一脸狰狞。操！他也算看明白了，江望所谓的那个核心就是个赤裸裸的陷阱。若是平常还好，大部队直接压过去。但现在，少爷，我们……王孙现在的表情也没比李天好到哪里去。万族已经开始朝着他的所在的区域进攻，继续进攻江望。不妥，誓死抵抗万族，那不是纯纯的怨种。他倒是想直接把这个核心卖了，就是让其他区域的人直接传送过来，把核心的持有者杀了。但核心不能传送，即便杀了，也无法活着走出这个区域，甚至他还可能被暴怒的手下给杀了。正当他陷入两难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方法，迅速点开了公屏的联系了李天。打下了。李天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冷静。没有，江望区域内全是陷阱，况且我现在也被万族骚扰。王孙脸上露出了招牌是贱兮兮的微笑。你想说什么就说。李天的眉毛微微皱起，有些不耐烦。反正我们都要被万族打，不如一起先把江望灭了，到时2块核心，你我一人一个。况且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一旦被万族，我相信其他的那些人必然不会坐视核心被万族获得吧。结。王孙说到最后，忍不住的为自己天才般的想法笑了起来，颤抖的肥肉把他的眼睛挤出了一条缝隙。李天听后一愣，他俩虽然是被家族强行弄进来磨练一番，不止他俩，许多的世家后辈都参与了此次的死神赐福。毕竟新旧势力的交锋下，只有优秀的后辈才值得倾斜资源，但家族也是安排了后手，杀戮值早就够他和他的亲信离开。如果真按照王孙的说法，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很大，有人来救，他们也能最快的获得赐福，领先一筹，甚至还可能压所有人一头。可即便到最后失败，死的也都是这些泥腿子们。万族一旦获得4个赐福，其他世家弟子都会被迅速清除神堕空间，那到时候谁也别说谁。赤裸裸的阳谋。想到此处，李天也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微笑。好啊。另一边，爱丽丝边战边退。由于 C2 被入侵，李天所在的区域迅速招揽了从那边逃过来的人，并直接加入战斗。况且虫族已经达到了战略目标。忽然，爱丽丝受到了安娜传来的信息，原本防守撤退的姿态迅速转变，而虫族也猛然发起了反攻。这突如其来的改变让前来阻截的众人措手不及。正当刚适应战斗节奏，他们的身后就响起了沙沙沙的行军声。唰！赫拉斯忽然显出身形，直接将一名白银9阶的队长斩首。身后的虫族迅速跟上，直接将这支阻截部队包了饺子。第99章疾风2哈。另一边的2哈，四周不时有传送的光芒亮起，但等人传送完成，2哈就已经没了身影。原本派来保护的1000万的虫子早都死完了，要不是靠着各种各样的天赋，他也在各种各样的围住堵截下嘎了。但我往如风，长伴无身。轰！一发雷系元素爆破在他身边炸开。2哈凭借着风骚的走位，生生扭了过去。疾风从他身边划过，仿佛是他的朋友一般。在疾风的帮助下，他的速度越来越快。此刻他的舌头耷拉在外面，眼中满是兴奋。这他妈才是疾风狼！且随疾风前行，我他妈就是风中最靓的仔！嗷呜！2哈宛如一道青色的疾风，无论是提前埋伏好的，还是准备的各种陷阱，都在这样的速度下化为徒劳。江望时刻关注着2哈，他生怕2哈把自己浪死，甚至想要加派更多的部队去接应他。但谁知道虫族越少他越兴奋，甚至速度越快，纯是队友不死不会锈。他忽然想起2哈当初速度那一栏巅峰数值是10万，这是什么概念
二哈在速度这一方面等于2个多姜望。看着已经陷入某种状态的二哈，姜望识趣的没有张嘴，而是在边境处布置好了埋伏。没有任何的悬念，二哈穿越了分界线，在手下拍摄给李天的画面中，二哈就是嗖的一下就从画面中消失，即使定格画面也只能看见一个残影。二哈没有朝着姜望所在的地方返回，而是去往了黑老鬼所在的甲虫巢，一招先吃遍天。他就不信啊了，2个明晃晃的核心就摆在哪里，这帮人都不心动。另一边，爱丽丝将阻截部队吃下后迅速返回，而李天和王孙经过一番动员后，也齐齐地朝着姜望所在的地区杀去。兄弟们，姐妹们，今日我们已经到了危险存亡的时候了。姜望一旦得到赐福，必然会跟万族对我们两面夹击，但只要我们先拿下姜望，并拿下赐福，我们就还有机会翻盘。C1也和我们达成合作，先灭姜望。只要我们拿下姜望和曹武的核心，挨着拿下李天的核心，我们竟成为整个死神赐福内最强的人。不博，我们这些人小部分可能不会死，但也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劣势。但只要拿下姜望，拿下核心，荣华富贵就在眼前。李天和王孙的话术虽然不尽相同，但效果都是一样的，甚至王孙手底下的人更加疯狂，因为李天至少还有个人类区域能跑，但他们和姜望除非直接传送，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在他俩的动员之下，数十亿的人乌泱泱地杀向姜望，而万族也通过自己的渠道收到这样的信息，开始集结兵力朝着 C2 冲去。原本在中后期才会出现的大决战，竟然在最偏僻的区域发生了。3路大军齐齐地朝着姜望这边不停地奔袭，甚至姜望通过黑虎得知万族还在不停地调兵，想要趁此撕开人类的防御，扩大优势。但事态越是紧急，姜望越冷静。随着二哈和爱丽丝回归，姜望已经安排了一道道的陷阱和防御。在所有人无法进入第一的时候，庞大的虫子近乎将整个区域凿空，不仅仅是陷阱，还有地下的甬道，建在地下的虫族建筑。姜望的深邃地凝视着率先抵达边境的王孙部队。轰轰轰，重炮发射着各种各样的炮弹，腐蚀农业，孢子细菌，可够胆子进入神斗空间的也都不是庸才。各种各样的元素领主铺路搭桥，风系领主操纵狂风将孢子吹散。但如果虫族仅仅是有这样的实力，那姜望这一段时间就白忙活了。被吹散的孢子在周围快速生长起各种蘑菇，没有人在意忽如其来的蘑菇，但很快所有人都对这样的蘑菇畏之如虎。轰轰轰，重炮不间断地发射着，但这次却更换了弹药。风系领主照常吹散孢子，而这孢子刚刚接触蘑菇的瞬间，就在短短的1秒钟之后迅速膨胀。棒棒，蘑菇爆炸的火花不断响起，而随着蘑菇的膨胀爆炸，整个王孙的先遣部队几乎被孢子包围。实力强大的领主快速冲出孢子雾，朝着虫族冲去。噗呲，地上忽然冒出了一根骨刺，瞬间洞穿了他的心脏。下一秒，骨刺又缩回了地里。无数的穿刺者安静地等待着他的猎物。当孢子雾越来越多的时候，后方的重炮部队又更换了一次炮弹。轰轰轰，依旧是孢子，但刚刚还绿莹莹的孢子迅速转化成紫色的孢子。如果说刚刚的孢子仅仅是微毒的话，那么此刻的紫色孢子就是究极鹤顶红，毒中老祖宗。这是姜望特意为大规模战斗而研制虫族融合剂。孢子雾中，所有人争先恐后地朝着外面跑去，有慌乱之中跑错方向的，非常痛快地死在了穿刺者的骨刺上。至于那些跑出去的，随着由内而外的蘑菇生长，凄惨地死在所有人面前。100多万人的部队，一个水花都没溅出来，就全部死亡。一时间，王孙的部队有些畏缩不前。他们不怕死亡，但看面前无比凄惨的哀嚎，到最后喉咙长满了蘑菇，再到最后凄惨倒地求别人给他一个痛快。这种诡异的死法让所有人都有些胆寒。而另一边的李天部队也遭到了这样的情况。眼见强攻不响，迅速将部队分散，全面入侵。他就不信了，姜望能在所有的边境安插这样的部队。事实确实如李天所料，姜望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进行如此大范围的高质量防线，但不代表他就没有防线。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进入第一，王孙那边也做好了全面入侵的分布。第一边境，一支100万级别的队伍刚刚越过边境，并成功深入。正当他们检查完四周，确定安全，准备持续深入的时候，唰，人头滚落在地。赫拉斯越来越喜欢这种刺杀的感觉。随着他的攻击得手，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虫族一拥而上，100万对千万。尽管这支部队没有任何犹豫，就在区域聊天之中申请了支援，但当援军赶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地的鲜血，甚至连一具尸体都没有。人类诡异的消失，虫族无影无踪。第100章，消失的虫族，死亡的队友
消失的敌人。一阵寒风吹过，每个人的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宛如恐怖片的场景在整片战场上演着。此时的虫族在地下快速调动，原本的虫族其实并不具备这样地下快速移动的能力，这是姜旺把杀虫的基因提取出来的结果。而这些庞大的甬道也是变异杀虫的成果。姜旺给这种杀虫命名为地铁。它们虽然没有凶悍的攻击力，但凭借着快速挖掘并吞噬泥土，并从皮肤上排出加固甬道的特性，使姜旺直接进行了大批量的制造。此时的整个第一的地下都宛如蚁巢一般，错综复杂。这就是姜旺的底气。大规模战争，它有重炮和超级包子；小规模渗透，它有地道战。在安娜的全面掌控下，整个第一就宛如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森蚺，等待着猎物。操！虫族到底在哪儿？不可能！300万，说没就没了。地下，小心地下！此时，无论是公屏还是区域屏幕，都关注着这场战争。战争的局面从开始一边倒的姜旺死定了，到此刻的沉默。王孙和李天的巨大的伤亡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这他妈就是虫族吗？谁还记得最开始他是为啥进入神舵空间来着？不用查了，姜旺因为涉嫌强奸、贩卖人口、挑拨异界与开元世界的关系被发配的，并且发配进来的时候才白银一阶。再告诉你们个恐怖的，他应该在上个月出去的，但他没出去，外界都传他死了。现在看来，人家在这里面比外面混得好。嘿，我刚刚去找百事通买了信息，你猜这么着，姜旺被流放跟李天有关系？随即，那人就把姜旺被陷害时李家曾施压的事情直接说了。这件事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王天风当时扳倒的一些证据之中，有一些就是李家提供的。好家伙，老仇家了，怨不得 C1 死的比第2多。行了，想想万一姜旺拿到核心，或者万族拿到核心该怎么办吧。曹武的核心时间可是快到了。虫巢内看着还有3个小时的核心倒计时，眉头更加的紧蹙了一些。若是只是李天和王孙，那姜旺还能接受，但根据黑虎传回的信息，万族已经到了 C2 深处，随时可能朝着周围的任何区域发动进攻。而其他区域的人此时已经达成了协议，朝着万族发动了进攻。毕竟死神赐福可是以杀戮为主的，就姜旺他们。就看现在这个形势，姜旺指不定还能弄死个李天。与其崇山越岭去救援，不如将机会握在手中，趁着万族的中心转移，朝着万族进攻。大不了1换1，反正绝对不能出现万族拿下了赐福，而人类没有拿下。虽然各家都有各家的仇恨，但说到底都是关起门打生打死无所谓。你要是一脚被俺们的门踹开了，那就没办法了，只能一起揍丫的。所以战争的局势就变得诡异了起来。一部分的人类抱团揍万族，万族想揍所有人类。李天和王孙想揍姜旺。至于姜旺此刻看着李天的大部队在摧毁众多甬道后进入2道防线，依旧面沉如水。他的目的很简单，打死在座的各位，或者被在座的各位打死。虽然他也很想稳健的发育，稳健的屯兵，稳健的一个一个平推，但世事难料，姜旺就好像是个天平，总是处于两端，从不在中间。要么是个极度稳健的执棋者，要么是个极度疯狂的先盘人。难做，那就都别做了。轰轰轰！随着炮弹划过破晓的天空，虫族第一次展开了正面的冲锋。轰隆隆！一头雷兽奔腾起来，就好像10辆泥头车拼在一起，以100码的速度撞向你。但凡是个人看到这么个东西冲向自己，内心都会有一瞬间的发怵。但当这样的怪物增加到10W 头呢？当这样的先锋军足足有10个呢？当这样的先锋还搭配着望不到尽头的虫族和各种机动远程部队呢？大地都在颤抖。这是姜旺专门选定的战场，甚至为了这片战场，所有的甬道都没有从这片地下通过，为的就是充分展现重装部队的优势。轰轰，啪，咚咚，各种各样的攻击落在雷兽身上，甚至有机械联盟的人直接掏出了个堪比高大的机甲，想要尝试拦下一头雷兽。可下一秒就被那锋利无比的獠牙划破了能量盾，进入直接将一半身子洞穿，在强大的冲锋面前变成了废铜烂铁。雷兽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冲进李天的主力部队，并非是李天手底下的人无能，他们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甚至其中的不少人都多次进入过神舵空间，见过万族冲锋，也参加过跟万族的大规模战役。当他们看到雷兽在广大的平原发起冲锋的时候，看着那甚至比万族都要凶悍的气势，他们就知道打不了，但还不能跑，跑了更完蛋。跟着雷兽冲锋的跳虫可不是吃干饭的。所以众多老兵退至众人后，噗，好，轰！雷兽嚎叫着，挥舞巨大的獠牙，不断收割着生命。有想要力挽狂澜的人尝试凌空进行击杀雷兽，但仅仅一波一龙的撕咬就血洒长空。西瓜爆炸虫快速从雷兽后方冲出，迅速冲进密集的中段。
他们要用自己的牺牲来继续延伸雷兽的冲锋距离。原本严阵以待的中段部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部队直接给干懵了。跳虫和天上的翼龙疯狂收割着所有人的生命。李天部队的后方，成千上万条的沙虫破土而出，炙热的火焰，半残就爆炸的特性。很快，李天的部队全线崩溃了。他们是亡命之徒，是杀人不眨眼的混蛋恶魔，所以他们更知道生命的宝贵和易逝，知道大势已去。随着安娜的指挥，虫族从各个地方进行突袭，务必做到应接不暇，让李天部队无法保持理智、保持战斗力的部队，哪怕这样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有人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各自求生。数亿的部队在姜望接近10亿部队的冲击下迅速崩塌。即使有人想要站出来将溃散的部队组织起来，但下一刻虫族就会一拥而上，将这一部分的人赶尽杀绝。李天的大部队彻底沦陷。但这还没完，在安娜的指挥下，虫族刻意地将李天的部队朝着一个方向挤压，而哪里也是姜望特地选定的埋骨地。第101章赐福47。另一边的万族也不再犹豫，直接朝着3个区域全部发起进攻。姜望这边首当其冲的受到最多的万族照顾。本来姜望准备驱虎吞狼，将李天的部队赶到万族必经之路上，但后来决定放弃。暂且不说这样驱赶的难度多大，即使真的能够阻挡万族，那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姜望难以把控的因素？万一人类和万族联合进攻虫族，又将如何？一旦双方朝着不同方向突围姜望，又该如何？最终姜望放弃了这个想法。此时的被驱赶的人群中，有人发现了不对劲。C1区域聊天中，不能这样了，必须组织突围啊！完犊子了！冷静，听我说，我们一起朝着南方突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人群之中，有人跟着指挥一起朝着南方疯狂突袭，但下一秒，不是被后方的人直接淹没，就是被虫族刻意的针对。领头之人眼见没有形成有效的突破，不由得更加绝望。暂且不谈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查看公平，即使有更多的人朝着两侧突围，也是无比的困难。毕竟在滔滔下的洪水之中，想要朝着两侧突围，难度何其之大。而且虫族最绝的是，安排一支支的虫族部队穿插李天的部队之中，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人类翻盘的难度。完了，各自逃命吧！等等，停下，朝着左右突围。前面是下坡盆地，最前方的人发出最后的警示。但轩希尔下的洪水怎会说停就停？有人早早的看透了结果，在还没有完全溃散的时候就侥幸逃出，但多数人就沦为了洪流中的一员，宛如猪羊一般冲进了一片盆地。噗呲，噗呲，噗呲，地刺者疯狂地收割着所有人的性命。分批溃散的李天部队，有的直接被虫族斩杀殆尽，有的则被分批驱赶至各种类似于这样的盆地。尖锐而锋利的骨刺甚至可以穿透数十层尸体，还能造成致命伤。周围不断喷洒的腐蚀性孢子迅速消弭死去的尸体，避免尸体厚度达到地刺的最长攻击距离。而被腐蚀的液体则顺着周围的沟槽进入一个个不远处的地下虫巢，迅速生命能量，然后源源不断地进行刨冰。数亿的部队经过激战，却只有数百万的人逃脱。另一边，二哈已经将核心提交。第一区画画汪提交核心兑换赐福。丁，赐福随机选定完成。通告：第一区所有生物获得赐福47。通告：赐福47。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在造成伤害时有 0.1% 的概率使对方混乱2秒。整个神斗空间内，所有人面前都出现了一块血红色的屏幕。赐福的通知一连发布了3次。姜望左手忽然浮现了一柄短剑，赐福已经就位了。整个第一区域的人员只有姜望和黑老鬼。由于虫族属于姜望的实力之一，自然也获得了赐福的加持。姜望看着赐福的内容，他已经妈了，这也太他妈变态了。这种赐福对其他区域来说，那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垃圾，毕竟都白银阶段了，真的战斗起来都是快速解决对方。2秒的时间虽然长，但 0.1% 的概率，那得打多长时间才能触发？谁能保证自己是欧皇？4次出金？哦豁，幸好！卧槽，这不是那个垃圾赐福吗？姜望运气真性感啊！哈，姜望完蛋了，要是个98估计还能翻盘，这下估计凉了。此时的公平都陷入了幸灾乐祸之中。毕竟姜望一旦获得了强力的赐福，搞不好真的把李天和王孙拿下。姜望扫了眼公平，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汝之砒霜，却是我之蜜糖。要知道，虫族的伤害，即便在姜望改变契约后，都弱于整个神斗空间的平均实力，只能凭借着数量、战术、各种生物的搭配，才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比如刚刚跟李天的一个主力部队战斗的场面，虽然虫族大获全胜，但雷兽和各种虫族阵亡的数量高达5亿。
并且有各种部队会不计生死地猎杀那些依旧具有顽强抵抗意识的人。通过大规模的对冲，甚至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在姜望这边，他才堪堪拿到了接近2:5的战损比。而且无论是姜望和安娜，对这个结果都十分的满意了。可一旦拥有了这项赐福，此时正在和虫族激战的王孙部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赐福的变态。不对劲，虫族怎么变这么强了？我靠！你敢信？我大哥正在暴锤虫族，忽然就处在原地了，生生被虫族锤死。这赐福这么猛吗？此时的虫族凭借高数量和高攻速，迅速接管了战场。除了远程的元素领主，近战的你别管是武道还是什么盾系或者机甲，只要你被跳虫挨上，那挥出残影的利刃就会让你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绝望。甚至有的倒霉蛋明明刚上战场就被一刀打出混乱，然后到死都没动一下。姜望已经根据这个赐福研制了一批新的虫族，在放弃些许护甲的情况下，增加了高攻速、高移速，目的就是为了打混乱。虫族从来不会感慨大环境不行，虫族只会进化成大环境支持的样子，并进而把大环境改变从虫族喜欢的样子。王孙的部队好不容易顶住了雷兽的冲锋，并且随着其他部队的加入，没有成为李天主力部队的下场，但突如其来的赐福让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前排抵抗迅速崩塌。原本的战场小透明，虫族小趴菜的跳虫迅速支棱起来了。此时的李天和王孙已经麻了，原本都达到第2道防线了，再进一步就能突破直扑核心了。但赐福的加入又生生的让二人陷入了被动，但彼此一商量，也只能继续咬牙打了。毕竟他们的家已经被万族偷了，虽然有其他区域帮打万族，可现在回去，暂且不说能不能给剩下区域成员交代，一旦返回原来的区域，恐怕那些仅存的成员就直接投奔其他区域了。尤其第 C1 李天的区域，从开始的被刺 C2， 然后就一直处于奔波的路上，有一半人刚回到 C1 就被拉去打姜望，那是比生产队的驴都累。甚至李天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叛逃事件。有些老兵看得明白，就目前这个形势，即便把姜望弄死，还能剩下几个人？拿什么对抗王孙的部队和万族？这把已经是尽力局了，找个机会纷纷就撤了，能传送的传送，不能传的分批次离开。甚至有人组织直接把李天弄死，然后投靠姜望得了。但李天自身和家奴也不是吃素的，而姜望这边情况虽然好转，但没有乐观到这种地步。此时的万族迅速撕破了第1道防线，朝着第2道防线直扑而来。第102章迎战。姜望其实对人类和万族有个明显的区分，人类的上限和下限是个谜，你永远不知道人类里面的变态到底有多变态。但万族就不一样了，它的上限和下限都很高。如果人类的部队是可以由个人意志而主导的，一旦出现大面积溃逃，那溃败几乎是无法挽回的。但万族就是跟虫族一样，绝对的秩序创造绝对的战斗力，所以姜望抽调了70%的兵力前来抵挡万族，比李天和王孙加起来都要多的万族直直扑向第2道防线。无数的虫族也从地下快速奔袭而出，准备迎战最强的敌人。虫巢内，安娜已经感受到了恐怖的压力，毕竟这种场面，即便是爱丽丝这种高端战力也无法通过个人的能力进行逆转。可以说，此刻的虫族的存亡已经压到了安娜那瘦弱的肩膀上。感受到安娜的情绪，姜望微微一笑，轻轻地摸了摸安娜的头，轻声地安慰道：别怕，屋外向来疾风骤雨，虫族不怕死亡，也不怕毁灭，放手去做，万事有我。安娜猛然回头看向姜望，看着姜望柔和的脸庞，和煦的笑脸。她其实一直都知道，即使姜望最近不停地爆兵，不停地发掘新兵种，不停地将进化点投入到虫群之中，但双方的实力依旧悬殊。毕竟发育时间依旧太短了，敌人太过强大，虽说有了赐福的加持，但李天和王孙对虫族的消耗和牵制根本无法全力跟万族作战。他的天赋让他从一开始就推演出了最后的结局。万族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撕碎第2防线，第2防线一旦告破虫族，就无法对李天和王孙就无法再形成有效的牵制。3方势力长驱直入，横扫整个第1，到时候别说再多的埋伏和地下建筑，在绝对的势力和人数之下，虫族只能进行保卫战。届时爱丽丝和姜望都会进行决死保卫。他曾经想过姜望会将虫族收回领主空间，随后换个地方继续发展，但后来他发现不行，没用的，一步败，步步败。偌大的神斗空间内不会有他的栖身之地，不会再有人坐视他再次崛起。可倘若离开神斗空间，根据姜望的推断，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同位阶的人竞争了。通过姜望的战绩，那些人视姜望为眼中钉的人会以雷霆手段迅速终结他，最后的结果依旧是加长了死亡的时间而已。这些安娜都已经推演到了，但他不接受，所以他不择手段，用最残忍的方式进行杀戮和变强。看着姜望的笑脸，
安娜轻轻一点头，便开始指挥虫族原本紧张、愤怒、恐惧的想法慢慢平息。她是一个战略型女王，她要做的就是冷静而严酷地将所有的敌人消灭。不仅仅姜望，甚至身边的爱丽丝都感受到了安娜的变化。那不是实力上的变化，而是心态，就好像一念神魔。此时的安娜直接推翻了原本的战略，正在和王孙战斗的虫族有一半的虫族直接脱离，朝着万族所在的方向奔袭而去。既然原来的战略没用，那就赌一把。安娜的原本淡紫色的眼眸缓缓变成更深邃的深紫色。另一边的万族黑虎也在此次的突袭队伍靠后的位置。他和他身边的白狐本身就属于上族，在实力上虽然不如这支部队的大首领，但在血脉上却差不多那里去。你觉得能打下来吗？白狐对着旁边的虎妞说道。不知道。虎妞冷淡地说道。无趣，我感觉姜望这次完了，3个区域，2个区域的顶尖部队都来了，后续还有增援，他再不死就不礼貌了。白狐自顾自地说着，说完还不由得点点头，试图想要让自己可以肯定这个说法。哦，你这么冷淡，是不会有别的万族看上你的。白狐娇嗔道，雪白的皮毛，灵动的眼珠，可爱的神情，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其他万族难以抵抗的魅力。不需要，说真的，我真觉得姜望完了，但我不开心。白狐撇撇嘴，也不再理会虎妞的态度。为什么？这下黑虎来了兴趣。难道你也被植入了精神种子？我长这么大，就在他那儿栽那么大一个跟头，要不然我现在应该有一堆好哥哥好弟弟保护我进入神斗空间，而不是这样。姜望应该死在我的手里，报仇雪恨。白狐可爱的小脸上皱起他认为凶狠的表情。唉，可惜了，我永远也无法洗涮耻辱了。可恶！正在白狐感慨的时候，忽然虎妞拿头蹭了一下白狐，并逐渐减速。黑虎刚刚把他所知道的万族情报全部汇报给了姜望，而姜望也让他最好离开先锋万族的队伍，或者做好随时脱离的准备。他虽然不知姜望想要干什么，但还是听从了姜望的建议。下一刻，剧烈的能量波动从前方传来，虫族的第一波阻截到了。万族前线数百头沙虫直接从地下冲出，硕大的身躯喷涌着火焰，虽然以极快的速度阵亡了，但依旧用自爆绽放了第2次生命。潜藏在地下的穿刺者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收走一只万族的生命，但万族的数量实在太庞大了，并以3个箭头阵型进行冲锋。虫族虽然每次的阻拦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也仅限于如此了。忽然，地图上原本一直潜藏不动的第一核心迅速转移到万族的必经之路上，而姜望比黑老鬼更先到达，3座虫巢拔地而起，虫族建筑也迅速展开。由于姜望的存在，在虫族的判定之中，此刻的这个虫巢就属于真的虫巢，这正是姜望想要的效果。不仅是虫族的爆兵速度，还是虫巢建筑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军坛也迅速展开，随着黑老鬼的核心就位，这处虫巢就变成了所有人眼里真正的虫巢，也是必须推平的建筑之一。眼看姜望不退反进，离万族更加的接近，整个万族都陷入了激动之中。未有已经到达后方的白狐一脸惊愕，还来？还是这招？你咋不给你自己玩死呢？白狐一脸愤恨，他已经猜到了姜望的想法。军坛，这是姜望和安娜唯一能想到的翻盘点。既然无法做到全面阻截，那就在军坛上迎敌。第103章正面刚。军坛迅速展开，所有的虫族也在疯狂集结，甚至主宰之刃也跟随姜望来到了此处的战场。我靠，姜望纯爷们，你要让我去跟这个规模的万族打，我反正是不行。这架势，这阵仗，虫族生生的打出了威武之势的感觉啊！此刻的姜望就像那豪气无双的西楚霸王，横刀立马，破釜沉舟。他要让所有知道，他姜望就在这里，他的人头和核心都在这里，够胆的就来拿！越来越多的虫族从四面八方赶来，5亿、8亿、12亿、23亿，除了安排好的虫族，所有能来的都来了。此时的爱丽丝手中的长枪都快被他攥变形了。由于安娜的重要性，他不得已被留下保护安娜。姜望在甲虫巢内看着面前的黑老鬼，感慨道：“你一生作恶多端，但能用你的命做一个这么大的局，也算是光荣下机了。”万族的行进速度又进一步的加快，所有的虫子都围在虫巢周围，安静以待。很快，当第一支万族踏上虫巢的军坛的时候，最残酷的保卫战开始了。还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方法，放进来打。但这次无论是对手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从前。轰轰轰！所有重炮齐鸣，梆梆梆！所有炮弹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孢子炸弹凌空炸裂，整片战场全部笼罩在孢子之中。第次，毒物相继出现，但万族却没有任何犹豫，即使是趟着同族的尸体，他们也根本不在乎。
军毯不断的被破坏，但又迅速修复，各种各样的尸体被军毯快速吸收。万族顶着各种各样的攻击不断深入，1万米、2万米、3万米、5万米。当万族踏进5万米的红线的时候，虫族动了，雷兽的奔腾，爆炸虫的冲，所有虫族的肾上腺素阀门被打开，死也就死了，反正虫巢会快速的爆兵。各种新式虫族也加入战斗，其中有一种类似于联盟的大嘴一样的兵种，但它的攻击频率已经突破了天际。虽然喷出的液体虽然伤害一般，但会渗透进入机体之内，并由内而外进行腐蚀。凭借着超高速的攻击频率，不停地对着强大的万族攻击，即使无法造成瞬杀，但也能快速地消灭一些高端战力单位。虫族的所有一切都已经被姜旺拉满，他甚至根据实时的战斗和各种基因的反馈，现场制作各种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毒素乃至孢子攻击，并有军毯直接进行投放。在姜旺如此努力和虫族拼命的状态下，仅仅一个照面，万族的损失就已经达到了7000万。这是一个何种恐怖的数字，这既相当于李天的一个主力一瞬间被打没了。但万族不是人类，也不会出现溃逃，死亡对大首领来说仅仅是个数字。战斗依旧在继续。丁，进化点+1。丁，进。丁，姜旺一心扑倒对万族的研究上，他将战争和计划执行人的权利交给安娜后，就不会对安娜有任何的指手画脚。当进化点到达一定地步，姜旺直接投放在各个的兵种之中。虫族的每一次死亡和再一次新生都会带来更强的战力。可即便如此，万族在不计牺牲的情况下，依旧稳步地推进战线。另一边的王孙和李天部队也陷入了挣扎。此刻他们也有些麻爪，他们的目的是杀了姜旺，但现在姜旺正在跟万族交战的前沿，不是他们做不出来去偷袭姜旺的事，只是那一片的战力太过恐怖，不是他们能够参与进去，更何况区域内的其他成员也不会同意。尤其是李天的部队，跑的跑，逃的逃，趁着万族还没完成包围，火速加入到了其他区域之中。他现在手上满打满算也就不到2亿人，但他还有跑的空间，只要将核心的持有人献祭出去，他也能在其他区域换一个不错的位置。毕竟在这个阶段，能拿的赐福越多，区域越强，对后续越有帮助。所以他现在还成了香饽饽，所有的区域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此时的李天正在天人交战，你说我要不直接把赐福送给万族得了，其他人死也就死了，只要姜旺死了就无所谓。李天对着旁边的李三儿说道。还不待李三说话，李天有继续说道：你说我要是把核心给赵恒，咋样让他跟神斗空间发誓，再不背弃咱们的情况下弄死姜旺？算了，那王八蛋有点狠。李三、李昂一边低着头没有吱声，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溜须拍马和出众的办事能力，他迅速成为了李天的头号跟班。他当然想让李天直接把姜旺弄死，但那样一方面打乱了他的计划，另一方面也便宜了姜旺。他隐忍这么长时间，可不是让姜旺就这么死的。少爷，赵恒虽然狠，轴啊！李三忽然开口道。李天忽然眼睛一亮，赵恒也是被家族送进来的世家子弟，从小就是世家里面别人家的孩子，一柄长刀加上家传的秘籍和武器领主，让他在整个世家公子圈打遍天下无敌手。能打，狠辣，解控是他的出了名的特点，还有个特点就是轴，一旦认准了什么，天王老子都不行。曾经因为一件小事跟七皇子顶牛，被家里罚了面壁1年，不认错，最后送进神斗空间半年，被砍得不成样子，硬是不认错，最后还是他姐姐开口，他才勉强认错。那就赵恒了。临走前我也得送姜旺一份大礼。另一边的王孙才是真正的难受，他没想到姜旺竟然这么能打，不仅挡住了他和李天的进攻，竟然还强势硬抗万族。现在好了，打姜旺，万族谁来挡？打万族？万一姜旺喘过来气把他端了呢？前有狼，后有虎，他的损失虽然没有李天那么大，但却由于地理位置的缺陷，就算想跑也只能从姜所在的区域绕。但好在由于姜旺此时全力抵抗万族，只要他不主动招惹虫族，他目前还是比较安全的。而他的惨况则被整个宫廷看了笑话。说实在的，能打成这样，你们也真是人才。你俩但凡发挥失误，此刻跟万族打的就是你俩的。真行，你俩要是能帮姜旺，估计人家都反推回去了。别说了，2个铁废物鉴定完毕。第104章，狸猫换太子。李天这边临走前，将他所能探查到的所有地下虫巢全给推了。一时间，姜旺这边压力暴增。但姜旺还没说啥，给王孙急得破口大骂：你是不是有病？我问你是不是有病？你没事，手咋这么欠？你都不能等我？喂！王孙看着挂断的电话，气干都快硬化了。妈的，我就知道这种掉毛不是个东西。气归气，骂归骂，
但他还得小心翼翼地带着人从姜望后方绕。说实话，这个举动直接让姜望警惕心拉满，因为王孙所选的绕行地点是从安娜所在的虫巢不远处经过的，但凡他只要仔细地探查一下，就有可能发现。但很幸运，王孙和他的部队一个个安静的跟小猫一样，轻手轻脚的，生怕惊动了虫巢或者万族。姜望这边，经过昼夜不息的激战，万族已经快要推进至虫巢1万米的范围了。此时的姜望眼看安娜的没有事，也放下了手中的事情，立于虫巢之外。嗖，将近10个首领穿过翼龙和虫群，来到虫巢附近。在姜望的命令下，虫巢的兵种对这些首领视而不见，继续阻拦不远处的万族。几个首领看着凌空而立的姜望，相视一眼后，同时朝着姜望杀去。死！没有任何语言，见面就是杀招。但姜望早已今非昔比，在精神力笼罩的范围之下，姜望总能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开从各个角度发起的攻击。唰！姜望一个侧身躲过了偷袭的舌头，并在将精神力附着在手上，牢牢抓住了这只三彩蛤蟆的舌头。咚！蛮牛一拳锤在姜望身上发出巨大的声音，而姜望背后也出现了硕大的空气爆。姜望闷哼一声，强忍剧痛，直接将三彩蛤蟆的舌头缠在蛮牛的手上。蛮牛没有精神力的保护，他的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而其他的万族则抓紧时间朝着姜望发起疯狂的进攻。虫巢内，爱丽丝的长枪已经被他生生捏断。安娜强迫自己不要关注不断在战斗的主宰，要保持冷静，要将万族阻挡下来，要保证计划的顺利推行。但虫族愤怒的嘶吼已经足以证明他无法保持真正的冷静，鲜血不停地挥洒在虫巢之上。噗呲，啪！姜望忍受着牛角穿透身体的剧痛，一拳将蛮牛的脑袋锤碎。此刻的姜望浑身浴血，一根断掉的牛角嵌入他的腹部。三彩蛤蟆已经没了声息，但他的舌头依旧被姜望紧紧地攥在手里，并轮动着他的身躯当作武器。剧毒的身躯让仅剩的4名万族首领畏缩不前。破碎的虫族建筑，随处可见的大坑，可见战斗的激烈。为了能够顺利执行计划，姜望以命搏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5只万族首领。忽然，姜望猛地向着他们冲来，而那4名首领却是齐齐后退。毕竟姜望刚刚那种以命搏命的打法彻底震慑住了几人，眼见无法拿下姜望，好不容易杀进来的首领竟然又齐齐的杀了回去。他们已经确定了此处的核心持有者正是姜望，因为姜望战斗的时候，虫巢内有工蜂端着黑老鬼到处跑，为的就是姜望动，核心跟着动，让所有人都认为核心就在姜望身上。返回万族的几个首领也将这个消息告诉大首领。哈哈哈哈！好，今天我就杀了老祖的心腹大患！通红的眼睛闪烁着疯狂。本来万族是可以将李天也留在这个包围圈中，但因为大首领的命令，越来越多的万族加入与虫族战斗的队伍，这才使得李天在付出极小的代价跑出包围圈。等等，首领，核心动了！此刻在地图上，原本代表着姜望的核心快速朝着王孙的部队移动，姜望则是在直接用传送返回安娜所在的虫巢。本来快要攻破虫巢的万族瞬间急了，到嘴了的鸭子还能飞了？而此时的黑老鬼被众多的工蜂和跳虫护送着，前方地铁不停地朝着王孙部队开道。没了姜望的虫巢，战斗力瞬间下降了一个档次，让本就薄弱不堪的防线瞬间被撕破，朝着姜望的行动轨迹杀去。虫巢内，姜望看着传回的最后画面，露出了畅快的微笑，而他的伤口也因为他的笑而撕裂，并不断地流出鲜血。哈哈哈，真疼啊！王孙，收下我给你的大礼吧。轻点轻点。爱丽丝不断给姜望包扎伤口，但由于急切，竟然罕见地出现了手忙脚乱。这一下可给安娜急坏了。你行不行啊？要不是他还得保证黑老鬼不能出错，他早给爱丽丝踢一边了。一想到自己本来都没出什么力，还在包扎的时候弄疼了姜望，爱丽丝没有来的眼中竟然蓄起了水汽。不同安娜那毫无顾忌的大哭，爱丽丝就像一个不停忍耐并假装坚强不让眼泪流出来的少女，紧咬的红唇，自责的神情，眼泪模糊的视线，想起刚刚姜望血洒长空，爱丽丝内心的委屈和自责就止不住的冒出来。没事的没事的，你是知道我身体的，就算不包扎也很快就好了，乖没事，别哭别哭。姜望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爱丽丝，索性就跟安慰安娜一样揉起了爱丽丝的头。当姜望的手触碰到爱丽丝的那一刻，他宛如浑身触电了一般，好看的眼眸瞬间瞪大，眼眶中打转的眼泪成为没有家的孩子，滴答滴答的坠落在地。爱丽丝头抵着姜望的手心，就这样无声的哭着。好了好了，没事没事。良久之后，爱丽丝红着眼睛，紧咬嘴唇，慢慢的帮姜望包扎好后，就扭头走到了一个角落。另一边，不同于虫巢内温馨的气氛，王孙的部队
被姜旺这一手狸猫换太子给整麻了。此时的王孙部队所在的地方，带上黑老鬼的那个核心和自身的核心，足足有2个。杀红眼的万族可不管内线，2个核心能不搂你？妈的，兄弟们，干了！半残的万族对战损失不大的王孙部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火花呢？姜旺不知道，但随着这关键的一步完成，姜旺隐藏的虫族力量开始疯狂发育。第105章耶比。发起狠的人类一点也不输万族，况且是被姜旺已经磨成半残的万族。你特么的姜旺！虽然双方都在交战，但黑老鬼此刻仍在地下盘旋，至少现在他还不能让这些人发现这个核心的持有者不是姜旺。冲！朝着 C1 突围。王孙还没有失了智，觉得现在能把已经全面入侵的万族杀光，所以只能开足马力，尽全力朝着 C1 突围。只要进入 C1 的地界，就有可能遇见其他的前来阻挡万族的人类。此时的万族以为姜旺与其他人类达成协议，这些人是前来救援的，死命阻拦。而王孙虽然怀疑这个核心持有者的真实性，但却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推论，只能朝着 C1 死命突围。他逃，他追，他俩插翅难飞。一场浩大且无法回头的包围与突围的戏码在第一开始上演。另一边的姜旺根据安娜的推断，不停地通过地下通道向着预定地点分配虫族。事情到了现在，计划已经成功了90%。虫巢内，安娜几乎累得虚脱，接连的大战让她的精神力近乎透支，而涉及虫族危亡、姜旺生死的计划又让她将心神提到最高。她现在只想躺在姜旺的怀里睡觉。姜旺看着扶着头摇摇晃晃但精准无误倒在自己怀来的安娜，有些好笑。你说安娜此刻状态还行吧？她精神力几乎透支的样子，坐不了架。你说她快昏睡过去吧？她能精准制导，甚至还在倒下的时候贴心的柔柔的倒下，丝毫没有压疼她的伤口。看着躺下就睡着的安娜，姜旺顺了顺她的头发，就像他平时撸二哈一样。安娜发出一声可爱的哼鸣，就彻底失去了意识。此时的二哈则跟着黑老鬼实行计划，在安娜昏睡的时候，姜旺就接过了虫族的指挥权。这次虫族可谓是险象环生，但凡有一步失误，都是惨死的下场。打残李天部队，为的就是让他不敢加入这次战场。至于让王孙的部队过境，这其实是姜旺在赌，他赌王孙不敢掺和，即便掺和，也只是多了些变数而已。然后运用了核心在地图上呈现的机制，专门摆出与万族决一死战的姿态，并在关键时刻表明身份，让所有人都以为姜旺就是核心持有者。而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姜旺与万族战斗的时间，记得让万族知道核心是他，还得把时间控制在范围之内，才能让万族落入圈套。计划环环相扣，虫族这才从这个修罗场之中摘了出来。另一边，随着周围的万族的加入，王孙的部队逐渐被拖垮了速度。接近4亿人的部队，即便分成了几个部队，再快能快到哪里去？跑不了了，干吧！他妈的，一点卵蛋没有参加什么赐福。最开始的万族2亿不到，为什么不敢吃了？跑！NMB 啊！在队伍中后部位的队伍不停地遭受到万族的进攻，还得注意不能掉队，早都打出了火气。但整个队伍的前半段也有怨言。作为一个队伍的锋锐，他们承担了最多的攻击任务和牺牲数量。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情绪陷阱。少爷，王孙旁边的智囊忍不住开口道。听到他开口，王孙小小的眼睛里竟然反射出来一股杀意。泥人还有3分火气，何况毫无后顾之忧的王孙？那就打！所有部队形成战团，今天不走了，干他妈的！所有的队伍迅速成型，而王孙的智囊团也开始接管战争的指挥。永远不要相信什么世家的子弟都是纨绔，是只会欺男霸女、吃喝玩乐的废物。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眼界，是哪些好不容易从底层走出来，甚至爬到黄金的人都有所不足的。认真起来的王孙也展现出了世家子弟应有的素质。他本来是想带着大家逃命的，毕竟如果是第一个退出赐福的世家弟子，虽然不会有什么事，但终归是有些丢人的。但现在大家都这么悍不畏死，那就打咯！组成有效抵抗的人类迅速开始反击。要不说虫族只能依靠死亡和计谋才能赢得一线生机。1比1的人数，仓促的应对等种种问题，如果放在虫族的身上，都可以提前宣布战役的失败了。但凭借着单体实力的强大，人类竟然真的就生生挡住了万族。其实虫族的出现对其他人来说，顶多是觉得变态，但还能接受，因为万族就是另类版本的虫族，而人类则是跟万族干架的一把好手。一时间，双方的战争陷入了焦灼的状态。而王孙这边不停地遣派人手去寻找姜旺，看他是不是混在人群之中，但地图上的核心几乎都是乱窜的，周围战事四起，短时间内王孙也无法确定姜旺的位置。而就在他们正下发，二哈百无聊赖地窜来窜去，甚至在地铁的帮助下，他甚至在地下玩起了赛跑。
让虫族先跑，然后他去追。可就是他这样玩闹的行为，让王孙几乎快要烦死了。王孙的部队并不固守一个地方，而是不停地缓慢地交错移动。毕竟现在这个情况，人类越打越少，万族越打支援越多。旁边还有个不知真假的姜望环伺在此。战事整整持续了3天2夜，从D1打到C1，王孙的部队从原先的4亿锐减到1亿多，但万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由于人类其他区域的进攻，能够支援的部队也有限，此时万族也不足2亿。王孙已经开摆了，就现在这个逼情况，除了卖核心，就算杀出去也没有什么用了。原先区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其他区域也不是做慈善的，看你人少给你点人，不直接弄死你，抢你核心，那都算是人间大善人了。但万族不能开摆啊，万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不是过来送经验的，他们需要核心。此时的第一的核心依旧跟着王孙的部队，王孙已经知道他在地下了，但土系领主去寻找，连根毛都看不见。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不投入大精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姜望。王孙曾试图告诉万族，让他们向下挖姜望，让他们走。上了头的万族恨不得当场给他干碎。没办法，事情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算是刺刀见红，双亲祭天，没任何合作的余地了。那就只能狭路相逢勇者胜，看谁先顶不住。王孙无奈地叹了口气，赤裸裸的阳谋。而万族经过内部的商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其他人类区域接应之前，至少要拿到一个核心。而已经把地道挖到 C1 的姜望，已经做好了破土而出的准备了。第106章，王孙跑了。万族部队大首领恢复了往日的冷静，指挥着万族不断地朝着王孙的部队发起冲锋。灵能的余波不断地在这片大地回响。此时的白狐和黑虎则躲在不远处，这个级别的战斗他俩也不太敢冲，只敢在战场的边缘悄咪咪的吸吸怨气。这都没死，真他妈神了！白狐一脸惊诧，随后一脸余爷的对着黑虎说道：没想到啊，以前看你以为是个猛夫，没想到也能有怂的一天啊。而黑虎根本没有理他。这一路上通过姜望的给出的提示，他俩遇战就毙，也算是有惊无险的走到了最后。哎，你说姜望会在那个部队里吗？白狐忽然不经意的说道，但他眼中却深藏了一丝的怀疑。不知道，真不知道。黑虎也听出了话外之音，扭头认真的看着白狐。不知道。哎，别那么认真嘛，知不知道的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狐娇笑道。他其实是怀疑黑虎的，他认真的研究过资料，当初黑虎袭杀的原初界正是姜望所在的原初界。而巧的是，那个原初界因为姜望的存在，能够逃出来的万族寥寥无几，可就是这几个万族在出了原初界后很快就死了。当然这种小事也没有人计较，可白狐根据这2天黑虎的异样以及那种诡异一般的预测能力，让他不由得想到了一种可能。黑虎这小妞不会是个内鬼吧？白狐不愧是属于万族之中的智力担当，他迅速将黑虎的事迹和姜望的事迹进行总结。原初界新手试炼死亡赐福，结果不难推出，黑虎这浓眉大眼孤僻冷傲的兽竟然是他妈的内鬼兽。但他却并没有揭穿，如果在开战之前他可能还有心思揭穿黑虎，但现在吗？娇媚的眸子划过黑虎冷傲的脸，可惜了，是个母的，所以他只想怎么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此时的战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大首领甚至已经亲赴前线，浑身闪耀的紫色闪电以及摄人心魄的气势令万族陷入了狂暴之中。而人类的高手也不甘示弱，数十个白银9阶的围上大首领，天空之中不时地传出阵阵雷霆和惨叫的声音。要说雷鬼这个种族确实，你去哪？白狐正在感叹呢，回头却发现黑虎已经开始离开，这边太危险了，等等我呀！白狐赶忙迈着小碎脚步跟在黑虎身边。黑虎既然说危险，那此时就在战场的不远，足足有6支姜望遗留的虫族部队埋伏在侧，每一支都有1亿的虫族，而爱丽丝也在其中。她的身边有一根巨大的槊，还有一柄长刀挂在腰间，这是她自己在战场遗留的武器库中选的。在她的身后，主宰之刃、女王卫队几乎全军出动。虫巢内，姜望注视着战场上的一切变化。当雷鬼以重伤的代价诛杀了数十个白银9阶的强者后，姜望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杀！所有的虫族从不同的方向冲出，爱丽丝更是手提长槊一马当先。长槊之上，寒光凛冽，正如持枪之人的内心一样寒冷无情。这是爱丽丝发愤怒到了极致的体现。而虫族的陡然出现，也让所有人的心坠到了谷底。少爷，西方向有大量的虫族。少爷，东方向也有大量的虫族。少爷，王孙的脸色面沉如水，胖乎乎的脸上此刻无喜无忧。
王孙忽然笑出了声，笑得前仰后合，眼泪甚至从不大的眼睛中被挤出。周围的家奴赶忙跪倒在地，将头匍匐在了地上。啪啪啪！王孙胖乎乎的不断的鼓掌，并说道：“好啊，好，好一招金蝉脱壳啊！”良久之后，王孙对着周围的人说道：“行了，告诉咱们的人，准备走吧，这局咱们败了。”他已经知道了没有用了，螳螂捕蝉，麻雀在后，他们是螳螂，万族是麻雀，没想到这个蝉是他妈隐藏的毒蛇。走都走了，那就给姜旺留一份大礼吧，让王杀去地道吧。对了，告诉他，他一家老小的100年，我管了。等等，王孙犹豫了一下，随即专用的纸笔写了起来，写完就交给了家奴，并说道：“让王杀把这个给姜旺。”然后给姜旺发了条私信：“你核心所在的通道内，我给你留了份礼物。”然后没有丝毫犹豫的跟神舵空间兑换了离开的门票。一阵光幕划过，王孙心腹就出现在了开元世界。虫巢内，姜旺看着王孙走之前发送的私信，愣了一愣，随即通道内分出一部分的虫族直扑虫族而去，并不是他信王孙，单纯是就目前的形势，玩这种招数一点用都没有。很快，姜旺就看到了一个面色苍白、生命垂危的人斜倚在通道内。王杀看着面前的虫族，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放在面前，闭上了眼睛。他本来就是将死之人，少爷把他带进了神舵空间，用核心续了会儿命，现在是他该还命的时候了。噗呲，跳虫的利刃刺穿了他的心脏。良久之后，二哈则从不远处的角落宛如一阵风一般，叼走了地上的信封和核心。第2区核心持有人王杀死亡，转移至第1区画画汪。这个通知在全区域进行了3次通传。秀，真他妈秀，这都能翻！有一说一，真的有人叫画画汪吗？1打3倍反杀一个，会不会玩？会不会玩？咱就说画画汪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只狗？6一波肥。虫巢内，姜旺陷入了沉思。此时的他其实已经可以退兵了。万族此次前来进攻，当然是没有携带核心，李天跑了。而王孙的核心已经收入囊中，现在只需要保住核心，兑换赐福即可。战场之上，爱丽丝也感受到了姜旺的想法，手中的长槊宛如雷霆般从他手中掷出，直直地朝着雷鬼击射而去。姜旺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那就打，来了就别走了。”当长槊掷出的那一刻，爱丽丝内心就有些后悔了。她刚刚仅仅是有些冲动，她不允许这些伤害过姜旺的人继续活着，她也不允许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废物。第107章，爱丽丝杀疯了，但姜旺选择为她的任性买单。咚！大地碎裂，爱丽丝的身影紧跟着长槊朝着雷兽飞去。吼！而雷兽通红着双眼，发出无尽的怒吼。轰！雷兽一个斜身躲过长槊，对着后面的爱丽丝发动了攻击。巨嘴之中吐出了一个个散发着恐怖压力的雷球。爱丽丝面色如常，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着，从一个个雷球的缝隙之中穿过。跳跃的电弧从爱丽丝的眼前划过，爱丽丝宛如在雷电之中跳跃的舞者，危险又迷人。唰！爱丽丝腰间的长刀出鞘又归鞘，仿佛动了，却又仿佛一切如常。拔刀斩，这是植入在爱丽丝基因里的一个最朴素的刀法，也是最顶级的刀法之一。可以说，爱丽丝是因为这个刀法才带的这把刀。雷兽的右眼之上，一道血痕逐渐显现，喷涌的鲜血和伤疤斜斜地穿过雷兽的右眼。好！剧烈的疼痛让雷兽近乎失去理智，而爱丽丝迅速越过雷兽，拔出没入土中的长槊。槊，长兵器里的王者。槊头前刃似枪非枪，枪后刃有狼牙钉状铁物。这样的兵器，即使是在开元世界，都是一个不太常见。可但凡用槊出神入化者，在战场上都宛如杀神一般。超长的槊矛以及长杆，让槊在战场可以大开大合，肆意挥洒。爱丽丝凌空挥舞着手中的长槊，周围围上来的万族，但凡靠近，不是被长槊横切了身体，就是被狼牙狠狠地击飞。一槊在手，风声八面。爱丽丝眼神冷厉，直直地朝着雷兽杀去。长槊上下翻舞动，雷兽只能后退。每当他想要挡下槊风，爱丽丝就会猛进一步，进可直刺咽喉，退可回转长槊，以狼牙击之。况且雷兽的右眼已经受伤失明，身受重伤，眼见无法施展天赋，雷兽高高跃起，身上有雷霆不断的闪烁。好！数十道雷霆以万钧之势劈向爱丽丝。虫巢内，姜旺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可下一秒，爱丽丝持槊上，迎雷霆而不惧。她体内的细胞迅速转变，在雷兽震惊的目光之中，竟直直地穿过雷霆，手中的长槊接引着闪电，宛如神明一般刺向雷兽。噗呲！
兽血挥洒天空。好！雷兽在最后的时刻微微错开了头颅，硕矛刺进右眼。虽然是伤上加伤，但好赖是保住了一条性命。但爱丽丝直接扭转长硕，准备直接横切了雷兽。感受到死亡危机的雷兽也不再恋战，闪身后退。噗呲！巨大的眼球悬挂在长硕之上，雷兽强忍剧痛，朝着远处急速飞去。爱丽丝长硕一抖，眼球从硕矛之上飞落，竟不依不饶，紧跟雷兽而去。此时的万族失去指挥，在姜旺的指挥下，以主宰之刃和女王卫队为核心，虫族已给一个一个的小团体分食了一块块万族。而王孙部队那儿也好不到那里去，随着王孙等人的撤离，眼见无力挽回的高手们更是纷纷脱离战斗，传送离开。剩下的基本都是没有能力传送或者无法脱离战斗的人。战斗的天平开始缓慢地向虫族倾斜。至于万族这边，在其他首领的指挥下，依旧负隅顽抗。可当爱丽丝将雷兽的头颅扔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最后的希望破灭。在爱丽丝的逐个击破之下，还能指挥的万族首领纷纷惨死在爱丽丝的手下。尤其是那些曾经跟姜旺对敌过的首领，血肉模糊的尸体甚至让人无法分辨他原本的种族。屠杀持续了一天，整片 C1 的地区各地都是逃跑的万族、人类和追杀的虫族。战场中央，一个硕大由尸体组成的金字塔矗立在战场中央。爱丽丝依靠着长硕站在尸体的最高处。这些都是人类与万族最后的高手临死之前的反扑。万族和人类罕见的联手，只为杀掉爱丽丝。轰隆！一道闪电宛如长蛇一般在天空蜿蜒。滴答！一滴雨滴滴落在爱丽丝的脸上。滴答！很快，宛如珠串断裂的雨滴倾泻而下，冲刷着地上的鲜血，冲刷着爱丽丝身上的鲜血。她缓缓地闭上眼睛。她太累了。其中好几次，人类和万族联手想要撕破包围圈，而她就一人矗立在哪里，为了证明自己，几乎死战不退。雨水冲刷之下，也露出了猩红之下雪白的肌肤。在强大的自愈能力之下，爱丽丝虽然伤口已经止血，但大大小小的伤疤和正在缓慢愈合的伤口，证明了她的其实也是强弩之末。沙沙！爱丽丝艰难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没有死透的人挣扎取出袖口的手弩，对准爱丽丝。嘣！扣动机弦，淬着剧毒的弩箭朝着爱丽丝击射而来。爱丽丝清楚地看到，弩箭穿过一个个雨滴，马上就要刺入自己的心脏。忽然，她笑了：“你是不是总喜欢玩这种让我最后时刻拯救你的把戏？”清冷的嗓音在大雨之中响起。来人正是姜旺。当他看到爱丽丝违抗他的命令，死战不退的时候，就即可从虫巢奔赴而来。弩箭悬在爱丽丝心口处，不能寸进半分。呀，姜旺你！棒！姜旺根本没有听那人想要说什么，他也不想听。爆开的血雾为这场凄美的雨增加了一份别样的色彩。爱丽丝看着面前明显处于暴怒的姜旺，原本暗淡的目光忽然明亮了起来。她狡黠一笑：“是的呢，主宰。”说完，她好像找到了新的依靠，直直地朝着姜旺身上坠去。姜旺抱着满身伤已经昏过去的爱丽丝，嘴唇几度张开，想要呵斥。忽然，他好像梦到了什么，原本的笑脸瞬间变得害怕、惊恐，宛如受惊的小鹿一般。不要，不要，我会很有用的，不要丢掉我，不要！大雨之中，姜旺愣在原地。他原以为作为终极兵器的爱丽丝会是个无情的机器，可现在那个不死不退、宛如杀神一般的爱丽丝，姜旺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既然名为兵器，那就有创造者。想到此处，姜旺微微用力将爱丽丝拥入怀中，他不敢用力，生怕弄疼了爱丽丝。他抱着爱丽丝，仿佛抱着珍宝一般。不会的，我永远不会丢掉你。说话的时候，姜旺目光冷冽，是人般的目光让周围的气压都变低了。可当他看向爱丽丝的时候，却全部化为了温柔。倾盆的雨还在下，却浇不灭姜旺内心的无名怒火。第108章，爱丽丝昏迷。大战落下帷幕。随着姜旺将爱丽丝抱回虫巢，虫族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数十亿的万族和人类的尸体被搬回虫巢，转化为生命能量。姜旺看着面前第二的区域核心，有些莫名的感叹：爱丽丝重伤，数十亿的人类和万族的死亡，虫族损失超过70%，机关算尽才获得的一颗核心，这到底是死神的赐福，还是死神的游戏啊？此时，姜旺周围的区域除了万族，已经再也没有其他的敌人，万族也被打至半残，虫族将迎来新的发育期。随着各种各样的基因开始上传，基因库开始筛选姜旺设置好的信息，并进入预备库，供姜旺随时查看。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记忆进入预备库中，而 C1 上任持有者李奴儿的信息也被上传进了预备库内。另一边的公屏已经炸开了锅。姜旺的逆风翻盘固然让人觉得惊叹，但第二人类临死前上传的视频却更加的让人心惊。这他妈是啥啊？
视频画面中，爱丽丝手持长槊，硬生生地挡住了上百名的人类和万族的突围小队。长槊的每一次挥舞都会溅起一片血花，宛如手中的长槊不是致命的武器，而是落笔生花的画笔，一步一花，亦是判官手中的生死笔，步步生死。绝美的脸庞，冰冷的眼神，飞舞的长发，完美无缺的战绩。没人同情视频遭遇者的经历，也没人为他发声，所有人都沉溺在爱丽丝绝美的脸庞和完美的发挥之中。我爱了，请女神大人用长枪捅死我吧。首先，那个长槊；其次，你算什么东西？要来也是我先来。好家伙，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们变态。说实在的，我一想到这个的女神是跟姜旺一起的，我就难受的想自杀。杀姜旺，夺女神！视频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就在某个区域的悬崖之中，无数人类或者万族堆砌的尸体形成一个硕大的尸堆，尸体腐烂的味道让天上聚集了成片的食腐动物。在尸体的最顶端，一个面容苍白的男子看着视频中的爱丽丝古井不波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的迷茫。咳呵，2号那沙哑宛如破旧封箱的声音响起，或许是因为他就没说话。良久之后，他才吐出了2个不太清晰的字：中继。虫巢内，姜旺躺在营养池的爱丽丝有些焦急，揉搓着手指。此时的爱丽丝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应该都是处于健康乃至巅峰的状态，但却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姜旺通过各种方法确定他其余数值都处于正常后，甚至拿出了进化点，想要进行加点进化来唤醒爱丽丝。可数十万的进化点全部投了进去，也不见爱丽丝醒来，索性就停了下来。万一发生其他状况，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只要姜旺离开一定的范围，就会陷入狂暴状态，肆虐的精神力和汹涌的灵能不仅摧毁着虫巢内的一切，甚至他自己的身体都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皲裂。无奈，姜旺甚至把沙发都搬到了营养池的旁边。营养池内，爱丽丝时而哭，时而笑，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冷漠。那感觉就像你看到了一个无情的机器人，冷漠且无情。此时的姜旺负责陪着爱丽丝，而安娜则负责虫巢的所有问题。现在的安娜就像虫巢大管家，虫族的物资搬运、对外战争、各个兵种的组合，乃至他认为有用的变异，都可以自行做主的组成部队。此时的安娜一边扁着小嘴，一边愤恨恨地安排着虫族的一切事宜。她现在就想着，还是上次精神力透支的太少了，要是透支的再多一点，主宰就不会在他刚刚恢复一点就马不停蹄地去救爱丽丝。但后来又想想爱丽丝为虫族所做的一切，就更加的难受了。一个标标准准的自己人，安娜能怎么办？打又不能打，骂也不能骂，烦死了。另一边的万族，黑虎和白狐以及其他零散逃出来的万族已经返回所在的区域。由于大首领和万族的大量死亡，他们所在的 C3 区域已经被其他万族盯上了，只是碍于开始定下的规矩，没有动手罢了。人类这边自从姜旺拿到了第2颗核心后，就变得安静和善了很多。赵恒也接到了李天的部队，并获得了 C1 区域的核心，只要等24小时一到就可以开始兑换。而李天也凭借着交易核心获得了 B2 的3把手的位置。此时的赵恒凭借着最开始的积累和名气，还有李天的投靠，一旦兑换赐福后，他将是除了姜旺外整个死神赐福内最强大的势力。甚至这个时期的姜旺也得排在后面，因为虫族大量的死亡和万族不停的骚扰，使姜旺一直无法恢复虫族的巅峰。说吧，你想要什么？赵恒大马金刀的坐在营帐之内，一边吃着手中的苹果，一边对着侧边的李天说道：没别的意思，我就觉得世家的帮世家，总不能让你腿子们得了势，所以就来投靠赵兄弟了。李天站起身，略带恭维的说道。呸！赵恒把嘴里已经嚼得没汁水的苹果皮吐了出来，撇了撇嘴，少放罗圈屁，趁着我这会儿心情好，赶紧说。李天的表情几经变换，最终还是压住心中的火气，对着赵恒说道：赵兄弟，你是知道的，我跟王孙向来关系甚好，可姜旺此行不但主动进攻我，甚至还让王兄弟提前出局。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我要为王兄弟报仇，杀了姜旺！嘎嘣！随着李天说完，整个营帐内只剩下赵恒咬苹果的声音。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姜旺为敌？赵恒语气不变，但眼神开始变得危险。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准备发飙的前提。李天面色不变，不卑不亢地继续说道：姜旺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与赵兄弟为敌？哦，你的意思是，姜旺已经获得了2个核心，正是风头和士气正盛的时候，这局算他赢了，我们不妨再在第2阶段卡他一手，到时候他辛辛苦苦拿的核心都得为我们做嫁衣。只要能拿到姜旺的核心，届时赵兄弟的登顶岂不是手到擒来？到时赵兄弟想要光明正大的迎娶赵姑娘，谁还敢阻拦？李天将内心早想到好的说辞一并说出。第109章大嘴增强版。
赵家其实知道赵恒有点轴，所以专门派了一整个智囊团辅助赵恒。在赵恒和李天谈话之前，他的智囊团就给赵恒交代了，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可以，但千万不能信，也不能对着神舵空间起誓。但此刻，当赵恒听见可以光明正大的迎娶赵娥，智囊团的交代纷纷被抛到了脑后。营帐内，宾客尽欢。赵恒开始幻想他迎娶赵娥的婚宴，李天则幻想姜望在他面前跪着求饶的场景，甚至还要他死得无比痛苦。他要当着姜望的面玩爱丽丝。他在看到爱丽丝的视频的时候，就被这种英姿飒爽但又绝美非凡的女人吸引到无法自拔，恨不得现在就将痣压在胯下。想到此处，李天的腹部升起一阵邪火，恨不得现在就去后宫团把那些娇滴滴的小骚货们就地正法。随着24小时很快的流逝，姜望和赵恒纷纷兑换了赐符。第一区域获得赐符98，所在区域的所有生物造成伤害时有概率造成2至10倍的伤害。通知第一，通知第一。第二区域获得赐符38，增加区域内所有成员在攻击时所造成伤害的10%至30%。通知 B2， 通知 B2。两个核心先后兑换，竟然双双的兑换了2个顶级赐符。我靠，真的是那个98号？这个东西还能兑换出来？姜望这不是起飞了？楼上的不要慌，注意字眼，是有概率，而不是必然。这个概率曾经有人计算过，打出翻倍的概率是5%，而至于是多少倍，我只能告诉你，2倍是98%，剩下的所有倍率加起来只有2%。所以，与其担心这个猜拳赐符，你不如担心 B2 会不会把枪口对准人类区域。毕竟是固定增幅，相当于所有人平白无故提升了一阶。哈哈，也对，猜拳赐福嘛，不要慌。该说姜望运气好还是不好呢？我还是觉得姜望更加的恐怖，2个赐福，况且虽然概率小，但人家虫族多啊。此话一出，原本还幸灾乐祸的公屏出现了将近3秒的宁静。对啊，不要慌，虫族攻击地，你少放屁，10几只围着你打，你看低不低？姜望这边他也有些妈了，刚抽到这个赐福的时候，整个人开心的不行，当让虫族实验的时候，才发现这他妈是什么垃圾赐福。但很快姜望就停下了埋怨，因为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兵种 ADC 大嘴。虫族从来不会埋怨大环境不行，既然是猜拳赐福，那么只要攻击多，攻速快，我不仅能混乱你，我还可以暴击。随即姜望精神开始振奋，亲自着手进行改造大嘴。姜望首先就增加了肾上腺素的压力，使之可以平缓且匀速地增加大嘴的攻速。随后在降低了护甲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了一个毒囊，不但可以增加攻击力，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毒素。在姜望的试验下，赐符中说的造成伤害这个范围那可就广了，甚至毒也算。可能这一下毒只给你造成了10点伤害，但下一秒就可能变成20至100支箭，刺不刺激？甚至姜望已经开始期待重炮的孢子毒物在战场上的发挥。研究的时间一闪而过，为了能够追求完美地契合赐符的兵种，姜望不断地进行实验。2天后，改良版大嘴作用1秒5喷算什么？1秒50喷见过吗？嘴都能突突冒烟。兵种进行大幅度的改良，进化点加1000。姜望看着最终成型的大嘴抿了抿嘴，虽然属性等方面已经接近完美，但这个长相属实有点不敢恭维。为了能够更快更高频率的进行攻击，姜望把原来的1喷头换成了3管加特林，并且可以自由转换方向。并不是姜望不想弄6管，只是3管的更加符合大嘴的各方面的能力。为了能够迅速的补充能量，在其背部不仅有一个专门可以补充能量的空槽，还有一根可直接吸取死去尸体能量的管刺，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引爆背部的能量枪，造成剧烈的爆炸。用安娜的话讲就是，除了丑，其他都非常的好。但虫族是什么？虫族是流氓爱，流氓要什么颜值？大嘴迅速得到了量产。而就在姜望前行发展的时候，外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实力下滑的 C3 区域，第3区域吞并。毕竟人类这边已经获得了3个赐符了， C3 作为门户，没有实力自然也无法保住核心。而赵恒这边也悍然朝着万族发动了突袭，所有的人类也达成了协议，先干万族再说。姜望也是这个成员之一，反正他现在正处于发育期，若是真的要打，那没有发誓的协议还不如厕所的废纸。战火在所有的区域蔓延，而姜望经过短暂的发育，也开始逐渐转换姿态，朝着 C1、C2、D2 开始发起了试探。C1 的区域基本还是人类在把控，当姜望表示他可以接管 C1 并帮他们看屁股的时候， B1 直接让出了大部分区域，留下与他们接壤的区域作为防御，毕竟战线拉得太长，对他们也不太好，还能给姜望做一个顺水人情。但 C2 和 D2 情况就比较诡异了。第110章万族全面进攻，喝退喝退
呵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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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当一个老旧版大嘴和新版大嘴站一起的时候，整体上的差距就显现了出来。在赫拉斯的带领下，虫族开始驱逐万族。起初，万族还组织了大范围的抵抗，并直接发生了一次上亿规模的战斗。但在赐福和大嘴的加持下，虫族可谓是势如破竹，很快便击溃了万族，顺利的拿下了 C2 的一半区域，而第二区域也获得了非常大成果。虫巢内，姜望看着逐渐扩大的疆域，陷入了沉思。忽然，他对着安娜说道：“不对，让赫拉斯撤回来。”此时的虫族虽然获取了胜利，并开始逐步探索，但其实兵力却没有多少。3个地区外派的虫族不超过5亿，而老家也才不到20亿。按理说，万族即便在人员紧缺、战事紧张，也不可能被虫族一碰就碎。甚至那场战役，虫族并没有斩获多少，万族更多的像是一种试探姜望虫族此时的战力。更何况 C2 可以说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进可两面加攻人类，退可回到本土，再谋其他。可就是这样一块进攻桥头堡，虫族仅用1-2亿的兵力就拿下了。事情顺利的让姜望觉得有些诡异。在他的命令下，各地的虫族开始固守原地，甚至退守边界。姜望迅速通过公屏查看其他区域的战役。不止姜望有这种感觉，赵恒那边甚至都快把 B3 打下来了。人类全面压境，不对劲。姜望越想越心慌，直接通过精神种子询问万族最近是否有大规模的调动或者其他异常的事情。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姜望微微思考了后，当即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所有人。我是姜望，在虫族最新的进攻之中，我发现此刻的万族正在全线龟缩。我认为万族可能准备强行吃下某个区域或者全线进攻。我建议各区域按照情况进行固守防御和或者退守。如果可以 ，B1、B2 区域可以向 C1、C2 区域分派些兵力，以防万族强行包围。他直接在公屏之上发出了他的猜测。毕竟，如果真的与他的猜测一样的话，那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且根据他的猜测，若是他是万族的总指挥，那么一定会切断 C1、C2， 不仅可以两面进攻已经迈出边界的 B2， 也可以强行吃下姜望，获得2个赐福1个核心，稳赚不赔。姜望越想越觉得可能，此时的爱丽丝还在昏迷，若是……随即他直接开启了战争模式，而公屏之上也因为姜望的发言开始了激烈的讨论。证据呢？我们区域马上就可以打下 B3 的核心了，你要我们此时退守，那死去的兄弟怎么办？咋了？我们可不像你，只能打下自己人的核心，获得赐福。其实我觉得姜望说的有道理啊，万族的情况确实有点诡异了。你当然觉得有道理，你又不临近万族。嘿，卧槽，我们是没出人还是咋的？姜望看着公屏的样子，摇了摇头。人类内斗惯了，谁都不信谁是常态，人生在世，唯有自救。一方面回撤大量的虫族，一方面将大量的基因点投入到自身。毕竟爱丽丝昏迷了，一旦出现特殊事件，连个能打的人都没有。随着基因点的大量加持，白银3阶、白银4阶、白银6阶，接近40万的进化点只够姜望提升4阶，均下来10万1阶。但基因点虽然贵了点，但却有一点好，只要你进化点够，不仅保质保量，还无忧售后。只要你是通过进化点提升的，基本就是这个阶段的大圆满。但是越往上升要的进化点越多，比如现在要晋升7阶，姜望至少得需要13万的进化点。他不敢想以后要是仅剩到黄金、铂金乃至钻石大师的时候需要多少。看着辛辛苦苦积攒的进化点迅速消失，姜望既心痛又快乐，就好像你辛辛苦苦积攒的原石干出来一个满命。姜望的心意一动，虫巢某处的空气就发出了一声剧烈的爆炸，这是姜望用精神力强行压缩的原因，并且经过不断的实验，无论是速度还是体力都大幅度的提升。感受着身体中澎湃的力量，姜望心中的不安渐渐的平缓。毕竟即使万族真的攻来，他大不了带着2女1狗跑路。而且随着姜望实力的晋升，虫族的新产出的兵种也有所变强。扫了眼仅剩1万多的进化点，索性直接投给了大嘴。另一边的赵恒甚至已经亲自赶赴前线，只因此时 B3 的核心已经近在眼前。虽然他的智囊团都非常反对他亲自上前线，但是轴劲上来的他根本听不下去任何人的劝阻，一路从 B3 的中部地区追到边界，凭借着不俗的实力，一路上神挡杀神。此时的赵恒看着张开翅膀不断鸣叫威慑自己的黑线金雕，冷哼一声，一阵刀光闪过，黑线金雕的2个翅膀应声断落，平滑的切面，喷涌的鲜血。救！失去双翼的金雕痛苦的啼叫，原本锐利的鹰眼之中满是痛苦。飞呀！你怎么不飞了？你不是很能飞吗？赵恒一脸得意。听见赵恒的话，金雕的眼中更加的愤恨。
因为死亡赐福的限制，导致他根本无法飞到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可即使如此，凭借着超快的移动速度，他依旧溜得人类团团转。但没想到赵恒竟然花费巨大的代价，直接传送了数十支小队进行拦截，而他也不慎中招，落到这个下场。但金雕挣扎的抬眼看着面前的人类，奋力的提血鸣叫救！但这次赵恒等人还没来得及嘲笑，不远处纷纷传来的回应：救！救！好！铺天盖地的飞行万族从天边飞来，而远方的大地上也传来了阵阵的嘶吼声。地上不断被震起的小石子，足以说明数量之庞大。当赵恒再次回头看向金雕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狠辣与得意。这是他用命拖来的战局，也是他用命为万族做出的最后贡献。救！黑线金雕当场自尽，金色的喙已经被鲜血侵染。看着没了生息的金雕，赵恒只能让人拿了核心，快速撤退。虽然万族大部分的时候是无情的，是残忍的，是阶级之上的，但并不妨碍这个种族会涌现出甘愿为种族牺牲的异兽。正如人类是大多数虚伪且卑劣的种族，但从不影响英雄的诞生。赵恒等人甚至还没有回到大部队，就被万族的快速部队所拦截。但即使他们回到了大部队，也没有什么用。此时的 B3 乃至 B2 区域都已经遍地狼烟，万族潜伏在地底，潜伏在所有能潜伏的地方设下的埋伏，甚至整个人类战线都遭到了万族的剧烈冲击。C2 区域，万族在撕裂防线之后长驱直入。A2 边境告急，速来支援。B2、B3 区域发现大量万族，请求支援。C2 防线已经被撕破了，这是万族的阴谋，是全面战争。诸君，兴亡成败在此一举。各个区域的告急也充分表明了万族此次的进攻力度。此次万族的大规模龟缩，其实就是让各个区域的一把手相互立下了誓言。没有后顾之忧的万族不断的收缩，并沿途留下埋伏之后，就开始等待时机。本来这个时机是姜望，只要姜望拿下了 C2、D2，万族就是直接发起总攻，其他区域牵制人类，剩下的区域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接拿下姜望。届时，所有的人类都将受到万族的包围，并排挤到脚里。可没想到，姜望如此的谨慎，不止没有拿下 C2、D2，甚至还后撤固守。但好在天无王寿之路，在黑线金雕的牺牲之下，他们成功的引诱到人类进入 B3 区域，包围已经形成。这次即便无法将人类全部消灭，至少也能打没人类一半的力量。到时候进入第二阶段，就会成为万族的天下。而此刻的黑虎刚刚得知上层发布的命令，即便他第一时间发给姜望，但也为时已晚。虫巢内，姜望站在爱丽丝身边，手背轻轻地划过爱丽丝的脸庞。你从来不是工具，我也绝对不会舍弃你。这次换我来守护虫巢了。就在姜望扭头转身之际，爱丽丝的睫毛忽然有个微不可察的颤抖。第111章，姜望亲征。此时的万族已经全线压境，甚至 C2、D2 已经被攻破，并开始朝着 C1 进攻，意图切断姜望与其他人类区域之间的联系。姜望，你我联手固守 C1。B1 区域的负责人直接给发送了私信。姜望没有犹豫，立刻就选择了同意。毕竟一旦让万族拿下 C1，姜望将承受3个方向的压力。此时赫拉斯的所在的第一边境已经遭遇了少量万族侦察部队，各个隐藏起来的虫巢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兵。而此时 B3 区域被阴了一把的赵恒浑身泛着血红色的光芒，宛如杀神一般。凭借着刀系领主和家传的刀法等多重 buff 之下，竟没有一支万族是他的一合之敌。杀！一人一刀，生生在万族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而赵恒身边的亲卫也迅速跟上，竟然组成了由赵恒为先锋的剑士阵型。甚至在剑士阵型的中央，还有一名男子浑身散发着蓝色的荧光，为周围的人提供各种增益，并结成了阵法。一时间，在万族的重重包围下，竟拿赵恒无可奈何。还有多久？赵恒一刀将埋伏在草地之下的毒蛇斩断，对着周围的人喊道：最多半个小时。11已经带人突围了。在智囊团的安排下，此时的 B2 已经准备全线开进 B3， 反正不是要打吗？大不了把 B2 让出来，给后面的区域和自己提供一点战略纵深，也可以保住 B3 区域的大部队不会受到万族的包饺子。由于赵恒对智囊团的信任，几乎是方案出来的瞬间，他就直接通过，并由智囊团的进行实施。说赵恒是目前最强大的人类区域，并非妄言。凭借着他在神斗空间积累出来的名号和其重情重义的性格，直接在他手底下汇聚了最多的人才和强者。此时的万族原本进攻的包围的策略，竟然被 B2 留守的人员生生撕出来了一个口子。其余区域的人也非常默契地配合了起来，朝着 B2 区域开始汇合。与其被逐个击破，不如在一处战场上获得优势并逐步扩大。
而因为 B2 区域的主动出击，万族的应对方法则是强行吃掉 B2、B3 所有的人，这样就可以顺势击穿人类的整条核心防线。但他们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若是无法拿下 B2、B3，那么姜旺身上的那些赐福就成了破局的关键点。姜旺趁着合围还没有完成，朝着 C1 靠拢。赵恒智囊团的成员忍不住直接在公屏开始朝着姜旺喊话。没用了， C1 此时至少有5亿的万族部队。看到信息的姜旺当即回复道，并非是他是个孤狼，觉得自己非常行。就在 B2 宣布全部朝着 B3 进发的时候，姜旺就觉得自己危了。C1 的驻守部队直接朝着 B1 进发，并与之联手，可还没有奔袭多远，就被 C2 奔袭的万族部队所拦截。最开始的万族部队在双方的联手之下尚且能够压制，但随着越来越多万族前来支援，即使是双方的联手之下也难以对抗。这样的情况，别说姜旺非常的难受， B1 都不敢轻举妄动。我尽量坚持，如果你们能够牵制足够多的万族，那还有机会。局面已经形成，在双方凶狠且快速的博弈之下，姜旺即使带领全部的虫子冲击 C1， 也很有可能冲不过去，甚至有可能被万族一波推掉。姜旺，我建议你率领虫族全部冲击，只要即使虫族全部死光，那在所有人类的帮助下，你依旧可以快速崛起。智囊团的成员很快就看到了关键点。虫巢内，姜旺看着公屏不置可否。确实，只要全线冲击，他确实有能力带着2女1狗进入人类区域。但是虫族呢？没有虫族的虫族主宰算什么主宰？到时候谁又能保证姜旺不会被人类背叛，当场斩杀？毕竟现在在万族的压力之下，大家都是盟友。可一旦万族再玩一手全线龟缩，谁又能保障还没有发育起来的姜旺不会被其他的人类区域蚕食？要知道，带上姜旺自身的核心，足足3个赐福，谁一旦获得，那将是颇天的优势。当姜旺选择不回复的时候，智囊团就知道姜旺也想到了弊端，也选择了拒绝。于是公屏的谩骂就从没有停过。姜旺，不说其他，你好歹是个人，难道你非要死在万族的手里，让万族给你陪葬？大哥，算你行行好，兄弟们杀出去迎接你行不行？你是真该死啊！姜旺关闭公屏，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朗了。此时的姜旺站在虫巢内，目光平静，不断的思考着虫族的未来应该怎样才能走下去。到现在这个程度，虫族唯有一战了，胜了，主动权就全在自己手里，败了，万事皆休。但无论是攻坚战还是埋伏，此时的虫族都已经没有这个实力再继续的坚守下去。安娜站在姜旺的身后，看着这个一次次带领虫族走向胜利的男人，第一次觉得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宰有一点可怜。甚至虫巢外所有的虫族都感受到了安娜的情绪和虫族的危机。姜旺负手而立，无论怎么想，他想不到虫族的未来。良久之后，他忽然想起了曾经说过的话，念过的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忽然整个人的气势猛然转变。如果说之前的姜旺是一块温润的玉石，那么此时可姜旺就是一把准备出鞘的宝剑，锋芒毕露。姜旺缓步走出虫巢，凌空而立，而在他的脚下是已经集结完成的虫族。所有的虫族开始不安的躁动，甚至发出急切的嘶吼：他妈的，干了！轰！没有其他语言，姜旺朝着第2破空而去，而虫巢也拔地而起，被虫群携带着，紧随着姜旺朝着远方进发。寒风从身边呼啸而过，其实他依旧没有想到虫族怎么安然在这场战争中走向胜利，所以他也不想了。在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姜旺选择了任性一回，披甲挂帅，他要亲自带领虫族出征，即使虫族要败，他也要带领虫族打下宏伟的战役，即使要落幕，他也要万族崩碎，一口牙齿。第112章，我特么头呢！此时的赫拉斯在姜旺的命令之下，放弃了最开始的埋伏，不顾一切的开始朝着第2奔袭。既然万族能包围，能移动，那姜旺就让万族看看什么叫做坦克指挥车，边打边指挥。姜旺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他的身后就空无一物。当他到达第1与第2的边界处的时候，一支万族部队正在跟虫族进行厮杀。他从这局部战场直接飞过，庞大的精神力精准的将万族全部碾碎。随着姜旺的继续深入，很快他就再次遇见了数支万族部队。姜旺犹如天空中捕猎的游隼，当他以极快的速度划过万族部队的上空的时候，数朵爆炸的雪花就是他来过的证明。此时的姜旺在进化的到6阶之后，几乎可以算是整个死神赐福内的最强者之一。凭借着绝对均衡和绝对毁灭，可以说只要姜旺想跑，至少在这个神斗空间之内，没有什么生物能够拦下他。当万族的首领死亡之后，所剩下的全部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万族。这个万族部队宛如摸不到脑袋的蚂蚁，开始变得仓皇无措，并迅速被后面赶来的虫族一波收掉。真摸不着头脑。
而姜旺的大面积斩首迅速让万族开始变得拘谨了起来。一方面是被人类牵制了大量的人手，无法的组织有效的拦截；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形成有效的包围，所有能够移动的兵力几乎都处在 C1、C2 附近，扑了空不说，还无法迅速抽调兵力进行堵截。姜旺这波指挥车带头冲锋的举动，就宛如犀牛打蛋蛋，唯一的破绽被打了，简称屌爆了。虫族宛如长龙一般，在姜旺的迅速的开路的情况下，直接撕开了第2区域的防御，并朝着第3进发。万族迅速组织人手，原本被散开的万族部队迅速集结。可刚刚完成数亿规模的集结，姜旺就杀至眼前。没有任何一个首领是姜旺的一合之敌，甚至一名白银9阶的披甲毒蜥，在姜旺3拳之下惨死当场。并且姜旺的精神力全面笼罩，这让隐藏在万族之中的首领享受到了点杀的尊贵体验。好！随着一个白银7阶的临死怒吼，所有能够指挥大规模战斗的首领四散逃开，这可让数千万的万族迷茫了。我他妈投呢？别说万族懵逼了，此时的虫族也懵逼了。以前的两军对战，各种武器攻击齐出，埋伏与反埋伏，平原对冲，山野伏击，各种各样的花招武器应接不暇。现在的两军对战，主宰带队冲锋，虫巢紧随其后，周围的部队负责收尾。而万族表示，我他妈投呢？但虫巢内的安娜却知道，这一切并不像看着的那么简单。万族虽然面对姜旺这种强势斩首有些棘手，但并非就表示万族的首领就是待宰的羔羊。毕竟在过往的万族战役之中，首领冲锋也是常事，这也说明了一般情况下，指挥级别高的万族往往也是那一批最强大的。并且姜旺的斩首也不是两军对垒，双方主将出来单挑，姜旺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冲阵。万军之中，凭借强大的实力斩杀首领，一次两次还好，但姜旺赤手空拳从第1打到第3东路，这跟那曾经手持西瓜刀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的哪一位，从让人震惊的程度上来说，不遑多让。此时的姜旺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力都受到了不小的损耗，甚至衣服也有些破烂，但他不能停。留在 C1 区域的检测系统已经检测到万族已经进入了 C1， 朝着他追来。虫族这边，由于万族已经没有了大规模的指挥首领，单凭借着一股一股的小首领指挥反抗，根本无法有效抵抗已经陷入疯狂的虫族。而攻锋也紧跟其后，无论是虫族还是万族的尸体，都会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搬运，并交由军毯迅速吸收。吸收不掉的，则会由地铁原地在地下数百米的环境建造隐藏虫巢，并自行发展，大规模的开枝散叶，以保证虫族的兵力。并且核心还不在姜旺的身上，姜旺会从那个角度出现，以何种力度冲击，万族根本不知道。黑老鬼还被地铁拖着在地下瞎跑，混绕视听。此时的万族已经被姜旺一顿王八组合拳给干麻了。第3的万族全面朝着第4退后，并严阵以待。C3 的万族也开始从前线抽调兵力进行，朝着第3杀去。好，刷，推。此时的姜旺矗立在万族军阵之上，不断的喘着粗气，而他的手中还掐着一只刚刚断了气的嗜血狮鹫。这是这个军阵最后一个能够指挥大规模战斗的万族。而在他随着嗜血狮鹫的死亡，有的首领选择逃跑，而有的首领选择血战。不久之后，嘶吼声渐渐的减弱，不断蔓延的血腥味，万族被冲散的阵型再次宣告了虫族的胜利。攻锋不断的打扫着战场，而所有的战斗虫族不时的仰望天空，寻找着他们至高无上的身影。此时的姜旺矗立在空中，并是不再享受寒风凛冽的独孤求败，而是通过提取万族首领的记忆，不断分析万族接下来布局之中的薄弱点。主宰，继续进攻第4覆灭的风险高达 79%， 我建议推手第2，进攻 C2 打一波回马枪。虫巢内，安娜根据姜旺的指示不断做出推演。不行，后面的万族已经快要穿过第1了，一旦陷入了包围之中，即便姜旺再能打，面对数十亿的万族的包围，他也无能为力。周身不断刮过的寒风让姜旺的脑袋前所未有的清醒。进不行，退不妥，那只能正面刚了。姜旺选择朝着 C3 区域进攻，毕竟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根据阵亡首领的记忆， C3 能够支援的第3的兵力不足5亿，而 C3 的固有部队也仅剩3亿，只要能够将支援的5亿埋伏并吃掉，那虫族就会再续一波命。第113章白狐献策。另一边的正在指挥作战的众多万族首领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场景。因为对姜旺虫族的固有印象，他们想过虫族再次忽然变强击退万族，或者人类前来接应。为了应对这些场面，他们调集了大量的兵力进行包围和埋伏。但他妈谁能想到姜旺竟然带着虫巢跑了，并且因为姜旺自身强大的实力，接二连三的斩首行动，也让他们再一次的把姜旺的危险程度提高。要不暂缓对 B2、B3 的进攻，优先击杀姜旺。一个青面獠牙的首领开口说道。
那如果万一人类借机反攻呢？保护核心还是围杀人类？另一个首领开口反驳道。因为万族的特殊性，大首领之间互相起事，那基本就可以保证相互不会出手。而万族也因为这个特性，直接将核心汇聚在一个区域，并且各方还会派遣一些高端战力进行保护，这样既可以保证不会有人对着同族悍然出手，也可以更大程度的调动兵力。这个集中汇聚核心的区域是 B4， 所以这才有了姜望突然袭杀，让众多的万族手忙脚乱。而这也是姜望临时转向的原因。如果姜望悍然冲进 B4， 虽然会直接打乱万族的部署，但虫族也离死不远了，甚至姜望也会一个不慎惨死当场。那你说怎么办？动用大量的兵力，容易让人类找到反击的时机，可如果不杀姜望，所有的首领陷入了沉思，毕竟一旦核心有失，那可不是一个两个那么简单了，足足7个核心，谁也不敢贸然的说出自己的意见。加大进攻 B2、B3， 放缓对姜望的追杀，前去支援的部队如果没有遇到姜望，就汇聚到 B4， 加大防御力度。忽然一只浑身不停冒着黑色火焰的猩猩开口说道，而他的话也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万族首领。其实大家邀请他来，纯粹是尊重他的实力和身份，并没有人真的期待他出谋划策。但魔焰星说的方法，仔细思考后却是目前的最优解，既能保住核心，又能继续保持战略进攻。魔焰星看着周围首领震惊的目光，内心不由得开始得意。老黑，说说吧，谁给你出谋划策的？青面獠牙的蛮牛根本不信老黑有这个脑子，当即问出了其他首领最关心的问题。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看不起俺？魔焰星当即怒目圆睁，铜铃大的眼睛和身上忽然升腾起的魔焰，仿佛蛮牛真的冤枉了他。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吧，谁给你幕后当参谋呢？当实力最强的4头狮王开口的时候，魔焰星才撇了撇嘴开口道，就是俺手底下有个从雷鬼那儿投靠过来的白狐，俺看他聪明也是上足，就顺嘴问了一句，就算不是俺的主意，但也是俺慧眼识时石兽。对，石兽。说到最后，魔焰星边肯定自己边说道。得到想要答案后，众位首领一致表决通过了魔焰星的提议。在会议的末尾，各首领再次确定了分工之后，就各自散开。可散开后，4头狮王不但没有回到自己的部队，甚至亲自跑到魔焰星手底下招揽白狐。你可愿为我效力？一个是威风凛凛的狮王，一个是名不经传的弱小白狐。这一幕让周围的雌性异兽极度的想要原地生孩子，让魔焰星恨的准备出手跟狮王大战300回合。回狮王，奴家在那儿都是为万族效力，况且魔焰王对奴家有知遇之恩。就在魔焰星准备出手的时候，白狐说出了让他感动到快要流泪捶胸的话语，而白狐的话也增加了魔焰星的底气，毕竟看周围的雌性万族就知道狮王多么的受欢迎。好，臭不要脸的，别以为你强，长得帅俺就怕你，再挖俺的人俺就锤死你。听着魔焰星的怒吼，4头狮王深深的看了白狐一眼，便讪讪离去。看着狮王离去的背影，白狐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但魔焰星却畅快至极。小白狐，你以后就是俺的人了，有俺一口汤喝，就有你一口肉吃。反正就是跟俺混，你不亏。魔焰星挠着头瓮声瓮气道。而白狐和黑狐也顺利改换门庭，并走进了高层的眼中。赵恒这边凭借着强大个人实力和不俗的战阵，他成功的撑到了大部队前来接应，并兑换了赐福54号，增加了所在区域的10%的移动速度，还在姜望突袭的这3天之中，牢牢的阻击住了万族的步伐。姜望还没死？赵恒有些不可置信看着周围智囊团，如果没有猜错，他确实还没死。一个青面书生站出来说道，这是赵家花巨大代价培养的稀有类型领主，文系领主，而其强大的精神力和出色的智力确实也让赵恒少吃了很多亏。如果说他最听的赵小娥，那么他最佩服也是第二听的就是面前这位李青山。那不能啊，你们先前还说他死定了。李青山面色一凝，有些尴尬的说道，先前是先前，我们也没想到他有魄力带着整个虫巢跟他冒险。虽然姜望并没有在公屏上披露出他的作战路线和方法，但不妨碍智囊团推演出姜望的大致行动。况且也只有姜望值逼第4区域才会让万族这么慌张，但姜望这次应该是真的死定了。无论他是进攻第4搏一搏，还是进攻其他区域，此时的万族应该已经派遣兵力朝他杀去了，绝无再度生还的可能。看着李青山严肃认真的表情，赵恒也变得认真了起来。那你说吧，反正俺一贯听你的。李青山深深地看了赵恒一眼，一个谋士最希望的是什么？是一个对他无比信任的主子。他将感动深藏在心，坚定地对着赵恒说道：退兵。赵恒一愣，不应该啊，万族抽调兵力，咱们不应该进攻吗？但长久以来的信任让赵恒想就没想的答应了下来。先答应再说，原因随后再问。由于姜望的原因，
万族暂时放缓了进攻，这让赵恒部队撤退的格外轻松。青山，为啥啊？你看万族这个松散劲，搂他啊！混点杀戮值，第2阶段也好打呀。听着赵恒的疑问，李青山缓缓说道：“就是因为松散才要撤。你现在能被所有人称赞为人类的统领，不是因为你强，是你顶在最前面，减少了他们的牺牲。以前是没办法，为了救你，只能全线压境。现在这么好的撤退时机，再不走就没机会了。而且，一旦万族拿下姜望，你以为他们能不拿咱们开刀？到时候赐福一旦到位，即便咱们即使再强，也只能固守，而且损失肯定巨大。等其他区域被攻下，所有人进入第2阶段，咱们拿什么跟万族争？”听着李青山的回答，赵恒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但为了增加自己的颜面，还得装作原来是这样的表情。看着赵恒的表情，李青山微微一笑，人傻点没关系，听劝就行。此时另一边的姜望已经开始朝着 C3 进发。第114章以身为饵。第3区域，姜望看着面前一脸严肃的安娜，有些无奈。安娜，你听我说，你们先走，我以一个人更好走。我不听。安娜的眼睛蓄满了泪水，满脸的倔强。而在两人的脚下，无数的虫族匍匐在地，赫拉斯更是深埋头颅，锋利的连刃插在土地之中，浑身颤抖。听话！眼看软的不行，将忽然转变态度，怒声呵斥。听见姜望的怒喝，安娜浑身一抖，但她依旧紧咬嘴唇，倔强地张开双臂，阻止姜望的行动。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脸庞滑落，然后又在风中吹向远方。看着安娜倔强的小脸，姜望差一点就绷不住了。虫族一路走来，虽然由姜望打头，避免了许多的牺牲，但各路围追堵剿的万族依旧让虫族陷入了巨大的减员之中。原本紧跟虫巢的20多亿虫族已经锐减至13亿，前有将近5亿的万族支援，后有数亿的万族部队追赶，虫族已经不足以继续开启大规模的战役了，或者说，即便打赢了，也会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所以，姜望推翻了原本的埋伏的策略，准备以自己为饵，一人去吸引那5亿支援，其余万族则再通过其他方式迅速通过第3进入 C3， 吃下哪里的3亿的万族，再反手设下埋伏，整局棋就被盘活了。届时虫族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乃至根据其他区域遗留的虫巢，虫族也会回一口气。他本来是想欺骗安娜，让她直接带着虫族离开，但与他心念想通的安娜，第一次慌不择路的从虫巢内冲出来，并站在姜望的面前阻拦。听话，带着虫族活下去。姜望强行绷住脸，朝着安娜喝道：“不行，主宰活下去的记录不超过 16%， 天赋不会骗人。”安娜泪眼婆娑的对着姜望喊道，嘶哑的声音让姜望心中一颤。姜望一咬牙，继续冷着脸说道：“我不会死，执行命令。”深邃的眼眸仿佛有某种魔力，这是姜望第一次动用主宰的能力，强行要求安娜执行命令。可当他的从安娜的身边快速穿过，他的手微微一颤，他想要再摸一次安娜的头，但最终还是放了下来。他其实也怕自己真的死了，但没办法。此时的虫族就好像在深山老林之中的猎人，好不容易在绝境之中找到了一条活路，但这条活路前面是一头凶悍的恶虎，身后是嗜血的群狼。他无论与哪一个对拼，凭借着不要命的打法，他都能换掉一个。但然后呢？至于退出游戏，那对手就会从凶狠的虎狼变成荷枪实弹的黑帮。当他踏进这个修罗场后，一切都不由得他去选了。激情与热血退去，他总得为虫族选一条活路。所以姜望选择了对虫族最有利的方案。寒风吹过眼眸，泛红的眼睛是被风沙吹拂的原因。在姜望强硬的命令之下，虫族迅速开始执行姜望的战略。安娜也收起了懦弱的眼泪，深紫色的眼眸变得毫无感情。因为虫族的羸弱，才让主宰选择了九死一生的道路。这个情绪由安娜传递到整个虫族，所有的虫族缓缓地抬起来头，沉默、肃穆、冷静、疯狂。杀杀杀！所有的虫族开始移动，整个虫族的气势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变化。在姜望刻意的寻找之下，仅仅1天的时间，他就找到了万族的侦察部队。没有任何隐藏，姜望直接出现在万族面前，甚至给了他们给大部队传送消息的时间。随着小队的覆灭，另一边的万族大部队已经收到了侦察部队临死前传出的信息，并迅速驻足展开阵型。所有的首领级别的万族都已经刻意疏远、隐藏，并让整个部队展开。这是对姜望最基本的尊重。数亿的部队为一个人而严阵以待。随着几支部队脱离大部队，朝着姜望的附近进行探查和寻找虫族，但很快，这些派出去的万族很快都传回遇到姜望袭击之后就杳无音信了。时间一分一秒的溜走，
万族阵营之中的首领大气都不敢喘，只能不断的派出队伍，并开始逐步的向前压境。而姜旺这边也不断的拖延时间，直到万族耐心消失，开始不顾一切的发起奔袭的时候，姜旺的身形在万族阵营之前显现。他的身前是望不到尽头的万族，他的身后是所有万族部队派出的并已经没有声息的队伍。猩红鲜血铸就了一条血红色的道路，滔天的煞气，铺天盖地的压力，庞大的精神力，甚至扭曲了周围的空间。好！一只靠近姜旺的万族承受不住压力，发出一声怒吼，仿佛声音大就可以无视此时姜旺恐怖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万族吼叫，数亿万族齐鸣，甚至让周身的一切都为之震动。两股庞大的气势在天空之上开始对抗，而姜旺也从开始的面无表情逐渐有点绷不住。当吼叫接近尾声，姜旺止不住的煽动面前的空气。干啊！你们万族都不刷牙的是吗？当姜旺话音刚落，他就不由得被自己逗笑了。阿姜旺啊，这他妈是什么地狱笑话？他就这样一边嘲笑着自己，一边向万族发起了冲锋。由于不停的赶路和为虫族猎杀障碍，此时的他虽已疲惫至极，但也畅快至极。姜旺的身形一闪而逝，下一刻就带着泼天的压力来到一名首领的上方。棒！宛如无形的手掌从空中拍下，那名首领仅仅坚持了一个呼吸，就被瞬间压成了肉糜。这场没有任何人类关注的战役，血腥开场了。而姜旺的内心也在这样的战斗中不断明悟。自从当了虫族的主宰以来，都是虫族在前誓死拼杀，只要是他的命令，即便是死地也一往无前。他冲进万族阵地之中，不停的左右冲杀，无数的虫族在他的命令之下死亡，又在虫巢内新生。姜旺也从原来稚嫩的领主，从原来那个内心挣扎的领主逐渐转变。随着对手的一次比一次的强大，虫族也从原来的碾压的姿态转换为用命去堆砌胜利。BAM！ 血花四溅，姜旺徒手直接将隐藏在万族阵营之中的首领捏碎。一时间，周围的万族莫不是被姜旺冲天的煞气惊得不敢上前。黑色深邃的眼眸不断扫视着周围将他重重包围的万族，甚至有时候连用虫族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因为位高权重之人的嫉妒而被各种暗杀，因为异界人的身份而被排斥。姜旺的精神力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核心镜下快速转变。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被标好价码，他不确定李雪怡是否也是看中了他的潜力才会如此偏袒他，但他可以肯定的是，星联乃至联合会，只要价码足够，他一样会被出卖。即使他什么都没做，但他从未觉得孤独。好！万族再次发起了无谓的冲锋，而姜旺却从领主空间拿出一根爱丽丝曾经使用过的长枪，尽管他用的不太熟练，爱丽丝为他血战至昏迷。噗呲！长枪一个抡圆，不论是枪头划过的还是棍棒抡到的，皆暴毙当场。虫族为他牺牲何止百亿，安娜为他肝脑涂地。此时已经迂回绕后的安娜和虫族皆是感受到了姜旺此刻的心境。二哈也在变强后，不停凭借超快的速度被他送去执行各种危险的任务。正在带着黑老鬼溜万族的二哈微微歪头，谁在想爸爸？而他也仅仅想带着这些人活下去而已。此时万族之中，姜旺所在的位置被越来越多的万族所包围，逐渐形成一个硕大由各种各样的万族组成的肉球。肉球内，姜旺的长枪已然折断，但他好像陷入一种玄妙的状态，仅仅依靠着身体的本能奋力抵抗。精神空间内，随着精神力之中的黑色逐渐扩大，直至跟乳白色精神力分庭抗争，姜旺的气势已经达到了巅峰。第115章，姜旺你他妈真该死啊！白银6阶圆满，白银6阶大圆满，白银6阶超级大圆满。不得不说，进化点确实是一个极其严苛和严谨的。你只要没有进化点，别说你领悟了什么样的武道法则或者心境，就算你领悟的宇宙之间至高无上的大道，你该是尘埃你还是尘埃。但数值这方面就不归进化点来管了。姜旺每次气势的拔升，那数值的滚动的速度，就像你去加98的油时，金额那一栏蹭蹭上涨一样，甚至更快。4万、4万5千、5万、5万5千、6万，数值最终定格在7万的附近。黑色与乳白色的精神力也在这不断上涨的精神力之中互相争斗，互相厮杀，但谁也奈何不了谁。不断暴动的精神力，仅仅一个余波就可以让周围的万族当场身死。此时的姜旺就是跳动的心脏一般，震荡的精神余波不断地将周围的一切生物击杀。万族用尽手段也无法对被庞大精神力包围的姜旺造成伤害，而姜旺也陷入了玄妙的状态，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基因点的宇宙，但下一秒他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尽黑暗寂静的空间。
他的精神力仿佛超脱了这个宇宙，然后他的视线被无限制的拔高。当他跳出这方空间的时候，江望面前好像忽然出现了一个人，或者说巨人，因为他实在太大了，大到江望宛如蝼蚁一般抬头仰视，却看不到顶。咦！一声轻疑让江望精神力都险些崩溃，但下一秒，宛如洪钟般的声音在江望的脑海中响起：相逢是缘，但你太弱了，无法继承我的衣钵，去吧，回到你自己的世界，珍惜最后的时光吧。就像被弹了一个脑瓜崩，江望的精神力又快速穿越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另一边，当江望强行命令安娜带着虫族绕开战场的时候，安娜乃至整个虫族都完美的执行了他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绕开战场。但命令完成，安娜再次接管了指挥，而他的没有任何犹豫就下达了新的命令：回头。这个与江望截然相反的命令甚至得到了更高效的执行速度，所有的虫族以最快的速度掉头并奔赴主宰所在的战场。这个固执的小姑娘抛弃了最有安全感的虫巢，用着并不熟悉的精神力，磕磕绊绊地朝着江望所在的位置奔跑，摔倒，继续奔跑。她并不适应虫巢之外的地面，但她却没有停止固执的行为。豌豆大的眼泪不断地从眼眶涌出，泪水模糊了视线，但安娜此刻只痛恨自己的无能。小安娜，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安娜紧咬的嘴唇渗出鲜血，她不断给予自己鼓励，就像江望曾经给予她鼓励那样。因为江望精神的游离，安娜此刻已经感受不到了江望的精神力，所有的虫族都感受不到江望的精神力了。他的眼前仿佛又浮现了初次与主宰见面的场面，主宰害羞的神情仿佛还在昨日。滴答，鲜血顺着嘴唇滴落，安娜狠狠擦去自己的眼泪，奋力地站起身。她不愿相信。安娜，你可以的。被沙粒划破的衣衫和白皙的脚不断地渗出鲜血，她不断地奔跑，她奋力地指挥精神力，她摇摇晃晃被精神力托起，朝着江望所在的方向飞去。他不相信，他不相信，那个带着虫族一次次走向胜利的主宰会在这种情况下死去。他不相信，他不信。被抛弃的虫巢内，营养池迅速干枯并皲裂。爱丽丝强行终止了进化，滔天的气势甚至直接贯穿了虫巢顶部。爱丽丝仿佛做了一个冗长的梦，在梦里，她是杀人机器，是实验品1号，是帝国的未来，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武器。她没有任何感情和温暖。他重复在这样的梦中轮回，杀戮成为了家常便饭，战斗、受伤、修复，甚至死亡都没有关系。他的意识会上传并储存在每一个载体之中，他的一切仿佛都是灰暗的。他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世界，直到一张大手撕破了这样的世界。猩红的手指在他头上的点缀，那是无条件的信任；千里奔波，那毫无后顾之忧的关怀；沉睡时，那划过脸颊的温暖手指。他感觉自己不再是工具，他有了温暖的怀抱。他有了不会将他抛弃的人，他有了想要倾尽全力，甚至生死都要保护的人。但当虫族的悲壮透过重重梦境唤醒他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发誓要死，也要死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已经没有了精神波动。他杀光了梦境的所有人，包括他的造物主。他要杀光所有人，所有的一切。煞气冲天起，整个神斗空间所有的强者都感受到了这来自深渊般的杀气。爱丽丝摇摇晃晃地走出营养池，此时她的身体不断开裂又不断修复，但他都毫不在意。啊！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虫巢，没有主人的虫巢瞬间承受不住，炸裂开来。轰！爱丽丝宛如流星一般冲向主宰精神力消失的地方。随着两大女王的疯狂，整个虫族有了一条新的命令：若主宰身死，所有虫族跟人类万族不死不休，哪怕拼至最后一个跳虫、最后一个工蜂，也要将这方空间、这个星系乃至整个宇宙屠戮殆尽。所有的生物都要给主宰陪葬。若主宰无恙，所有虫族皆可死，包括他，虫族女王安娜和虫族杀神爱丽丝。所有虫族在这一刻仿佛拥有了统一的灵魂，他们沉默的奔袭，他们汹涌的怒火，他们无声的疯狂。赫拉斯一马当先，深紫色的复眼折射出虫族无尽的怒火。第116章，哦豁！当江望再次回到自己躯体的时候，他的精神力已经逐步恢复到了平静均衡的状态。他看着宛如太极图一般的精神空间，陷入了沉思。可以说，他的精神空间跟太极图只差了2个点，2个至关重要的点。但当下并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此时江望的周围1000米之内再无任何活物，如果能从上空俯视，就会发现江望的脚底下正是他精神空间的太极图。随着江望的醒来和震荡的精神力消散，万族再次发动了攻击。好！在最强首领的一声令下，无论是首领还是普通异兽，都朝着江望发起了冲锋。那名首领已经感受到了江望那强大到让人窒息的威胁感，
他直接向所有的万族下达了不死不休的命令，哪怕拼光了所有的万族。但此时已经状态全满的姜旺已经可以轻松脱身。就在他回身之际，忽然扭头看向远方，不由得轻声呢喃了一句：“这妮子！”他已经感受到了虫族正在朝着这边急速奔来，虽然心中有些生气，但事已至此，那就只能打下去。正好他可以试试此刻的自己有多强。看着天上地下不断向自己发起进攻的万族，他的气势也开始不断的拔高起来。深邃的眼眸久违的出现了一抹战意。杀！宛如磨盘一样的黑白精神力不断的碾压着实力较低的万族，而那些能够抵抗精神力的则会被姜旺特殊招呼。如果说之前的姜旺，万族可以凭借数量将其包围堆死，但现在的姜旺就是强大到令人绝望的实力，精准到微米的掌控力。另一边的虫族在姜旺精神力回归的瞬间，整体陷入一个瞬间的凝滞。主宰！安娜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她不断进行确认，生怕这是她的错觉。可当战斗的余波不断的从前方传来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主宰没有死。经历极度悲伤与惊喜的虫族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状态，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们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疯狂。他们害怕再次失去主宰。虫族越来越近，万族也发现了虫族的动向，瞬间开始变得慌乱了起来。唰！赫拉斯高高的跳起，一个展翅滑翔就直接跃进万族群中。挥舞的连刃总能以最精准的角度收割敌人的性命。砰！身后沉默的虫群狠狠地撞进了万族之中。好！雷兽刺耳的嚎叫让整个虫族找到了宣泄的对象。巨大獠牙的每一次挥舞都会使万族出现一小片的真空区域。硕大的沙虫跃出土面，喷涌的火焰也为赫拉斯清扫出来了一条通道。所有的虫族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主宰。陷入疯狂的虫族展现出来了极其可怕的战斗力。咆哮的野狗并不足以让人畏惧，但沉默凶狠的恶狼却可以让经验丰富的猎人殒命。轰！巨大的烟尘四起，无数的万族在这样强大撞击之中直接灰飞烟灭。唰！没有给万族任何的反应时间，几乎下一秒，爱丽丝的身形就透过烟尘直直地朝着姜旺所在的方向杀去。此时大多数首领已经被姜旺收拾得几乎崩溃。强大精神力的加持下，跑不掉，躲不掉。前有姜旺凶狠收割，后有进入癫狂状态的虫族，甚至爱丽丝凭借身体的本能，近乎已经把万族的阵营凿透了一半了。再加上虫族的悍然出击，让本来数量就少于虫族的万族竟开始出现了罕见的崩溃。眼见势不可为的万族最终选择了放弃，击杀姜旺已然再无可能。若是再坚持下去，恐怕将近5亿的支援抵达第4的时候就寥寥无几了。好！先前在指令直接作废，万族开始溃散。大首领发出一声怒吼之后，就再度被姜旺找上。只见一头身形巨大但浑身雪白，腋下还有一条黑线的白熊在姜旺的攻击之下狼狈逃窜。期间他不断的怒吼，呼唤还存活的首领或者实力强大的异兽支援，但无一例外的都被姜旺直接锤死。毕竟姜旺为了能够彻底毁掉这只万族，曾数次顶着各种攻击强行进行斩杀，只可惜数十只首领宁愿重伤乃至死亡也要保下他。但现在这招已经不好使了，有能力阻止姜旺的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能力不强的来了也就一巴掌。白熊眼看避无可避，正欲跟姜旺决一死战，但他的身后却有冲天的煞气袭来。咚！还不待白熊有所反应，爱丽丝直接把白熊撞得脱离了姜旺的视线。咚咚咚砰！姜旺眼看着白熊宛如一个皮球一样在地上弹了数弹，撞断了几十棵大树，最后才在一块大石头上停了下来。姜旺，说实在，他不太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刚刚他看得真切，爱丽丝身上的气息极不稳定，应该是刚刚突破或者醒来。而安娜这边止不住的确定她的安全，在得到她的恢复之后，又默不作声。赫拉斯这边隐翅已经断裂，连刃也断裂一只，甚至一只眼和2条腿都报废了。要不是姜旺及时发现，怕不是直接报销了。整个虫族让他有了些许的陌生感。此时的爱丽丝站在白熊之上，轰！重重一脚踩下，原本还算平坦的土地直接炸裂出一个大坑，周围的土地甚至都不断的向周围蔓延出一道道裂缝。咚咚咚！爱丽丝俯身不断的用双拳捶打着白熊，纤细身躯却蕴含着极大的力量，鲜血飞溅。忽然，爱丽丝直接将白熊单手从巨坑之中拎出，已经奄奄一息的白熊已经没有了反抗的余地。但此时的爱丽丝好像陷入了一种魔怔的状态，她将白熊高高举起。啊！在姜旺震惊的目光下，白熊被活撕了，鲜血宛如雨点一样。而爱丽丝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大雨倾盆的夜，姜旺抱着她。于是
满身鲜血的爱丽丝冲向了震惊到已经有些懵逼的姜望。第117章，想不到标题一根。说实话，姜望一人冲阵的时候，他虽然有些慌张，但却算不上害怕。但现在姜望是有点害怕的，被蹭一身血道还是其次，就以爱丽丝现在的速度，撞飞都是轻的。他的精神力凝滞又放松，想要在不伤害爱丽丝的情况下将她拦截下来，以现在爱丽丝的状态，怕是不可能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放弃，并把精神力附在身上，甚至他已经在自己的背后凝制了数层拦截网。即使姜望再愚钝，他也感受到了虫族的不对劲，但虫巢已经被炸了，家都没了，他一时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唉，姜望一声叹息，张开了双臂，无论从任何方面，他都没有感受到爱丽丝有想要伤害他的地方。不就是被撞飞吗？他扛得住。但下一刻，浑身血腥的爱丽丝就停在了姜望的面前，血腥气扑面而来。这种程度的急停给爱丽丝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姜望甚至都听见了骨头作响的声音。此时的爱丽丝气息极其不稳定，身上的鲜血一半是她所杀之兽的，一半是自己身体承受不住体内巨大的能量皲裂渗出的。她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姜望，甚至想要伸手去触碰姜望的脸庞，确定他的存在，但他的手却忽然停在了空中。他本就是凭着极大的仇恨和杀意才强行醒来，最后仅存的理智让他不要再接近姜望，毕竟他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伤害姜望。看着强行驻足不前、眼通红的爱丽丝，姜望眉头微皱。下一刻，他就出现在爱丽丝的面前。没事了，没事了。姜望轻轻地拂去了爱丽丝脸上的血污，庞大的精神力慢慢地进入爱丽丝的精神世界。此刻，她的精神世界就像遭了灾一般，血红色的风暴、尖叫、杀戮、死亡，以及被植入的记忆不断地纠缠着爱丽丝的主意识。若是以前的姜望，即使豁出全力，也未必能够帮到爱丽丝。但此刻，庞大的精神力缓缓展开，在不刺激到爱丽丝的主意识的情况下，姜望开始当起了清洁工。随着姜望的安抚，爱丽丝体内躁动的能量也逐渐恢复了平静。就在姜望专心帮爱丽丝梳理精神世界的时候，他的眼睛逐渐恢复了清明，犹豫之下，伸手抱住姜望，并在他的怀里再次陷入了沉睡。当姜望完成清理之后，扭头看向了另一个方向。此时的安娜一边尽力的飞行，一边不断的抹着小眼泪。小安娜，不能哭，要坚强，马上就要见到主宰了。正当她刚给眼角的泪水擦去，就看到熟悉的身影站在她的面前。安娜抬头看一眼后，就迅速低头，不断的喃喃道：加油，可以的，安娜，你可以的。但下一刻，决堤的眼泪宣布她再也绷不住了。哇！她一头撞进姜望的怀里，并使劲挤着爱丽丝，想要占据姜望的怀抱，但挤了半天挤不动，就哭得更加的难过了，眼泪鼻涕蹭了姜望一身。最终，姜望一边搂着再次陷入沉睡的爱丽丝，一边拖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使劲挂在她身上不松手的安娜。被两人搂得一动不能动，姜望用精神力拖着自己回到了幼虫建立的新虫巢，看着死活不愿意松手的两大虫族悍将女王，姜望无奈地笑了笑。咱这也算达成左拥右抱的成就了。可当他接驳了新虫巢的信息后，姜望也渐渐沉默了。看着安娜充满伤痕的脚与小腿，以及陷入沉睡的爱丽丝，姜望既温暖的同时，更多的还有自责。他以为慷慨就义就可以让虫族获得新的机会，他以为虫族是个没有感情的种族，眼中只有进化、变强、吞噬，所以他面对死亡和数亿的万族根本没有畏惧，甚至他认为若是真的死了，那么安娜就会顺位成为虫族的新主宰，没有他干涉的安娜将会成为更加强大的存在。但现在他发现他错得离谱，他早已经跟虫族牢牢绑在一起，而他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虫族。他刚刚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悲壮，险些让整个虫族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唉，姜望一声长叹。就在姜望感慨的时候，挂在身上的安娜仿佛觉得这个姿势不舒服，哼宁着又在姜望的身上拱了拱。看着安娜脸上挂着的笑脸，姜望的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可当他的抬起头的时候，他的眼神却变得无比的锐利。另一边正在攻打 B3、B2 的万族首领们已经收到了 C3 传来的消息。妈的，一人对阵白熊的5亿战士，还特么赢了！传消息的是不是没睡醒？魔焰星看着发过来的情报懵了。他们这些首领，那个不是白银9阶巅峰，但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如果你让他们带领相同数量的万族冲击人类的阵营，他们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没问题。但若是你说让他一个人冲击人类的阵营，别说将近5亿，哪怕1亿，那都是天方夜谭。人类的各种领主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烧烤酱吃着好吃，色泽又好。没传错，白熊已经死了，被徒手活活打死了。
狮王也面色沉重，他甚至没有说是被活活撕的。所有的首领陷入了沉默。第四21万族，并且还有各自派出的护卫队。姜望应该……一只身形俊秀的仙鹤不确定地说道。毕竟他们在姜望的身上吃了太多的亏，并且以姜望的崛起速度，已经达到了万族内部的必须全力击杀的标准了。全力进攻！仙鹤和星星走 C2、C1 进攻 B1， 顺便提防姜望，注意是提防，不要再进攻送死了，并且随时准备驰援第四。其余所有的首领跟我全力正面进攻，谁先打下，核心归谁。金雕的死才换来的机会，我希望各位不要再浪费，谁再联系兵力，别怪我不客气。狮王开口说道，强大的气势让周围的所有的首领面色一凛。他已经受够这样的慢刀子割肉，每个首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就因为有的首领想要让自己的保存最大的实力进入第二阶段进攻，这才让赵恒有机会退到 B2， 这才让姜望一直蹦跶。7天之内，若是谁的打不下所负责的区域，就剥夺谁的核心。狮王几颗硕大的头颅环视一周，冷冷说道：谁赞成？谁反对？良久的沉默后，狮王才缓缓开口道：那就这样决定了，记住7天。黑线金雕到死都没想到，他用命换来的埋伏和全线进攻，不止没有一举拿下人类，甚至还因为各家首领联系兵力图谋以后，还陷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有时候的牺牲是伟大的，是壮烈的，他为后来人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他也可以作为英雄吸引后来人继续创造价值。但有时候的自认为的牺牲，其实只能感动自己。金雕是壮烈的，也是不幸的，以他的实力，即便不能坚持到最后，至少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姜望也是壮烈的，但却是幸运的，不离不弃的虫族让他明白，永远不要让自以为是的牺牲感动自己，因为感动的人只有自己，对虫族留下的只有愤怒与悲伤。第118章 B1 战场。虫巢内，姜望好不容易才将安娜和爱丽丝放下，看着已经陷入深度沉睡的两人，姜望缓缓地伸了个懒腰。哎，这他们都是债啊！他无奈地喃喃道。但很快，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种家的感觉又何尝不是他所追寻的？此时的虫巢驻扎在D3与 C3 的边境，并且虫族已经探查到了 C3 仅剩的万族绕过虫巢直奔D4而去。起初姜望以为万族又要开始进行对姜望的大范围捕杀，但后来发现大多数的万族现在都开始尽量避免与虫族冲突，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万族甚至不想跟姜望打个照面。即便姜望把虫族大范围的散出去，也很少会遇到万族。一瞬间的落差让姜望险些无法接受，但很快公屏传来的信息让姜望也逐渐看清了现在的局面。B1受袭，请求支援。注意，侦察到万族仍在向 C1 持续派兵，初步估计至少有2个大首领以及接近15亿万族进攻 B1、B2， 造成万族大面积进攻。赵恒 A1、A2 若是在作弊上官，我就带着人退守 B1， 我看咱们谁先死。我们这边也遭到万族的袭击啊！姜望根据大致的信息拼凑出来一个半完整的万族进攻计划。此时的人类因为姜望这半区域的丢失和 B3 的半丢失，大致只剩下4块区域。王孙部队的在跟他的设计下近乎全灭，李天也几乎被打残，仅仅剩下曹武的部队人数众多的涌进了 B1、B2，123亿的总数，平均每个区域也就是 7.5亿，但实际会更多，毕竟姜望这个区域没有人。单单开始的内战，人类几乎就损失了16亿的战力。而万族这边，姜望开始回忆起战争虫族一路走来的战争，被围攻时将近10亿的万族，逃跑时沿途斩杀差不多1亿。C3 区域的支援，虫族的斩杀也差不多1亿。此时姜望满脸问号，等等，不对劲。姜望看向右手的杀戮值，47亿。姜望，合着我天天挨揍，至少有28亿的死伤跟我有关。人类这边由于战力和赐福的缺失，此时的人类除去赵恒因为赐福和区域本身的强大，以及 A1 区域的地理位置还有余力外，剩下2个地方都比较吃力。尤其是 B1 区域，几乎每隔3小时就是一次大的汇报，但凭借着人类天然的战阵优势以及多种的领主组合，还能勉强抵抗。万族这边在没有赐福的情况下将人类压着打，必然是数量上远超人类。姜望做了个大胆的估算，加上这2天进入第4区域的万族，保守估计第4至少18至23亿，按照最高的23亿算，123、16、11、23。此时在人类和万族的战争，双方得在73亿。若想形成压制力，万族至少得比人类多5至10亿。也就是说，此时人类仅剩不超过30亿，实际数量应该更少。事实也正是如姜望所推断的这样，这也是万族疯狂进攻的原因。
在考虑到全力捕杀姜旺和全力进攻的人类的性价比之后，万族选择优先进攻人类。只要能够拿下人类，不仅能拿下核心，并且还能顺利进入第2阶段。那么驻守在第4区域的万族可以直接进攻姜旺，即便打不下来，那么姜旺也将面临没有帮手，只能等死的局面。考虑到姜旺的虫族暴兵的性质，狮王甚至强行约定7天的进攻时间，目的就是遏制姜旺的发展。若是按照计划没有拿下人类，那么7天之后就会随即出现一个赐福，万族所占的区域更大，拿到赐福的几率也大，并且第4就会残杀那些在出工不出力首领的核心。无论是继续围攻人类等待赐福，还是猛攻2个区域强行进入第2阶段，万族都是优势方。毕竟第2阶段所有人都要面临跑毒的现状，这对已经掌控了大多数的万族来说也更加的从容。只能说，万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人类斗争如此长的时间，凭借的不仅仅只有蛮力。虽然姜旺无从知道万族的详细计划，但带入万族的就不难猜出一些万族对他的处理方案。B1区域，各种的元素能量和机械战甲横飞，无数的召唤系的兵种与万族厮杀在一起。吼！魔焰星怒吼着冲向人类的防线，硕大的身形随着他的怒吼不断的变大，甚至堪比数百米的机械战甲。而他身上升腾的魔焰让想要阻拦的兵种触之即死。轰！魔焰星高高跃起，狠狠地踩在想要阻拦他的机械战甲之上。机械战甲内，陈升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他是这块战场的主将之一。不知道面前的这大猩猩是真的没脑子，还是对自己实力的自信。这么大的体型起跳，虽然能够借助重力造成巨大的伤害，但在空中基本上也丧失看还手的能力。此时他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胜利在握的神情。硕大的机械战甲举起激光战刀，就准备给空中的魔焰星做个开膛手术。当！金铁的碰撞之声响彻天空，魔焰星的脚竟然宛如手掌一般弯曲，不仅挡住了锋利的举刀，甚至还牢牢地抓住长刀。在黑色魔焰的灼烧下，激光长刀很快就被腐蚀。眼见长刀无法再支撑，机甲内的机械领主直接舍弃了长刀，并迅速后腿卸力。咚咚咚！巨大的重量让地面都承受不住，蔓延出一道道裂痕。来不及撤退的兵种，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被踩扁。黄色的土地上醒目的出现了几个血花，宛如白墙上被打死的苍蝇一般。轰！魔焰星从高空砸下，仅仅是一个停顿，他就迅速的朝着机甲冲去。咚！地面塌陷，泛起巨大的烟尘。在其他人的眼中，魔焰星宛如慢动作般开始冲锋，但这其实是巨大的体型和重量带来的视觉欺骗。魔焰星的每一步都足有100米，并且迅捷无比。机械战甲内，那名领主的脸色大变。虽然这个战甲看起来比魔焰星巨大，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魔焰星落地之后，几乎没有神妖卸力，就迅速朝着他冲来。单单这一个差距就足以证明生物和机械的差距，至少生物机械还不是他这个领域能够触碰的。况且自己退后在先，刚刚稳住身形，若是强行与魔焰星对抗，只怕凶多吉少。经过权衡之后，他只能开启自动驾驶，之后忍痛开启自毁模式。噗呲，一个身形从机甲后面弹出，可下一秒，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旁边迅速掠过。数百米之后，白鹤的身形缓缓显现，雪白的身形宛如不染尘世的仙鹤一般，但他的脚上却抓着一颗带着头颅的头盔。而不远处的天空，一具无头尸体喷洒着鲜血从天空坠落。第119章计划。自动驾驶的机械战甲双手张开，身形下蹲，一副相扑的样子。而魔焰星咆哮着直接撞向机械战甲。Doom！ 撞击声响彻整片战场，机械战甲的胸部严重破损，但凭借着机械指令，此时战甲的双手已经牢牢地抱住了魔焰星。下一刻，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起，轰！强烈的能量波甚至将周围的一切化为齑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机械战甲和魔焰星同归于尽的时候，只见个硕大的身形拖着一个残缺的身体走出。此时的战场上一片死寂，魔焰星的身形缓缓走出烟雾，剧烈的爆炸不仅让他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反而让魔焰升得更高。咚！他将手中已经报废的机甲上半身扔在地上，然后狠狠地踩了上去。吱呀吱呀，钢铁合金被压缩的声音刺痛着每个人类的心。好！魔焰发出了胜利的吼叫。好！所有的万族齐齐地发出了吼声。而在身后万族阵营之中的白狐看着这一幕，有些啧舌，对着身边的黑虎说道：虽然孩子傻，但孩子劲大，抗造，实力强啊！说踩你今天就得踩死你！魔焰星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凭借着惊艳全场的体型和这势不可挡的气势，瞬间让人类的气势低到了谷底。
陈生战死，全线后撤至第2防线。已经确定 B1 区域的大首领为白银9阶巅峰白鹤与白银9阶巅峰魔焰星。白鹤信息，魔焰星信息。此时没有万族骚扰的虫族正在疯狂的发育。虫巢内，江望看着公屏上传的视频，面色有些凝重。并非是魔焰星这个级别的战斗力太强了，而是具有这样战斗力的区域首领，万族还有7个，唯一一个战死的区域首领是被江望设计重伤的，最后被爱丽丝诛杀的雷鬼。具有强大恢复力的魔焰星，一闪而逝的白鹤，以及 B2、B3 区域集结的万族部队。江望揉揉有些发胀的眉头，虽然有了喘息的余地，但他估计万族能以这样的态势进攻，估计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了，留给虫族的发育时间也没有多少了。第4，还有大量的万族虎视眈眈，并且周围的万族虽然放弃了对江望的进攻，但并不代表放弃了对江望的监视。瓮中捉鳖，我成那个鳖了。就在江望在想快速发育的时候，忽然有人在公屏 edit 他。江望没死吭声。江望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装死。江，我靠，你真没死！一旦激起千层浪，江望还没死，让众多的人大跌眼镜。赵恒一脸震惊地看着公屏，我靠，青山，他真没死！你又猜错了，哈哈哈哈！在他旁边的李青山也迷茫了，不应该啊，这都没死，他是不是跟万族达成交易了？赶紧掏钱掏钱！李青山没好气地扔给了赵恒一颗金币。江望，快支援！我靠，这都没死！江望，你现在在那个区域，能不能进行偷袭？你还有多少兵力？江大佬 ，B1 急需支援。江望，看到了吗？江大佬，江哥哥，爸爸。江望看了一眼，撇了撇嘴，这帮人是真行，你威胁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该死。当发现你有用的时候，那真是不是亲爹胜似亲爹，三观简直没下线。但其实江望回复赵恒，并非是自己想要听这种恭维自己的话，或者宣布自己没有死。他左思右想，虫族再怎么暴兵，也是需要能量的。矿石等资源虽好，却仍然无法短期内达到他计划的数量。只有矿石和生命能量才能迅速让虫族补充兵力，所以他现在需要破局点。现在的局面就好像三国，万族是曹操，兵力雄厚；人类是孙权，兵力也不错，能跟曹操分庭抗争。江望就厉害了，是逃跑的刘皇叔，要想跟曹操掰腕子，只能跟孙权联盟。毕竟隐藏自己没有任何的意义，又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你还活着。只要万族知道自己没死，收拾完人类，下一个必然就是他。所以江望再次准备玩一手花的。我目前深受重伤，正在被万族追赶，无力反抗。那个核心就是你吗？江望看了眼依旧不断的四处跑的二哈，微微一笑。是也不是，我带着持有核心的人在跑，你们能分兵救我吗？公屏陷入了死寂。本来以为能有个强力的爹，结果这个爹不知不强力，甚至还伸手问你要钱。热情的公屏瞬间冷落了下来。果然想要终结一段关系，只要开口借钱即可。我马上要甩开万族了，你们只要帮我拖着，我就有能力继续控制隐藏起来的虫族。同为人类，我们怎么会不救你呢？隐藏了多少？江望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10亿，在 B4 附近，我本来准备袭击 B4， 但持有核心的人被发现了，我主动暴露去营救，隐藏了大部分的虫族。干得漂亮，那你袭击 B4， 我们配合你。不行，距离太远了，并且被万族追击，那你说怎么办？等等，我3天后联系你们。说完，江望直接关闭公屏。计划第1步成功一半。第120章，某应该深意作品曾说过，让子弹飞会儿。虫巢之下横贯着一条条四通八达的甬道，每一条甬道都串联着一个个江望隐藏起来的虫巢。随着虫族逐渐转入地下，江望的计划正式启动。无数的虫族开始朝着第1的方向汇集。经过多次战争和江望无休止的开采，此时的第1除了零散的万族，基本就没有了其他的活物。而江望就是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着万族没工夫搭理他，再次回到老本营。虽然第1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开采，但当时开采留下的通道可以大大提升江望的操作空间。而原本遗留在第1的隐藏虫巢也没有闲着，他们不仅需要清理已经塌陷和被摧毁的通道，还需要不停朝着 B1 拓展。在虫族疯狂工作的时候， B1 已经打疯了，2个大首领级别的万族兵合一处，一起朝着 B1 不断进攻。一个能抗能打，一个伤害高速度快，短时间 B1 还真有点抵挡不住，不断的向后收缩防线。此时 B1 的核心持有者徐良阶看着不断收缩的阵线，不由得有些恼火。赵恒那边怎么说？报，他说他这边至少有3个大首领无法支援。砰！
这些世家。徐良阶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势，也不由得他不愤怒。原本李天从他这里路过的时候，他就想要下黑手，先把核心握到手里再说，但由于赵恒的横插一脚，直接把部队开至边线，一边以部队的威胁，一边不断的跟他许诺好处，说什么有什么事他顶在前面，以后结盟了都是自家兄弟。一步一步从底层杀上来的他当然不信，但是比人强，自己即便派出了大量的人手，也不足以在赵恒手下抢下核心。而万族突然杀至 C1， 也让他压力倍增，最终选择卖个顺水人情。呵，世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做好决定后，徐良阶准备起身离开。看着准备带着亲卫准备离开的徐良阶，周围的副将有些疑惑：老大，咱们这是去前线？老大，咱们去前线不是给这些狗当炮灰吗？听闻徐老大的话，副将登时就急了。只见徐良阶一声冷哼：哼，给这些老逼灯当炮灰？你想啥呢？再给这个逼地方带着，我怕没死在战场，就死在这些狗东西手里了。徐良阶边走边说：后方安全是安全，但是距离 A1 和赵恒等人也近啊，万一到时候 B1 即将告破，那自己的利用价值也到头了。况且此时的前线已经有怨言了， B1 虽然看着还行，但谁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已经有不少的自负实力不错的想要自立门户，就等着赵恒那边有了人员的空缺，直接去投靠的也不在少数。他此去不但可以镇压那些人，还可以提升士气，掌握兵力，必要时还可以被迫打不过，被迫让路。一步一步从底层爬上来的人，虽然不及世家弟子周围的阵营强大，但也并非傻子。当徐良阶想要开赴前线的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回了李青山的手中。要不做了他？赵恒眼眸凶狠，直接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个咔嚓的手势。不行，太早了，我就知道一步一步爬起来的没一个善茬。李青山无奈的摇头。他早已经安排了数支暗杀部队加入了徐良阶的阵营，就等着 B1 防线坚守不住的那一刻击杀徐良阶。算了，不影响计划，实在不行咱们退守 B1。好嘞。对了，那个影子真的是皇族的人？听见李青山的话，赵恒就把心放在了肚子里，随即继续问道：他皇族？相当皇族的狗罢了。行了，你别管了，注意点那个2号就行。李青山打发走了赵恒，扭头看着桌上的作战图，虽然有些出入，但还行，只是这个姜望。李青山摩挲着下巴，他有点摸不透姜望到底要干嘛。以他开始不收人类的性格，这个时候他也不应该向人类求救啊，即使求救也应该拿出好处啊，这个浅显的道理他都不懂吗？而且那个10亿的兵力应该是真的。至于其他信息，李青山想了一会就放弃了，毕竟信息太少，而且离得远，暂且威胁不到他们，只能随机应变了。至于其他的区域，依旧处于尽力抵抗，不行就坑人的策略。3天时间一转而过，此时的姜望依旧在原来的虫巢，毕竟万族时不时的会遣派高手前来试探，他也只能留守虫巢装装样子。而他也会经常遣派虫族从各个方向的地下靠近第4，而他也有时不定时隐藏其中，这一套给万族恶心的不行。至于第1那边，安娜和爱丽丝已经先行一步。经过上次的事情，爱丽丝情况稍重，但也仅仅只剩中段进化。而进化点的个性就是，既然你交给我了，那今天这个阶你必须升。所以爱丽丝在沉睡了2天之后就醒了。安娜本来想要立志当一个不哭不闹的高冷女王，但在姜望不停逗她的情况下，她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甚至捂着已经连伤疤都没有的脚丫子，不停朝着姜望哭诉有多疼，自己当时多难过。在姜望承诺了更多的零食和美食之后，才在爱丽丝醒来之后恢复了一下，毕竟他也不想在爱丽丝面前丢人。经过3天的暴兵和隐藏虫巢兵力的集结，此时虫巢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20亿，并且接近15亿集结在第1和 C1 区域。姜望点开了已经快要被炸了的公屏，我已经甩开了万族，你们那边怎么样了？他的信息迅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应，有想要加入他这个区域的，也有疑惑姜望咋还没死的，但更多的是求援，尤其是来自 B1 和 B2 的，甚至赵恒没事就给他发私信问要不要帮帮他。随着姜望的发生，所有期盼姜望能够袭击第4缓解万族进攻压力的人都纷纷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我靠，姜大佬，看到你真的是太好了，比我看见亲爹都开心。楼上的，这叫什么话？从今天起，姜望就是我亲爹。甚至 B1 的最强者徐良阶都给他发了私信。姜望 ，B1 快坚持不住了，有没有办法帮一手？咱们结盟一起进入第2阶段。姜望看着不断求救的信息，露出了一抹微笑。第121章，安娜感受到姜望的波动想法后，有些疑惑地问道：“主宰，咱们要救吗？”救？为什么不救？
随着姜旺的一声令下，原本的固守的虫族开始从地下朝着第4靠近，而姜旺进入地道，迅速朝着第1赶去，而二哈也迅速地朝着第4袭来。此时的万族已经知道了核心不是姜旺，并未强行阻拦。我准备开始进攻了，你们拖住！姜旺在通道内急速前行，而第1区域的所有虫族开始朝着 B1 战场奔去。所有人看到姜旺消息，似信非信，直到幼虫版的姜旺发了一份虫族朝着第4杀去。B2区域，李青山看完姜旺发的，身旁人傻了，这人真的去进攻第4了？这么勇猛？他依旧对姜旺的行为抱有怀疑，但此刻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至于其他区域，看到那乌泱泱的虫族之后，就打消了一些内心的疑虑。好人一生平安，我的好父亲，你一定要保重啊！此时的徐良街也有点傻了，真有这样的人。随后他就收到了姜旺的私信，告诉你，这个是为了让咱们更好的联手。万族必然会被虫族和核心吸引，到时我会带着少量的虫族进入 B1， 你可以将这件事告诉所有人，但你想好你能不能一个人抵抗赵恒？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只要杀死我，不但没办法获得核心，还会失去一个帮手。想不想联盟取决于你。看着姜旺的信息，徐良街沉默了。虽然他本来就不信姜旺真的会为了所有人跟万族火并，但姜旺的这个信息确实也说动了他。主要他也进退两难，前有万族，后有赵恒。他因为猜忌心强，并且对自己的实力自信，选择了自己拿核心，结果现在打不过还传不走。如果姜旺所说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姜旺此刻是站在悬崖之上，再有一步就要跌落谷底，而他的情况最多是2步跌落谷底，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况且姜旺在间隔的这3天里，徐良街已经感受到了来自4面8方的危险。忽然他眼睛一凛，直接回复道：好，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搏一搏。他不相信姜旺能在万族的围攻之下保存下太多兵力。通道内，姜旺看到徐良街的露出一抹微笑。此时的第1的虫巢内，除了安娜以外和少量的兵力，其余已经全线去往 B1。而本来选择减少死伤进行龟缩政策的徐良街，从此刻宛如打了鸡血一般，进入前线战场。而他的出现迅速遭到了白鹤和魔焰星的双重攻击，但凭借着冰元素的伤害，竟然一时间挡下了2手。此时的姜旺不断的给徐良街汇报完位置，并答应2人联手杀死魔焰星。随着时间1分1秒的度过，姜旺以极快的速度接近 B1 战场。另一边的爱丽丝早已隐藏在侧，眼看姜旺已经快要接近，徐良街非但没有更努力的进攻，反正开始收力防守。轰！姜旺忽然从魔焰熊身后的土地出现，强大的精神力瞬间让白鹤和魔焰熊陷入呆滞。杀！眼看着姜旺真的直奔万族杀去，徐良街面色一喜，直接漫天冰矛也朝着魔焰星刺去。但下一刻，噗呲，无头的尸体在喷洒着鲜血，空中旋转的头颅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可以无声无息地潜入自己的身后。徐良街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宛如天仙的女子。B1 核心持有者徐良街被击杀，核心转移至第1区域爱丽丝，而魔焰星则是在徐良街和姜旺的攻击直接重伤至原来的大小。另一边的白狐满眼的不可置信，姜旺不是在进攻第4吗？幼虫版姜旺虽然没有他一样的战斗力，但以假乱真还是做得到的。此刻的第4区域虽然察觉到虫族实力减弱，但姜旺不时的出现在战场才是让万族失去戒心的原因。毕竟在过往的3天内，幼虫版姜旺经常出现在第4的周围，甚至还击杀了不少的首领。随着周围埋伏在 B1 的虫族齐齐涌现，整片战场陷入了混乱之中。虫族开始有预谋无差别的屠杀，已经失去再战之心的 B1 区域成员纷纷选择了后撤，毕竟活着才有机会。另一边的姜旺开始朝着仙鹤杀去，毕竟魔焰星已经身受重伤，交给爱丽丝即可，而他的精神力开始铺天盖地的朝着仙鹤压去。眼见难以走掉，仙鹤直接释放了血脉天赋，瞬间姜旺的周身让他觉得无比危险，精神力迅速把姜旺包裹。下一秒，姜旺周围的空间一寸一寸的被割裂，甚至透过厚重的精神力让姜旺的身上出现数道血痕。而最危险的地方则是姜旺的脖颈处也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血痕。这一幕激怒了正在战斗的爱丽丝，手中的长刀变得更加的快，眨眼间魔焰星身上就出现了无数道伤痕，且刀刀见骨头。但凭着这燃烧血脉的魔焰，魔焰星竟然越战越勇。白狐看着魔焰星还没有死，一咬牙就对着黑虎说道：我知道你是姜旺的卧底，魔焰星不能死，要不咱俩都得完。白狐通红着眼睛说道，他好不容易混到高层，并得到魔焰星的信赖。看着黑虎默不作声，白狐一咬牙说道：要死一起死，我现在就跟狮王举报。
看着白狐接近疯癫的状态，黑虎迅速将这件事通过精神种子告诉了姜望。正在激战的姜望不经意间的瞟了一眼白狐后，就让他陷入了僵直状态。他本来可以直接杀死白狐，但黑虎却想拼了命保下他。最终，白狐陷入了中僵直空白的状态。噗呲！随着爱丽丝一刀削去魔焰星一臂后，下一秒就被爱丽丝大卸八块。姜望曾经想过多一个高层的万族内奸，但想想算了，这些人和兽注定要死。白鹤眼见魔焰星在面前惨死，更加疯狂地用血脉释放空间魔刃，虽然阻止了姜望的接近，当的血脉消耗殆尽的时候，依旧惨死在了姜望的手中。高层战力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随着两大首领的死亡，万族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了。第122章，姜望和爱丽丝不断地猎杀着实力强劲的人和兽。就在虫族为他不顾生死的时候，他就摒弃了以前和善的打法。战场持续到了傍晚，当赵恒得知徐良介已死的时候，他跟李青山彻底骂了：“真狠啊！别狠了，姜望现在就在咱们屁股后面，你说咋办？前有万族，后有姜望。”赵恒罕见的有些着急，主要是姜望和爱丽丝两人的战力太过强大，并且虫族在身后已经威胁到了他们，他不会进攻咱们。李青山面色凝重的说道：“哎呦喂，你可别猜了，你都猜错几回了。”赵恒一脸嫌弃的看着李青山，有点恼羞成怒的李青山有些生气的说道：“90%他不会进攻。为啥呀？仙鹤和魔焰星都死了，前来进攻的万族也被姜望包了饺子，现在双方的战力基本平均。说实在，咱们都得感谢姜望，若不是他杀了2个大首领和那么多万族，只要万族打下B1，咱们都得遭殃。”另一边，姜望看着匍匐在地的黑虎说道：“为什么？他救过我，你现在也救了他。”此时的白狐虽然陷入了僵直，但依旧能听到姜望与黑虎的对话，所以他可以死了。爱丽丝在旁边举起刀，准备一刀了结了白狐。眼见白狐马上就要死了，黑虎直接扑倒了白狐，将他压在身下。为什么？姜望面无表情地问道。他很聪明，能帮助我们。说实在的，若不是看在二哈的面子上，黑虎和白狐都惨死当场了。姜望用精神力给黑虎托起，并看着一动不动的白狐：“你现在欠他无数条命。”随着姜望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比黑虎更为强大精神种子直接挤开了白狐的主意识，扎根在他的精神世界。随着姜望和爱丽丝的消失，白狐也逐渐能动了。看在面前的黑虎，他是既感激又痛恨。早把黑虎举报了，就没这么多事了。可若是没有黑虎，他也死在了这场战斗之中。哎，走吧，你比我先投靠，我叫你升大姐头。黑虎眼中闪过一丝的愧疚，没理他，扭头就走了。而周围的虫族宛如没有看见他俩一般。哎，等等我的啊，救我无数次的救命恩虎。黑虎的脚步快了。此时的公屏上，无数人对姜望口诛笔伐。什么人类的叛徒啊，阴险的虫子啊！第一区域核心的持有者黑老鬼被击杀，核心转移至第一区域画画汪。当姜望看到这条讯息后，更加不计后果的进行屠杀。他给二哈的命令是，能不身负核心就不拿核心，实在不行了杀了黑老鬼就行。他会立刻去营救。但当姜望全力屠杀了这片战场所有的活物之后，所有人都闭上了嘴，生怕姜望进攻自己的区域。但姜望还没工夫搭理他们，他带着爱丽丝直接花重金进行传送。至于为啥先前没有传送，主要是想进行偷袭徐良街，毕竟一旦传送，那地图上可都看得见。此时的二哈的舌头挂在外面，不太聪明的智商也开始有些追不上他的脑子。而他的身后则是众多的速度型的万族，无论是游隼还是疾风狼、金钱鼠。一只紧跟不舍的疾风狼虽然对二哈的样貌和御风方式虽然感到熟悉，但他依旧不太敢相信面前这个狗比的虫族是他的同类。这些速度型的万族不仅速度快，实力也不弱。可就当下一秒，他们准备再次施展天赋追击二哈的时候，二哈原本有些痴呆的脸上瞬间有用了智慧的光芒。当爱丽丝和姜望出现在二哈的身前的时候，二哈一个急刹车，直接扭头朝着众万族叫道：“汪汪汪，爷大爹来了！”二哈就牢牢地停在姜望的跟前，一边不停大喘气，一边用极其招人恨的姿态看着追他半条街的异兽们。此时万族的感觉就像所有人齐出追击亚索，并且眼看马上就要追到，忽然一个开着大的剑魔和一个不弱于剑魔的青钢影双双出现。这时的亚索亮出了狗头镖，虽然气到爆炸，但再停留一会儿就是送人头。万族齐齐回头，毕竟仙鹤和魔焰星惨死姜望的手上的事情已经迅速传开。他们想走，但姜望却想帮二哈出口恶气，他的身形迅速消失，而爱丽丝这在二哈旁边守护。姜望虽然有点追不上拼了命的万族，但凭借强大的精神力，他依旧留下了1/3的异兽。另一边的安娜不断的打扫战场，
甚至有不少的虫巢已经直接在 B1 区域之下建造。爱丽丝则开始带着2哈返回。就在姜旺马上进入第4的时候，他忽然反身离开。毕竟那么多的万族，真出来几个仙鹤这样的强者，他也不太能顶得住。姜旺没有选择传送，而是通过地下的密道进行返回。通道内，姜旺有点掩饰不住的开心，不仅有了巨大的斩获，还没有太大的牺牲。他将此次的行动命名为刘备草船借尸，不仅烧了曹操的数万的战船，还反手给了孙权一巴掌，抢了荆州。接下来只要能够顺利的消化第1战场众多的尸体和矿物资源，姜旺有信心能够让虫族雄踞一方。良久之后，姜旺返回了虫巢。此时的公屏上也逐渐变得安静了起来。此次斩获如此之大，不仅仅是他欺骗了徐良阶，更多的是他实力强大，不仅阴死了徐良阶，还凭借着超强的精神力留下了2大首领。现在整个死神赐福的格局彻底被姜旺打破，他不仅亲手营造出了3国的格局，还可以在消化完战果后一跃成为新的曹操。第123章，昨天发烧41度，今天39度，大家注意防护。此时无论是人类还是万族，都不得不承认，虫族已经成长到令他们都棘手和畏惧的存在。B3区域，魔焰星和仙鹤被姜旺和爱丽丝击杀的视频不断的重复播放。说说吧，接下来准备怎么办？狮王面色阴沉的对着所有的首领说道。毕竟现在已经不是虫族的问题了，而是姜旺和爱丽丝这种级别的高端战力，让在座的没有一个有信心能够单独对阵2人，甚至别说2人，一旦在战场上遭遇其中一个，他们都要思考一下自己会不会惨死当场。不能再让虫族继续发育了。蛮牛瓮声瓮气的说道。他其实一直都是主张先杀了姜旺，但事已至此，再说以前的就没有什么用了。哦，你想怎么办？狮王看向蛮牛。姜旺的存在不仅是威胁了我们，还有人类，只要我们能够联合起来，那他的虫族也没有机会继续蹦跶了。蛮牛目光冰冷，说出了让所有首领震惊的话。你认真的？距离蛮牛最近的首领有些惊讶的说道。毕竟双方的自古以来就有不可缓解的仇恨，现在为了姜旺，你们别忘了，姜旺可是个异界人，相信开元世界的那帮人类也不想让姜旺活着回去。听着蛮牛的话，周围的首领都陷入了沉默。毕竟异界人变强不只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开元世界不希望看见的。就按蛮牛说的办，联系人类。狮王缓缓抬起头说道。虫巢内，姜旺看着终于回归正轨发育的虫族，他内心说不开心那都是假的，但他此刻更多的其实有些发愁了。3方势力的实力都陷入了均衡，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联盟的状况。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绝不会等于0。看起来虫族开始逐渐变强，但现在虫族也彻底进入了人类和万族的视野之中。况且姜旺现在身上光赐福3个，一旦陷入了第2阶段，各个区域的机会都会解散，陷入到各自为战的境地，届时身负赐福的虫族几乎可以给人类和万族造成碾压般的实力。所以说万族和人类必然不会让姜旺带着如此巨大的优势进入第2阶段。姜旺越想就觉得这种可能性越大，索性直接给赵恒发了一条私信，要不要联手弄死万族？赵恒看着姜旺的信息有点懵逼。青山，姜旺也准备给咱们联手，咱们选谁啊？李青山一边看着万族的联手邀请，一方面看着姜旺的联手。犹豫了片刻后，李青山对着赵恒说道，都答应吧。赵恒，你觉得万族和虫族谁的威胁更强？看着赵恒迷茫的表情，李青山缓缓说道，万族吧，毕竟无论是实力还是高端战力都与咱们不遑多让。姜旺那边只有2个高端战力和半发育的虫族。赵恒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虽然姜旺现在看着不强，还是偷袭 B1 才拿到的核心，可一旦进入第2阶段呢？一旦进入第2阶段，他们这个区域的人虽然不一定分道扬镳，但必然会流失不少的人手。想到此处，赵恒也明白了青山的意思。哎，算了，准备联络其他区域吧。而另一边，姜旺看着不仅同意了他的联手，甚至推出了一个计划。我们需要你兵分2路，一支进攻 B3 万族的大本营，一支进攻第4区域。只要能够给第4造成极大的压力， B3 的万族必然陷入慌乱之中。姜旺看着面前的信息有点麻爪，明明2人合在一起进攻一处就能解决问题，偏偏让他玩骚操作。虫族刚刚发育起来，贸然奋兵很有可能再度陷入危机。另一边的万族自从跟赵恒达成协议之友，双方都进行了起事，但都留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而其他的区域也纷纷的达成了联盟。3天的时间一晃而逝，在李青山的操作下，一个针对姜旺的计划逐渐形成。你现在的虫族大概多少？30亿。这样，我们率先朝着万族发动进攻，你届时就疯狂的进攻第4，等万族耐不住性子
朝着第4杀去的时候，就可以趁机将万族大部队包了饺子。若是你打下了第4，那么别忘了咱们的约定，我们要5个核心。看着赵恒的信息，姜望越想越不对劲，明明再给虫族一段时间发育，他就可以更好的进行作战。但赵恒那边的意思却好像万族随时准备发动进攻，并尽力让虫族减少发育时间，甚至无论是进攻第3还是第4，只有全部出动才是更好的选择。并且此时的第4区域已经不能说是安全屋了，虫族环伺，随时有突袭的可能，但万族迟迟没有迁走，而且也不增兵。姜望站在虫巢内陷入了沉思，局面再次诡异了起来。万族最近有大规模的调动吗？他直接通过精神之种向黑虎和白狐发出了他的疑问。大规模的调动不知道，倒是有几个大首领已经有段时间没见了。白狐直截了当的说道，毕竟魔焰星已死，他现在也没办法接触到上层的讯息。看着白狐的回答，姜望不断摩挲着手指，有点意思啊，真的联手了。此时的虫族其实总数量已经达到了37亿，但面对双方的联手依旧有些不够看。鉴于第4核心依旧没有动的这件事，姜望可以肯定此时的第4必然有个埋伏。若是自己真的听信了赵恒兵分2路，那第3和第4就会是自己的埋骨地。但眼下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姜望微微一笑，既然万族和人类准备因他一手，那他不如将计就计。另一边，蛮牛等几个首领已经抵达了第4，并且在 C4 区域也集结了大量人手。此时这些人时刻警惕着，以防姜望一声不吭的直接偷袭第4。第124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姜兄，你快出兵啊！赵恒不断的催促着姜望。等等，再有2天虫族就可以突破35亿了，届时胜算更大。李青山看着姜望不停的想尽方法延缓出兵，也渐渐有些明悟了。告诉万族，准备进攻吧。眼看埋伏是埋伏不到了，只能正面刚了。李青山和狮王串通好，双方的兵力都开始朝着姜望这边进发。另一边，姜望看着从其他区域传回来的讯息，也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单单是从第4所集结的万族就将近30亿，而赵恒几个人类的联军也差不多有个25亿。此时的虫族也堪堪50亿，正面硬刚人类和万族肯定是不行的了。现在还能活着的人都不是善茬。姜望思考了良久之后，还是决定赌一把。越来越多的虫族开始进入地下，开始朝着第4前进。虽然万族的人数众多，但是核心也多，只要能够拿下更多的赐福，姜望就会彻底支配这片战场。B2区域，李青山看着大范围朝着姜望进发的兵力，眼中划过一丝狠厉。准备一下，若是姜望没有被第一时间拿下，咱们就把 A2 拿下。姜望既然猜到了人类和万族联手了，但依旧有恃无恐，那就说明姜望的实力并非只有他所说的那样。况且在他们进击路上，他们发现了不少地下的通道。在李青山看来，姜望就算要死，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死，所以他要做好2手准备，只有拿下更多的赐福，才能在第2区域获得更多的优势。此时的虫族已经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了第3区域，原本的那一套埋伏在地下偷袭的手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万族为了防止姜望通过地下逃跑，不停地毁坏着地下通道。但姜望已经不在意了，毕竟将近50亿的虫族全部藏在地下也不现实。既然已经决定正面刚，姜望不仅在第2的边境陈兵30亿，还让剩下的虫族绕后。很快，在蛮牛的带领下，很快就抵达了第2边境。而姜望为了能够更快地拿下万族，甚至带着虫巢一起开赴前线。轰！重炮发出愤怒的吼叫，无数的孢子攻击在整片的战场上蔓延着。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在蛮牛看到虫族的那一刻，无数的万族开始发起了冲锋。只要他们能够拖住姜望，无论是紧跟其后的人类，还是后续支援的万族，他都有自信搞死姜望。随着军坛的展开，虫族开始疯狂朝着万族发起了进攻。噗呲！赫拉斯在付出重伤的条件下，一刀削手了一支实力不俗的万族首领。而此时的姜望则独自一人隐藏在战场之下。另一边的爱丽丝已经从地下绕行至蛮牛身后。毕竟虫族此刻打的就是闪电战，只要能够快速拿下这些万族，那么付出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万族部队中，蛮牛看着后方的爱丽丝，眉头微皱。并非是他们无法拿下爱丽丝，而是因为姜望一直没有显露身形，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况且为了防止核心在转移的途中被姜望截胡，他们索性带着核心一起进攻了姜望。军毯之上，无数的虫族开始向前压，而万族则是选择了防御的姿态。眼看万族这样拖下去，虫族就会陷入到了被围攻的境地。姜望忽然从地底杀出，由于强大的精神力可以隔绝万族的探查，他就成了袭击万族核心的最佳人选。啪！就在姜望跃出地面的一瞬间，宛如磨盘一般的黑白精神力瞬间就将一名核心持有者击杀，但还没来得及去拾取，他就被3大首领缠上。
见面就是杀招，蛮牛直接开启天赋技能，不仅把姜旺周围的这一方面空间锁住，还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朝着姜旺撞来。可姜旺根本没有在意，下一秒蛮牛就陷入到了一种痴呆的状态。变傻子！二哈凭借着强大天赋，即使双方的实力相差巨大，但依旧给蛮牛造成了0点几秒的混乱。砰！姜旺直接冲上前去，庞大的精神力直接进入蛮牛的精神世界。哦！肆虐的精神力让蛮牛陷入到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但下一秒，姜旺的耳边响起了嗡的声音，近乎是本能一边，姜旺迅速远离蛮牛。只见一只半米长的蚊子出现在了姜旺的身后，纤细而又锋利的口气，让人仅仅是看着就觉得恐怖。眼见虎头蚊没有得手，一只隐藏在蛮牛周围的飞天赤蛇也暗戳戳地发动了偷袭。接连的偷袭让姜旺防不胜防，原本还在面前的虎头蚊翅膀轻轻一震，就直接在姜旺的精神力之中消失不见。唰！而此时的蛮牛也逐渐地缓过来了劲。此次他们甚至根据姜和爱丽丝的特性筛选出不同的首领进行搭配，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一举拿下姜旺。至于爱丽丝的那边，她面前有一只圆滚滚的猪，吞天猪，不仅能够完美的抵抗爱丽丝强大的攻击力，还能在势不可为，带着核心直接跑了。此时的高端战力陷入到了僵持阶段。可反观军毯之上，在赐福的帮助下，虫族几乎摧枯拉朽般的横推万族。推！自从徐良阶的核心开出了增加的 30% 的攻速之后，就没有生物能在大嘴面前坚持3秒。若不是人类和万族联手，不给他发育的机会，姜旺即使凭借着众多的大嘴，他都能让万族和人类死无葬身之地。另一边，人类的部队已经抵达了 C1， 而万族的支援部队也抵达了 C3。眼看人类和万族的部队越来越近，姜旺也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留下万族的大首领。噗呲！虎头蚊的口气狠狠地刺进姜旺的腰部，就在他准备疯狂吸血的时候，黑白磨盘的精神力直接进入了虎头蚊的世界。霎时间，虎头蚊不仅没有办法吸血，还在姜旺的攻击之下身受重伤。而另一边的飞天赤蛇当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狠狠地朝着姜旺的脖颈处咬去。啪！姜旺抬手就是一巴掌，毕竟被虎头蚊咬一口可能不会死，但若是被飞天赤蛇咬一口脖颈，那怕是要直接凉凉。眼见姜旺的局势越来越难，爱丽丝这边直接爆发了最高战力，但皮糙肉厚的吞天珠总能在最关键的一刀之下划开。正当爱丽丝准备不顾一切的去支援姜旺的时候，忽然受到了姜旺给他的指令：没事，你把那头猪宰了就行。并非是姜旺盲目自信能够以1敌3，而是此时的虫族在安娜的血腥厮杀下已经撕开了万族防线，并持续朝着核心所在的区域压去，最多再有半天的时间，安娜就能彻底的拿下万族。第125章。另一边的万族逐渐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此刻的万族已经被虫族全面包围，眼看万族不停的溃败，这让正在支援万族急了。他们没想到30亿的万族仅仅1天时间就几近崩溃，想传送支援，可狮王一旦传送走，偌大的支援部队就没有了大首领，届时谁知道就在隔壁人类会不会对万族下手。虽然双方都进行了起事，但是只要起事之人不参与，那就没什么关系。而人类这边依旧悠闲地朝着虫族前压，反正此刻死的都是万族，只要他们能够在最后时刻收个尾，那么不仅有可能拿下姜旺，甚至将万族也一并拿下。万族这边由于爱丽丝的牵制，吞天珠不仅无法进入核心所在的区域，甚至还被大嘴不断地打进僵直。而蛮牛等人也不好过，他们不只得全力应对姜旺，还得分心照顾核心。毕竟除了这些大首领级别的，被姜旺针对的异兽非死即伤。第4区域核心持有者窜天猴身死，核心转移至第1区域花花汪。此时的姜旺虽然衣衫褴褛，并且气势不断不稳定的起伏，但蛮牛几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是蛮牛，姜旺不仅是精神力克制他，甚至在绝对毁灭下，牛角都被姜旺掰断。至于另外2个大首领也没好到哪里去，虎头蚊的口气被姜旺掰歪，飞天赤蛇的一个翅膀被姜旺撕裂。此时另一边狮王部队胜利在握的情况下，安娜抽调了不少的虫族进行拦截，甚至还掺杂了少量的女王卫队和主宰之刃。好！狮王双眼通红，4个头颅不断地喷涌着各种元素，发狂的狮王宛如虎入羊群，不断地收割着虫族性命，甚至雷兽也无法抗住狮王的攻击。可随着狮王逐渐深入，他缓缓地发现了不对劲，大嘴不停地攻击狮王，让原本还如同在无人之境的狮王渐渐熄了火。而周围不断围上的主宰之刃虽然无法给狮王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凭借着不停的僵直和真实伤害，狮王的身上逐渐出现了数道伤口，而且这个伤口还在不断的增加。就在短短的10几分钟里，原本还睥睨天下的狮王眼里
也出现了畏惧。若不是周围其他的首领拼了命去救他，他可能就要被一群虫族给杀死。想到此处，狮王遁入后方的万族部队之中，这让原本势如破竹的支援部队也开始减缓了速度。另一边，随着大嘴进入核心战区和二哈一直使用变傻子，蛮牛已经惨死，飞天赤蛇则被姜旺撕成了两半，而吞天珠则被腾出手的姜旺直接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唯有虎头纹凭借着姜旺无法探查的隐身，捡回一条命。第四核心持有者金钱鼠身死，核心转移至第一区域的画画汪。第四核心持有者施救身死，核心转移至第一区域画画汪。第四核心持有者杀蛇身死，核心转移至第一区域画画汪。随着一个个信息的刷屏，不仅仅宣告了万族彻底的失败，还宣布了此时的姜旺真的跟其他势力不死不休。啥东西？我靠，这他们不是起飞了？姜大佬，求求你让我加入第一吧！姜旺根本没有时间搭理公屏上的言语，反而不停地搬运着万族的尸体。此次由于是不计牺牲的消灭万族，所以虫族的折损也不在少数。带上拦截狮王的部队和这场战役的牺牲数量，此刻的虫族仅剩下25亿的部队，但万族也没好到那里去。第二的边界线上，血腥味冲天起。姜旺在短暂的思考之后，就决定在这里原地驻守。不仅仅是万族留下了不少的尸体，可以吸收生命能量，快速补充兵力。更多的是，在姜旺以前逃跑的时候，在第二、第三建立了不少的地下虫巢。毕竟总跑下去也不是办法，现在恐怕不管是人类还是万族都很不得对他除之而后快。与其慢慢被消磨，不如就在这继续坚守下去。另一边的人类在姜旺获得了7个核心之后，彻底陷入了疯狂。他们状态正处于全盛时期，只要能够杀死姜旺，那么整个死神赐福就是人类的天下。至于狮王那一边，在得到姜旺已经把核心全部拿走的时候，他们万族已经算是被淘汰了。但狮王兵不甘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万族被调集，他们准备在人类和虫族相争的时候横插一脚，毕竟只要杀死画画汪，他们万族依旧还有机会。虫巢内，军坛已经全面展开，随着掩藏在地下的虫巢不断的爆兵，虫族也开始迅速补充兵力。姜旺躺在沙发上闭目凝神，恢复实力。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半天之后，当第一支人类部队出现在虫族的视野的时候，激战开始了。砰砰砰，雷兽发起震耳欲聋般的冲锋，而雷兽的脚边爆炸西瓜虫宛如一道绿色的荧光，直直的朝着人类的区域冲去。轰轰轰，少量的虫族和重炮迈出军坦的范围，目的就是要测试一下人类的普遍战斗力。唰，一个个兵系领主快速出手，不仅将西瓜虫冻在空中，甚至还让雷兽的脚步逐渐凝滞。凭借着元素领主和召唤领主，虫族在第一波的试探之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随着一波又一波虫族的牺牲，姜旺也大致的了解到了人类的战力。第二区域，李青山死死的关注着姜旺与人类的战争。毕竟一旦等姜旺拖延够了24小时，他就会成为10个赐福的拥有者。这是什么概念？在以往的死神赐福期间，只要能够拿到3个赐福，基本上就获得了进入第2阶段的门票，甚至第3阶段也不是不能争一争。李青山进行短暂的思考之后，觉得放弃进攻 A2， 毕竟即使攻下了，获得众多赐福的姜旺依旧可以平推他们。走，进攻姜旺！听见李青山的话，赵恒直接坐起身。早就应该这样了吗？不仅如此，李青山甚至联合了其他人类区域，朝着姜旺的方向压去。而另一边，狮王已经抵达虫巢的附近，但他却并没有急于进攻，反而让万族隐藏了起来。毕竟他们连核心都没有了，大不了直接传送回去。反观人类这边，他们也是第一次如此团结的进攻一个人。随着人类逐渐的深入军坦，不停在虫巢周围集结的虫族严阵以待。第126章，人类开始缓步推进战线。凭借着各种元素领主的存在，军坦被大面积的毁坏。越来越多的武道领主、机械领主和召唤领主顶在前面，乍一看宛如一块块城堡逐步推进一般。要不说人类只要不内耗，那战斗力至少得翻倍。这些人为了万无一失的拿下姜旺，甚至根据各自区域的人分配成了不同的战团。虫巢内，姜旺冷眼看着一路高歌猛进的人类。说实在的，就现在这种局面，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无论地下还是天上，人类都做好了万全的防御。但很快，姜旺就发现了一个瞬间的破绽。一个战团与另一个战团因为走位的失误，出现了短暂的混乱。虽然这个破绽并不足以起到颠覆性的作用，但足以让将在这一块城堡群上撕开一道裂口。随着人类逐渐的深入，安娜这边也做好了准备。准备好了。安娜凝重的小脸认真的朝着姜旺点头道。姜然揉了揉安娜的头后就走出虫巢，而爱丽丝也紧随其后。当姜旺走出虫巢的那一刻，无数的虫族瞬间抵达未被摧毁的军坦，
忽然出现的大批量的虫族也让人类霎时间手足无措，而下一秒姜望的和爱丽丝的出现更是让他们有些慌乱。死！虫族宛如锯齿状的冲锋，狠狠冲向各个战团之间的缝隙，力图想要将战场分割，逐个消灭。别慌！某个元素战团的一名指挥刚想站出来稳住局势，下一秒就被姜望给盯上了。轰！裹挟着精神力的一拳瞬间轰碎了他在身前凝聚的数层岩土城墙。咚！庞大的精神力直接朝着下方压去，原本还想要帮忙的众人竟无一人能够抬头，每个人的眼中都有着浓重的惊骇。从姜望偷袭徐良街和斩杀两大首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姜望的实力不俗，但只有亲身体会了才发现，当姜望的精神力压下来的时候，就宛如天倾了一般，而且在黑白属性的蹂躏下，保持基本的理智都变得无比的困难。陈岩一边艰难地抵抗着姜望的精神力，一边不停地释放各种的战技，想要阻止姜望的步伐。眼见姜望的越来越近，陈岩一咬牙，对着姜望发动了他尚未掌握的战技黄土厚葬。只见一块块的土块从地上飞起，直直地朝着姜望飞去。姜望微微皱眉，这些岩土好像那磁铁一般，死死地吸附在他的身上，无论他怎么甩都甩不掉。眼见越来越多的黄土把姜望过成了一个硕大的土球，陈岩猛然咳嗽了几声，看着手中的鲜血，他也无可奈何，毕竟姜望给的压迫感太强了，他也只能越阶使用战技。正当他准备呼叫其他指挥前来支援的时候，忽然觉得周围的精神力陡然变小了，而这一变化不仅让他疑惑，刚刚那么猛的姜望不会就这么死了吧？下一秒，原本还纹丝不动的黄土球开始逐渐膨胀，随着一道道裂缝开始蔓延。满脸惊骇的陈岩迅速遁入土中，朝着其他战团冲去。比起相信其他的领主能来营救他，还不如直接冲到这些人的脸前，这叫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破土而出的姜望看眼那名岩系领主不见了身影，索性也不再追击，反正此次他的目的也不是那名领主。而被姜望压制的整个战团迅速被虫族以最快的速度杀戮着。当其他战团准备支援的时候，这一小个元素战团已经几乎被消灭殆尽。操！你干什么吃的？徐火焰看着面前的陈岩，不由得恼怒道。本来他就对这个被姜望盯上，还第一时间将战火引到自己这边有些愤怒，当听到整个元素战团被杀光的时候，就更加怒不可遏了。他们是武道战团的，虽然本事实力不俗，但也是需要炮火的支援的呀。现在倒好了，炮火支援没了，差点还引出过来一个杀神。我靠，你还有脸说我？说好的你保护我们战团呢？姜望长驱直入，宛如无人之境的时候，你在那儿，而且我不停地发送的求救也没见你们来支援啊。我黄土厚葬都用出来了，你猜黄土厚葬坚持了几秒？3秒，3秒啊！陈岩有些崩溃地说道。其实他不是很怪周围战团，毕竟从姜望冲进来到他逃离战场前后，也就是8秒的事。看着陈岩不像是装的表情，徐火焰面色逐渐有些凝重。黄土厚葬他是知道的，岩系黄金级别的战绩，这种级别的战绩都用出来，那是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姜望真的这么强？看着徐火焰的有些疑问的表情，陈岩反而冷静了下来，一声冷笑。这么给你说吧，我跟他单对单，不要命的搏杀，我可能坚持个15秒左右。至于你吗？就算爆种爆发小宇宙，撑死了也就25秒，这还是占了你武道领主抗揍的光。看着陈岩不屑的表情，徐火焰陷入了沉思。另一边的爱丽丝借着虫群的掩护，也冲进了一处武道阵营，并且凭借着高超的暗杀技巧，悄无声息地抹杀着对虫族具有威胁的领主或者具有特殊功能的领主。当这个战团的指挥逐渐发现死伤过大，并且发现了爱丽丝的踪迹的时候，爱丽丝当场化身为狂暴女战士，一手长寿直接在整个战团之中挥舞的飞起。身后的虫族也不要命，跟着爱丽丝的脚步进一步的撕开防线。当其他战团的指挥前来支援的时候，爱丽丝急流勇退，而隐藏在虫群之中的大嘴让这些强者面对大嘴这种360度无死角的攻击时，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冲吧，一旦被僵直，那就直接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不冲的，凭借着人命堆也不是个事。况且爱丽丝和姜望凭借军毯的特性，可以随时出现在整个战场各处。好，在后方完成冲锋蓄力的雷兽陡然被安娜传送至前线，随之而来的不仅仅雷兽，还有众多的大嘴和女王卫队。忽然出现的雷兽群瞬间让众人陷入了紧张的情绪，并非是他们畏惧了虫族，而是通过其他战团的讯息，姜望和爱丽丝就喜欢隐藏在这种大规模的虫群中。一个强大而又坚固的战团，往往不是从外部被人攻破的，而是被人从内部逐渐撕开一道道口子。第127章，就在雷兽马上要狠狠地撞上由岩系和冰系双重建立数道防线，下一秒还没见雷兽破墙而出，只见一个身材萧条的身影直接轰碎了数道防线，为雷兽开道。而此刻战团内的指挥也是冷冷一笑，
自从得知姜望会冒险杀入战团后，他就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只要姜望赶来，即使势必要他付出惨重的代价。眼见姜望距离越来越近，指挥的笑容都快咧到耳根了。轰！强大的精神力宛如汹涌的浪潮一般，直接对人类前方的战线迅速造成巨大的伤害。而姜望却在施展完精神力之后就消失不见了，独留下战团内的指挥笑容凝固在脸上。可还没等他缓过来劲，雷兽就咆哮着冲进还在混乱之中的前排阵线。姜望的冲锋仅仅是为了给雷兽营造一个完美的冲锋条件而已。接下来就是实打实的正面交锋。雷兽作为肉盾，不停地推进着战线，并增加后排的空间。女王卫队则作为最锋利的利刃，不断地收割着战团内的生命。死亡的尸体快速被军坦吸收。即使人类非常努力地击杀着虫族，但逐渐扩大的虫族战场和快速铺开的军坦，让安娜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入各种的兵力。这就是军坦的恐怖，它可以让虫子随时调动最多的兵力，打出最大的优势。其他区域安娜也没有闲着，重炮无时无刻的在轰鸣，伸手不见五指的孢子迷雾，虫族不断传来的嘶嘶声，不远处传来人类的惨叫声，脚下威廉的军毯和未干涸的血迹，一幕幕的战争场面不断的冲击着众人。他们也参加了数股交锋，他们大多数也都是各自家乡的一方人物，他们也是在神斗空间内杀人不眨眼的狠人，但现在他们也慌了，也害怕了。这种看不到未来和方向，也不明白敌人何时何地的从什么方向出现。当虫族的嘶鸣声在他们耳边响起的时候，下一刻就有锋利的连刃破物带走你的性命，铺天盖地的翼龙也会不时的忽然杀出，将你在空中撕碎。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或许实力强劲，但在大嘴针对下，甚至还没有普通人具有反抗能力。开战仅仅半天，所有的人类战团都被虫族这令人畏惧的战争手段所震慑。战团后方，3个区域的负责人有些头疼地看着各个战团汇报上来的信息。赵11，我元素战团被袭击，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支援？赵11睨了一眼 A1 的前心，救？怎么救？我的战线不要了。你，行了，别扯了，说说怎么办吧。孙冠有些不耐烦地打断道。听闻此言，3人都陷入了沉默。短短的半天，人类的阵亡了足足5亿，虽然远远比不上万族的阵亡比例，但要知道，这是人类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和阵容的搭配才进入的挑战副本，而万族那边纯属是没有带各种加成和装备，再加上姜望不计代价的拖住了4个首领，才获得了巨大的斩获。看到这个阵亡人数，3人都陷入了沉默。在他们的初步估算，在军毯上的虫族虽然无法跟人类做到1比1战损比，但也相差无几，再加上高端战力无法全面的出动。操！万族呢？钱心有些愤怒的说道，毕竟说好的联盟，现在狮王就算走得再慢，也快要到附近了。听到钱武的话，赵11更加的不屑，人家7个核心都没了，这时候不偷袭你都不错了，你还指望他帮你？到时候恐怕即便我们打下姜望，万族也会第一时间对我们出手。那你说怎么办？眼看话题终于到了正规，赵11直接就把李青山给他的锦囊妙计说了出来。集结兵力，以3个锋锐阵型冲锋。赵11的眼神狠厉地扫过2人，继续说道：那些虚话我就不说了，谁先进入虫巢拿到核心，就看各位的本事。钱心和孙冠相识看了一样，最终选择了同意。虽然他们这边已经达成了改变计划的决定，但战场的事岂是说变就能变的？随着中军被进一步的撕裂，周围越来越多的战团前来支援，但支援的路上并非是一帆风顺。人类在军毯之上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负面影响，但虫族就不一样，强大的传送能力让你每个地方都得保持最高的警惕，因为一旦你那个地方的兵力薄弱，就会立刻传送一批虫族，趁你病要你命，打得人类烦不胜烦。随着命令的下达，各个战团开始融合，逐渐组成新的锋锐战团。但发现想要变阵的安娜岂能让他们这么安然地转换阵线？凭借着强大的天赋和战场的洞察能力，任何一个破绽都无法逃过安娜的法眼。此刻人类越动，防线被撕得越碎，虽然不足让整条战线崩溃，却根本无法让如此庞大的人群在战场上集结。况且虫族陡然增加了战争的烈度，让即使已经形成锋锐战团的人类也只能艰难抵抗。无奈之下，人类选择逐渐后退，并在后退的途中完成转换。但大批量进攻还好说，毕竟大家都是朝前的，可后退你怎么说？难道背过身去？这不是给虫族送人头？可若是面对虫族逐步后退，一是无法形成有效的阵线，伤亡远比正面对抗；二是无法兼顾毁坏最新恢复的军毯；三是对士气的极大的损耗，甚至后排的士兵已经扭头跑步前进了。在付出了将近4亿的伤亡后，人类终于退出到了安全的距离。在人类之前是望不到尽头的尸体，在人类之后是各个精神萎靡的众人。1天的时间，9亿的死伤，这种数据让给劫后余生的人类都感觉恍如隔世。
在以前，这样的短的时间内，如此高的战损只会出现在新闻里。当他们听说万族30亿的数量不仅被全部消灭，还被抢夺了核心时候，他们先是震惊，然后便是嘲笑。30亿啊，哪怕是30亿头猪，杀猪刀抡冒烟，恐怕都不能一天杀完。可当他们真正的面临虫族的时候，他们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绝望，甚至有不少彪形大汉都低声啜泣了起来，有的则面容呆滞。说实在，若不是这些人之中大多数的杀戮值不足以离开神舵空间，他们早就走了。此刻死神赐福的血腥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有很多人在进入死神赐福的时候自觉实力非凡，他就是天命之子，但其实他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们既比不过那些带着团队进入死神赐福的世家子弟，也比不过有天才之名的少年俊杰。说到底，若是他们没有进入死神赐福，他们凭借着实力还能在自己的家乡活得不错，可进入到了这片充满血腥和死亡的空间，那么他们就是炮灰，他们只能成为强者登顶的枯骨。第128章大决战。此时除了极个别的高端战力，几乎都是处于消极状态。毕竟这么大的牺牲，即便是跟万族对拼3天3夜，也没有这死的人多啊。一天打没了一个区域，这谁顶得住？眼看无论是怎么说，所有人都驻足不前，赵11也是急得直上火。但毕竟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大家跟着你混，是想吃点肉，喝点汤。现在不仅没吃着，那肉直接从碗里蹦起来，哐哐给你俩耳刮子，又接了一顿闪电鞭，眼看肉是没法吃了。这回大家没跑都不错了，谁还乐意听你逼逼赖赖？另一边的李青山等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最多再有一天，不仅李青山等人 A1、A2 的主力部队也会抵达，足足20亿的人手，还包括各自区域的顶尖战力。说起这个消息，此刻的众人才稍微开心了一点，但也仅仅是一点而已。毕竟虫族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况且那7颗核心马上就要到兑换的时候了。虫巢内，姜望一边查看着各处的虫巢的情况和地底的防御措施，一边看着核心的倒计时。3点54分34秒，3点54分33秒。眼看时间将近，姜望更加的严肃。在跟人类的战争中，别看虫族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击溃了各个战团，其主要原因是军毯的作用和大嘴对高端战力的压制。而仅仅只是3个赐福，就对虫族有如此大的增幅。若是将7个核心全部兑换，另一边军毯不断的吸收死去生物的能量，并供给各个虫巢。原本在与人类战役中牺牲的7亿虫族，在姜望的天赋下迅速补充了回来，甚至在多个虫巢开足马力的情况下不降反增。虫族的兵力此刻已经达到32亿之巨，如此多的数量足以支撑到核心兑换。而人类这边，此刻狮王独自一人来到人类的阵营之前。他本来以为姜望在吃下30亿的万族后会有巨大的代价，而人类的忽然出击会直接长驱直入的攻破虫巢，届时他再率领万族前去争夺。但没成想虫族的战力不降反增，甚至压着人类打，最后还将人类打出了军毯。眼看核心的兑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若是不能在核心兑换之前拿下姜望，到时候再多的算计都会在强大的实力面前灰飞烟灭，所以他选择再度和人类联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火中取栗。至于他会不会被人类强势击杀，暂且不说击杀他没有任何价值，就从他的实力而言，没有3个赵恒那个实力的人，想要留下他怕是有些难。狮王很快就被邀请进了指挥部，此刻赵11就像那通讯笔，他将狮王的合作的意向和阵容分布转达给李青山，李青山再把中间对人类不利的部分驳回。良久之后，虽然交谈并不愉快，但双方还是达成了合作。当狮王回到万族的时候，仅仅是来自血脉的压力，就让接近30亿的万族义无反顾地做好了冲锋的阵型。阵营之中，黑虎不断地向姜望传达着万族此时的动向，而白狐不仅说出了他的动向，甚至还说出了狮王突然离开了一段时间，并猜测应该是去找人类联军了，然后又把众多的细节也和盘托出。姜望看着两兽发来的信息，微微一笑，果然有内奸好办事。随后他向两兽下达了尽量靠后的指令，毕竟一旦开打，即使虫族不会主动攻击这二兽，但就凭着二兽的实力，一旦被余波震死，那对姜望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但另一边，姜望开始源源不断地调遣虫族做好准备。随着万族率先的发起冲锋，人类那边也蠢蠢欲动。为了应对大嘴的存在，指挥部专门组织了中高实力的人打头阵，高端战力次之，一旦出现大嘴的身影，就有高端战力迅速消灭。然后在画了一堆大饼的情况下，所有人才重新拾起勇气，列队准备朝着虫族冲锋。随着万族的逐渐深入，狮王渐渐发下了不对劲，不应该，为什么没有虫族拦截？此时的万族已经冲锋接近至1万米，但连个虫族的腿都没有看见。而另一边的人类则刚刚深入5000米，周围就响起了无数重炮的响声，不少人光是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一激灵。因为这个孢子，别看现在没事，等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成剧毒，
而且就算你闭气也没用，这玩意他妈的无孔不入。当一个人在你面前痛苦的变成了蘑菇人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怖就让你恨不得马上就逃离这里。浓重的孢子雾瞬间唤醒了众多普通人内心的阴影，这让原本士气低下的人类更加的畏手不前。而这正是姜望要的效果。虫巢吸取的众多记忆中，将感受最多就是他们对破雾而出虫族的恐惧和忽然变成蘑菇人时伸向他们挣扎的手。人类不同于万族，他们不会受血脉驱使，他们是会畏惧的，是会溃败的。这正是姜望的突破口，也是姜望的机会。只需要少量虫族就可以拖住大多数的人类。万族那边眼看已经马上深入到2万米了，依旧没有虫族的拦截，这让狮王有些内心有些发怵了。但是已至此，他只能闷着头向前冲锋。其实姜望对待万族的方式非常简单，那就是正面交锋。对待万族这种种族，只能够正面交锋，不死不休。而此时的核心，2点47分54秒，第129章大决战 2.0。 就在万族向前2万米的地方，数支虫族部队严阵以待，并且层层分布，宛如一道道拦截网一般。此时虫族的目的已经不是杀伤万族或者人类了，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尽全力拖延时间。人类那边随着孢子雾越来越浓重，已经根植在某些人内心最恐怖的事情终归是发生了。当最前方的高端战力发出警戒的时候，所有的人类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进入防御姿态。死！下一秒，直接传送人类部队脸前的女王卫队直接挥舞起了镰刀。不同于普通的跳虫，女王卫队和主宰之刃一样，每一只的基因都会被上传至基因库，并优先享有更多的资源。不断累积的战斗经验和不断根据自身的情况，可以选择侧重的进化方向。很不幸，最先出来的这些女王卫队是以破阵手而进化跳虫，硕大的连刃瞬间收割了数十条鲜活的生命。紧随其后的就是主宰之刃迅速开始扩大战果，寻找其他战机。此次姜望安排了将近5亿的虫族和接近1半的主宰之刃，用于拦截和震慑这些人类。以他对人性的了解，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亡。此刻这些人既然能够再次踏上军坛，已经不是简单的画饼都能解决的了。这些人必然已经认识到了，若是不拿下姜望，那么他们将永远的留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他们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不同于高层想要争夺赐福进入后期的角逐，大多数人的要求已经变成了活着就行了。那么只要让他们知道，不进攻虫巢尚且还能苟活，进攻必死无疑，就可以让人类在沉默中灭亡，而不是爆发。只要拿捏好这种心理，姜望就可以用极少的兵力尽力的拖延人类。随着虫族最强部队摧枯拉朽的击杀着普通士兵，甚至是中高盾的强者，不少人都以为虫族又开始大面积的进攻，而开始小面积的骚乱。在安娜的操作下，每一个虫族都尽量的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优势，来给人类造成最大的恐惧。而另一边的高端战力一边应对着大嘴的偷袭，一边充当救火队员，四处救火。他们现在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将他们阵容或者是情况泄密了，要不然为什么每次进攻或围剿姜望总能在各种地方出现新的破绽，即使更新或是改变阵型都无济于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2个字：人性。战争从来不仅仅是正面作战，还有偷袭、侦查、信息乃至心理战，而这些对姜望来说已经快成为家常便饭了。当他因为虫族实力不足而想出来地道战、金蝉脱壳、草船借箭等一系列的战术的时候，甚至是一直自己所遭遇和所见到了，让姜望早已对人性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唰！一只主宰之刃在被一个武道领主打爆头颅的同时，仅剩的连刃狠狠地从后背穿过领主的心脏。那名武道领主瞪圆了双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死在虫子的手里。而这一幕让安娜也有点愣神。按理说，那个武道领主白银9阶的实力，即便他大意了和跳虫从背后偷袭，都不应该直接一刀干出来9999的呀。但事实就是如此，只能说欧皇万古长青，非求不得好死。这一下不仅触发了主宰之刃的真伤和暴击，甚至还触发了赐福的8倍爆率。而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周围的人类。很快，5亿的虫族在面对16亿之众的人类，很快就仅剩下了1亿。可所有人看着人类与虫族混杂在一起的尸体，都有些说不出来话了。轰轰轰！随着重炮最后一波发射，周围的孢子变成了深紫色，成了压垮普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16亿的人类开始出现了溃散。开始时最边缘处的小部分人员被高端战力迅速斩杀后，其他位置也接连出现。渐渐的，大溃逃全面爆发。万族这边也已经跟虫族进行了交锋，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见面就是干。雷兽咆哮着想要碾碎一切阻挡虫族的生物，而万族也异兽也不甘示弱，庞大的身躯宛如2座巨山一样碰撞在一起。巨大的声响和散发出来的冲击波让离得近的生物都险些当场丧命。
但最后雷兽在付出了一根獠牙的情况下，咆哮着向所有人宣告他的胜利。这一幕还在战场各处上演，但万族终究占了数量上的优势。为了能够最大化的保存兵力，姜望每到拦截王所安排的虫族并不多，并且还会在局面发生不可逆转的失败的时候，最大程度的将有生力量撤回。姜望看着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核心兑换时候，神情凝重，因为他获得核心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的，就算别人看不到核心，也能推断出来一个精准时间，距离归零越近，那些最强者们越会坐不住。此时的狮王被搞得烦不胜烦。好！随着狮王的怒吼，原本的3个硕大的队伍开始逐渐分散成6个队伍，每伍一为一大队，3支队伍在前，3支队伍在后，宛如大雁的飞行队列一般。很快，万族再次遇见了虫族的拦截，只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前面开路的3支万族队伍直接狠狠地撞了上去，而后面的3支队伍则借着前面的掩护，直接撕裂了3条裂缝。虽然最终只有2支队伍成功躲过拦截，但依旧比之前的要快得多。万族这边新的问题还没解决，人类这边又出了新的幺蛾子。高层战力眼看普通士兵带不动，只能带着中高端的人直接杀向虫巢，而原本用于拦截人类的虫族，早在最开始的威慑行动中死伤殆尽。虫巢内，爱丽丝抓起手边的长槊就朝着虫巢外走去。你干嘛？爱丽丝也不说话，就死死盯着虚拟屏幕上正在飞速朝着虫巢靠近的人类战团。那也不用你去。说完，姜望就扭头了，嘴里还不停地嘟囔：什么年代了，还学人家搞单挑？随着姜望的快速清点和配对，一支专门针对人类战团的虫族部队诞生了。第130章大决战 2.1。 经过姜望的改造，一只大嘴和翼龙相结合，这其实并不难，毕竟翼龙本身尾部就具有一个可作为头质的口器。姜望再把大嘴移植到那个口器的位置上之后，出乎意料的和谐。大嘴不仅能够借助翼龙飞翔吸取空气就能生产毒素恢复血量的特性，甚至还比以前移动速度更快，射击范围更广。而且这种新式的兵种他们也没见过，只要能够利用得当，融合新兵种空战大嘴。介绍：飞得快，射得准，飞行灰能力，爷们就是天空最亮的仔。姜望将它命名为空喷，至于地上的就要地喷，简单易懂。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喷被生产出了，虫巢的上空很快就集结了一正版的翼龙和空喷。当数量集结到一定地步，在姜望的命令下，所有待命的虫族都被传送至人类目前的必经之路上。人类战团这边因为数量的减少和实力的上升，只要小心不要被虫群之中的大嘴针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死！说曹操道。众人看着不远处疾驰而来的虫群，抬手就是大范围的战绩。随着一波一波的轰炸，虫族在付出了一些牺牲后，也来到了这些人的脚下。期间他们也遇到了不少的大嘴攻击，但凭借着联合的防御，即使号称强者杀手的大嘴，也只能被这些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类挨个灭杀。嘿，你看这臭虫，跟他妈姜望一个德行，又阴又恶心人。看着死了都要爆炸造成一波的大嘴，钱心不由得骂道。眼见脚底的虫族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这些索性也没有理会。随后他们又往前持续遇到了好几波，但后续大多数都是翼龙。凭借着不俗的实力，他们摧枯拉朽地击穿了层层拦截。这些人甚至连防御都没有开，毕竟全身级别的防御还是比较耗费灵能的。虫巢内，姜望眼看时机成熟，直接让翼龙不再隐藏，有机会就狠狠地给他们来一下。你们说万族不会已经打到了虫巢了吧？孙冠看着一波波宛如送人头的虫族，忽然说道：要不以姜望的实力，即便是试探也不能这样一直试探。要么是他现在自顾不暇，是虫巢的自主防御，要么是姜望又憋着什么事呢？此言一出，让通行几个白银9阶巅峰也多少有些拿不准。万族应该没有这么快吧？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已经快没时间了，加快速度。赵11忽然说道。此时的时间就剩1个小时了。就在几人刚刚提速，迎面就遇到了庞大的翼龙群。原本就怀疑有诈的几人比较谨慎的没有攻击任何一只翼龙，生怕这支部队就是姜望派来的自爆部队。但直到正常翼龙开始攻击，几人都丝毫没有发现异常。随着逐渐的试探，这些人也放开了胆子，开始大肆杀了。而与此同时，一只躲藏在翼龙群之中的空喷的尾部缓缓探出了改良版4管毒王突突枪，哒哒哒哒哒，忽然响起的声音瞬间让不少人浑身一惊。但下一秒，每个人的身上少说都已经挨了至少1000发的攻击，仅有少数几个一直用能量防御才逃过一劫。原本气势如虹的人类战团尖刀队伍纷纷从天上坠落，而他们身后的中高层也好不到那里去。随着地底出现的主宰之刃一顿哐哐收割，上来就死了一个白银9阶巅峰和数个白银8阶强者，而那几名没有中招的强者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疯狂抢救。火遁！
忽然一个硕大的火球横贯天空，范围之大，甚至让整个不停歇的火力出现了短暂的空缺。而就是这个短暂的空缺，再次让一人找到了生的机会。巨木围墙，只见那人刚刚起来就直接施展出战技，一根根硕大的藤蔓直接将众人围在其中。但很可惜，若是他能够早些站起来就好了。原本足足7人的高端战力，在主宰之刃之下已经身死了2个，剩下2个也是奄奄一息。至于中高端战力更是凄惨，一波偷袭之下直接惨死了大半，整个人类部队都可以回去写个对抗虫族的辛酸血泪史了。为了避免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对付他，姜旺用了最歹毒、最有效、最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让人类落得了个出生未捷身先死，而后心死，最后挫骨扬灰。虫巢内，此刻的虫族阻拦万族已经绰绰有余，而人类这边也已经被姜完报废了。就当所有的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姜旺忽然就开始警惕了起来。这种想法非常不好，每当你觉得事情中顺利完结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打乱你的节奏。我们俗称 Fiat， 有时也叫墨菲定律。此刻已经快到抵达 C2 的李青山止住了脚步。你确定要这个时候传送过去？李青山面色凝重地看着赵恒。那当然，本大爷就是要这个时候去救市的嘛。赵恒有些臭屁地说道。好，那我不拦你，距离核心兑换最多还有48分钟，谨记时间，赵6、赵8、赵9，你们也一起去。记住，你们死了，少爷也不能死。是。3个长相几乎一致的人齐齐出列回应道。随着传送的亮光在人类战团的附近亮起，姜旺就知道这是他妈的没完了。来人不只有赵恒等人，还有 A2 的最强者影子和 A1 的最强者2号，而万族的最强者此刻也在这个军毯之上。原本只会在第3阶段才会出现的名场面，此刻竟然因为一个人而齐聚一堂。这种100年乃至1000年从未有过的事情，此刻竟实打实的发生了。但也不奇怪，毕竟也没有哪一届能将7个未兑换的核心统统拿到手的。随着赵恒的到来，原本重伤的赵11瞬间扑了上去。少爷！哇！赵11哭的可谓是听者落泪，闻者伤心，主要孩子被坑得太惨了。行了行了，少爷马上去给你报仇哦，你6个他们也一起去，你就回去老实待着吧，好好保护军师。说罢，赵恒直接起身离开。刷刷刷刷！不仅是赵恒，影子和2号2人快速跟上，化作一个流星一般，直直的朝着虫巢冲去。第131章大决战 3.0。 虫巢内，姜旺看着来势汹汹的众人，长叹一口气。走了，这回轮到咱们干活了。姜旺拍了拍爱丽丝的肩膀。巅峰与巅峰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有人的巅峰距离黄金只有1线之隔，有人虽说也是巅峰，但其实也就是比9阶稍强而已。赵恒他们这个级别并非是虫族完全没有用了，只能说他亦没有时间再继续研究一个针对性的兵种，而且巨大牺牲换来的微薄伤害也没有必要，不如全力拦截万族。经过与万族的对战，姜旺的实力应该是不输任何一个这种白银超巅峰，但这一下来了6个，他也不知道自己顶不顶得住。忽然，姜旺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后退了2步。为了能够让爱丽丝更好的发挥武力，虫族将所有的武器类的战利品并没有吸收化为能量，而是筛选之后专门放在一个兵器库内，而它吸引他的正是刚刚一闪而过的暗光。姜旺径直地走向那处亮光，叮叮当当。经过一顿翻找，姜旺终于找到了吸引自己的东西，一个类似于纸虎的手套。姜旺记得这个武器，这个是曹武的东西。曹武虽然不是姜旺杀的，但他死的时候，他的装备自然也就留了下来。几经转折后，到了姜旺这里，看着上面已经干涸的血迹，姜旺将它清洗干净后，还是决定带上试试吧，有总比没有强，反正自己也是用拳头的。说着，他就边走边穿戴，看着有些朴实无华，甚至有些丑陋的拳套，姜旺有些羡慕爱丽丝的长刀。这种小范围的对战，长刀明显更适合一点。回头高低的让李雪怡教我点其他的兵器。黑蛇军营正在反复观看信件的李雪怡忽然打了个喷嚏，爱丽丝和姜旺直直朝着赵恒的方向飞去。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所有人黔驴技穷，姜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2人就矗立在距离虫巢8888米的地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图个吉利。爱丽丝，怕不怕？不怕，怕也没用，现在也回不去了。爱丽丝，呼呼呼呼，破风声由远及近，随后停在了2人的面前。你就是姜旺？人未至，声先来。赵恒高高在上一般的质问着姜旺。不是，你走吧。姜旺也不惯这个吊样子，又不是动脑子那会儿，还是口嗨开心点。赵恒也没想到姜旺敢如此戏谑他，本身就想着给11报仇的他当即大怒。那你死吧。姜旺没有看清他是什么时候出鞘的，但当赵恒将明晃晃的长刀高高举起的时候，姜旺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唰！
他手中的长刀直直地劈下，没有任何的花哨，出手即杀招。长刀在姜望的眼中仿佛像一个巨大的山岳一般，狠狠地压来，又好像轻轻的红毛，无论姜望怎么躲，都好像比他更慢一步，好像等待姜望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刀意都出来了。影子看着长刀上萦绕的淡淡的韵意，有些惊讶的轻声说道。但下一刻，当，金铁撞击在空中不绝于耳。姜望不仅在最后时刻躲了过去，甚至还挥手直接朝着刀上猛捶了一拳。原本就带有尖刺的纸虎将整个刀身捶得不停乱颤。噗呲，赵恒一口鲜血吐出，姜望那一拳哪怕打在他的身上，都比打在这柄刀上来的好得多。就在刚刚，他直接用出了最强的一刀，刀之领域以及各种增幅全部加持到这柄刀之上，甚至那才领悟不久的一丝刀意，但没成想姜望不仅能够躲过，还回头补了一拳。而姜望此时也是一头的冷汗，刚刚若不是他强行用精神力撕开了那个困境，只怕自己即便没有死也会重伤。忽然，身后的爱丽丝瞬间拔出长刀，不断挥舞着，而空气之中则不断传来金铁碰撞之声。当当当！就在姜望这边还没喘上两口气的时候，一直按兵不动的影子忽然出手。他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了姜望，可不会跟姜望玩公平竞争那一套。眼见没有得手，影子再次消失不见。吼！1号！听到这个声音，原本还冷傲的爱丽丝瞬间变得不自然了起来。她猛然回头看向那个所谓的2号，跟我走。你是我们的。2号双眼通红，宛如机器人开合的嘴巴，不断地发出破锣般的嗓音。听闻此言的爱丽丝更是直接进入暴怒状态，但她依旧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守护在姜望的身边。姜望感受到了爱丽丝精神世界传来的害怕、血腥、死亡和担心等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去吧，去杀了他。姜望轻声对着爱丽丝说道。看着爱丽丝担心的眼神，姜望微微一笑。别怕，相信我。自信的男人帅不帅，姜望不知道，反正现在姜望在爱丽丝的眼里宛如神明一般。爱丽丝瞬间窜出，而她的身上也开始冒出了红色的光芒，仅仅一个照面就开始释放潜力。但这些就轮不到姜望管了。他缓缓挺直了腰背，看着面前的2名超巅峰和3名巅峰。谁先来？冷峻的脸庞，飘逸的气质，傲视群雄的语气，说实话，这让本来还非常担心的安娜内心都多出了一份疑问和安全感。一起上！轰！砰！唰！一个照面，姜望直接被打得后退800米。姜望一个翻身，只停了身子。轰！精神力超负荷展开，姜望的长发飘逸，深邃的眼眸此刻变得宛如黑洞一般，摄人心魄。众人当然不会被他这一套唬住，继续交错攻法。一柄长刀直接横劈而来，姜望直接后推3寸2，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刚躲过刀尖的攻击范围，并直接回身朝着空气猛然挥出一拳。咚！但姜望还没停，面对赵恒连削带劈的长刀，姜望也不退不避，一双纸虎直接对轰。当当当当！几十个回合下来，纸虎断裂了3根。手套内，姜望的手不断的渗出鲜血，而赵恒的双手也不断的颤抖。此刻的姜望的大脑异常冷静，细胞以平常几10倍的速度朝着大脑进行供血和能量。超负荷的状态下，姜望的对周围的状态甚至可以做到未卜先知的错觉，就好比只要你想动，那么你的脑子就会发送电磁波，电磁波又会扰动其他的讯息。而姜望只要能在这种分子乃至电子层面筛选出来了正确的讯息，那么理论上他就能做到某种程度的未卜先知。而这也是精神力阴阳融合后产出的新特性。第132章大决战 4.0。 在强大的感知之中，姜望不停躲闪的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还会狠狠的这些人来一下。原本一边倒的压制打，忽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让赵恒等人有点接受不了。别管他，抢核心！说着，赵恒直接在3胞胎的掩护下朝着虫巢飞去，而一直让姜望背后发凉的那个影子也在赵恒走后消失不见。姜望扭头看向这些人的背影，并没有去追击，而是将视线看向了不远处的战场。那边不断传来剧烈的波动，可见那边的战斗的烈度。下一秒，姜望降落到军毯上，直接消失不见。此时的核心仅剩18分34秒。随着姜望再次回到虫巢，无数的翼龙和最新孵化出来的空炮纷纷起飞，准备为虫巢光荣的牺牲。看着安娜有些担忧的眼睛，姜望揉着安娜的脑袋笑了笑。他们要再不走，一会儿都得留下来当养料。随即姜望就飞至空中，等待着影子和赵恒等人的到来。其实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虫族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既然这些人如此锲而不舍，嗖，几道身影快速划过，而周围的翼龙一窝蜂地冲了上去。至于空炮则是火力全开，
冒绿光的加特林哒哒哒哒的转，打的就是气势。赵恒眼看铺天盖地一龙，直接抽出长刀，唰唰，十字交叉的无形刀气瞬间让偌大的翼龙群出现了一个真空期，但周围的翼龙又瞬间填补了空缺。操，没完了是吧？赵恒的眼睛有些泛红，一股子淡淡的红色刀芒在刀身凝聚，而周围的三胞胎则不停地击杀周围的翼龙。拔刀一字斩，当！赵恒出刀又收刀，只见一个小小红痕从赵恒处出发，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大。凡是被红芒触及到的翼龙，浑身好像被处以凌迟一般，迅速一片一片的死亡凋零。哈哈，老子看你怎么当！赵恒不断地喘着粗气，猩红的眼睛不断闪烁着狠厉。他们赵家有2门绝学，一门就是他们自己的内功修行法门，另一门绝学是抢来的。过程也很简单，与他们交好的世家因为一次危机没落了，他们就悍然出手，在付出不小的代价后，不仅吞并了所有的生意和功法，甚至所有的子孙都被当时赵家最强者全部秘密处理。血腥吞并是开元世界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而这门绝学也是对得起赵家付出。此时的红色血痕以一种不快但也不慢的速度朝着虫巢飞去，随着它飞行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杀戮越多，伤害也就越高。姜望也感应到了这个红色血痕的诡异，直接让周围的虫族散开。轰！一股无形的能量与血痕撞在一起，姜望的额头冷汗直冒，但血痕依旧一点一点地朝着虫巢压去。而此时的影子则趁着姜望正在对抗那道血痕，想要直接进入虫巢拿到核心。咚！就在他马上就要进入虫巢的时候，姜望忽然站在了虫巢的门口。他虽然无法准确地找到影子的位置，但他还是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判断影子想要干什么。此刻他的面色苍白，嘴唇干裂。超负荷本来就极其的敏感，再以精神力面对这种凌迟般的痛苦，险些让姜望炸裂。此刻的他处于崩溃的边缘，血痕在姜望的消耗下1/3。好了，主宰！安娜的声音从脑海中传来。姜望直接闪身离开。既然你们瞄着虫巢打，那就让你们打呗。当画画，汪带着安娜先撤不就完了？正看着姜望怎么死在这一刀下的赵恒脸忽然愣住了，红痕直接将虫巢削了一半。少爷，走吧，只剩下10分钟了。三胞胎看着李青山发来的时间，有些焦急。不行，我不信了！倔劲上来的赵恒当即大怒。叮！一声清澈的刀吟在他们的身后响起，唰！一道极快的刀光快速袭来，原本重伤的三胞胎毫不犹豫地一起挡在赵恒身前。噗！三人齐齐吐血，气息萎靡。此时的爱丽丝浑身血腥，腰间手中提着2号的头颅，快步走来。小六，你他妈的，老子砍死你！原本还萎靡不振的赵恒的当即爆发了小宇宙，直接朝着爱丽丝干去。当当当！爱丽丝此刻状态虽然极其的不好，但赵恒也好在哪里去。在与姜望的战斗中，虽然一直压着姜望打，但其实是他们10次不一定打到姜望1次，姜望打他们1次，他们就得难受好久。此刻的2人基本上就是凭借各自对刀的理解和看谁的身体先到极限。嘘，去啊！姜望微微后仰，漆黑锋利的匕首擦着皮毛划过，影子总能从不经意的角度的刺出致命的攻击。若不是姜望的体魄足够强大，光是划破皮肤所进入的毒素就足以让他喝一壶了。一击不成的影子迅速隐退，姜望冷冷地看向影子消失的方向，忽然嘴角一笑，找到了！终于找到破绽的姜望有些兴奋。下一秒，姜望直接朝着一片空气猛挥一拳，咚！噗！影子宛如打水漂一般，接连撞了好几下，最终停了下来。但相比于胸口的重击，影子明显更在意姜望是怎么找到他的。不可能！影子一脸不可置信，我杀了你！他宛如疯魔一般再次消失，但姜望却冷冷一笑，再次出现在此地的100米之外，一个转身横扫，轰！影子直接被打出了次元缝隙，一腿差点给他这条命给踢没了。此刻影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下一刻姜望直接出现在他的身前，他眼神冰冷地盯着面前这个一直游走于黑暗的刺客，不待他说点什么，姜望狠狠一脚踩在他的胸口之上，咚！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坑在影子的背后出现，这个从战斗开始就让姜望一直想要抓住的蚊子终于被姜望拍死了。想跑，可惜演技太差了，若不是因为他的存在，他好几次能直接将那三胞胎甚至赵恒击毙当场。腾出手的姜望直接朝着赵恒飞去，因为爱丽丝的忽然归来，赵恒等人与姜望的平衡被打破了。三胞胎眼看败局已定，用尽最后的力气站起身，两人拦着姜望，一人朝着爱丽丝飞去。少爷，快走啊！
他们气势逐渐拔高，很快就超过了赵恒他们这个层次，而且还在不停的拔高。江望看着浑身出现裂痕泛红的两人，眉头一皱，不断后退。另一边，赵六直接冲进赵恒的战场，死死地拦着爱丽丝。少爷，快走！此时的赵恒已经懵了，他当然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血魔丸虽然能够短时间捏大幅度提升服用者的强度，但却只能以自爆收尾，没有任何活路。六子，赵恒想要伸手去拉住正在不断跟爱丽丝战斗的赵六。少爷，求你了，走吧。卑职答应军师了，一定要让您活着回去。咱们这局输了呀。第133章，对所有人宣战。看着赵恒还在愣神，赵六猛然怒吼道：走啊，走！活着才能给我们报仇，走！而另一边的姜望当然不会让赵恒说走就走，可面前的两个赵家的家奴拼了命的不断拦截。姜望，你要是敢拦截我们少爷，我们就一起炸死爱丽丝！赵六怒目圆睁的朝着姜望怒吼道。听闻此言，姜望忽然愣了一下。此时的爱丽丝的状态极差，如真是。看着不停死命阻拦的三人，姜望忽然笑了，对着赵恒讪笑道：走吧，丧家犬，你有几个好家奴？赵恒双目瞬间通红。你说什么？眼看赵恒上钩了，姜望继续说道：怎么，有错吗？你敢跟我拼命吗？没了世家，你算什么东西？姜望不屑的表情和那刺耳的语言让本就愤怒异常的赵恒几乎失去理智。怎么，无能狂怒啊？你能干嘛啊？姜望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准备用精神力帮助爱丽丝脱困。赵六的嗓音都快喊哑了。只见赵恒忽然抬头深深的看了姜望一眼：我第一会让你死，一定会。随后下一秒就朝着远方跑去。看着赵恒终于走了，赵六才缓缓的长舒一口气。他就怕轴劲上来的赵恒非要拼死拼活，那他们的死才不值呢。赵六的话还没说完，姜望的精神力忽然压住了赵六，而爱丽丝终于趁机降落军毯，直接消失。现在就剩咱们了。一番激战过后，3声巨大的爆炸在虫巢周围炸开，而爱丽丝也提回来了一颗满眼震惊的头颅。赵恒，在安娜的安排下，赵恒在传送途中，爱丽丝猛然出现一刀消手，全程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人类最后的3个强者至此全部陨落。随着核心的时间抵达，二哈直接选择了全部兑换成赐福。第一区域化化汪兑换赐福13，第一区域化化汪兑换赐福27，第一区域化化汪兑换赐福107，第一区域化化汪兑换赐福02。赐福已经足够，24小时之后进入第2阶段。随着7个通告响彻整个死神赐福，所有还活着的存在都将活在虫族的阴影下。而另一边的狮王也知道败局已定，就带着少量的强大的万族撤退了。他其实在姜望等人战斗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那边战斗的波动，但在安娜的死命纠缠下，他被留在了这处战场。但此刻再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了。李青山营帐内，他看着通告内容和迟迟没有返回的赵恒，内心一凉。实际上，当那个传送的亮光在营帐之内亮起又熄灭的时候，他就觉得事情坏了。随即他就直接发信息给姜望试探：这局是我们输了，能劳烦你那把赵恒少爷还回来吗？只要能将少爷活着还给我们，什么条件你来提？看着信息，姜望犹豫了片刻，还是选择什么都没说。你家活着的少爷没有，死的估计人家也不乐意。在赵恒最后那仇恨一眼和对赵六他们那种感情之后，姜望就决定一定要杀了赵恒，即使这会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是他不清楚世家的能量，而是太清楚。李家仅仅一句话就能奠定他的结局，那么现在死死得罪的这个赵家呢？就赵恒身边的配置一看就知道，这就算不是家里的独苗，也是当做未来继承人培养的。但现在另一个问题摆在姜望的面前，虽然赵恒的死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那么自己怎么利用这个时间差将这个事情做成一个秘密？思绪良久，姜望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可用杀戮值兑换离开的方式让姜望根本没办法封住所有人的嘴。忽然，姜望看着手上突破天际的杀戮值，他准备最后尝试一波。如果关闭所有的传送通道，需要多少杀戮值？没有回应。如何关闭传送通道？遇到时空湍流等可观原因，宣战等主观原因。花了钱的就是不一样，神舵空间直接罗列出无数条讯息。如果对所有单位宣战，就可以使他们处于战斗状态，无法传送离开。可以。怎么宣战？1000万杀戮值参加追杀者游戏。宣战。交易成功。宣战期间，你的位置将被标记，你将受到所有人的追杀，祝你好运。姜望看着地图上自己的位置，有些不敢置信，这就行了。其实这里面的关键点主要是1000万的杀戮值，
一般情况，啥好人用1000万杀戮值买别人杀自己啊？还是不杀死不让走？随着他不停地做着返回试验，发现竟让真的没办法传送离开。营帐内，李青山有些焦急地等着姜望的回复。11，在。你准备回去吧，告诉家主，少爷可能凶多吉少，我这边尽力找到少爷的尸体。军师，这还有机会？您让我直接去找姜望吧，我就算是求，我也求着他交出少爷啊！军师，赵11说的涕泪横流。李青山无力地挥挥手，算了，回去吧。他放弃内心最后的幻想，还是选择先派人回去。看着军师决绝的模样，赵11最终咬牙选择了传送。军师，不行啊，没办法传送离开。赵11一脸懵逼地说道。什么？李青山猛然回头，让其他人试试。很快，所有人的实验结果都回来了，因为莫名其妙的处于追杀者的状态，所有人都不能传送。李青山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看着地图上最显眼的姜望图标，他有些颤抖地说道：姜望，你好狠的心机，好狠的手段啊！他已经意识到了姜望想要干嘛了。第134章，好日子来了。此时的虫巢正在厉兵秣马，由于万族和人类的贡献，姜望的虫族又迅速恢复了到了原来30亿的状态，并且还在持续的递增。而姜望和爱丽丝经过短暂的恢复，就带着一部分的主宰之刃，朝着李青山等人的营地进发。不只是他，而是所有的虫族都开始动了起来。他不可能等虫族或者李青山反应过来之后，才慢悠悠的去扑杀。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当他决定杀了赵恒的那一刻起，这些人的死亡就已经上了姜望的清单。所有的虫族倾巢而出。我靠，虫族这么强！姜大佬给个机会啊，求求了！芜湖，起飞！姜大佬肯定不会为难咱们的。姜大佬杀光万族啊！你们没有发现传送不能用了吗？啊，咱也不知道为啥就处于战斗状态了。姜望动了，你们好自为之吧。墙头草们还在为如何投靠姜望头疼的时候，有心之士们则已经开始谋划自己的后路了。毕竟现在这个局面太诡异了。另一边的李青山仓促地做着安排，所有人，快，朝着不同的方向跑。能活一个是一个，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家主。随着李青山的安排，最后一个赵11刚准备背着李青山跑，就被他一脚踹一边。滚蛋，自己赶紧跑！我就在这看看这个姜望。李青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一身实力全部都是精神力，还都是用于思考和推算的。他其实已经算到了，这里面的99.999%的人都得死。与其最后死在虫子氏手里，不如看看这个击败人类和万族的异界人，顺便看能不能阴他一把。军师，您说什么呢？您开玩笑的吧？姜望有啥好看的？赶紧走吧！说着，赵11就准备去强行带走李青山。别他妈碰我，赶紧滚犊子！说着，李青山就赖在太师椅上了。赵11急得干瞪眼，但长久以来对军师的畏惧，还是让他选择没有来硬的。你不走，我也不走了。他蹲一屁股坐地上，眼里含泪。看着赵11的样子，李青山一声长叹：11，我知道你忠心，我老实跟你说吧，姜望就是冲我来的。而且他也不会杀我。你以为军师我啥都没准备？赶紧走吧，你在这耽误我的事情。当真？赵11一喜，蓦然从地上站起来。去吧。军师，你不会骗我吧？我啥时候骗过你？赶紧的吧，坏了我的大事，我饶不了你。好，那军师你保重啊。当营帐的内的亲信一走而空的时候，李青山无力地瘫在太师椅上。没想到，没过多久，营帐外响起了厮杀声。那是一些 B2 区域的成员，他只是遣走了亲信，至于这些人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杀戮持续了半晌，惨叫停止的时候，姜望一身血腥走进营帐之内。李青山缓缓将头抬正。姜望，你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李青山不平不淡地说道。姜望看着面前这个同样精神力庞大的人，微微低头。怕？哦，所以我得不断变强。哼，真是坚定啊，看来你一定要我死了。最后一问，赵恒是不是死了？听见李青山的话，姜望愣了下，随即弓锋驮着赵恒的尸首进入营帐。李青山看着尸首分离的赵恒，先是一怒，然后缓缓地散了气，缓缓地站起来身，踉踉跄跄地走向赵恒，将他的头摆正。粗鲁啊，真粗鲁啊！姜望，你瞒不了所有人，你也一定会受到赵家的报复，不，你会受到整个开元世界的排挤、追杀，因为你是异界人，开元不允许再出现一位异界强者。说完，李青山再也坚持不住地倒在赵恒身边。求你，最后帮我一件事，这个玉佩给我女儿。姜望看着李青山艰难递给他的玉佩，没有伸手，他就这么看着，直到李青山身死。
从虫巢对赵六等人记忆的解析，姜望已经知道了面前李青山的重要意义和他的所作所为，所有姜望是绝对不会接他的任何东西。若不是他想要见识一下这样的人物，他甚至不会走进这间营帐。虫族的大肆杀戮在逐步推进，公屏上从原先的吹捧到谩骂，再到哀求和最后的咒骂。他并不在意这些语言上的东西，但他亲眼看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时候，确实有过动容。可这不足以让他停下杀戮。虫族付出了多少的牺牲，爱丽丝付出了多少的牺牲，安娜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起身回到虫巢，此时的虫巢基因和生命能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一天之后，姜望此时正坐在沙发上冥想。这段时间一直处于生死边缘，所有冥想最近就落下了。但此刻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涌进姜望的脑海，他不得不用冥想来对抗这种情绪。啊！不要！求求你！这些人临死之前的哀嚎仿佛在姜望的耳畔。他的眉头微皱，良久之后，姜望的眉头渐渐舒展。呼！一口浊气吐出，一睁眼就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二哈和安娜，给姜望吓了一跳。干嘛呢你们？俺们研究一下，你是不是抑郁了？安娜理直气壮地说道。哼，好啊，你们说说我为啥要抑郁？安娜说的话直接给姜望逗笑了。因为杀的人太多了呀，杀的多就要抑郁，我又没折磨他们，反正早晚都得死，死我手里还省得痛苦。姜望撇撇嘴说道。要是以前杀这么多人，说不准内心真的就要扭曲了，但现在没办法，你不杀人家，人家杀你，不能变强了就忘了以前被人家追杀到嗷嗷乱跑的时候啊。而且他也不是滥杀无辜，能进入这地方本身就没几个活人能出去。看着安娜狐疑的眼神，姜望也懒得继续说了。去支桌子，吃火锅，给黑虎和那只小白狐狸叫上。第135章，布局未来。虫巢内，所有人忙来忙去，爱丽丝的围着围裙，手中的菜刀切得飞起，无论是羊肉片还是涮菜，爱丽丝都凭借其精湛的刀工做到宛如薄纱，透而不破。很快，一个硕大火锅炉子就被支了起来。白狐和黑虎起初还有些拘谨，直到他们看到二哈涮的飞起，还不停地趁姜望去端肉的时候吃他碗里的。虫巢迎来了久违的温馨时刻，而虫巢外的其他生物此时正被虫族追得上顿不接下顿，甚至唯一存活的世家弟子李天都过得无比凄惨。良久之后，所有人都靠在椅背上鼓着肚子，再也吃不下去。安娜更是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她不仅吃了不少的肉，甚至还喝了不少的可乐，要不是因为她是虫族的身躯，姜望还真怕撑坏了。姜望看着肚皮圆圆的白狐和黑虎，吃下了？吃不下了。两兽连忙摆手，真可惜。姜望掏出2个一步登天果放到桌子上，专门准备的饭后水果，你们不会也不吃吧？两兽真的是撑的都快翻白眼了，属实是以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谁他妈研究的呀？太他妈香了，要不还得说人类会享受。但秉承着两兽是客的自觉，他俩还是缓缓睁开眼坐起身子，正准备回绝呢，越看姜望手里的果子越不对劲，这咋这么眼熟呢？这特么不是血灵果吧？两兽的内心同时冒出了一个疑问。此时两兽也不说，撑得走不动道了，腾的一下起身，走到姜望的身边看看闻闻，这特么就是血灵果。两兽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血灵果，有些不可置信。他俩不敢相信，其实整个死神赐福，他俩除了传递消息卵用没有。可即使如，姜望不仅带他俩吃了一顿，还送出他们梦寐以求的一步登天果。其实主要是进入第2环节，奖励大量出现。姜望停止对所有的人类或者万族赶尽杀绝，怕万一死的人太多，直接跳过了这一环节，那姜望得心疼死。此时外界的虫族宛如蝗虫一般，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至于这2个血灵果是专门给面前这2个卧底带的，姜望多少是知道点黑虎的野心。而白狐自从见识虫族的恐怖后，也变得十分听话。他也不是那小气的人，光给手下画大饼充饥，要想马儿跑不给马吃草怎么能行？所以那边虫族刚挖出来2个血灵果，他这边就直接送了。看着还愣愣不敢相信的两兽，姜望也不逗他们了，直接将2枚果子丢了过去。行了，吃吧，只有变强才能更好的给我办事。两兽相视一眼，是，我俩一定会为了虫巢富麦汤吊岛万火足。随着2只兽将血灵果吞下，姜望也开始享受饭后的惬意时刻。另一边，李天一行人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一看就非凡的宝物，结果还不带他们去采摘，就被周围的不断搜寻的虫族赶来抢先一步。到头来不仅宝物没抢着，甚至护卫还死了俩。在剩下几名护卫的掩护下，李三顺利的掩护李天出逃。某处峡谷岩壁山洞内，操！只要能出去，我一定要弄死姜望。李天一边恶狠狠地咬着牛肉干，一边骂道，仿佛他吃的是姜望的血肉一般。
听着李天的话，李三嘴角微微勾起，看着面前不断跳动的火焰，他的内心有些挣扎。现在可以说是他下手的最好时机。外界，李三啊，少爷，你特么聋了！李天直接拿起手边的石头，朝着李天砸了过去。啊，少爷行了，你一会儿出去查看一下周围虫族的情况。李欣他们已经摆脱虫群了，过会儿就能给我们会合。听闻此言的李三连忙称是，但也给他内心那犹豫不决的决断落下了最后一锤。就在李三快走到洞口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一脸惊慌地跑向李天，并顺手给火堆熄灭。少爷，隐蔽！看此情景的李天还以为虫族来袭了，当即屏气敛息，一动不动。就在此时，噗！李天有点不敢置信地看着胸前探出的黑色手掌，而就在他想要回头看看凶手的时候，面前的李三忽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嘘，少爷，好好睡吧，放心，我一定会让江望下去陪你的。在李三一如往常的谄媚微笑下，他的身上慢慢升起了一个黑色的影子，逐渐将未断气的李天缓缓吞下。这是李昂晋升白银新招募的兵种，叫无面人，数量只有一个，并且用了就没有了。至于作用，则是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一个人，无论是面貌还是任何的细节，乃至精神层面都可以做到一致。只要保证能力和实力方面不出现纰漏，那么李昂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代替另外一个人。这也是李昂一直在李天身边的原因。以他对李天的了解，即使现在李天的老爹来了，都不会怀疑他。随着黑影将李昂也囊括在内，良久之后，一个崭新的李天又站在洞穴之内。李昂拿出随身的镜子，看着镜子里与李天一别无二的样子，李昂不由得缓缓地笑出了声。虫巢内，江望的把东西收拾完后，就要开始干正事了。此时整片神斗空间内几乎没有能够对江望造成威胁的生物了，如果非要说有，那可能就是狮王了。凭借皮氏跑得快，他已经数次从虫族的手底下逃脱了，但江望也不在意，只要这些人还没有杀了江望，那他们就无法离开神斗空间。至于来尝试杀江望，虫巢外将近70亿虫族在等着你。况且江望为了多层保险，江望直接重金购置了到了百事通的位置，并将他抓了过来。江望看着面前体态丰盈的胖子，贸然把你请到虫巢，实属无奈，只是嫌外面兵荒马乱，我害怕会对先生不利。他一边说一边递过去了一杯水。那个百先生，您客气，免贵姓钱，钱百事。胖子虽然有些慌张，但缓过来劲之后就逐渐开始不卑不亢。经过简单的客套后，江望就直接直奔主题。经过简单的交流之后，江望也到了他想要的答案。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方法，你却确定没有其他方法还能封锁通道了？江先生，关于神斗空间和死神赐福的内的一切规定和内容，我可以向您保证，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除了那些方法外，确实没有其他方法了。只见钱百事面容坚毅地说道，仿佛江望的范围是对他专业知识的亵渎。好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咨询费我已经发给你了。接下来这个是我个人向你发布的任务，我需要知道现在整个神斗空间内还活着的人，以及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背后的势力，还有你最近了解到的开元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如果长时间没有人返回各个势力的反应，还有赵家的势力情况。江望一口气发布了10几个任务。第136章，杀戮再起，无论钱先生是需要杀戮值还是珍稀物资，只要江某人有，我必然不会吝啬。江望诚恳地对着钱百事说道。而钱百事犹豫了一下后选择了答应，毕竟是比人强，现在还能跟他做生意的只有眼前这一位了。早知道这一位能够成为这样的存在，他就应该将当初那份江望的资料翻倍卖，还有那些同人无休本，翻倍加钱。至于江望则站在虫巢之外，俯视所有正在辛劳工作的虫族。此时其实正是虫族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无论是第2阶段出现的奖励，还是第3阶段，对虫族来说都已经没有了意义。即使剩下所有人都联合起来，都不够虫族一只手打的。所以江望开始思考未来，思考神斗空间之外。毕竟一个世家嫡系和一队的亲卫智囊全部折损在神斗空间，到哪儿都是大新闻。江望到时候无论如何都是会被怀疑的。至于说什么神斗空间生死自负这种屁话，听听也就得了。但凡要是真信了，那死了都白死。大家同样一起进来，为啥人家就成群结队，还有充足的杀戮值？世家就是自我之下皆是牛马，自我之上人人平等。为了避免遭受之前的局面，他现在就需要更加详细的了解开元世界。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刻意放过几个好控制的人来进行做伪证。想到此处，江望一声叹息，真他妈难。但幸好是，至少目前来说，他的时间还很充裕，虫族还在幸福时光。随着虫族将神斗空间离了一边又一边，基因库内的基因再次达到了巅峰。
为了变强，不停研究的姜旺也在这种庞大基数的基因量下，进化点飞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30W 点，并迅速朝着40W 点进发。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度过。钱百世也把姜旺各种所需的资料交给了他，单单是开源势力分析就足足一大厚本，至于其他的书也差不了多少。姜旺看着仅仅面前几天时间就干出来7本书1本资料的胖子，有些刮目相看。有这手速，你他妈干什么百事通啊？出去写小说早火了。面对姜旺的话语，百事通只是潇洒回头，轻飘飘地留下了一句：无他为手熟耳。毒圈越缩越小，虽然现在虫族不再动不动就捕杀生物，但所有人都不敢保证今天的虫子会和昨天一样不捕杀。甚至有不少的言论传出，姜旺是为了借着毒圈的手将所有人聚在一起屠杀，来享受杀戮的快感。这种言论获得了不少的认可，公屏上每天都有人发疯，今天还在骂姜旺是魔鬼，是杀人魔，明天可能就求着姜旺放过他，至于后天就有可能问候姜旺了。此时外界已经有不少人面对不了这种心灵上的煎熬，选择直接去毒里自杀了。虫巢内，姜旺并不是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他当然知道这些怕，知道这些惶惶不可终日，但这就是他要的效果。人只有怕到极限的时候，才是最好控制的时候。3天之后，安全的地方越来越小，姜旺甚至都需要将大部分的虫族收回领主空间之内。此时人类和万族再次联合，他们驻扎的地方距离虫族甚至不超过100米。姜旺眼看时候差不多了，直接在公屏上说道：我现在需要有人跟我合作，但第2阶段有需要杀戮一定的数量。姜旺，我们是不会上当了，你就是想分化我们，你就是个恶魔。对，有本事单挑啊，废物，你也只是被虫族保护的废物。团结，只要我们团结，只要通道开启，就是姜旺的死期。对，我们也有强者，狮王绝对可以跟他一战。狮王听着人群中高喊着他的名字，有些懵逼。当他了解完真相后，更加的无语了。我服了，你们这帮人吹牛逼，能不能不带上我啊？我带着30亿的万族，气势凶悍，声势浩大，都没拿下姜旺，现在你们喊2嗓子就能给姜旺吓死了。但意淫者是不会正视事实的，他们高声喊叫着为自己鼓舞助威。可当虫族呼啸着冲进他们所谓的营地的时候，鲜血和惨叫再次成为了主旋律，他们甚至忘记了抵抗。我需要一批合作者，也需要一批死人，完成第2阶段的要求。既然没人合作，那各位就看运气吧。其实就在姜旺发送需要一批合作者的时候，就有不少人直接私信了他，只是姜旺没有理会而已。他需要杀戮震慑，而在这些联络他的人里，有一个人让姜旺格外的意外，李天竟然也联络他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合作者？如果你为以前的恩怨而拒绝我这样的合作伙伴的话，我想你会浪费一个能够帮你瞒天过海的合适人选。看着李天的信息，姜旺不由得感慨，现在世家教育真不错，只有说纨绔不着调的，没有说很笨的。另一边，虫族正在疯狂的杀戮。根据钱百世的分析和提供的资料，虫族也是有目标杀戮，许多没有什么背景或者反骨仔等都被直接 pass。第2阶段完成，杀戮最多者姜旺，奖励最多者姜旺，跑图小能手狮王。24小时进入第3阶段。随着通告的响起，每个还没死去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他们以为虫族的屠刀会就此停止的时候，噗呲，猝不及防的挥击让面前男人的头颅滚落在地，颈部的鲜血瞬间冲天起。霎时间，所有人又仿佛堕入了地狱。姜旺，为什么？明明已经完成了指标了。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继续杀戮？姜旺没有继续回答他，因为虫族的利刃代替了他的回答。人类和万族的数量迅速锐减到不足之前的1%。此时无论是人类还是万族，都仅剩下不足1000人。而姜旺这时才缓缓走出虫巢。第137章，掌控全局。他想过人类会唾骂他，拿东西扔他砸他，甚至用尽最后的力量反抗他，但他唯独没有想到，这些人直接朝他匍匐在地。就在满是尸体的战场，匍匐在充满血水和泥泞的土地上，姜旺愣了一下，但他还是缓缓走在到一个人的身边，强大的精神力直接进入他的脑海。与万族不同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好像是属于更加完善的。以姜旺的精神力，还无法直接人们心有抵触或者怀疑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植入精神力。最终，他以先让他们的精神在崩溃的边缘，再趁机植入精神种子的方法，不仅好植入，而且是更深层次的。随着第1颗种子在植入，姜旺又在更深层次的地方植入了第2颗、第3颗，然后是下一个人。无法被植入的将会被姜旺直接杀死。不远处的狮王和仅存几个仍然保持理智的人则冷眼地看着这一幕。灰暗的天空，淅沥沥的小雨，在无数虫族的拱卫和保护下，
姜旺像是一个传道士一般，将手放在每个人的脑袋。这一幕就好像是那文明开端时的璀璨一般。如果忽略周围堆积成小山一般的尸体和地上浓稠的血水，所有的生物在虫族的威慑下一动不动。雨一直下，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度过，已经接种过的瘫软在地，无力的呼吸。虫族会在他们的身边放上食物以及其他物资，没有接种的则陷入了忐忑之中。他们害怕一旦被姜旺植入自己，永生永世就不能再做自己，但他们更怕万一自己不能被植入就要死了。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们对姜旺恨得咬牙，也怕得彻底。最终只有768名被姜旺植入了精神之种，除了1人外，其余人都死了。姜旺看着面前的李天，我是李家的继承人，一下死2位继承人，世家那边也不会接受的。李天一脸微笑的开口，虽然现在他非常想出手，只要他配合暗影瞬间打出致死，那么他不仅报了一切的仇，他还会一举成为整个神堕空间最大的赢家。但以李昂，接下来都会以李天来称呼，对姜旺的了解，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元初届时他的精神力就恐怖的令人窒息，更何况是现在。反正死一个也是死，死2个也是死，多死一个有什么问题？姜旺反问道。看着李天的微笑，他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世家的声音不是他们能代替的，李家与赵家有些恩怨，他们会把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而不是你。李天继续说道。混了这么久，他对这些世家之间的恩怨已经门清，只要姜旺是想要掩盖他获得了死神赐福最大好处，那么只要姜旺不是因为死人仇怨强行杀他，那么他就不着急拼命。而且他知道姜旺是聪明人，聪明人是不会让私仇影响自己计划的。想到此处，李天的内心更是发出了惬意的大笑。姜旺啊姜旺，我就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等着吧。姜旺帝不断摩挲着手指，最终还是选择接中李天，毕竟他说的句句属实。而此时的赫拉斯站在了李天身后，但凡他只要有一点异动，下一秒就会被迫自杀。而姜旺这边，进入李天精神世界的姜旺并没有着急进行接种，而是查看着精神世界之中的一切。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他分别在李天的精神深处植入了10颗精神种子，这是他所能植入的极限，确保李天绝对不能背叛自己。当一切结束之后，姜旺走向万族那边。此时万族有不少的首领已经匍匐在地等待接种。姜旺越过他们，径直地走向狮王，而狮王也缓缓摆正了仪态，臣服或死。他根本没有狮王说话的余地，胜者为王，败者食臣，唯此而已。狮王虽然无比的震怒，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地低下了头颅。狮王被姜旺植入了7颗种子，随后就是各个首领。其实在拥有黑虎和白狐之后，他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内奸的，但为了让黑虎和白狐的回归变得合理化，他最终还是选择把间谍小队改换编号为间谍中队。当姜旺忙完一切回到虫巢之后，已经几乎累瘫了，但此刻他的内心才是具有安全感的。现在整个地图之中，活着还没有接中的唯有钱百世，而见到这种情况的钱百世也十分懂事，直接来要求接中，不接中他就睡不着觉。而姜旺也不是那号抹不开脸的人，当即表示只要他以后不出去乱说，那就让他一会儿去放宝物的仓库挑一个。忙完最后一个，姜旺到头就休息了，这一睡就是1天1夜。当姜旺逐渐清醒的时候，此时的第3阶段已经开始了。第一件宝物出现是一枚铃铛，一响就会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震荡，并且威力逐渐增大。像这种威力逐渐增大还是针对精神世界的东西，即使在开元世界都算是非常的少见，但很可惜他的出场并不火热，甚至有点冷清，只有几个感兴趣的围着看了看，随后就不约而同的各自散开。毕竟谁都知道，虽然大家现在没有了性命之忧，但也没有继续争夺的资格。当姜旺看到这个铃铛的第一眼，就想到了李雪怡，想到了他那个魅魔的特性，当即就让虫族给拿了回来。虫巢内，姜旺不停地把玩着铃铛，小小的，古朴精致，真不错，回头送给李雪怡吧，省得她回头骂我没良心。之后接连出现的几个宝物也都大差不差，有能让人改变成稀有属性的药剂，也有可以延年益寿至少10年的药剂。姜旺从头到尾的包揽了所有的奖励，直到第3阶段结束都没有其他人想要去与姜旺争抢，不仅仅是因为抢不过，脑中的种子总在潜移默化的让他们帮助姜旺，更是在他们要与姜旺为敌时候直接震荡整个精神空间。第3阶段结束，最多宝物获得者姜旺，杀戮最多者姜旺，赐福拥有最多者姜旺。最终宣布姜旺获得死神赐福，其余人进行结算，等待清退。由于姜旺事先已经将整个事情进行了完美的串通，所有即使现在所有人被清退，他也不怕。而姜旺这边面前出现了一个对话框，即将进行传送。第138章深渊。随着一阵光幕划过，
姜望从虫巢内消失。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变成了星辰流转，银河璀璨，外界不时的有陨石以极快的速度穿梭而去。而就在姜望朝着远方看去的时候，一个硕大的黑洞横亘在宇宙之间。当人们第一次听说黑洞这个词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被这个名字误导，会认为黑洞就是宇宙之中忽然出现的一个漏斗，是个无底洞。其实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首先，黑洞不是洞，它是一个密度无限大、质量无限大的存在。如果将地球压缩成一个黄豆大小，理论上地球就会变成了一个黑洞，因为其强大的质量甚至都让宇宙这个画布都出现了凹陷。在它的身边仿佛什么都扭曲了，无论是时间、空间乃至光线，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被某种隐形的材质与外界隔离，即使精神力都无法穿透分毫。姜望就这样站立在宇宙之中，看着不远处的黑洞，陷入了沉思。忽然，第18759位胜利者成功赢得了死神赐福的胜利。即将进行基因改造，请登顶者进入亮圈区域。姜望看着某处透明的地板忽然亮起了光，他踌躇了一下，还是缓步走向那个光圈。当他走进光圈的那一刻，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改变。登顶者进入改造区，改造即将开始，解除伪装模式，优先为改造功能。随着周围的地面开始显现，姜望逐渐能够看清周围空间的样貌。改造充能中，10%、30%、50%，关闭火控系统，停止闲散人员的传送，60%，开始摄取空间内的生命能量，70%、90%，开启隐藏能源，100%。改造开始。此时整个空间宛如一间洁白的手术室，但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科技感。但还不等姜望细想，一阵光幕将他笼罩。起初还是暖洋洋的感觉，但渐渐的温度开始升高，甚至开始变得炽热。就在此时，可以啊，小子，你还真的登顶了。这届选手不行啊，也不知道试炼场流落到那个空间了，能让你小子捡个便宜。忽然熟悉的声音在姜望的脑海中响起，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那个曾经在他脑海中留下一段乱码，并声称听到他名字就会死的人。坚持住啊，即使是你这个基因，试炼场的基因改造也是足以给你想不到的提升的。你到底是谁？姜望强忍剧痛质问道。你可以叫我深渊，反正那些人都是这么叫我的。声音思考了一下，开口说道。行了，你先坚持下来吧，我先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说着，姜望好像真的感觉脑海中的声音消失了一般。深渊，姜望的眉头紧皱。圣光笼罩之下，他逐渐发现这个炽热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体内。此时他的体内所有的细胞和基因仿佛都受到了烈阳的洗礼，正在慢慢的发生蜕变，就像青蛇蜕皮，蝴蝶破茧。姜望的细胞一个个在老旧的细胞之上分裂出新的细胞，并每次的分裂仿佛都携带了新的功能。在圣光的照耀下，不断有旧的细胞被淘汰，新的细胞继续诞生，即使基因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基因其实都会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之中会出现一些曾经很有用，但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去作用的基因片段，甚至会危害到自己身的基因片段。这些基因冗长而又复杂，但在圣光的照耀下，此时竟然开始奇迹般的开始演化，逐渐开始朝着有用的方向开始变化。姜望紧闭双眼，感受着体内发生的一切。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圣光逐渐暗淡的时候，姜望体内的进化已经趋于完成。噗呲，随着姜望面前的位置材料缓缓升起，姜望走出了进化管道。哈！他缓缓地伸了个懒腰，脊椎在他的拉伸下不断地发出弹响。此时他的各项数值比之前整体提升了至少将近1倍，这是因为在圣光的笼罩之下，它是真正的全方位提升，再加上绝对平衡，每一个地方提升都是对其他地方提升，这才使得他仅仅一次基因改造实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嚯，效果不错呀，果然科技帝国那帮逼的东西就是不错。深渊的声音又在姜望的脑海中响起。你为什么老在我的脑海中的出现？姜望不由得疑问，这玩意咋就缠上他了？新奇啊，已经无数个宇宙年了，我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光明与黑暗交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真的很好奇。姜望有些无语。算了，知道了也没意义，只是有些感慨而已。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一个大佬面对一个萌新时的那种感慨和新奇感。不明白，不明白也没关系，我刚刚在你们世界扫了一眼，也不知道你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专门被选中的，竟然还有一个试炼场，还是个破损的终极，你小子有福了。只要你能再改造一次，在你进入大世界之前，不，哪怕进入大世界，你都还算天才的行列。深渊自顾自地说道。正当姜望想要再问什么是大世界的时候，深渊继续说道：好了，我得回去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你赶紧进入大世界，
我可太期待那帮狗东西看到你领主身份和双重间谍的表情了。深渊的声音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和一丝丝的疯狂。下一秒，姜望就感觉脑海之中的力量消失了。可当他去回想深渊的话的时候，他忽然骇然地发现，无论他怎么想，即便是刚刚才听过的话，他总是没办法将完整的句子想出来，只记得大概的意思和语气。回想以前与深渊的对话也是这样。而这时，姜望脑海中原本是一串乱码的密语，忽然显现出来2个字：深渊。虽然深渊走了，但赐福依旧没有结束。姜望的面前浮现出一个个兑换商店，这些都是用杀戮值兑换的奖品，这也是对登顶者的奖励。姜望看着手边100亿杀戮值。第139章回归。姜望把所有的奖励全部浏览了一遍，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居榜首的一把武器。准确的说，并不是一把武器，而是一坨简易版万象。简介：科技帝国为了全面适配中低层战斗将领武器所打造的万能装备，其中蕴含了23万种武器和防御模型，并可以在 0.001 秒内由新迅速切换。此装备得到了众多将领的一致好评。当姜望看到这东西的第一眼，就想到了爱丽丝。有了这东西，不比给仓库囤一堆破铜烂铁强。姜望当即花了20亿兑换了下来。不止这个第一柜的，还有第2柜、第3柜。姜望毫无人性的将整个商店横扫了大半。当所有奖励兑换完成之后，姜望终于进入了结算界面。姜望达成成就：杀戮者、蝗虫、战争之王。分析其特性，获得称号恐惧之主。此次赐福所有结算已完成，开始清退。此时所有人的界面处开始倒计时，当时间归0的时候，所有生物都被传送离开。空荡荡的神斗空间内开始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被姜望给弄得一片狼藉一地通道的地方迅速恢复，所有的血水和尸体都被泥土迅速吸收，一切都以最快速度恢复原貌。神斗空间之外，所有人陆陆续续的回归。见到我的孩子没有啊？我的孩子大概这么高。见到我的孩子没有啊？许多的家长不远万里的来到神斗空间之外等待他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都是给家里留了封信就仗剑走天涯去了。毕竟在温室获得的实力虽然不强，但也足以让一些花朵膨胀到以为可以直面真正的暴风雨。而赵氏和李氏等家族也早已在此等候。因为姜望的原因，神斗空间的传送通道关闭，已经许久没有收到消息的家族负责人也有些惴惴不安。李家主的爱子也这么久没出来吗？我听说令郎不是没有天赋吗？怎地？赵铁成狠狠地朝着李生峰的心窝里捅。而李生峰虽然恼火，但也不动声色。应该是犬子爱玩，这也非常让我头疼。虽然以我家小天的脑子应该不会受伤吃亏，但多少也是担心的。倒是赵家主的令郎，虽然智力有所欠缺，但好在实力强大，想必也不会出现什么意外。2个老阴阳家疯狂挤兑。忽然，出来了，出来了！家主，少爷回来了！李家的家奴叫喊着传回消息。因为即使是他们这种世家，也无法直接在神斗空间门口等待，否则一旦神斗空间动荡，那么到时将又是一场灾难。但有一人却直接矗立在神斗空间之外，李雪怡。经过林青崖的特训，此刻的她消瘦了些，但风采依旧不见当年，宛如一株傲雪红梅，独立于这世间。不少听到联盟之在神斗空间门口等徒弟消息的战场军官，特地绕路先来看一眼。啧，我要是姜望，死也值了。你说我咋没这么好的运气呢？李教授到底看上姜望那点好了？你羡慕他干啥？一点好处没得到，就被上杆子送进神斗空间了。1个月刚代购参加了死神赐福，让人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啊，你要是姜望，现在坟头草估计都半米了。可不是嘛，我听出来的人说姜望在里面过得可惨了，天天被人追杀。你那算什么？我有关于姜望的小道消息。忽然一个人神神秘秘地说道，他这个神秘的态度甚至让远处的李雪怡都来了兴致。姜望啊，长得不错，你们懂吧？上面的人为了让姜望不得好死，专门派了好几个暗杀队进去。黑老鬼知道吧？就是屠灭赵法官一家的那个，他好像都被派进去了。哦，周围几人纷纷发出了了然的声音。而另一边的李雪怡缓缓攥紧了双拳，恨不得当场拍死这几个人。此时的姜望等人仍然在传送的途中。由于姜望杀戮从不留下任何残余，基本上都直接虫巢消化，这让神斗空间给姜望基因改造完和地形恢复完，能量就变得非常危急，以至于传送都选择了分批传送这种最缓慢的方式。随着一阵传送的光芒亮起，关于开元世界的最后一批运送完成，姜望缓缓地走出光幕。真慢！忽然一阵香风袭来，姜望直接进入战斗状态，但下一秒就放松了下来。李雪怡就这么他面前停了下来。虽然他非常想要扑进姜望的怀里，但他不能再继续任性下去了。姜望一脸微笑地看着
这个来接她的师傅难得调笑道：“有没有想我呀？”李雪怡一愣，随即脸蛋以极快的速度就变红了。她没想到江望竟然问得如此直接，只见他微微低头，轻咬嘴唇：“还行，怕你死在神斗空间。”所以说，当女孩低头不见脚趾的时候，那便已是人间绝色；而当这样的女孩在你面前羞赧的时候，便是宇宙指尖最美丽的星云也要黯然失色。行了，没死就行，走吧，回家。李雪怡一把抓过江望的手，朝着飞船的方向飞去。这并不是什么过分亲昵的举动，可即使是这样，都让她脸上的绯红没有消失过。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之中，江望和李雪怡迅速消失在神度空间附近。但有人欢喜，有人愁。另一边的李天直接朝着赵家家主说出了赵恒凶多吉少。虽然李天可以用分裂精神世界来达到消灭精神种子的目的，但江望不仅重得多，而且是太深了。你说什么？赵铁成怒目圆睁，他不敢相信李天竟然能够说出赵恒凶多吉少这种话。以赵恒的实力，不说登顶吧，自保绝对没有问题的。李天挣扎的想要说出真相的时候，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即便他想现在就告诉赵铁成你儿子死了，尸骨无存，最终他也只见说出已经串通好的话术。俗话说得好，当一个谎言说出口的时候，就需要无数个谎言来进行圆谎。所以最好的说谎方式是九真一假，或者采用蒙太奇式谎言。在所有人的话术之中，神堕空间的异常并不是江望弄的，而是神堕空间莫名其妙无法传送，而江望不再那么强大，而是面对万族和人类的联手没有还手之力。赵恒和万族为了争夺核心悍然出手，江望在所有场面的画面感被降到最低，甚至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板。第140章金屋藏娇。此时的江望回到李雪怡的舰船之上，早已经准备好的美味佳肴。那别说当师傅的不讲义气，这么多好吃的我可没动啊，专门等你回来一起吃的。李雪怡边说边去拿酒。江望一眼就看到了在一众色香味俱全之中藏着一碟格格不入的鸡蛋炒西红柿。他忽然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故意说道：“嘿，你别说，还真有点饿了。哎，这儿还有个鸡蛋炒西红柿呢。”正在拿酒的李雪怡忽然浑身一僵，她其实原本是准备给江望自己下厨做一桌呢，但奈何手艺实在不行，最终做了18个菜，只有最后一盘鸡蛋炒西红柿看着还行，被留了下来。至于其他都是家政机器人做的。吧唧嘴的声音不断从餐桌旁边传来，李雪怡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拿着酒缓缓地朝着餐桌走去。吃着怎么样啊？她故作轻松地问道。咋？你做的？江望一边大口的嚼，一边问道。看着江望的目光，李雪怡有些不自然地别过脸。哼，想得美，我就是问问，要是不好吃，回头就换个机器人。看着江望只给了一个字的评价，李雪怡瞬间就火了起来。是什么意思？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看着李雪怡的表情，江望仿佛真的不懂一样。其他的都挺好的，就这个鸡蛋炒西红柿。李雪怡不自觉地挺直了腰背。一般。沉默。李雪怡选择了克制，既然江望说了一般，那就更不能承认是自己做的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气。老娘辛辛苦苦做的，你个小王八蛋敢说一半？砰！来，你再给我说一遍那个菜一半。江望看着气势陡然一变的李雪怡，没敢吭声。一般你还吃那么多，吃都吃了你还说味道？什么一般？谁一般？刷！江望手中的筷子被夺过去。一般就别吃了。说完，李雪怡就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她快烦死了，她还专门托人问了联合会内的意见人，比较特色的菜，想给江望一个惊喜。谁知道，李雪怡的眼中蓄起了水雾。叮当！就在李雪怡生气的时候，一道声响在她身后响起。当她回头看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古朴精致的小铃铛不停地在她脸前摇晃。当当！江望一脸微笑地走了出来。开个玩笑嘛，鸡蛋炒西红柿非常的好吃，感谢师傅的款待，这是从神堕空间特地带回来孝敬给你的礼物，你看喜不喜欢？听到江望的话，李雪怡原本冷着的小脸逐渐阴转起。哼，算你小子有良心。李雪怡看着手中的铃铛，越看越喜欢。拿着吧，别人不要给我的，我送给你哄你开心而已。江望直截了当地说道。但李雪怡压根不信，这铃铛一看就不是凡物，随着摇晃铃铛，一圈一圈的精神力逐渐散开，而且越摇精神力波动越强，并且对她的魅魔的那个缺点十分有用。像这种宝物，人家能不要？就算不要能给你，她也是知道死亡赐福的。李雪怡直接自我 CPU 脑补了一个江望时刻谨记着她，并且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铃铛对她大有裨益，
所以他拼死拼活从众多的强者手中将这个铃铛抢了下来。为此，姜旺身受重伤，身陷囹圄。想到此处，李雪怡看向姜旺的目光就变得十分复杂。不是没人给他送过礼物，甚至比这个还要贵重的也不在少数。但架不住人不同啊，对的人你别说送礼物了，你就摇个花手，他都夸你多才多艺；错的人你送星星送月亮，得到的也只能是句谢谢。所有当他内心认定姜旺是花费巨大代价才弄来的礼物的时候，内心除了感动，还有一丝羞赧和欣喜。刚刚师傅说话重了点啊，李雪怡一边试探的说道，一边低着头。他现在就是开心的想冲进姜旺的怀来一顿乱拱，那也不行啊。没事，我刚刚就是给你开玩笑而已，吃着真的不错，你不吃吗？看着姜旺狼吞虎咽的样子，李雪怡笑了笑，没事你吃吧。哦，你要不吃我就叫人了呀。叫人？对啊，我的伙伴们，要没有他们我都不能活着回来。听完姜旺的话，李雪怡想到了那些虫族，虽然她不是很反感吧，但这也不够吃吧？这些够吃吗？没事，就2人1个狗。哦，那行。李雪怡直接愉快地答应了。哇，旺，几人的出场方式各不相同，安娜看见吃的眼都快馋冒烟了，二哈更是急得在领主空间乱跑。至于爱丽丝，主要他俩都出来了，她自己在里面待着也没啥意思。李雪怡看着面前风格各异但同样都美得不可方物的伙伴，有些愣神。我说姜旺怎么一直对我好像没有其他方面的兴趣呢？原来是金屋藏娇啊！好啊，小姜旺。姜旺怎么不给师傅介绍介绍呢？李雪怡捏着铃铛，一脸优雅地说道。嗨嗨！姜旺刚刚吃一个超大的龙虾腿的时候，鲜得差点呛到自己。这个小点的是虫族的女王安娜，别看她小，打仗凶着呢。那个是校长给的生物战将爱丽丝，打架很猛，救了我好几次。这个是二哈，以前是个疾风狼，后来被我转化为虫族了。姜旺一一给李雪怡做了介绍。当他听见爱丽丝竟然是那个生物战将的时候，人都傻了。他不会是最终兵器的那个爱丽丝吧？看着李雪怡惊讶的表情，姜旺也十分的诧异。你怎么知道她是最终兵器爱丽丝？看着爱丽丝冰冷的眼神，李雪怡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告诉姜旺，因为她以前就出现过，而且随着生物帝国的覆灭，每一个曾经拥有爱丽丝的人都遭到了她的背叛和残忍的杀害。第141章，爱丽丝身上的心秘。随着李雪怡的话，爱丽丝的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Sam， 万象直接化为一柄长刀，直指李雪怡。李雪怡看着面前的散发着寒气的长刀，微微一笑。这个武器是姜旺给你的吧？你就拿来指他的师傅吗？李雪怡媚眼如丝，但眼中全是冰冷。因为爱丽丝实在是太出名了，也制造了太多的惨案。放下！随着姜旺的声音在爱丽丝身后响起，他缓缓地将手中的长刀放下，并化为一阵液体，再次隐藏了起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爱丽丝，但至少这个爱丽丝绝不会背叛我。看着爱丽丝还处于听话的范围，姜旺对着李雪怡说道。安娜和二哈此时都觉得气氛有些凝固，站在姜旺的身边有些不知所措。李雪怡优雅地坐在沙发之上，纤细雪白的美腿若隐若现。看着面色开始变得严肃的姜旺和不远处干站着的爱丽丝，李雪怡缓缓说道。你来开元世界的时间太短，实力太弱，这些对你现在来说还为之过早。眼看着李雪怡不想继续说下去，姜旺直截了当道。我想知道。看着姜旺坚定的眼神，李雪怡看了看旁边的爱丽丝，摇头无奈道。哎，我怎么会收个你这样的徒弟呢？随即他直接拿出了自己的终端，并用自己的权限直接提取了一份关于爱丽丝的资料，扔到姜旺的面前。想知道就自己看吧。姜旺接过爱丽丝的终端，开始仔细浏览。而当姜旺接到终端的那个一刻，爱丽丝就开始有些不安，即使她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但这样的情绪波动依旧躲不开李雪怡的观察。她一边的摇晃着红酒杯，一边大大方方的打量着安娜和二哈。姜旺很快的就看完了所有的内容。虽然他通过百事通了解过许多关于开元世界乃至生物帝国的事情，但终归只是笼统的了解了一下，他也不知道在爱丽丝身上发生过如此之多的事情。他直接把终端扔给了李雪怡。我当是啥事呢？吓死我了！姜旺扭头就开始大快朵颐。喂，背叛、杀戮、帝国封杀、生物帝国的余孽啊！你不怕呀？李雪怡眼睛微微瞪圆。那怕啥？我就这么给你说，就算他背叛我，爱丽丝都不会背叛我。虫巢序列，专治一切牛鬼蛇神。说着，姜旺还踢了旁边二话一脚。什么帝国余孽的复仇？说白了，他要是很强就不会亡了。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姜旺直截了当的说道。他并不是不害怕终端上的事情，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要表现出对爱丽丝的无限信任，
毕竟此刻他已经感受到爱丽丝不断传递出来的紧张、不安、害怕、无助等情绪。看着江望那无所谓的表情，李雪怡嘴角微微一抿。我真是欠你的。随着二哈的插科打诨一顿乱跑，气氛算是逐渐缓和下来了。就在飞船朝着毒蛇营地飞去的途中，一则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开元世界的中高层。迎新赵家嫡长子赵恒及其所带领的所有赵家亲信全部死在了神堕空间。不仅如此，随着赐福的结束，所有的新闻都开始大肆报道神堕空间恐生变故。为何自开始死神赐福后，神堕空间频频开启召唤？这里面是人性的扭曲，还是空间的沦丧？死神赐福，揭秘谁是最大的赢家。此时的赵铁成就守在神堕空间附近，双眼密布血丝。就在李天告诉他赵恒凶多吉少的时候，他还大发雷霆。可当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也逐渐坐不住了。在所有人的口供之中，由于神堕空间的莫名其妙的原因，通道无法开启。赵恒在与万族争夺核心的过程之中，狮王突然带着30亿埋伏的万族突袭，一时间横扫了整个战场。虽然万族在后续途中被打败，但是赵恒一行人在迎接过第一波冲击之后就杳无声息，直到所有人返回，都没有人看到过赵恒一行人。江望甚至将一些不重要的宝物分给了众人，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此时关于死神赐福众说纷纭。此时另一边的影卫看着面前跪倒的人，你的意思是江望不仅没死，还活到了最后，而且还被李雪怡带走了？面具人声音冰冷地问道。是。那人将脑袋埋得更低了。良久的沉默之后，面具人终于将心情平复，他继续问道，赵家是怎么回事？赵连成以及在神堕空间之外守了一天了，赵恒等人大概率在神堕空间内遭遇暗杀袭击了，但目前并没有找到凶手。我现在怀疑很有可能是李天所为，贼喊捉贼。我需要这次参加过死神赐福并活下来的所有人的名单，哪怕是哪些中途退出的，还有一些在通道关闭之后依旧有价值的人员名单和背景。是。随着面具人的挥手，跪在低声的人快速离开。此时的面具人坐在椅子上不断的思考着，以他们的情报网，无论是正在进行的死神赐福，他们都能掌握一手消息。但通道的忽然关闭之后，整个神堕空间的人就跟遇到了鬼一样。所有活下来的人虽然说的话和内容都不相同，但大体的意思都一样，这让他本能的就察觉到了一丝诡异。而且此次无论是奖励的产出和武器的给予都实在是太少了。他现在迫切的想要知道，在通道关闭的那段时间，神堕空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人员骤减到几千的数值？是什么让所有人既庆幸劫后余生，又十分的麻木？甚至有好几个，他们的实力在往届的死神赐福之中都不能活到最后，但最终不仅安然无恙，甚至没有缺胳膊少腿。这一切都让面具人对此次神堕空间和死神赐福的内容产生严重的好奇。另一边，李雪怡的飞船缓缓地降落在林青崖的营地，黑蛇旗帜高高飘扬着，而在黑蛇旗帜之下，是早已等候在此的林青崖。第142章加入林青崖。当飞船停稳之后，舱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他熟悉的面孔。好久不见啊，江小兄弟。林青崖一脸微笑，江望身后的李雪怡看着笑眯眯的林青崖翻了个白眼。他一笑准没好事，但李雪怡却并没有将这句话的告诉江望，甚至没有将林青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告诉江望。其主要原因是他也支持林青崖接下来的行动。好久不见啊，林将军。江望点头回道，叫我林叔就行，走吧，我这边已经给你准备了接风宴。听到接风宴，李雪怡忽然咳嗽了2声，江望心领神会的没有吭声。林青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三人来到了他的营帐之内，他的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年轻的江望拿起了筷子，两人开始只是说了血家常和神堕空间内并不关键的事。酒足饭饱之后，林青崖也不再继续绕弯子，直接说起了正事。江小兄弟，少年英才，不仅能够在死神赐福里脱颖而出，还能将所有人耍得团团转，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林青崖一句话让江望惊得险些没有绷住。林叔叔说笑了，我只是侥幸活下来而已。而林青崖继续保持着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年轻人懂得藏风是好事啊，但把所有人当傻子可就有点自负了。林青崖端起面前的茶杯，微微抿了一口。江望此时已经确定了，面前的林青崖可能知道了些什么。那，你加入黑蛇军吧，只有我们能够保下你。林青崖直截了当地说。林叔叔这话说的，我又没有犯什么事，也不需要谁来保我。况且，新莲曾经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江望也不再演了，他不知道林青崖到底知道多少他的所作所为，但光凭忽悠他，肯定不会承认，也不会加入他们。有些事不是你犯了才能抓你，你当你存在的那一刻，你就是错的。而且我们不是星联，我们不想星联，船大难掉头，他需要顾虑的地方太多了。
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部队，是特种部队，是具有生杀权限的执法部门，而且我们也足够的强大，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必要的手段。李雪怡听着这两人，就差指着心莲鼻子说：“你不行！”一时间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也是有些无奈。姜望犹豫了一下，他其实本来是想隐藏自己的行踪，躲藏起来，慢慢发育，但这是下策中的下策，是没办法才能用的招数。看着姜望还在犹豫，林青崖继续说道：“你们这些异界人是旧势力的眼中钉，是新势力的续命草，但新旧势力现在势同水火，你们就会成为交锋的牺牲品，而这场交锋在你被交出去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新莲获得了继续苟延残喘的时间，而你们这些人之中的天才被瓜分殆尽。姜望，你是个人才，不仅仅是因为你为我弟弟报仇，是因为你是个人才，所以我很欣赏你，所以我不想你为那些腐朽的贵老爷们当狗。我看过你所有的战斗视频，包括你在神斗空间之内的，你是个天生的战士，不是个天生的杀戮机器。我们的目标是彻底铲除万族，为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你可以完全相信我们。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地方不让你当狗且快速变强，那么一定是这里。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你想要变强的基础上说的。据我所知，现在就有不少强大的家族想要招揽你，乃至皇族的邀请，你应该都会在不久之后收到。我的话言尽于此，至于你选择什么，想要做什么，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林青崖喝着茶，淡淡朝着姜望说道。他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相信姜望是一块璞玉，但如姜望并没有那么远大的志向。如果他只想活下去，想要荣华富贵，那么他也不需要这样的人。姜望看了看旁边的李雪怡，又看了看林青崖，你俩是不是串通好了？我可没有啊！你别胡说，我没有。李雪怡连忙摆手道。姜望无奈地撇了嘴，看着面前的林青崖，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林青崖的嘴角微微勾起，你会面对最狡猾强大的万族和人类，你会时常面对死亡，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坏处，只要你挺得住，你会以极快的速度变强，而且我们非常人性化，偶尔你还会有个假期。听着这样的条件，姜望有些无语，听起来你们像是一个剥削者，但你没得选，不是吗？林青崖露出招牌式的微笑，站起身，伸出手掌。姜望无奈起身，与林青崖握在一起。很好，这顿饭3000积分，你现在欠我3000积分。姜望，不是你请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请？我只是说这是一顿接风宴，没说你可以不给钱。而且在黑蛇军营，最终解释权归我。林青崖笑眯眯地说道。这次就算了，下次记得称呼我为教官。姜望旁边李雪怡都快乐疯了，他就知道林青崖没憋好屁，那个菜他是一口没动，但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你闻味道了，欠我500积分，带姜望去换衣服和他的宿舍吧。说完，林青崖就走出营帐。此时的另一边的新莲，王天风看着李雪怡给他的书信，无奈地叹了声气，女大不中留啊。行了，姜望留在毒蛇营比咱们这边好。周乾则是非常的痛快，毕竟自己保不住，那就不如给林青崖带，到时候姜望要不是那块料，那就算了，要真让姜望起来了，林青崖的性子到时候都别好过。我知道啊，只是李雪怡跟那个姜望，你看看这个新闻的头条都是新莲之花亲自迎接自己的徒弟，竟上同一艘飞船。王天风气的直接将终端扔在桌子上。嗨，不就同一艘飞船吗？能有什么事？周乾有些讪讪地说道。什么叫不就是同一艘飞船？合着这不是你干女儿？王天风当即就火了。哎呀，别那么大火气嘛，老王，我看着姜望以后万一真的有那个能力，这不是也是个美谈吗？美谈个屁，他俩是师徒，不能有其他关系。王天风气得吹胡子瞪眼。而联合会内，王侯等人看着今天的新闻头条，一时间也有些愣神。姜望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名字又重新在众人的脑海之中浮现。第143章操练。姜望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这次他不再是以之前被诬陷的各种罪名而上了头条。姜望疑似成为死神赐福最大赢家。其实这样的标题至少有800个，甚至还有媒体的标题是李天世家疑似成为死神赐福的最大赢家。但这个标题从出现到火再到最后的删除，仅仅不超过24小时。姜望这个标题的大火，并不是姜望真的被人发现他在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中植入精神之重了，而是因为他来自于异界，而是他之前的劣迹斑斑。这就相当于黑人在国内作奸犯科，但在发配山林中养着大熊猫吃着火锅被曝光了，属实把 buff 试玩明白了。就这感觉，任那个开源世界的看见都快点开浏览一下。一时间，姜望某指看不见的推手之下再次大众的视野，但这些跟姜望都没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关在毒蛇营地之内，
每天操练。不得不说，毒蛇的营地非常的有一套。它这里就是既充满了高科技，又充满了朴素。在这里，即便是外面的一方称雄的铂金级别大佬，还是姜旺这种小趴菜，都有可能在泥潭里打滚。用灵毒蛇的话来讲，跟万族的作战环境有可能是在太空，也有可能是在土地泥潭。如果有必要，茅坑他们都要进。听到茅坑这个词汇，李雪怡的瞳孔都快地震了。而姜旺在跟李雪怡训练完之后，还要上课。原本在新联学院里没有上过的课，都要在这里补回来，甚至补更多。因为灵毒蛇这里的材料真的很敢写，他根本没有外面那种所谓的忠君思想，或者要为了皇室赴汤蹈火之类的。他在教导所有人要杀戮万族的同时，还直接血淋淋地撕开了皇室和世家的伪装。什么丑闻或者世家的一些血腥操作，都有时候被当作课程拿出来讲。这里与其说是军营，不如更像是一个全方面人才的培养皿。姜旺就像那800年没吸收过水的海绵，疯狂地学习着这里的一切。林青霞看着姜旺的状态非常满意，甚至他在这段时间都不由得感慨自己的眼光太他妈的刁了。因为在前些时间，他为了能够全方面的测试姜旺的适合的方面，亲自将实力压制到与姜旺同等层次，与姜旺对练。你猜怎么着？险些没打过。这让姜旺和林青霞同时怀疑人生。一个是开了眼，我靠，原来战斗还能这样打；另一个也开了眼，我靠，这个阶段还真他妈能有人这么能打。甚至当李雪怡表示可以相信林青霞的时候，他直接就把爱丽丝给叫出来了。毕竟比起真正的贴脸战斗大师，姜旺只能是个用精神力作弊的小垃圾。林青霞当然也认识爱丽丝，甚至经他手处理的爱丽丝都不少。当年生物帝国的陨落，不少爱丽丝流出，甚至她的蓝本据说都已经被人获取。当时爱丽丝这种没有感情且能够完美的执行任何任务，对于开元帝国都是个稀罕物件。不少人以能收藏一个爱丽丝为荣，毕竟她的强是全方位的6边形战士，干啥都行。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生物帝国怎么可能不给他们的心血留下后手？就在大家都以为爱丽丝无害的时候，所有生物帝国流传出来的物品或者生物在同一天悍然出手，不少的贵族世家惨遭灭门，甚至一度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可这样的凶残的战争兵器，在完成惊天骇人的事件时候迅速隐匿。随后有人调查是生物帝国的余孽，这些人号称余烬之下的萌芽，但大家都叫他们余烬。这些人天天嚷着要为帝国报仇，要恢复帝国，并大肆的破坏。那会儿的帝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还真让余烬整得非常的头疼。但当帝国夜尘横空出世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极为安静和平。爱丽丝的利刃比她的温柔更加让所有高层触目惊心。即使余烬销声匿迹，他已经给那些贵老爷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帝国对他进行全面的通缉。而且后来听说爱丽丝的蓝本好像出了问题，不少爱丽丝背叛了余烬组织。所有爱丽丝其实现在是两边不讨好的类型了。林青霞知道周前将一个没有生命体征的生物战将给了姜旺，他虽然好奇姜旺是怎么把他弄活的，但他也没有探究姜旺的秘密。但当他随意的跟爱丽丝过招之后，就发现了细微的不同。林青霞罕见的拿出了一柄长枪，而爱丽丝的腕相直接转化为一柄长槊。当叮，火花和枪尖不断碰撞的声音不绝于耳。良久之后，林青霞试探的差不多了，手中的长枪宛如游龙般迅速缠上长槊，眨眼间便直指爱丽丝的咽喉。爱丽丝还想反抗，但却被姜旺制止了。姜旺没资格来评判这场战斗，但从爱丽丝的精神反应之中，他也缓缓感受到了爱丽丝在面对林青霞的时候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林青霞深深地看了一眼神情毫无波动的爱丽丝，对着姜旺说道：你确定你能掌控他吗？不能说掌控吧，反正他肯定不会背叛我。看着姜旺肯定的神情，林青霞直接说道：所有死在他手下的人都这么说，如果你确定他不会背叛你，可以让他戴个面具，改换身形参加训练。说完，林青霞就离开了。当他回到自己的营帐的时候，他竟然罕见地发现他的手微微颤抖。这并不是说面对爱丽丝他陷入鏖战脱力，而是他想要杀了爱丽丝。他虽然没有从爱丽丝身上看出任何破绽，但他却在战斗的时候感受到了灵魂。当你在面对手机的时候，感觉你的手机有了灵魂，你是什么感觉？毛骨悚然。姜旺只是认为虫族生命有灵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让林青霞这个真正见过爱丽丝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尤其是爱丽丝这样拥有万能般学习能力的人造终极兵器。林青霞思绪良久之后，还是选择拨通了自己老爹的电话。毕竟要说博学，整个开元世界能跟自己老爹比的也没几个。喂，有屁放！问你个事，你见过有灵魂的爱丽丝吗？你这不是纯放屁！自从生物帝国覆灭，生物皇帝战死，爱丽丝就是个会进化的战争兵器。但姜旺手里
好像有个有灵魂的爱丽丝。等我马上过去。但忽然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算了，动静太大了，你注意点这个爱丽丝，有机会带过来。嘟嘟，林南生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不由得怒骂一句臭小子，然后就陷入看沉思。而另一边，代表皇家的邀请函已经抵达了万族战场。第144章，皇家到来。李雪怡看着林青芽离去的背影，没有多说什么。姜望则不断的感慨，他妈的，贴脸还得爱丽丝，随后扭头就回去看课了。偌大的教室只有姜望一人，而姜望也早已经习惯了。毒蛇这个军营，人说多不多，但说少也不少，弹拢共不超过8000人。只是现在营地大部分人都出去执行任务了。通过姜望的了解，这里面有去执行暗杀的，有去参加万族战场指挥的，也有去黑市玩了。但无论是谁，这些已经能够自由行动或者执行任务的家伙，都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毒蛇，并且毒蛇的军营奉行着只要是人才他就收。甚至姜望还听李雪怡说过，在他来之前还有一位神人，实力不强，打仗不行，但是泡妞一绝，甚至冠绝开元世界。而且不只是泡妞，只要是个人，他就有办法促成各种对他有利的关系。而他的存在也让林青芽兵不血刃拿下过很多的情报。姜望其实一直怀疑林青芽到底是干嘛的。你说这个黑蛇营是间谍中心吧？有上千号猛人能在虚空之中跟万族打碎几个星系。你说是军营吧？他上敢监察那些有权有势的官老爷，下能拿捏毫无势力的平民，中间敢多看他两眼的世家，他都敢直接抽2巴掌。这让姜望想到了一个机构，锦衣卫。但问题这个组织看他的意思也不是效忠皇室。就在姜望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到底加入了个啥的时候，李雪怡给了他答案。黑蛇军其实算是一支私军，这支部队的主人准确的来说并不是林青芽，而是林南生。林南生当初因为儿子的事弃文从武，这就相当于国家顶级院士突然要去当将军，所有人都没有当真。皇家更是为了哄着他，直接给他批了私军，满足他要打仗的要求，甚至为了他的安全，给了这支私军前所未有的权限。结果林南生他只要了私军，没有要配过来的人，而是自己准备训练。这个时候皇家和军队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后来林南生有文转武变得更加的生猛，不仅在万族战场上屡立战功，实力还1日千里。当他在战场上忽然晋级大师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晚了。实力是保障一切特权的前提，整个开元才几个大师啊！虽然皇家可以强行裁撤这支私军，但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首先林南生能文能武，他虽然不一定忠于皇室，但一定忠于开元世界。林南生他的背景足够的干净，再加上对万族的仇恨足够的纯粹，完全可以成为皇家的另一支明面上的利刃。所以这支部队一直以来就这样存在着。如果说上面的这些原因是黑蛇部队能够存在的政治原因，那么黑蛇能有今天，就完全是他自身实力够硬了。这支部队自成立之初就凶悍的让所有人侧目。在成立的第1年，林青芽从修罗战区返回，担任第一批成员。那时候林南生还是教官，他直接从死刑犯和修罗战区拎了第一批的人手，组成黑蛇成员，训练1年之后直接扔到万族战场。而那次也是黑蛇军的成名之战，300人面对无数万族的大本营，迂回作战将近3个月，斩首上族首领1900余个，并打乱万族的整体部署，最后还从修罗战区杀了回来，将整个万族战场惊得下巴都掉了。而黑蛇还在万族的后方发现了人类通万族的行为，在回归之后，他们还成立数个部门。经过漫长的发展，现在的黑蛇不只是面对万族，哪怕某些人类部队和高层听见黑蛇的名号都会颤上一颤。后来黑蛇与军方的特种部队以及隶属于皇家的隐卫并称开元世界的3把最锋利的匕首，这才有了林青芽的心连不能保，他能的底气。此时姜望正在沉浸式学习，周围的一切都进行演化，他仿佛就置身于当时那个历史一般。而林青芽这边已经收到了皇家即将抵达的通知，他的眼神微眯，良久之后缓缓地站起身，直接朝着营门口走去。此时的皇家飞船上，面具人也在此次的随行途中，并且易容成皇家甲士。你倒是大胆，你们隐卫的不是不准露面吗？此次负责传讯的领头之人对着身后的甲士说道。良久的沉默，这整得好像我求你办事一样。但尼克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没过多久，飞船就悬停在黑蛇的营地门口，金黄华丽的舱门缓缓打开，身着白金色的皇家甲士鱼贯而出，排列两边，整齐划一的布列，强大的气势。红缨头盔，雕刻着各种花纹的华丽甲胄，锋利的长枪和时刻充满灵能的步枪，在阳光之下反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天使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请天使大人恕罪。林青芽微微弓腰，眼神微眯，一脸笑意，
任谁都没法将面前这个和蔼的大叔和大名鼎鼎的黑蛇教官联想到一起。林教官，咱们之间就不要这样了。舱门之中，传讯官尼克的声音传来。谁不知道你们林家是皇帝陛下的股肱之臣？虽说尼克嘴上不停地说着恭维林青崖的话，但却丝毫没有想要加快步伐的意思。林青崖依旧笑笑没有说话。尼克看着林青崖的样子，也不敢过分为难，当即直接说道：“姜望呢？”看着对方果然是冲着姜望来的，林青崖当即说道：“天使突然驾到，在下来不及准备，姜望此时应该正在训练吧？”尼克眼神微眯，随即笑道：“无妨，有上进心是好事，我们去看看便是。此次七皇子特意交代，一旦要认真的对待任何一位异界人，务必让人家感受到了开元世界皇家的关怀和心胸。”林青崖此时依旧是笑笑没有附和，而是带着尼克一行人走向教室。此时姜望周围的虚拟影像正在褪去，他也从学习状态之中缓缓走了出来。正当他想要去学习下一个科目的时候，教室的房门忽然被敲响。姜望，天使驾到，还不快出来迎接？林青崖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姜望的内心微微叹了一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第145章暗部。姜望赶忙小步跑过去，但速度没有多快。但是看着面前的尼克，姜望没有说话，他就像一个愣头青一样站在众人的面前，低着头也不吭气。而这个时候，林青崖依旧是那副微笑，没有说话。尼克看了看姜望，随即又看了眼旁边的林青崖，没有发作。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姜少侠果然一表人才。尼克对着姜望一脸和煦地说道：“行了，跟我走吧，七皇子要见你。”确认了姜望，他也没有说废话，当即表示要带走姜望，甚至搬出了七皇子的名头。姜望抬头看看尼克，随即看向林青崖，站在原地没有动。尼克微微皱眉。此时的林青崖缓缓挺直了腰背，有些为难地说道：“倪天使，姜望最近应该走不开。”哦，林教官这是想要抗旨吗？林青崖赶忙装作一副惶恐的样子：“不敢，只是姜望最近真的有药物在身。”他一副一脸惶恐的样子，但身上的气势却缓缓地压过了众人。什么药物啊？换别人吧，七皇子和三皇子都对姜望好奇的紧啊。眼见林青崖不上道，尼克再次搬出了一位皇子。倪天使，暗部的任务你是知道的，暗部都是。林青崖一脸为难。尼克一听，暗部脸色瞬间就变得阴沉了起来。你让他加入暗部了？是。林青崖不退不避，直直的看着尼克的眼睛。你好得很啊，姜望，你可愿随我去见七皇子？七皇子向来欣赏人才，想必你一定会得到七皇子的重任。尼克当众说出这样的话，几乎都算是露了底。此时姜望终于张嘴说道：“谢过倪天使，只是在下有要务在身。”他面无表情的说道：“好得很，那祝你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说完，尼克就扭头离开，林青崖也就象征性的追了几步，做做样子。当他们的飞船再次升空的时候，林青崖依旧是那副微笑的模样，回头看到姜望说道：“你痛失了个好机会啊，七皇子确实看重人才，你要是跟着他，想必荣华富贵近在眼前。不去，有命赚没命花。”姜望撇了撇嘴，根据他的了解，整个开元世界最痛恨异界人的就是皇室。况且根据刚开始林青崖和李雪怡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个尼克是不是七皇子派来的都难说。他现在更在意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进这个暗部。另一边的飞船内，尼克此时已经恢复了淡然，在屏退周围人之后，他对着身后的贾氏说道：“我已经尽最大的全力帮你了，没想到林青崖竟然把姜望安排进暗部，这件事你准备怎么给七皇子交代？”身后的面具人忽然说道：“这就不管你的事了，你的人情我已经还完了。”尼克也不想继续说下去了，他可以帮面具人看看能不能把姜望骗出来，毕竟双方都是为了皇室，他也知道皇室一贯的宗旨。可一旦涉及到皇室，他就不会像刚刚那般如此的好说话，毕竟这个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教官，我什么时候执行任务啊？姜望直截了当的对着林青崖说道。哟，真想加入暗部啊？林青崖睨了姜望一样，你现在不够格，打杂都够呛，你要是能1个月之内黄金还有可能。说完林青崖就走了。看着林青崖的背影，姜望的嘴角微微勾起。你要是给别的白银六阶说1个月黄金，估计就算他再妖孽也不可能。但姜望吗？看着手中的进化点，姜望微微一笑，要不是怕太夸张，今天晚上就给你晋级黄金。回教室的路上，姜望内心有些激动。暗部顾名思义，暗中部门，你可以说它是间谍部门，但你也可能说它是特殊部门。这个部门集结着黑蛇军营最多的人才，不仅负责着人类，甚至还负责着万族方面，实力强劲，资金雄厚，权力甚大。皇室给予监察特权的部门就是这个部门。
若是江望能够进入这里面，不是说他以后就荣华富贵，至少他再也不用担心他会被其他人暗害了，虫族的生存也进一步的得到了保障。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某处荒凉星球的巨大裂缝之中，在几乎深入星球核心的部位，一个人影顶着浓雾和飓风缓缓出现。当他站在一处山壁之前一会儿后，整个山壁竟然缓缓的裂开，巨大的风压直接吹掉了他的帽子，而他的样子赫然就是早就死在爱丽丝手里的2号。当他走进巨大的山缝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巨大的空间，随处可见的巨大肉体和粗壮的生物管道。你回来了，首领在等你。见到2号回来，立刻有人迎上前去，对着他说道。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资料，面无表情的继续前进。当他传到数道生物检测之后，终于来到了他们的核心位置。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颗巨大跳动的肉球，而他就是庞大于境的首领。所有人都称呼他为首脑，而他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脑。爱丽丝呢？沙哑宛如2块锈铁摩擦的声音响起。2号直接对着那块肉球跪倒在地，没有带回来。根据逃亡出来的细胞记忆，爱丽丝此时在一个叫江望的人手底下效力，而且2号苍白宛如干尸的脸上划过一丝人性化的迷茫。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他接下来的要说的东西触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需要组织一下语言。而且我好像感受到这个爱丽丝跟以往的不同，她好像记忆中的初号机。当听到2号说出初号机的时候，那个肉球也猛然收缩。你说什么？正当2号准备再说一遍的时候，只见那个肉球直接说道：你过来。听闻此言，2号直接走上前去，并将手掌伸入首脑之中。瞬间，2号整个人都陷入了僵直状态，而此刻他的记忆则被首脑快速读取。当他看到爱丽丝在与2号战斗的画面的时候，那熟悉的感觉和凌厉的刀法，仿佛他亲身跟爱丽丝战斗一般。良久之后，首脑发出震天一般的笑声：哈哈哈哈！爱丽丝，终于找到你了。第146章教育李雪怡。宛如魔鬼般的声音让在此处的工作人员都为之一颤。当首脑缓缓恢复冷静，他直接朝着还没有缓过心神的2号说道：在不影响计划的前提下，动用所有的力量抓到这个爱丽丝。是。2号有些僵硬地跪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江望也在3天之内完成了白银7阶的突破。其实在神度空间之内，江望就可以在最后时候后晋升到白银9阶巅峰，但那时的他在赐福的加持之下，他已经处于无敌的状态了，就没有继续动用进化点给自己进化，而是将大部分的进化点花费在虫族和2个女王之上，寻思回头若是实在不行了，自己就躲进神度空间。但现在情况突变，江望计划在这个月最后的3天突破黄金。自从江望精神变成阴阳般的之后，江望晋升所需要的进化点就直线飞升，原本晋升白银7阶只需要 13W 进化点，而现在则需要 18W， 晋升8阶则需要 23W。 若不是江望在神度空间内大杀特杀，进化点还真不够江望晋升到黄金。但至于现在嘛，大量的基因现在还储藏在基因库内，并且在江望亲自设置的几套搭配系统下，江望已经实现了进化点全自动化。有用或者特殊的进化点会被有效分类，并随时等待江望根据战斗场面而选用。可以说，虽然神斗空间之内险象环生，但所带来的好处也让他至少好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进化点的问题。就在江望的生活逐渐进入正轨的时候，另一边的赵家却发起了疯。此时开元超星系团，银星星系，银星赵家内。砰！什么叫找不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凭什么李相文的儿子能回来，我儿子回不来？赵铁成双目通红，自从他在神斗空间等不到赵恒之后，就先行回到大本营。毕竟他不信他儿子是凭空消失的，必然有人想要针对赵家，所以他在万族战场留了人后就紧急回来了。但此刻，无论是他派出去打塔尔子信息的人，还是守在神斗空间的人，都告诉他找不到少爷的消息。既然找不到，那就让所有活着的人给我儿子偿命。赵铁成充满阴狠地说道。主要是他们此次赵家的损失太大了。赵恒本来就是赵氏的独苗，虽然脑子不好，但实力强劲，眼看已然成为了周围世家之中的纲顶人物。原本板上钉钉的少家主的位置，此刻因为他和他那一系列智囊团和家奴的消失，瞬间让他赵铁成陷入了被动。毕竟他们这种世家最忌讳的就是没人接班。此刻原本被他们父子俩压得死死的兄弟姐们都开始有了其他想法。良久之后，赵铁成逐渐恢复冷静。找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堵门口询问也好，绑架逼供也罢，我要知道神斗空间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个姜望，找到他。赵铁成阴着脸下达了命令。虽然姜望做了他能力内最完全的准备，但赵恒与虫族却无法全部进行隐藏，即使已经淡化了姜望的影响，但依旧陷入疯狂的赵铁成哪管这些，
只要你知道一点讯息，那么他就要找到你。姜望没想到，即使做了最大程度的低调，无论是于禁还是赵家，乃至曾经陷害他的人都没有想过要放过他。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好在黑蛇军营的庇护下，姜望此刻正在疯狂进步，不仅仅是实力的方面，更多的是知识和认知的方面。在姜望看来，知识和实力同等的重要。实力可以保证你的生存，它是下限，只要实力够强，你过得再差也不会差在哪里。但知识是上限，足够多的知识才能保证姜望能有足够多的视野和高度来调整自己未来的方向和未雨绸缪的能力。当一只飞鸟不能理解高楼和飞机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做错，而一头撞死在高楼之上。所有姜望抓紧一切的机会来刻苦的学习，这就是也是林青芽所看重的。异界人对新事物的惶恐会导致他们产生极大的求生本能，而促使他们进步。他甚至真的将权限开通，让姜望提前学习暗部的知识。时间一天一天的度过，姜望现在已经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他的刻苦让每天的李雪怡都变得不好意思。在林青芽看来，李雪怡天赋不缺，脑子不缺，也不缺钱，他什么都不缺，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够激励他。至于他那个魅魔的缺点，自从姜望上次重创了魅魔之主之后，李雪怡到现在每到月事最虚弱的时候都没有太大的反应。李雪怡现在至少是短期内连生存的压力都没有了。如果是之前的李雪怡就像一头驴，姜望就是那个萝卜，那当时李雪怡至少还能被这个萝卜吸引的走两步。但自从他俩把姜望忽悠过来之后，李雪怡每天最少都能见姜望一次，一星期最少吸一次。他现在就像那能随便吃到萝卜的驴，生活没有一点忧郁，但偏偏他没办法真的动李雪怡，这让林青芽非常的不开心。他直接找到了李雪怡。你最近过得很好吗？林青芽一边削着苹果一边说道。李雪怡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顿感不妙，没敢吭气。怎么不说话？我觉得你最近表现不错，已经可以回到新连了。他忽然抬头看着李雪怡说道。报告教官，我认为我还没有训练完成。李雪怡赶忙说道。来我这才多久了，你就提升了一个阶位？你魅魔的特性我没办法解决，但我最近的观察应该没有大碍了吧？李雪怡没有说话。也是，新连的掌上明珠，即便是凭借这张脸蛋儿，你就可以在整个开元世界横着走了。我不知道你继续留下的有什么用？难道是为了姜望？被一语道破的李雪怡有些不自然地低下了头。我不知道姜望对你来说是什么，徒弟、宝贝，或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最近姜望的努力你都看在眼里吧？你知道姜望为什么拼命努力吗？因为他想执行任务，快速变强。但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都没有给姜望放出去执行任务吗？看在李雪怡茫然的表情，林青芽不屑一笑。呵，来，我告诉你，现在外边赵家的人疯狂的在找姜望，姜望在神斗空间做了什么你不用知道，但我告诉你，他所作所为曝光出来，我都不一定能保住他。还有这些你的追求者们的买凶追杀姜望，这些隐卫们也要除掉姜望。还有这些，李雪怡看着面前桌子上的一沓子材料，一言不发。你什么都不知道，李大小姐，你除了给姜望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林青芽猛然站起身，直视着李雪怡。因为你的羸弱无比，才让姜望拼了命的想要变强，他想要活下去。而你，李雪怡，你随便一句话改变了姜望的命运，但却极其不负责的对他不管不顾。你空有冠绝开元世界最好的天赋，却每天无意义的浪费。你以为是谁在逼迫姜望？是你啊，是你这个空有脸蛋和天真的废物师傅。说完，林青芽直接摔门而去，留下被字字诛心的李雪怡。第147章，下定决心的李雪怡。李雪怡缓缓地上前，她看着桌上的材料，有些不敢去看，但最终她还是拿起来。比起内心的愧疚和自责，她更想知道姜望到底经历了什么。办公室内不断传出资料翻阅的声音，而林青芽听着李雪怡翻动资料的声音，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微笑。她不怕李雪怡看资料，那些资料都是真实的，每一份都有据可查，而且里面林青芽甚至做了一些小小的手脚。她故意夸大了姜望受到的伤害，目的就是为了引起李雪怡的愤怒。自古以来，只有来自灵魂深处的原驱动力，才能让人无时无刻的激发斗志，甚至面对任何困难都勇于面对。有的人为了复仇能够隐忍多年，最后一招翻身，在仇人最得意的时候杀人全家。有人为了爱情能够突破天赋的限制，生生给自己拔高到他本该不能到达的地步。愤怒、欲望、爱情，这些既是人类的劣性根，但也是人类爆发无尽潜力的原动力。而林青芽就是为了激怒李雪怡，如果他没有猜错，以李雪怡目前对姜望的稀罕程度，即便不是爱，那也多少沾一点喜欢。再加上自责、愧疚这些情绪，只要能够适当的引导，
林青霞就有把握让挖掘李雪怡身上的巨大价值。届时，林青霞的目光微冷，另一边的李雪怡胸口剧烈的起伏。黑老鬼红寡妇的暗杀，埋伏在修罗战区的暗杀，江望黑市的悬赏，隐卫的行动，神舵空间内的针对，详细的刺杀情报数倍强于江望的人手，一桩桩一件件刺痛着李雪怡的内心。一直以来他都知道江望面临的困难，他甚至还自以为是的认为那是江望的磨练。他有些无力的瘫坐在地上，此刻他的内心就好像被林青霞撕碎了所有的遮羞布一般，让他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他其实一直是个高傲、自负而又自私的女人，仰仗着雄厚的背景和傲人的天赋，甚至凭借着不俗的脸蛋，使他其实一直觉得他受到别人的善意和友好都是理所应当。甚至江望的对他的不理不睬的时候，他接近江望也仅仅激起了他的胜负欲。他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人能够对他无感。他为了一己之私，让江望走进了所有人的视线，但当他从江望身上获得了更多的情感价值和精神力带来的平和之后，却没有任何的付出。不，他有付出。他付出了自以为是的感动，他以为一直想着江望，担忧着江望就是对江望最大的恩赐。是的，就是恩赐。虽然他不想承认，但李雪怡的内心从来都觉得这是对江望最大的恩赐。身为师父，他对江望的经历的苦难视而不见，身为他自己以为的精神伴侣，他也仅仅一味着索取江望身上带来的罕见平和感。他甚至曾经想过，江望会不会死在神舵空间？若是江望死在神舵空间，他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他就像无知的少女一般，祈求着江望的活着，他将希望放在虚无缥缈的神明。他甚至发誓，江望只要活着，他就怎样怎样。但事实是，当他把江望弄进黑蛇军营之后，他就再次觉得万事大吉，他再次把江望的安危丢了出去。不仅仅是他，这是很多人的心理。有人考试之前疯狂的祈求一定要考好，只要能考好，他以后就怎样怎样。但当命运真的眷顾了他之后，他却什么都没有改变。许多人的命运在一次次的狠话和誓言之中滑向深渊，而当命运不再眷顾他的时候，他痛骂着命运回首往昔。当他认真审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命运早就给过他无数的机会。李雪怡是幸运的。林青霞戳穿了所有虚伪的面纱，像沉重无情的一巴掌，直接将他扇醒。曾经的他就像一个鸵鸟一般，活在自己的世界。李雪怡缓缓地站起了身，她将所有的资料摆放整齐，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办公室。有时候人的长大就是一瞬间的。李雪怡见过那么多，听过那么多，她并非什么都不懂，只是当局者迷而已。李雪怡的气势在她逐步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不断地积蓄着。林青霞在门口处感受着李雪怡的气势，微微一笑。本来她还以为需要开导一下这一位大小姐，没想到李雪怡自己就想通了。她没有因为自己给江望带来的各种暗杀而选择远离江望，即使是现在，她也依旧认为江望遭受这些是正常，也是应得的。但她想通了身为师父的职责，你们所有人都可以选择暗害江望，但同时也要承受好他李雪怡的报复，而报复和威胁需要实力。办公室门被拉开，李雪怡直截了当地对着门外正在抽烟的林青霞说道：“怎么才能变强？”看着李雪一面无表情的模样，林青霞深吸了一口劣质香烟，直到烟已经烧到烟屁股，才仍在地上狠狠地踩上去拧了几下。变强？你想好了？林青霞抬起头，有些不屑地说道：“我怕你这大小姐承受不住。”看着林青霞不屑的神情，李雪怡依旧面无表情。不用玩激将法那一套了，我要变强，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只要我足够强，我可以允许你利用我。李雪怡的声音仿佛没有任何感情。看着李雪怡的样子，林青霞的内心兴奋不已，并非是她可以随意摆布李雪怡，而是李雪怡现在的样子才是星联倾尽全力培养的联盟之花，才是拥有冠绝开元世界的天赋的超级天才。好，既然你想清楚了，那你自己给星联说好，生死我不敢保证，但我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变强。林青霞虽然极度兴奋，但是她还是要把话说明白的。正因为她是黑蛇教官，才明白李雪怡对于星联意味着着什么。除非他们主动要求，要不然她即便在眼馋李雪怡自身的超级价值，也无法挖掘半分。这就是背景所带来的强大保护。背景虽然不能直接让李雪怡变强，但可以让李雪怡变强的路上畅通无阻。李雪怡平静的点点头后，就扭头准备离开。那你跟江望道个别吧，至少3个月的时间，你都不会再见到他了。林青霞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李雪怡微微一顿，看着李雪怡的背影，林青霞内心嘴都笑裂了。也就是江望最近努力的让他找不到任何打击的方向，要不然一件事他吃2头。只要江望敢懈怠，他就敢把这件事改个名字，就套在江望的头上。词他都想好了，都是因为你的羸弱，才让李雪怡不得不拼命。
当徒弟不能为师傅分忧。废物！林青霞光是想想都觉得兴奋。这师徒俩，他吃定了。第148章魂技环刃群。此时的李雪怡会回到房间收拾了收拾，就前往了训练场。而姜望正在虚拟战斗，他直接挑战了50倍重力环境，1000头白银9阶万族。噗呲，一头疾风狼瞬间从他的背后划过，而下一秒，一只小小的毒株就在另一只万族的帮助下跳上了姜望的身体。啊！仅仅一口，直接终结了姜望的训练。而在他临死前，他的周围已经尸横遍野，至少一半的万族在他各种的攻击之下惨死。姜望不是神，精神力损耗严重，50倍的重力环境，如此之多的敌人，100%的痛感模拟。随着系统判定他的死亡，他的面前出现了个 S 的标志，而姜望的排名也在榜单爬上了前30。他躺在地面上，不停地大口喘着粗气。之所以选择如此多的敌人和强大的重力，主要是为了能够测试一下，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自己能发挥多少实力和自己开发的魂技到底行不行。在之前与林青霞的战斗之中，他就发现了战技这个东西的适用性。在神斗空间，他一直以为只要你自身足够的强大，那么战技其实就是你得一招一式。而无尽的虫族也让许多拥有战技的人甚至没有还手之力，更是加深了姜望的认为战技没啥用。听到姜望的理论和他的经历，林青霞当即也肯定了姜望的理论，然后他就站在原地露了一手，他就拿出一柄长刀。姜望清晰地看着，同样的灵能，就因为灵能运行路径的不同，就可以挥出天差地别的一刀，一刀砍碎一个人偶都费劲，而另一刀砍碎3个人偶都去世不减。姜望看着如此之大的差别，有些目瞪口呆。你说的理论确实不错，强者的一招一式确实都是战技，但不是因为他随手一招都是战技，而是他将所有战技融贯于一身，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是因为他强，所以战技才强。就像武功一样，你只会定式和架子，面对真正的行家，你就是送人头的。你神斗空间之内遇见的所有会战技的气势，大多数都是只会架子，没有融会贯通。实际上，实力和战技是相辅相成的，不只是战技，甚至精神力也有特殊的运行方法，叫做魂技。像你这种直接拿精神力拍过去的做法，若不是你的精神力足够的强大，量足够的多，都够你死100回了。只有自身与战技或者魂技的契合度足够的高，并且熟练度足够的高，融会贯通，才会发挥巨大的威力。而每一个强者最后基本上都需要自己开发一套属于自己的战技和魂技。随后他就给姜望一个能够浏览初级战技的权限，并希望姜望能够提前根据这些战技能够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战技。姜望这段时间就是沉浸在开发战技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虽然没有开发出战技，但却根据自己精神力的特点开发出属于自己的魂技。他将自己庞大的精神力压缩成了一道道的精神利刃，随后又将这一道道利刃压缩成一整个环。这是一个对群的攻击，一旦释放，可根据自己微中心瞬间朝着周围释放一个针对精神力和范围攻击。他自己的第一个魂技命名为环刃群。经过姜望不懈的努力和挖掘，他还找到了一条能够顺畅释放和快速压缩精神力的方法。而这种仅仅几天时间内就开发出属于自己魂技的行为，甚至惊动了林青霞和基地内其他人。随着体力的恢复，姜望缓缓地坐起身，喃喃道：“不行，消耗还是太大了，需要继续压缩，或者分割。”姜望仿佛又想到了什么一般，立刻起身就准备朝着训练室内跑去。他刚回头就看到李雪怡换了一身雪白的衣服，立在身后的围栏处，宛如决然于世的仙子一般。姜望一时间有些呆了。李雪怡其实收拾完就来到了这里，只是没有打扰姜望罢了。看着姜望不停的战斗，因为战斗失败而失落，随后又很快振作，看着他因为的发现新的点子而欣喜，看着他就这样的看着，仿佛一眼万年。在李雪怡如此清澈而真挚的眼神下，姜望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咋了？没事，走，陪我逛逛。看着姜望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李雪怡微微一笑，朝着姜望招了招手说道。姜望挠着头，不知道李雪怡又发什么神经，但他还是跟了上去。你这是咋了？姜望跟在李雪怡旁边，半晌也没见李雪怡说话。饶是他再愚钝，也发现了李雪怡的一些不对劲。啊，没事啊，我就想让你陪我走走。听见姜望的疑问，他回头和煦的笑道。他也曾经想过自己要不要跟他说些什么，但当见到姜望的时候，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但是看着姜望，他就觉得很不错了。是准备走了？姜望从来不是有问题就憋在心里的人，他直接朝着李雪怡问道。李雪怡犹豫了一下，还是给姜望坦白道：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呢，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就不知道了。姜望有些沉默了，他其实不太想让李雪怡走的，虽然这个女人天天烦的一笔，还有机会就逮住她蹭。
你说姜望他不喜欢李雪怡，那是假的，就每次李雪怡想蹭他的精神力，他都觉得是对他精神力的一种考验。就这样一个美若天仙，实力强大，背景强大，天赋强大，有钱，超级无敌富婆，而且他还没见过他对除了他以外的男生假以辞色。就这，但凡是个男人，是个他妈的雄性，都难以抵挡。姜望这么努力的想要变强，一方面是想要活着，另一方面是想要帮助李雪怡解决魅魔的难题。但现在李雪怡忽然告诉他，他要走了，姜望的心里猛然有些空落落的。李雪怡看着姜望微微低下的头和他的失落情绪，内心有些窃喜。你不开心？听见李雪怡的话，姜望脱口就准备说个管你呢，但话到嘴边变成了还行，我要走了，你会想我吗？这下姜望彻底是顶不住了。有啥想的？要走赶紧走。听着姜望的口是心非，李雪怡瞬间换上一副玄雷玉气的模样。原来不想啊。看着李雪怡的模样，姜望一下有些麻着了，有些无奈道：想。看着姜望说出他想听的话后，李雪怡再也装不下去，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曼妙的身姿笑得前仰后合。姜望有些无奈地撇了撇嘴，我也会想你的。时间在两人吃饭散步之间慢慢溜走，林清雅也非常懂事的没有出现。基地内的其他人虽然非常羡慕姜望这个小子，但既然已经成为了队友，他们大多数人对姜望调侃了几句就离开了。画面最后定格在两人夕阳下两人的背影，而两人的手都握拳又张开，但最终没有牵到一起。第149章，努力变强。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3天之后，姜望将李雪怡送上去往未知的飞船。当舱门关上的那一刻，姜望陡然变得有些失神。他并不担心李雪怡的安危，因为林清雅也随行而去。而姜望这边，林清雅也并非是不管了，毕竟这对师徒他是吃定了，两个谁他都不会放过。他直接指派了一个新的教官，甚至还列好了姜望之后的训练计划和要执行的任务。此时的训练场上，姜望训练的比往日更加的疯狂。林清雅为了防止姜望因为李雪怡离开而伤心懈怠，他甚至留下了一封书信。书信的内容正是当时他刺痛李雪怡的话，只不过对姜望这种更加理智和努力的对象，他更改了一下措辞。或许你吃了很多的苦，你受到了很多的追杀，你在残酷的世界中努力的改变自己，但你改变的还不够多。你可以选择继续努力拼搏，或者摆烂生活，因为你的师傅李雪怡选择替你负重前行。千言万语言尽于此。若是你真的想要帮助李雪怡，想要和她并肩，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豁出了你这条一文不值的命，才有可能实现你内心的想法和保护你想保护的人。爱丽丝是，李雪怡也是。噗呲，姜望浑身浴血，斩杀了面前最后一头异兽。看着面前 SSS 级的评分，姜望没有任何的反应，转而开始进行这场战斗的复盘。不少围观的毒蛇老兵都不由得啧舌，刚刚那一招不会又是他开发的魂技吧？真他妈畜生，这家伙是真猛啊！才几天了，直接杀进前10了，他不是才白银吗？靠，谁知道老大临走前让我好好监督他，这监督个屁啊，我都怕他练死。还有，你看看，老大还说如果姜望月底不能黄金，就把这封书信给他。你是知道老大嘴炮的能力，不过你别说，自从李雪怡走后，这小子的进步越来越大了，爱情的魔力真就这么大。要不我也谈个恋爱？别的不知道，你要是能跟李雪怡谈个恋爱，她走了，你别说进阶了，让你杀进万族大本营，你估计都不会眨眼。几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姜望则不断用剩余的精神力练习他新开发的魂技环刃丹。如同名字一般，自从上次姜望想到了分割之后，他将原本是整个的环刃拆分了下来，不仅威力没有缩减，甚至变得更加的防不胜防。而另一边，正在飞船上，李雪怡是在抑制不住好奇问了起来：你最后给姜望的信到底写了啥？给姜望的鼓励？你会这么好心？林清雅微微抬眼后又闭眼。我就是这么好心，有心情担心姜望，不如担心你自己。此时的飞船正朝着宇宙的深处飞去。这世间哪有什么快速变强的方法？最快变强的方法就是战斗，无比危险的战斗。他知道，李雪怡也知道，他们这战最终目的就是万族的边缘。另一边的星联，胡闹！赶紧让林清雅把李雪怡带回来。王天风看着李雪怡给他的信件，吹胡子瞪眼。没事，我专门联系了老林，他会驻守那一片，旁边还有林清雅，不会有事的。周前不断的宽慰道。万一出事了呢？万一万族大规模进攻了呢？看着关心李雪怡到失了分寸的王天风，周前不由怒喝道：哪有那么多万一？万一我们死了呢？万一星联倒了呢？哪里没有危险？李雪怡的命是命，其他人的命不是命。王天风，你睁开眼看看，看看现在万族战场每秒钟都在死人，
多少有天赋的年轻小伙子惨死战场。你看看，看着气势全面爆发的周前，王天风也一时间有些语塞。雪姨能有心变强没错，况且有林南生看着，不会有问题。你还是先想想万族战场上的异动吧。说起这个异动，王天风也是一声叹息。成也万族战场，败也万族战场。当年叶晨将星联选择这个超星系团，本是想独立出就势力的范围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顺便不断让星联人去万族战场进行磨练。起初的那段世界，他们的实力确实冠绝开元世界，一度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压着万族打。但败就败在独立出了开元超星系团，基本算是跟后方开辟的冰原地断开了连接。谁都知道星联虽强，但阵亡率高啊，而原初界又青黄不接，好不容易最近来了不少人，有被旧势力弄得七零八落。现在旧势力和万族战场的打击下，星联真的有些喘不过气。而远在另一边虚无空间的万族，无数的万族正在集结，而白狐和黑狐两兽赫然屹立其中。自从上次死神赐福将望给了他俩一人一个血灵果和其他的宝物，他俩回去就双双被老祖级收为记名弟子，甚至还在此次的反攻之中还占据了不俗的位置。开元世界的某处，面具人将信息汇报给了他的上级，毕竟涉及到余烬组织的就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了。赵恒还没有找到吗？并没有，赵家抓了165个从死神赐福走出来的人，进行了各种手段的拷问，但依旧没有找到赵恒的下落，并且赵家还一直在私下里打探姜望的讯息。听见赵家在打听姜望的讯息，面具人沉默了一会，良久之后他开口说道：去吧，把姜望的讯息透露给他们，做事隐蔽点，还有盯着余烬的人，看看他们在找什么，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汇报。是。当周围的人手退下，黑暗中唯有面具之下的双眼闪烁着无情的光，宛如黑暗中的毒蛇。姜望第150章晋升黄金。时光如流水一般悄悄流逝。李雪怡走后，姜望没有任何的懈怠，他只是一如往常一般学习、训练场、开发魂技战技，晚上就用来晋升。至于休息，强大的精神力的支撑下，姜望仅仅只休息短短的1个小时。他对自己严苛到，甚至所有留守的黑蛇众人都为之肃穆，毕竟唯有努力和坚持不可嘲笑。而姜望也以让所有人震惊的速度修为一路高歌猛进。此时他的房门外围着所有留守的黑蛇成员。来了。身为姜望的教官的黑蛇成员低声鸣气道：嘘。他们围在姜望的房门外，只因姜望若是今天晚上真的晋升黄金，那么他将打破林青崖在黑蛇军所缔造的最短晋升黄金的神话。灵能宛如漩涡一般在姜望的房间凝聚，虽然他是进化点晋升，但依旧需要大量的灵能进行补充能量。细胞一个个的破裂，基因也在强大能量的冲刷下再次优化，而精神力也不断的膨胀炸裂。进化点晋升从来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里面所带来的痛苦远非常人能够想象。姜望的眉头微皱，鲜血不断的从他的肌肤之中渗出。随着细胞逐步的进化完成，姜望的领主空间也缓缓的发生了变化。原本硕大的星球开始不断的喷涌岩浆，整个星球都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而已经遍布在整个星球的虫族也在这样的变故下受到了一些损伤。而且不止如此，姜望整个领主空间的边界也正在拓展。姜望能够感觉到精神力迅速占据着原本周围的虚无空间。良久过后，就在姜望的精神力好像抵达尽头再也无法探索的时候，忽然出现的一个小小的尘埃引起了姜望的注意。领主空间除了赤炎星，怎么还会有其他物质？他强忍着精神力的刺痛，拼命的想要继续拓展边界。随后他渐渐看到了一个土黄色的环带，然后是一整个偌大的行星。姜望震惊的看着这一幕，领主空间竟然会随着实力的提升探索到新的星球。他就曾想过，就领主空间这么大点地方，一旦虫族进入爆发式增长，赤炎星根本没办法满足虫族的发展。星球就那么大，虫族为了可持续发展，一般都是在外界才进行大规模的繁殖，但维持那么多生物的能量总是需要的吧，即使陷入休眠，那也是需要能量的呀。所以领主空间的尴尬局面就显现出来了，只能依靠着一次次的突破来增加一点赤炎星的体积。但现在姜望看到了这颗新的星球，却再次给虫族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引起了姜望的疑惑：领主空间到底是什么？难道只要自己的足够强大，精神力能够平推周围所有的虚无，那么自己的领主空间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宇宙？姜望不敢想，他有点看不透这个领主空间了，即使他是这片空间的主人。随着姜望的将精神力耗尽，他的领主空间也来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时刻，包括赤炎星在内，足足3颗行星，另外2个虽然没有赤炎星巨大，但也差不到哪里去，况且上面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就在姜望想要继续探索领主空间的时候，他的身体为之一颤，
精神力之中的阴阳调和已经达到完美并逐渐的平静，身体内的细胞和基因也都进化完成，一股独属于黄金的气势冲天起。在开元世界有句古话，不成黄金终是蝼蚁。即使白银9阶巅峰在神舵空间内，也就是说死就死的存在，但黄金就不一样了，黄金就是整个开元世界内的中坚力量，甚至在某些地方就是中高端乃至高端战力。一旦到达黄金，就标志着精神力和身体已经初步融合，灵能的储存也大幅度的增加，仅仅凭借着肉体就可以在宇宙之中行走。而人类也是在这个阶段能够在同等级的情况下跟万族6、4开，无论是古武者还是修行者，乃至领主空间拥有者，黄金就是他们迈向更强者的第一步。我靠，真他妈成了！听力变得十分敏捷的姜望当即就听到了门外的数位黑蛇成员的发出的感叹：乖乖，这么快吗？老六，你之前晋级黄金是不是都晋级了2次？你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那时候是有暗伤。等等，姜望不是异界人吗？对啊，满打满算他这也不过1年的时间啊。几人相视一眼，我靠！这时众人才意识到林青崖临走前的千叮咛万嘱咐，这个姜望是个人才，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了，保不齐人家逆势反超，要是他真能月底进入黄金，就把这个书信给他，然后按照黄金中阶的任务给他执行。放心，只要弄不死就往死里弄。而屋内的姜望此时也有些感慨，是啊，都快1年了，准确的说也仅仅是半年多一点而已。姜望忽然回忆起了来到开元世界的点点滴滴。初时的元初界，当时自己面对里昂和万族的手段稍显稚嫩，随后在试炼战场时的初露锋芒，高光时刻应该是自己在星联学院的发言。姜望陡然想起他一手创立的联合会，也不知道那些人过得怎么样，随即又无奈一笑，他们过得怎么样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能想到自己虽然被陷害进入修罗战区和神舵空间，但却因祸得福，不仅真让他杀了出来，不仅加入了黑蛇军，还让他积蓄了进入黄金的力量。砰！姜望的门一下被几名壮汉推开。可，小子，可以啊，黄金了呀！几人边说还边走进来，手里还提了个蛋糕。那别说哥几个不关照你，基地规定谁晋级黄金就给谁准备个蛋糕庆祝。几个大汉说着就从背后拿出来了一个蛋糕，而打开却是，放心，下次一定行。擦，拿错了。只见一名跟姜望平时也说不上几句话的黑蛇成员当即转头去门口拿了另一个。恭喜你成功晋级黄金，这回对了。几个大汉尴尬一笑。其实这个活动本来是等人多点或者明天才会给你举行的，但林老大的意思是让你每一天都得训练，所以就推到现在了。姜望的现任教官37号说道。此时的几名大汉也有点茫然，主要跟姜望认识的时间太短了，况且姜望天天跟个牲口一样的3.1线疯狂训练，大家跟姜望其实都不是很熟。眼看气氛有些凝滞，姜望当即接过了这个话茬。没想到啊，你们5大3粗的竟然喜欢玩尬的这一套，别以为一个蛋糕就能糊弄我哦，回头多带带我才是正事。明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上训练场陪我练一下子哦。姜望浑身渗着血，绷着小脸说道。而听闻此言的几人届时纷纷大笑。有姜小哥这小身板行不行啊？哥几个不懂得怜香惜玉，也不知道姜小哥承受不承受得住。恶心，恶心呐！话匣子打开的众人都纷纷开始调侃起姜望。偌大的基地在几人的打打闹闹的之下也变得没有那么孤寂了。当众人散去，姜望看着屋内的狼藉，刚准备休息，就听见安娜不停地叫着姜望：主宰，我也有蛋糕，我也有，快来！刚准备闭眼的姜望无奈地笑了笑。第151章任务。次日，训练场，砰！一个身形径直飞出，但很快他就骂骂咧咧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他妈是黄金一阶！此人正是黑蛇的留守成员。而另一边的37号看着已经第3个被打败的老成员，有点发懵。姜望矗立在训练场的中央，虽然一言不发，但仿佛周围的所有人都好像听到了。还有谁？此时姜望的各项数据已经突破了10W 的大关，这就相当于姜望刚上黄金1阶就能爆锤黄金6阶之下的。而留在训练基地的老兵并非是没有姜望的位阶高，他们一个个都是铂金4、5阶，甚至37号都铂金8阶了，只是一旦将自己实力压缩到与姜望同位阶，基本就没办法打了。但要知道，即使当初的林青崖将自己压缩到跟姜望同等级的时候，都险些没打过。最终几人也是不要脸了，不停地提高修为，最终在黄金8阶的时候才险胜姜望。而姜望也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大致的了解。最近3天你巩固一下实力，接下来会有些任务给你。37号在给姜望留下这句话后就离开了。
他需要给林青崖汇报一下姜望最新的情报了。要知道，姜望不仅在月底之前晋级黄金，还险些战胜黄金8阶且经验丰富的黑蛇成员。在他看来，林青崖原先布置的计划对姜望来说作用已然不大，所以才再次给了姜望3天实力的适应期，方便林青崖调整计划。另一边的林青崖正在暗中观察李雪怡的战斗，忽然收到了37号发来的讯息。就在他快速浏览完，还在感叹自己捡到宝的时候，李雪怡那边已经结束了战斗。魅魔对李雪怡的战斗几乎是全方面的提升。一个由铂金率领的黄金级的精英小队，连李雪怡的毛都没有摸到，就在沉沦之中死亡。没有波澜壮阔的战斗，就是在幻境之中战斗，在幻境之中死亡。看着李雪怡轻松的模样，林青崖直接给37号下令提高姜望执行任务的难度，提升至 S 级。至于任务，让37号自己甄别。如果说之前姜望的执行的任务是黄金1阶到5阶，那么姜望现在就是黄金全阶，并且评分最低都得是 S 级。收到林青崖的回复之后，37号就开始去翻阅黑蛇系统内的各色任务。很快，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3天转瞬即逝，姜望3天的时间内什么都没干，就是学习知识和疯狂的熟练自己的2个魂技和1个战技。教官也没有任何废话，直接扔给他了一个背包和1个终端，任务内容和目标都在里面，到时候会有人接应你。身为教官，友情提示你一句：黑蛇执行任务可以失败，但失败的下场一般是死。若是你出现意外，也不会有人救你，一切全靠你自己。而且这次任务关乎你能不能进暗部。行了，言尽于此，你自己考虑。就在姜望准备扭头走上前来接应的飞船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声音：等等，这个林教官给你的信。走吧。飞船喷涌着火焰快速升空，眼看着黑色的小点迅速消失在天边之后，他就拿出了1个终端，直接联系了专项负责此次任务的小队。考核开始。从姜望踏出黑蛇营地的那一刻，考核就开始了。此时姜望已经打开了手中的书信。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是个黄金仔了。首先我得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是个这个世界的强者了。哈，开玩笑的，你还是个弱鸡。当你看到这封信，应该已经在执行任务的路上了。友情提示：进入暗部，实力有时候并不是第一要素，任务的完成度和评分才是第一要务。这算是你晋升黄金的一些小小的提示。哦，对了，如果你能继续努力，给我更多惊喜的话，我倒是可以让你跟李雪怡偶尔的联系一下。拜拜，继续努力啊。姜望看着信，仿佛看到了林青崖拿张笑眯眯的贱脸就在眼前一样。将信件收起来后，姜望开始查看此次任务。任务很简单，但牵扯的关系却很复杂。主要内容是在万族与人类的边境，有人通过走私的途径将人类领主运至万族境内，而且这条道还会有万族潜行过来，进入人类世界，充当内奸。姜望的任务就是调查涉及的所有人员，击杀潜伏进来的万族。仅仅只是一个走私案件，内部的难易等级却是 A 至 S 加级别。他又进行了反复的了解，以为遗漏了什么关键信息，但结果却很失望，不是他漏掉了什么，而是信息就是这么简陋。姜望沉吟了一会，就开始思索整个任务的意义。信息那么少，级别却很高，那么就代表着这个任务的所牵扯的势力和背景可能会让姜望受到威胁。其次就是自此任务涉及的万族方面也是一个因素。就在姜望还在分析这个任务背后的事情的时候，他耳中的耳麦忽然响起了声音：黑蛇任务辅助人员98号为您服务，我将为您提供任务过程之中的一切所需。鉴于您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我将会为您讲解一下此次任务的细节。任务地点是在新超星系团，也就是星联地界内的边缘地带，坐标为 S632号边界线，目标周围具备生命的星球有4颗，包括一处星际中转站。此次任务初步估计最强敌人在黄金6阶至8阶之间，具体战力只有了详细参考生物才能得出。任务细节，此次任务的大多数信息都是由走私黑帮内的卧底负责，建议您可以参考，但不需要全信，并且尽量保证卧底成员的存活。其余事宜需要您抵达任务地点后才能进一步的了解。请您注意的是，战斗并非一成不变，在下无法实时得知您所面对的情况，所以在接下来的任务期间，您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您当前处境自行处理，并会作为考核和评分的参考。距离您抵达任务地点还有25个小时34分钟，届时会有人进行接应，请您做好休息，将状态调整至最佳，我将竭诚为您服务。姜望听着耳中传来声音，嘴角微微一笑，这还真不错啊。第152章任务开始。此时姜望在浏览过任务区域的势力构成和风土人情后，就开始闭目凝神。另一边的37号作为整个行动的总指挥，正在悠闲地喝着茶。并非是他们不能给姜望弄来一份详细的资料，以他们黑蛇的能力，甚至能够给姜望一份精确到分秒的行动表。但若是他们什么都做了，姜望干什么？此次任务虽然有是他挑选的，但却是林青崖专门敲定的。
主要是任务成分足够复杂，涉及的人员和背景也错综复杂，极其考验任务执行者的个人能力。再加上没有充足的资料，即使是同级别的黑蛇成员也会觉得棘手。甚至林青崖都直接明说了，这就是一场针对姜望的行动。若不是辅助人员是每个黑蛇成员的标配，林青崖甚至都想把辅助人员撤下来。而林青崖这种史无前例的待遇，其实也吸引了不少黑蛇成员的关注。哎，37，这姜望给老大暗恋对象抛了？那我不知道，反正他打破了老大增加最快进入黄金的记录，而且他现在是训练场排行榜第3。哦豁，这年轻人够猛的呀！再给你说个猛，他就是外界传的李雪怡绯闻对象，也是他徒弟。37睨了旁边这名男子一眼，而后者直接愣在原地。卧槽，卧槽，他真该死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自己的单身固然难受，但朋友的幸福更让人揪心。虽然他们都没给姜望说过话，但黑蛇的传统就是只要加入了黑蛇，那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而此时另一边的姜望在将所有的细节记入脑海中之后，很快就抵达了任务区域。飞船缓缓地停靠在中转站，接下来的路需要姜望自己走下去。噗呲，舱门缓缓打开。当舱门打开的一瞬间，周围热闹的喧嚣就传进了姜望的耳边，叫卖声、吆喝声，有身穿皮衣、头戴墨镜的不停地招揽着顾客。走不走啊？30分钟后开船啊！也有人用着机械外骨骼搬运着货物，甚至在姜望细腻的精神力下，他还发现有人在经过一个人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终端。整个中转站热闹非凡，而姜望经过短暂的愣神之后，就迅速融入其中。刻意的融入只会显得很呆，姜望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他直接大声的叫喊道：“喂，我到了，你在那儿呢？”一口地道的腔调，仿佛姜望是一个外出归来的本地人一般。这是姜望在短短25个小时内分析并学会的本地腔调。注意，即将朝您靠过来的皮衣纹身男子就是您的接头人。而姜望则不留痕迹地扫了那人一眼。哎呀，郑老板，这里。化名，为了能够方便后续的阅读，依旧会采取姜望的名字。而姜望则是微微皱眉：“你咋才来嘛？这一路上可闷死我了。”姜望直接搂了上去，两人好像那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般，迅速接头。甚至在监视一切的黑蛇军眼里，姜望这一波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没有引起任何隐藏在中转站内眼线的注意。他们还以为姜望会从来没有见识过开元世界的风采而呆滞呢，没想到姜望能够如此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他的腔调也为姜望在这项考评之中开了个好头，得了个高分。当姜望两人离开人群，进入较为安全的饭店，两人才开始进入初步的交谈。天王盖地虎，你妈1.5米！我靠，补干你怎么还他妈骂人呢？都多大的人了，还玩这个？两人打闹般的对完了暗号之后，话题逐渐被引入了正题。这次准备住多久啊？来了几个人？待1个月就走。我1个。这么快？这么少？嗨，还有事呢。此时的补干还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黑蛇成员，他还以为此次任务只是总部准备再安插1个人然后收网呢。而姜望也没有跟他透底，毕竟补干一旦投敌，那么姜望的危险将会急剧提升。两人在短暂的交流之后，就来到了补干的住处。呼，准备什么时候收网啊？补干直接躺在床上，对着姜望说道：“近期的事了，先让我过来探查一下情况。”听见姜望的话，补干明显有些振奋。3年又3年，终于要熬到头了，要我怎么配合你？姜望思考了一下，直截了当的说道：“我需要一个你们3把手出行时间和地点的详细资料。”行，还有吗？没有了，其余你继续卧底就行了，其余交给我。看着姜然如此年轻的模样，补干其实是有些怀疑的，但由于总部给他的指令是全权听从姜望的指挥，那他也乐得清静了。很快，一份关于猛虎帮2当家的出行记录被发了过来。整个中转站的这个星球总共有3个帮派，一个猛虎帮就是此次任务的主要帮派，而另一个帮派七星帮则是一个新崛起的帮派，凭借着帮主实力强横、手段狠辣和背后有人扶持，迅速崛起。而最后那个帮派则是由商户组织的帮派，毕竟在这种边缘地带，为了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商会也联合起来形成实力保护自己。而姜望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就选择出门。这种格局已然形成的星球，姜望这种外来人贸然出手根本无法介入其中，所以只能通过他们自己原本就熟悉的人来帮助姜望完成他的目的。在辅助人员的帮助下，姜望成功让猛虎帮2当家的行程流落到七星帮的手里。借刀杀人的戏码虽然有些老旧，但姜望却准备融合进一些新元素，玩出点花活。第153章眉目。而且姜望还有帮手。监控室内，
众人看着幻化成七星帮成员的爱丽丝，有些发懵。这算不算作弊啊？评分成员回头看着总指挥，有些发愁。不算吧，这两人本来就是形影不离，而且计划的主导者依旧是姜望。此时的姜望并没有轻举妄动，虽然局势看起来很明朗，甚至遍地的漏洞，仿佛自己只需要挑起战争即可从中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但他还是选择谨慎行事。由于黑蛇给予的资料缺失，他的当务之急不是快速揪出幕后黑手，而是更深层次的了解三个帮派之间的恩怨。这方面，爱丽丝和虫族简直就是专家中的专家。别人获取情报，严刑拷打，或者是威逼利诱；虫族获取情报，只要实力不是相差太多，姜望甚至能够凭借对各种细胞和基因的了解，直接进行接驳，就跟进图书馆找书一样轻松简单，完全可以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获取情报。姜望这一手，你的脑子就是我的情报，直接给黑蛇秀的头皮发麻。这也可以啊？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咱们部里不还有个梦中获取情报的？姜望这一手虽然让众人感到惊讶，但还在理解范围之内，毕竟情报多没有用，只有分析出来的正确情报才有用。没有得到确定的情报越多，作战人员就会面临越多明线暗线，甚至一旦情报判断失误，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损伤。当姜望把众多脑子中的情报汇总在一起之后，也开始察觉到事情的棘手程度。在摒除一些日常的信息之后，姜望看着罗列出来的各种信息，眉头微皱。虽然卜干是猛虎帮的中上层成员，但他提供的情报依旧与姜望获得的情报有所出入。三个帮派除了最近才崛起的七星帮之外，基本上都是互相渗透，基本上有许多都是你家中层骨干是我的卧底，我家中层骨干是你的眼线。而七星帮则是一帮外来势力，凭借着不俗的实力和狠辣，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就迅速超过了原先的商会，而成为这几个星球的第二大帮派，拥有黄金级5名，其中1名是黄金6阶。根据姜望获得七星帮最开始成员的记忆和猛虎帮一些成员的记忆，他猛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七星帮无论现在多么的强大，但在最开始没有壮大的时候，猛虎帮就可以以迅雷不及之势迅速将其灭掉，但对方却没有出手，甚至主动让出了一些地盘，才让七星帮能够如此之快的崛起。看着一条条讯息，姜望此时就像是一位有耐心的棋手，不断的打量着这个真假棋局。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猛虎帮控制下的酒吧最深处的一间房间内，老大，七星帮接二连三的挑衅，要不要给他们一些教训？一名脖颈之处有一道醒目刀疤的凶悍黑帮成员，此时正恭恭敬敬地朝着面前的人说道。只见他面前的那名男子将双腿从桌子上放下，缓缓坐直了身子，平平无奇的脸庞仍在人堆之中都不会有人再多看一眼，但偏偏那双眸子宛如鹰眼一眼，让人只要与之对视，仿佛就再也没有了秘密一般。没必要，注意好最近的局势就好，马上就要交易了。平山平静地说道。是。随后他仿佛累了一般，挥手让所有的手下退出去。当厚重的房门缓缓关上，冯山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简玉龙，赵成，阴厉的声音在这处空间内回荡。简玉龙正是七星帮的帮主，也是哪位黄金6阶。至于这位赵成，此时的另一边，姜望最新寻找的落脚之处。姜望看着面前的偌大的黑板上的关系网，而最上面赫然就是赵成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姜望他最新在商会中高层成员脑海中挖掘出来的名字。至于这个关系网，则是根据辅助人员提供的各种讯息和自己所掌握的讯息拼凑而成。此时赵成的名字好像那高高在上的金字塔顶端一般，而他下面这分别是七星帮、简玉龙、猛虎帮、平山以及商会联盟盟主德克斯。至于在他们之下的，就是一些核心成员。另一边的黑蛇军看着姜望仅仅1、2天的功夫就将整个关系网挖出，甚至连赵成都挖了出来，有些感慨。确实有些东西啊，可惜越是这样的天才越容易夭折。被吸引来的黑蛇成员则讪讪说道。是啊，我想现在他已经洋洋得意，准备下手了吧。另一个黑蛇成员暴毙说道。而37号则是一言不发。虽然他很不想承认，但周围的黑蛇眼光何其的毒辣，这个任务根本不是这么简单。这个任务表面是走私，却是某些势力的决斗场，走私才算什么事啊？这3颗星球所掩藏的事情远远不是走私就能解决的。根据他们黑蛇的内部情报，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势力之下，隐藏的有余烬的势力、有万族的势力，甚至世家都插了一手。器官交易、毒品、人体实验，甚至更加严重的利益交换，都在这些看似淳朴的平和的3颗星球之下进行着。当初林清雅选定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就曾表示过抗议，认为对于一个新手而言，这个任务太过黑暗与艰难，但林清雅则坚持自己的选择。他的理由是，姜望这一路走得太顺了，从神斗空间走出的后遗症就是以为杀戮就能解决一切，他太年轻了，也太容易夭折了，所以他需要见识开元世界的黑暗面，需要见识人与万族的交锋从来不只是在战场。他需要知道，
有时候即使自己人都不可信。当林青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知道林青芽有多么的看重姜望。林青芽甚至给出了37号一个权限，一个将这3颗星球直接摧毁的权限。上百亿的人口的生死，在林青芽的眼里却也比不过他对姜望期许。37号有时候就在想，他是应该羡慕姜望还是可怜姜望？拥有那么好的师傅和背景，被林青芽重点关注培养，只要姜望不死，那么他的未来几乎已经注定了一片辉煌。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如此羡慕和可怜，更多的是林青芽在铸剑，黑蛇是他的剑，但现在这柄剑不够锋利，也不够狠，所以他选择了姜望。他羡慕姜望能够成为林青芽的剑，但也可怜姜望能够成为林青芽的剑。第154章，救你狗命。但现在他带林青芽铸剑，而他也会拿出最高的标准和最严苛的眼光来审视姜望，他要确保姜望在他手中不会夭折。另一边的姜望倚在沙发之上，看着面前的关系网，微微皱眉。赵成，根据辅助人员的介绍，赵家的分支成员也是这些势力的实际掌控者。事情到现在，至少在姜望的眼中已经变得十分的明朗了。赵家分支掌控着这些势力，并以此与万族交易牟利。那么接下来只要等待交易的时间，姜望直接一网打尽，最后再将赵家分支揪出就行了。但姜望总觉得不对，主要是太简单了。如果说这样的事情能够成为黑蛇军团内部 S 级评分，那么只能说整个黑蛇的评分机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以姜望对林青芽的了解，他不会让黑蛇出现如此巨大的漏洞。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姜望遗漏了什么？姜然揉搓着眉心，不断地思索着，遗漏了什么呢？此刻他的脑海中所有的画面宛如电影一般，开始朝着后面倒退。当一切退回到姜望登上飞船的那一刻起，他选择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审视。很快，姜望就发现了问题。飞船，如果姜望是一个边境星球的实际掌控者，那么当一艘陌生的飞船走下一个陌生的人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嫌疑，口音对不对，那么姜望在那一刻起就应该受到监视。随即他脑海中的画面一帧一帧的播放，喊话的船家，搬运货物的小厮，偷东西的贼，隐藏在暗中的眼线，等等。姜望猛然想到了那个船家。由于当时他戴了墨镜，姜望并没有太过注意。当他与卜干一起走的时候，那名船家却时刻注意着他。而随后与卜干的对话，姜望忽然无力地靠在沙发上。呵，如果他没有猜错，他现在应该已经在监视之中，乃至卜干也在监视之中。他不一定是投敌了，也有可能卜干其实一开始就有人知道他是卧底。因为如果姜望是幕后的老大，那么一个已知卧底对他来说更加的有用。一方面可以通过这个卧底的行动来确定最近的风向，也可以通过卧底透露给执行官一些讯息，甚至执行官内部的人都有可能渗透。要不然一个卧底3年又3年，最终才堪升到中层，6年之间机密没有，无关紧要的小情报不少，甚至执法官安插的其他卧底都死了，就他没事。6年之间明明掌握走私线路，却依旧没有抓捕，所有的一切迎来了翻转。姜望成了小丑，他的嘴角微微勾起，这才是像样的难度吗？他再次审视过往的行动，当确定没有遗漏其他细节之后，他将之前的结论全部推翻。新的线索建立在卜干和他已经被认为是卧底的情况下进行推演。他凝视着黑板上的关系网，良久之后，在与辅助人员一番沟通之后，姜望直接起身出门。幕后操纵者是当不成了，与其这样陷入对方的蛛网无力还击，不如直接主动出击。他径直地走向了猛虎帮场子，一路上也放松了心情，走走逛逛，丝毫不在意周围盯梢的人群。当姜望终于逛得差不多了，直接走到一猛虎帮小弟面前，拿出执行官的证件，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新来的执行官，你们应该还不知道我，但没关系，你现在带我去找你的老大。姜望一边吃着手中的当地特色小吃，一边说道：不想死就滚蛋。执行官怎么了？对方虽然被姜望整的一瞬间陷入了懵逼，但却很快的回过神来。你别说你是执行官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今天都得骂。毕竟他这种小人物生存法则，一旦真的给姜望直接带路，他就会打上不忠诚的标签，那么他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姜望没有理会叫嚣的小弟，而是直接拎着他直接走进了对方的赌场。黄金级的实力瞬间爆发有收缩，很快就有一堆猛虎帮的人围了上来。虽然这边比较偏远，但是贸然对执行官动手，平山他也保不住你们吧。姜望直接无所谓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行了，别围了，直接找你们能说话的来见我。黄金气势全开，周围的赌客纷纷散开。即使您是执行官，但您这样没有证据的肆意毁坏也不合适吧。看着人群之中走出笑眯眯的刀疤男，姜望有些厌烦，他是真的烦这样的笑眯眯的嘴脸。我怀疑你们这里有违禁品，并且涉嫌拘捕，这样的证据合不合适？姜望痞劲十足，
他仿佛不是一个执行官，而是一个流氓。眼见姜望油盐不进，那么刀疤脸收敛了笑容，冰冷地说道：“这里这么多双眼睛，你说有违禁品就有违禁品，对我说有就有，看执行官信你还是信我呀，古惑仔！”姜望嘴角含笑，但目光全是冷意。你想要干什么？眼看姜望无法拿捏，刀疤男直接说道：“对了，早这样不就好了？带我找你们老大。”姜望不断地玩着手中的扑克牌，玩味地说道。而那名刀疤男在隐退到众人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再次朝着姜望走来。跟我来。当姜望跟着刀疤男穿过黑暗长廊之后，只见他恭敬地推开了一扇暗门。大哥，带来了。屋内不断有霓虹灯闪烁，在沙发的正座上，一名相貌普通的男子正搂着两名面容魅惑、身材火辣的女子，不断嬉戏。当姜望走进来的时候，才抬头看了一眼他。我是该说姜郑老板呢，还是姜执行官呢？平山脸上露出了挑衅的笑容。随你，你也可以叫我主人，毕竟我是来救你狗命的。哦，敢称呼我的命是狗命的都死了呀！平山也不生气，继续说道。姜望直接径直走了过去，随手拉过来了一张板凳，一屁股坐了上去。哦，是吗？简玉龙死了吗？赵成死了吗？听见这两个名字，平山面容一凛。你想说什么？鹰眼一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姜望，试图想要在姜望身上找到一点破绽。我说了，我是来救你狗命的。姜望一脸微笑，平淡地看着平山。第155章乍逢山。看着姜望古井不波的眼神，平山挥手让周围的人出去。不知道我的命有什么危险啊，执行官阁下。看着平山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模样，姜望也不再跟他玩哑谜了。简玉龙的崛起不就是你脖子上的一根绳子吗？等他什么时候积蓄好了他手中的力量，在赵成的眼里还有利用价值吗？你想说什么？平山直截了当地问道。坦诚点吧，冯帮主，我没有选择去找简玉龙，而是先找你，是认为你想活下去，而且还有利用价值。我以为你已经看透了当前的局势，你要是再这样下去，那我只能答应赵成的条件。姜望目光冰冷看着平山，而此时的平山也忽然沉默了。他不知道姜望到底知道些什么，也不知道赵成到底答应了他什么，但他执行官的背景和他们曾经与执行官达成的合作，让他无法忽视姜望的话。良久之后，平山的声音忽然沙哑道：你想要什么？赵成的条件我们不满意，我想要你改换门庭，给我们当狗。姜望一脸淡然，这种时候他越淡然越嚣张，那么他的身份就越真实。他其实并不知道赵成以及执行官的关系，但不妨碍姜望表演。根据分析和辅助人员的信息，姜望判断只有执行官和赵成勾结，才能会有如此复杂的局面。所以他只要扮演一个对赵成不满的执行官，并且稳住平山，那么他就可以用一次小小的欺骗，撬动整个凝固的势力。看着姜望的神情，平山反而相信了姜望背后真的有人，要不然一个刚来2天的卧底怎么会知道的如此之多？给你们当狗与给赵成当狗有什么区别？平山面色平静，跟着赵成你死路一条，跟着我们至少为了平衡，你不会死。证据、理由和你背后的人。平山忽然抬头死死地盯着姜望，他当然知道他眼下的局面，赵成与简玉龙和商会达成新协议，他也因为贪婪讹人付出了代价，成为了弃子。虽然他看起来是整个黑帮的无冕之王，但面对赵成世家的实力和黑暗中真正的力量，他根本没办法反抗，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等死。但是姜望的出现给了他新希望，执行官的势力可以真正的制衡赵家的势力，也能震慑住黑暗中的势力。所以即使姜望不来找他，他也会找个机会去接近姜望。他的内心早已经做好了投靠新主子的准备，只是想给自己卖个好价钱和进行最后的确认。轰！姜望的气势全开，随后眼神淡然地看着平山。我就是证据理由。没有任何的解释，姜望直接扭头离去。就在姜望即将走出门的那一刻，他忽然回头说道：这2天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我们需要足够凶的狗，你懂我的意思吗？强大的气势直接锁定了平山。当他看到平山缓缓低头后，再也没有留恋的扭头离开。观察室内，所有人都被姜望这一波嗅到了。又一个影帝老银币，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图什么啊？后来的黑蛇看着姜望的表演有些懵逼。其实很简单，这个任务其实从一开始就是陷阱，无论你怎么伪装，只要踏入这个地界，你就像踩了蛛网的猎物，都会惊动了这里的地头蛇。地头蛇倒是没什么，实力最多也就黄金中阶，但问题是姜望的任务是找出背后牵扯的人。赵成、赵家不就是牵扯的人吗？那人一脸疑惑地问道。哪有这么简单？这个任务内部评级可是到 S 级的，你见哪个黄金级能到 S 级的？最多都是 B，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那名已经看透的黑蛇成员朝着其他人买了一个关子。我靠，你赶紧说，这就说明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幌子。
这些都是可以牺牲的。说实在的，姜望这小子在反应过来之后的举动，我着实没想到。我以为他得继续躲在幕后玩暗戳戳的那一套，但他却看到了人性的弱点，这个另类的破局点。其实他可以选择从补干下手，他其实已经被发现了。姜望完全可以拿补干的命做拜帖。至于他选择猛虎帮，非常的好。平山已经不好掌控了，手底下的人只认平山不认赵成，所以赵成准备扶持七星帮，平山能甘心做嫁衣。姜望这个利用咱们提供的身份直接炸平山的行为，虽然非常惊险，但是效果很好，直插平山迫切想要寻找靠山的心理弱点。只要姜望能利用好他，那么平山就是打开局面的关键。只要把这潭死水搅浑，姜望就能浑水摸鱼，到时候必然隐藏起来的势力会插手，那时候才是姜望真正任务的开始。哦，对这个任务不太了解的众人也纷纷反应了过来。说实在的，37为啥给一个新人呢吗？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了37号冰冷的眼神，当即转了口。为啥给一个新人这么秀的机会？凭啥不让我去刷分？滚犊子！铂金也要做黄金任务？37号也没有说什么，而那名黑蛇成员则内心暗叹一口气。其实他刚刚说到一半的时候，就将所有的线索串了起来。姜望能够汇聚这么多铂金级别黑蛇成员的观看，恐怕不仅仅因为这些人闲的。此时的姜望再次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长舒了一口气。其实他还想让爱丽丝易容再去七星帮一趟，但后来想想算了，他这次已经算是兵行险着，赌的就是平山已经命不久矣，还没有向上确定信息的通道。虽然险，但至少不用牺牲他人，并且效果很好。只能说姜望的第一步堪堪成功。第156章猛虎帮动手。而另一边的平山则全面封锁了姜望来过的消息。此刻的他看着虚拟屏幕上关于姜望的资料，默不作声。终极执行官。另一边的姜望已经开始策划接下来的行动了。他现在就相当于整片地图只开了少量的几个点位，其他位置都是黑的。他需要凭借各种各样的讯息来逐步开地图，并且还要做到不能惊动其他人。此时姜望闭目凝神，开始推演接下来的过程。一旦只是猛虎帮开战，那么到时候赵成必然出面，届时姜望必然会走到这些人的视线之中。赵成也会动用自己的势力进行确认姜望是不是真的背靠执行官。他不确认黑蛇到底给他的身份做到了何种程度，可一旦真的去执行官那里确认，终归是个风险。所以姜望还需要震慑住赵成，至少让他不敢轻举妄动。需要怎么震慑呢？姜望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而另一边的林青崖已经初步受到了姜望目前为止的所有行动。当他看到姜望只身前去炸平山的时候，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微笑。有悲悯是好事啊。随即他直接给37发送信息，从现在开始，除了辅助人员外，和姜望生命遇到巨大威胁，所有人不得插手这次任务。他的意思很明显，他要增加姜望的难度。而37号收到林青崖的讯息之后，先是沉默，随后命令后勤不再帮助姜望遮掩身份。此时姜望的身份依旧是终极执行官，可一旦有人深入查询，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姜望就像无根的浮萍一般，忽然被调来，忽然执行任务。这种行为无异于林青崖直接在姜望的背后捅了一刀。一旦姜望因为黑蛇的问题而任务失败，但林青崖却直接表示，执行任务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可以选择调查，也可以选择直接武力征服这颗星球。要让姜望知道，不是什么时候黑蛇都能帮他安排好的。说实在的，37号已经觉得林青崖很过分了。黑蛇给予的任务信息非常稀少不说，任务要点也没有，现在直接断绝了黑蛇对姜望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如果不是他认为林青崖在断刀，他都以为林青崖暗恋李雪怡，而因此折磨姜望。黑蛇的这些变化姜望都不知道，他甚至以为黑蛇本来就是这种执行风格，全部依靠个人能力。但所有观看这次实时直播的任务的黑蛇成员都在为姜望默哀，因为黑蛇被称为开元3大利刃，不仅仅因为其成员个人能力的出色，更多的是黑蛇军强大的后勤保障的能力。另一边的姜望思绪了良久，也没有想到能够震慑赵成的方法，除非直接杀了他，然后让爱丽丝代替，或者以身为饵，让赵成主动对他出手。那么凭借执行官的身份，姜望也可以直接击杀赵成。他此刻也非常的无奈，因为信息太少，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走钢丝，他只能不停地推演着各种可能性，并提前准备预案。3天时间一闪而过，姜望在沙发上缓缓睁眼。3天的时间里，他想了很多的可能，想了很多的方案，但他越想就越觉得这3个星球所营造出来势力网，让姜望有一种深陷蛛网的猎物一般，越挣扎越危险。但他没办法，只能继续挣扎，才能引出蜘蛛的现身。随着他给平山的命令，猛虎帮开始朝着七星帮进行大范围的入侵。另一边的刀疤脸亲自带人去砸了七星帮的地盘，青铜白银阶的人宛如街头混混一般，直接大打出手。而七星帮面对猛虎帮的猛然入侵，表现得非常诧异，
他没有想到平山真的敢临死反扑，在双方故意操作之下，两个帮派的战斗范围越来越大，波及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原本就驻守在当地的执行官面对这样的情景都无法插手。一方面是两个帮派的势力庞大，说不好听的，他们这些执行官谁没有吃过两个帮派的油水？另一方面是姜旺动用了自己的特权，直接命令所有的执行官在不涉及普通民众的情况下放任不管。事情越闹越大，简玉龙起初为了能够扩大声势，让所有人都看见猛虎帮早就有了反心，而且威胁甚大，所以并没有全力反抗。可当猛虎帮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他逐渐发现了不对劲，平山好像真的想要灭了七星帮，战争的烈度猛然加大。另一边的赵成看着手底下人传来的简报，陷入了沉思。姜旺，终极执行官。很显然，虽然猛虎帮在姜旺踏入这个星球起就注意到了他，但却并没有向上禀报，以至于此时的赵成没有贸然出面调停，而是率先通过自己的势力，直接在这片新域的执行官分部进行确认姜旺的背景。这一步跟姜旺预料的分毫不差，但在他的预计之中，即使黑蛇再不靠谱，他身份这一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身份确实没有问题，但他的背景却有了大问题。根据赵成在分部的眼线，姜旺就一个突然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终极执行官，任务不详，背景不知。赵成此时依靠在一双美腿之中，享受着按摩。传我的命令，让双方先停手，然后给这个姜旺送出请柬，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何方神圣。赵成眼都没睁，朝着周围的人手吩咐道。虽然根据他的了解，姜旺就好像是一个愣头青，依仗着终极执行官的身份，想要在他这里分一杯羹，但他能够从赵家分支的一个小人物做到边境星球的幕后掌控者的黑手套，当然不会因为这些表面的信息而轻视任何人。所以他选择先见见这个姜旺，若是真的想要利益，那么只要给点甜头忽悠一下，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一个终极执行官的身份，还是值得他让出一些利益的。赵成的命令很快就传达到了两个帮派话事人的手中。简玉龙在接到了赵成的命令之后，在平退其他人之后，直接将面前的终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操！平山还能翻盘？在他看来，这次交锋是平山为了向赵成炫肌肉，彰显他平山比简玉龙有用，而他因为初期的判断失误，导致这场交锋好像是被猛虎帮压着打一般，这让他有了一种猛虎帮再次崛起的感觉。第157章赴宴。而另一边的平山在收到赵成的讯息之后，本能的想要停止争斗。面对着赵成派来的人，平山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该选择赵成还是姜旺。如果他直接听从了赵成的命令，那么对于姜旺，他就是属于背叛，即使他什么都没有给姜旺承诺。可一旦在姜旺与赵成的争斗中，姜旺占据了上风，那么他就完了。可若是姜旺，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平山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选择了先停战。看着手下的离开和赵成手下满意的点头，平山靠在椅子之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举动无疑是对姜旺的不信任和背叛，但他依旧这么做了。他的想法也很简单，因为姜旺在这个星球没有任何的根基，强龙难压地头蛇。况且如果姜旺获得了上风，那么他总是需要刽子手、黑手套的，届时他依旧有弥补的机会。可背叛赵成，那是他承受不起的。其实就算没有姜旺，他也会掀起一场战争来向赵成表明，您可以扶持一个制衡他的对象，他会表示服从，但您不能完全消灭我，因为简玉龙也有可能成为新的猛虎帮。这场利益交织之中，每个人都为了自己而活。另一边的姜旺则已经收到了赵成的消息，看着手中的讯息和两个帮派停止战争的消息，姜旺缓缓起身，终归还是要见一面的，但他不能就这样过去。姜旺出门之后径直找到平山，看着直接杀进来的姜旺，平山有些意外。您，砰！平山直接被姜旺的精神力扇到墙上，而周围的手下刚准备冲向姜旺，就看见平山赶忙伸出一只手阻止手下的行动。平山仅仅是黄金4阶，但面对姜旺依旧没有反抗的实力。一只狗吃2碗饭，你这是取死之道啊！姜旺看着艰难站起身的平山，缓缓说道：背叛赵成才是取死之道，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多大的势力。您应该已经收到了赵成的邀请了吧？这是一场针对您的鸿门宴，您可以选择杀了我，但我这边这么多人，即使您真的成功了，对您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当然，还有一个方法，一个既可以让您安全，也能让我安全脱身的方法。平山缓缓起身，他丝毫没有自己在手下面前被扇飞而觉得丢脸，而是语气平静地对着姜旺说道。听着平山不紧不慢地说道，姜旺深邃的眼眸盯着平山，他甚至已经知道了平山接下来会说什么，而他内心也将平山可利用的程度和危险程度再度提高。您可以带着重伤的我去参加赵成的宴会。平山认真地盯着姜旺，这是他所能想出来最好的出路。哼，算盘倒是打得响亮，拿我当垫脚石，你是真的不怕死。我要是不带你，
你的算盘不就全部落空了？姜望也来了兴致，他本来只是将平山当作棋子，没想到这个棋子竟然是一匹隐藏的黑马。他的目的始终如一的是想要将水搅浑，找到真正的大鱼。只要平山真的有能力，他不介意带着平山去赴宴。对于平山来讲，只要姜望真的带他去赴宴，那么他就真的盘活了。服从赵成命令在前，被姜望殴打当作见面礼在后。只要赵成还要脸面，那么他就不会再动平山，因为平山用自己的行动表面了他是赵成忠诚的狗。但这一切现在都被姜望看穿了。听到姜望的话，平山也是坦荡：只有我活下来，您才有可能继续利用我，从我口中得到您想要的，不是吗？那你想用什么来买去这场宴席的门票？姜望嘴角微微勾起，这就是他来此的目的。既然平山已经看透了，那就不需要他多费事了。当姜望拎着奄奄一息的平山走出房间之后，门外已经围了一堆他的手下和等候在此的赵成手下。姜执行官，您。赵成的手下拦着躁动的平山手下，面色阴沉地对着姜望说道：执法官办案，你们家主子不是要找我吃饭吗？看着姜望无所谓的神情和奄奄一息的平山，赵成的手下面色微变。这样去吗？他的眼神示意被姜望拎着的平山。对啊，见面礼吗？走吧，带路。看着姜望随意的模样，赵成的手下也是恢复了笑容，径直地朝外走去。姜望就这样在猛虎帮的地盘拎着他们的老大走上了前来接应的飞艇。此时的观察室内，一众黑蛇都被姜望这波操作嗅到了。就这就把情报要出来了？一名黑蛇有些惊讶地说道。就在刚刚，平山直接告诉了姜望他所知道的一切，并且他还付出3次无条件答应姜望的要求，完成了此次的交易。其实姜望这把吃定平山了，不论这个平山能不能想到被姜望带去宴会是一个活路，姜望都会告诉他，并以此为要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但接下来才是关键，咱们这边已经放弃了给姜望打掩护，赵成应该已经知道了姜望的底细，他这样直接拎着平山去赴宴，无疑是打赵成的脸。说完，他还看了一眼37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坑人的举动，但大家多多少少也都猜到了应该是林青崖的指示，要不然一向非常关注后辈的37不至于这样。你的意思是赵成敢对一个中级执行官动手？他为什么不敢？你们是没看资料吗？一个中级执行官算什么？姜望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幕后人的眼里了，要么配合他们，他们会给姜望分一杯羹，要么就除掉姜望。要是姜望真的是中级执行官倒还好说，当狗吗？不丢人，但他是黑蛇，他有任务，他还有时间限制，你认为他会怎么选？那名黑蛇凝视着姜望的画面，缓缓说道。他仅凭借着赵成的资料就推断出了姜望接下来可能面临的情况。准备营救吧，如果姜望不配合，保不齐幕后会怎么动手。说完，他暴毙的手放下，准备扭头离开。等等，一直冷眼旁观的37阻止了他的行动。濒临死亡也是考验之一，林青崖给了死亡指标，姜望可以死。他的眼神有些挣扎，但却艰难地说道：为什么？那名黑蛇猛然回头盯着37号。第158章鸿门宴。他们黑蛇一向人少，所以基本上都是非常团结的。只要你是黑蛇，那么当你面临困难，他们基本都会不袖手旁观。况且姜望还是暗部预备员，凭借着之前的表现，他完全有能力加入暗部，这基本就是自己的小后辈。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样针对姜望。别问了，老大的命令放心，只要他能度过考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37号有些危难地说道。只见那名黑蛇成员驻足良久之后，缓缓回头，周围人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曾经的好朋友就因为支援不到位而牺牲，所以当看到姜望面对这样的针对的时候，难免有些愤慨。另一边，随着飞艇停在一处耸入云间的楼顶，早已等候在此的赵成手下把姜望接了过去。当赵成看着姜望提着有气出没气劲的平山的时候，眼角微微抽搐。他没想到姜望真的这么不给面子，还真的提着平山来见他。但他除了这细微的动作之外，依旧是一副笑脸，等待着姜望的到来。闻名不如见面，姜执行官果然一表人才。这位是？看着姜望越来越近，他直接迎了上去，并装作好像第一次见到平山一般。姜望不屑一笑，朝着赵成说道：嗨，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黑势力，过来的路上顺手就给抓了，赵老板不会在意吧？原来如此，现在的黑势力实在太嚣张了，幸亏有咱们新来的姜执行官啊。说着，赵成还带头鼓起了掌，但任谁都听出了他强调姜望是新来的，不要太嚣张。哎，现在这黑势力啊，不认真看真不行。刚开始我刚过来的时候，好家伙，我还以为是个好人呢，结果谁能想到是这么个东西。现在的坏人啊，都装好人了。但我相信赵老板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看着姜望笑眯眯的眼神，赵成先是嘴角微微抽搐，随后直接说道：我与罪恶不共戴天。啪啪啪，反应快的手下当即鼓起了掌。嗨，
赵老板有这份心就好。那江执行官，咱们里面请吧。好。在赵成的带路下，江望走进了一间偌大的房间。整个房间别说2个人吃饭，哪怕18个人吃饭都够了。江望随手就将平山扔在地上，随着赵成的轻轻拍了2下手，一群穿着旗袍的身材火辣、面容娇媚的女子鱼贯而入。一盘盘的精美的饭菜被摆在桌子上。当所有的饭菜上齐之后，江望正准备说些什么，忽然赵成说道：“好酒好菜，没有佳音怎么行？”随着门帘被拉动，一个充满古典风格的屏障展开。很快，屏障之后就响起了靡靡之音，而随着靡靡之音一起出来的，还有10几名身材各异、气质各异的女子。她们虽然都穿着各色的衣服，但每个衣服都极具设计感，隐而不露，引人无限遐想。而此时，赵成缓缓开口道：“江执行官能够赏脸吃饭，小人真是蓬荜生辉啊！欢迎江执行官。”众女齐齐朝着江望微微一礼，娇滴滴地喊道。这样的阵仗一时间有些打乱了江望的思路。他本以为在提着平山见赵成的之后，就算是图穷匕现了，没想到赵成如此能忍，甚至还这样招待江望。江兄，请吧。赵成微微一礼道，而江望也是爽朗一笑。赵兄真是。江望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直接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之上。赵成也是微微一笑，两人都非常有耐心，不断的客套，再加上周围各异的女子不停的劝菜劝酒。很快酒过3巡，赵成开始朝着江望发难：“江兄以前是在那里值守的啊，我在这片星域还是有几分薄面，还是能帮江兄一些不方便的事情。赵兄，实话给你说了，江某人这个执行官买来的，买官就是为了赚取，而且江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哦，那你想挣谁的钱呢？赵成妈撒了一下下巴，对着江望说道。江望身边的美人不断的为他斟酒，谁有钱挣谁的。那谁有钱？赵成继续盯着江望问道。你有钱？江望目光平静看着赵成，哈哈哈哈，爽快，执行官看上什么了随便拿。我不是黑帮，我是执行官，执行官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江望的身躯微微向后倾倒，靠在椅背之上，但目光紧紧地看着面前的赵成。说得好，我们87号星球有3大黑帮，把人走私到万族，挣的都是万族特产。特产，万族的特产与我何异？整个星域谁不知道？在87号星球，你赵成是老大。说着，江望还对着赵成比出了大拇指。老大往往是空架子，每天一睁眼，无数人等着吃喝拉撒，都等着我伺候，真正落到我手里的能有多少？如果执行官真的急着赚取，我倒是有个好去处。哦，请讲。江望身体前倾，对着赵成说道。黑帮？赵成死死地盯着江望。黑帮？对，黑帮。黑帮势力庞大，盘踞在周边要道。老哥我只是给赵家跑腿混口饭吃，但现在我这条腿断了。说着，赵成还将自己的腿敲到了桌子上。断了？怎么断的？江望一脸惊讶。我每天那么多的货运进运出，但10会有8会都会被黑帮拿走，剩下的收益和货，除了给赵家，大部分都要上缴给3大帮派换取保护。你想想，他们赚了多少钱？赵成目光凶狠看着江望。江望微微低头抿了一口酒。如果你能去平灭黑帮的话，钱要多少有多少。3个黑帮势力太大，一时间灭不掉啊。江望抬头一脸愁容道。那就不要怪我，怪你没有胆子。但我还可以帮你一个忙，我提供黑帮走私犯罪证据和资金。你们抓人。赵成一脸微笑地看着江望。多少资金？1个亿。砰！1个亿金币，不就是平灭黑帮吗？灭！我把黑帮收走的钱全部拿回来，还给赵兄。到那时候，这1个亿的金币就是9牛之上的一根毛，不就是小小的黑帮吗？办他！江望忽然开口道。硬！赵成举杯说道。硬吗？江望反问道。够硬！赵成伸出了大拇指，一脸微笑地看着江望。硬不硬以后再说，我现在满脑子就是给赵兄的这条腿接上。几个黑帮也太嚣张了，欺负到赵兄头上来，我不答应。好，喝酒。赵成、江望两人同时举杯。第159章鸿门宴 2.0。 两人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要是你真有胆子平灭黑帮，1个亿就是9牛上的一个毛。但是胆子你有的，本事呢？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平灭黑帮？赵成嘴角含笑地看着江望，但他的眼角尽是阴鸷。赵兄，容我问一个问题，黑帮既然能劫你的货，为什么不能绑你的人呢？听着江望的反问，赵成微微后倾。我的大楼固若金汤，我的保镖实力强大，我的眼线遍布各处，他们没办法进入这栋大楼，也没办法接近我。那你怎么相信真的就只有我被你带着
进了这栋大楼了呢？江望目光平静地看着赵成，而赵成此时笑容僵硬，微微皱眉。忽然江望气势全开。与此同时的不远处，爱丽丝在感受到江望的精神力后，瞬间也爆发了强大的气息，但又快速的隐藏。可仅仅是一闪而逝气息，却让赵成感到了一丝心惊。无论是接江望的路线和地点，他都没有提前告知，而这周围全是他的保镖和眼线，但刚刚爱丽丝爆发气息的位置，分明就在门外不远处。感受到了吧？感受到了。赵成依旧一脸微笑。黑帮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黑帮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江望平淡地看着赵成说道：江执行官，我早看出你非等闲之辈，不过有胆子平灭黑帮的人，九死一生。哦，何以见得？黑帮幕后的掌控者并非等闲之辈，我曾经与他见过一面，那时的他风光无限，而我则在暗处静静的观察。哦，那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赵成看着江望，脸上的肌肉微微牵动，眼角的鱼尾纹仿佛都在盯着江望。忽然，赵成话锋一转，微微向后，倚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胸前。不过，你比他少了一样东西，不会是躲在暗处的那股阴恻恻的劲吧？江望含笑看着赵成，不是你不会装糊涂。准，大哥，我打小算命先生就指着我说，这孩子不会装糊涂。哈哈哈哈！你看看平山，就是装糊涂的高手，明明已经醒了，但就是不睁眼。上桌吃饭吧。冯老板，地上凉，躺着多难受啊。躺在地上的平山听见赵成说他，忽然一激灵。嗨，还是赵老板慧眼啊。平山一瘸一拐的从地上爬起来。平山，你虽然是黑势力，但现在江执行官当面，你要是愿意为江执行官效犬马之劳，应该会为自己争取到宽大处理啊，你得把握机会啊。赵成看着平山笑眯眯的说道。哎，是。那为表诚意，预祝平灭黑帮顺利。1亿我暂时拿不出来，200万还是有的。千交百柔。只见屏障之后走出一位媚态入骨的女子，抱着个盒子走出，雪白车厘子若隐若现，盈盈可握的腰肢在半透明的丝质绸缎之下摇曳风姿，而再往下看，丰腴柔软的大腿在高腰开叉的裙摆之下引人注目。在她的一步一行指间，隐隐能看到那半透明的寸缕薄布和通往天堂门浑圆臀部。砰！只见那名女子忽然摔倒，春光乍现，而手中的木盒也跌落在地摔开。一枚闪烁着黑曜石般光泽的宝石滚了，落到江望的脚边。见此情景，赵成当即怒喝道：该死的东西！原本还笑呵呵的赵成竟当场就要掌毙了那名女子。轰！江望宛如凝滞的精神力直接挡在了那名女子面前。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如花似玉，赵兄怒不得呀。赵成忽然回头死死地盯着江望，眼神微眯，仿佛想要看透江望一般。而江望也不甘示弱，平静的目光迎着赵成是人般的目光，无形的气场在饭桌之上展开激烈的交锋。平山此刻正巧坐在中间，动弹不得。良久之后，赵成缓缓地换上了一副笑脸，而江望也变换了一副表情。英雄配美人，宝石和美人一并送上，那就谢过赵兄了。当看着载着江望的飞艇逐渐远离，赵成缓缓收起了笑脸。老板，要不要棒？蠢材！江望跟我前脚吃饭，后脚飞艇就爆炸了，别人会说我容不得人。是。跟在赵成身后的手下当即低下了头。通知简玉龙配合千交百柔，让我们的江执行官走得安详些，拿回我的宝石。那冯山，赵成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道：告诉他我很喜欢江望。是。赵成看着早已经没有飞艇踪迹的天空，微微冷哼一声。而另一边的满身酒气的江望，在千交百柔的搀扶下回到了家中。江执行官，奴家为您更衣。说着，千交百柔不停地用都快要呼之欲出的雪白蹭着江望。而这时江望忽然睁眼说道：美人！砰！一直隐藏在江望周围的爱丽丝忽然出手打晕了那名女子。来吧，美人，你的衣服太多了，让哥哥看看你的心。说着，江望毫无留恋地推开倒在江望胸前的女子，而爱丽丝毫不犹豫地动用虫巢的能力，一条条丝线接驳了千交百柔的记忆。而江望进入淋浴间，想要洗去一身的烟酒味道。这一切都通过屋子内的监听器被赵成的手下听见。当他听见江望淫秽的言语的时候，微微一笑道：呵，温柔乡英雄种啊，啧，也算不错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就在江望洗浴的时候，爱丽丝已经从他脑海中获得了他想要的情报，而这名女子的身份和能力，江望也全部了解。双修控制，真有这种东西？江望看着爱丽丝汇总给他的资料，在精神频道喃喃道：
偷听到江望的疑问的爱丽丝有些不自然的扭头，随即江望看着昏倒的千娇百柔，微微歪头。爱丽丝扭捏了一下，才转变成了千娇百柔的模样。至于真正的千娇百柔，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就成了重组养料。监控室，好家伙，我以为他都得沦陷了呢。这家伙不会是个……这谁知道？人家师傅是李雪怡都把持得住，这算什么？所以我说他不会是个 gay 吧？行了，与其说这个风凉话，不如学学江望的果断。我建议直接给江望刚刚与赵成的对话收录教材。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的黑蛇忽然开口道。第160章，暗流涌动，这就收录了？兄弟们哪个不比这个凶险？周围有人不服道。身居劣势，情报缺失，没有借助辅助人员，面对赵成的拉拢、威胁、打探底细，江望应对的滴水不漏，还能浑水摸鱼，就单凭这个他就能收录教材。哦豁，我去跟万族和影子交锋的时候，我也很猛啊，我也应对的滴水不漏，还给他们打得嗷嗷乱叫。听着旁边这个虎逼还不停叫嚣，欣赏江望的这名黑蛇当即忍不住了。呵，你就跟那老虎一样，哈哈哈哈，是吧？我也觉得我凶吗？不是，虽然傻，但劲大。我尼玛！听见自己被嘲讽，他当即就准备给那名黑蛇练练。思路清晰，不为美色所动，有头脑，有智慧，有手段，这家伙天生就适合黑蛇。面对虎逼的动作，他根本没有理会。要不是他在战斗方面真的极其出色，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黑蛇。但是他不喜欢这样的。而这时他的目光看向了虚拟屏幕中的江望，充满了欣赏。另一边的平山也收到了赵成的手下的传话，老板说他很喜欢江望，你自己看着办吧。赵成的手下居高临下看到这个躺在病床上已经日薄西山的平山，撂下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而在病房内的手下则是敢怒不敢言。老大，那咱们……嗨嗨，你们先出去吧。平山挥了挥，让手下们都在门外等候。他独自一人艰难地起床，走到落地窗边，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不断穿梭在空中的飞艇，他不由得有些感慨。记得在很久以前，这3颗星球虽然不至于贫瘠，但确实也没有现在的繁华。那时的87号星球就是标准的边境星球，不仅经常要面对万族的劫掠，还聚集着各种躲藏在此的穷凶极恶之徒。那时的他还是在街头打架斗殴的小混混，经常为了一顿饭而大打出手，乃至杀人。什么人权、公平、执法官统统不存在，甚至执法官就是当地人民过不好的最大原因。因为边境的独立性，执法官的权限超乎想象的大，不仅能够更改税收，甚至还暗中操控着人口的贩卖。那时的他敢怒不敢言。当他有一次在街头抢完饭，转头就看到仅仅是给执法官跑腿的小小马仔就可以左拥右抱、美女相车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得换一个活法了。他抛弃一切尊严，用尽所有，博得了一次机会，一次给那些人当狗的机会。这些年他杀过人，买过器官、毒品、抢劫、绑架、勒索，他就是一块黑手套，帮助那些人做他们不方便做到事，凭借着一腔狠劲和运气，他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别人羡慕的位置，走到这个星球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看着镜子里的倒影，面色苍白，胡子拉碴，原本英质但明亮的眼睛此时也暗淡无光。即使他拼尽全力，舍弃一切走到今天，他也依旧是狗，一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即便用尽全力摇尾巴，用尽全力献忠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的狗。在那些人的眼里，以前那种凶悍的狗老了，所有才有了简玉龙，才有了七星帮。他真的不想死，不想舍弃这好不容易夺来的一切。玻璃中，他的目光忽然凶狠。他已经做好了决定，江望要杀，简玉龙要死，赵成也要死。他要把水搅浑，他要做赵成，他要成为新的画事人。他忽然回头，亦步亦趋地走向门口。玻璃中原本佝偻的腰缓缓地挺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打架的街头。霓虹的夜空，闪耀的繁星，但这个城市的人却逐渐因为各自的意志被调动。简玉龙和商会的人手不断的调动，而猛虎帮人手也调动了起来。原本预定与万族的交易时间到了，但这次与万族交易的帮派却换成了七星帮。面对嚣张的简玉龙，平山没有任何反应，反而积极配合简玉龙的一切行动。另一边的江望也收到了七星帮与万族交易的线路和讯息，他直奔87号星球执行官驻扎的地点，而这些已经被腐蚀到骨子里的执行官此刻还准备了欢迎仪式。当江望走进执行官的办公区域的时候，砰砰，热烈欢迎江望执行官莅临指导。我仅代表87号星球全体执行官，欢迎您的到来。礼炮接连作响，江望冷眼地看着迎上来的胖胖执行官，不停地朝着他谄媚地笑道。若是平常，江望恐怕还会给他虚与委蛇一番，但现在不行。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态度吗？奉承领导，江望冷冷地说道。
听见姜望的语气，所有迎接的执行官都懵了。不对劲啊，这个领导不上道啊！但姜望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反应时间，所有人带着自己的家伙准备出发。听见姜望的话，众人更懵了。领导，咱们是去干嘛啊？平灭黑帮？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座的执行官差点被姜望的话吓死。说不好听的，他们仓库内的灵能枪都是黑帮养的，现在去平灭自己的衣食父母。领导，您刚来，不了解这边的情况，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那名胖胖的执行官此时已经没有开始谄媚的态度，反而拿出了一点一气指使的感觉。轰！姜望黄金的气势全面爆发，精神力也瞬间压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你看我像有什么误会的样子吗？所有人1分钟之内拿好自己的家伙，要不然就准备赤手空拳跟黑帮搏斗吧。在姜望的高压之下，所有人拿出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拿好了装备，歪七扭八的帽子，正在穿戴的防护装甲，以及随意背挂的灵能枪。姜望其实并不指望这帮人真的能够帮他战斗，他需要名正言顺，也需要死人，需要死执行官，才能将此事闹大。此行必然凶险无比，但姜望只能硬着头皮趟过去。姜望亲自看着所有人登上飞艇，在他的精神力的压迫下，所有人甚至连通风报信的功夫都没有。当姜望带着千娇百柔走上飞艇之后，这几艘几年都没有升级换代的飞艇喷吐着黑烟，缓缓升空。第161章，准备战斗。飞船径直地朝着交易地点飞去，而高楼上正在品茶的赵成收到了执行官飞船升空的消息，当即大怒：找死！老板，那咱们……赵成目光阴鸷，既然他想把事情闹大，那就闹大，一个不留。随着冰冷的声音落地，周围的手下甚至愣了一下。执行官，别管是低阶还是高阶，一旦出现大面积的死亡，必然会引来更高层的注意。届时，老大，要不……赵成倏地回头，他直直地盯着跪倒在地的手下。我说一个不留，你听不懂？是，明白。他一边点头如捣蒜，一边跪倒着往后退。周围的所有人噤若寒蝉，通知黑龙他们，哪怕联合万族，调动舰艇，也要务必保证一个不留。还有联系千娇百柔，让他在关键时刻控制姜望。是。周围的阴影之中传出一声轻轻的应答声。赵成缓缓地闭眼，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如何善后。猛虎帮联合万族偷袭87号星球，姜望带队抵抗，血洒长空，英勇牺牲。但即使他已经做好了他认为最完全的安排，他的内心依旧有些忐忑。可他也没办法，若是姜望没有那么贪，若是姜望能够拉拢，若是他的背景能够再明朗一些，但是没有如果，在姜望想要插手猛虎帮的时候，就注定站在了他赵成的对立面，也站在了利益既得者的对立面。此时执行官的飞艇内，胖胖的执行官依旧没有放弃对姜望的劝说。姜执行官不能这样贸然行动啊，万一有个好歹，而且您还带着家眷。说着，他还看了一眼姜望背后身材火辣的女人。我们所有人享受着人民的供养，手握保卫一方的权利，没道理黑帮欺压到百姓的头上，我们就袖手旁观。听着姜望讲大道理，那名胖胖执行官急得都快哭了。姜执行官，咱们肯定是要保卫人民，但这个黑帮真不是您想平灭就平灭的呀？怎么？难道你跟黑帮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关系？听闻此言，胖胖的执行官当即脸色变得有些不正常，而且不止他不正常，所有在这个飞艇内的人面色都一变。整个87号星球的人，那个人不知道这个星球的执行官是黑帮养的，但这件事你知道归知道，但是不能说出来啊。这怎么会呢？胖胖执行官擦了擦脑门上油腻的汗水，眼见劝说没用，胖执行官后面忽然站起来一个戴着眼镜的执行官。姜执行官，这种大规模行动通常都是要上报的，您这样强行带着所有人参加行动，是不是不合规矩？而且一点出现伤亡，到时候恐怕您这个好不容易升上去的中级执行官都保不住您。姜望看着那个小眼镜，说的有理有据，低头微微一笑。边境中级执行官在战时有权利协管一切，无需上报，这点你们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哪里来的战？忽然他猛然想到了什么。姜望贸然挑起两边的战争是死罪，不是我挑起，是万族入侵87号星球黑帮进行接应，算算时间应该也快到了。如果不想死的话，你们最好拿出你们最高的战斗素养，我不管你们之前跟黑帮的关系如何，但现在他们不死，你们得死。姜望冷着脸说出了最残酷的话。飞艇内的所有人登时愣在当场，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平官忽然要上战场了。其实这些人在刚进入87号星球的时候还是一把好手，毕竟是边境星球，只有强大的执行官才能镇得住，但经过漫长的利益交割，他们早从原来的守护者变成了趴在所有人身上吸血的寄生虫。姜望的目光扫过一个个如丧考妣的众人，不屑一笑，这个飞艇上有一个算一个，随便拎出来一个枪毙都不冤。
欺压百姓，助纣为虐，奸淫掳掠。很难想象这是代表正义的执行官能够做出来的举动，他们都做过，甚至凭借着身上的这层皮，做到比黑帮更过分。87号的繁荣之下，是用多少普通人的血泪和枯骨堆积起来的。而另一边，简玉龙已经和万族达成了协议，就等着姜旺进入圈套。姜旺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来，但是他就会慢慢被赵成玩死在87号星球。只有平灭黑帮，抓住万族线索，姜旺才能再次掌握主动权。此时，黑龙众人已经抵达了预定的位置，他们是隐藏在黑帮之下的王者。即使简玉龙和平山等人在他们眼中也是随时可以杀的人，也是87号星球暗地里的主人。在赵成的安排下，此时这块星域已经汇聚了至少20名4阶以上黄金级强者，而作为最强者的黑龙则是黄金9阶巅峰强者。所有人翘首以盼，等待着姜旺的到来。良久之后，只见几艘执行官的飞艇慢悠悠地飞来，唰唰唰唰，数道蓝色的激光划破星空，朝着执行官的飞船直直地轰去。这里面埋伏的所有人都收到了一个不留的命令，所以见面就是舰艇轰炸。毕竟黑帮也是看过小说的，他们的生存法则就是能群殴就一群人打你一个，能暗地里下黑手就下黑手，总之就是一句话，赢了就庆祝，败了就去死，绝不小瞧任何的对手，动手就全力以赴，不死不休。2艘年老失修的飞艇当场爆炸，而里面的执行官也十不存一。姜旺所在的舰艇由于防御屏障及时开启，舰艇内的众人躲过一劫，不战斗就会死。姜旺撂下这句话之后，就飞出了飞艇，而爱丽丝也跟着姜旺飞了出去。对面的众人看到千娇百柔之后，也是一阵疑惑。他们都以为姜旺既然能来，那么千娇百柔就已经死了，但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死，并且已经逐步控制了姜旺，要不也不能将他这个昨天才认识的女子带上战场。姜旺的精神力直接展开，而早已经准备好的虫族直接被将投放在宇宙之中。这些都是姜旺提前改造好，雷兽、跳虫这些不好改造，但翼龙还是很好改造的。甚至安娜为了不在虫巢当闲人，在姜旺的授权下独立创造了一种新的兵种——嗜血影纹。介绍：凭借着极快的速度和较小的身形进行偷袭，其口气可洞穿比它高大阶的生物，并含有剧毒。随着虫族进入战场，战斗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的87号星球，姜旺的预留的后手也开始动作。第162章交锋。瞬间出现的大量虫族打乱了万族和简玉龙等人的思路，而姜旺也趁此发起全面的进攻。自从姜旺领主空间出现了2个其他星球之后，他就着手放眼未来。毕竟在姜旺第一次在星联学院观看开元世界的战役时，他的发生地点就是宇宙之中。而那时在战役之中出现的机械舰艇、灵能装甲、能够自由穿梭宇宙的兵种和领主，都给姜旺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和恐慌。那时候姜旺就知道，虫族的战场不能只是陆地，还得是天空、地下乃至宇宙，如果有需要，哪怕是暗空间或者黑洞虫洞，甚至在虫族庞大的基因库中，姜旺将所有有利于宇宙作战的基因都集中存放，在他没空的时候，由安娜进行创造兵种。此时，无数的翼龙从体内喷射着气体，快速朝着简玉龙等人飞去，而姜旺则隐藏在众多的翼龙之后，准备发动突袭。简玉龙和万族那边在经过短暂的愣神之后，也反应了过来，大量的灵能攻击和舰艇朝着虫族肆意地宣泄着火力。一时间，五颜六色的攻击和绚烂的火花在宇宙这块画布之上不停地创作。面对这样的攻击，姜旺也没有神妖办法，只能用翼龙的生命扛过去。虫族一步一血，死伤极为严重，但从未放缓进攻的步伐。双方的距离不断的拉近，看着来势汹汹的虫族，简玉龙等人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冷笑。哼，想贴脸？给距离拉开！遛狗！在简玉龙的命令之下，一艘艘舰艇交错后撤，火力虽然有所减弱，但依旧死死地拦着虫族的步伐。而另一边的万族则是凭借着他们的宇宙级别的兵种也在后撤。他们所乘坐的战舰并非像人类那般是机械战舰，而是他们内部专门进化而来的兵种。这种兵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到无比巨大的体型，不仅拥有极其强大的外壳，还拥有强大无比的作战能力，并且能够进入宇宙与人类的战舰作战。人类将这种兵种称呼为凶兽。活着的凶兽拥有极强的宇宙战斗的实力，甚至媲美人类的旗舰级战舰。而当他的死后，他的尸体就会成为万族的战舰，会有专门的生物重新激活凶兽的神经，并操控他的尸体作为万族的宇宙战舰。这是万族亿万年来与人类斗争的进化选择，而万族之中还有更多的特殊兵种支撑着他们持续的跟人类分庭抗争。姜旺眼见着万族的战舰不停的后撤，当即转变阵型。在翼龙的掩护之下，他迅速冲出战舰的火力封锁线，并不断在宇宙之中躲避着人类和万族的攻击。
人类的战舰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但万族的战舰则就不一样了。姜旺的秘密武器就差一个像样的动力系统，所以当万族战舰的出现的那一刻，姜旺就想好了战略目标。唰，一道灵能激光擦着姜旺的边飞过，姜旺甚至都能感受到上面传来炙热的灵能波动。轰！就在姜旺蛇皮扭身的下一刻，他背后的执行官遭了殃，躯体直接被舰艇的灵能武器击中，他身上的武装战甲仅仅坚挺了 0.1 秒钟就被击穿。之后，这一方星域则又多出来了一缕尘埃。当姜旺逐渐进入万族舰艇周围的时候，所有瞄准姜旺的武器全部暂停了攻击，他们倒想黑吃黑，把姜旺和万族一起轰没。但是万族此次前来的异兽也不是吃素的，此次赵成和万族的沟通之中，他们的交易内容就是姜旺，一个终极执行官脑海中的东西，对万族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才派出了凶兽残骸级别的舰艇和数个高阶黄金异兽。简玉龙这边权衡之下，还是停止了攻击。毕竟他们这种白银级别的舰艇，累死也够呛击穿万族的舰艇的防御，反而可能直接激怒万族。而黑龙等人也是没有一点大哥风范，直接带着手下从各个方面冲向万族的舰艇，势必要将姜旺直接诛杀在万族舰艇之上，顺便完成交易。至于躲在虫群背后的执行官们，正在瑟瑟发抖，祈祷着姜旺的死亡和黑帮的大获全胜，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保全性命。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开飞船返回，但是飞船已经被姜旺终极执行官的权限接管，没有姜旺的权限，谁都无法返回。至于投敌，上一个这么想的已经成为了灰烬。此时黑帮打得异常起劲，他们对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执行官早都不爽了，屁本事没有，吃拿卡要比谁都狠。现在接到了上面的命令，那当然是说一个不留就一个不留。黑帮也是讲信誉的。而另一边的姜旺已经跟万族的异兽交上了手，凭借着出其不意的魂技和长久以来的战斗历练，姜旺在交手的瞬间就斩杀了一个黄金3阶的万族，冲出了还没有合围的包围圈。姜旺左突右闪，并不断的释放领主空间内的虫族，大量的虫族瞬间让合围上来的人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千蛟，控制他！眼见姜旺马上就要再次逃出包围圈，简玉龙朝着一直游离在战场周围的千蛟喊道：“他现在还以为千蛟真的能够影响姜旺。”嗡！强大的精神力从千蛟身上散开，而姜旺竟然真的就站在原地不动了。大喜过望的简玉龙瞬间冲出，只要能够斩杀姜旺，那么他就可以再次展现自己的价值，就算再进一步也不是什么难事。此刻的姜旺在他眼里俨然成为了通往成功的钥匙。而另一边的黑龙看着漫天遍野的虫族，微微皱眉，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朝着简玉龙大喊道：“撤！陷阱！”但为时已晚，此时的简玉龙已经冲到了姜旺的攻击范围。环刃单，数十道无形的精神环刃从各个角度杀向简玉龙，而姜旺的身影一个摇晃就消失在原地。初期的他还不太适应太空的战斗环境，但现在的他不仅可以利用太空无阻力的环境施展出更快的速度，甚至手中的利刃都变得凶狠无比。就在简玉龙被环刃攻击的瞬间，他的精神空间陷入剧烈的混乱之中。死！泛着淡淡幽光的长刀直接斜斜的劈出。就在姜旺即将斩杀简玉龙的时候，轰轰嗖唰，一股股巨大的灵能忽然从四面八方袭来，直接撞上姜旺和简玉龙。巨大的火花在姜旺和简玉龙所在的空间绽放，嗖嗖嗖，各种而已的攻击依旧没有停止。此时的黑龙已经接近了姜旺所在的空间，而刚刚攻击的几乎都是他的手下。在他看来，如此莽撞的简玉龙最后的价值就是为他们当诱饵，吸引姜旺的斩杀。第163章，主宰，我喜欢你啊！另一边监控室内，有的人心都稍稍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问道：“不会死了吧？你是虎逼啊！死了你现在在看啥？”而此时的姜旺已经朝着万族的飞船退去，就在各种攻击攻向他的一瞬间，就用精神力将自己包裹，并收敛杀意，瞬间躲在了简玉龙的身后。而他在借助简玉龙黄金6阶的强大体魄和各种攻击的冲击力，仅以极小的代价脱离战场。被利用完的简玉龙，则在他准备临死自爆的时候，直接被他一刀削手。临死前，他的眼中满是不甘，仅仅一个失误就让他沦落至此。但再不甘，他也只能成为宇宙之中冰冷的无头尸体。而爱丽丝这边此时也陷入了苦战。当黑龙看到那大量的虫族的时候，就觉得眼熟。姜旺虽然大量的事迹都是在神舵空间之内，但有几部分的人对姜旺极其的关注，一个是一直代表皇家的影子，一个是代表生物帝国的于禁，而黑龙正是于禁的眼线。在前段时间，他就接收到了于禁对姜旺的通缉，姜旺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在姜旺身边的爱丽丝。黑龙在权衡之下，直接放弃了姜旺，折返杀向爱丽丝。任务可以失败，姜旺也可以不死。
可只要能够抓到爱丽丝，那么于禁能给他的报酬是所有人不能够想象的。于禁能够以生物帝国的残躯在开元世界苟延残喘至今，凭借不仅仅是过硬的实力，更多的是对生物的掌控。试想，当一个位高权重的掌权者生命快走到终点的时候，于禁忽然出现，并带来了一种细胞，声称只要植入这种细胞，你不仅会延年益寿，并且各项数值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你可以选择不信，但当你看到隔壁的老王选择植入之后，果然活了下来，甚至还能夜遇三女，你对生命和权势的眷恋将再次被唤醒。即使你植入之后，以后大概率会被于禁所掌控，或许有的人会选择有尊严的死，但大多数人依旧选择贪恋这世间的繁华。而且于禁所掌握的生物技术不仅仅只有这种技术，甚至提升实力、改换基因等等，而这就是于禁能够始终不灭的原因。黑龙已经卡在黄金9阶数十年了，他必须考虑眼前的爱丽丝会不会是他此生最接近铂金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强者舍弃将望，冲向爱丽丝。跑！不用管我！爱丽丝凭借着万象边战边撤，但即使强如她，面对数十个黄金强者甚至黑龙的围攻时，也很快的出现了损伤。监控室内，所有的条令是针对将望的。爱丽丝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救。一名黑蛇大声的朝着37说道：“不行，爱丽丝被抓走，我们一可以找到于禁的老巢，二可以激发将望的斗志。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坏处。别忘了，爱丽丝只是将望的附庸，她不是生命。”不待37号出声，周围黑蛇冷静地分析道：“如果出现意外的是将望，他们可能还会去争取一下，毕竟这些人都已经认可了将望的实力，并承认他是一名真正的黑蛇。但爱丽丝吗？”就在那名主张救爱丽丝的准备据理力争的时候，将望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意外但又觉得平常的举动。他舍弃了在猛攻10分钟就可以拿下万族舰艇，他本可以借着爱丽丝吸引火力，顺势拿下万族舰艇，直接让安娜进行解析。可他在稳妥的胜利和爱丽丝之中选择了爱丽丝。轰！坚硬的万族舰艇甲靠甚至被将望蹬出了一个大洞，象征着执行官蓝白色的衣服宛如一颗流星一般，义无反顾地冲向爱丽丝所在的战团，朝我这边突围！精神频道内，爱丽丝怔怔地看着疾驰而来的将望。他其实黑龙等人围上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他在黑龙等人身上感受到了生物帝国特有的基因，他也知道于禁必然不会放过他。自他觉醒之日起，自他灵魂脱困的那日起，他就想过有一天将望会因为他而面对这个庞大恐怖的组织。当他面对2号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隐藏在将望身边的消息瞒不住了。于禁必然会找到他，也会找到将望。他应该离开将望。他无数次狠下决心想要脱离虫族序列，但最终还是放弃。将望一次次的拯救让他出现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他舍不得离开将望，他舍不得离开安娜，他舍不得离开虫巢，所以他在黑蛇军营拼了命的想要变强。他想在被于禁抓走之前再多看将望一眼，多跟将望并肩作战一次。他想躲挣扎一下，他想再给这个他视为家的虫巢待一会儿。但现在当越来越多的黄金出现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待不下去了。他想要为将望争取更多胜利的可能，他想要将望拿到万族舰艇的基因，完成他的秘密武器。他想要将望再次走向胜利，并真正的加入黑蛇。他不想成为将望的累赘。但当他看着将望义无反顾冲向包围圈的时候，号称没有情感的终极杀戮机器爱丽丝流泪了。其实有时候爱丽丝希望将望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将他当成工具，当成一个杀戮机器，但将望没有。他给了爱丽丝尊严、关爱、温暖，哪怕是可以死伤无数的虫族，他都愿意为之以身作饵。他知道将望面临的处境，作为一个突出的异界人，他将受到许多人的敌视。正如他这个诞生自我意识的爱丽丝，注定会跟于禁不死不休。其实爱丽丝觉得将望真的能打败黑龙这些人，觉得将望一定有办法能够完美的完成此次任务。但同时他也知道于禁的势力太庞大了，远不是将望现在能够抗衡的，所以他想战死或被抓走，这样将望就会脱离于禁的视线。爱丽丝遥遥看着宛如流星、宛如希望的将望，她深深地看着他，仿佛想要把将望刻入脑海一般。忽然他想到了人类有一种情绪能够表达他现在的情感。主宰，我喜欢你啊。当将望听到爱丽丝在精神频道传来莫名其妙的告白和死志的时候，将望的内心忽然一颤，往日种种一幕一幕的在脑海中浮现。操！将望的速度再度拔高，精神力不断的在脚底硬化，他不断的蹬踹着自己的精神力，为自己提速。轰轰轰！将望强忍着精神力传来的剧痛，不顾一切的冲向爱丽丝。第164章开炮。而此时的黑龙等人也察觉到了爱丽丝身上的不对劲，后撤！啊！爱丽丝刺耳的尖叫声仿佛直接在每个人的脑海炸响，鲜血不断的在爱丽丝的身上渗出，她手中的万象忽然变化为了一柄长槊。此时的爱丽丝正如神堕空间那次一般，
强行燃烧自己的细胞和身体机能。但那日有进化点作为支撑，并且爱丽丝战斗时间并不算长，所以后果并不是很严重。但这次不同，爱丽丝采用了以命搏命的打法。毕竟这场战役的实力悬殊，虽然爱丽丝与姜旺都能越级战斗，但他们这次面对的是由黄金9阶带队、接近30名黄金强者组成的猎杀队伍，周围还有数艘正在充能的舰艇环绕。但爱丽丝却没有怪过姜旺把她带到如此危险的环境。由于序列的存在，她能够从姜旺的精神反馈之中感受到87号星球之下的暗流涌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待在87号星球必死无疑，不如搏一搏。开始燃烧细胞的爱丽丝战力陡然拔高，即使黑龙都要避之锋芒。万象在她的手中仿佛成了最危险的凶器，总能在关键时刻变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兵器。你们挡住他，别让他跑了！黑龙看着越战越勇的爱丽丝忽然喊道，而他选择回头面对马上杀到的姜旺。当人愤怒到了极致，就会陡然变得冷静。此时的姜旺看着已经不再听令的爱丽丝，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对策。来吧，让我试试你的斤两。黑龙看着气势汹汹的姜旺，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他就喜欢这种敌人已经气到快要炸裂，但依旧只能在他手中挣扎的感觉。黑龙逐渐兴奋了起来，但下一秒，漫天的虫族忽然阻挡了他的视线。就在黑龙还在寻找姜旺位置的时候，他忽然浑身的汗毛倒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忽然向前猛冲。他的身后空间忽然被轻微的划破，滋！姜旺手中的长刀甚至划破了这方宇宙。啊！一只断臂在太空之中飞舞，溢散出来的血液宛如一颗颗小珍珠一般汇聚成了一串项链。黑龙捂着已经没有了的右臂，满脸惊恐。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兴奋。刚刚若不是他的战斗反应先一步预感到了姜旺的行动，那他就不是断一臂那么简单了，就有可能直接被姜旺分成2半。黄金1阶差点瞬秒黄金9阶，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在开元世界发生过，但黑龙从没想过会在自己身上发生。而另一边的监控室内，所有黑蛇都直接站起身。魂力？不可能啊！魂力最早不也是黄金5阶领悟吗？准备救援。姜旺要是死了，是黑蛇莫大的损失。这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谁都没有想到姜旺能在这种情况下施展出魂力。魂力其实就是灵能和精神力融合在一起施展的力量。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的难。首先精神力非常的敏感，灵能非常的狂躁，这两者仅仅接触就足以让人疯狂。其次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能量如何融合，每个人的融合方法都不同，只有领悟魂力的融合方法才能进阶铂金。魂力对比灵能简直就是关公大刀对比木刀，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普通灵能武器可能堆死黄金，但堆死铂金的可能性就很弱了。这也是姜旺能够一刀劈开黑龙防御的原因。不只是监控室内，黑龙更是无比的震惊，他费尽心机都没办法融合的魂力，竟然被一个黄金1阶施展出来了。你怎么做到的？黑龙看向姜旺的眼神仿佛要将他抛开切片研究，甚至想要吃掉姜旺。但姜旺根本没有理会黑龙，刀上涂抹的生物剧毒和影纹都够黑龙喝上一壶了。他现在急着赶到爱丽丝的身边。至于刚刚那一刀，其实姜旺也是无意中施展出来的，他就是想环刃和这一刀一起斩出，能够造成最大的伤害。没成想被压缩到极致的环刃竟然携带着灵能直接斩了出去。但姜旺此时没有时间细究，没有了黑龙的压制，他宛如虎入羊群一般。围攻爱丽丝的几乎都是黄金7阶以下的，在姜旺配合爱丽丝的情况下，2人在短短的10分钟就斩首了8名黄金强者。而这一幕也彻底震慑住了周围的黄金强者。宇宙之中不断朝着远方飘去的残肢断臂，还遗留在空中的鲜血。撤！开炮！眼看手下人被姜旺2人震慑，黑龙当即怒吼道。早已经充能完毕的舰艇疯狂地宣泄着他们的怒火，所有的黄金强者守在周围，甚至万族都前来帮忙。绚丽的火花不停地在宇宙之中绽放。良久之后，当所有的舰艇的能量见底，所有人翘首注目不停爆炸的中心。当火花和烟雾逐渐散去，一团硕大的生物甲壳矗立在中心区域。这就是姜旺赶来此的底气。本来他是想要拿下万族舰艇，给这个大家伙增加一个动力系统，但因为爱丽丝的原因，姜旺选择了放弃。这是姜旺为了宇宙战准备的战舰。虽然人类大部分战舰都属于梭子型，但姜旺始终认为，既然宇宙之中都没有了引力的存在，那么外形就没必要考虑什么流线型风阻了，球体才是王道。不仅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布置生物武器，还可以抽调雷兽的基因作为强有力的装甲。姜旺称呼它为战争堡垒。但是目前为止，姜旺还没有给这个大家伙找到合适的动力装置，等于说它就是一个不能动的虎式坦克。这也是没有上来就将它亮出来的原因。随着敌人能量见底，
且周围的人都被吸引到附近，战争堡垒开始露出他獠牙。无数个由安娜亲自打造的炮管伸出，对准周围的四面八方所有人。众人看着这么东西，皆是愣在原地。但姜望可不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的眼中充满了怒火，在战争堡垒的核心怒喝道：“开炮！”第165章蛊虫。在一众黄金强者震惊的眼中，那庞大恐怖的圆球没有喷涌出来火焰或是灵能武器，无数个黝黑的炮管就像在放屁一样，好像在崩什么，但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这一幕的众人差点笑喷了。妈的，搞这么大阵仗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个放屁球！哈哈哈哈哈！他妈的，笑死我了，吓得我护体防御都开了。该说不说，这玩意防御力还是挺强的。战争堡垒内，姜望那些围着战争堡垒的所有人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冷笑。他曾经也想过弄那种火力巨猛的战争堡垒，但灵能武器和人类机械终归不是姜望擅长的。最终在他和安娜的合计下，还是选择了老本行，基因武器。其实周围的那些黄金还真没有说错，战争堡垒确实是在放无形的屁，但这个屁却是姜望精心研究的蛊虫，或者说内米虫。在结合水熊虫的特性之后，姜望研究出了能够在太空环境生存的物种，它们的存在无色无味，甚至你用精神力扫过也什么都不会发现。可当它一旦进入人的体内，它就会疯狂地吸收宿主的灵能进行繁殖。这种武器是姜望目前为止最为恐怖的武器，因为有水熊虫的特性，这东西几乎就是不死的。它们游离在宇宙之中，等待着怨种的降临。如果从姜望虫族的视角看的话，此时战争堡垒的周围密密麻麻的全是这种针对人的蛊虫。但姜望的手段不仅仅只有如此，他在蛊虫的基础上改造了一种针对机械的。也就是说，在这片星域的所有人的脖颈上已经悄无声息地摆放着一把死神的镰刀。此时在战争堡垒周围的众人已经收敛了笑意，虽然他们不明白这个巨大的肉球有什么卵用，但姜望和爱丽丝的存在也足以让他们认真对待。良久之后，当第一个蛊虫开始爆炸的时候，所有人都缓缓地发现了不对劲。什么东西？一名实力稍弱的黄金强者正在疯狂地运转灵能，想要将体内的东西逼出来，但他就像溺水挣扎的人，越运转灵能死得越快。等等，周围有东西！屏气凝息，收缩毛孔。周围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人，很快就意识到了周围的宇宙之中竟然还有东西，这是他们从未遇到的。后退！所有人浑身的灵能爆发，朝着后面撤退。棒！而就在他们撤退的期间，一名势力稍弱的黄金2阶的强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爆裂开来。而就在他爆裂的一瞬间，已经增值到极限的蛊虫朝着远处飞去。砰砰砰！3名白银级的黑帮也瞬间炸裂。众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他们只能感受到了自己的灵能在迅速流逝，随即身体各处就会出现肿胀感。下一刻，他们就宛如血肉烟花一般在宇宙之中炸开。恐慌的情绪瞬间蔓延。距离最远的黑龙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黄金竟然比白银更先死亡。等等，不要运行灵能，将灵能封存。他瞬间就想到了关键点，但为时已晚了。当他们体内积蓄了众多蛊虫之后，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姜望缓缓地走出战争堡垒，爱丽丝已经被姜望送回了领主空间，进入培育池疗养。对他来说，只要爱丽丝没有死，那么就还有办法。即便死了，他就不相信虫族的基因库找不出来一个有用的基因，大不了用自己的血续命。但现在还不是想爱丽丝的事情。姜望手中拿着万象变换的长刀，矗立在宇宙之中，深邃的双瞳冰冷地扫视着众人。所有人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动用灵能无法逃跑，但动用灵能就是死。如果说刚刚所有人宛如鹌鹑一般停在宇宙空中，能够稍微苟延残喘一下，但姜望的出现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块大石头。事到如今，只能拼了。黑龙在最后面喊道。他因为开始远离战场吸入的蛊虫最少，所以他的情况还好，至少黑龙是这么认为的。众人听见黑龙的话，纷纷相视一眼，随后齐齐地冲向姜望。因为体内的异动，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尝试杀死姜望，会不会解除这种症状。可就在他们朝着姜望的冲锋的途中，又有3个黄金强者凌空爆裂。所有人强忍着体内的躁动，准备施展最强一击，试图斩杀姜望。而姜望却是不进反退，再次退回战争堡垒。他当然可以选择冲上去战斗，宣泄心中的愤怒，但他不确定周围是不是还会有埋伏。况且这种时候冲上去战斗，他是爽了，宣泄了心中的怒气。但爱丽丝呢？敌人呢？那些想要伤害爱丽丝的人会被他痛快地斩杀，而爱丽丝拼尽一切想要守护的他，也会再次陷入敌人临死反扑的危险。所以他选择了退让，他选择让敌人痛苦的死，绝望的死。众人愕然地看着姜望退回战争堡垒。
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气氛都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不大战一场？因为众人准备各种大招，动用大量的灵能，此刻的蛊虫已经到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了。姜望，轰！一名黄金强者在扔出最强攻击在战争堡垒之上后，就直接炸裂开来。战争堡垒内，姜望看着绝望的众人，再次下达了命令。一道道细小的管道被打开，一只只影纹宛如蝗虫一般飞出。就在众人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所有的影纹掠过他们，朝着他们的身后飞去。只见一直在战场之后的黑龙正在悄悄逃离，而周围的翼龙明显拿黑龙没办法。但情况很快就不一样了。当第一批影纹抵达，原本还有恃无恐的黑龙瞬间变了脸色。翼龙或许没办法撕裂它的防御，但这种细小的蚊虫却可以轻松地绕过灵能防御，不仅能够注射生物毒素，还会吸收它的灵能和血液。况且姜望刀上涂抹的剧毒，他还始终没有解掉。他断裂的右臂此时都已经坏死，内还有蛊虫，外还有影纹。此时摆在黑龙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试试爆发灵力，看能跑多远；二，回头与姜望殊死一搏。哦，他还有第三条路，看看姜望愿不愿意收俘虏。第166章，无人生还。等等，我们可以合作。他选择了赌第三条路，但可惜今天的姜望没有心思植入精神种子，今天的虫族也不想接受俘虏。眼见求生无望，黑龙大吼着朝着姜望发起了绝命的冲锋。他以前最喜欢看别人生气却无能为力的样子，但天道好轮回，此时他的模样正如那些被他折磨的人一样，凄惨、悲愤、恐惧、疯狂。姜望，你会遭报应的，我在地下等着你。黑龙用尽最后的灵能朝着姜望怒吼道。下一刻，他就在宇宙之中化作成了一朵血花。要不说实力强就是好呢，炸的雪花都比别人的好看，比别人的大。良久周围的空间已经没有一个活物，甚至执行官也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下。看着宇宙之中飘散的血珠，姜望默然无语。这一路走来，他杀了太多的人，早就对这些怨念没有什么反应了。至于报应，姜望缓缓地走出了战争堡垒。胜者为王，败者食尘，哪有什么报应？杀人放火金腰带，铺路修桥无尸骸。黑龙这样的人都能在享受了半辈子才惨死在姜望的手中，可那些仅仅因为献血或者今天填写了捐献遗体，明天就莫名其妙死亡的人呢？他们做错了什么？姜望又做错了什么？站在寂静无声的太空，周围寂寥空洞。他其实没有那么伪光正，他愤怒的理由只有一个：爱丽丝受伤了，因为她受伤了，所以这些人就有了死的理由。另一边，监控室内，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机械联盟的内米虫，或者生物帝国的菌子，我更偏向菌子。提起菌子，所有人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忌惮。生物帝国之所以能够称为帝国，是具备绝对实力的。开元世界为了战胜生物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没有人统计过，因为那数字太过庞大了，庞大到所有人都无法接受。开元帝国最后险些被生物帝国临死带走，若不是叶辰的出现，万族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给开元世界基础力量带来最大伤害的就是这个菌子。他们的菌子和姜望的蛊虫相差无几，但他们是寄生吞噬细胞，而姜望则是针对的灵能。所有黑蛇相视一眼，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个意义太过重大。开元世界不会允许下一个拥有菌子的人存在，尤其是一个异界人。异界人，叶辰是为异界人开辟了一方净土，但同时他也给这些古老的势力和皇族带来了太多的震撼和恐惧。虽然在那个时期，叶辰的威望甚至高于皇族，他甚至可以取代皇族，但他志不在此。成就至高之后，留下几句话就破虚离去。但当皇族和旧势力逐渐回归的时候，叶辰和他所创办的星联也逐渐被驱逐出人们的视野。大众总是好糊弄的，当新势力示威，叶辰之名就成了禁忌。37号当即也没有犹豫，直接上报给林青崖。正在暗中观察李雪怡的林青崖很快就收到了讯息。当他看到姜望所具备的能力的时候，先是一愣，随后就是狂喜。但很快他就恢复了冷静，给37号回复道：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姜望性命，告诫他菌子的事情不要暴露，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任务进程你看着处理，必要时可以用黑蛇的身份出手。他已经更改了最开始的想法。如果说之前的姜望在他看来培育好了能够一人胜过千军，那么现在的姜望在他看来不仅仅能够帮他平灭万族，甚至他理想。在他看来，此时的姜望重要程度不亚于李雪怡。另一边收到林青崖讯息的37号长舒一口气，随即他冷着脸对着所有的黑蛇说道：今天的事情老大不希望这个屋子之外的人知道，要不然。听着37号略带威胁的语气，周围的黑蛇撇撇嘴：行了，大家都不是厨，后面的就不用说了，继续看吧。
此时的姜旺正在命令所有的蛊虫回到战争堡垒。这东西哪儿都好，就是造价高，不好回收。如果不回收的话，那这片星域都得变成死亡星域。除了那些实力绝强的，基本上谁过谁死。另一边的翼龙正在拖着万族的舰艇往回跑。姜旺在放弃进攻万族舰艇的之后，留下了一批引文，而就是这一批引文成压倒万族的最后一根稻草。仅存的一个黄金在引文的围攻之下惨死。即使当时万族黄金收到了舰艇内赚回的一切，但他们自身都难保了。姜旺也没有想到，万族舰艇内大部分的黄金都敢追杀出来，结果让一堆引文潜入舰艇，将舰艇夺下。此次姜旺也算是第一次宇宙战胜利，并且还收获了万族的舰艇。而另一边隐藏在更远处的猛虎帮众人则有些疑惑，没有能量波动了，姜旺死了？别急，等等。平山冷静地摇摇头，在战场的手下给他传回了战场有位黄金9阶的讯息，他仔细一想就知道是谁了。他没想到赵成为了姜旺，连黑龙都给请出来了。此时即使姜旺的那处战场没有波动，他也没有敢贸然行动，而就是他这个老油条的谨慎救了他一命。当姜旺将所有的蛊虫收回，将战场稍微打扫伪装一下之后，就朝着87号星球飞去。毕竟所有的飞船都被蛊虫腐蚀了。此时的87号星球的下水道，无数的虫族已经悄无声息地占据了整个地下空间，而赵成的大楼之下更是聚集着无数的虫族。另一边的监控室内，众黑蛇刚准备帮姜旺再度给战场打扫一遍，就看到平山鬼鬼祟祟地接近战场。这个怎么处理？留着吧，说不定姜旺有用呢。那就希望他不要遇到战场上遗留的菌子了。平山看着空荡的战场，陷入了震惊。以姜旺的实力，就算死也不会这么悄无声息的死啊！但无论他怎么检查，都找不到蛛丝马迹。收割无望的他，最终选择回到87号星球见机行事。第167章补肝。在平山走后良久，众黑蛇才出动帮忙打扫战场。虽然姜旺已经处理得非常不错，非常干净了，但依旧有一些能量的残余。只要实力足够的行家来了，依旧可以根据这些能量大致的猜测出这里发生了什么。而这就是黑蛇出动的理由啊！虽然小黑蛇已经非常的优秀和机警了，但依旧要老黑蛇出马擦屁股。你就嘚瑟吧，就姜旺这个进展速度，要不了多久就得超过你我。那也是以后，现在他依旧需要老黑蛇给他擦屁股，况且到时候他越强，我就越骄傲。我给姜旺擦过屁股，还得是你成功恶心到我了。唉，在几人的谈笑之间，庞大的魂力陡然包裹了整个空间。在强大的魂力之下，空间被一寸寸从扭曲撕碎，暗空间溢散出来的能量横扫着这片空间的一切。良久之后，几名黑蛇微微喘气地说道：“哎呦卧槽，真他妈嘞！好了，这次绝对没事了。就算皇帝来了，绝对啥都找不到。”而另一边的赵成正在不安地踱步，主要是他现在联系不上战场上的所有人，而出现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战斗太激烈，没有时间回复他；二，战斗已经打完了，黑龙想给他一个惊喜。当然也有可能是姜旺已经打完了，并且准备给他一个惊喜，但这种可能太微乎其微了，基本就是不可能。你说一个打3个被反杀他还能接受，一个打30个被反杀，你以为人人都是叶晨？上一个这么自负的人，坟头上都又起了个坟头了。但就在他准备在外派人手前去侦查的时候，他的手下忽然传来了一则消息：姜旺飞入了中转站。这一信息在赵成的耳中宛如炸雷一般，他猛然回头，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下。你说什么？此时传讯的手下也无比的恐慌，慌忙跪倒在地。老板，中转站的兄弟传讯，姜旺已经进入了中转站，由外防御系统探测到的，绝对没有错。砰！赵成忽然跌坐在椅子之上，他的神情恍惚，满脸的震惊，嘴里不停地喃喃着：“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啊？”但经过短暂的失神，他猛然站起，去把那个补肝带过来，还有通知张正执行官，还有家主。赵成快速地下达指令。事到如今，黑龙他们任务已经失败，而且生死不知，这已经不是他所能揽下来的事情了。他能做的也只有告知背后的人，若是他们出手还好，但若是选择了让步，那这件事他需要找个替罪羊。虽然不知道这个替罪羊行不行，但是除此他别无他法了。在姜旺出87号星球之前，他是刀俎，姜旺为鱼肉，但现在姜旺归来，他成了鱼肉了。此时姜旺并不急，在中转站探查到他的那一瞬间，他就感受到了细微的波动。他就是需要慢悠悠的走，才能给赵成足够的压迫感。毕竟他的任务有一项就是要引出幕后的人，只有这种不紧不慢的掌握恰好的胁迫感，才能使得赵成病急乱投医。反正现在不说整个星球，至少赵成所在的大楼之下
已经被姜旺牢牢掌控。另一边，赵家的分支的家主在收到赵成讯息的那一刻，就察觉到了一丝的不对劲。从赵成叙述的角度来看，姜旺就是一个走马上任的县长，但他不要钱，不要女人，也不要权。面对赵成的拉拢不为所动，仿佛就是一心想要弄死赵成一般。如果不是仇杀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值得耐人寻味了。赵家不愧是能从战争时代走出来的世家，他对这种尚未明朗的局面，当即选择让赵成见机行事。而另一边的驻 S632 执行官总部内，作为副部长的张正在收到赵成的求救的时候，微微皱眉。张正不像是赵家分部的家主，他只是一个赵家的合作者而已，所以赵成为了能让张正出面，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些的隐瞒。看着手下迅速寻找来的姜旺资料，张正犹豫了一阵，对着身边的副手说道：“你去联系这个姜旺，并且亲自前往87号星球一趟。”“是，去吧。”看着手下离去的背影，张正靠在椅背上。虽然这件事他本能的觉得不对劲，但赵成这些年的孝敬也不少，况且他还想借助赵家的势力更进一步。执行官长久以来带来的权势，让他对这件事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使他出于谨慎派出了手下，并且没有走系统程序。而另一边的姜旺此时看着终端上的命令，微微一笑。看着这个来自 S632 副部长助理的讯息，他知道他终于挖出了第一条大鱼。说着，姜旺加快前往大楼的速度。此时赵成已经恢复了冷静，撤掉了所有的手下，并开启了大楼内所有的监控。武力已经不起作用了，只能凭借其他方法保命，或者说即便保不住命，他也要让姜旺付出惨重的代价。只要姜旺敢直接对他下杀手，那他就让姜旺知道什么叫做世家的力量，什么叫做舆论掌握在有权人的手中。还是那个楼顶，但现在却不是赵成邀请姜旺。姜旺缓缓落在平地之上。赵老板，见到我你很意外。姜旺一脸微笑地看着赵成。此时赵成脸上的笑容就有些僵硬了。那有，姜执行官得胜归来，在下开心还来不及呢。在下已经命人准备了庆功宴。姜执行官，不必了，此次我带领87号所有执行官进行抓捕任务，但对方好像早有准备。赵老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赵成看着姜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姜执行官，在下已经为您找到出卖了您的叛徒，带上来。只见赵成的手下拖着一个戴着头套不断挣扎的人，逐渐走上楼顶。此人先是执行官的在黑帮的卧底，后又投靠黑帮，玩双面间谍。此次行动被泄露，正是他的原因。听着赵成的介绍，他此时已经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这就是他来到中转站时接应他的人，卜干。第168章图穷匕现。而此时另一边的张正助手已经通过传送阵抵达了87号星球。刚落地，他就在赵成的手下带领之下，马不停蹄地朝着大楼飞去。另一边的卜干被人拖拽着朝着楼顶走去，他的挣扎激烈，就好像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黑帮被人突然带走一样。卜干心里虽然觉得他大概率是暴露了，但是只要没有尘埃落定，那么一切还有机会。但当他的头罩被撕开之后，他看着面前的姜旺和周围的赵成，陷入了愣神。如果说之前他还怀揣着一丝的希望，那么现在他是彻底的绝望啊！他目眦欲裂地看着面前的姜旺，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忽然有些喘不过气，情绪剧烈的波动让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姜旺看着如此难受的卜干，欲言又止。根据他遗留的重组眼线，此时张正的助手马上就会抵达。他想要再挖出来一些幕后之人，但此时的卜干已经陷入了巨大的愤怒和悲伤之中。他不是没有想过自己被黑帮揭穿的一天，他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做卧底吗？活着的时候胆战心惊的，死的时候也可能尸骨无存，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到局里给你发个表彰之后，还有什么呢？甚至有时候，有的同事会排斥你，有的领导嫌弃你有劣迹。无数次卜干曾经想过，干脆投敌算了。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些伙伴临死时候的眼神，和为了保护其他卧底死都不愿意张开的嘴，他就无法接受自己投敌的行为。跟他同批来的卧底，死的死，调走的调走。调走还算是好的，至少还有点钱，有点实力逃脱这个魔窟。但那些死的，当黑帮冲进他的屋子，强行控制他，并在他头上套上那个黑色头罩的时候，他是真的怕。他见过黑帮处决卧底的场面，说是凌迟都不为过，死后的都得被剁碎了喂狗。他亲眼看着自己曾经的伙伴从一个活生生的大汉变成一块块碎肉，他甚至有时候为了活命也要亲手砍下那一刀。那年他们走出训练场的时候，教官曾经对他们说，我们卧底是黑暗中的守卫者，我们所需要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负重前行，不会有人认识我们，不会有无数人为我们鼓掌骄傲，但我们自己需要知道，
我们背负的不仅仅是平民的生命，还有执行官的生命，背负的是开元世界的光明。即使你们会常驻黑暗。那年的他们看着前辈的事迹，觉得那是如此的惊险刺激，与凶徒斗智斗勇，与黑暗勇于搏斗。那时的他们只觉得这样的人就像是黑暗中的微光，虽然燃烧自己，但却足以照亮一方。这种无名英雄的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所以他们怀揣着理想，他们无所奉献，他们勇于站在黑暗中，他们用命传递重要的讯息。可现在面前的事实就像一个冰冷的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告诉他，他以往的坚持和信仰都是狗屁。但他还没来得及怒骂姜望，一艘舰艇喷涌着尾焰朝着大楼急速靠近。呼！舰艇靠近大楼时，给大楼周围形成了巨大的风压。姜望的蓝白执行官服被吹得猎猎作响。噗呲！舱门打开，迎面走来的竟也是一位执行官。卜干看着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刘平，有些愣神，但还不等他呼救，就见刘平直道着姜望走来。谁是姜望？我。姜望眼神平淡地看着他。你就是姜望？刚刚总部探查到，你率领众多执行官接近万族和人类的边境线，意欲何为？为什么不向总部上报？刘平已经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大概，他也知道此时想要保下赵成的方法，只有用执行官总部的名义压住他。只要能让姜望回到执行官总部，那么他就有机会接手87号星球，从而平息一切事宜。我身为终极执行官，万族入侵具备先斩后奏的权利。姜望不紧不慢地说道。而此时地上的卜干道是有些发迷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怎么万族都扯进来了？好，万族呢？死完了。尸首呢？姜望想到那被炸成碎片的万族，尸骨无存。那执行官的人证你总有吧？此时刘平已经胜券在握了，他原以为姜望至少能够拿出来点像样的证据，结果一个像样的证据都没有。也死完了。了解真相的众人，漂亮。姜望没证据，不明所以的卜干，你们在说什么？此时别说刘平了，赵成的腰杆都挺拔了几分。也是尸骨无存。是。哼，姜执行官，我念在你也是终极执行官的身份，你自己跟我回总部接受调查。刘平睥睨地看着姜望，不屑地说道。这感觉就像他准备充分，准备迎战大敌，结果敌人拿了把小木刀就来了，甚至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此时姜望看着刘平，有些犹豫。他现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跟刘平回到总部，深陷虎穴，将重点放在执行官哪里进行调查；二当然是拒绝，并且看目前的形势，已经无法再引出更多的幕后之人。我拒绝。姜望依旧是冷冰冰地说道。你说什么？刘平有些错愕，他没想到姜望是个愣头青。姜望不知道他刘平代表谁吗？我说我拒绝，并且刘平执行官，你现在还涉嫌庇护87号星球的黑帮，并与人口和器官贩卖有关，希望您能自觉留在87号星球接受调查。呵，听见姜望的言语，刘平直接被气笑了。姜执行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刘平一脸严肃地看着姜望，但姜望此时已经不准备继续演下去了。根据黑龙等人脑海中的记忆，已经足够拿下余烬组织的人了。至于执行官和其他幕后之人，姜望看着面前的赵成和刘平，这证据不久来了吗？就在两人被姜望看得内心有些发毛的时候，姜望忽然用精神力托起卜干，下一秒，偌大的大楼都朝着的底坠去。这是姜望以防赵成临死反扑专门选择的战场。在姜望与黑龙等人战斗的时候，被姜望遗留在87号星球的虫族就在大楼地下等候了。若是姜望胜了，那一切好说，等姜望回来即可；若姜望败了，那么虫族会直接报起，把姜望所认定的所有重要人物抓捕。卜干此时被姜望拖在空中，看着陷入深坑的大楼，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你到底是谁？第169章安奈告白。你真要知道？姜望睨了卜干一眼。长久以来的卧底生涯让卜干明白了，不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算了，听我一句劝，任务结束把名字改改，说不定下次真的就不干了。在姜望与不干说话的时候，整栋大楼宛如废墟一般堆积在坑底，无数的虫族从旁边涌出。因为赵成知道姜望要来，他将所有的打手汇聚在大楼之中，所以姜望把大楼弄塌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反而一网打尽。其实在下坠的途中并非没有人反应过来，但是在姜望精神力的压制下，这些人甚至连起飞的机会都没有。监控室内，这么大场面吗？兵不厌诈，这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那这算什么？任务结束了？差不多吧。姜望
只要能够将赵成和刘平的脑海中的提出来，就算任务过关了吧。周围的黑蛇都在讨论姜旺此次的任务，至于之后的抓捕任务，黑蛇抓这个级别的人还需要证据，况且只要黑蛇想查，难道还能查不到？而另一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大多数人在第一波坠落的时候就死了，虫族只是收尾而已。姜旺看着面前奄奄一息的赵成和刘平，将手放在二人的头上。现在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像娇柔无力的少女，只能任由姜旺摆布。很快姜旺就拿到了他想要的资料，随即他准头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现在只差一个人了。此时的平山坐在办公室内，并不是他不想趁乱偷偷跑了算了，只是刚出门就看到了一个幼虫版姜旺和大量虫族，这你能跑哪儿？当他看见真正的姜旺走进来的时候，他朝着姜旺说道：能不能留我一命？说什么呢？我们可是正规组织，那就是一定要我死。姜旺，你是不是对正规组织有什么误解？天上地下哪都通，杀人放火临时工，说的不就是你们正规组织？当姜旺解决一切，向37号提交任务结束申请的时候，他站在整个星球的高空俯视着这颗星球。他其实还可以继续跟赵成等人勾心斗角，也可以慢慢的寻找证据，但是他却选择了一种比较激进的方法，直接平了所有的动乱势力。主要是因为继续寻找下去收益不大，因为姜旺能从这些的脑海中获取大多数的证据，其次就是黑龙这种黄金9阶的都出来了，万一到时候再牵扯出来一点什么妖魔鬼怪呢？他当然有理由相信黑蛇会在关键时候帮他，但这种到最后时候被人拯救的感觉他极其的不喜欢，他也不想拿自己和虫族去赌。总而言之就是莽夫只是迫不得已，银币才是人间真谛。横批：黑蛇收尾。当姜旺坐在返回基地的飞船的时候，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摆烂的状态，而黑蛇的动作也是极快的，在姜旺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证据下迅速行动。当3名铂金级黑蛇走进张正的办公室的时候，张正人都傻了，这个阵容别说抓他了，就算把整个总部端了都够了。另一边的赵家分支家主自然也不可能躲过黑蛇查水表。至于于禁在87号星球的势力，几乎都被姜旺一战打没了。一切牛鬼蛇神在将近10名铂金级黑蛇的扫荡下都变成了牛马，并且姜旺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也被黑蛇顺手给清除了。而卜干也因为姜旺成功被黑蛇注意，并随手安排了个不错的岗位。黑蛇这波大动作直接给周围的世家和影卫看懵了。面具人看着传来的情报，这么大动作，那边都有什么？兵，那边就是赵家分支负责的一块区域，根据线报大概是异界人的贩卖。只有这些吗？还有一些黑市和余禁的势力，继续探查吧，看看黑蛇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万族战场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探查到了一丝的踪迹，应该是万族和余禁达成了某种交易。再次听见余禁，面具人的眼眸划过一丝的疑惑，他不明白余禁怎么迟迟还没有被连根拔除。明明已经，虽然他想到了某种可能，但他不敢确定，也不能确定。另一边的姜旺坐在飞船之中，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虽然宇宙之中大多数都是寂寥空洞，但偶尔出现的硕大的星球和各种各样的宇宙奇观，也足以姜旺慰藉路途之中的烦躁。自从爱丽丝在面对黑龙展现出了死志和给他告白之后，他就有些烦躁，甚至精神力都经常处于躁动的状态。如此暴力粗糙的处理赵成和刘平，也有这方面的因素。想及此处，姜旺的精神力再度降临虫巢。此时安娜正在分析万族的舰艇的动力和构造，二哈则叼着姜旺给他特制的超大号拖鞋疯狂的甩头。感受到姜旺的意志的降临，安娜放下了手边的工作，二哈也忽然露出了智慧的眼神。主宰，主宰！听着安娜的呼唤，姜旺侧目看去，只见安娜叉着腰对着姜旺喊道：主宰，我也喜欢你。姜旺的精神力忽然愣在原地，随即就逐渐笑出了声。噗，哈哈哈哈！小安娜跟谁学的呀？如果说爱丽丝的忽然告白真的搞得姜旺有些手忙脚乱，那安娜的告白纯属就有点搞笑。安娜在他看来就是他一手带大的妹妹一样。俺比爱丽丝更喜欢你。听着姜旺的笑声，安娜仿佛有些恼羞成怒。哈哈哈哈！主宰别笑了。哼，不理你了。只见安娜环臂在胸前，扁着小脸，气冲冲的抗议姜旺的嘲笑。好好，不生气了。但是喜欢这个词不可以随便说哦，只有对你很重要的人才可以讲喜欢哟。姜旺揉着安娜的脑袋说道。可是主宰就是对安娜很重要啊，主宰对安娜来说是最重要了，比我自己都重要。看着安娜亮晶晶的眼睛，姜旺忽然有些愣神。对啊，安娜尚且不能正确的理解喜欢的含义，难道爱丽丝对她说喜欢就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吗？第170章牛牛。
虽然战场上她是能够指挥亿万虫族的女王，但她真能理解人类复杂的情感吗？尤其是爱恨欢喜这种情绪。姜望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一直以来，他都把安娜视为妹妹，将爱丽丝视为可以交托性命的朋友。他不是不懂得喜欢，恰恰是他懂得喜欢的珍重，才不会轻易说喜欢。所有当爱丽丝对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才使得他有些乱了方寸。现在想来，爱丽丝真的就懂得喜欢的含义吗？姜望看着安睡在培养池内的爱丽丝，朝着自己发问道：“唉，他也是无比的头大，这比让他去打万族都来得难。”而另一边，险些被撬了墙角的李雪怡，面对数个铂金级的劫杀队伍，长发飞舞，魅魔的力量让他这个站在大老远观战都感到震撼。庞大的精神力瞬间让所有人万族都陷入了短暂的失神。看着这都要溢出来的天赋，林青霞咂巴嘴，不由得感叹：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李雪怡这种半残的状态都能轻松拿捏数只铂金，想当初她哪会都是浴血奋战，以命搏命才能战平数位铂金万族。虫巢内，因为姜望将大量的进化点都投入进爱丽丝这个无底洞，他只能再次亲自操刀，开始进行战争堡垒的改装和虫族战舰的创造，以此来刷进化点。在安娜的星星眼之中，姜望用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改造战争堡垒。在姜望的设计之中，虫族的部队逐渐被分化，宇宙部队就是宇宙部队，陆战部队就是陆战部队，绝对不能混，只有极致才是强大。看着虚拟屏幕上那一艘艘虫族战舰，姜望摩挲着下巴，总觉得少点什么。忽然他想到了与黑龙战斗时的鱼舰级舰艇。如果说着一艘艘的庞大战舰是航母的话，那么鱼舰级舰艇就是一艘艘快艇。况且这种可快速消耗的单位也大大的增加了姜望可操作的空间，灵感宛如涌泉一般爆发。而安娜不断在基因库内寻找着姜望所需要的各种基因。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当现实世界的飞船抵达黑蛇军营的时候，姜望才停下了创作的脚步。没有什么欢迎仪式和庆祝，有的只是提前回归的37号这个大老粗。任务完成的不错，那我是进暗部了。姜望跟着37号说道：“林老大那边已经同意了，这是你的东西。”37头都没回地给姜望的了一个档案袋，里面有你所需的一切东西，有什么不懂的找我就行。任务完成按理说你是有1个月假期的，但是林老大交代现在外面针对你的风波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的假期只能在基地度过了。37号边走边说。而姜望已经打开了档案袋，里面只有一块代表黑蛇暗部的徽章和一个终端。至于黑蛇暗部的制服，你回头得去后勤处一趟，出示徽章他们会给你制作，并且还会附赠3套常服，这个你可以自由选择。剩余其他的事情你可以用终端自己查，里面有专门属于黑蛇的交流平台。还有关于此次任务的细节和复盘，需要你制作一份发给我，这个你可以跟辅助人员沟通，他们会帮助你完成。37号边走边说，很快就走到了姜望原来所在的宿舍。行了，就说到这，欢迎你加入黑蛇暗部，开始享受你的假期吧。说着，37号拍了拍姜望的肩膀，就扭头离去。他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虽然姜望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但因为这个任务引起的余波却还没有结束。黑蛇公然拿了顶级世家的分支和执行官的某个总部的副部长，这样的动作已经引起了这些人背后大人物的注意，即使他们证据充分，可依旧受到了这些人的敌意。说这些并不是说黑蛇畏惧了这些人，而是说黑蛇准备拿这些胆敢明目张胆试探的人开刀了。因为黑蛇最近很少进行大规模的活动，所以现在清扫一个边境区域竟然都能引来这么多人的窥视。林青霞的意思是，反正都动了，把事情闹大点吧。所以当初那帮看戏的本来是想回来给小黑蛇庆祝一下，结果现在得马不停蹄的加班工作。打工人的怨念极大。在姜望去后勤处完成量身定做之后，他再次回归3.1线的生活，训练场、食堂、宿舍，然后在没事的时候进入虫族舰队的创造。他很享受这样的平静的日子。舰队一点一点的形成，而他所获得的进化点都会投入爱丽丝之中，但最近爱丽丝的身体逐渐开始抗拒进化点，而姜望也停止了投喂。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契约的存在限制住了爱丽丝实力的上限，也就是说，当爱丽丝再次醒来的时候，她的战力会无限接近姜望。而虫族的舰队也基本有个雏形，搭配对于姜来说并不算难，主要是母舰的设计。不同于兵种的基因工程，由于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母舰的创作几乎全部由姜望一人独自完成。至于安娜，她负责喊六。一艘庞大的母舰不仅仅需要足够大的体积，还有防御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能力，这些单个拿出来并不算难，但是拼在一起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当某2种基因或者更多种基因结合在一起，到底会有什么神奇的反应。姜望甚至在设计母舰的时候，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兵种和神奇的基因，有能大幅度提升战力的基因，有控制消化的基因，有能染色的基因，
有那种压根不想活的基因。这个基因就非常的神奇，凡是植入这个基因，你就会没有欲望，甚至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你会十分想去死。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身体各项机能都会进入冷冻状态。简单来说，就是给你冷冻，100年后解冻的时候，你就跟你冻住之前一个掉样子。但就是在此期间，你会不想活，就是没有世俗的欲望，就跟你得新冠时候，你跟你牛牛的关系差不多。牛牛，你理我呀，牛牛。第171章表格考试。砰！姜望看着精心调配的基因在自己面前发生了爆炸。主宰，我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的。安娜对着姜望鼓励道。虽然主宰表面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精神波动告诉安娜，主宰的内心并不像表面这样平静。吸，呼！姜望长吸一口气，随后缓缓吐出。他不知道这是第多少次失败了。玩基因工程就像你去玩羊了的样，你很努力，很小心的去尝试拼接、融合，但你却永远不知道下次反应是什么。他有可能突然就给你出个神级基因，但更可能是融化、爆炸，或者膨胀成一坨不知道什么物质的东西。姜望缓缓伸了个懒腰，而安娜则非常懂事的跑过来给姜望揉肩。哎呀，主宰不是常说失败是成功的培育池，多冲才能中啊。我相信主宰一定可以的。还是安娜好啊，啥时候都对姜望充满信心，充满阳光。只是这个词听得姜望表情微变。我说过这话吗？安娜是不是又趁着他不再去网上冲浪了？是不是又是那个老司机网上冲浪不限速？现在的安娜可会了，天天抱着姜望的终端徜徉在网络世界。除了姜望交代的任务，每天就是瓜子薯片小可乐、电影小说短视频。横批：快乐少女。姜望就像那见不得放假回家的天天快乐的初中生父母一样，虽然嘴上不说，但暗地里已经准备给他报补习班了。看着还就差1万进化点就可以让安娜失去快乐生活，成为他研发的小助手，姜望的动力就又来了。在安娜崇拜的眼光中，姜望继续开始研究，而安娜则坐在姜望身边，拿出终端，翻出他最近刚找到了的虫族领主的小说，开启了今日份的追更、点赞、打赏。由于现在姜望基因库内基因已经多如繁星一般，所以哪怕是他随便创造的失败品，有时候都会提供10几个进化点。就在距离安娜进化的还有5K 进化点的时候，他忽然收到了外界的讯息。你好姜望，我是来帮助你完成复盘的辅助人员。看着终端上的讯息，姜望才忽然想起来37号临走前交代的话。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看了眼正在快乐看小说的安娜，微微一笑，就让你再开心2天。你好，请问这个复盘的格式是？我稍后会给您发一份表格，您按着填就行。这个主要考验您的战后复盘终结是否会跟我们辅助人员的一致，并进行对照，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好的，那我接下来会问您几个问题，以方便我们总结。好的。姜望好像是被人问卷调查了一般，只能点头回答好的。请问，对于您来说，此次的任务的难点是什么？听见辅助人员的问题，姜望脱口就准备说讯息少，但想了想，还是组织了一下措辞。首先，第一个难点是我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任务的理解不够。第二点，因为资料的缺失，我并不知道当地最高的战力水平、势力格局，只能花费时间自己搜寻。第三点，姜望直接将任务之中他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抛出，无论是黑蛇的支援问题和对身份的伪装问题，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却隐晦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毕竟哪有刚上岗位就直接毫不留情的吐槽工作的，多少还是需要遮掩一下的。好的，我大概会总了一下您的意思，主要是讯息少，支援少，伪装不够。姜望听着辅助人员直接说出了他隐晦表达的意思。这样说可以吗？没问题的，更直观的表达才能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的了解缺点的方向，因为每一名黑蛇暗部成员对黑蛇来说都是重要的，宁可后勤累到死，也绝不能让一线人员在后勤方面有任何的担忧，这是我们一贯的宗旨。姜望听着辅助人员话，虽然感慨这才是一个顶尖特工部门应有的后勤啊，只是不知道为啥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拉闸了。好的，您的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接下来我会将表格发在您的专属终端上，请您注意查收，祝您假期愉快。好的。说完，姜望就挂断了终端，而他很快就收到了一份更加详细的表格，上面不仅有刚刚辅助人员提问的问题，还有您认为此次任务最重要的人物和转折点，您认为此次任务可以改善的细节，您认为此次任务最失败的地方，最后则是个小作文，你对此次任务过程的经历和看法。姜望看着面前宛如试卷一般的表格，有些愣神。这是什么？我在异界写作业的那些年，黑蛇的总结考试。虽然内心吐槽归吐槽，但他依旧认真地开始回答。这个表格相当的详细，每一个问题都极具针对性。而就在姜望答题的时候，另一边的辅助人员边看着虚拟屏幕上姜望的评估表，边喝了一口刚接的卡布奇诺。怎么了？
这个姜旺不好相处吗？旁边的人员看着米尔顿正在愣神，随口问道。好相处，就是姜旺的这个评价，我不知道怎么写了。说完，旁边的辅助人员侧过身看了一眼，看着姜旺各方面都几乎顶尖的六边形图，不由得感叹：好家伙，一个新人上面竟然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你没经历这次任务，你不知道。算了，你别问了，问多了你也麻烦。而那名辅助人员当然也懂规矩，没有说什么，扭头离去了。面前这个各项能力的数值表其实并不算什么机密，因为黑蛇暗部的正式成员不是这种六边形战士，就是某几项直接突破了极值。真正重要的都在高层的秘密资料库。米尔顿所做的就是需要在他与姜旺合作期间，对姜旺所提问的问题和行为方式给出他个人的评价。只有汇总足够多的讯息，才能够形成姜旺的个人情况的面板。米尔顿仰着头思索着姜旺此次任务的形式。正当他还在思索的时候，姜旺的表格已然完成，并直接发给了他。第172章，安娜进化。看着姜旺每个问题宛如手术刀般精准的回答，他有些震惊，因为有很多问题姜旺不止给出了他的见解，甚至给出了他认为的解决方式，而且这些解决方式还非常的正确，并且姜旺在自己出问题的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遮掩和狡辩。例如，姜旺自认为安全的抓捕行动，在辅助人员看来过于鲁莽，明明在面对那么多黄金的情况可以请求支援的，但姜旺却选择了独自迎战。虽然姜旺成功击杀黑龙等人，但他依旧在这次行动的后面批注了他认为应该怎么样更好。这一点在辅助人员看来非常的难得，只是他不知道姜旺选择独自迎战的原因是他被林青崖和37号坑了。姜旺从始至终就跟没有黑蛇后勤一样，没有支援，没有讯息，就跟素人穿着家里的花棉袄就去参加选秀，没有任何的包装，但是愣是干掉了一众练习生和篮球高手。还有，他一直以为姜旺是有性格弱点的人，他认为姜旺有些无意义的善心，因为他一直竭力避免普通人的死亡，或者说帮普通人找一个公道。但他最后的行事却又彰显了一个黑蛇应有的冷漠和无情。他更像是一个分裂的人，他对生命足够的漠视，但又足够的尊重。黑蛇之中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根据内部的人分析，这样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和善是真和善，和善的时候那也是毫不留情，属于天使与魔鬼同存。在内部评级之中，这种性格属于 T0级别的危险，这比那种穷凶极恶动割杀人全家的人更恐怖。这种人，你说他虚伪伪善也罢，你说他狠戾小人也行，他们既是君子也是小人，既是好人也是坏人，求的是万事遂心，自己心中有杆秤罢了。人们都以为恶比善良要强，因为恶摒弃了良知，可以不择手段。俗话说黑话强3倍，洗白弱3分，就是这个道理。但根据黑蛇这么多年的了解和总结，他们发现了一个另外的道理，那就是有时候善良可能比恶更加的恶。但这些都是米尔顿自己的猜测。思索一阵之后，他将杯中的卡布奇诺一饮而尽，在辅助人员评语的那一栏写下他的评语：此人拥有极高的智商和布局能力，可以准确地洞察弱点，善于利用人性，并且拥有极强的作战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性格方面介于冷静和疯狂之间，适合独立完成任务。看着自己写下的评语，米尔顿点了点头。他其实是直接写他对姜旺性格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实力这种东西都是有目共睹的，不需要他过多的赘述。但最终他还是选择添加上对姜旺其他方面的判断，毕竟打工又不是老板，他只需要将他所知道的所认为的列出就行了。而另一边的姜旺此时已经再次回到了虫巢之中，对于刚刚的表格，他已经尽量完善和完美的进行作答，甚至最后的看法的那一栏，他也认真的给出了他的看法和评价。至少他给出了他认为不错的答案，至于改卷老师的正确答案是啥，他就不得而知了。当他再度投入到了研究之中后，很快安娜进化所需的进化点他就集齐了。安娜啊，看着安娜疑惑的大眼睛，你想不想帮我完成一点事情啊？安娜直接给手中的终端扔一边，站起身，挺起胸脯，一副交给我爸的表情。尽管吩咐安娜吧，主宰。看着安娜自信的模样，姜旺微微笑道：好，那我现在给你进化，你回头帮我一起改造战舰。好的，我一定啊，我也要帮忙改造战舰啊。安娜瞬间傻眼了，这就跟你在家正在玩手机，你家长找到你，能不能帮他个忙？对于帮忙这种事情，你虽然很乐意，并且觉得自己很有用，很骄傲，但当家长告诉你，你的扫到、拖地、晾晒衣服和收衣服外，还得帮忙刷碗、遛狗、取快递，顺便还要帮助家长完成工作的时候，直接当场傻眼。姜旺直接给进化点划到了安娜的身上，不给她反悔的机会。等等，主宰，你听我说，其实冰晶迅速从安娜的脚底下蔓延，直接将安娜包裹在里面，强行进入进化阶段。而周围正在咬拖鞋的二哈懵了。你们想想，你带着终端躺在沙发，吃着薯片，看着剧，突然就被主宰劫了，得工作了。
太尼玛恐怖了！在二哈看来，我虽然是狗，但姜望你真的不像是个人。二哈这心里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姜望却从精神序列之中感受到了二哈刚刚骂他了，当即超出二哈的铁饭盆，当，嗷嗷，铁盆直接被敲了个凹陷，而二哈也一溜烟似的窜了。要不是最近进化点没有了，姜望也把二哈送去进化了。看着有些空荡的虫巢，姜望坐在沙发上微微叹了口气，他也想给自己送去进化，奈何有心没进化点。而且爱丽丝这次的事件也提醒了他，虫巢不只有他需要让安娜他们在姜望不在的时间都要有自保的能力。变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还是整个虫巢。想到这里，姜望继续开始研究基因，毕竟他也是需要进化点的。而另一边，李雪怡正在某颗破碎的陨石内休息，而她的衣衫已然破损，气息也飘忽不定。林青崖的变强计划很简单，就是带着李雪怡来到边境，并且还是万族边境区域内，因为这些区域不仅可以让他老爹保证安全，还集结着万族较强的战力，既可以给李雪怡充分的历练，也可以让他感受到被追杀抓捕的感觉，可谓是一举多得，就是有点费李雪怡和万族。忽然，那个陨石是从内部逐渐产生了一道道裂痕，没有任何气息的波动，李雪怡完成了铂金7阶的突破。毕竟在万族的境内，若是不压制突破后的气息，那么会引来什么，只有万族自己知道了。而李雪怡这一手对精神力和灵能的控制，着实让林青崖有些惊讶。因为在突破之前你是6阶，在突破的那一刹那，气息的爆发却是7阶的。有人多在战场上刚突破就被感知到的敌人迅速围殴干掉，属于是喜事丧办，乐极生悲了。他们这些人并非是不想压制突破的气息，而是刚突破时体内的灵能和精神力为了冲破以前的桎梏，都处于爆发极其的猛烈且迅速，就好像你50米冲刺呢，既要让你毫无顾虑跑出最好的成绩，还得要你在50米线直接刹住车，这种难度可想而知。但李雪怡只逸散了些许的灵能，震碎了陨石而已。至于精神力的，没有丝毫的逸散。第173章变态。林青崖隐藏在暗处，眼睛之中有一股掩饰不住的狂热，并非是他色心大起，而是李雪怡的进步速度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要知道，当初在军营，自己那么虐他，还用着姜望的吊着他，才让李雪怡堪堪突破一阶。而现在他才来万族的领地多久啊，就又突破了一阶。但虽然李雪怡的天赋值得感叹，但她的拼命更值得他称赞。说实在的，在将李雪怡带到万族边境的时候，他想过，若是李雪怡承受不住，他就将李雪怡带回，毕竟已经是进入了万族的势力范围了，其危险和万族的狠厉程度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你根本不知道万族在哪里布置了暗岗，也不知道某颗星球背后隐藏了几个万族强者，更不知道万族在什么时候会盯上你，会围攻你，会有什么手段。强如林青崖这样的妖孽，为了突破钻石，也曾在这片区域数次重伤垂死。而李雪怡更是一直处于带伤状态，若不是魅魔之主足够的强大，他甚至都死几次了。好几次林青崖都差点准备出手，因为即便他有心释放李雪怡的天赋，让她成为重要的棋子，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星莲还没有倒下。虽然王天风他们什么都没说，可他知道，一旦李雪怡遭受了意外，那么对于他的计划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李雪怡不止真的坚持下来了，并且还逐渐的领悟到了更深层的境界，这让林青崖不由得期待着师徒俩能给他带来的惊喜。而陨石内，李雪怡在平稳气息之后迅速离开。虽然他逸散的能量非常的少，被万族感知到的可能非常的小，但绝不是没有。由于他之前不好的战斗习惯，已经让他数次险象环生。李雪怡的精神力丝丝缕缕的在四周飘散，在这种地方，大面积的扩张精神力只能触动更多的万族。而他利用自己天赋所开发的探测方式不仅隐蔽，而且能够探测的距离也更长。此刻他的眼神已经逐渐转变。如果说之前的李雪怡是魅惑诱人，那么现在的他在经历数次生与死的危机之后，他的眼神已经多了几分的冷静和冰冷。再配上他战损版的衣衫，魅力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更加丰富了他韵味。他的身形在这片陨石带之中快速穿行。当他再次寻找到一处藏身之地的时候，他才算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此时的他闭目凝神，开始稳固他的境界。良久之后，随着他体内躁动的能量逐渐恢复平静，李雪怡睁开了他好看的眸子。嗡！忽然，他感受到了右手的手环微微震动。姜望进阶黄金，并顺利通过了黑蛇暗部的考核。看着林青崖发来的消息，李雪怡原本面无表情的脸蛋缓缓露出了笑容。这算什么？共同进步，或者双向奔赴？当他内心浮现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雪怡的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的羞赧。星空之下，李雪怡的这一抹羞赧竟比身后的亿万星辰还要耀眼。
而暗中保护的林青崖也有些愣神。良久之后，他不由得感叹：姜望这小子真该死啊！而另一边的开元世界，由于黑蛇大规模的行动，不少手握权柄的家族和官员纷纷落马。但这个活动最终也仅限于顶级世家之下。黑蛇可以用犯罪证据将赵家分支的家主抓起来，但却没办法牵扯更高。毕竟黑蛇虽强，但是数量始终被限制。这是林南生与皇族最终妥协的结果。毕竟这个开元世界终究是皇族的。而李氏大院内，李天额头尽是汗珠，他面目狰狞，浑身青筋暴起，看起来宛如地狱来的恶鬼。啊！一滴滴鲜血从他的口中流出，而他的压抑着自己的声音不断地从喉咙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良久之后，啪！仿佛什么碎裂一般，他忽然无力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哈，还有8颗呢，姜望。说实在的，李天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这么恨姜望？以他的能力，只要不执着姜望，那么他就会活得很好。但他后来想明白了，虽然会活得很好，但却会很空虚。与其说他恨姜望，不如说他想跟姜望玩。在地球的时候，他尝试过抢劫、强奸、杀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他享受着这些人临终前的绝望和愤怒。甚至有次他强奸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充满恨意的眼神就让他兴奋不已，那是他玩得最开心的一次。当那个女人带着无尽的不甘断气的时候，他还悲伤了好久，因为其他人都没有给他这种快感。最后他将那个女人的眼睛挖了出来，珍藏了起来。别人都说他是恶魔，但他不这么觉得，反正大家都一条命嘛，为什么人杀猪没有罪恶感，杀人就要有呢？所以他觉得自己不是恶魔，他只是和常人不一样，他应该只是个变态而已。凭借着不俗的智商和狠辣，他屡屡让前来抓捕的人吃瘪。他享受这样的刺激感觉，但逐渐这样的生活麻木了，单纯的杀人已经不能给他带来快乐。他逐渐盯上了那些赶来抓捕他的人。想想看，猎人去抓捕猎物，却被猎物一口咬断喉咙。看着猎人惊恐诧异的眼神，李天是李昂再次找到了新的游戏。他将被他击杀的第一个猎人的眼珠挖掉，这是他第2件收藏品。而他的行为也引来了更多的猎人，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死了。这种游走在死亡钢丝线上的感觉让他几乎疯狂。但后来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再次感到无聊。即使他又杀了不少的猎人，但他依旧快乐不起来。这种猎人与猎物的游戏他玩得有些腻了。可就当这个时候，一阵蓝光划过地球，他竟然被传送到了异界。除了开始的诧异，他都快爽疯了。这种新奇的游戏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他甚至有兴趣扮演别人的手下。当他第一次使用吞噬贯穿王天胸膛的时候，他几乎疯狂。这种新奇的体验让他抓狂，他已经爱上了这种感受。随后他盯上了姜望，仿佛是命运的召唤，他看上了姜望的能力，他想吞噬了他。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负罪感，想要去拿不就好了，别人不给就杀吗？那时的他还只是想获得姜望的能力，可当他弟弟死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的目的就变了。他真想杀了姜望，他想看到姜望那种绝望、愤怒的眼神，然后再把姜望的眼睛挖出来。单单是这样想就足以让他高潮。但可惜姜望先下手为强，让他不得已只能对唐四动手。姜望跟以前的猎手不一样，普通人威胁不了他，姜望用尽全力都要杀了自己。但可惜命运再次站到了他这边，他活了下来，虽然失去了记忆，在记忆缺失的这段时间被李家人当作狗一样玩，是真的当成狗。当他恢复记忆的时候，他差点忍不住将所有人都杀了，但是他忍住了，主要是实力不够。他就一边谄媚着李天，一边暗害着他周围的奴才，直到他终于成为李天的奴才，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到李天身边。他逐渐享受这个过程，这对他来说虽然是一段不好的经历，但却是有趣的体验。他就像黑暗中的毒蛇一样，等待着机会。在神斗空间，他第一次亮出獠牙，替换了李天。当他在姜望面前卖弄的时候，他内心都快疯了，并不是恨姜望恨疯的，而是这种他披着李天的皮在姜望面前疯狂卖弄，但姜望却发现不了的快感，都快让他欲仙欲死。即使姜望给他的脑海中种下了10颗种子，但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就是想跟姜望玩，他就想一点一点地收割着姜望身边的一切，看着姜望无力、愤怒的挣扎。为此，即便他捏碎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让他感到无比的爽快。他太期待当他揭穿姜望在神斗空间所做的一切被群起而攻之的样子，看着姜望自己以为掌控了一切，最后却被他反咬一口时的错愕和疑惑，最后在姜望临死之际挖下他的双眼。啊！李天的浑身跟触电了一样，他即使想想姜望的表情，就足以让他高潮。第174章新命。此时的姜望还不知道，他分明还是阳光快乐小处男，但却已经有人想他至高潮。一心只有事业的他，正在疯狂地给自己的虫族大军添砖加瓦。虚假的虫族，为了主宰献上一切；真正的虫族，
科研、改造、基因、火锅，尽量用最少的生命创造最大的价值。碰上这样的主宰，也不知道是虫族的幸事还是不幸。自从跟了姜望，从前没头没脑，闷头就干的快乐没有了。他们的迂回得三三制，得懂科技，懂战术，懂配合。现在就连他们的女王都要被姜望带上科研的道路，但也幸亏跟了姜望，跟了这个比虫族还要卷的主宰，才让他们踩在猩红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到现在。只能说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又一个基因实验在姜望的面前融化，紫褐色的焦烟让姜望觉得这玩意是不是有啥价值，当即送进基因库内分析。未知烟雾拥有极其广阔的扩散范围和极强的臭味，伤害性中等，侮辱性拉满。看着基因库内给出的分析，姜望微微一皱眉。极强的臭味能有多臭？虽然姜望不信邪，但是还是给自己整了几层防护之后，浅浅的闻了一下。这种犯贱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你每次脱袜子，有时候会不自觉的闻一下，你也不知道为啥，但就觉得不闻可能会缺少点什么。哦，仅仅是一点点的味道，还是在经历过数层过滤之后，都让姜望险些当场过去。就这味道，直冲天灵盖，还辣眼睛，臭得痛彻心扉，臭得惊天动地。总之就是没有比他还臭的。姜望缓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慢慢清醒。当他再度看向那团已经无色的气体的时候，姜望的眼中既有丝丝畏惧，又有一丝的兴奋。这玩意再加上前面那个连环控制消化的基因，这他们不是生化武器吗？要是再加入点其他有毒因子，或者提取它的强扩散加入蛊虫之中，在敌人激战正酣的时候，忽然给他来这么一下，那这效果不比剧毒差。关于战斗，姜望的脑袋总能冒出一些极其魔鬼的想法。他甚至已经想到了，对于嗅觉灵敏的万族，他该以什么隐蔽的方式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打击了。在一阵冥思苦想之后，姜望将一个个的方案录入了战术库内。这里面都是姜望自己编写的方案，因为考虑到虫族独立作战的可能性和指挥型虫族的稀缺性，他只能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不至于让虫族直接变成战术大师，但也对付一般的小场面还是足够的。当弄完了一切，姜望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本来他是想撸会二哈的，但此时的二哈已经在外面撒欢道找不到北了。他去培育池看了看已经完全修复的爱丽丝，微微松了一口气。虽然爱丽丝爆发小宇宙燃烧了大量的细胞，但好在没有燃烧到更深层次的信息，因为爱丽丝归根到底其实是由各种基因组成的，每一种基因都有它的作用。可能在姜望看来没有什么卵用的基因，却恰恰制衡着另一种基因而达到某种平衡。一旦打破了这种平衡，姜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许宛如他以往基因失败化作一团血肉，亦或者融化。他不敢想象爱丽丝在他面前这样，要不是由于基因水准不够，姜望都想自己给爱丽丝优化基因了，避免出现他想象的画面。但奈何有心无力。看完爱丽丝，姜望又去看了看安娜，想到安娜进化之前愕然的表情，姜望心情就变好了一点。他缓步走到沙发附近，直接躺进了给他足够包裹感的沙发。这个被安娜改良过无数般的沙发，集按摩、加热等各种可能于一身，让姜望一躺进来就瞬间有了一种想要睡觉的感觉。但他不能，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又开始思索开源世界，需要提前布局。他的脑子仿佛从来都没有停歇过，这可能就是他精神力强大的原因。因为总有一天他会再次进入开源世界的视野，会再次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根据黑蛇内部的消息渠道，姜望了解了这个世界更多的心秘，比如叶辰的存在和皇室对异界人的态度。他也了解到了针对他的不只是世家，还有可能是皇室的隐卫。或许因为他是异界人的原因，他始终无法真正的融入开源世界。通过黑蛇的信息网，姜望可以很轻松的看到整个开源世界的另一面。整个开源世界怎么说呢？看起来群星璀璨，领主、修行者、炼梯者、机械、元素，若不是生物帝国已经被覆灭，那基本可以说集齐了大多数的修行方式。但其中领主确实个异类，因为最开始他是由原初界而来，异界人的出现才让开源世界的人发现，这是个什么东西。经过他们的研究，领主才逐渐慢慢的普及整个开源世界。至于这个研究过程，根据黑蛇的描述，就是拿异界人做各种实验。后来他们发现，只要击杀了异界人，这个领主空间就有可能降临在开源世界原住民的身上。而且为什么会说可能降临，是因为在最初的研究之中，他们发现杀死3个异界人有时候只会掉落2个空间，而剩下这一个空间根据当时的猜测是被原初界收回了。当姜望了解这段心秘的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开源世界的世家和皇族那么热衷于猎杀异界人。毕竟异界人这种不稳定因素杀了，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还有新型的修行方式可以让众多的人获得，何乐而不为？
那段时间简直是异界人的黑暗时光。并且据统计，现在领主空间在开源世界内虽然依旧属于稀有能力的行列，但是开源原住民持有的空间数量却并不少。可以说，在叶晨出现之前，异界人就是侏罗，任人宰割，哪怕你天赋异禀都没用，因为你一个人面对的不是某个人、某个势力，而是一整个宇宙。若不是生物帝国的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让开源世界暂缓了对异界人的暗中猎杀，并启用了异界人征战沙场，那么异界人的崛起的时间恐怕还要推后。但叶晨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不仅躲过了开源世界的暗中猎杀，还用超乎所有人的崛起速度，让所有的异界人翻身。而他所创造的星联也确实庇护了异界人千万年，但这些年，开源世界的旧势力却从未停止想要迫害异界人的心。领主空间的强大吸引着各大势力的掌权者，所以星联此时面对的情况跟每个异界人都相同，看似割据一方，但却已经有些英雄垂暮。异界人的青黄不接让开源世界缓过来了劲，也让开源世界准备开始朝着星联试探性的动手。毫无准备的异界人被送进试炼战场，就是最好的证明。用万族的手不仅能够将仇恨转移，还迫使星联妥协，一举多得。第175章梦境。当姜望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很震惊，因为即使他是黑蛇暗部，应该也会有专人将这样的信息从他这边过滤掉。但这边不仅没有过滤，甚至资料详细到连当时猎杀和研究的视频都搜集了出来。这种尺度让他有些震惊，因为这样的真相对异界人来说太过残酷，也太不利于姜望在黑蛇内部的团结性。姜望不知道这是不是林青崖特意安排的，但这样的视频资料也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开源世界。再结合上姜望在神舵空间内所了解到万族基因片段的秘密，姜望不由得开始更深层的思考。他不由得开始思考人类和万族的关系，开始思考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和万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猜测宛如雨后春笋般的在他脑海中冒出，他思考每一种猜测的可能性。渐渐的，姜望在思考之中缓缓睡着了。他太累了，当他了解到这些真相之后，他就非常的害怕。他不怕死，他怕虫族跟他一起走向毁灭，他害怕星联突然扛不住倒塌，他害怕李雪怡也会在这样的倾塌之中死亡。所以他以一种玩闹般的方式强迫安娜变强，所以他没日没夜地研究虫族独立作战的可能和能够进行大规模宇宙作战的战舰。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以后，他甚至有个大胆的想法，他将整个开源世界作为了假想敌。当这样的想法从他脑海中冒出的时候，他自己都被吓到了。在开源世界人的眼中，他们不允许再出现一个叶晨，而在姜望眼里，他也不允许他的生命、虫族的生命、李雪怡的生命被别人掌控，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轻微的鼾声从沙发内传出，他的眉头时而紧皱，时而放松。不知过了多久，姜望忽然剧烈挣扎，他蓦然起身，双目通红，面目狰狞，庞大的精神力肆虐虫巢。我要你们死！良久之后，姜望恢复了冷静，看着周围的一切，他直接把精神力化为一根长针，猛刺自己的精神世界。剧烈的疼痛让姜望轻皱眉头，直到现在他才敢确定自己所处的地点是真实的世界，因为他刚刚做了一个冗长的梦，还是一个梦中梦。在第一个梦中，他选择了妥协，他成为了黑蛇的一员，收敛了他的锋芒，在黑蛇的保护下，他成为安然度日。任务虽然不少，但难度尚可，他也不再逼迫自己前进，每天就是逗逗二哈，然后就是和安娜、爱丽丝吃火锅、看看电影，所有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至于李雪怡，在某次训练完之后，她来找姜望了，她的眼神很复杂。姜望感受到了李雪怡有很多话想说，但她最终什么没有说，她只是挽着姜望，又在训练营内闲逛。那天的夕阳很美，他们也牵起了上次没有牵起的手。但事后李雪怡就走了，她回到了星联。往后的日子，两人断断续续地进行终端交流。因为李雪怡经常会奔赴万族战场，她逐渐被传送为女武神，她被人们认为是星联之光，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出发。直到有一日，星联示威，开源世界朝着星联悍然发动了战争，所有的旧势力都参与了这场战斗。在一场场战役之中，王武死了，萧燕与徐诺同时战死，王天风战死，周乾战死。姜望无数次想要劝李雪怡不要打了，但当他看到李雪怡决绝的眼神之后，他还是没有开口。后来在李雪怡的带领下，星联打了几次胜仗，但后来姜望通过黑蛇的渠道得知了万族和开源世界联手准备斩杀李雪怡的时候，他发了疯似的冲向了星联，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在万族和开源世界两面夹击之下，李雪怡还是死了，死在他的面前。星联被从地图上抹除，而他也被清算，虫族战至终章，但却改变不了什么。而第二个梦境之中，
他悍然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他要先下手为强。为了保存虫族，为了虫族的进化，为了保护一切他想要保护的人，他不停地进行杀戮。他成为万族战场上的杀神，在杀戮之中，虫族疯狂进化，而他的进阶速度也让所有人震惊。最终，他引来了皇帝的注意，他被邀请前往皇族，但周乾和王天风将他拦了下来。皇族大怒，要发兵兴联，而周乾等人也知道姜望可能是兴联最后的希望，所以他们也悍然掀起了战争。他们直接将开元世界所做的一切公之于众，即使开元世界否认，但在铁石如山的证据面前，他们狡辩根本无法引起异界人的信任。绝大多数的异界人选择了死战，而他姜望再次成为联合会的领袖。他不断的征战沙场，带领虫族和人类一次次走出绝境。但这样的战果并非是没有代价。王天风战死，周乾战死，赫拉斯战死，爱丽丝重伤垂危，安娜精神力耗尽，遭受重创。但开元世界也好不到那里去。这次姜望由于提前变强，不仅屠戮了大半的万族，还将开元世界的打毁了大半。这次他好像要成功，虽然虫族损伤惨重，但这次李雪怡没死，安娜和爱丽丝也没死。就当他以为只要继续下去，他就可以保护他想保护的人的时候，万族和皇族联手一起发动了进攻，一切好像都回到了起点。李雪怡再次死在他的眼前，死在他的怀里。看着已死的李雪怡，看着重伤濒死的爱丽丝，看着被围攻的安娜，姜望用尽最后的力量带走了所有前来围攻的人，而他也油尽灯枯。兴联被打碎了，遍地都是尸体、鲜血、破损的残骸。当又一波人朝着姜望杀来的时候，他选择了自爆。这两个梦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到姜望以为这就是现实。姜望此刻坐在沙发上，思索着虫族的未来。第176章，代号寂灭。在梦中，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基于姜望所了解的信息，也就是说，姜望所梦见的剧情在未来也很有可能发生。此时的姜望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方面他在思考着这个梦，另一方面他在思考着这个梦为什么会出现。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尤其是姜望最近刚刚看完了关于开元世界的信息，或许是他内心的压力太大才出现这样的梦境。但姜望谨慎的性格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梦境是非正常出现的，因为他太具备针对性。可是他也没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猜想。至于梦境的内容，姜望缓缓地站起了身，他的眼神坚定地看着前方，仿佛直视那些不确定的未来。他不会像梦中的姜望那么懦弱，也不会那么莽撞，他绝对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眼前。另一边的星联内，王武等人正在开会。最近有不少成员反映，异界人进入万族战场死亡率过高，我觉得应该向学院内反映，上调进入万族战场的位阶。徐诺依旧是冷冰冰地念着手中的提议。我觉得这个就算了，不经历血与火，怎么快速成长，怎么快速进步？难道开元世界的人死的，我们就死不得？况且，如果受不了前线的死亡率，可以申请调到后勤岗位吗？孙玄天当即反驳道：后勤还不如在前线搏一搏。萧燕直接怒而起身：那就没办法，又受不了前线的死亡率，又受不了后勤的辛劳，难道人家养你是来当少爷的？孙玄天不屑地看了萧燕一眼。乍一听，孙玄天的好像说的非常正确，但实际上，异界人因为领主空间，青铜就得去万族战场历练，而开元世界的人却配备的有灵能枪等装备。至于后勤，更不是普通的后勤，而是更高位阶的后勤。在青铜阶战斗，你不一定会死，但做一个高位阶的后勤，那随便一个余波你可能就嘎了。徐诺看着孙玄天那不屑一顾的表情，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站起来离席。哎，徐诺，萧燕直接追了出去。你怎么说走就走啊？我劝你尽早退出联合会，放弃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说完，徐诺扭头就走。难道那些人就该死吗？他们该不该死我不知道，但最近已经有不少的异界人失踪，而其他地方的联合会也有反映这种情况的，说明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你别忘了姜望是怎么被发配修罗战区的。此时的徐诺已经意识到了一丝的不对劲，看着徐诺的背影，萧燕默然无语。因为姜望的离开，整个联合会基本上都分成了两大派系。萧燕是想要让大多数人过得好，而孙玄天则想要小部分强者的人过得好，所以两派一直处于斗争状态。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萧燕等人想要开展什么样的策略，都会被孙玄天等人阻止。联合会的众人眼看萧燕这帮人无法帮他们争取利益，纷纷自谋出路。整个联合会距离分崩离析只在片刻。而学院的高层，周乾等人也注意到了异界人的死亡率陡然上升。还是动手了呀？王天风有些无力地说道。因为最近万族的动向，导致星联根本没办法腾出手去管这些旧势力的小动作。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温氏无法开出抵挡风暴的花朵，只有经历血与火的历练才行。重点关注那些核心种子吧，至于其他，周乾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在座的都心领神会了。当众人离席的时候，周乾忽然对着王天风说道：“老王，等等，咋了？姜望最近的情况，我咋知道他最近过得咋样？我又不是他爹。”王天风翻了个白眼：“你到时通过李雪姨问问啊，姜望好歹也是一个核心种子，问，有啥问的？你关注了又能咋？还能给他施肥？”说完，王天风就走出了办公室。看着王天风的背影，周乾缓缓叹了口气。作为新联的掌舵者之一，他又何尝不想让这些新加入的异界人多活下来些？可惜，站在学院的最高楼，周乾看着脚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又抬头看了看万族战场的方向。唉，若是再出一个大师，世人都有世人的烦恼。有人曾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面对庞大的开元帝国，哪怕是学院内的高层，都有许多人选择了妥协。但周乾他们不信这个命，死在暗处的尸体也不信这个命，正在疯狂训练研究的姜望也不信这个命。时间在姜望疯狂训练之中迅速溜走，安娜也在3天前破茧。虽然她不是很开心，但姜望最终用各种新颖的菜品让安娜喜滋滋的去研究了，而爱丽丝也逐渐开始吸收进化点。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当37再次找到她的时候，姜望知道新的任务又来了。这次是什么任务？这次这个任务很适合你，不会是万族战场的吧？37号有些诧异。你知道，能适合我的除了战场还有那儿，况且黑蛇频道内的内容我也不是不看。姜望面无表情地说道。行，你知道就好，但我还是要给你说明，这次的任务不仅有万族，还有于禁的身影，甚至影卫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情，所以不要暴露。不是，这些人遇见了直接杀了就好。影卫也杀？听着37号充满杀意的话，姜望缓缓地点了下头，准备回去好好研究一下黑蛇和影卫之间的渊源。对了，做得干净点，任务信息一会儿会发在你的个人终端上，你还有1天的准备时间。说完37就走了，而没一会儿，姜望就收到了辅助人员发送来的任务详情。 S 级任务，代号寂灭，第177章执行任务。看着开头的 S 级任务，姜望微微一皱眉。上一次 A 至 S 级的任务就有黑龙这样的黄金9阶，那这次直接 S 级是不是代表着可能会有铂金级的强者？继续往下看，任务内容：调查于禁与万族之间的关系，可能面临的强者黄金1阶，铂金未知。于禁派出的人员据推断可能为复制体2号，实力在黄金5阶，铂金未知。万族接头成员未知。任务地点 S845号边境线，其环境纷杂，有大量碎石陨石带和几处恒星级战场。看完任务的介绍，姜望有些愣神，这算什么？改了，但没完全改。但其实这次姜望确实错怪了情报部门。由于事发突然，且任务地点在边境地带，黑蛇也确实鞭长莫及。随后姜望又收到了辅助人员发来几份任务资料，大多数都是关于于禁2号复制体的战绩和各种能力，以及任务地点的环境和周围的势力。姜望仔细浏览之后，大致了解这次任务的方向和内容。此次辅助人员给的现场资料极其详细，不仅给出了于禁和万族的可能接头的地点，还给出了在附近驻守的新联部队以及影卫的信息。任务跟上次一样，依旧是自由发挥，主要目的是弄死这2伙人，然后调查清楚他们接头的内容和目的。看完资料，姜望就开始详细布置接下来的计划，以及根据任务地点开始调整虫族的兵种搭配。翌日，姜望被送上了前往任务地点的飞船，熟悉的声音在那米尔麦之中响起：“姜望先生，请问听得到吗？”“听得到。”“好的，接下来我将为您梳理一下此次任务的细节。”虽然姜望已经在资料中了解过一遍了，但是他还是想听听辅助人员会不会有一些他没想到的点。飞船在37号的目光中划破长空，逐渐消失不见，但他并没有直接转身，而是开口说道：“你不是在执行任务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嗨，劳碌命啊，这不是得优先完成老大特地吩咐的任务吗？”有些虚弱的声音从37号背后传来。“哦，老大特地吩咐让你对付一个娃娃。”37号回头看着面前瘦小的白发少年，别看他是个少年，事实上已经50岁了，但对于铂金级的强者来说，这个年纪确实是算年轻的了。“喂，你语气不太对啊，我就是个干活的，况且我就是引导审查了一下梦境，又不是搞什么破坏。”梦魇看着37号的表情，撇嘴说道。听见梦魇再次将林青崖搬了出来，37号也默然无语。“我知道你不认同老大的做法，但这不是没办法吗？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下的，况且这小家伙精神力这么强，
现在不引导观察，以后说不准就察觉到我的精神力了，到时候多尴尬，你说是吧？行了，不跟你扯了，我得去休息了。你好好盯着老大的宝贝疙瘩吧。看着梦魇离去的背影，37号眼神微微变动，但最终没有说什么。虽然加入黑蛇都会被梦魇进行审查，但是这次他却在梦魇身上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息。至于另一边的林青崖，看着姜望已经出发的消息，微微一笑。不知道姜望看到那些资料的时候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可是他精心准备的礼物，费了老大功夫才搞来的资料。37号的感觉确实没错，梦魇不只审查了姜望是否是间谍，还做了其他的手脚。林青崖借着审查的事情秘密给了梦魇一项任务，在姜望看完资料之后，引导姜望的梦境。对于姜望这种精神力强大的人来说，贸然的捏造梦境有可能被姜望发现蛛丝马迹，但引导却一切自然而然。他虽然不知道姜望会梦到了什么，但是以那样的资料引导出来的梦境，能是什么好梦？况且有梦魇把关，姜望的梦中的结局必然十分悲惨。他也不怕这样会彻底废了这颗棋子，毕竟这样的打击就让这颗棋子轻易的废掉，那这个棋子也不会成为重要的棋子。而此次的任务也是他亲自安排的。按理说黄金一阶不应该执行会涉及铂金级的任务，但他知道姜望需要一场杀戮，需要资源，需要变强，没有什么比边境更适合他的了。另一边的姜望缓缓走下飞船，由于边境地带贸然进入飞船极有可能被侦查，所有只能提前把姜望放下，剩下的路徒步前进。姜望穿着黑蛇特制的作战服，快速疾驰在漫天的风沙之中。周围不时路过的枯骨和干枯腐烂的木桩也向姜望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听说这边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物产丰富，各种矿物应有尽有，甚至对修行者有极大帮助的灵能晶体都直接裸露在地表之上。当开元世界发现这处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将这片星域视为第3个星星。可后来万族也发现了这片星域，双方为了资源发生了剧烈的战争，遍地都是炮火和能量波动，有时候仅仅一场战役死伤就能达到百亿千亿。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星球在争夺之中被摧毁，双方是准备谈判停战，共享资源这片星域的资源。但开元世界已先发现，唯有想要占据更多的资源，万族不满协议，再次掀起了战争。无数资源在这样的战争烈度之下毁坏，最终双方在付出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新资源的收获却寥寥无几。无数开元的专家痛心疾首，因为这片新星域极有可能发现新的矿物，从而提升全体普通士兵的实力。在他们的推算下，只要拿下这片星域，开元世界至少提升1成的实力。所以双方看似平手，实则开元世界巨亏，人死了不少，毛没捞到几根。双方的战争也将这片星域几乎打碎，大量的陨石带和一个个荒芜的星球就成为了双方的新战场。数不尽的枯骨和散落在各处的稀有矿物，让这块空间成为了一块魔鬼之地。它就像摇着尾巴的响尾蛇，吸引不要命的淘金者，然后一口将其吃掉。姜望这一路走走停停，他不断地丢下幼虫和小部分的虫族以及沙虫，让其自由发育。根据战术库内的各项战术，足够这些虫族应对一般的场面。虽然这样有暴露的风险，但虫族现在需要开枝散叶，需要杀戮进化。第178章铁岩星。姜望一路上就跟蒲公英种子一样，一路上不停地释放虫族。对于姜望来说，10个里面哪怕有一个虫巢能够存活到最后，都是赚的。监控室内，37号看着姜望一路上的行为，没有说话。因为这些较为安全的星球，有利用价值的矿物和资源早都被搬空了，姜望的行为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他却低估了虫族的生存能力和姜望对虫族培育能力。当姜望逐渐进入任务区域的时候，37号的神情也逐渐认真了起来。因为这边不仅仅有星联的精锐部队驻守，还有万族各种兵种隐藏在周围，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淘金手都有可能在这块区域被发现。姜望的精神力缓缓展开，不断探查着周围的情况，而他的周围也出现了众多纳米级的蚊虫，这是姜望为了这场任务专门开发出来的。虽然攻击力不强，但是凭借着强大的复眼和加入蝙蝠的声波探测，几乎没有什么生物能在他们的扫荡之下而不被发现。随后又将一种伪装虫族覆盖周围，这是一种可以在精神力扫荡下都无法探测出来的生物，并且姜望为了加强它的伪装性，还加入了幻变颜色的模拟环境的基因。良久之后，当所有的探测蚊虫已经大面积散开过后，他开始朝着任务地点进发。姜望用精神力覆盖全身，不仅可以屏蔽自身的气味，还能避免一些科技探查，整一套流程重点突出，一个稳健。但在监控室的眼中，姜望就好像看着站在这颗星球愣神了一会儿后进入了宇宙。只见姜望不断的在宇宙之中七拐八拐，时而躲在某颗陨石之后，时而突然加速。在空无一人的宇宙，姜望的行为有些可笑滑稽，可偏偏这样的明目张胆的行动却没有触发任何反应，无论是万族还是星联
都好像看不见姜望一样，或者总是在他们恰巧没有注意的时刻，姜望一闪而过。他就这样在别人眼中非常离谱地进入了陨石带。此时姜望隐藏在陨石带内，不断地变换位置，并在陨石内部藏进一个个探查蚊虫的巢穴，随后又将大量的幼虫藏匿在周围的陨石带之后，朝着远方飞去。虽然这里已经算是任务地点了，但他的目标并不在这里。在将周围布置完毕之后，就朝着远方硕大的星球缓慢地飞去。这个星球也是这片区域的一个主战场之一，虽然它的表面看起来坑坑洼洼、残破不堪，但凭借着强大的密度和引力，它依旧经历了无数场战争，屹立不倒。凭借着坚硬的特点，周围的经常驻守的人称呼它为铁岩星或者铁疙瘩。环境巨差，还没办法挖矿，除了坚硬，在周围驻军的眼里几乎没有任何优点。而姜望看中的就是它坚不可摧的外壳，因为只有无比坚硬的外壳才有可能隐藏更多的珍稀矿藏，也更容易地下建立隐藏虫巢。眼见距离越来越近，姜望用精神力缓缓操控一颗硕大陨石，找好角度之后，直接撞上了周围的陨石，朝着这铁岩星飞去。一个不大不小的陨石群朝着铁岩星飞去，在宇宙这块宏伟的背景里，这一颗颗陨石仿佛萤火虫朝着皓月撞去，渺小至极。而姜望就隐藏在一颗不大不小的陨石之中。对于驻守铁岩星的万族或者人类来说，这种陨石撞击事件时有发生，只要不威胁到驻军基地，甚至连击碎都懒得击碎。陨石逐渐被铁岩星的引力捕捉到，速度逐渐突破了极致，甚至周围都出现了明亮的焰火。不少的昆虫在这样的速度和灼烧之下纷纷掉队或者死亡。姜望强忍着火焰，灼烧着精神力的剧痛，等待着飞离陨石的时机。星连驻地看到陨石的驻军仅仅是看了一眼后，就该干啥干啥了。像这样的陨石雨基本上没几天就会来一次，他们已经不会觉得稀奇了。至于淘金者借助陨石雨进入铁岩星，有，但这种人他们一般称呼为大虎逼，因为以前淘金者不是没有进入过铁岩星，不止挖不动岩石，甚至还被万族发现，一行人死的只剩3、4个，逃到了星连驻军附近，主动自首。陨石带刺目的火焰迅速划过天空，3万米、2万米、1万米、5000米。就在距离仅剩下3000米的时候，姜望从陨石之上脱离，并迅速释放众多的微小虫族包裹自己。下一秒，轰！强大的冲击波给姜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推背感，无数的微小虫族在这样的强大能力之下当场死亡。但好在姜望准备的足够充分，不断在空中调整着飞行姿态，并抓住机会躲进了周围半人高的岩石背后。唰！无数个被冲击波掀起的飞沙走石从姜望的头顶飞过，而这块岩石也竟然在这样的冲击之下掉落了几个碎块而已。当一切平息之后，姜望迅速朝着陨石坠落的地方飞去。监控室内，一些负责姜望任务细节观察的辅助人员被他这一波操作惊到了。无论是开始的进入任务区域的陨石带并留下大量幼虫，还是操控陨石进入铁岩星之后的处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顺滑的一笔，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但这样的行动也引起辅助人员的疑问，即使进入了又怎么样？万一于禁不来这块星球呢？他的疑问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共鸣，但37号却明白了姜望的目的。姜望应该不止看中了这颗星球地下的矿藏，还看中了这颗星球的万族。但这个颗星球，开源世界不是没有尝试开采过，并且真的挖开了岩层，但是所付出的代价远不是从中获取到的矿藏能够弥补的。资本从来不会在无意义的地方投资，即使这颗星球有巨大的研究价值。37号也有点看不懂姜望的操作，在他眼里，虫族开掘铁岩星不亚于天方夜谭。姜望其实从始至终就没有想过于禁会在哪里，他想的就是只要捕捉的万族足够的多，那么总有一个万族的脑海之中会有于禁的线索。但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姜望的面前，这个星球的坚硬是周围驻军公认的，姜望如何在这里安身立命？已经赶到陨石坑位置的姜望看着被砸出来的不大不小的陨石坑，不由得感慨这个星球确实硬，但巨大的能量还是融化了周围的岩层。姜望直接趁机弄下了几块半融化的岩石，投入虫巢之中进行研究，随后释放出大量的工蜂进行开采。姜望就是要借助陨石的能量，尽快的进入这颗星球的内部。看着半天才挖出1米的深坑，姜望微微皱眉。第179章发育虫族。虫巢内，由于岩石本身就处于半融化的状态，安娜很快就将岩石的成分解析。她看着这比钻石都坚硬的物质快速的匹配基因库内的基因，一个个基因在与这样的物质融合的时候都起不了任何作用。1000万个基因，1个亿个基因，10个亿个基因。就在整个基因库都快要见底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基因对矿石的材料起了明显的反应。当这个基因在接触到岩石物质上的时候，
迅速的消融并中和了岩石的成分，让岩石的坚硬程度到了工蜂可以接受的程度。并且安娜这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不是吃干饭的，她不仅将对岩石产生剧烈反应的基因融入工蜂，甚至还给工蜂融入了能够提升效率的基因，为姜望的地下王国提速。这就是虫族，从来不会抱怨大环境，在他们的眼中，眼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因为虫海不够多，或者收集的基因不够强大。当第一批改良过的工蜂走出虫巢，投入进现实的时候，开采速度陡然加快。很快，一条地下通道就出现在姜望的面前，而姜望在给洞口处做了隐蔽处理之后，就进入了通道之内。随着工作面的逐渐增大，越来越多的通道出现在姜望的眼前。3个小时之后，当深度达到1000米的时候，姜望才命令大量的工蜂开始为虫巢开采空间。随着大量工蜂的努力，很快一个硕大的空间就出现在姜望的眼前。由于岩石的坚硬程度，姜望甚至不需要做支撑处理。随着一只只幼虫的出现，很快一个巨大的虫巢就出现在姜望的眼前。而姜望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进入虫巢之内进行其他兵种的改装工作。随着安娜的努力，大量的携带着能够软化岩石的纳米级的虫族迅速朝着四面八方飞去。这种虫族不仅能够快速的大面积的进行软化，还能够更加细腻的软化岩石。这是姜望最近才摸索出来的虫族新的发展方向。虫族不一定都是又大又凶猛，虫族也可以是小而致命的，并且越小的虫族的它的存在就更加的致命，也更加的有效。但并不代表姜望就要淘汰跳虫等一系列兵种，相反，他还要加强这些兵种，用纳米兵种来武装正常兵种，让两个兵种宛如鳌钳一般相互合作，发挥虫族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姜望的改装，一只地铁逐渐走出培育池，它身上的大量毛孔都被姜望替换成了能够生产软化基因的叶线，用于软化周围的岩壁，方便工蜂开采物资。在姜望的统筹之下，一切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监控室内，37号已经对所有的辅助人员进行了一次全体性的威胁，并非是他不信任这些人，而是姜望的能力再次震惊了这些人。这种极高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一旦被曝光，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姜望目前的实力显然无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此时铁岩星的周围，由于自转的原因，大量的侦察蚊虫已经将陨石带周围的一切全部包围，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不会躲过姜望的探查。而周围还隐藏着大量的幼虫，随时等待着姜望的命令而变化成任何虫族建筑或者兵种。铁岩星内驻守的万族阵营，身为首领的宇宙种战蝎此时听着手下的汇报。于禁不想进入铁岩星。是。砰！黑蝎巨大的镰刀鳌钳在空中挥舞了一番，但当他想到于禁这次的合作内容之后，他还是选择了冷静，告诉他们地点时间由他们定，定下来之后再决定什么时候突袭人类。他倒是不在意到底去哪里，只要还在这片星域那就没问题。况且对他们宇宙种来说，宇宙的环境更适合作战。而就在他们的脚下，姜望正在疯狂地开采着这个星球的一切。整个铁岩星就像是一个外表包着一层泥土的宝石，各种各样的稀有矿物资源接连不断地抬进虫巢内。此刻姜望的重心甚至都不在任务身上了，只要能够将整个铁岩星开采完毕，那么虫巢的能量储存将会达到峰值。而姜望此时正在虫巢捏疯狂地研究着各种涵盖着特殊能量的矿石，并通过对这些矿石的解析，了解它们内部的分子排列。毕竟矿石不是生物，它并不直接蕴含基因序列，但是它的分子级别的排列和各种各样的功能却可以通过基因模仿而获得。就比如铁岩星上那坚硬无比的岩石，通过解析，姜望顺利将分子模型录入到基因库内，而岩石内起到至关重要的某种物质，在各种基因的实验下，马上也能推演出来一个初步的基因序列。这就是虫族能持续变强的原因。姜望把所有能利用的一切利用到了极致。此时虫巢的周围，一条条宽阔的甬道不断有工蜂搬运回来矿石资源。在姜望的改良之下，一批又一批适合在铁岩星作战的虫族逐渐走出虫巢，并准备带着纳米级兵种外出捕捉万族。他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颗星球。此时的虫族走出通道来到地面，而姜望也跟着来到了地面。毕竟虫族这个标志太过明显，他需要跟着以防出现其他情况。此刻所有的跳虫都缩小了些体型，增加了抓地力，因为以往的骨架太大，对于铁岩星这种动不动就是飓风的环境不利于行军。同时姜望还加入了铁岩石初步基因序列，不仅大大加强了虫族的防御力，还改变了虫族的外在颜色。现在的虫族从远处看只会觉得是一个个铁岩星岩石。随着跳虫的数量达到了1万，姜望直接带着这个小分队出发。各种各样的内米虫族分布在周围，为姜望和虫族提供各种便利。很快姜望就遇到了一支1000人规模的万族侦察小队。
在经过纳米虫族仔细确定过周围没有其他的万族之后，一直隐藏在周围的虫族开始亮出了他们的獠牙。随着纳米虫族对着万族无声无息的入侵，当虫族快冲至眼前时，想要抵抗的万族蓦然发现，无论是他们机体还是灵能的运转出现了严重的堵塞，毫无悬念的一边倒的虐杀开始了。这支平均白银7阶的万族小队就这样没有反抗余地的就死在了跳虫的围攻下。在纳米虫族的清理之下，周围甚至连血液都没有。姜望很满意这样的战斗效率和结果，并在猎杀了2支万族侦察队伍后就返回虫巢，至于沿途的痕迹全部交由纳米虫族即可。第180章调教安娜。虫巢内，姜望正在翻阅万族的记忆。主宰，这些记忆有什么看的啊？安娜看着千篇一律的万族脑海片段，有些疑惑地朝着姜望问道。确实，这个级别的万族基本上除了听令行事，什么都不知道。毕竟，如果连这个级别的万族都能知道些什么的话，那么黑蛇辅助人员就可以摆平这件事情。姜望看着安娜迷茫的大眼睛，微微一笑。安娜，你要记住，有时候获取情报并不需要什么确切的信息或者内容，而是通过蛛丝马迹分析出来具体的方向和内容即可。比如这个，你看这2个记忆片段有什么不同点？安娜看着姜望所指的2个记忆片段，很快就发现了不同之处。这个万族的记忆大部分都是铁岩星的环境，应该是长期驻扎在这里的，而另一个所处的环境是从宇宙进入铁岩星。安娜有些欣喜地朝着姜望说道。不错，说说你的分析。姜望微微颔首，对着安娜继续问道。他需要培养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安娜，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或许有一天他就会因为一些事情离开安娜，届时虫族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危机之中。爱丽丝虽强，但并不能指挥这么大量的虫族，所以就需要安娜顶上，到时候即使姜望不在了，安娜依旧能够带着虫族继续走下去。看着姜望期盼的眼神，安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她的眼睛泛起淡淡的紫光，眨眼之间便将2个记忆推演了个遍。但以前战无不胜的推演却在此时没有了用处。她虽然能够根据记忆推演出众多的结果，但却依旧没有发现姜望想要的关键点。时间1分1秒的度过，安娜渐渐有些急了。忽然姜望将手放在安娜的头上，看着安娜温柔地说道：不要慌，你是虫族的女王，任何时候都不要慌，别怕，慢慢来，你可以的。看着姜望肯定的眼神，安娜逐渐有些恢复了冷静。良久之后，这2段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驻守的地点不同，一个原本驻守宇宙，另一个则驻守铁岩星。根据主宰的任务信息，那就说明这些万族临时进入铁岩星，很有可能是于禁等人想要在这里完成交易。安娜冷静地说道。还有吗？姜望继续问道。而安娜也将她所观察到的信息和她认为的可能一股脑的全部说出来。非常棒，分析得很到位。安娜，你要记住，当双方的实力相当的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当你实力远远不如你的敌人，到时候能避免交锋就避免，若是无法避免，只有提前准备才有可能抹除这巨大的差距。看着安娜似懂非懂的表情，姜望没有多说什么。这2个记忆之中蕴含的关键点也就这些，在姜望给大多数的记忆之中的关键点做好总结之后，就给正在嘚瑟的安娜布置了个作业。这些记忆之中的关键点我都已经标注好，你回头自己再标注一遍，正确率达到 95%， 可以让你休息1天，要是没有，哼哼。此时姜望在安娜的眼中已经不能算是那个和蔼可亲、可靠有趣的主宰了，而是一个头上冒出2个犄角的恶魔，至少现在他是这样认为的。姜望交代完之后，就开始闭目养神。与此同时，被姜望留在铁岩星陨时代的幼虫开始变换成一个个侦察虫族，朝着更远的深空飞去。而在万族内部，2名大首领都收到了3支侦察部队没有返回的消息。烈焰柴喷涌着火焰，怒骂着：该死的人类，召集儿郎，准备突袭人类的驻地。就当烈焰柴大步流星的朝着驻地外准备集结万族的时候，忽然他的背后传出了一阵声音：进攻可以，但注意分寸，不要耽误计划。战蝎并没有阻止烈焰柴的行动，毕竟若是万族被人类无声无息地消灭了3支侦察部队还不还击，那就跟此地无银300两无异。只有狠狠的反击，才能让人类觉得万族还是那个万族。烈焰柴没有理会战线，而是直接率领大量的万族朝着人类驻地杀去。由于铁岩星的地理位置是双方进攻的桥头堡，所以各自的驻军都接近了20亿。在烈焰柴眼中的小规模突袭，实际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借着风沙的掩护，烈焰柴朝着星联驻地快速奔袭。当人类的科技和哨塔发现万族的时候，已经距离驻地不远，各种各样武器对准万族，没有什么交谈，上来就是干。在烈焰柴的带领下，万族连拔了几个哨塔之后撤退。驻军总部的最高指挥官迈尔森看着丢下一地尸体的万族，微皱眉头。
最近有那支部队突袭了万族吗？在他身边的副官看着手中的资料，迅速说道：“没有。”奇了怪了，万族抽什么风？虫巢内姜望通过内米虫族看着万族的行动，虽然占了突袭的便利，但是依旧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将几个哨塔基地内的人屠杀殆尽。那个豺狼应该就是大首领之一了。姜望抹撒下巴说道。此时的虫族还在不断的掏空铁岩星的内部，准备将这一片乃至整个铁岩星打造成虫族的钢铁堡垒。时间飞逝，就在虫族借助铁岩星这块温床快速发育的时候，周围的星域也是暗流涌动，各种各样的势力汇聚于此，淘金者、隐卫乃至星联都秘密加派了驻军。另一边的监控室内，37号听着周围人的汇报，眉头紧皱，继续查，看看是谁泄露了消息。原本是于禁和万族的秘密行动，但不知道是那个势力走漏了风声，导致越来越多的势力开始关注这块星域。这对正在执行任务的姜望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若真的是某一方势力不小心走漏消息，并让于禁等人知道，并取消交易，那姜望的任务结束，直接回来还没什么。但是嗅觉一向灵敏的黑蛇却察觉到了一丝的不对劲。如果于禁等人没有取消交易，那么这次任务必然鱼龙混杂，一旦各方都可能派出铂金强者坐镇，姜望的处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甚至搞不好还会让原本就关系紧张的边境爆发战争。想到这里，37号也有些坐不住，准备飞船，我要去 S845。第181章20亿，洒水了。而37号也第一时间告诉了姜望的这则消息，并告诫他可以选择放弃任务，毕竟这个任务所涉及的强者和会牵扯进来的势力，并不是他这个层次能够应对的。但姜望看着已经初步完成布置的铁岩星，犹豫了一下，问道：“铁岩星能够硬抗铂金强者的攻击的吗？”硬抗是没问题，铁岩星的物质有能够吸取能量的，即使钻石强者要摧毁整颗星球，都要费上一番功夫。听着37号的肯定的回答，姜望的心稍稍放下，随即拒绝了37号的好意。一方面他是舍不得铁岩星内部的矿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前段时间的梦境，虫族确实需要杀戮进化，而能够给他提供这项便利的只有边境地区。只要自己能够将铁岩星内部打通，并吃掉这边的万族，即使真的发生了战争，姜望也并不畏惧，甚至那将是虫族再次崛起的机会。37号听着姜望的回答，选择了沉默。他其实想要把姜望强行带回去，因为就凭姜望的发展潜力，只要按部就班的成长，那么他必然会成为黑蛇的中流砥柱。但仅仅只是黑蛇的中流砥柱，不是林青崖的目标，也可能不是姜望的目标，所以他能做的只是尽力的保护姜望。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度过，虫族已经开采了铁岩星内部的1/20。此时虫巢的位置再度搬迁到地下3万米的位置，并且周围的通道四通八达，且通道内密布纳米虫族，这就是姜望的依仗。单凭他在铁岩星内部的布置，即使铂金强者深入洞穴，也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而另一边，万族的脚底下，虫族的通道四通八达，不断有纳米虫族通过地下细小的空洞进入万族的驻地。这样的渗透已经持续了3天。若是从虫巢内部的来看，此时整个万族驻地都被一大团的纳米虫族和蛊虫所包围，微不可察的纳米虫族在悄无声息之间就进入了大量万族的体内，并潜伏下来。他们就像是隐形的绳套，已经悄悄地套在了万族的脖颈之上。眼看时机已至，姜望轻轻地挥手，无数的虫族涌出地面。面对突如其来的虫族，所有的万族都陷入了短暂的愣神。但当他们反应过来，准备反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宛如生锈的机器一般，不仅行动迟缓，灵能的调动还异常生涩。虫族无可阻挡的直接将万族的驻地撕破。此时的万族就像上吊的人一样，疯狂地挣扎着，想要抓住脖颈上的那根无形的绳子。可越是挣扎，这根绳子就越紧，而大量从地底涌出的虫族就是那根将万族高高吊起的绳索。战场之中，蛊虫不断地吸收灵力，并迅速地繁衍。虫巢内，姜望躺在沙发之上，微微合眼，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大腿。就在这样的弹指间，将近20亿的万族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就在虫族的埋伏之下全军覆没，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军覆没。这次的姜望没有借助赐福，没有凭借军毯和亲自出战，他就是这样隐藏、埋伏，然后收割。甚至在内米虫族的打扫之下，整块万族驻地连一滴的血液都没有。而作为大首领的战蝎和烈焰柴则被虫族带了回来，被纳米虫族遍布身体各处，他们连基本的控制身体都做不到。姜望将手搭在两兽的脑袋上，大量的资料宛如电影一边快速在姜望的眼前划过。很快，姜望就找到了他想要的讯息。由于最近消息的泄露，我们准备更改交易地点至烈岩星。烈岩星这个颗星球与铁岩星不同，它是由大量的陨石和其他星球破碎的物质组成，
在强大引力的作用下，不断的吸收周围陨石，才留存至今。而它也是这片星域主战场之一，也是靠近万族的主战场。姜望低头看着战蝎，在想要不要留下他，因为在纳米虫族的控制下，即使没有精神种子，他也不可能做出危害姜望的事情。留下他反而可以作为和于禁沟通的渠道。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姜望还是选择留下他。毕竟现在的虫族虽然可以模仿普通万族，但对于这种大首领级别的基因还是太过稀少，万一被万族认了出来，那么整个计划就算是满盘皆输了。姜望仅仅是看了两兽一眼，就转身回到了虫巢，而周围的虫族也放开了两兽。正当两兽以为自己能够活下来的时候，忽然他们的脑中一阵剧痛，一只纳米虫族附着在他们的神经之上。在他们内心无比震撼的情况下，纳米虫族竟然开始控制他们的身体行动。不止如此，在各个虫族的配合之下，他们甚至能够释放灵能攻击。随着控制越来越熟练，两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他们的躯体就像是提线木偶一般被虫族肆意的玩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惊骇和绝望。而此时的万族驻地，大量模仿万族的虫族进入驻地，加上周围被纳米虫族控制的万族，整个驻地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受到了损坏，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此时的监控室内，观看着姜望战斗辅助人员止不住的发抖。不可能啊！这些万族是中了邪了吗？而另一边已经在路上的37当即下达了一道命令。随着所有的辅助人员被带走，37号的面色沉重。辅助人员的问题好处理，只要找梦魔消除一下记忆即可。但20亿边境级的万族宛如齑粉一样灰飞烟灭，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暂且不说姜望虫族的恐怖，咱就说如果万族发现了他们20亿的万族就这样半天时间之内就换成了另外一个物种，会不会直接掀起战争，强行灭掉姜望？在37号眼里是会的，并且绝对是没有任何回转余地。哪怕万族出动钻石级乃至大师级37号都不会意外。不止万族，乃至周围的隐卫都会帮助万族清除姜望。所有人都不会希望再出一个叶辰。事情已经到了他无法阻止的地步，他当即就联系林青崖。另一边的林青崖看着37发来讯息和各种姜望的所做的事情资料，也是被吓了一跳。他有想过姜望会大杀四方，或者被众多强者追杀，但却没有想过虫族不费吹灰之力弄死了20亿的万族。这在他看来就像是你让家里未成年参加拳击比赛，结果他不止赢了，还一巴掌干翻了泰森。第182章，林青崖狗东西。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是怎么给姜望收稳。林青崖沉思了良久，缓缓看向了远方的李雪怡。如果能让李雪怡也参与这场争斗，那么新莲必然不会坐以待毙，到时候驻军一波冲锋，虽然20亿万族死得蹊跷，但却会大大降低姜望的存在感。但现在问题是怎么把李雪怡骗到呢？很快他的嘴角微微勾起，想到了一个现成办法。人嘛，不要为别人考虑的太多，做人最重要的是真诚。他直接把姜望的所作所为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发给了李雪怡。他不相信李雪怡会无动于衷。而另一边的姜望其实也想过自己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所以他准备了大量伪装的万族。若到时候能够掀起万族和人类战争，那最好，他能将这件事情平稳地处理掉。若是不能，那么他只能让伪装万族朝着人类发起进攻。虽然有可能让很多无辜的人死亡，但他为了虫族的发展只能如此。姜望目光坚定地看着远方，他势必要带着虫族趟过荆棘，哪怕遍体鳞伤，身负骂名，他也要虫族活下去，然后不断地变强。此时姜望几乎已经拿下了铁岩星的半壁江山，而且他至少还有半个月到1个月的发育时间。因为通过万族脑海中的记忆，此次于禁拿出的是关于基因的秘密。虽然基因片段的问题是个技术活，但是万族好歹是跟人类分庭抗争了无数年了，各种各样的黑科技足够他们发掘他们自身的问题。而于禁作为生物帝国的残存，他们关于基因片段的研究，万族当然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此次的万族的高层是非常重视和于禁的合作，并且集结了不少中高端的战力和大量的万族在边境，准备接应于禁。但于禁仿佛在犹豫不决一般，不仅拖延了交易时间，还不断更改交易地点。为了防止被星联探测到，万族只能无奈先将大量的异兽散在各个驻守区域。不管于禁最终选择了那个地方为交易地点，他们都有足够的实力迅速接应。而这个中高端当然也包括铂金级，但姜望却从众多记忆之中发现了一丝的不对劲。于禁既然选择了跟万族合作，那么不应该尽快完成吗？为什么始终拖延？并且开元帝国正在不断的追捕于禁，于禁为什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股脑加入万族？他不相信这样的亡国之种在做出众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之后，还有着人类和万族是天敌不能合作的想法。况且万族需要于禁，
只要于禁加入，必然就是座上宾，他们甚至还有可能借助万族的手重新复国呀！这一切的不合理，让姜望逐渐发现了此次任务的不对劲。他有理由怀疑于禁很有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可由于中间讯息的缺失，他也无法推断事情的发展。但好在他从来不是自我纠结的人，背靠大树好乘凉。他直接将自己所有的推测告诉了37号，相信以黑蛇的信息网应该能查出来蛛丝马迹。至于从来不相信人性的他，为什么能够信任黑蛇？这个就不得不说一下他跟林青崖的默契了。他不相信人性，但相信利益。人性的捆绑很有可能下一秒就翻脸，但利益的捆绑却可以让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坐下握手言和。当林青崖第一次邀请他的时候，他就在想，为什么？他何德何能？而林青崖也不加掩饰，他就是看中了姜望的能力，并且通过其他渠道已经了解了姜望。当他带着李雪怡走后，还留下了那封信，就是最好的证明。你可以说那是前辈对后辈的期许，但通过黑蛇的信息网和他自己对林青崖的了解，他不相信他是那么好的人。开元帝国3把利剑之一的掌舵人是个好人，说出去谁信？无非就是利用姜望，利用黑蛇的影响力保护自己。林青崖希望培养姜望，让他快速成长，然后被他利用。所以目前为止，他是信任黑蛇的，因为双方现在还是利益共同体，他越强越有潜力，林青崖就越有可能会保他，否则早就除掉他了。这也是他在了解到黑蛇衣服、耳麦等一系列装备具有监控监听功能后，依旧大方展示虫族强大的原因。该展示自己强大的时候，就不要藏着掖着，要不然扮猪多了，就可能真的成猪了。成猪的下场只有被宰。没有万族的忧患之后，姜望放心大胆地开始了开采，并且他还在不断的研究能够从铁岩星直接发送到宇宙的装置。现在的姜望战斗不用纳米虫族，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甚至有可能的话，姜望还会把虫族变得更小。现在纳米级的虫族面对黄金和铂金可能检测不出来，那面对钻石呢？大师呢？姜望的现在的策略就是列最强的假想敌，打最稳妥的仗。他这种做法直接给整个虫族整麻了，因为在姜望的设想之中，虫族不仅得跟他一样越阶作战，还得赢，不止赢，还得损失小。但偏偏在姜望指挥下和创造下的虫族还真的做到了。这次团灭20亿万族就是明证，不止幕后的黑蛇离谱，安娜也觉得离谱。这才离开神堕空间多长时间啊？那时候有赐福，还被10几亿的万族追着打，现在翻手之间20亿万族说没就没了。这不仅归功于虫族的无畏，更多的还有姜望的纳米虫族。目前的虫族已经被姜望分出了数个进化方向：纳米虫族、宇宙虫族、普通虫族、精英虫族，并且未来还会增加各种各样的分支，以应对不同的敌人。所以对现在的虫族来说，虫海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杀手锏，而是成为了一个增幅项。随着姜望研究宇宙种的基因，越来越多的虫族从万族驻地进入了宇宙提前布局，在铁岩星庞大能源的支撑下，开始不停地做实验研究基因，为以后的战斗增添胜算。而他也将大量的进化点投入自身，一举进入黄金4阶，以保证自己在未来大战的存活率。第183章于禁和隐卫的阴谋。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至，虫族已经将铁岩星开采至1/10。由于铁岩星的内部全是未知液体组成的岩浆，虫族的开采难度陡然加大。但此时姜望也没有心思再继续在这些事情之上浪费心神，因为刚刚战蝎收到了消息，于禁组织已经决定交易地点就定在烈岩星。而姜望此时宇宙内的虫族已经完成了大半的布置，他并没有将虫族浪费到前往烈岩星的途中，而是彻底的将铁岩星包围，因为他准备亲自前往烈岩星。这一决定让安娜撅起了小嘴，看着安娜水汪汪的大眼睛，姜望轻轻揉了揉安娜的头，说道：好了，我现在已经黄金4阶了，只要不遇到铂金级，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况且以我的谨慎，到地方肯定找个隐蔽的地方一钻，不用担心。好说歹说，安娜的眼泪才缓缓收了回去。对了，爱丽丝我也留在这边了啊，她还在进化，在虫巢安全线，还有作业记得做，另外尽量把那些岩浆分解了，能融化铁岩星的物质应该不简单。听着姜望临走前的交代，安娜刚刚好点的小脸又垮了下来，这感觉就像是家长出门让你写3套卷子，5页字帖，顺便把地拖了，他回来检查一样。姜望在把大量的虫族放进领主空间之后，就走出了地面。此行其实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因为黑蛇根据他的反馈迅速调查，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各个被查出来泄露消息的源头有接近一半都有基因改动的人传出的。也就是说，这次基本上就是于禁组织贼喊捉贼，这就不由得让人深思。既然能够混到名震开元的地步，那么于禁当然不是傻子，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怎么能够从这场阴谋之中获益呢？姜望想不出，黑蛇也想不明白。
但姜望却知道一件事，正在朝着宇宙飞去的姜望深邃的眼眸没有任何波动。事出反常必有妖，要么现在所有的讯息是于禁抛出来的幌子，真正的接头地点所有人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于禁想要挑起战争，只有这样他这样的王国组织才能浑水摸鱼。所以姜望分析了所有讯息之后，总结出来一句话：于禁若是真的声东击西，那没办法，挖完铁岩心，把所有证据销毁后撤退；若是要挑起战争，那姜望必然要掺和一手。从现在开始，什么救济苍生的想法已经被姜望扔在了脑后，毕竟他就想带着个虫族，就想过点好日子，天天被这个针对那个暗杀，谁救济姜望啊？要不是没能力，姜望自己都想拱火。事实上他是真的准备这样试一试。这次他带走了大半的女王卫队和主宰之刃，还有大量的蛊虫和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目的就是看能不能把水搅浑。此时的姜望就像一个冷静的疯子，一步步地推进着自己的计划。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李雪怡正在赶来的路上。自从李雪怡收到了林青崖这个狗东西的信息之后，直接掉头朝着姜望所在的星域飞去。而林青崖为了能够拱火，竟然隐瞒了这个消息，准备等李雪怡快到的时候再告知星联，既让星联无法阻拦李雪怡，还可以给他们一点调兵的时间，给他的计划上一层保险。并且因为李雪怡的合作，他甚至让黑蛇给星联传递了好几次他分析的情报。根据黑蛇的情报网和姜望获得万族脑子里的讯息，他所分析的其实跟姜望差不多，但他却想得更远，也更具煽动性。另一边，周前的办公室，周前和王天风看着面前林青崖亲自编制的情报，林毒蛇能有这么好心？王天风有些迷茫，毕竟林毒蛇这号人物，他亲自编写的讯息好归好，但你还不知道他没有利益的事情不会做。周前直接开始浏览林青崖的讯息。砰！他怎么敢？桌子 HP 1000。周前怒发冲冠，但眼神之中还带着弄一丝的悲伤和复杂。即使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样的讯息惊得有些受不了。啥呀？让我看看。看着周前的表情，王天风当即就忍不住了。当他看完之后，也是脸色大变。这小子到底先要干嘛？火中取栗。信息的内容很简单，林青崖不只说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还说出了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于禁和万族的密谋不足为奇，但泄露出来就耐人寻味了。在我们的调查之中，我们发现有不少泄露源头来自于禁和隐卫。我相信两位也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于禁很有可能跟隐卫达成了交易，这并不是简单的基因交易，而是针对星联的阴谋。要知道，当初叶晨也是压倒生物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所有的推断是，基因交易可能另有地方，但于禁和隐卫一定会挑起你们与万族的战火。无论能不能掀起大战，万族不会亏，他们获得了基因片段的秘密，开元世界不会亏，于禁也不会亏。看完讯息的两人此时都默然无语。虽然他们与万族正在对峙，对这样的小讯息自然不如黑蛇探查的详细，但大体上林青崖此次的讯息极为中肯。正面战场上，星联和万族虽然是处于对峙阶段，可一旦这样关键的边境战场出现了什么幺蛾子，就很有可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届时就是足以牵动万族和星联的超级大战。星联日渐式微，异界领主还没有崛起，万族早想趁你病要你命，夺回这片超星系团，而开元也想借助万族的势力平灭星联。当周前两人顺着林青崖的思路想的时候，愕然发现一场足以灭绝星联的危机正在酝酿。良久之后，王天风忽然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你干什么去？我不信邪了，这帮小逼崽子这能闹翻天，我去亲自镇压。王天风神情冷冽，浑身爆发着恐怖气势。钻石9阶巅峰，距离大师仅仅是一步之遥。第184章，暗流涌动，周前发威。你去只会掀起更大的乱子，况且秘境还需要有人镇守。周前直截了当地说道。那你说怎么办？王天风蓦然回头直视着周前，而此时的周前面无表情。告诉孙明远，加派给那块区域加派驻军部队，并且遣派精英部队，遇到隐卫和于禁就地格杀。告诉黑蛇，若是能够阻止这场战争，我们秘密给他们提供人手，达成初步合作。周前缓缓抬头看着王天风，黑白参半的银丝朝着后面微微背头，略微松垮的皮肤勾勒出一道道的皱纹，这是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但他的眼神却是那么的坚毅，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王天风忽然想起，这样一直好说话的老人，曾经在万族战场也是被称为杀神的人。岁月没有磨灭他身上的锋芒，而是沉淀，隐藏起来，宝剑藏锋，等的是出鞘之日。王天风微微颔首，走出了办公室。而周前再次走到落地窗边，看着脚下来来往往的学员，目光逐渐恢复了平和。种子，希望啊！看着玻璃中已经有些苍老的脸庞，周前久久地愣在原地，
曾几何时，他也是那意气风发少年郎，也曾认为金戈铁马、马革裹尸何其快哉。当老一辈的星联逐渐老去，当那些曾经的星联擎天柱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以后星联就看你们喽，记住叶老大以前说过的话，既然觉得你们开元世界，觉得异界人吃你们、用你们、占据你们的资源，那么我们就驻守在距离万族最近的前线，星联守国门，我们不欠你们开元世界。”当他看着那些曾经和蔼的长辈冲击大师失败之后，直奔万族核心区域血战到死，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战死沙场，他才第一次真正的明白，原来星联从来不欠开元世界。他才知道，原来这才是星联驻守前线、死战不退的原因。他的肩膀曾经拂过鹰飞草长、阳风细柳，那现在他的肩膀也能抗得起青天之势、万族之威。落地玻璃之中，老人的眼神坚毅，而他的气势也节节攀升，直到顶点。大师四阶。另一边的林青崖很快就收到了星联的消息，他的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微笑，随即开始朝着黑蛇下达各种命令。这条一直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在林青崖的一条条命令之下，缓缓地在黑暗之中露出了片缕身形。此时已经抵达烈炎星周围的姜旺不知道，他传递出来的讯息竟然能够牵动众多的势力。在众多虫族的掩护之下，姜旺故技重施，再次进入烈炎星。烈炎星地下，由于整颗星球都是依靠着核心巨大的引力组成的，所以构成的物质各不相同，并且越深入地下，在引力的作用下，虫族的行动就愈发困难。看着艰难开采的虫族，姜旺微微轻皱眉头。若是以这样的程度打通地下，建立虫巢时间少说都得需要半个月，但姜旺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只只的幼虫迅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虫巢，仅仅是半天的时间，被姜旺改造过后的工蜂走出虫巢。姜旺不仅为了能让他们适应巨大的压力而压缩了体型，更为工蜂可能遇见的复杂物质加入了更高强度的基因。就在姜旺在烈炎星做准备的时候，烈炎星周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手。影卫凭借着特殊的渠道率先抵达烈炎星周围，并准备秘密潜入。而黑蛇为了能够出其不意，大量的人手并没有借助星联或者开元世界的渠道，因为这两个不管是哪一个都极有可能有隐卫的人手。为了能够让星联对第一次的合作满意，黑蛇此次是准备将所有来到这里的隐卫尽数斩杀的。另一边的虫巢内，姜旺不断通过地下的孔洞朝着万族驻地释放着虫族，每一个孔洞都极其的细小，甚至地下的虫族都在距离地面1万米的范围活动。而姜旺如此谨慎行事，一方面是烈炎星是由各种物质组成，无论是坚硬程度还是其他方面都不能给铁炎星比拟；另一方面是通过37号给他提供的讯息，基本已经确定此次各方都会有铂金级参加。姜旺想要测试一下奈米虫族对铂金级强者是否也有效果。一只只奈米悄咪咪的在万族的阵地之中弥漫，姜旺不用费尽心思的去找于禁到底去哪里，只要万族动了，那么只要还在这个星球，虫族就一定能赶到附近。至于宇宙，姜旺看着脑海之中反馈的各种而已的宇宙画面，总之就是一句话，现在的烈炎星哪怕一只蚊子进来了，姜旺都能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大量的隐卫被调集到这片星域的周围，一艘隐蔽的小型舰艇之内，面具人就在其中。虽然他不是此次行动的主要指挥官，但却不耽误他了解此次任务的细节。大人，于禁马上就要进入烈炎星的范围，咱们是不是？不需要，交给苏大人就行，我们只需要全力配合即可。面具人平淡地说道，他的声音没有任何的波澜，但通讯另一头的手下却是噤若寒战，因为面具人本来就是负责星联这一块的。虽然他完美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成功的通过各种手段消灭异界人、削弱星联，更是亲手策划多起针对星联的阴谋，但此次事件上头却完全绕过了他，并迫不及待的想要通过于禁对星联下手，还直接从隐卫内部调过来一批铂金强者，依仗着隐卫内部的规定，强行接手了他在隐卫的指挥权，并将他排挤到了边缘地带。这对他来说算不上坏消息，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还是不幸中的万幸。早在这些人来之前，他所在党派的领导就询问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的领导，此次任务必将失败，甚至这些高手都可能会折损在这里。第185章，那就全都留下来吧。而他的党派领导也是非常信任他的判断，面对保守党的咄咄逼人，他们假装挣扎之后就选择了退让。面具人斜倚在躺椅上，看着窗外的幽静的宇宙，良久之后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叹息。隐卫虽然号称帝国的利剑，但是那是成立之初，那时候的隐卫是真的实力至上，能力至上，但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之下，在稳固的政策和集体内部都有可能滋生寄生虫，隐卫也不会例外。现在隐卫内部最大的党派就是保守党和新锐党，新锐党大部分都是没背景，
但却有实力有谋略。而保守党大部分就是元老的后代，这些人并不能说弱，甚至他们比新锐党的大部分的人都要强。但这些人养尊处优，眼里全是空中楼阁，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的深入过基层，有过生死之间的经历。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才有了他们新锐党的诞生。自诞生以来，凭借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狠劲，他们屡立奇功，保守党也渐渐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但大家都是皇家的手下的人，自相残杀有些不太现实，只能各凭本事。皇家也乐得看见这种情况，但这次却不一样，搞垮新联这个功劳太大了，保守党没有办法坐视不理。依仗着不俗的实力和资历，他们想要强行进来分一杯羹。新锐派的内部为了让不让步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大家在听过他的分析之后选择了让步。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场阴谋一定会失败，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以往他都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并且在新联的忍耐范围之内行事，才屡屡获得收获，虽然功劳不大，但胜在数量多，并且他趁机安插各种人手，统筹其他势力，一点一点的蚕食新联。而保守派的方式有些激进，想要一次颠覆新联，在他眼里概率太小。新联毕竟屹立多年，若是如此的简单，那他们早就把新联搞垮了。并且保守派的做法极有可能触碰到新联底线，虽然这样有可能引起新联的暴怒，从而达到他们目的，但更大的概率是新联直接撕破脸皮，遣派精英部队将事态控制在局部。二是因为虽然有人想让新联倒，但有人不一定想让新联倒，新势力也不是吃干饭的。况且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黑蛇必然会帮助新联，因为大家都是独立于皇族之外的势力。你新联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那黑蛇就是手握特种部队的门派。新联不倒，黑蛇还有个挡箭牌，若是新联倒了。三是因为在他看来，于禁和保守派的合谋很有可能被于禁完了，保守派拿什么保证于禁就真的会配合他们？隐卫和其他势力好不容易才将于禁压制下去，保守派的这个操作无异于给濒死之人续了会儿命。于禁能不把握这次机会死中求活？他会真的听从保守派不跟万族合作？他反正是不信的。单单这三点的变数就足以让他否定了这次行动，更何况让一些纸上谈兵的人前来指挥如此重要的阴谋，失败几乎成了定局。当他把这些理由告诉领导的时候，他们当即选择了采纳，因为保守派无论成功与不成功都是对他们有益的。若是保守派成功，那么他们的功劳虽然变小，但并不会被抹除，皇室肯定会暗中扶持他们对抗保守派，反之亦然。若是保守派失败，那么他们会直接会元气大伤，甚至在皇室的眼中就会变成无能的废物，他们也可趁势崛起。面具人虽然只是一个针对新联的负责人，但他却将这些看得通透。保守派并非是没人看透这一点，而是事已至此，他们只能这样搏一把，等到新锐派最后将温水青蛙的锅盖盖上，那时他们才是什么都没得捞。呵，万亿生命皆成门户私计。面具人说完之后就缓缓地闭上了眼，越往上爬他就越明白，原来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争权之中维持平衡，夺利之间谈笑风生。因为内部尚且如此，那些作为执旗人的王公大臣、皇子皇女们呢？就在面具人感慨的时候，于禁已经进入了烈焰星之内，而姜望也在第一时间探查到了他们的踪迹。说实在的，姜望现在都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些人。以现在纳米虫族对万族的渗透，他可以直接像铁炎星那样把除了铂金级的万族全部团灭。但根据37号讯息，周围的隐卫怎么办？他并不是杀心那么重，一定要杀隐卫，而是馋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他想要深入了解这个组织，做到知己知彼。况且若是真的团灭这些万族，最短时间也得几个小时。那若是周边的万族袭来怎么办？上次能够成功是因为没有铂金级强者，一切都在掌控之内。但这次铂金级最起码的请求支援还是做得到的。姜望看着即将降落的于禁，最终还是选择了先等等。他想先看看于禁到底准备怎么做。若是真的交易，姜望直接抢了，并且迅速回到铁炎星，届时万族追来，铁炎星消失的20亿也能够借助人类的手顺利摆平。若是于禁有其他动作，姜望也能静观其变。随着于禁飞船的降落，2号直接走出舰艇。姜望看着熟悉的面孔，并不觉得意外。根据黑蛇，他早就知道了2号就是个复制体。别说一个他，就算一飞船的2号，姜望也没什么感觉。但值得注意的是，2号的记忆应该接驳他们母体的，所以姜望要是想让自己不要暴露，就要尽快消灭2号。而另一边负责接头的万族直接迎了上去。正当姜望想要让纳米虫族接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布置在烈焰星外部的虫族同时探查到多个方向小分队正在快速接近，并且势力不俗，最低大概都是黄金8阶。姜望的嘴角微微勾起，这团水对他来说越乱越好。他第一时间就告知了37号，并让纳米虫族对着于禁等人保持一定距离即可。
毕竟人家也是玩基因的，万一刚靠近或者进入他们的体内就被发现了，那姜旺就陷入了被动。而万族内的铂金忽然抬头，显然他也注意到了正在快速接近的树骨能量。好，所有的万族开始摆开阵型。而就在此时，一直身在跟在2号身后的数名手下忽然暴起，朝着2号直接杀去，并迅速抢夺了他们要交易的盒子，朝着远方逃去。看着这离谱的剧情，姜旺几乎都要笑了。但凡动动脑子就知道这是谁的骚操作，指定是影卫啊！毕竟要是星联和黑蛇早就动手了，还等到你俩接头？咋的？还准备来个执行官抓捕？玩归玩，闹归闹，既然知道了是影卫，姜旺缓缓地收敛了笑意。那就全部留下来吧。第186章，螳螂捕蝉。陡然出现的变故让万族都没有反应过来，几名影卫四散逃开。由于事发突然，万族也不能确定到底哪个是此次交易的货物，只能分散队伍，全部追捕。仅有的铂金级万族朝逃跑之中最强的影卫杀去，毕竟在他眼里，实力越强，手握活物的可能性越大。但另一边的姜旺通过监视看得真切，直接命令周围的纳米虫族不断地朝着那名那种货物的影卫汇聚而去。地下的虫族在赫拉斯的带领下迅速赶往指定地点。此时这名影卫左闪右躲，不断地躲避追击而来的万族。眼看身后的追兵越来越少，这名影卫也没敢松懈，几乎用出他此生最快的速度，朝着指定地点飞速前进。就在他以为此次任务能够顺利完成的时候，他的正在疯狂运转的灵能突然一凝，就好像一辆正在疾驶的汽车忽然闷了一脚刹车一样，直接打乱了这名影卫的运动姿态和灵力运转。不等他检查体内的情况，他前方的土地忽然探出了一柄连刃，唰，鲜血在空中就被纳米虫族吸食殆尽。下一秒，偌大的一个人就被虫族拖进了地下。那名影卫到死都没有明白，他的灵能运转为什么会出现凝滞，为什么他明明已经对出现在面前的连刃做出了反应，但身体却是不动。瞪圆的双眼充斥着疑惑和不甘。虫巢内，姜旺看着已经得手的赫拉斯，直接命令尾随的幼虫版姜旺打开了他们所交易的货物。当姜旺看到什么内容都没有的终端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次行动所有人极有可能被于禁完了。毕竟一个玩基因的组织能被混入内奸，别人可能信，但是姜旺绝对不信，这就跟虫族里面混进来一个万族一样，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任务的起因很有可能是于禁和影卫的合作，但是双方都信不过对方。影卫虽然提前检查了交易的货物，但是谁知道于禁会不会调包，所以他们是真想要抢下这个交易的货物。至于于禁，以姜旺的推测，他们大概率是通过其他地点和方式完成了交易，而看万族的反应，应该是高层就没有告诉这个交易是假的。姜旺犹豫了一下之后，把现场布置成那名影卫是被万族追上击杀的场面，这样不仅可以迷惑影卫，把锅扔在万族的头上，还能让他们对交易的货物继续保持好奇，打乱他们的判断。唯一的坏处就是万族若是发现了，很有可能意识到这颗星球还有其他势力插手。但姜旺不在意，发现就发现吧，反正他准备干一票就跑。就在虫族走了没多久，一名浑身黑服的铂金级男子赶到战场，看着地上的痕迹，他轻声怒骂了一句废物，犹豫了一下之后就朝着另一处战场赶去。虫巢内，姜旺看着已经跟人类站在一起的铂金级万族，不断地操控着周围的纳米虫族进行入侵。与此同时，他还命令铁岩星的万族朝着人类发起一波波的试探性攻击。准确来说，这并不是姜旺的命令，而是万族的命令，做戏也要做全套。烈炎星这边已经开始交易，在万族的命令之下，周围几个战场都开始朝着人类发起进攻，进行掩护，并且他们还真的有试探一下星联的想法。若是星联的仅仅是正面战场强硬，这种次重要的边境小战场防御疲软，那就可以直接发动总攻了。因为若是连这种次重要的战场防御力量都不足的话，那就说明正面集结着星联大部分的人手和强者才能与他们对峙。一旦让万族试探出来这样的讯息，那么万族很有可能就会多点作战，毕竟他们与星联的恩怨那是整个开元世界都知道的，这会儿不灭了你星联，难道还留着等过年？另一边的黑蛇已经逐渐就位，并且开始不断地搜索着影卫和于禁的人手，并布置各种装置。而37自然也时刻紧盯着姜旺的动作，生怕他给自己完美了。虫巢内，姜旺眼看着万族已经逐渐乏力，并且影卫开始撤离，也不再等待，在一个关键时刻直接操纵影卫体内蛊虫全面爆发。霎时间，正在压着万族打的2名铂金强者同时动作一缓，而面前身经百战的铂金级万族抓住着一闪即逝的机会，强行施展血脉天赋技能。噗！啊！2名影卫，一人胸前被开了个偌大的口子，另一名一只小臂被斩断，而施展过血脉天赋技能的万族气势也陡然萎靡。2名影卫相视一眼，
满眼的震惊。虽然铂金级是使用魂力战斗的，但是魂力是由精神力和灵力组成，就因为刚刚灵力的瞬间凝滞，才导致魂力的中断，进而才让本来轻松拿捏的战斗出现了惊天逆转。战斗就是这样，有时候一瞬间的破绽就有可能被对方瞬间翻盘，刺激、危险而又致命。但更让他们震惊的不至于此，此时他们体内的灵能正在快速被消耗，并且不止于此，还有他们的机体、神经、五脏六腑都遭到了啃食和入侵，这让他们同时想到了于禁的基因武器。于禁、俊子，虽然两人暴怒无比，但也只能先保住性命，才能报复于禁。一招得势的铂金万族越战越勇，反观明明加起来实力都能斩杀万族的隐卫越发萎靡。另一边处于后方隐卫指挥部明显也收到了2名铂金级传回的讯息，当他们听见俊子的那一刻，明显脸色一变。而身为总指挥的苏建宏更是再次加派了1名铂金强者。于禁，该死！苏总指挥眼中全是愤怒。被排挤在外的面具人在收到这个消失的时候也是有些震惊，他又想过于禁会戏耍隐卫，甚至联合万族击杀保守派的隐卫，但是没想到于禁竟敢拿出俊子这个大杀器，这不是取死之道吗？于禁到底要干嘛？面具人也被于禁的操作给整迷茫了。另一边的隐卫一边用魂力对抗着体内俊子，一边且战且退。眼看着2名隐卫即将撤出烈炎星，姜望不再等了，直接派出大量的虫族来到地面，而他自己也在虫巢内将自己的晋升到黄金5阶之后，准备亲自前往这处战场。他实在不能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3名铂金级，无论是他们体内携带的基因和脑子里的东西，都足以让姜望和虫族冒险，即使花光进化点也在所不惜。第187章，黄雀在后。突然出现的大量虫族不仅是万族被惊到了，甚至连隐卫都惊到了。另一边的37此刻正在不断地催促着黑蛇的辅助人员，快，搞定了没有？搞定了，直接打开，马上！辅助人员正火急火燎地操作着面前的机器。很快，一声轻嗡声音响起，这个声音很小，但又像水中的涟漪一般，一波又一波地朝着远方荡去。好了，听见辅助人员传回的消息，37号长舒一口气。这个机器不是别的，而是黑蛇专门为此次前来的隐卫准备的。当这个机器开启的瞬间，隐卫的隐藏指挥部原本用来联络通讯系统瞬间出现了短暂的混乱，但下一秒就迅速修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异常在正在激烈的讨论指挥部内无人察觉。此时的黑蛇不仅接驳了隐卫的通讯，还可以针对性的进行拦截。黑蛇虽然人少，但在装备这一方面从来是顶尖的，毕竟不是谁的父亲都是林南生，那个曾经的帝国首席科学家。虫族的讯息第一时间被黑蛇拦截，而另一边的大量的翼龙和飞蚊已经将铂金级强者团团围住。虽然他们能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但他们身上携带的各种纳米兵种可就不是那么好抵挡的了。况且还有主宰之刃隐藏其中，3名铂金强者本就是强弩之末，面对如此多的虫族和纳米兵种，属实是让他们雪上加霜。好！万族铂金怒吼一声，不断的召唤万族前来支援。起初还有零星的万族拼命赶到近前，但很快他就发现，任凭他如何怒吼，万族仿佛听不见一般，没有任何支援。事实上，这些万族确实听不到了。由于烈炎星靠近万族，没有人类的驻扎，所以这边的万族驻军相比于铁炎星来说更加的稀少，仅仅不到10亿。在赫拉斯和纳米虫族的围攻下，虽不能说快速消灭，但是让他们无法支援还是做得到的。3名铂金眼看周围虫族越来越多之后，相视一眼，开始朝着一个方向突围。毕竟万族和人类虽然是天生的死敌，但要不想变成死尸，那此刻的他们就必须合作。战团之中，魂力飞舞，每一次的攻击都会收割大量的虫族，但隐藏在虫群之中的姜望并不急。魂力打虫族简直就属于大炮打蚂蚁，不是说打不死，而是太过浪费。姜望已经看出了3人的尴尬处境，体内的蛊虫不断的吞噬灵力，若是不转化成魂力，那就只能让蛊虫白白吃掉，繁殖更多的蛊虫。若是全部转化成魂力，虽然威力大大的提升了，但能攻击的次数却大大减小。一旦魂力耗光，那就只能死在虫群之中。铂金3人组当然也想到了这一层，所以不停的轮流攻击。不多时，随着3人的攻击范围越来越小，姜望却悄悄地退出了虫群。因为通过3名铂金体内的虫族，姜望也了解到他们此时此刻的战斗情况。明明还有余力，但却不断的示弱，这可能是想要减少消耗，提高生存几率。但姜望更愿意相信是3人准备来一波大的，准备一次性清空周围的虫族，届时凭借着他们铂金的速度，就有可能在魂力消耗完之前逃离烈炎星。为了能够万无一失的拿下这3人，姜望甚至抽调了更多应该对付万族的虫族，源源不断的加入这片战场。
此时战团之中，两人遗兽在相视一眼之后，同时爆发强大的魂力，瞬间清空了周围的虫族和纳米虫族，甚至他们体内的纳米虫族都在强大魂力的冲刷之下惨死大半。嗖两人遗兽朝着不同的方向突围。就在3名铂金级以为跃出虫族包围圈的时候，忽然在状态最好的一名影卫的身边划过一抹寒光，噗呲，鲜血在长空挥洒。那名右小臂被斩断的影卫在最后时刻朝着侧边打出一击魂力，生生给自己往右推移了2寸。虽然避开了绝命的一刀，但蕴含绝对毁灭的锋利刀尖依旧划破了他的后背。他整个人仿佛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虽不致命，但却瞬间打乱了他想要反击的节奏，并且他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姜望一击即中，瞬间远遁，看了一眼那已经黑了大半的伤口之后，就迅速朝着另一个影卫追击而去。因为面前这个影卫一已经个死人了，即使长刀上蕴含的剧毒和改良版蛊虫要不了他的性命，但刚刚他在那名影卫背后投放的无数虫族也足以让他无法冲出烈焰星。姜望的身影在消失于空中，这是大量的隐藏纳米虫族将他包围了。可即使如此，哪一名被姜望追击的影卫凭借着敏锐的战斗感官，依旧察觉了到快速接近的姜望，速度之快，甚至让这名影卫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斗感官。哪有他妈的黄金5阶能跑这么快的？感觉着姜望越来越近，他不断的压缩魂力，想要再快一点，但体内蛊虫的撕咬和吞噬最终让他选择了放弃。因为在他见识到另一位同伴下场之后，他就知道若是甩不开姜望，他就肯定跑不掉了，与其如此，那不如搏命。姜望通过他体内的蛊虫瞬间明白了他的想法，他本可以不远不近的跟在他的身后慢慢耗死他，但另一边负责拦截万族铂金的主宰之刃和女王卫队的迅速减员实在是让他心疼。而他也不是贸然冒险，而是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那名影卫感受到姜望越来越近，眼中划过一丝狠厉。死吧！他忽然回身对着姜望扔出数道魂力之刃，但下一秒他的眼里充满了震惊，一艘战舰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姜望竟然厚颜无耻地拿出了一艘余剑级生物战舰，并且他还没在战舰之中，还是躲在战舰之后。余剑级生物战舰在那名影卫震惊的眼神之中被魂刃劈得4分5裂。就在他愣神的瞬间，环刃单，姜望使出他最强的魂技，狠狠地劈在这名影卫的精神世界。借助碎裂舰艇的掩护，姜望瞬间拉近距离，手中的万象幻化成青龙偃月刀，狠狠抡过。噗呲，一具无头尸体从天空坠落。第188章，黑蛇在更后。周围的虫族将这名影卫的尸体保存完好，迅速远离战场。就在姜望冲向万族铂金的时候，周围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能量波动。姜望仅仅是短暂的愣神后，就继续朝着万族杀去。那名注定要死的影卫选择了自爆，强大的魂力迅速将周围的一切湮灭，包括虫族和他自己。但纳米虫族很快再度进场。虽然那名影卫已经尸骨无存，但那些只是在肉眼之中，这些纳米虫族的作用就是收集所有散落的尸体碎片，哪怕是一块皮肤、一滴血液、一块碎骨头渣，对虫巢都是有用的。此时那名万族铂金在主宰之刃和女王卫队的围攻之下已经行将末路。虽然他能轻易杀死这些虫族，但是当主宰之刃的攻击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吃得消。况且周围还聚集着大量的纳米虫群。姜望的到来成为了压倒万族铂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通红着双眼，猛地爆发了一波魂力，将周围的虫群全部抹除。好，看着他身上不断汇集的魂力，姜望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冲了上去。那名影卫的自爆的损失他能接受，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另一具影卫的尸体，但万族铂金只有一个，他不能让他在自己面前自爆。环刃单，姜望用出所有的精神力进行攻击万族的精神世界。作为万族，在精神方面本身就是弱项，而这倾尽姜望所有精神力的一击，竟直接击溃了濒死万族铂金的精神世界。噗呲，万象化为的长刀直直从他的胸口刺进。姜望的目的并不是击杀他，而是要将这几乎要酝酿完成的自爆瓦解。刀尖上大量的纳米虫族在魂力中间爆裂开来，刀尖和体内大量纳米虫族的死亡，大量的杂质汇入魂力团，竟然生生的让魂力团逐渐平静分离。自爆已经成功阻止。眼看万族铂金陷入了无神状态，姜望直接一拍下，那名万族的通红的眼珠竟被姜望直接拍爆，无数的纳米虫族从他的眼眶迅速进入他的体内。而姜望在阻止完自爆之后，一直提刀等在附近，只要他有一丁点的异样，下一秒姜望就会斩下他的头颅。但幸好本身就濒临死亡又没有魂力保护的精神世界无力再让这名铂金异兽回神了。当纳米虫族宣布接管这具身体的时候，姜望将周围所有的虫族全部放进领主空间之内，迅速离开。
此时普通万族的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虽然姜旺抽掉了大量的虫子，但在姜旺开启了蛊虫无差别杀戮模式之后，大量的虫族成了蛊虫的繁育基地，并迅速扩展至整个战场。此时的普通战场死伤一地，即使是普通虫族也损失严重。但在那米虫族的清理之下，整片战场虽然都是尸体，但却没有一丝的血迹，并且尸体也在快速的消失。此时的姜旺回到地下虫巢，在将虫巢回收之后，通过地道迅速赶到普通战场之下，想要尽快回收虫族的痕迹。他如此匆忙的原因是烈炎星的外围又来了一名铂金级强者，看着衣服应该是影卫。姜旺虽然刚刚斩杀了3名铂金级，但不代表他就有实力正面击杀铂金级。当那名影卫回头扔出的魂刃切碎于剑及剑挺之后还能伤到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魂力和灵力有着本质的差别。他可以利用计谋埋伏和虫族阴死3名铂金级，但距离硬刚铂金级还是有些距离。在收敛完战场的一切之后，他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痕迹之后，就通过地下甬道迅速朝着早就准备好的逃生地点逃去。当姜旺抵达逃生地点的时候，那名前来支援的影卫也抵达了刚才的战场，并迅速地发现了不对劲。虽然另外2个姜旺处理得非常完美，但是那名自爆的影卫终归是由于时间太少，没办法处理得太干净，并且自爆余波虫族也没办法处理。那名影卫迅速地在天空飞过，由于这个星球靠近万族，没有人类部队驻扎在这边，当将把所有的万族消灭之后，整个星球宛如鬼域一般，死寂空旷。许乐很快根据地上的战斗痕迹找到了万族与虫族的战场，但地上的虽然充满了战斗和厮杀的痕迹，却连一具尸体、一滴鲜血都找不到，并且任凭许乐怎么联络，也联络不上那2名影卫。此时他内心的警戒已经提升到了顶点，实在是这样的战场太过诡异，有自爆和战斗的痕迹，却没有尸体和血腥。他的精神力不断扫荡着战场，想要发现些蛛丝马迹。当他的几乎都要放弃的时候，他的精神力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细节，某处的地面有少许的灵能残留。许乐在仔细观察之后，当即右手一挥，轰！在强大的攻击之下，姜旺当时所逃跑的地下甬道显现在眼前。他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直接用魂力包裹全身进入甬道。再来的时候，苏建红就曾告诉过他，战场上很有可能有菌子，而姜旺遗留在甬道内的纳米虫族也坚定了这必然是于禁搞出来的花样，随即开始朝着后方汇报。而控制着影卫通讯系统的黑蛇则没有阻拦，直接让讯息传了过去。这种扰乱影卫的好时机，他们怎么会错过？许乐跟着姜旺断断续续留下的讯息，最终找到了姜旺的逃生地点。当姜旺通过遗留在甬道的虫族知道前来支援的影卫终于抵达地点的时候，才迅速的朝着铁岩星飞去。感到灵力波动的许乐当即跟了上去，并将途中的情报不断汇报给后方。而黑蛇在一阵沉吟之后，最终选择了让这个讯息通过，并开始朝着铁岩星遣派人员进行埋伏。与其去搜捕影卫，不如顺势而为，以姜旺为饵，将所有的影卫一网打尽。第189章诱捕铂金。当37号的布置完一切的时候，他就盯着监视器内的姜旺。他有时候在想，姜旺是什么样的怪物呢？姜旺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当他以黄金5阶的身躯冲向铂金4阶，不顾一切想要阻止自爆的时候，在想什么呢？他真的不怕吗？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做到啊？一个又一个疑问在37号的脑海之中浮现。他看着姜旺这次行动的一举一动，无论是布置还是埋伏，都没有非常惊艳的地方。其实你说姜旺很聪明吗？可能吧，但是37号觉得最恐怖的是姜旺永远是那么的周全，无论是虫族的布置还是后路的选择。可是当他以为姜旺只会一味的周全保全自己的时候，姜旺却悍然朝着3名铂金级强者发起了进攻。天马行空的战斗想法，一往无前的战斗信念，这一切的都让他觉得姜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姜旺准备诱捕他的第4个铂金强者，并且37号丝毫不会怀疑这名铂金强者会永远的留在铁岩星。37号看着姜旺不断逃往铁岩星的身影，陷入了思考。他好奇姜旺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明明自己已经说可以结束任务，一切交给他们，但姜旺依旧选择了搏命，选择了继续算计。若是仅仅的害怕被影卫或者开元世界清算，黑蛇完全可以给他足够的保护。所以他想不通姜旺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如果姜旺能够听到37号的疑问，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37号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练，他会训练姜旺，会保护姜旺，他会是个很好的长辈，但他却不知道姜旺现在就是斗兽场的狮虎，是绝命搏击笼内穷凶极恶的歹徒。37号所以为的保护，其实就是镜花水月。当开元以天青之势压来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保下姜旺，能保下他的只有虫族，只有他的实力，这就是姜旺的理由。而林青崖在见到姜旺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姜旺
绝对不会把命交给别人嘛。他知道姜旺会拼尽一切的去获得他想要的，所以他会折磨姜旺，他会把姜旺一次次的扔进将死之地。虽然这很危险，险象环生，但确实变强的最快的道路。如果非要说两人之间的差别，那就是37号的眼里只有黑蛇，但林青霞的眼里有更广阔的天空。另一边，林青霞正跟在李雪怡的不远处，朝着姜旺所在的星域快速前进。看着李雪怡虽然面无表情，但却不断加快的速度。看着她的模样，林青霞有时候就在想，如果姜旺死在李雪怡的面前，或者李雪怡死在姜旺的面前，会怎么样？一定会很有趣，或者很刺激吧。她甚至会想要亲自设计一场这样的阴谋。但想想算了，为了目标和理想，她可以死，但为了恶趣味还是算了。姜旺那个小子鬼精鬼精的，搞不好到时候引火焚身。忽然，他收到了星联黑蛇传来的消息，嘴角微微勾起。星联的特种部队也动了，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官方名字，但大家根据星联铁血的特点，亲切地将他们称呼为星痕，因为只要他们动了，那行事作风一看就是他们的痕迹。此时在宇宙之中正在被追逐的姜旺，不断躲避着许乐的攻击，而许乐也根据着一路各种各样的菌子和超乎他这个位阶应有的速度，更加断定了于禁已经背叛合约。毕竟只有这帮玩基因的才能把某一方面开发得如此极致。他将自己的判断不断地传回指挥部。眼看着姜旺即将进入铁岩星，许乐的眼中划过了一丝疑惑。铁岩星？难道于禁真的跟万族联合，设有埋伏？许乐的速度微微下降，时刻警惕着四周，但他这一操作给姜旺整懵了，生怕他跟不上来，但此刻减速又显得太刻意。最后姜旺只能一头扎进了早就准备好的甬道，并在洞口之处做了详细的遮掩，只留下的细微的破绽。而许乐虽然一直警惕着四周，但从未放松过对姜旺的锁定。当姜旺直接从他精神力之中消失的时候，他瞬间就傻眼了，没了。此时许乐虽然内心急得要死，但是他的内心也怕得要死。两名影卫无声无息的消失，现在一个黄金五阶也在他面前无声无息的消失，整得跟他妈鬼片一样。但许乐很快冷静下来，分析现在的局势。黄金五阶能在他眼前消失，无非就几个可能，要么有强者帮他遮掩，这种可能有，但不算大，毕竟这样做图啥啊？你都有这个实力，直接在他眼皮底下藏人了，直接杀了他不也行吗？其次就是那名于禁的问题，要么是于禁的老套路，当场解体，人当场嘎掉，并且血肉都在基因的腐蚀之下迅速消失，要么就是躲进了某个隔绝精神力的地方。许乐在检查完四周之后缓缓降落，他来到姜旺消失的那片区域，周围虽然有曾经万族奔袭的痕迹，但不足以给他造成威胁。他的精神力直接笼罩这片区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物质。当他一寸一寸的搜索的之后，终于发现了一点痕迹。他走到一处空旷的之处，看着脚下的些许菌子，陷入了沉思。忽然他高高飞起，手中凝聚了大量的魂力，直接轰向地面。铁岩星虽然物质足够坚硬，但是面对魂力依旧还差点意思。只见姜旺布置在洞口薄薄的隐藏直接被击碎。许乐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深邃的洞口。铁岩星打洞？怎么可能？无数资料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试图让他否认面前的一切，但当他的手触碰到洞口边缘的时候，他脑海中资料瞬间崩塌。这竟然真的是铁岩星的物质。他又凝聚了一团魂力，朝着不远处的小土丘扔去。平常至少能够打出一个100米大坑的魂力，仅仅在小土丘上砸出来了2个小坑。看着自己脑海中的资料又重新建立起来，许乐转头看向那个深不见底的甬道。此时这个甬道宛如深渊一样诱惑着他，他既想进入一探究竟，看看里面是不是于禁的秘密基地，又怕这里面蕴藏的东西不是他能够抵抗的。良久之后，他选择了呼叫支援。第190章主动请缨。此时虫巢内的姜旺看着犹豫不决的许乐，他也不着急，反而赶紧把那只万族铂金级强者泡进了培育池，保持各个细胞的活性。至于那个影卫，姜旺只能选择趁热了。各种各样的虫族细胞迅速介入他的体内，并且不断的进行拆分各种各样的信息。毕竟姜旺并不能保证，要是跟以前一样让虫巢大口吃，会不会遗漏什么重要信息。他一边关注着分解，一边关注着洞口外的许乐，他不怕许乐不进来。铁岩星这种特性突然出现一个大洞，但凡是个人都有可能想要了解一下，进来看一眼。而安娜则在姜旺身边怯生生的没有敢吭气，毕竟嘴边的零食渣还没有擦掉。在姜旺突然进入虫巢的时候，安娜还在刷剧，这种恐怖感不亚于你熄了灯说要睡觉，却躺被窝偷偷玩手机，家长悄悄进来站在你的床边，你一翻身，哦豁，死哦。而另一边，在收到许乐讯息的苏建红也是有些震惊，还真有人能在铁岩星这样的星球开采隧道。他虽然想让许乐直接进去探查，但后来想想，能够开采如此规模隧道，那么里面的防御措施必然不会少，
当即让许乐先守在附近，而他们则准备帮万族一把。由于万族心怀试探，遣派了不少的万族进攻周围各个人类驻军，除了铁岩星之外，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毕竟星联确实抽调了大部分人手，在面对万族的进攻的时候，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让万族看到了一丝星联疲弱的感觉。隐卫准备给万族助把力，但是铁岩星的惨败又让万族有些疑惑。20亿的万族，即使打不下，也高低能砸出来个水花吧。但事实是，虫族假扮的万族，除了能够伪装之外，并没有太高的战力，甚至驻守在铁岩星的人类都打得有些懵逼。万族什么时候这么弱了？此时万族的高层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大手一挥，又遣派了5个军团开赴前线，每个军团都将近20亿。反正虽然人类能生，万族也不差，即使这100亿全部折在这里，对万族来说也是9牛1毛。况且他们也与于禁完成了交易，只要研究透基因内的秘密，他们也能到时候出其不意，一举覆灭了星联。可若是这100亿能够撕裂的人类的防线，那可就血赚了。只要能正常攻下星联，到时候开元世界可就相当于门户大开。届时基因改造过的万族将成为杀手锏，打开元世界一个措手不及。而此时的星联也收到了万族进攻的消息，但为了正面战场不出现破绽，他们也只抽调了3个军团，加起来也才50亿人。但这也是星联的极限了。现在星联也只能寄希望于星痕和黑蛇能够快速团灭隐卫，并充当救火队员，穿梭于各个战场。另一边已经完成交易的于禁，通过隐卫内部安插的人手，也得知了这片假交易地点出现了菌子。原本准备带队返回2号，在收到首脑的命令之后，直接朝着姜旺所在的星域赶去。虫巢内，37号直接把姜旺拉进了黑蛇的频道，省得他天天当传话筒。姜旺看着黑蛇频道内的各种讯息，开始分析战况。当他了解到周围的星联战况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他的眉头微皱，因为他愈发觉得自己的渺小。即使现在的虫族仅仅是领主空间内就近乎100亿，但在这样庞大的宇宙级的势力面前，依旧有些不够看。老大的给的命令是全歼隐卫，帮助星联抵御万族，但现在战况这个样子，这怎么帮？一名黑蛇在频道内说道。全歼隐卫虽然难度不小，但是等星痕到位之后，难度也没有这么大。可是星联因为人手不足节节败退，却是个大问题，毕竟他们也不能提前露面。没办法，星联的援军还在路上，要是真的顶不住，就只能见机行事了。37号也有些无奈地说道。本来一个 S 级的任务，谁能想到会到稍有不慎就会引爆2个势力之间战斗的地步。姜旺看着讯息沉吟一会儿之后，看了一眼旁边的安娜。安娜，作业没完成就看剧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得完成一个新任务。一直有些怯生生的安娜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没问题。但后来他又想到了什么似的，补了一句，只要不是研究基因就行。看着安娜瞬间挺起的腰杆，姜旺内心也是一乐，但还是面色严肃地说道，我会带走一部分虫族，留给你20亿的虫族，继续发育和开采铁岩星，并且你还要消灭所有来到铁岩星的万族。听见是干仗不是科研，安娜更加自信了，直接拍着已经发育的胸脯说道，没问题，我骨灰都给他们扬了。看着安娜纯真好看的小脸，竟说出一点令人震惊的话语，姜旺也不想多说什么，回头得找人给安娜弄个青少年模式。其实姜旺从来不担心安娜的战争能力，他就是懒和宅而已。要是真的正儿八经起来，姜旺都可能没办法在大规模的战役之上打过他。可以说安娜和韩信一样，越大的单子安娜越是能拿捏，况且还有内米虫族和这地上几近无敌的堡垒。想到如此，姜旺直接在黑蛇频道之中说道，我来吧，只要将我在此处执行任务的讯息散开，也不会有人怀疑什么。事实上这正是黑蛇众人的想法，但是他们不能要求姜旺以1个黄金就去来回奔赴各个战场，况且周围还有万族铂金和隐卫环伺。行，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说，会有黑蛇暗中保护，驻守在你周围的这个许乐我们会帮你清理掉。看见姜旺主动请缨，37号当即说道，不用，没事，我自己处理。好好的基因素材，你们要是杀了，虫巢研究什么？而频道内的一众黑蛇也是被姜旺这拒绝3连整懵了。现在黄金都这么拽的吗？铂金轻松拿捏。第191章，士兵啊，战斗吧。而姜旺也没有在意一直守在附近的许乐，通过另一个甬道离开了铁岩星。因为许乐无论是带着铁岩星附近，还是进入甬道，都是死路一条。另一边，隐卫的人根据苏建宏的指示，开始潜入进各个星联的驻地，准备在关键时刻狠狠地被刺一下星联。与此同时，姜旺在37号的带领下，迅速赶往第1处战场。当姜旺没有任何犹豫就钻入地下的时候，37号也是微微一笑，隐藏了起来。地下，姜旺一点一点地释放着虫族。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一个巨大的虫巢就在地下悄悄建立。
大量从领主空间涌出的精英虫族，让姜旺可以直接度过发育期，快速分析这片战场的土壤以及各种成分，并根据这些快速研究对应虫族。不止如此，大量的工蜂开始朝着四周挖掘。姜旺之所以自告奋勇，冒着暴露的风险前来支援，不仅仅是因为李雪怡是新连的，更多的是现在的情况更加适合他。因为若是他真的放水，让万族顺利拿下人类驻地，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两边的大战。虫族虽然是征战的种族，也是在杀戮之中进化的虫族，但那种级别的战斗，姜旺和虫族实在太容易暴毙了。一旦发生这样的战斗，甚至不需要数亿召集万族，只需数十名铂金级或者钻石级给他来一巴掌，姜旺都可以选择重开了。所以他选择支援，他要尽全力让战场维持在一个平衡的阶段，让万族觉得有戏，可以投入兵力试试，但又不至于直接梭哈。这样不仅可以利益最大化，也可以帮助黑蛇更多的引出引位。姜旺在将整片战场的物质剖析透彻之后，在打造了一整套的虫族和对应的方案之后，就迅速赶往下一个星球。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就是在姜旺设计的原始模板之上，加上了一些对这些环境的适应的基因而已。甚至方案都是姜旺直接从方案库内扒的。37看着才1天时间就准备前往下一处战场，姜旺有些疑惑。好了，好了，这个星球的资源还不错，最多3天应该就能循环投入战斗。姜旺面无表情地说道。他在这处战场放下了将近5亿的精英虫族，一方面是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二是帮助新生虫族快速开拓地下空间。看着姜旺平静的表情，37号也没有说什么。自从见识到姜旺的行事风格之后，他就对姜旺充满了信任。姜旺宛如一个无情的播种机器，短短的1个星期之内，他就把这片星域的所有战场都烙下了虫族的印记。当姜旺安置完最后一处虫巢之后，他缓缓地叹了一口气。其实在他的设想之中，虫族是不需要让他这个主宰到处的安置虫巢，并根据环境调整虫族。在他的设想之中，虫族应该是以大量的母舰和舰艇所组成了，他们拥有独立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筛选方案的能力，并且还能够吞噬沿途的星球和各种能量，保持母舰的运转。甚至在他的设想之中，这样的一块星域只需要一艘虫族母舰就能拿下，大量的鱼舰级携带着众多的基因直扑各个星球，母舰之上的各种兵种可能应对铂金乃至钻石的攻击。姜旺看着宇宙，畅想着虫族未来的样子，直到安娜告诉了他铁岩星开始有万族降落，他才缓缓的回神。看着面前正在源源不断涌出的虫族的虫巢建筑，姜旺的精神微微一震。他相信这样的虫族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他也相信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能够威胁他，威胁虫族，威胁李雪怡这些人生命。而此时李雪怡还在赶来的路上。随着铁岩星的万族降落，各个战场的万族都逐渐的开始降落。当人类驻军侦察到这一幕的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们的驻地之中开始传递。完了，别放弃，我们已经向新联求援了，援军很快就到。援军？你知道现在的局势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星域会抽调一批军队吗？你知道现在前线多么的紧张吗？精神有些崩溃的士兵歇斯底里地朝着身边的战友吼道。他们已经被万族源源不断地骚扰了接近2个星期，在这些天中，他们很多人都没有睡过一场好觉，很多人甚至身不退甲，枪不离手，而众多的领主也是伤病未愈就再次奔赴战场。他们以人数劣势硬抗了2个星期，他们日日夜夜地期盼着援军。但是2个星期大家都知道，以新联的效率，真有援军最多1个星期也就到位了。悲观的情绪在军营之中蔓延，这里面虽说有不少隐卫的功劳，但这何尝不是已经身心疲惫的士兵们的心声。而另一边，刚刚集结完成的万族从各个方向开始朝着人类的驻地发起了总攻，是要一鼓作气拿下人类。战场之上，沙尘飞扬，轰隆作响的大地仿佛敲响在每个人的心头，所有的战士的情绪都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在此时，一道洪亮的声音在驻地之中响起：战士们，就在刚刚，我们侦测到了万族再次支援了至少10亿的援军，并已经集结完成，朝着我们奔袭而来。我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很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孤军，是弃军，因为我们没有支援，甚至物资都没有多少，我们很有可能战死在这里，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星球。军营内一片死寂，因为他们指挥员说出了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隐藏在暗处的隐卫目光冰冷。短暂的停顿过后，声音继续响起，但我却认为这里是我们最好的埋骨地，因为这里是我们新联的边境线，是我们需要用鲜血用生命捍卫的地方。万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们会在这里牺牲，给身后的生者托付意义，这才是唯一一个和对这个残酷世界对抗的办法。好！万族的吼叫震彻天空，眼看马上就要进入人类驻地的攻击范围。轰！
身为指挥员的埃尔文直接冲出了军营。士兵啊，愤怒吧！士兵啊，呐喊吧！士兵啊，战斗吧！第192章，死亡冲锋，杀！不知道是谁的一声怒吼，原本萎靡到极致的士气瞬间高涨。虫巢内，姜望看着嘶吼着发动冲锋的众人，愣愣的说不出话。一路走来，他见过争权夺利，见过阴谋陷害，唯独没有见过宛如太阳般的信仰。他之所以镇守在这颗星球，不仅仅是这颗星球是最后一颗安置虫巢的星球，更多的是这片战场的星联驻军牺牲更多，并且纵观整个战线，这片战场也更加深入万族，正如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一般，孤悬在外，没有支援。轰轰轰！灵能炮火在冲锋的万族阵型之中疯狂炸开，无数个领主和修行者跟随着他们指挥员发起了绝命的冲锋。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抱着坚定的信仰，他们把生的意义交给了星联，交给了身后他们所保护的人。战场之上，一马当先的埃尔文抽出手中的长刀，宛如一柄尖刀一般，狠狠地刺进万族的阵营。炮火在他不远处炸开。其实埃尔文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行者，他没有远超他人的天赋，他仅仅只有黄金7阶，却镇守这块孤岛。噗呲！万族内的首领瞬间从侧面杀出，狠狠地咬在埃尔文的右肩，鲜血溅在埃尔文的脸上，而他也被这巨大的冲击力向后推出数米。埃尔文指挥长，跟随埃尔文冲出的众多高阶战斗人员正准备转变方向救助埃尔文。别管我！轰！灵能枪瞬间贯穿万族首领的心脏。别小看我呀，混蛋们！接连数发灵能枪彻底击杀了面前的万族。看着空荡荡右肩，埃尔文左手从腰间拔出了他珍藏的指挥长剑，再次杀向万族，发起了他的死亡冲锋。前进！不要停！前进！这一幕震撼着所有人。驻地内，灵能炮已经炸膛，身为后勤人员的战士穿戴好身上的战甲，握紧手中的灵能枪，将所有的灵能炸弹佩戴在身上，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他们不能跟随他们的指挥长冲锋，因为他实力低弱。他们的冲锋毫无益。他们眼含热泪地看着前方的身影，藏匿在人群之中的影卫陷入了沉默。他们是开元人，却被星联人保护着。他也想跟随哪位指挥长发起冲锋，但他有他的任务和使命。走吧，他扭头说道。但是他身后的人却没有跟上他的步伐。他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去，只见身为影卫的副指挥忽然单膝跪地。我虽然是影卫，但我也是开元人，是一名战士，请上官容许我，让我跟随我的指挥长发起冲锋。铂金级影卫看着跪在地上的影卫，缓缓开口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会死在战场，但我不后悔。阿尔斯猛然抬头直视着他的上官。影卫从这位属下的眼中看到了很多挣扎、痛苦、愤怒，唯独没有看到懦弱与害怕。原来这是你的选择啊！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们你是战死的。谢上官！轰！阿尔斯扭头就朝着战场奔赴而去，而他的气势也在冲锋之中不断拔高。埃尔文，你曾经说过，星联不欠开元，但我现在告诉你，开元也从不欠星联。战场之上，埃尔文身边跟他组成战团的成员已经濒死，只有埃尔文还在不断的坚持。指挥长，能跟你死在一起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荣幸。埃尔文头都没有回，依旧奋力厮杀，但他的回答却比以往的坚定得多。就在几人准备自保的时候，忽然一阵庞大的精神力笼罩战场，无数的虫族从地面杀出。姜望直接加入了战团，手中的长刀每一次挥舞都会收割数头万族的生命，炙热的鲜血溅射在他的脸上。说实话，姜望冲动了，他也知道他冲动了。他完全可以等着埃尔文等人拖着万族，让更多的纳米虫族渗透进去。可但当他看到埃尔文的死亡冲锋的时候，他动容了，他沉默了。他想起了虫族以前挣扎求生的样子，他想起了自己被不断追杀的样子。说实话，他痛恨开元世界，对星联感觉也可以说一般。可这宛如太阳一般的信仰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动摇了。边境的战士啊，他们忍受着孤独，忍受着各种艰苦的环境，在必死的环境爆发无与伦比的光芒。他们赢得了虫族的尊敬。死！姜望领主空间内的精英虫族瞬间撕裂了万族的阵型。当虫族加入的那一刻，整个战场的局势开始扭转。好！无数的雷兽开始发起了冲锋，而另一边的阿尔斯迅速冲向埃尔文所在的战场。埃尔文！濒临死亡的埃尔文猛然听到了自己老伙计的声音，微微一愣。他还是来了。他其实知道阿尔斯可能是一名间谍，所以他其实是做好了阿尔斯不会来的准备。没想到他还是来了。
轰！强大的灵能瞬间扫荡四周，阿尔斯直接将深陷囫囵的埃尔文拉出，朝后扔去。待指挥长治疗。阿尔斯接替了埃尔文的位置，举起手中的长刀，直指万族。黄金9阶颠覆的实力瞬间让整个锋锐队形有了箭头。全体冲锋！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午后。当所有的万族死在这片战场的时候，姜望站在阿尔斯等人的对面。请问你是？姜望看着面前的阿尔斯，没有说话。他可以相信星联会帮助他隐藏他的虫族，但面前这个是隐卫，所有的一切都通过那米虫族看得清清楚楚。而阿尔斯看到姜望无情的眼神之后，也明白了姜望的想法。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随后又慢慢地吐出，有些洒脱地笑道：“我应该知道你的来历了。”随即他对着身后的战友们喊道：“所有人，迅速打扫战场，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我去跟前来支援的部队做个交接。”说完，阿尔斯就朝着姜望走去。阿尔斯没有挣扎，他就很平静地看着姜望。当姜望死死盯着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可能暴露了。这是隐卫的素养，也是他的直觉。他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若是非要死，死在刚刚的冲锋中多好，那多他妈壮烈！高低让这帮小逼崽子哭死！就在姜望准备把他带走的时候，忽然身后了一阵声音：“等等！”埃尔文浑身绷带，一瘸一拐地走出来。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援，但能不能……看着埃尔文团长略带哀求的神情，姜望犹豫了一阵之后，缓缓地说道：“我会暂时扣押他，你可以对着你的部下说他要调进支援部队。”说完，姜望就扭头离去。他可以选择放过这个隐卫，但必须是此次事件之后，要不然很有可能这一个破绽就导致满盘皆输。第193章，我看你妈像演员。姜望直接把阿尔斯击晕，并且用纳米虫族封锁了他的所有感官。对于他来说，阿尔斯抓不抓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即使姜望能够保证这片战场的虫族不暴露，其他战场呢？姜望没办法保证阿尔斯留在这片战场就会一直老实，人可能会在热血上头的时候做出一些跟自己以往截然相反的决定。就像姜望这个狗王，明明决定用埃尔文拖住万族，然后虫族再收尾的，结果看到埃尔文驻军每个人悍不畏死的样子，还是选择了出手。但热血过后，姜望依旧是那个狗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亲自出手。阿尔斯呢？他在战场上确实十分的勇武和真诚，但是战场之后呢？综合考虑之下，姜望还是选择扣押了这位驻军之中的好将领。与此同时，另外几处战场，人类和万族的战役纷纷打响。有的指挥长在开战之前就被铂金级隐卫暗杀，有的则是在战事正酣的时候，隐藏的隐卫猛然倒戈，瞬间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然这些战场上的战士都非常的无畏，指挥长和将领也非常的英勇，但姜望只是一个人，他不会牺牲虫族为人类铺垫战场，况且贸然出击的虫族指挥产生更大的牺牲。所以有几处战场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却是惨胜，甚至有几处战场虫族都救不回来了。但这些并非是虫族不给力，而是隐卫下手太狠，直接屠灭了一系列的高端将领，万族都快打到眼前了，驻军的人类还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仅仅2波冲击就瞬间将人类屠戮殆尽。对于这样的场景，姜望也没办法，毕竟人各有命，并不是所有人那么幸运能赶上姜望的驻扎或者安娜的驻扎，甚至若是博埃尔文的决绝让姜望有所动容，那么这些人的下场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唯一能够幸免于难的依旧是铁岩星，因为是虫族的大本营，万族在刚刚降落的时候就被纳米虫族全面入侵。在与人类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安娜忽然发动纳米虫族，所有的万族都在这样的变故之中惨死。可即使这样，人类的损伤依旧巨大。战争就是这样，残酷且无情。有人憧憬着自己上了战场会是那威武大将军、英雄少年郎，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炽热的鲜血溅在自己的脸庞之上，身边无数的弟兄跟他冲锋在前。但真实的战争是阴谋、血腥、残肢断臂，甚至有时候你连敌人都没有看见，你就死了。有人甚至还会幻想死有何惧，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理想很丰满，但大多数情况下你连尸体都找不到。虽然星联的驻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黑蛇也不是没有收获。大量的黄金级隐卫和铂金级隐卫被一一甄别，并且已经锁定了他们各自藏匿的地点，现在只需要找到他们的指挥所就可以行动了。而另一边的一队队穿着作战服的星痕快速划过宇宙，最多还有半天他们就能抵达星域。领头之人的眼神冰冷，他正是此次行动的指挥长，代号黑星。他们的人手却在飞往星域的途中不断分散，把守在各个要点。虽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诛杀隐卫和余烬的高端战力，可一旦万族真的击破了驻军防线，他们需要协助后续的支援驻军进行拦截。此时另一边37号等人正在协商搜捕隐卫的指挥舰。没有多少时间了，
星痕和星莲的支援马上就到。一名黑蛇皱着眉头说道：“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影卫在指挥舰，没办法，影卫的这个舰艇也是帝国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没办法破译啊。”一众黑蛇陷入沉默。就在姜望准备说话的时候，37号猛然说道：“击杀在铁岩星的影卫，现在所有的影卫都有各自的岗位，我不信他们还有多余的人手，只要能够让他们有足够多的疑心，咱们就有机会找到他们。”姜望听后没有说话。对比37号的方案，姜望的计划更加的无情啊！既然已经封锁了他们的通讯，那么就将所有已经知道的影卫全部击杀，让前来的星痕和支援将这个星域包围，然后击杀这个星域内所有的万族影卫，既可以威慑，也一劳永逸。但唯一的不好就是容易激起影卫的誓死抵抗的决心和万族遣派更多部队和高手的可能。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各种伤亡必然无法控制，所以只能成为最后的手段。当37号敲定最后方案之后，姜望也起身朝着铁岩星返回。毕竟若是真的将影卫的指挥舰吸引到附近，那么他也是需要做准备的。这一顿大餐，即使他吃不到肉，高低也得喝几碗汤。此时的许乐不断地将铁岩星的情况汇报给指挥舰内。星联本来跟万族还是势均力敌的，突然万族就跟中了邪一样，开始大面积什么？此时指挥部内都急死了，话都不能说完。许乐回想着万族诡异的情况，沉吟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贴切的词汇：大面积当演员。指挥部内听着许乐的话，人都懵了。演员？我看你妈像演员！苏建红原本平静的脸庞忽然暴怒，朝着许乐怒骂道。其实这也怪不得苏建红暴怒，实在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倒霉了。因为根据影卫传回的讯息，本来挑起双方战争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结果好死不死的，各处战场上忽然杀出大量的虫族，直接逆转了局势，破坏了他们计划。本来他们还以为是黑蛇来了，但经过仔细的勘察之后，才确定姜望只是被派来执行任务。眼看覆灭星联的计划即将破产，他还准备拿于禁开刀，结果许乐不仅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他妈的想演员。指挥部的众人噤若寒蝉。良久之后，终于有人出声：万族这种像演员的事情，会不会是于禁搞的鬼？第194章神坑队友许乐。此言一出，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苏建红缓缓地平静了下来，没有说话。而周围的人也非常懂事的继续朝着许乐问道：你大体形容一下这种演员的症状，有没有可能是于禁的手段？许乐本来刚刚被莫名其妙的骂一顿都非常的气愤，但是碍于苏建红的背景，还是按捺下来，把万族的异常行为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指挥部的众人听到最后的时候，面色顿时一变。变种的菌子。苏建红也是眉头紧锁。若真的是变种菌子，那么若是他们能够将这种样本和这个基地的于禁封锁抓捕，也算是功过相抵，不至于灰溜溜跑回去。况且他们已经在这边滞留的时间太久了，姜望的出现就是个提醒，黑蛇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片的情况。以林青崖的性子，现在指不定就告诉了星联这帮人，他们此次如此越界，星联必然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准现在就在路上了。许乐，你在此等待，集结各处的铂金级，咱们一起去看看铁岩星下的秘密。苏建红猛然抬头对着众人说道，而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其实众人都清楚，这么多的铂金级，别说是捣毁于禁的基地了，就算是于禁的老巢，他们都能够闯一闯了。将所有人聚集起来，无非是宣布任务失败了，看最后能不能捞一点好处。而另一边收获情报的黑蛇的众人，每个人的脸上又扬起了笑脸。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啊！姜望也没想到，一直隐蔽的非常好的影卫舰艇，竟然因为内米虫群这一个错误的判断，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许乐。姜望在虫巢内看着隐藏在洞口的许乐，不知道该说他是尽职尽责呢，还是说坑逼队友呢？你说他坑吧，人家一路上连薛带打追着姜望打，遇见搞不定的情况，直接请求指挥中心给予指示。甚至在万族降临铁岩星的时候，许悦也在积极的暗杀星联高阶指挥官。若不是虫族，双方的胜负还犹未可分。可以说许乐尽职尽责，有自己的判断，做事也很辣果决。可你说他不坑吧，现在所有的影卫基本上都要被判上死刑了。黑蛇现在都在商议，要不要将原本锁定的那些铂金级以人数优势先强行暗杀几个，剩下的标记位置等星痕来了一起干。但这样的风险太大，毕竟是铂金级，一旦有哪一个影卫有什么隐藏的杀手锏，或者出现意外的情况，没有第一时间斩杀而出现的巨大战斗波动，引起苏建红等人的警觉，凭借着他们的最新的指挥舰，黑蛇还真未必能拦下来。思索良久之后，众人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还是准备等星痕的莽夫到位了再说。此时这片星域内，
一直处于静默的一艘舰艇开始朝着铁岩星飞去，而隐藏在各个驻地的铂金级强者也缓缓地朝着铁岩星内汇集。虫巢内，姜望一点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反而开始检查着此次各个战场的内虫族的收获。对于黑蛇的布置，他虽然关心但并不是很上心，毕竟计划都推进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留下隐卫就看星痕和黑蛇的实力了。他就准备开始捡漏，这么多的铂金，哪怕是打碎了，也能给虫巢提供不少的素材。而另一边的面具人，在隐卫将虫族出现在战场的消息传回后，他就已经着手撤离了，因为他是亲眼去见过姜望的，还是由林青崖陪同。即使拿出七皇子的名头，都没有从林青崖的手中将人要过来，足以说明林青崖对姜望的重视。你说姜望是一个人出现在这片星域的，他不信。虫族既然出现在这片星域了，那么大概率跟着一个铂金。现在这个星域乱成这样了，一点黑蛇要前来的消息都没有，这是一个顶尖部门该有的素质。至于苏建宏等人，面具人冷笑一声，他们注定只能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人里面可能有些人注意到了这些细节，但是将近15人个铂金级隐卫，苏建宏更是铂金8阶，这样的战力，整个星联除了别的几个地方，几乎可以横着走了。强大的实力带给了他们更多的自信。说白了，即使他们想到了黑蛇的动向和星联可能要行动，他们也不会很在意。他们不相信星联和黑蛇敢跟他们火并，这就是保守派的通病，就时代的自大和狂妄。面具人在将飞船开出一段距离，就脱离飞船，朝着深空飞去。凭借着多年在星联的经营，对于离开这个星域他是不担心的。他想更多的是如何在这件事情之后向隐卫解释。思虑良久之后，他拨通了对指挥舰艇的通话，并将自己所有的猜测大致的说了一遍。有些事情你知道，他们也知道，但是当你转变语气和改变一下叙述方式之后，对方就会很厌烦，尤其是保守派看不起新锐派的心理。苏建宏手先向面具人表示了感谢，随后就拒绝了面具人的好意，并表示若是面具人怕，可以自己走。当面具人听见这句话，嘴都要笑裂了，但他还不能表示出来，只能佯装怒气冲冲的切断联系，随后就准备离开这片星域。忽然，前方传来了一丝能量波动，机敏的面具人当即屏气敛息，隐藏了起来。良久之后，就在面具人以为是错觉的时候，只见数名身穿作战服的人迅速划过茫茫宇宙。面具人甚至没有看向他们，毕竟若是有那种天生灵绝准的发现了他，那他真是比苏建宏都冤。感受到星痕部队远去，面具人并没有许多幸灾乐祸，反而更多的是叹息了起来。若是没有党派之争，没有皇位之争，何愁不能镇压星联，何愁不能平灭万族。第195章隐卫入套。面具人拿到合适的理由之后，就离开了这片星域。另一边隐卫的舰艇正在靠近铁岩星，分散在外的铂金级也在黑蛇的监控下抵达了铁岩星附近。此时的黑蛇依旧选择按兵不动，等待着星痕的到来。另一边的2号正带着部队朝着这片星域急速驰来，而他们总部内，首脑甚至为了这个所谓的俊子与万族达成了协议，只要万族能够在这件事情之上帮助他们，那么于禁将会与万族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万族也是欣然应允，也不由得于禁首脑如此。自从叶辰带领星联击溃生物帝国最后的屏障之后，开元帝国就横扫了生物帝国的一切。当时他们也是走得匆忙，有许多资料和生物武器也没来得及拿，甚至俊子这种大杀器也在后续的追击和战斗之中遗失。虽然他们凭借各种资料研究出来了半俊子，但是依旧没办法和完全踢的俊子所媲美。在他们的推测之中，当时追杀他们的组织有开元帝国，还有星联。若是俊子这种武器真的流落在那个势力的手中，星联和隐卫都有可能。但此次的事件，隐卫没道理拿出俊子，反而是星联为了能够应对万族，极有可能拿出俊子。无论实施与否，他们都是要去看一眼。若真的是俊子，那就血赚；若是其他势力根据俊子所研究的产物，他们也能带回去参考，左右都不亏。至于万族，当然也想分一杯羹，虽然不知道于禁的目的，但是从这片星域各种的诡异情况来看，值得他们再次遣派一些人手，甚至高阶战力。无论能不能获得好处，只要能和于禁达成更深层的合作，他们的中低层实力都可能迎来巨幅增长。虫巢内，姜望正在对比万族铂金级和人类铂金级基因片段的差距，在神斗空间内的发现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这也是姜望不惜一切想要拿到万族铂金级活体的原因。姜望仔细地观察着万族的基因片段，良久之后，他微微后仰，倚靠在椅背之上。万族铂金级的基因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之前的基因修复，即使有细小的基因缺陷，那也不太影响。至少姜望没有从这个活体之中发现什么。反观人类的基因却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片段，明明白银和黄金还属于正常范围的基因，在铂金级却出现了变化，
这些基因片段对宿主而言几乎没有什么用片段，甚至在姜旺看来是垃圾的片段。姜旺的基因库内几乎记录了每个阶段的人类的基因的样本，从尘埃开始，几乎每次进阶都是优化的基因片段，尽量摒除一些无用基因。可为什么偏偏铂金级反其道而行了？难道是因为未来晋升的需要？姜旺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姜旺准备更深入研究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转头看向了不远处。在内米虫族的观察之中，星痕已经到位，并且也找到了隐卫舰艇的位置。铁岩星周围战斗一触即发，舰艇内苏建宏等人刚走出飞艇，他瞬间感受到了不对劲。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澡堂刚准备弯腰捡肥皂时，你忽然觉得菊花一凉。苏建宏当即准备撤回舰艇内，忽然轰，数道强大的能量同时出手。苏建宏凭借着强大的实力，虽然抵挡住了37号的袭击，但身后的舰艇却被数道铂金攻击击中，虽然不至于损坏，却直接把舰艇推出一段距离。而周围的铂金级隐卫或多或少的都在这一波的袭击之中受到了不小的损伤。苏建宏看着眼前的袭击他的人，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37号，你这个叛徒，给黑蛇当狗的日子好吗？37号面无表情，但是身上不断涌动的魂力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身上散发的森寒气息。看到这一幕的姜旺顿时升起了一阵好奇心。叛徒？37号原本是隐卫的人吗？可惜没有人给他解答。看着散发着强大气势的37号，苏建宏面容冷冽，对着黑蛇众人暴喝道：你们黑蛇是想要叛国吗？苏建宏上来就扣了一个大帽子，但黑蛇的人表情都没变。忽然一阵强大的能量波动从不远处袭来。叛国？那个国？开元帝国？听见这个声音，苏建宏的表情微变。黑星到了，你们想干嘛？苏建宏看着最新加入战团的5人，冷冷地说道。黑蛇此次参与行动的总共是18人，星痕来了5人，其他都去驻守在要塞。但即使如此，23对15，隐卫可以说这次算是栽了。我们想干嘛？应该说你们想干嘛吧？这么多隐卫，该不是来团建的吧？黑星不屑地说道。我们收到线报，这片星域有于禁和万族交易，准备过来一网打尽而已。苏建宏淡然地说道。到他们这个程度，鬼话连篇已经算是基本操作了。是吗？我们收到线报，这边隐卫联合于禁想和万族交易。此言一出，苏建宏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可是我们……就在周围的隐卫想要听听黑星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在苏建宏身边的37号悍然出手。当！苏建宏面前浮现一片薄薄的岩石，挡下了37号的黝黑匕首。37号，你想跟我们火并？37号面容不变，直接无视苏建宏的话。刚刚他们跟隐卫逼逼赖赖，并非是真想给他们讲讲道理，主要是黑蛇需要在附近再布置几层装置，防止这边的讯息传出去。毕竟星联和黑蛇联手诛杀隐卫，一旦传出去，那可是能够掀起惊涛骇浪的巨石。苏建宏目眦欲裂，本来他以为黑蛇和星联齐聚于此是为了想要敲打他们隐卫一番，或者想坑点好处罢了。但刚刚37号这一刀，分明是想要了他的命。你们全部死在这里，就不会知道有人跟你们火并。37号这句话也是彻底揭露了他们的目的。轰轰咚！第196章地爆天星。接近40名的铂金战斗的场面大概是什么样子？在魂力这个层次的战斗，几乎每个铂金级的一次攻击都会引起周围空间的涟漪波动，甚至在战斗激烈的区域还会出现空间撕裂的情况。庞大的战斗余波横扫周围，姜旺在铁岩星内都感受着巨大的余波，不由得啧舌。这种级别的战斗，蛊虫都没啥用，或者说姜旺对铂金级的素材太少，没办法给蛊虫进一步的升级。但马上他应该就不缺了。此次为了能够确保拿下隐卫，无论是星痕和黑蛇来的基本都是铂金级的好手，并且阵容搭配合理。但隐卫纵横开源这么长时间也不是吃干饭的，虽然仅仅是15名铂金级，可依旧死死挡住了星痕和黑蛇的进攻。其中一直看起来傻呵呵的许乐竟然战斗得异常勇猛，凭借着铂金5阶的修行者的实力，对着面前的黑蛇就是狂轰滥炸。而其中苏建宏尤为凶猛，面对37号和黑星，直接将周围陨石带内的陨石当作武器，不仅挡下了2人的联手进攻，还隐隐有平局之势。身为一个土系的领主，苏建宏最适合打的就是这种37号的小刺客，但是黑星的狼牙棒他却有点受不了。看起来苏建宏非常牛逼，1抗2，但这只是在外人的眼中，他们这些战斗的人心里门清，这种看起来不败的优势，实际时用魂力堆出来。如果说之前他们战斗时魂力的输出是80%，
那么现在就是120%，加大了输出的频率，消耗量必然增加。而对面的星痕和黑蛇则依旧是80%的输出频率，不仅对魂力利用的效率最高，还可以保持战后应对各种意外情况的魂力。与此同时的另一边，于禁已经接近了这片星域，而万族也紧急从前线抽调，看了一批万族部队，正在通过内部的转送阵紧急赶往这处星域。虽然数量没有之前多，仅仅只有80亿，但是质量却更高，几乎都是高阶白银，并且黄金级的含量也更多。战斗持续了半晌，中间无数次影卫想要尝试突围，但却以失败告终。此时的苏建宏的额头冷汗直冒，眼看体内魂力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双目通红。当他第一次朝着后方求援，却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次黑蛇星痕是来真的了，他们是真的准备将自己一行人祭天，用来震慑开元世界。忽然他目光一凛，一只手对准面前的黑星，地爆天星。周围无数被细小的沙尘迅速朝着黑星汇集，无论黑星如何摔，都无法甩掉。地爆天星是黄土厚葬的进阶版，是属于钻石阶的战绩，但是面对黑星这种手持狼牙棒的狠人，黄土厚葬恐怕都没有围起来就被破了。他只能强行使用地爆天星，猩红的鲜血从他的鼻孔内流出，而他的鬓角也在迅速的变白。这是他强行使用不属于他这个位阶战绩的代价。技术不够，拿命来凑。随着越来越多的陨石将黑星死死的包围，37号不断的试探突破苏建宏的防御，但奈何玩刺客的目前斗不过玩命的。苏建宏也没有继续纠缠，直接反身朝着指挥舰飞去。毕竟星联为了不让消息泄露，必然会有大量的人员拦截，孤身飞出怕是死都不能留个全尸。而这个指挥舰搭载的最先 V20000矢量发动机还有一丝可能。37号紧随其后。忽然棒，巨大的能量波动响彻周身的宇宙。这是第一个因为坚持不住而选择自爆的铂金，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可就在这边激战正酣的时候，万族和于禁已经进入了这片星域。2号站在星域的边缘位置，驻足遥望，看着远方不断爆发着能量波动的地方，陷入了沉思。此次他们的一行总共4名铂金级，连带万族前来的部队的4名铂金级，但铁岩星周围的波动明显不是10几个铂金级对战就能传出来，至少得是20个乃至30个。于禁总部首脑不停思索如何从这次事件之中获利。能够爆发这样的能量波动，必然是星联跟影卫干了起来。接近30个铂金的战场，于禁就算想要参加分一杯羹，但也没那个实力。但是万族却不一样，他们两方加起来8个高阶铂金，况且还有80亿的前线部队，只要让万族看到可乘之机，他们就会源源不断的投入兵力。而于禁不仅可以在巨大的战争之中不断的获得生命能源和基因片段，更是可以在混乱之中迅速崛起，摆脱控制。最终首脑还是决定试一试，大不了就损失4个铂金继续隐藏，但万一要是真的掀起了战争。而万族的高层在趁机提出更多的要求之后，欣然同意了于禁的邀请。其实此时万族的高层嘴都快笑裂了，他们甚至想直接派遣更多的高阶万族趟一趟这个浑水，但是又怕星联趁机直接掀起战争。别看星联现在这个兵力薄弱的样子，但凡让星联闻到机会，孙明远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届时一旦前线缺乏高阶战力，那损失可就不是10亿100亿的了。随着万族的部队大量进场，刚刚从地爆天星脱困的黑星脸色难看至极。虽然星联的援军已至，但是为了防止被这场战斗波及，全部安排在后一级的要塞之上。也就是说，现在驻守这片星域的依旧是这些伤兵残将。战死是小，失守是大，一旦这个星域被打下，恐怕万族就不会像这么老实了。就在他准备强行让援军入场的时候，姜望给黑蛇留下一句话之后，就从铁岩星的另一边离开了。所有的万族交给我。黑蛇当然是无条件相信姜望的，但是黑星确实有些疑虑，姜望他们是知道的，也是在星联核心种子行列。但此事重大，他还是选择让支援的部队强行入场。第197章，万族于禁参战。姜望虽然是自告奋勇的选择去阻拦万族，但却不是白干活。铂金的尸体，姜望要5个，还是完整的。而黑星也不废话，当即答应了下来，并表示只要姜望能够真的拦下这些万族，别说5个10个都行。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玩笑话，但是姜望却当真了。此时各个星球的虫族已经消化完了上次战役万族的尸体，并且虫族的发育也到了一定地步。而且这次姜望也不准备用这些驻军吸引伤害了，一来是这些人几乎都处于半残状态，没必要了；二来是姜望想要正儿八经的试试万族的正面部队的战力。无数的虫族从地底冒出，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选择了不同的阵型排列。另一边万族和于禁不断的悄咪咪的靠近铁岩星附近的战场。自从苏建宏逃跑之后，腾出手的黑星让影卫的死亡率大大提高。影卫眼看逃不掉，最终选择了拼命，往往是好几个影卫不顾一切的袭击一名黑蛇，这样做的代价
就是2名乃至3名影卫的代价，才有可能换死一个黑蛇或者星痕。曾经高高在上的铂金逐渐化成一具尸体或者碎肉，甚至有的影卫病急乱投医，钻进了铁岩心敞开的隧道。而闭合的隧道也彰显了安娜的决心。战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周围的不时涌现的空间风暴和四周被打碎的各个星球也足以证明这场战斗的激烈。此时另一边的苏建宏浑身浴血，看着面前的断了一根手臂的37号，怒喝道：“37号，你真的要赶尽杀绝？”但回应他的仅仅是一柄黝黑的匕首。叮！岩盾上面火花四溅。呵，没想到影卫养的狗竟然会咬自己的主人。你还记得13号吗？苏建宏目光阴毒。当提起13号，37号仅存的右手微微一颤，看着他果然有反应，苏建宏继续说道：“当初他为了让你逃走，甚至不惜再次被我们抓住，真是令人感动的兄弟情啊！你想知道他的近况吗？”苏建宏故作轻松地说道。37号的匕首挥舞得更加迅速，叮叮当当的声响不断，周围响彻。而苏建宏虽然马上就扛不住这疾风暴雨般的攻击，但他依旧故作轻松地说道：“算了，告诉你吧，13号因为诞生了自主意识，被改造成母体了。你应该知道改造成母体的代价吧？这一切都是害的。”苏建宏眼神阴厉，但是嘴角却露出了令人厌恶的微笑。37号在听见母体之后，瞬间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时光，刺鼻的药水，冰冷的实验，残酷的改造，崩溃，战斗，杀戮。而就在他愣神的这个瞬间，苏建宏抓住机会，噗呲，血红的手掌透体而出。战斗怎么能够分心呢？37号，他凑近37号的耳边说道，声音之中尽是得意。而另一边铁岩星的战场星痕，黑蛇、影卫、于禁和万族一团乱战，追逐的戏码不断在宇宙之间上演。由于于禁和万族全胜的状态，在刚入场的时候就击杀了一名星痕，迅速成为与黑蛇分庭抗争的一股势力。若非开始黑蛇留有余力，此时可能就被这突然杀来的8名铂金撕碎对影卫的包围了。可饶是人数占优，局面依旧不容乐观。主要是2号跟疯狗一样，不仅能够吞噬濒死的铂金，迅速恢复实力，还能自爆血肉，让周围充满各种因子，导致黑蛇等人畏手畏脚。在各个星球的战场上，虫族正在舍生忘死的厮杀，可即使如此，他们依旧不能抵挡万族的冲锋。姜望不停地观察着虫族与万族战斗的细节，虽然虫族正在不停地死亡，但他依旧不慌。死亡对于虫族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虫族不能从死亡之中吸取教训。在虫族跟万族交手的时候，姜望就知道这批万族跟以往的不同，他们的实力更强，更具备压迫力。无论是实力还是战斗的队形，甚至不需要首领的指挥，各个万族之间就能做到配合，这也是让虫族大量死亡的原因。眼看数据收集的差不多了，姜望轻轻一打响指，霎时间，各处战场的万族都陷入了演员状态，宛如电影一般，万族都好像进入了慢动作。仅有个别的黄金级万族才能稍好一些，但他们的眼中毫无例外的都充满了疑惑和恐惧。在这种状态下，万族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这就算纳米虫族无声无息之间逆转战局。而另一边正在战斗的铂金万族忽然齐齐回头，他们收到了黄金级万族传回来的讯息，相视一眼看向了正在战斗的2号和其他的余烬成员。俊子，他们第一时间选择向高层汇报了他们的情况。这已经不是什么星域不星域的问题了，若是星联真的背后偷偷的搞出来了俊子，那么对于万族来说就是灾难级的。为什么当初开元攻打生物帝国死伤无数，就是因为这防不胜防的俊子，可以说他的威名烙印在每个经历或者了解过那些战役的人们。收到消息的万族当即遣派了1名钻石级强者和数名铂金级，这是他们冒着巨大风险调动的最强力量。若不是大师级都被各自盯防，他们都想派大师级去了。而4名忽然脱离战斗的万族陡然加大了影卫和余烬的压力。正在战斗的2号在停留片刻之后也迅速脱离战场，朝着万族的方向跟去。随着5名铂金的迅速离场，所有的影卫几乎被宣判了死刑。眼看生路无门，所有的影卫选择搏一把，准备集体自爆来撕开此处的空间，届时空间风暴撕碎一切。就在此时，唰，一柄黝黑的匕首从1名影卫的脖颈之处划过。37号提着一个头颅回到了战场，而那个头颅正是苏建宏的，他的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恐惧，而周围的影卫也被这颗头颅彻底扼杀了最后的希望。虽然痛恨苏建宏的逃跑，但是万一能跑出去，好歹还能呼叫支援，但此刻却再没有任何希望，纷纷准备选择了自爆。而准备充分的黑蛇这时也不再隐藏，纷纷施展出最强的攻击，抓住影卫凝聚魂力的时机，迅速斩杀数人，仅留下2名余烬和3名影卫苟延残喘。
37，他们朝着江望去了。听闻此言，37号当即拖着残躯朝着江望飞去，而其他几名状态尚可的黑蛇也纷纷跟了上去。第198章危机！万族的铂金强者迅速朝着各处战场飞去。由于各处战场都爆发了菌子的症状，万族也一时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释放的，只能敞开精神力仔细的搜索。而另一边的江望此时正在迂回的返回铁岩星。就在刚刚他收到了黑蛇内部频道的讯息的时候，就开始命令纳米虫族大规模的自杀。江望在黑蛇的内部频道上曾经了解过菌子这种杀气，虽然纳米虫族落入万族手中被解析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于禁却不一样。若是让于禁拿到纳米虫族的样本，虽然不至于直接就完全破译，但极有可能自己的这个种类的分支就会被于禁给掌握，这是江望不想看到的。而他由于这片刻的耽误，若是再按照37号的方案朝着其他的要塞飞去，势必会被发现，只能兵行险招，返回自己的大本营。毕竟这个方向即使被发现了，自己还能搏一搏，看能不能坚持到黑蛇的人来营救。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江望完成偷渡，顺利返回铁岩星，但可惜天不遂人愿，不是什么时候江望都能料到一切，也不是什么时候幸运女神都站在他这边。江望在返回的途中被万族的精神力扫到了一些伪装的纳米虫族，进而找到了江望的踪迹。轰！一道强势的魂刃跨过上万米的距离，狠狠地击中江望背后。好在提前释放了鱼剑级的剑挺，削弱了一层伤害，可饶是如此，江望的背后此时已经是血肉模糊一片了。残留的魂力不停地肆虐着江望的背后，组织着血肉的自愈。江望眉头微皱，借助着强大冲击力迅速向前冲出了一段距离，而他也在飞行的途中不停地断断续续地使用着魂力。自从上次营救爱丽丝的时候，莫名使出魂力的时候，他就不停地试图掌握这种强大的能量。但可惜江望的精神力虽然已经达标了，但体内的细胞却不足以支撑魂力的流转，所以江望与魂力之间的关系是掌握了但没有完全掌握，蹭了但没有进去。黄金之躯终究是不了承受如此雄伟的魂力，但却不代表江望完全没办法使用魂力。轰！就在江望避无可避的时候，一道道稍显弱小的魂力撞击上袭来的魂刃，不停地追赶江望的万族铂金此时也懵逼了。眼前这人刚刚断断续续地使用魂力，他们能够理解，毕竟哪个种族都会有天才的存在，甚至万族都有黄金6阶就领悟魂力合成方法的天才。但是领悟和使用可是两回事，你就算知道了核弹的原理，难道你就能手搓一个核弹？就刚刚那个程度的魂力，别说你发射出来，就算在体内凝聚，就足以从内部撕裂黄金之躯了。但眼前之人不仅屁事没有，还借助着冲击波再次飞出一段距离。正在追赶的江望的2名铂金相视一眼，决定不再留守。刚刚他们还是想要活捉江望带回去看看有什么秘密，那么此刻就是纯粹灭杀星莲的天才。改变作战目标的2兽迅速完成了分工，一兽不停地激发魂刃，另一位速度更快的万族则快速接近江望。此时江望的额头冷汗直冒，他激发魂力可不是没有代价的，他是采用体外融合，用攻击出来的灵力和他所开发的魂技在空中相融合，原理与上次斩杀黑龙类似。由于精神力速度要比灵力更快，所有当灵力飞出的时候，再度激发精神力，在一定的距离之内，精神力是可以追上灵力的，并有可能融合。但这之中的难点却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虽说是先后激发，但是其中间隔的时间少得可怜。一旦失误稍微加大的间隔时间，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预定距离之中应该融合的2种能量没有融合，不起任何的作用。第二个难点就是要持续性的对精神力进行操作，若是所以前使用魂技就是扔个技能一样，扔完就不用管了，那么现在就需要江望操控着精神力，暂且不说狂暴的灵力对精神力的刺痛，单单是精神力在跟灵气相接触的时候如何顺利融合就是个极大的难题。这种难度大概就是相当100米冲刺的时候还得一手拿线一手拿针，在跑完之前得穿100个，既要全速前进又得完成穿针引线，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操作。可这种在旁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东西，不仅让江望给完成了，甚至还因为没有体内环境的限制，爆发了不吝于万族高阶的魂力。可即使如此，此时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眼看着身后的万族不断逼近，江望的眉头紧皱。就在他准备再次尝试释放体外魂力的时候，忽然一道强大的能量出现。只见之前那个熟悉的身影从一个星球的背面迅速杀来。2号。此时江望的表情也不再之前的眉头紧皱了，反而重归平淡。看着2号宛如疯狗一般的赤红眼睛，江望就知道今天难以善了。2号死死地盯着江望，此时于禁才知道，原来这个很有可能掌握菌子的人竟然是江望。江望也没有多余的废话，再次掏出了战争堡垒。马上就要追击上的万族铂金看着忽然出现的硕大球体，有些愣神。这家伙的领主空间到底都装了些什么？
这一路光姜望为了当魂刃所释放的鱼剑级的舰艇就不下100艘，这还不算姜望为了能够提升速度而提前释放作为踏板的舰艇。不同于万族的铂金的愣神，2号通红的眼珠瞬间收缩，他看着面前这个略微熟悉的球体，几乎忘记了思考。而另一边的于禁总部，首脑也在看到这个战争堡垒之后产生了巨大的情绪波动，因为面前这个东西他们可太熟悉了。生物帝国曾经将这样的生物球体作为基因库使用，在战争后期的时候，为了保证帝国的延续，这样的球体在少量精英爱丽丝和复制体的掩护下隐藏了起来。于禁几经寻找，也才找到了3处这样的球体。所以当于禁看到这样的球体之后，瞬间想通了一切。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菌子一样的武器？为什么会有姜望，会有具备独立意识的爱丽丝？活捉他，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他。第199章，李雪怡赶到。真他妈软啊！首脑咆哮着对2号下达他的指令。姜望没想到自己精心打造的战争堡垒竟然会跟生物帝国的基因库撞球，但可惜这样的误会没办法解释了。姜望不会束手就擒，2号也不会相信姜望的言辞。战争堡垒内，无数的生物的武器已准备发射。其实姜望并不认为战争堡垒能够挡下这些铂金级多长时间，无非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和黑蛇营救的时间。此时另一边的37号正在不断的赶往这处战场。虽然万族和2号一时间被战争堡垒吸引了注意力，但下一刻他们就回过神来，疯狂地朝着战争堡垒发动进攻。轰轰轰！最外层的甲靠不停地承受着剧烈的攻击，很快一处甲靠就被2名万族联手击破，血肉在宇宙之中飞洒。但姜望依旧没有动用基因武器，一方面是对方人数太少，无论是虫族还是内米虫族，面对这样依旧用魂力包裹全身的铂金，是一点办法的都没有。虽说每个人都曾经自诩人间第一流，认为越阶战斗对于天才来说稀松平常，但这仅限于低阶，一旦进入更高的层次，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多么的可笑。4年级可能会做5年级的题，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而初一做高3的题大概率是不会的。而黄金与铂金的差距差不多就初中生和研究生的差距。战争堡垒内，姜望将所有的基因武器对准内部，他准备将所有的一切压缩在这个球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些有了防备的高阶铂金造成伤害。而姜望也想好了如何脱困。此时一具幼虫般姜望站在核心处，不断地散发着精神波动。他则在大量纳米虫族的掩护之下，从一条甬道内准备离开。这一招虽然不一定好用，但却可以最大化的拖延时间。2号宛如疯狗一般不断撕碎战争堡垒的血肉，并不断地塞进嘴中，想要试图分解这种物质基因。双方都在不停地朝着战争堡垒的核心杀去。毕竟在他们的精神力之中，姜望此时还在战争堡垒的内部。另一边，姜望已经到达甬道口，但他却没有急着出去，毕竟之前他也是用众多隔绝精神力的纳米幼虫想要金蝉脱壳，可依旧被万族发现。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2次。就在双方都快要接近核心的时候，战争堡垒的内部缓缓启动。此时的2号和万族都感受到了不对劲，但姜望的精神力分明就在核心。咚！一声闷响从核心内部发出，还不待他们深思，姜望直接离开了甬道。就在姜望离开的瞬间，甬道之上被覆盖上了一层甲靠。而此时战争堡垒的内部，各种各样的纳米虫族、蛊虫和姜望曾经研究的神经毒素纷纷在内部爆发，原本的血肉迅速坏死，在各种基因的作用下迅速转化成坚硬的物质。如果说之前的战争堡垒是一个鸡蛋，外在坚硬，但是里面确实柔软的，那么现在的战争堡垒就是一个石头。轰！强大的魂力不断的轰向不断变硬的内壁。姜望没有任何犹豫，迅速的朝着铁岩星飞去。就在他以为战争堡垒即便坚持不住，也至少能给他拖延到铁岩星时间的时候，而此时战争堡垒的内部，2号癫狂的脸上发出一声冷笑，随即他的手迅速变换成了一柄连刃，并且附着着一层特殊的物质，这是他刚刚分解出来针对这些血肉的物质。随即他手中连刃纷飞，朝着外面杀去。而那2名万族则是放弃了超强的魂力攻击，因为这样不仅消耗的魂力快，还容易误伤。若是2号跟这些万族一样，那么姜望的计划还真成功了，但可惜他的对手也是个玩基因的行家。姜望看着追出来的2号，神情真的有些动容了。无数的虫族被他释放出来阻挡2号的步伐，但起到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他现在已经手段用尽了。姜望停下了步伐，手中的万象变化成一柄长刀，退无可退，就不用退了。事实上，姜望领主空间还有一艘半成型的虫族母舰，但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的母舰，除了被2号撕碎之外，没有任何的用途。看着2号因为基因失衡而冒出来的第3只复眼鳄和已经变成巨大连刃的右手，姜望忽然想到了沉睡之中的爱丽丝，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死在这里。要是真的死在这里，希望安娜能够带着虫族继续走下去，
希望醒来的爱丽丝能够冷静地接受自己的死亡，因为以后就不会再有人给她兜底了。她可不想漂漂亮亮的爱丽丝变成面前丑陋的模样。忽然，姜望的眼神微凝，直接冲上2号，两人交错而过。轰！噗呲！宇宙之中，姜望的右手颤抖，身后是爆炸的剑鱼级的飞船和无数的纳米虫族，而他的胸前的衣衫逐渐被鲜血渗透，一道巨大的伤口斜劈在姜望的胸前，姜望的肋骨几乎全断，甚至可以看到他微微跳动的心脏。而另一边的2号，原本硕大的镰刀之上带着姜望的血肉飘扬在宇宙之中，右臂至2号的小半个脑袋被齐刷刷的削下来了一块。咯咯咯！2号瘆人的笑声在宇宙之中响起。说实话，刚刚若不是他最后时刻微微歪头，就要被姜望这一手协疗削下了脑袋。虽然现在他的伤势看起来比较严重，但在体内大量恢复因子之下，他很快就会恢复。而姜望则比较惨了，不仅是胸前有可见心脏的巨大伤口，甚至他的右手和体内大量的细胞和骨骼都被魂力摧毁，这就是他强行催动魂力的代价。此时的他已经油尽灯枯。2号也没有墨迹，直接朝着姜望飞去，准备带着他迅速离去。无数的虫族在姜望身边浮现，他的眼神微眯，大量的失血让他已经快睁不开眼，而胸前大量的有毒基因不停地消耗着姜望最后的能量。但只要他还没有死，就不会放弃抵抗。就在此时，2号忽然做出了一个扭曲的动作，唰！一柄黝黑的匕首从他的小腹穿过，狂暴的魂力直接在2号的小腹处炸裂开来。此时的37号终于拖着重伤之躯赶到战场。就在姜望准备打起精神，想要跟37号联手做掉2号的时候，我要你死！当姜望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终于逐渐放下了心，向后倒去。下一刻，一阵香风从姜望的背后袭来，而姜望也刚好被香风的主人揽入怀中。全尸！姜望挣扎地说出最后几个字，随即就陷入了昏迷。如果说姜望晕倒之前最后的想法是不用死了，这把血赚一个于禁铂金尸体，那么晕倒之前最后的触感就是真 TM 软啊！第200章边境风云，姜望重伤昏迷。李雪怡听着姜望最后的话语，瞬间陷入了短暂的迷茫。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留敌人的全尸？虽然他很疑惑姜望的决定，但当他看到姜望胸前的伤口和跳动的心脏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被心疼和无边的愤怒填满。庞大的精神力将周围的一切全部扭曲。刚刚还朝着姜望这边冲的37号也止住了步伐，向后退去。李雪怡看着怀中昏迷的姜望，默然无语。一路赶来，他听说了所做的事情，他看到了各处战场上伤残的驻军，他看到了破碎不堪的战争堡垒，他听说了姜望在这场战斗起到了不亚于数个铂金的作用。其实他早就应该到的，但由于万族遣派的钻石和数名铂金级阻拦了他的步伐，即使有林青崖出面拦下万族的钻石级，他依旧花费了一切功夫才从数名高阶铂金的手里脱困。他破烂的衣衫和已经干涸的伤口也证明了他这一路上的艰辛。此时的精神力已经缠上了2号，而2号被缠上的那一刹那，宛如魔怔了一般，时而嚣张的大笑，时而冷酷的挥舞着手臂。37号看着这一幕，内心不由得深深的震撼。明明在进入黑蛇之前，李雪怡还比他低2阶，但此刻不止和他同阶，甚至可以轻松拿捏铂金8阶的2号。要知道，他击杀苏建红可是险些身死啊！此时的李雪怡的眼中泛起粉紫色的光芒，而另一边的首脑在看到2号瞬间击杀前来营救的37号并重伤李雪怡后，也是欣喜若狂，止不住的想要2号快速脱离战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直接中断了跟2号的连接。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李雪怡精神已经宛如种子一样进入他们的精神系统之内。随即，这个整个开元世界的各处不停的有人陷入癫狂，然后他们的脑子就像肿胀的气球一般，砰！血白色的脑花四溅。而于禁的基地之内，大量的复制人也在这样的攻击之下迅速死亡，甚至首脑的本体迅速膨胀。若不是因为强大的精神力迅速扼杀了脑海之中的魅魔之种，他的脑花应该是最大最壮观的。另一边的李雪怡感受到已经中断的连接之后，小脸微白，收敛精神力，也不再继续探索下去，而是用精神力把姜望包裹之后，朝着2号走去。他甚至主动放开了2号的幻境，他就站在2号的面前，眼神冰冷。来，轻启的唇音是他对2号的挑衅，也是他想要宣泄愤怒的开始。随即37号就见识到了他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场景，甚至看向姜望的眼神也充满了一丝同情和敬畏。2号一个基因融合怪，在融入了各种顶尖格斗信息的情况下，竟然被李雪怡打得不成样子。若不是姜望最后一句全尸，李雪怡能给2号打碎。就在战斗即将进入末尾的时候，大量的虫族在2哈的带领下出现在李雪怡的视线范围之内。他们扛着虫族的培育池来到了姜望的身边。
把姜旺小心翼翼地放进培育池内。安娜知道姜旺还不想暴露虫族母舰，所以在感受到姜旺受伤之后，只能出此下策。而进入培育池内的姜旺，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开始腐烂。感受到这一幕的李雪怡精神力微微紧张一下，差点就给2号的另一只胳膊给扯下来。可当那些腐烂的血肉脱落之后，姜旺的心脏再次恢复了之前蓬勃的跳动。但一个培育池的能量也仅限于此，虫族迅速地带着姜旺返回铁岩星，而李雪怡则拎着2号迅速跟上。此时姜旺的外在伤口机会已经愈合，真正重要是被魂力扼杀的各种细胞。就在李雪怡跟着姜旺来到铁岩星的时候，一只幼虫幻化成安娜的模样，站在李雪怡的面前。李雪怡微微皱了皱眉头，但安娜视而不见，她伸手指了指李雪怡拎着的2号。李雪怡直接把2号扔给了安娜身后的虫族。看着依旧挡在她面前的安娜，李雪怡虽然有些生气，但也知道安娜是为了姜旺考虑。但她依旧眼神冷冽地看向安娜，轻咬嘴唇之后说道：“活着。”而安娜也没有多说什么，扭头轻哼一声就进入铁岩星内部。看着关闭的甬道，李雪怡犹豫了一下，只有就朝着远方飞去。她不是不想守在姜旺的身边，但是她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她不只是姜旺的师傅，她还是星联的李雪怡。就在姜旺逃亡的这段时间，这片星域成为2个巨无霸的决斗场，2名钻石级纷纷现身，星联的精锐部队也全部进场。黑蛇的战斗人员不便露脸，但却纷纷隐藏在四周，黑星等人更是全员带伤进场。而他李雪怡也不能因为内心的私欲就将摒弃自己身上的责任，因为此刻的前线需要一位星联的话事人。当他扭头朝着边境线疾驰而去的时候，他身上有对姜旺的不舍，但更多的是这个消瘦的身影决定逐步扛起星联责任的决绝。此时的边境线，林青崖，你也要趟一趟这场浑水。幻化成人形的七彩琉璃珠对着林青崖阴恻恻地说道：“喂喂喂，你们搞清楚，是你们在打我们开元帝国的边境。”林青崖不冷不淡地说道，毕竟星联名义上是属于开元帝国的势力。哼，我不想跟你掰扯，把菌子交出来，我们即刻撤军。林青崖看着多个复眼的琉璃珠，瞬间大怒道：“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我们开元帝国跟生物帝国的一切产物不共戴天。哼，就知道你不会承认。我的儿郎们已经掌握了证据。”听着琉璃珠志在必得的口气，林青崖内心还嘀咕了一下：“好啊，证据呢？证据马上到。”就在琉璃珠说完话的下一刻，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你的证据是指这些试图在我们境内栽赃陷害的万族吗？”